让你吃你就吃，别敬酒不吃罚酒。大魏朝户部尚书府西北角的一破落院子里，一婆子正在往沈乐林的嘴里粗鲁地灌着粥。沈乐林咬紧牙关，但奈何婆子力气大，直接捏住他的脸，将他的嘴巴掰开，把小半碗粥一股脑倒了进去。可嗨，大概是太烫，沈乐林又呛地咳了起来。那婆子皱着眉，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骂道：叫你敬酒不吃罚酒。随后将床上和他身上擦了擦，临走前还警告道：明日你要再不乖乖听话，年婆子我就打一壶开水全给你灌进去。说完转身离开，嘴里还骂骂咧咧地道，还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夫人呢，也不看看自己如今是个什么德行，自己到底是什么德行？他还真看不到。沈乐林心想，3年了，他被关在这小屋子里整整3年了，这张床除了下人来给他清理时，他就没有离开过。他沈乐林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无他，不过是因为当今皇后，也就是他的好姐姐，以及他那信誓旦旦说过要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相公，在偷情时被他撞见了罢了。随后便是4支经脉尽断，1根舌头被割，但偏偏他们要让他活着，因为只有他还活着，皇后才能时不时以看望病重的妹妹为由，与他的好妹夫相聚。好一个疼爱妹妹的皇后，好一个不离不弃的李尚书。沈乐林想出发一声哈哈哈，但没了舌头的口腔却只发出了啊啊的叫声，声音干涩刺耳，连他自己都觉得难听至极。他父亲是老宁国侯的庶子，靠着自己的能力考上科举后，明明在任上做个小小知县，一家人和和美美。他们一家人从未想过贪图侯府里的荣华富贵，但他12岁那年，宁国侯也就是他那高高在上的嫡出大伯，想法子将他爹爹弄回了京城。从未去过京城的自己和哥哥弟弟一脸兴奋，但不想这却是一家人不幸的开始。沈乐林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堂姐沈慕清的场景，那是在老夫人的慈安堂，15岁的少女，明眸皓齿，身材妙曼，穿着自己从未见过的华丽料子，靠在老夫人身上撒着娇，周围的夫人和小姐们都应和夸奖着。那一刻，众星捧月的她一步步走到自己面前，笑颜如花：这就是五妹妹吧，我是你大姐姐哦。那一刻，她想起诗经里写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蛴，齿如护膝，琴手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时的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样像仙女一样的人将会是她一生的噩梦。五妹妹，新科探花李尚挺虽然家世不显，但姐姐我让人打听过了，此人外形俊朗，才华横溢，日后必有一番作为。你若喜欢，姐姐便为你做主了。放心，姐姐必不会害你。乐玲，我李尚挺再次对天发誓，只要你愿下嫁于我，我李尚挺永不纳妾。哈哈，好一个不会害你，好一个永不纳妾。14年了，自己在这14年陪着当时得罪了裕王爷的李尚挺，从那偏远海边的县城做起，一边帮着他打理府中事务，一边忍受着他那不讲道理的母亲，一边还要帮着自己敬重了半辈子的大姐姐打理他在南方全部的产业。不得不说，他还颇有些经商的天赋，短短10年就让大姐姐的生意遍布大魏，然后靠着自己赚来的那些银钱，一步步往上爬到了户部尚书，一个轻飘飘一句谢谢便收回了所有。而自己居然就真的那么傻，相信他们所说的自再次入京就成了这尚书府的笼中雀，满心欢喜的想着好好养身体，再为李尚挺生个孩子。可原来啊，他根本就怀不了孩子了。沈乐玲每想到那一天都会发笑，笑自己那时如此的蠢笨，整整11年居然都没有发现，枕边人不过把自己当一个替身而已。记得那一日，沈慕清进府候旨，与自己简单的寒暄了2句，就到和李尚挺有朝廷上的要事商量，自己也没多想。毕竟那时匈奴西夏屡屡来犯，曾经的定北侯段俊泽又在北地举兵，整个大魏风雨飘摇，正值多事之秋。李尚挺那时也常会在夜间被宫中之人叫去议事。也是那一日在侍女玉真的撺掇下，自己端着甜汤去书房送给2人。这一送，将自己做了11年的梦送醒了。那一日，他一直歇斯底里，不可置信地问着他爱了11年的男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怎么可以？而他的好姐姐则半穿着衣裳躲在他的相公身后，双目微红，强忍着泪水，嘴中还喃喃道：五妹妹，你听我说啊。你闭嘴！你怎么可以？你！啪的一记耳光落在沈乐玲的脸上，她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个男人，他的眼底全是冷酷，陌生极了。全是我的错，和青儿没有关系，你不该怪他。沈乐玲绝望极了，自己这么多年到底爱的是一个怎样的人？明明今早他还对自己那样温柔，连粥都是亲口帮自己吹凉的。你打我，就因为我说了一句。他的泪一滴滴从眼眶滑落，李尚挺眼中闪过一丝心疼。沈慕清连忙站到沈乐玲：五妹妹，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
他紧紧抱住沈乐玲，在他耳边小声道：“我的好妹妹，尚挺从一开始爱的就是我呀！你给我滚开！”沈乐玲浑身颤抖，只觉得气血全都涌入脑中。她用力推开沈慕清，扬起了右手，但未曾碰到沈慕清半分，就被李尚挺用了的抓住了。他的面容冷酷的让人心寒。他紧紧的盯着他：“我说过了，和青儿没关系。”他的每一个神情，每一个字，都仿佛一根根极细极锋利的针，狠狠地扎在他的心头。疼，真的很疼，疼得他想笑，然后他就真的笑出了声，哈哈哈哈哈！到头来，他只是个笑话。李尚廷眼中闪过不忍，但看了眼一旁紧咬着唇不肯落泪的沈慕清，忙将他搂在怀里，轻声安慰。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沈乐玲，笑声戛然而止，变成了凄厉的嘶喊：“李尚廷，景睿20年，你得罪了玉王爷，玉王爷当街要给你一脚，是我不顾生死挡在了你面前。景睿23年，我陪你去灵州上任，路遇劫匪，是我替你挨了2刀。坤正4年，你赈灾时染上瘟疫，是我孤身一人，衣不解带的照顾了整整22天。你说过永不负我，你说过绝不拿钱，你说过一生一世一双人，你说过的，你说过的。”李尚挺还未开口，沈慕清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他，梨花带雨，泪如泉涌。尚挺，原来你和五妹妹。李尚挺紧紧将她抱在怀中：“不是的，青儿，你别听他乱说，我的心里只有你，一直都只有你。好一对苦命鸳鸯啊！”沈乐玲这一声声带血的气诉，不仅没能换来李尚挺的一丝丝良心，甚至连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给扯了下来。还记得那一夜，整个正院的人都被李尚挺的人压着喂了毒药，就连已经成婚的思雨和雅涵也一个个倒在了他的面前。而原本要被困在房里的自己，只因为沈慕清担忧地说了句：“尚挺，五妹妹不会将这事说出去吧？”他就被挑断了手脚筋，还割掉了舌头，随后被丢在了这一方小天地里，一扔就是3年。第2章不得好死。好在啊，他的那好夫君还时不时的来看看他，表演一下痴情丈夫的角色，但每一次讲的都是这些年他对沈慕清的痴情，从第一次看到沈慕清就开始的沉沦。当然，更好的还是他崇敬了10多年的大姐姐，每每和他的相公颠鸾倒凤后都会来看看他，每一次来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样子，都会忍不住得意的炫耀着这些年他的所作所为。我的好妹妹，你还记得你弟弟沈慕舟吗？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淹死在池塘吗？是我大哥把他扔进去的。沈乐玲张大嘴巴，却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见沈慕清无动于衷，他就只能不停用脑部撞击床才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每次只有这样，沈慕清才会回答于他。沈慕清每这时候似乎都觉得极为有趣，一直盯着他，直到他感觉后脑勺一阵温热，他才会满意地道：“五妹妹是想问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她居然说她姐姐比我漂亮吧。其实一开始我没想过杀她的，只是有些生气。既然我穿到了这个世界，为何不是所有人以我为中心？便想让大哥给他一个教训。可谁知那小子这么不经斗，就这样死了。”他说话时轻描淡写，仿佛死的是一根野草罢了。沈乐玲的眼泪溜了下来，他的小弟死的那年才5岁啊，居然是被他的堂哥堂姐亲手推到池塘里的，当时的他该有多绝望啊！沈慕清继续道：“那是我第一次杀人，可奇怪的是，看到他淹没在水中，我不仅不害怕，心中反而有了一丝丝快感。我当时就想啊，对，就应该这样。我在这个世间如此独特，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人就应该杀掉。毕竟杀人原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更何况我还懂得那么多。你们不懂的杀人手法。”自那以后，沈慕清像是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一般，每一次来都要向他炫耀一番，他怎么不动声色地杀了一个又一个，甚至连他的母亲以及他小小的角儿，他的哥哥和父亲全都死在了他的手里。你母亲太聪明了，二婶子说她居然发现了你弟弟不是意外身亡的，正好我那时刚刚又想杀人，于是他死了。我的好妹妹，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杀的他吧？这还得多谢你啊，是你亲手把那最后一碗药喂给你的母亲的，不是吗？哦，还有你哥哥，你真以为他是摔马死的，还不是因为他认不清知道身份，一个庶出还妄想跟我沈慕清的哥哥争长短，注定是个短命的。听到真相的沈乐玲再也承受不住了，一直拿自己唯一能动的脑袋撞击着床，很快再次咳出了血。沈慕清一边说着，一边紧紧地抱着沈乐玲的头，轻笑道：“我的好妹妹，不要再撞了，再撞上挺该怪我呢。”或许是看出了沈乐玲一心寻死的决心，沈慕清道：“五妹妹，先别着急啊，你还不知道你的好角儿是怎么死的吧？我能容忍他活到4岁，姐姐是不是很善良？别急，我还会慢慢告诉你的。”沈慕清真的狠啊，连死都不愿意成全他，就要让他毫无尊严的像狗一样的活在这矮院里。吱呀一声，那有些破旧的门被推开了。“五妹妹，
姐姐，我来看你了。女子清脆的声音传来，沈慕清缓缓向床边走来，床上的人枯瘦如柴，像一具死尸一般躺在那里，只有那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自己。沈慕清很是喜欢这样的眼神，写满了不甘，但却偏偏对自己无可奈何，让自己对生命的掌控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幼稚五妹妹看向我的眼神还真是骇人啊！玉珍啊，你说我该不该把妹妹这双眼睛也给挖出来呢？沈乐林大惊，望向沈慕清身后，他身后果然是跟了自己数十年的玉珍。其实他早就想到了，那一夜李尚挺灌下毒酒的人中独独没有玉珍，还有那日明明是他怂恿自己去的书房，偏偏他却转眼消失了，想来是沈慕清早就设计好了的吧。见沈乐林没流露出太多的惊讶，沈慕清也没觉得奇怪，接着道：不过看在你毕竟是我妹妹的份上，还是将这双眼睛留给你吧。我是不是对你还不错呀，我的好妹妹？今日我将玉珍带来，是想告诉你，你的角儿是怎么死的。看到沈乐林脸上终于流露出渴求，嘴里又发出嘶哑但却格外美妙的啊声，沈慕清并不满意，摇摇头，如玉的脸上吐出冰冷的话语：五妹妹，你似乎漏掉了一个动作，看来你也不是很想知。沈慕清还没说完，沈乐林就不停地撞击着床，很快他感受到脑后的温热，但他不敢停，一直用他最大的力气撞击着。终于，沈慕清笑了，既然五妹妹这么想知道，那玉珍，你来告诉五妹妹。玉珍乖巧的应了是，唇角勾起一抹笑意，残忍地开了口：五小姐，说来杀死您儿子的还是您自己呢？还记得您儿子去世前不是得了伤寒吗？于是您听了我的话，怕孩子晚上再受凉，在房中点了炭后，将所有的门窗都给堵得死死的。这一招还是皇后娘娘教我的，说是是一氧化碳中毒。沈慕清补充道，接着满眼兴奋地看向躺在床上的沈乐林，问道：五妹妹，怎么样亲手杀死儿子和母亲的滋味感觉怎么样？哦，对了，你不是还想为尚挺生孩子吗？你不知道吧，你生不了的，那绝子药还是尚挺亲手喂的呢。沈慕清拿沈乐林曾经最在意的事情接连刺激他，结果也如沈慕清所愿的那样，沈乐林努力的想要起身，似乎是想冲向自己，嘴中发出凄苦而又疯狂的声音，那啊声十分刺耳，如同诅咒一般，让人听了心中发麻。站在院外的李尚挺听了，忍不住跨进院中，青儿每每来看沈乐林都不让他进来，但这次他那痛苦的声音似乎不太一样。听到脚步声的沈慕清看到李尚挺，先是心中一沉，他心里果然还是有了这个女人的位置，随后立刻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投入她的怀里。尚挺妹妹，她想要杀我。李尚挺搂着沈慕清轻哄了几句后，踏入房中，房中一股腐朽的气息。沈乐林就那样明明起不了身，却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上头，十分凶狠地看向自己，眼中慢慢滑落下两行血泪。乐林，李尚挺也愣了一下，随后轻叫一声，见沈乐林没有反应，才缓缓上前，手刚碰到沈乐林的身上，他就直勾勾地倒下了，只是眼中的血水又滑了下来。深觉不好的李尚挺又喊了一句：乐林。沈乐林依旧毫无反应，他探了探他的鼻息，随后像受到了什么打击一般，身子一下就往后退了一步。沈慕清冷冷地看着沈乐林的尸体，从后面环住李尚挺道：尚挺，就让妹妹走吧，她太累了，或许她并不想跟我们一起迁都南边，她太累了。李尚挺看着沈乐林那骇人的死相，眼角划过一滴泪。沈乐林在死前想的都是：沈慕清，你不得好死！沈慕清，你不得好死！沈慕清，你不得好死！沈慕清、沈慕郎、李尚挺、玉珍，所有害过他的人，害过他亲人的人，若有来世，血债血偿。第3章前期准备。景瑞16年9月，苏州处处都是阳光明媚，丹桂飘香。青莲巷里的同知府里，西边的一座院落里，沈乐林已经练了半个多时辰的剑，脚下也开始虚浮，身旁2个穿碧绿色衣裳的丫鬟面露焦急。终于一身穿桃红色的丫鬟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小丫鬟赶紧小跑上前：思雨姐姐，小姐都练了半个多时辰了。思雨见状了然地点点头，上前2步，看着仍在认真练剑的沈乐林，不禁叹了一口气。自小姐3年前大病一场醒来后，不知为何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不仅对自己突然严苛起来，还央求夫人让她经商，甚至连骑马、射箭和医术一样都不落下，每次从早到晚没个停歇。连带着他们4个，作为小姐身边的大丫鬟也全都被逼着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长。比如她思雨，虽然才15岁，但如今她的医术连同济堂的大夫都称赞过医术精湛的。雅涵则专攻厨艺，汉巧和谭云就厉害了，一个算盘打得极快，如今好多小姐的产业都交给她在打理，
一个武功奇高，大家明明是和小姐一块跟着武学师傅学的，偏偏他如今可以一个打他们4个，还绰绰有余了。只是偶尔，思雨心中也十分疑惑，他总觉得小姐有心事，还是一件很是麻烦的心事。沈乐林最后一个剑招练完，半跪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思雨立刻收拾自己的思绪，上前将剑接过，递给身后的小丫鬟，将沈乐林扶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那2个小丫鬟，一个连忙去倒茶，一个接过剑便去取水。沈乐林接过茶一饮而尽，另一个丫鬟则端着水进来。安排完后，2丫鬟又十分熟练地去给沈乐林准备沐浴的水去了。思雨给沈乐林净了手，随后又随身拿出一瓶药，细细地给他擦拭着，口中还忍不住抱怨道：“小姐，你可不能再这么练了，再这样练下去，思雨可就不了您这双手。”沈乐林笑着看了眼自己的手，指头圆润，皮肤白皙，关节细嫩，软弱无骨，任谁也看不错这双手的主人骑马射箭、舞刀弄枪，样样都行。沈乐林敷衍地应了2声，思雨一听那漫不经心的语气，便知小姐的想法，心中叹息，脑子已经又开始转着再重新给小姐配一个更好的药方了。此时，一个穿着碧绿色衣裙的小丫鬟急急地跑进了院中，一见思雨正在给沈乐林按摩，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急急行了一礼，嘴里却道：“小姐，小姐。”思雨蹙眉，这新来的小丫鬟越来越不懂规矩了，怎么啦？大呼小叫的，你刚学的规矩呢？小丫鬟又认认真真地行了一礼，禀告小姐，京城侯府来信了，说是让老爷回京任职。沈乐林闭眼长叹一口气，这一日终于来了。内室中，沈乐林看着镜中的自己，思绪飘回了3年前。3年前，他在对沈慕清无声式咒骂中气血攻心而死，一睁眼却回到了自己9岁那年。母亲在床边守着生病的自己，2岁的弟弟歪着小脑袋说姐姐不会有事的，还有小大人模样的大哥和风华正茂的父亲，他们一个个活生生在自己面前关切地询问自己。在消化完自己重生了这件事后，他差点忍不住在家人面前哈哈大笑，上天居然真的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他的舌头是好的，四肢健全，他从30岁回到了9岁那一年。他闭上眸子，眼角流出2滴泪来，母亲立刻将他搂在怀中，轻声哄道：“我的小阿林怎么哭了？不哭不哭啊！”父亲和哥哥也皱眉道：“阿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2岁的小弟爬上床，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搂住自己，奶声奶气地道：“谁欺负姐姐？阿周揍他。”沈乐林听了阿周的话，被逗乐了，随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像是要一口气将前世所有的屈辱和委屈全都发泄出来。就在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时，他止住了哭声，安慰家人他没事，只是太害怕了。待所有人都离开后，沈乐林目光坚定地看着某个方向。既然上天给了自己这个机会，那他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绝不会放过那些人。这笔账，他会向这些人一个一个全部讨回来。他要他们血债血偿。自那以后，他利用自己大病初愈的事情，跟母亲说他是梦到了观音菩萨，菩萨说他有佛缘，要带他回去，他才会那么害怕。接着以菩萨的名义，让信佛的母亲给了自己很多的帮助与自主权，比如说给了他2个管事和2个铺子，让他自己开始做生意，比如说给他请各类老师，甚至包括舞刀弄枪的。或许是那一日自己哭得太狠了，让原本信奉男子为天的家人就这样一直纵容着自己。如今时候终于到了，前世也是差不多这时候，他的好姐姐已经凭一手《水调歌头》在中秋宴上大放异彩。二伯父因贪污一事被停职，大伯父在朝中独木难支，这才想办法给已经在外漂泊了10多年的父亲弄来了一纸调任，也是他们一家人不幸的开始。门帘轻轻响了响，几个一身桃红衣裳的丫鬟撩起门帘走了进来。沈乐林看着自己面前的4大丫鬟，嘴角微微向上扬起。要说这3年，他最为得意的就是提前帮他的4大丫鬟找到了自己的所长。思雨，他母亲是生完他弟弟血流不止而死的，但偏偏大夫嫌晦气不肯给看，所以前世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女大夫。只是等他愿意跟自己说的时候，他都已经生了2个孩子了。雅涵嘴巴又刁又甜，大概小时候挨饿多了，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吃遍天下美食，可前世跟着自己只能是吃遍了天下之苦。汉巧前世就流露出了出色的生意人的天赋，也一直帮着自己一起打理沈慕清的生意，但就因为他发现了账本上的问题，被他的枕边人告到了沈慕清耳里。沈慕清居然让人直接将他在大街上被马活活踏死，而自己居然是等到沈慕清向自己炫耀他的战绩时才知晓。这一事，沈乐林发誓绝不让汉巧再嫁给那个畜生。至于谭云，是他重生后去逛街时买来的，虽然小了10多岁，但沈乐林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谭云就是前世段俊泽手下唯一的一个女将军。看到她在街头被人牙子用绳子牵着走时，沈乐林毫不犹豫地将她买了下来，并让武学师傅悉心教导。果然不出2年，他就打赢了武学师傅，一杆红缨枪耍得更是出神入化。第4章准备。
一片静谧中，沈乐林开口道：“你们都知道了吧？说说你们的想法吧。”汉巧毕竟这些年在外面走动的多，上前一步道：“小姐，眼下老爷连任苏州同知刚满1年，按例需2年后才有吏部任命，礼部下旨。如今这京城府中来的信，不由得让人多想啊。”思雨则道：“奴婢前2日去知府后院给知府夫人看病，也并未听说过京城将此调令。”这看了眼不动声色的沈乐林，大着胆子道：“这宁国侯怕是另有图谋。”沈乐林食指在书案上轻点着：“还有呢？”雅贤左看看右看看，不敢和谭云争夺这最后一名，上前道：“小姐，奴婢这几日和夫人院子的陈嬷嬷聊天时，也没听说过京城府中的消息，想来夫人那边也没有提前得到消息。”沈乐林点点头，整个内侍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了最后一个谭云身上。谭云不慌不忙地摇摇头道：“奴婢不懂这些，小姐要回奴婢就跟着回。”沈乐林扑哧一声笑了，谁能想到10多年后的红缨将军，小时候是个如此不愿动脑子的。你们都说的不错，这宁国侯将我父亲遗忘了10多年，这突如其来的家信确实有意思的很。但不管怎样，他们总不至于拿这个来骗我们，毕竟没有吏部的调令，父亲也万万不会私自离开苏州。沈乐林一边分析一边吩咐：“想来吏部的调令这几日就要抵达苏州了，雅贤这几日你就开始收拾东西吧。思雨这院中的小丫头们都遣散了吧？至于在室内伺候过的，全部都跟汉巧商量一下，往商号里塞。府中其他人，我也会劝母亲和陈嬷嬷交给你们2个处理，可有信心？”丫鬟们做了一番保证后，沈乐林又道：“另外汉巧这边的生意离不开你，你就留在苏州主持大局。”汉巧一听急道：“小姐，奴婢。”沈乐林不等他说完，便让3人都下去了，这才缓缓道：“汉巧，其他人不清楚，但你知晓，如今我手头上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如今大家都以为幕后是一个叫宋寒玉的富商，那你就当好这个富商，要知道，你就是我最大的一张底牌了。我可以信任你的，对不对？”汉巧听完，含着泪，坚定地点着头。吩咐完几个大丫鬟，沈乐林依旧有些心绪不宁，干脆去母亲房里将小弟抱了出来，一起坐上马车去府学里接大哥了。临走时，母亲江氏还不停地叮嘱道：“别太惯着他了，不准他吃糖。”沈乐林拉着小阿周，一边随口应着，一边像逃难一般的跑了。小阿周快5岁了，长得虎头虎脑了，但五官偏向江氏，带着南方特有的秀气。每次跟着江氏出门，都会得到一众官夫人的由衷的喜爱，还有的硬是都有些不肯撒手。此时坐在马车中的小阿周，一手拿着糖葫芦，一手拿着小糖人，只觉得快乐的像在天上飞一般。没办法，自重生之后，沈乐林就没有办法拒绝小阿周的任何一个要求。前世阿周刚死的时候，他就后悔，前1日阿周才跟自己讨要糖人，怕他长蛀牙，沈乐林拒绝了他。没想到看着阿周吃一口，就会兴奋的摇头晃脑一阵。沈乐林无奈拿出帕子帮他擦了擦快流到下巴的口水。小阿周还举起糖葫芦，用软软的小奶音道：“姐姐吃。”说完，估计又想到上次大哥一口气吃了他半个糖葫芦，又补充道：“阿周给姐姐吃，吃一个。”沈乐林被小阿周在舍不得和姐姐当中纠结的小表情给逗到了，就着他的手吃了一颗糖葫芦。小阿周一见自己还剩好多，更高兴了。这时沈乐林便又问起：“阿周，若是有除了母亲爹爹和大哥姐姐以外的人，让你去池塘去玩，你去不去？”小阿周这几年已经习惯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的姐姐了，头都没抬道：“阿周不去，河边危险。”沈乐林摸摸他的小脑袋，笑道：“阿周乖，吃吧。”马车摇摇晃晃，终于到了府学门口。没等多大一会，一身穿蓝色宽袍14、15的少年郎在车外朗声道：“我家妹妹来接我了，就不与你们一起了。”小阿周大概还记得大哥吃他糖葫芦的事，忙将剩下的2颗一股脑塞进了嘴巴，捂着嘴吃得像只小松鼠一般。随后车帘被掀开，一仪表堂堂的少年钻了进来，一见小阿周的模样，拉下脸责怪道：“妹妹，你又让阿周吃糖了。”沈乐林无辜地笑了笑，小阿周也笑得眼睛弯成了一条缝。大哥哥沈慕渊一下子就没了脾气。回去的途中，沈乐林还特地问道：“大哥，我让人从北地给你带回来的那匹烈马，你训好了吗？”沈慕渊无奈，虽说自己是个男孩子，对于骑马射箭也热爱得紧，但不知为何妹妹总是不停让自己学驯马，自己日后又不是开马场的。但妹妹自3年前一场大病后，特别爱哭，自己不去训，她肯定又会哭的。沈慕渊老实地点点头。沈乐林笑了笑，大脑又飞速运转着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思虑到的。母亲那边，陈嬷嬷的女儿尔荣跟着思雨学医已有不少日子了。弟弟这边，谭云教的2个小厮打起来或者不一定厉害，但跑得很快，嗓门又大，也能起一定作用。而且自己2个月前已经让人教会弟弟求水了。父亲那边，自己这一世抢先拿下了上辈子李尚挺的师爷，裴师爷心思细腻，观察入微，必要时也不介意使用特殊手段，对自己的又极为忠诚。父亲这样方正的人，正需要他这样的辅助。
哥哥这边，他也用重金将府学的武学师傅留在了他身边，待师傅功夫了得，又在府学中见惯了少年人的习性，想来也应该能护着哥哥一二。回京后，他们这一房所有吃食都从他的小厨房里送，让雅贤亲自把关。还有京城的那些人，自己给他们的礼物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适当的时候一份一份的慢慢拿出来。第5章回京。京城里，这天子脚下一派繁华盛世的景象，通外城内的青砖石板路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子，还有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点缀这幅生机勃勃的热闹景象。6辆马车缓缓入城，沈慕渊骑着自己上个月刚驯服的大马，左瞧瞧右看看，最终得出一结论：这京城就是比其他地方热闹。一进城内更为热闹，街道宽敞平坦，人来人往着，两侧林林总总的商铺应接不暇。一路上见到不少卖古玩、字画、书籍和文房四宝的铺子，还有酒水铺子。他慢走几步，走到第1辆马车旁，逗了下小阿周，让他羡慕地嚷着要也要骑马，成功得到他娘的一个白眼和他爹的一顿数落后，又踱到第2辆马车旁。妹妹，这京城好生热闹。原本在闭目养神的沈乐灵睁眼，声音带着笑意：是吗？那哥哥好生替我看看，回去再讲给我听。沈慕渊虽然很想让妹妹掀开车帘看上一眼，但想着回京城前母亲找来的一什么从宫里出来秦嬷嬷，不仅将内院的人折磨了3天，连给他也讲了2个时辰的规矩，其中就有一条，女眷在外时，这马车窗帘是轻易不能掀的。虽然有些同情妹妹，但想着那嬷嬷严肃的言语，沈慕渊还是打算自己先好生看看，回去再给妹妹细细讲讲。雅贤小心地给沈乐灵递上一杯热茶，沈乐灵则摇摇头，继续闭目养神。雅贤和思雨对视一眼，都摇了摇头。他们也不知为何小姐这么小的年龄，听着外面那样的热闹，真的能完全无动于衷。而且离这京城越近，小姐整个人就越发紧绷。平日里和夫人他们在一起时还不显，一个人独处时便会像这样。沈乐灵则是回想起上辈子他们一家人回那宁国侯府的场景，那时他们一家人都心怀忐忑，父亲是庶子，娶的又是商户出身的江氏，宁国侯府的众人向来瞧不起他们一家，这些年来两家也不过是些年礼上的往来罢了。老宁国侯去得早，老夫人在家一直对沈文珍这个庶子不闻不问，深知自己沾不到半点祖上余荫的沈文珍，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高中进士，继而到了云安县，从一个县令开始，慢慢做成了一州同知。而江氏当时是云安县商户之女，二人在一次元宵节灯会上一见钟情，互生情愫。成婚前，沈文珍还给京城来过信，但回信只是轻飘飘一句，他自己的事自己看着办就行，连点贺礼都没让人带过来。因此第一次到京城的江氏更是心中忐忑。虽然他已经做了多年的官夫人，但对于相公的本家京城的宁国侯府，还是下意识想要得到认可，害怕因他出身商户，让宁国侯府里的人更看不起相公。于是上辈子江氏不仅把自己一家人打扮得富贵逼人的，更是将全部身家搬回了京城，一连8辆马车、12辆驴车，还给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份不菲的礼物。当然这些确实让宁国侯府的人短暂地震撼了一下，但接踵而来的却是他们一边收下了江氏的礼物，一边嘴里贬低着商户就是商户。记忆回到那一日，当自己一家人小心翼翼听从门房的话，从侧门入府后，老夫人毫不掩饰眼底的不喜，看了一眼父亲，便道：此番你能回京做户部主事，你大哥前前后后可是费了不少力，日后还望你记得，莫要学那养不熟的白眼狼。自己一家人被老夫人说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之际，宁国侯出面了，哈哈几声爽朗的笑声打了个圆场，继而拉着父亲去了前院。那时自己天真，还不懂得这世间有一句话叫做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只觉得大伯这人对他们还不错。之后的老夫人更是连个正眼都舍不得给他们一家人，直到母亲献出礼物，才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继而则是冷嘲热讽道：你大哥为你相公的事也没少花银子，让母亲一时坐立难安。接着他们一大家子在旁若无人地聊起天来，直到一声黄莺般的嗓音娇嗔道：祖母，青儿来晚了。众人含笑回身，一15、16岁的少女穿着崭新的淡青色蝴蝶穿花被子，双平髻上簪着粉绸绢花，明眸皓齿。妹妹，我们到了。沈慕渊的声音从马车外传来，跟车的谭云翻身下车，将脚凳搁好，随即思雨和雅贤掀开车帘下车后，转身小心地扶着沈乐灵踩着脚凳一步步下了马车。这是一条正街道，一座雄伟的大宅，正门之上大匾上宁国侯府4个大字。这座大宅是大年沈家先祖跟着大魏的开国皇帝带下江山后赏赐下来的，据说是前朝1世分受宠王爷的府邸。这府邸无论大小还是精致程度，在整个京城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可见当年的宁国侯府多受荣宠。而如今呢，宁国侯胸无点墨，无非是个指望女儿去攀高枝的蠢货，二老爷也不过是个惯会窝里横的纨绔。这次贪污一事，
若不是景睿帝念在宁国侯世代忠良，万万不可能如此轻拿轻放。反而是沈乐林他的爹爹靠自己的能力高中2榜进士，还一步步在江南那块沃地上当上了正五品的同知。府中的李管家上前叩门，和门房交涉一番后，眉头紧皱的回来给沈乐林的父亲沈文贞回话。沈文贞一听，不禁感叹裴先生真是料事如神，看来嫡母果真对自己一家并不欢迎。于是他按照裴先生的说法，让李管家去与门房交涉。门房的2人一听拿不准主意，忙让他们稍等，一人匆匆往府内跑去。看着那宁国侯府门房匆忙落跑的身影，沈乐林闭上眼睛，想着上一世这宁国侯府众人高高在上的样子，这一世我沈乐林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慈安堂，啪！老夫人将茶盏往地上重重一摔，怒骂道：“庶子！”骂完还觉得不解气，对着宁国侯道：“你看看，我就说这个庶子与我们不是一条心，你非要忙前忙后的帮他弄回来，给我添堵。”宁国侯沈文元也很无奈，让10多年没有回府的庶弟从侧门进来，本就是他们失了礼数。他之所以答应，纯粹是这个庶弟一直以来都以他这个长兄马首是瞻，极其知道分寸。只是未曾想过，他居然对门房说，若是今日宁国侯的大门不方便，那他就先带妻儿去客栈住上几日。言下之意，不给他开大门，他就不进了。若今日真让他们一大家子住进了客栈，明日宁国侯府不让庶子回府的名声就要传遍整个京城，他宁国侯还丢不起这个脸。10多年不见，这庶弟的性子似乎变得强硬了些。母亲莫急，这3弟毕竟在做了10多年的官，刚回京城来，少了些分寸也是能理解的。日后有了母亲的教导，想来3弟很快便能记起这府中的规矩。大夫人张氏笑哄着，终日和大夫人过招的2夫人袁氏一听，唇角轻勾，他这个妯娌还真是杀人不见血啊！一句话，既将3房不懂规矩、狂妄自大的性质给定了，又软软的告诉老夫人，这回府了，想要如何拿捏，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吗？果然，听懂了的老夫人面色一缓，宁国侯又适当的插科打诨了几句，没一会，老夫人便笑了出来。二老爷沈文哼看着堂中的你来我往，垮着脸一言不发。若不是自己被人抓到了把柄，这等好事怎么会轮得到那个庶子？大夫人看了一眼自己身旁的王嬷嬷，王嬷嬷心领神会，默默退出了慈安堂。第6章第一次交锋。宁国侯府的大门缓缓打开，一嬷嬷模样的妇人走了出来，不过50左右的样子，头发一丝不苟，梳了个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一见到沈文贞，便扬着笑脸迎了上来。老奴给3老爷3太太请安了。王嬷嬷行了一礼后，笑看着面前的沈文贞一大家子，哎呀，这都是3老爷家的孩子吧？都长这么大了。沈文贞则有些不确定的询问：“您是？”老奴是大夫人身边的王嬷嬷。2人寒暄了一会，在王嬷嬷的热情欢迎下，沈文贞一家人也面带笑意的进了府。王嬷嬷一边给他们带着路，一边不住的观察着他们一家人。这视线在江氏和小阿周身上停留的最多，这多少让江氏有些紧张，不由得挺直了背。而他又看小阿周时，沈乐林直勾勾的看向王嬷嬷，一张还带着稚气的娃娃脸，天真的问道：“王嬷嬷为何一直看着母亲和阿玲啊？”一时间视线集中到了王嬷嬷身上，只见她先是一怔，立马反应过来，堆着满脸的褶子，笑道：“3夫人和5小姐真好看，瞧老奴都看入神了，还望3夫人和5小姐莫怪莫怪。”众人在穿过无数个走廊，又跨过了垂花门，终于走到了慈安堂的正屋门口。2个立在旁边的小丫鬟齐齐趋西行了府里，随后无声地撩起了帘子。沈文贞率先一步踏了进去，慈安堂中正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此时人几乎全部到齐了。宁国侯沈文元和大夫人张氏站在老夫人下手的左侧，2老爷沈文亨和2夫人袁氏站在右侧。或许是从哪个门入的问题，耽误了些时间，此时的沈慕清已经坐在老夫人的身边，正拉着老夫人的手说着什么，逗得老夫人哈哈大笑。和上辈子一样，依旧是穿着崭新的淡青色蝴蝶穿花被子，双屏髻上簪着粉绸绢花，明艳而天真。那只左眼下的小红痣依旧惑人心脾。看着正在这慈安堂中笑颜如花的沈慕清，沈乐灵脊背上一股寒流倏然窜过，听着众人不住对他的夸奖，他垂眸，掩住了眸中一闪而过的冷光。沈文贞带着一家子走进来，可这屋里的人却像看不见一般，依旧自说自话。沈文贞按下心中的不喜，笑容可掬地向正座上的老夫人行了一礼：“儿子文贞，携全家向夫人请安。”老夫人伸手在沈慕清鼻上一点，道：“你这个小促狭！”像是压根没有听见沈文贞的请安声。沈乐灵心中嗤笑，因为这次自己一家人不愿意乖乖从侧门进来，老夫人如今连这一点脸面都不给了吗？沈文贞见老夫人不言语，也不纠结，转身向宁国侯和2老爷行礼，笑容可掬地道：“
大哥、二哥，弟弟这厢有礼了。老夫人可以倚老卖老，对沈文贞置若罔闻，但宁国侯却不能对离家10数年的庶弟不理不睬。呀，三弟啊，10多年不见，你这是越来越有精气神了啊！宁国侯像是刚看到沈文贞一般，大笑着走了过来，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二老爷沈文亨长得是3兄弟中最俊秀的那个，但或许是多年沉溺于女色，面上看起来有些阴郁。他只是抬了抬眼帘，一句话都懒得说。反正他的仕途已经完了，又没有侯爵在身，不用像大哥一样连个庶子的情绪都要照顾。眼见两兄弟开始寒暄了，老夫人终于不紧不慢地开口了：“老三回来了，这怎么在外10多年，连府里的规矩都不记得了吗？进了门连礼都不知道给长辈行。”老夫人一开口就将自己刚刚无视的礼数变为完全没有发生过。正屋里气氛一时有些紧张，所有人都玩味了看向沈文贞一家人，看他们面对老夫人的怒火作何反应。小阿周也察觉到这个屋里的人似乎不欢迎自己一家人，有些畏缩地靠近自己的母亲。沈乐林见状握住了他的小手，有些发凉，又朝安慰地笑了笑：“大哥，老夫人如今是有些记不清事了吗？怎么没写信跟我说啊？”沈文贞状似小声地跟自己的哥哥关心着老夫人的情况。此话一说，老夫人的脸瞬间黑得更加厉害，嘴唇都在抖动。宁国侯被这一问给哽住了，这让他这么回答，他总不能说我娘没事，就是故意想给你一个下马威罢了吧？母亲，刚刚您和青儿说笑时，三弟给您请安了，怕是声音有些小，您没有听清而已。片刻，宁国侯便打起了圆场：“三弟，你也是10多年没给母亲请安了，声音还是要大些嘛，赶紧的再给母亲问个好。”沈乐林只好又跟着自己父亲行了一遍礼。老夫人心中憋着气，侧过脸不想理睬。一旁的沈木轻拉着老夫人的衣袖，轻启朱唇，祖母眸中略带了些祈求之意：“我们家妻儿啊，就是心软。”老夫人慈爱地拍拍他的头：“起来吧。”转头对着沈文贞一家，声音沙哑而严厉，还带着一丝丝毫不愿掩饰的不耐。沈文贞一家起身后，老夫人睨了一眼他道：“此番你能回京做户部主事，你大哥前前后后可是费了不少力，日后还望你记得，莫要学那养不熟的白眼狼。”沈乐林唇角一勾，历史就要重演了。只是这一次，自己早就做好了准备。听了老夫人的话，沈文贞皱眉：“这裴先生也太厉害了吧，连老夫人说什么样的话都能猜到。”“哦，是这样的吗？如此还得多谢大哥了。”沈文贞认真地向宁国侯行了一礼。宁国侯和老夫人显然对他的态度也十分满意。不过，敢问大哥，圣上难道原打算把我这正五品的同志给搂了？圣上要搂了他的官？宁国侯一听，音调都差点快了：“你到底犯了何事？圣上要搂你的官？”老夫人也急了，指着沈文贞就怒骂道：“你个败坏门风的家伙！老身早就说过了，从姨娘肚子里出来的能有几个好的？你到底犯了何事？老身告诉你，你莫要连累我们宁国侯府。”二老爷原本听了沈文贞的话，正幸灾乐祸呢，但听了自己母亲连累不连累的话，一下子也黑了脸。在场的其他人对沈文贞一家也面露不善，连一向不染凡尘的沈木青都忍不住轻轻蹙眉。沈文贞听了老夫人的话，面色一沉，说话来的话也不带半分情感：“大哥不知道，要不是圣上要搂我的官，那我这5品同知做得好好的，为何回京做个7品主事？还是大哥付出了如此大的心力。刚听老夫人一说，我还以为我被搂官了，才让大哥不得不来为我这10多年没见的弟弟出钱出力呢。”二夫人袁氏一听：“是啊，这老夫人和大哥竟会拿人当傻子哄。从正5品到那7品主事，连降4级，虽说外地调到京中降级是常有的事，但一般也就1、2级的事。像三弟这样连降4级，还要上赶着卖好的，他可还真没听说过。”第7章看人下菜。宁国侯和老夫人面色在这一瞬间僵硬的无以复加。大夫人张氏穿着深青色云锦长缎，身材丰腴，面色红润，看上去和善得很，平日里还未开口就带了3分笑意。她娘家是工部尚书，嫁入侯府后又育有1儿1女，儿子沈木朗今年17岁，已经有了秀才的功名，女儿沈木青14岁，更是在今年中秋宫宴上，连圣上都为她的才气所折服了的。她膝下还有一名庶女沈乐月12岁，在外人看来也是个乖巧的。如此有背景又为宁国侯开枝散叶的大夫人，在府中的自然是极有话语权的。见大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连忙叹了一口气，笑道：“哎，三弟还不是因为你这在外兜转10多年了，也没说回来看看。你大哥想着你们兄弟分离的太久了，老夫人也想你了。这不，一听户部有了空缺，立马就想方设法的把你调了回来啊。”沈乐林听着大夫人的话，心中也忍不住为他叫好。一番话不仅将宁国侯的所作所为全推给了亲情，占住了大义，
若是自家父亲还揪着此事，那便是不敬嫡母，不念长兄。这话要是传了出去，再以孝治国的大位，官场上怕是再无父亲的立足之地。是啊，三弟，大哥我一时心急，未考虑周全，想来三弟不会怪罪大哥吧？大夫人的梯子一递，宁国侯立马就顺着往下爬。沈文贞自然也不想一回京就与宁国侯府闹得太僵，一场剑拔弩张的闹剧就这样轻易被大夫人接过。随后宁国侯又与沈文贞寒暄了几句，便拉着他和二老爷去了前厅说话。经过刚刚的几次交锋，老夫人显然对沈文贞一家人更是厌恶。宁国侯一走便到头疼，独留下沈慕清扶着他进了内室，其他人自然只能退下。沈慕清回内室前还朝姜氏行了一礼，歉意的笑了笑。二夫人袁氏走到姜氏旁，轻扶了一礼，笑道：“三弟妹，我是你二嫂子，今日有事就不招待你了，有时间到映月轩来找我，我就先走了。”二夫人袁氏身形高挑，容貌算不上多美，但也颇为秀丽。娘家是河间知府，但因只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沈乐轩和沈乐雨，加上沈文亨又是个爱颜色的，光府中的姨娘就有7位，因此在府中一直最擅长的就是做个隐形人。但只有沈乐玲才知晓，这是个杀伐果决的女人。待二夫人笑意盈盈的走了，大夫人才扶着王嬷嬷的手走了过来，笑了笑道：“这就是三弟妹吧？果真好模样。我看啊，这南方的水土就是养人呢。这都是老三的孩子吧？一转眼都这么大了。”姜氏见大夫人如此和气，忙叫了一声，又让3个孩子叫人。沈乐玲也乖巧的低头行了一礼。大夫人笑道：“好好好，孩子们好，都长得这样好啊，尤其是这闺女，长得真俊啊。你叫什么？”沈乐玲看向大夫人，微微笑了，但笑容却不大眼底，飞快的回了一句：“回大伯母的话，我叫沈乐玲。”说完又低下了头，在外人看来就像是小孩子害羞了一般。一旁的姜氏和沈慕渊则疑惑的看向他：“阿玲今日是怎么了？”特别是沈慕渊，他感觉自己的妹妹平日里像个小大人一样，连自己都时不时都要念叨，今日怎么？定是被这宁国侯的人给吓住了。分析到这，沈慕渊简直对这宁国侯府一点好感都没有了。但只有沈乐玲自己才知晓，他不过是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眼中的恨意。当年沈慕清和沈慕朗推阿周下池塘的事，就是大夫人帮他们善的后，才让二人慢慢像生了病一般，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鲜血才能平静。如果没有大夫人助纣为虐，沈慕清怎么有机会变本加厉？大夫人寒暄了没几句，便让2个婆子带他们去安排好的院子里休息。随着2个婆子7弯8拐的带路，最后停在了南边的一个大院落。沈乐玲唇角轻轻一勾，原来她这位大伯母一开始就看人下菜碟，上辈子他们一家人从侧门进来后，便被他们贴上了好欺负的标签，连分配的院落都是北边的一个小院。而今父亲在慈安堂不卑不亢，自己一家人进退的体力马就换到了南边，这还真是有趣啊！姜氏显然对这个院落十分满意，给了2个婆子打赏后，就忙照顾下人打扫屋子。此时沈慕渊跑到沈乐玲面前道：“妹妹，你是不是不喜欢这府里的人？你别怕呀，大哥在呢。”一直跟着沈乐玲的小跟屁虫阿周一听，忙争宠道：“姐姐，阿周也在，阿周也能保护你。”沈乐玲看着一脸认真的大哥和小弟，视线突然有些模糊。是啊，大哥和阿周都在，他们一家人都还在，这一世他一定会保护好他的家人的。与此同时，墨韵堂，大夫人正坐在软榻上，手上端着茶盏，热气散去后，轻轻地饮了一小口，身后一小丫鬟正帮她按着肩膀。沈慕清则坐在一旁的小几上，有些不耐地绣着花，偶尔眼珠咕噜噜的一转，大夫人的凝视就到了。沈慕清一边在心中吐槽做封建女子的无奈，一边老实的继续：“最近2日他有些风寒，原想在家休息2日再回学院上课的，不想不是老太太居在身边，就是被母亲要求刺绣，还不如在学院里跟着夫人念女诫呢。”门外王嬷嬷的问话声间或传了进来，不一会外面没了动静，随即是一阵轻盈的脚步声。王嬷嬷进屋后走到大夫人下手站定，大夫人放下茶盏，悠悠道：“三房那边怎么样？”沈慕清一听，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活，兴致勃勃地看向王嬷嬷。大夫人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她这个女儿什么都好，唯独就是有时候有些坐不住。回夫人的话，三老爷一家的8辆马车上大部分是些日用品，值钱的也就2个箱子罢了。而且王嬷嬷说到这唇角忍不住一撇，继续道：“而且那8辆马车有6辆都已经让人还到了顺心车马行了。”大夫人一听，疑惑道：“不是说三弟妹家是富商吗？怎么不仅连马车也都是租用的？”王嬷嬷也不知道啊，想了想道：“或者是这些年节中不富裕了。”沈慕清轻笑一声，对戴夫人道：“母亲，依女儿看，怕是这富商的传闻是假吧？
今日女儿看那三婶子的穿戴都甚是普通，想来家里也并不富裕。大夫人点点头，这江氏毕竟是个商户，想要嫁与当官的，将家里编排的好些，倒也说得过去。见王嬷嬷似乎有些欲言又止，于是问道：“可有什么问题？”第8章看不透的江氏。回夫人，老奴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老奴将三老爷一家引进来，一路上这三夫人和那3个孩子都没露出过异样。大夫人略一思索，明白了王嬷嬷的意思。这宁国侯府是大魏开国皇帝赐下的，莫说在那小小的苏州，便是这京城也没有几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宅子。不说这一路上的花团锦簇的景致，就是那数不清的丫鬟婆子，也不是小数啊。莫说平常的官宦之家，就是这京城里的高门大户，第一次不也得眼花缭乱一番？大夫人皱眉，连那个最小的都没有好奇与惊讶。王嬷嬷摇摇头道：“一路上都乖巧得很，眼睛也不乱飘。老身大胆猜测，不是有人教导，便是司空见惯。”大夫人微微蹙眉，一时有些捉摸不清这三夫人是个什么性子。母亲沈慕清拉着大夫人的手撒娇道：“您操那么多心干嘛？不过是什么牛鬼蛇神的，派几个丫鬟过去盯着，过些时日咱们不就都知道了吗？您有这时间，还不如帮女儿我开间珠宝铺子。女儿最近可设计了不少新样式呢。”大夫人捏了捏她的鼻头，嗔怪道：“惯会爱美，你一个女儿家开什么铺子？母亲帮你多物色些掌柜的，到时候做生意的事还是交给他们去做吧。你呀，给我乖乖在家先把这花绣好。”沈慕清无奈，她是一名穿越者，3个月前成了这大魏宁国侯府里的大小姐，没多久便在中秋宴上一举成名。原本想着凭自己的前世的一些技艺，赶紧开些铺子赚点钱，却不想一直对自己百依百顺的母亲就是不答应。母女俩正说着，外面的小丫鬟道：“三夫人给大夫人的礼物送来了。”尔荣将礼物呈了上来，大夫人随意的瞟了一眼，便笑道：“三弟妹实在是太客气了，怎么样？三弟妹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可还习惯？”尔荣规规矩矩的行礼，利利索索的回答，恰到好处的微笑。说了几句场面话后，王嬷嬷亲自将人送了出去。大夫人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僵了下来，悠悠道：“看来我这三弟妹也颇有手腕啊。母亲的意思是，刚刚那丫鬟？”沈慕清一双小鹿眼看向自己的母亲，目光清澈。那丫鬟一言一行都甚为规矩，这苏州的嬷嬷怕是教不出这样的丫鬟啊。大夫人细细地教着沈慕清：“你再看她送的礼，全是苏州宋锦和苏绣，名气够大又不难寻，总归是不会出错的礼品啊。想来这三弟妹送给每个女眷都是这些吧？母亲的意思是，三婶不愿与我们太过亲近，你三婶初来乍到，选择不出错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大夫人全程带着笑意说完，但眼中神色晦暗不明。王嬷嬷不一会就走了进来，道：“回夫人，打听清楚了，那三夫人所给内院的皆是这些布料，唯一不同的就是数量和颜色了。”听了王嬷嬷的汇报，大夫人带着笑意说了句：“带这么多布匹来，我这三弟妹啊，倒也不嫌沉。”映月堂，二夫人看着三房送来的礼物，笑着对身边的丫鬟道：“梅香，放到库房去吧，等明日让绣娘进来给我做2身冬衣。”梅香麻利的带着下人下去了。一个小丫鬟继续帮二夫人染着指甲，不一会兰香走了进来，道：“夫人，送往大夫人和小姐们的也都是这些布料。”二夫人看着自己水仙花染的指甲，颇有些满意，漫不经心地道：“我这个妯娌居然还是个聪明的，看来这侯府后院又有热闹了。”兰香不解道：“二夫人的意思是，三夫人是个要生事的？奴婢看着不太像啊。”二夫人慵懒的摇摇头道：“那倒不是，不过我们那位大夫人怕是不太喜欢聪明的。”而此时，大夫人、二夫人口中那看不太透或者颇为聪明的江氏正在担忧着问沈乐玲：“阿玲，咱们送的礼物真的不会太轻了吗？”沈乐玲挽着江氏的胳膊撒娇道：“母亲，您还不相信阿玲吗？秦嬷嬷当时也说了好的呀，而且那些布料又好又是咱们千里迢迢从苏州带回来的，大夫人和二夫人肯定会喜欢的。”沈慕渊也跟着道：“母亲，妹妹说的对，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更何况咱们还带的是那么重的布匹。”听到儿女们的安慰，江氏才缓缓静了下来，不一会又开始念叨起来：“你们爹爹怎么还没回来？”等房间全收拾出来，孩子们都回了自己房间，江氏才靠在软榻上问陈嬷嬷：“嬷嬷，您说这老夫人是不是不欢迎咱们一家人回来？”陈嬷嬷思考片刻后道：“夫人，奴婢倒觉得这样挺好的。这老夫人日后对您好，你也对她好；她若对您不好，您就听着便是，毕竟她占了个嫡母的名声。”江氏心中有些犹疑，这样会不会让老爷心中不爽利？老身说句大不敬的话，这老夫人毕竟不是老爷的亲生母亲，这往年两府的来往也不过是些年例罢了。您只要将面上做好，谁也挑不出来错。见江氏露出赞同的神色，
陈嬷嬷笑着帮他捏着肩膀道：“更何况面对老夫人，老爷定然也是站在您这一边的。”而沈乐龄一面打扮着自己的新房间，一边问道：“安排好了吗？”雅贤点点头道：“那6辆马车已经让王大哥送到顺兴车马行了，奴婢还故意在门房面前说了车马行的名字，不想他还知道，还夸咱们车马行生意做得大呢。”说完还不解地问：“小姐，你真的不用跟刘掌柜他们写封信吗？”沈乐龄摇摇头道：“不必，让他们知晓我已经到了就成，有需要的时候我自然会去找他们。”在一旁整理沈乐龄书籍的思雨还是忍不住问道：“小姐，为何带来的全是些女戒、女德之类的呀？就连他的医术也必须换上这些书的封面。”沈乐龄笑道：“因为在这京城有用啊。”十分不理解这些的谭云独自擦着自己由刀枪变成的柴火棍。第9章，我叫沈乐龄。江氏一直到了晚膳时分才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今日他们一家人初回侯府，晚膳自然是大家一起吃一顿团圆饭。江氏带着他们一家人到大厅时，其他人已经全到了，包括下午没看见到的大房嫡子沈木朗、庶女沈乐月以及2房的双胞胎沈乐轩和沈乐宇。沈木朗如今在国子监读书，而宁国侯府的女儿们都在长公主创办的顺华女院读书，2间学院只隔2里地，下学时间又相仿，是以往是沈木朗这个大哥哥送几个妹妹去上学，下午再将几个妹妹接回来。沈乐轩平视沈乐龄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温婉而和善，而他妹妹沈乐宇如前世一般嘴角笑着，眼里却有着一丝藏不住的鄙夷。至于沈乐月紧跟在沈木青身旁，微微抬头朝自己露了一个腼腆的笑容：“五妹妹好。”沈乐龄见到17岁的沈木朗，看着他一身华服，一派翩翩公子的模样，耳畔就想起了沈木青的话：“还记得你弟弟沈木舟吗？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淹死在池塘吗？是我大哥把他扔进去的。其实一开始我没想过杀他的，可谁知那小子这么不经斗，就这样死了。哦，还有你哥哥，你真以为他是摔马死的？还不是因为他认不清知道身份，是我大哥偷偷给马的前蹄上塞了3根针，这一招还是我教他的呢。”沈木朗笑得恰到好处，带着包括沈木青在内的几个姑娘上前给江氏行礼。这是这一世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自己恨之入骨的人，比下午看到沈木青时更让他愤怒。为了再次站在他们面前，自己准备了足足3年。沈乐龄的手在袖中慢慢握紧，用指甲掐住自己的手心，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觉得身体里的血液又流动起来。那刻在他骨子里的恨意也化作数不尽的勇气，随着血液流向他身体的每一寸。最终他露出一个怯怯的笑容：“大哥、大姐、2姐、3姐、4姐好，我是沈乐龄，记住这个名字吧。2年，只需要2年，这个名字会成为你们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众人等了又等，老夫人最终就让贴身的嬷嬷出来说了一句身体不适，就不来了。沈乐龄一听，这老夫人的脾气果真和上辈子一模一样，对他们3房更是动不动就给各种下马威，从来不在乎脸面这回事。上辈子父亲还算听话，一进门就被他扣上了各种帽子。这一次见父亲将他的话头对了回来，立马就开始整幺蛾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众人的面色可谓是冰彩纷呈。宁国侯面上稍显尴尬，大夫人依旧是那和善的笑容，二老爷面露讥笑，二夫人也一副看热闹的样子。最后还是宁国侯开口解释道：“三弟可能不知道，这几年老太太身体不太好，没事，咱们先吃啊，咱们先吃。这说起来，我们3兄弟啊，也有10多年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沈文珍也十分给面子的笑道：“也没和大哥、二哥一起喝酒了。”哈哈，既然三弟都这么说了，那二弟、三弟今日我们不醉不归。莫了老夫人，一顿饭吃的也算是宾主尽欢吧。期间沈乐龄一直在照顾小阿周吃饭，但耳朵却一直听着桌上的谈话。大夫人不知为何并没有像上一世那样主动提出过几日让哥哥和自己去国子监和顺华女院读书，反而是二夫人听说哥哥已经中了秀才后，笑道：“哎呀，那感情好，咱们侯府下一代又出了个秀才。三弟妹，我没记错的话，穆渊应该刚满15岁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啧啧2声，居然比咱们穆朗中秀才的年龄还要小。哎呀，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一句话说的大夫人不喜，江氏皱眉。显然桌上的除了小阿周，谁都听出了二夫人这是借由沈穆渊打击沈穆朗。偏偏二夫人觉得无所谓，继续道：“三弟妹，穆渊这孩子可得好好培养，咱们侯府的孩子只要考上秀才的，都可以去国子监修学的。”二夫人话说到这，大夫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道：“瞧我今日都忙忘了。是啊，三弟妹，咱们侯府下一代的男孩子少，我膝下也就穆朗一个，如今穆周还小，穆渊也是一个有出息的，日后啊，穆朗在国子监也算有个伴了。”沈乐龄一听，差点忍不住笑出了声。
上一世吃这顿饭时，从头到尾都是老夫人的挤兑。这一次虽然这学好了的餐桌礼仪没用上，但能听到大夫人和二夫人如此毫无遮拦的互掐，倒也有趣。姐姐，太多了。阿周看着面前又是慢慢的一勺，一边咀嚼着嘴里的，一边不满道：“阿周，吃不完。”沈乐琳赶紧将手中的勺子抖了抖，柔声问道：“这样可以吗？”小阿周看了看只少了一点点的勺子，又看看了笑容可掬的姐姐，十分勉强的点点头。沈慕清看着两姐弟的互动，笑容明媚道：“五妹妹和三弟弟感情真好。”沈乐琳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一眼他，随后低着头道：“谢谢大姐姐。”一副十分害羞的样子。沈慕清如沈乐琳所预料的那样，瞬间感觉无趣。“五妹妹，你可知道为何几个妹妹中我为何这么喜欢你亲近你？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进府时，你看我的眼神吗？崇敬、惊艳，还有一种想要亲近我的渴望。那一刻我觉得你就应该是我的忠实信徒，这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像你一样崇敬我、膜拜我。”蓦然注意到沈乐琳那因害羞垂下的脸蛋，嘴角却勾起了一丝冷笑。“沈慕清，别这么快失落啊！你将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信仰者，而是你满身的自信与骨血。就是不知换作是你，经脉尽断，舌头被割，能撑几年呢？”第10章风寒。第二日一早，大房二房的孩子便都去上了学堂。沈文珍吃完早饭后就出门见好友去了，江氏则就带着3个孩子站在李慈庵堂的门口。11月的京城已然是寒风刺骨，进门通报的小丫鬟已经进去了一炷香的时间，迟迟没有回应。阿嚏！小阿周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江氏心疼的将他搂在怀里，用身上浅灰色的披风紧紧的护住他。沈慕渊的脸色有些不悦，他不明白这老妇人明明就是在故意刁难他们3房，母亲为何还要他们等在这里？原本还打算多站一会再开始表演的沈乐琳，用只有他们几人能听到的声音道：“思雨，我有些不舒服，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受了风寒。”江氏和沈慕渊一看，只见沈乐琳满脸通红，嘴唇发白，似乎人还有些站不稳。思雨会意，稍稍摸了一下沈乐琳的脉搏，便面露焦急道：“夫人，小姐受了风寒。”江氏面露焦急，忙将手搁在了沈乐琳的额头上，惊道：“怎么这么烫？”见慈安堂留在外面的小丫鬟急忙进去通报了。沈月玲适时晕倒在自家哥哥怀里，吓得沈慕渊脸色煞白，直到看到妹妹悄悄睁眼对着自己吐舌，才配合的大声喊道：“妹妹，妹妹，你怎么了？”随后抱着沈乐琳就往回跑。江氏自然也看到了这两兄妹的互动，嗔怪地看了他们一眼，还好这院子里只剩下他们一家人。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小阿周急得眼泪就都流出来了，迈着小短腿跟着跑了起来：“姐姐，姐姐，等等阿周！”江氏见状也只能跟在后面喊着：“阿渊、阿周，你们跑慢点。”慈安堂老妇人身边的马嬷嬷刚撩起了帘子，便只看到江氏跑远的背影。她恨恨的一跺脚，这事要是传出去，老妇人还不得落得一个苛待庶媳庶孙的罪名。沈乐琳刚回自家院子，就和哥哥被江氏好一顿数落。沈慕渊梗着脖子小声道：“我觉得妹妹做的没错，要不然那老妇人还指不定让咱们站到什么时候呢。”沈慕渊到底是和江氏有些斗争经验的，不等他母亲再次开口就道：“母亲，你看阿周当时都打喷嚏了。”江氏看着爬在沈乐琳床上的小阿周，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滴溜溜的看着自己，心一下子也软了，气道：“好了好了，不跟你们两个小东西计较了，但下不为例，知道了吗？”沈乐琳一听，偷偷朝哥哥竖起了大拇指。沈慕渊得意的朝自家妹妹挑了挑眉。江氏假装没看见这俩孩子的小九九，阿周则偷偷捂着嘴笑了。就在这时，一小丫鬟进来禀告，马嬷嬷就带着府里的大夫来了。沈乐琳连忙躺下，一时间屋子里每个人都面露愁苦，包括还没满5岁的小阿周。马嬷嬷一进来，见到3房的架势，心中暗暗叫苦，口中说的话便极为中听：“老夫人昨日背头疾，折腾的有些晚，今早起来得晚。这不一听说五小姐今早不小心得了风寒，就立马让老身带着刘府医前来看看。”江氏见马嬷嬷带来了府医，心中这才好受了些，这老夫人好歹还知道关心一下阿玲。沈乐琳躺在床上，一副有气无力的小可怜模样，马嬷嬷上前一副极为心疼的模样：“哎呀，我的五小姐啊，怎么刚来京城就病成了这样？刘大夫，麻烦您来帮忙看看。”马嬷嬷段位可比老夫人高了不止1星半点，一句话便将沈乐琳的风寒归咎到了水土不服上。雅涵给刘大夫搬了一个小凳，沈乐琳眯着眼睛看着面前的刘大夫。他40岁上下的年纪，脸盘圆润，身材明显发福，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上辈子就是这张和善的面容，帮着沈慕清给母亲一点点的下药，将她的身体慢慢拖垮，最后还让自己亲手将最后一碗药喂到了母亲嘴里。沈乐琳闭上眼睛，任由他将手指搭在自己手腕上的帕子上。见刘大夫诊脉后，眉头紧皱，江氏紧张地问道：“
刘大夫，小女这是……江氏此刻心中十分纠结，又怕刘大夫诊出自家女儿装病，又怕诊出女儿真的感染了风寒。马嬷嬷见状也不由得忧虑起来，这五小姐万一真大病一场，这事儿可就不好遮掩了。终于刘大夫收回了手，缓声道：五小姐怕是刚到京城，有些水土不服，加之平日里有些思虑过甚，这才生了些病，待老夫开几贴方子，静静养几日就成了。一句话，沈乐龄这番生病是不是风寒不敢定性，但与今早在慈安堂里站了一炷香毫无干系。马嬷嬷心中松了一口气，但听到刘大夫说五小姐思虑过甚，目光细细的在沈乐龄身上打量。雅涵见门外的思雨朝他点点头，忙带着哭腔对刘大夫道：大夫，我家小姐昨夜刚到府中，生怕老夫人对她不喜，昨日一整夜都没有睡好，今早还在慈安堂吹了一早的风。雅涵！江氏见马嬷嬷脸都黑了，忙怒斥一声，没得如此多嘴，扣1个月钱。此时门口，谭云刚将一女大夫带到了门口。房间内气氛一时紧张起来。沈乐龄适时的咳嗽了几声，沈慕渊连忙大声道：妹妹这么了，可是还不舒服？思雨趁此机会道：夫人，女大夫请来了。马嬷嬷一见那大夫，眉上的皱纹可以夹死蚊子。刘大夫也面露不愉。沈慕渊可管不了这么多，急道：快让大夫进来啊！江氏向面色不太好看的马嬷嬷解释道：我们昨日才初来乍到，阿玲生病了，手足无措下便让人外出请了位女大夫。马嬷嬷心下就算再不爽利，此时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人家大夫都请来了，还是个女大夫，自己总不能不让她诊脉吧。但好在这严大夫在京城内院中出了名的嘴严，只是他心中疑虑，这三夫人这妖巧将严大夫请来了。这严大夫是京城里出名的女大夫，经常出入在各府内院之中，这三夫人不是昨日才到京城的吗？那女大夫没听到刘大夫的话，只听到雅涵的哭诉，诊完便皱着眉头道：这位小姐是感染了风寒，我先给你们开剂服药，让小姐先喝上几日，3日后我再来看看。房中人一听，皆疑惑地看向刘大夫。刘大夫被看得有些脸热，摸摸自己的胡须，找补道：五小姐确实是有风寒之症，但这水土不服与思虑过甚也忽视不得。那女大夫一听，心下了然，十分配合刘大夫说了几句，但房内都是些人精，就连小阿周瞪着大眼睛，感觉那刘大夫坏坏的。第11章一箭4雕。小姐，药来了。思雨将亲手熬的药端来，沈乐龄见温度适宜，仰起头便一口喝尽了。思雨立即递上一桂花糕，沈月凌寒在口中压下了喉间的苦意。小姐，日后莫要再这样糟践自己的身体。想起昨日夜里，小姐穿着单衣，光着脚丫在院中站了到浑身颤抖，思雨就忍不住的心疼。都怪自己医术不精，没能研究出能改变脉象的药物。沈乐龄随口敷衍了几句，今日这场病，他生得不亏。前世回侯府的第2日，母亲带着他们在慈安堂门口足足站了半个时辰，才让他们进去。刚回院子，小阿周就发了热，也被刘大夫3言2语变成了水土不服。后来老夫人还时不时的刺道：你们苏州来的呀，就是金贵。这辈子自己不仅能替小阿周受了这风寒，还让母亲看清了刘大夫的嘴脸。最重要的还有那严大夫，能长期出入高门大户内院之中，一般来说都极为嘴严。但谁都不知这严大夫其实是长公主的人，而偏偏长公主之女长乐郡主与沈慕清是个不对付的，日后的好戏还多着呢。今日他这不仅救了小阿周，让他免受风寒之苦，同时让母亲对刘大夫有了警惕，最后这件事迟早会通过长乐郡主的口说与别人知晓。他这招一箭4雕，只差最后一支了。雅贤迈着小碎步匆匆走了进来，道：小姐果真料事如神，那马嬷嬷果真去问西侧门守门的张婆子，得知是他多嘴说的严大夫，还狠狠罚了他1个月的俸禄呢。沈乐龄唇角微微勾起，谁也不知道这2日的事情在他脑海中已经模拟了上千遍。宁国侯府守门的婆子都是家生子，负责守西门侧门的是刘婆子和张婆子。2年前他就派人将病入膏肓的刘婆子救了回来，而严大夫的事也是3个月前刘婆子告诉张婆子的。而今日刘婆子得了风寒，于是守西门的只能是张婆子了。而严大夫他早就写信告知刘掌柜，他到京城的当日会有人去严大夫的医馆，拉着严大夫照顾他一整夜，以保证第2日严大夫一早一定在医馆里。沈乐龄连吃了几块桂花糕后，谭云进来禀道：小姐，夫人和大夫人、二夫人来看你了，知道怎么做了吗？雅贤和思雨肯定的点头，虽然他们不知为何房中一片忙乱。片刻后，众人进来看到的便是一个病恹恹的沈乐龄。大夫人、二夫人分别表示了一下作为伯母的关怀后，又送了一堆补品。沈乐龄强撑着笑容谢谢了2位夫人。送2位夫人走前，思雨看到大夫人身边的一小丫鬟，
小声的和雅贤道：“那小丫鬟和汉乔长得真像啊。”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王嬷嬷和大夫人听到。果不其然，待大家走后，大夫人身边的大丫鬟孟征款款走来，说是刚刚不小心在院中丢了块帕子，找到帕子后拉着思雨聊了聊，才满意的回去。有时宁国侯沉着脸进了大夫人的墨韵堂，大夫人忙从软榻上起来，行了一礼，笑道：“侯爷来了呀。”宁国侯随口应了声，在软榻上坐下，丫鬟立即端上了一杯热茶。宁国侯开门见山道：“今日老夫人院子是怎么回事？三房的五丫头可是真病了？老夫人昨日头疼，今早起得晚了些，三弟妹也是个新成的，就带着3个孩子在门口等着。五丫头身子弱了些，受了些风寒罢了。”宁国侯听后猛喝了一口热茶，叹道：“老夫人最近脾气着实是大了些。”大夫人微笑着帮宁国侯添了一杯茶，并不接话：“你这些日子多关照一下三房，昨日听说穆渊那孩子已经中了秀才，明日我就带他去趟国子监，后日就让他跟着穆朗去上学吧。”大夫人唇角的弧度微微动了一动，到底没有说什么。见大夫人没有答话，宁国侯劝道：“你知道今日三弟去见的谁吗？”大夫人疑惑的抬头：“老三离开京城10多年了，能去见谁？让侯爷特意跟自己说起。吏部侍郎李子阳。李子阳虽说只是吏部侍郎，但如今的吏部尚书快荣升内阁，到时候李子阳便是铁板钉钉的吏部尚书。”十分满意看到大夫人惊讶的表情，宁国侯解释道：“我也是今日才知的，难怪那日看到三弟的刃调，李侍郎还特意问过我，三弟是否知晓。”宁国侯将手附在大夫人的柔仪上，温声道：“阿莲，你一向识大体的，想必也知晓我让三弟回来的目的，更何况穆渊去了国子监，日后有出息也是我们穆朗的一个助力。”大夫人垂下眼眸，这才十分爽快地应了下来。老爷在朝中面对那些豺狼虎豹，本是不易，妾身自当为老爷分忧。宁国侯听到这番关切的话，心中自是十分熨帖的很，又与大夫人闲聊了几句，夫妻俩一时岁月静好，琴瑟和谐的样子。王嬷嬷不一会带着笑意走了进来：“侯爷夫人，这马上到饭点了，可要传膳了？”大夫人刚想回答自然，不想宁国侯且期期爱爱地道：“这个就不用了。”大夫人的面上的笑容一滞，随即又绽放开，看向宁国侯。宁国侯则有些歉意地道：“三弟毕竟刚回来，老二又是个魂不吝的，今日出的这事，我晚间还是去和三弟喝点酒，赔个罪。”大夫人听了，眉毛微不可察地挑了一下，面上的笑容分毫未变，道：“自然是安抚三弟更为重要一些。”宁国侯点点头，连连夸大夫人就是他的贤内助，又闲谈了2句，便找了个借口走了。等宁国侯走后，大夫人的面上的笑容瞬间便消失了。王嬷嬷已经习惯了，还低声劝慰道：“夫人，今日出了这样的事，侯爷或许真的需要跟三老爷好好喝喝酒罢了。”大夫人冷笑：“他何时真的将老三放在眼里过？赔罪的话都说得出口，还不是哄骗于我？”王嬷嬷还要再劝，大夫人却道：“孟征不是说玉珍像三房那小丫头以前的侍女吗？一会三房传膳后，你亲自带着玉珍过去吧。”哼，说来也是巧，今日2个大丫鬟都病了，玉珍的老子娘就安排到厨房里吧，方便她在主子面前的脸。王嬷嬷听后低着头应了一声，若是真不在意，何苦要等着人家饭点的时候特意去看看三老爷是不是在，而侯爷是不是不在呢？半个时辰后，坐在床上吃完饭，沈乐龄就见到前来给自己的请安的玉珍，看着13岁的玉珍略带怯弱地跪在自己面前，沈乐龄心中的仇恨像藤蔓一般慢慢从心头爬到口中，他压下那股怨毒骂，张了张嘴，变成了一句：“果真和汉乔姐姐长得像。”玉珍听了新主子的话，心中的不安稍定。“你好吗，玉珍？”沈乐龄笑盈盈地问着，只是那笑意却不达眼底，反而充满了审视。“不管你好不好，很快你就不会好了。玉珍，我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了。”第12章探望。王嬷嬷自然在三房遇到了沈文珍，却没看到宁国侯的身影。听到这个消息的大夫人虽然心中早有准备，还是气得将手中的茶盏重重地掷在了地上，恨骂道：“玉梅那个贱人！”宁国侯府下学归来的少爷小姐们听说沈乐龄风寒的事情后，都忍不住回自己的院子八卦。穿越过来后，就紧抱老夫人大腿的沈慕清，自然先去了慈安堂慰问一番。听老夫人将三房由里到外骂骂咧咧了半个时辰后，沈慕清恨恨地表示，他找到机会一定会帮奶奶教育教育五妹妹的后，又说了半炷香，才终于放过她。一出老夫人的院门，沈慕清脸上的笑意立刻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心道：这老家伙车轱辘话来回说，让人耳朵半刻都不得清净。三老爷沈文珍听到自家宝贝闺女受了苦，忙到房里探望了一番，看着闺女苍白的小脸，心里对老夫人和这宁国侯府的怨气越来越大。
今日他特意去见了以前的好友李子阳，还找准机会告诉大哥，就是希望大哥明白，三房不是任他们揉捏的软柿子。可不想这老夫人居然如此没有顾忌，硬生生让几个孩子在门口等了那么久。沈文珍当即就去前院找宁国侯要说法去了，也不知二人怎么谈的，总之结果就是后日沈慕渊去国子监报道，等沈乐龄好了后就去顺华学院读书，而老夫人身体不适，这1个月就不用去请安了。沈乐龄这次风寒确实有些严重，在床上将养了7、8日，才得了江氏的允许下的床来。玉珍这些日子在五小姐这里过得也十分顺意，五小姐人小，没什么规矩，身边的3个大丫鬟对她又和善，还为她单独空出了间小房子住。要知道这是嬷嬷们才有的待遇啊！她老子娘如今也在厨房里忙活，偶尔她窜过去，不时有些点心肉食可以吃上1、2口。这日子怎叫人不舒爽？唯独让她有些不愉快的就是其他3个大丫鬟和五小姐全都识字，而且还十分好学。比如思雨，时不时的就拿起一本书抱着看。思雨说她看的是《女诫》，玉珍也是知道这本书的，每个大家闺秀都会学的，于是她很是羡慕他们3个从小跟着五小姐的。每五小姐让人读书的时候，她只能站在一旁搓着手，但好在五小姐也从不嫌弃她，而且如今她时不时还可以听到些三房的消息告知王嬷嬷，王嬷嬷偶尔也会给她一些赏钱，如此下去过不了多久，她就可以攒好多银子了。小阿周这几日每日一早就迈着小短腿，带着一身寒气跑到沈乐龄的房里，随后乖巧地张开双臂，让思雨将她身上外衣脱下，再在火盆旁烤一烤，然后就眼巴巴地看着思雨，等到身上的寒气退了，思雨点头后就立刻兴奋地冲到沈乐龄的床前，睁着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小阿周说，姐姐看着阿周会开心，阿周要让姐姐每天睁开眼就能看见我，这样姐姐每日都开开心心的，这样姐姐的病就会快快好起来了。虽然江氏严重怀疑是因为哥哥去了国子监，他没有人玩了才如此缠人的，但看着闺女十分吃他那一套，也就笑着没有说话。今日这一早，沈月玲一睁眼，照常见到了一个圆墩墩的小团子捧着自己肉嘟嘟的小脸，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见自己醒来，小团子露出满嘴的小白牙，笑道：姐姐，今天看到阿周开不开心啊？沈乐龄摸摸他的小脸蛋，笑盈盈地回道：能看到小阿周的笑脸，姐姐最开心了。今日顺华书院的木修日，沈月玲料想她的那些姐姐们今日会过来看看自己，对付她那个好姐姐的第一步棋也该动一动了，便和阿周玩闹了一会，让玉珍带她去母亲那里玩。她现在还往大房里跑吗？沈乐龄神情淡然：可不是嘛，每隔2日都要往那边跑，还打量着咱们不知道呢。思雨回道：如此也好。沈乐龄道：这样也就怪不得她了。果然，小阿周前脚刚走，后脚2房的沈乐轩和沈乐雨就上了门。两姐妹如前世一般形影不离，姐姐沈乐轩端庄温婉，妹妹沈乐雨绿真可爱，姐妹俩都继承了沈文亨的大眼睛高鼻梁，走到哪里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二人在沈乐龄这里坐了片刻，见她表现得样样的，表达了些许关心后便离开了。没多久，大房的沈慕清便和沈乐月也来了。玉珍从外面快步走近，带来了一丝丝凉气，直接就凑到沈乐龄身旁，一旁的雅涵微微皱眉，小姐还病着呢，小少爷来小姐房中都是先将寒气去静后才进内屋，这个玉珍真当小姐是好欺负的了。五小姐，大小姐和4小姐来看你了。玉珍完全没想那么多，她到底是大房出来的，突然见到大小姐自然很乐意为其效劳，这才失了分寸。沈乐龄看着满面笑容的玉珍，微微眯了眯眼，大姐姐和4姐姐来了呀，赶快让2位姐姐进来吧。沈慕清身穿大红狐裘披风，衬得她整个人艳丽绝伦，让人移不开眼。沈乐月则穿着一身白底披风短袄，披风外的一卷绒毛显得她的小脸更加的柔弱娇羞。大房的这2个姑娘，一个如骄阳夺人目，一个如娇花惹人疼。一进屋，就在丫鬟的伺候下将披风退了下来，随后思雨带着她们将衣裳挂了起来。二人就小快步走到沈乐龄床榻前，沈慕清一副关切妹妹的好姐姐模样：五妹妹，今日感觉如何？学院今日一木修，我和4妹妹就立刻来探望你了。他身后的沈乐月也适时地投来了关切和好奇的目光。沈乐龄靠着床边，微微扯出个笑脸：谢谢2位姐姐，乐龄今日好多了。又是这样不咸不淡的回话，沈慕清瞬间又没对他没什么兴趣，反而是沈乐月忧心忡忡的又说了2句。随即沈慕清笑道：五妹妹，虽然妹妹你才从外地回来，我娘亲已经为你和长公主那边说好了，等你病好了，就能跟我们一起去顺华学院上学了。沈慕清基调已经垫好了，他的小狗腿沈乐月自然也要跟上。是啊，五妹妹，这次母亲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你能临时插班进来的。等你好了，记得好好谢谢母亲。五妹妹，别听4妹妹说的，我母亲才不会在意这些的。只要我们姐妹和睦，
我母亲就万分欢喜了。沈慕清微微嗔怪地看了沈乐月一眼，忙解释道。沈乐月立刻笑道：“大姐姐，母亲是为我们几个小辈好，我们自然也要好好回报母亲，你说是吧，五妹妹？”沈乐凌笑看着他们的表演，也不出声，只是微微点点头。沈乐月抬眸悄悄看了沈乐凌一眼，这五妹妹怎么不搭话啊？显然她的表现让沈慕清很不开心，思考了一下，才恍然大悟道：“哦，五妹妹可能对顺华学院不太了解，四妹妹要不你帮五妹妹介绍一下？”“是，大姐姐，五妹妹这顺华学院啊是长公主。”沈乐月的嘴巴一张一合地介绍着，沈月玲也忍不住回想起上辈子在顺华学院的读书的日子。其实她在学院也就待了3个月吧，之后小阿周、母亲、哥哥一一枉死，父亲整日借酒消愁，最后不小心溺死在了护城河中，他再也没有上过学，而是成了府中怯弱胆小又不祥的透明人。但那3个月也足够让他知道很多人，加上被沈慕清和李尚挺关在偏远听到的后来，他知晓着那些如今明媚如花的姑娘们大多数的结局。只是那顺华学院，他的兴趣真不大。办女院的目的原本应该是让女子明智，可长公主却像是在为那些贵族教养未来的儿媳一般，将女子像猪一般的圈养在女院中，表现好的能被那些贵族选走，表现不好的则让其回去被自家安排。特别是长公主每次举办学院大比，回回都请一些外男，然后让学院的女子挨个表演，被人评头论足，她是真心难以苟同。或者说前世她还能以去顺华学校上学为荣，但如今她却没有那份兴趣。又说了几句，许是到底觉得沈乐凌无趣。沈慕清起身就要走，咣当！这时外屋传来一声巨响，沈乐凌皱眉，思雨立刻高声道：“外间是谁？”第13章蜂窝煤。雅涵和玉珍两人凄凄哀哀地走了进来，玉珍手中还端着一盆烧过的炭火。刚提出离开的沈慕清和沈乐月自然也就坐下看看热闹了。思雨见二人进来，责怪道：“两位小姐来看五小姐，你们俩妮子不在内屋好好候着，在外面干什么呢？这么大动静。”二人忙行了一礼后，雅涵硬着头皮解释道：“回几位小姐的话，奴婢刚刚换了外屋的炭盆，看着里面的炭球，便想递给玉珍，谁知玉珍一个没接住。”玉珍也连忙认错。沈乐月不解地问道：“为何非要递给玉珍？”他知道玉珍是大夫人给的，此时见沈乐凌的丫鬟一盆炭都非要递给玉珍去丢，还以为抓到了什么把柄，故意开口问。沈乐凌眼眸都没抬一下，这个沈乐月和前世一样，惯会躲在后面兴风作浪，用前世沈慕清的用词，就像一杯什么绿茶一般。玉珍也听懂了沈乐月的意思，生怕惹得五小姐厌恶，于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原来玉珍来了沈乐凌之后，一直都是一个人一间房，这夜间难免有些冷。前些日子他发现小姐那些烧过的炭球里面都还没有燃尽，于是祈求让几位姐姐日后将炭球就留给他。今日这真的是不知怎么一个没有接好，才出的岔子。沈乐凌认真地看着玉珍，其实眼角在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沈慕清。见他仔细地看着那盆里的几个炭球，微微皱眉，沈乐凌这才放下心，这是要上钩了。沈慕清听了两个丫鬟的话，看着那炭盆，这大卫如今大户人家用的都是些银炭，燃烧时间虽长，但都是揉成一个个小的球状，确实不如后世蜂窝煤燃烧的充分。说起蜂窝煤，对啊，自从上次中秋自己声名大振之后，自己也该在这京城再露露脸了，不然时间长了，三殿下他。说起三皇子，即使沈慕清这样的老黄瓜刷嫩妻也忍不住微微红了脸。前2日三皇子到国子监玩，与哥哥一见如故，当日就到侯府做客。期间在那凉亭之内赏雪，三皇子还特意打发掉其他人，轻声与他说了一句：“慕清妹妹，中秋一见，我心斐然。”虽然其他几位妹妹很快就赶了过来，但这句话到底让他心中乐开了花。要知道，这大魏朝皇后没有子嗣，三皇子生母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之女，但她一直养在坤宁宫中，为了担当大任，还是很有机会的。更何况她长得眉清目秀，风神俊朗，听说自小还习武，想来身体不会太差。只要能搞定她，那自己日后岂不是能成为整个大魏最有权势的女人？想到这，一直不动声色观察着沈慕清的沈乐凌，只见她蹭的一声站了起来：“五妹妹，姐姐突然想到院中还有些事，就先不与你多聊了，你好好休息。”说完，她身边的丫鬟连忙去外屋将他们的披风拿了过来，也不等沈乐凌回复，就拉着沈乐月出了门。沈乐凌看着匆忙的背影，面露疑惑地看向玉珍道：“大姐姐，这是怎么了？”玉珍：“大姐姐可是生气了？你快帮我去问问。”玉珍慌忙行了一礼，跟了出去，全然没有注意到沈乐凌嘴角那一抹玩味的笑容。雅涵跟着玉珍到了门口，确定她出了院门后，才回内屋道：“小姐，是不是要递信给刘掌柜？”沈乐凌点点头，袁掌柜也是该走出来了。
沈木青回房画出了蜂窝煤的样式，拿着那张画卷就去找宁国侯和大夫人以及沈木朗，将蜂窝煤的作用细细给他们讲解了一遍。大夫人毕竟操劳了多年侯府的内务，父亲又是工部尚书，一听就知晓此物制出后能够节约不少炭火，是个好东西，已经开始动心思买煤矿做生意了。宁国侯则眯了眯眼，如今大魏的冬日越来越长，若这东西真能像阿青所说的那样，到时候呈给圣上，想来也是一项功绩。沈木朗倒觉得无所谓，再怎么浪费炭火也少不了他的。一家人商议后，当日下午沈木青就去了趟他外家，工部尚书依旧穿的是那件大红色的披风，只是他没注意到的是，他前脚一出门，守西门的刘婆子就在门口扔了件红色的小麻布。工部尚书的动作极快，3日内就找来工匠，将那蜂窝煤和配套的蜂窝煤炉全做了出来。当日宁国侯就带着这些东西入了宫。谭云带来这个消息的时候，沈乐林正站在屋檐前，看着飘飘扬扬的雪花，深深吸了口气。刚从大厨房拿回饭菜的玉珍见了，劝道：“小姐，你身体才刚刚好，莫要站在这吹风了。”沈乐林心情大好，看着如今还十分稚嫩的玉珍，上辈子他对自己也是不错的呀，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玉珍，今日下雪了，真美。玉珍笑了，以为沈乐林是在江南甚少见到雪。小姐，这雪还要下1个多月呢，您日后再慢慢看，咱们还是先用膳吧。沈乐林盯着玉珍，看得他有些心生不安。就在他快要忍不住问出声时，沈乐林慢慢的面上绽放了一个笑容。沈木青，今日你飞得有多高，明日就会跌得有多重，好好享受今日的荣光吧。御书房内，今年48岁的景瑞帝看着手中的图纸，又看着宦官抬进来的煤炭和小炉，好奇地走到大殿之中，看着那一个个大小一致，每个中间都有10来个小孔的煤炭。这就是蜂窝煤。宁国侯拱手道：“是的，因外形酷像蜜蜂窝，小女才取名为蜂窝煤。”景瑞帝想起中秋宴上那个写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小女子，不禁感叹道：“你这个女儿啊，真是不错，朕那么多闺女，没一个能比得上的。来，快给朕看看，这是炉子如何用。”宁国侯听了，亲自用铁钳夹住一块煤，点燃后放进炉中，随后将炉下面的一个小铁片拿了下来。景瑞帝一时觉得有趣，还拿起那铁片仔细瞧了瞧。那蜂窝煤燃烧了一会，御书房内也没什么异味，景瑞帝满意地点点头。随后宁国侯估摸着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又添了一个煤炭，认真地将每一个孔都对好，要将孔对上。景瑞帝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动作。小女说必须这样才能让新的煤炭燃烧起来。宁国侯也不知的紧张，还是殿内的地笼烧得太厉害了，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最后又在炉子上放了一锅水。不一会，锅里的水就开始冒热气了。好，当锅中的第一丝热情冒出来时，景瑞帝大笑道：“这蜂窝煤不仅节约煤炭，还能供百姓烧菜煮水。好。”宁国侯回府的时候，腿脚都还是飘着的。你这个女儿不仅文采斐然，一手水调歌头，让多少男儿失色，今日又想出了蜂窝煤这样惠民的好东西，实在是让朕羡慕不已啊！这要是真的能在百姓中推广了，朕定要对她好好嘉奖一番。景瑞帝的速度还是极快的，没多久工部就制造出了一批蜂窝煤炉，同时内务府名下的煤山大力开采，全部制成了蜂窝煤的模样。而这期间老夫人也没闲着，时不时的带着沈木清进宫与皇后聊天。同时内务府的王公公也成了宁国侯府的常客，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来请教一番。一时之间，沈木青声名鹊起，比起中秋那次只在文人墨客当中流传美名，这一次却是实打实立名的功绩。在普通百姓中，沈木青成了神女一般的存在，大房的喜气眼都掩不住，连一直挑剔的老夫人都和善了不少。大夫人每日的帖子都接到手软，面上的笑意就没下来过。整个宁国侯府一片喜气洋洋，连大厨房的菜色都好了不少。当玉珍再次拿着食盒跑进院子，看到在院中散步的沈乐林，立刻笑盈盈地上前道：“小姐，今日又有你爱吃的狮子头呢。”沈乐林看着他的笑颜，不由得也勾起了唇角：“笑吧笑吧，哼，快你的大小姐笑不出来了。”第14章一碗青菜。这一日，沈文珍终于下了回早衙，国子监也因大雪停了课，他们3房一家人终于有机会凑在一起，好好的吃顿饭了。小阿周显然是最开心的那一个，在屋内上蹿下跳的，不是去抱着爹爹的腿说阿周好想你，就是蹦在哥哥身上抱怨哥哥不跟他玩，最后还拉着沈乐林的手，关心的问：“姐姐今日可好些了呢？”摸到沈乐林的手有些凉，还贴心的用2只小胖手帮他搓热，然后小嘴对着手哈气。阿周帮姐姐暖暖手。沈乐林的风寒其实早就好了，但一来他不耐烦在这冰天雪地里每日早起去什么顺华学院，二来只要他病着1日，老夫人就不好来找3房的茬。
自己倒是不怕什么，但母亲多年来生活顺遂，对于内宅的手段多少有些不精，自己自然要多护着一些。王嬷嬷安排下人们将膳食端上来后，就带着奴仆都下去了。沈文珍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你不喜欢下人还处在一旁，看着满桌的菜色，沈文珍忍不住道：“这几日菜色还真不错。”姜氏笑着帮沈文珍舀了碗鱼汤，笑道：“那是，这几日大嫂子心情正好呢，这府里的下人走路都带着风呢。”沈文珍不在意的笑道：“都是这自家人，这大房那头好了，咱们也能跟着沾沾光。”沈乐林看着这满桌的大鱼大肉，嘴角也带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沈慕渊捕捉到这一抹笑容，总感觉怪怪的，但他向来乐天派，妹妹本来就是怪怪的，没什么好稀奇的。一家人正吃得开心，小阿周拿着自己的小木碗，不时指挥着哥哥姐姐给他加点菜，不时又跟爹爹娘亲撒撒娇，整个小木碗都堆成了一座小山。他就将小脑袋埋在碗里，哼哧哼哧的吃了起来。吃得开心的时候，还一边咀嚼一边摇晃着小脑袋，嘴巴里塞得跟只小松鼠一般，两只小短腿还欢快地荡漾着。正在这时，大房里的一个婆子来了，规规矩矩请完安后，一张老脸就堆满了笑容。哎呀，可不就是巧了吗？刚刚内务府的小公公送来了几捆青菜，大夫人特意嘱咐厨房做好了，让老奴拿过来给三老爷一家尝尝鲜。边说便将手中的食盒打开，大家一看，果然是一盘还冒着热气的大白菜。沈文珍和姜氏自然忙表示了感谢，他们在江南生活习惯了，这京城冷得太早，这些日子吃肉都快吃得人腻歪了。这盘青菜真是送到人心坎里来了。沈乐林不动声色地看着自家父母的样子，心中对这个大伯母更加忌惮，这一招收买人心用得太妙了。不然一盘青菜什么时候送来不好，偏偏挑着父亲在家正在吃饭的时候送，更何况这青菜明明是昨日内务府送来的，这是打量着三房不清楚府中的情况，想怎么哄就怎么哄呢。待那婆子拿着赏银和沈文珍的回礼，欢天喜地的离开后，王嬷嬷又带着下人离开。沈文珍连忙给姜氏夹了一筷子青菜，娘子，辛苦你跟着我来京城，这些日子只能吃些肉食了。看着自家父母又开始腻歪，沈慕渊朝自家妹妹挤眉弄眼的做了个怪脸，沈乐林也夸张的做了个抿唇的表情，示意我绝不乱说。只是这表情正好被姜氏抓到了，知晓这两兄妹又在嘲笑自己夫妻，姜氏直接抬手就赏了闺女一个脑瓜崩。沈乐林摸着自己的额头很是委屈，但沈文真装作没有看到，沈慕渊也将眼望向屋顶。只有正义的小阿周从他的小山堆里抬起脑袋，用塞满了的小嘴帮沈乐林讨回公道：“母亲，你为什么大姐姐？”结果被姜氏又塞了一只鸡腿，道：“阿周再吃个鸡腿好不好？”看到鸡腿的小阿周哪里还想得到他亲爱的姐姐被打了，他要给姐姐撑腰，眼睛都离不开那条腿，重重的点点头。得，唯一的盟友就这么叛变了。沈乐林狠狠地瞪了一眼小阿周，只换来他讨好的一笑。见吃的差不多了，小阿周突然皱着小眉头撒娇道：“爹爹，青菜好吃。”沈文珍看着小儿子馋猫的样子，道：“爹爹明日差人去问问，这京城哪里有卖的，给阿周每日都送上好不好？”沈乐林原本打算自己挑起这个话题，如今赶紧接着小阿周的这股东风道：“大厨房不是还有许多的吗？昨日玉珍去大厨房都看到了的。”姜氏刚想斥责沈乐林不懂事，人家的东西给你是情分，不给你是本分。沈文珍一听，皱紧眉头，有些急切道：“阿玲，你说什么？这菜昨日就在大厨房？”沈乐林一副收到了惊吓的样子，张大了眼睛，点点头，小声道：“这菜是昨日上午就送到大厨房的，玉珍的老子娘就在厨房。”沈文珍见女儿似乎被吓住了，忙放缓了语气，告诉他们这事就不要再在外面说，明日她自己会想办法买些青菜回来的。夜间，姜氏温柔地帮沈文珍宽衣，沈文珍突然拉住了她的手。姜氏原本还以为丈夫今日有了心思，忙道：“珍郎，今日我身上不方便。”沈文珍见姜氏会错意，拍拍她的手道：“不是，我有话想跟你说。”姜氏的脸羞得有些红，但好在二人老夫老妻的，她很快收起了那点不好意思，问道：“怎么啦，老爷？”沈文珍拉着她坐到床边，问道：“你觉得大嫂这人如何？”姜氏见丈夫一脸凝重，认真回想了一番后，答道：“大嫂人很是和善，这几日相比二嫂和老太太也对我们多有关照。”说话细细观察着丈夫的反应，又道：“怎么，大嫂有什么问题？”沈文珍见夫人对那些糟心的事完全没有感觉，便将今日那大房婆子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最后道：“明明是昨日就送来的青菜，为何今日等着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送来？”姜氏也不是傻的，立马会意道：“老爷的意思，大嫂这是故意在你面前卖好呢。”姜氏面露不解道：“大嫂为何要这样？明明是一家人，有话不能直接说，做这些干嘛？”
沈文珍叹了口气，拿了个靠垫放在床头，对江氏道：“哎，这大宅后院是非多，这大嫂心思太重，我今日跟你说，也是为了让你多留个心眼。”江氏原本就是家里娇养的小姐，父母也是琴瑟和鸣，一辈子没红过脸。当初嫁给沈文珍的时候，沈文珍也当着江老爷的面发过誓绝不纳妾。这些年上没有婆婆妯娌，下没有小妾庶子庶女之类的，对于内宅的争斗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从小在嫡母手下讨生活的沈文珍，只能将以前的日子掰开揉碎了讲给她听。江氏听完瞪大了眼睛，心疼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最后抱着沈文珍心疼道：“这老夫人怎么能这么坏，差点把老爷给饿死了。”说完又保证道：“老爷，你放心，妾身一定会保护好咱们的孩子，绝不让他们在这府中受委屈。”第15章，飞得高才能摔得重。第2日的宁国侯府热闹极了，一大早景瑞帝身边的袁公公就来府中颁旨。等三房赶到正厅的时候，宁国侯正与袁公公愉快地交流着。袁公公对站在大夫人身后的沈慕清天花乱坠地说着自己的夸赞。许久不见的老妇人头发出的一丝不苟，拉着沈慕清的手，笑得合不拢嘴。若是忽略掉他那看向三房不屑的目光，倒也显得十分慈爱。沈慕清今日身穿一袭淡青色的素衣罗裙，上面绣着点点红梅，娇艳欲滴。袁公公一张巧嘴不停地夸赞，他微微低着头，但眼底的笑意却怎么都掩不住。左眼下的那颗小红痣更加惑人。不一会儿，众人到齐，香案摆好，老妇人律一众府中之人跪在香案前。那袁公公拂尘一甩，黄绫一展，便大声朗读起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宁国侯之长女沈慕清，才华横溢，温良恭谨，品貌出众，又造出惠民之蜂窝煤及蜂窝煤炉，深得朕心，特敕封郡主，赐清河，赏黄金100两，白银1000两，玉如意1对，夜明珠1双，绫罗锦缎3箱，钦此。臣女沈慕清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沈慕清高声谢恩后，其他人又感谢了一遍皇恩浩荡，才一个个站起身来。哎呀，清河郡主快快请起，这几日宫中上下无不在夸赞您呢。袁公公夸张地将沈慕清虚扶起来。宁国侯毫不掩饰面上的笑意，将袁公公一行人送出了府。大夫人早就知晓这个消息，这些日子还要压着女儿不要多生事端。如今大局已定，面上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了，忙宣布道：“这个月侯府所有人的月银双份，沾沾阿青的喜庆。二夫人也是个会来事的，好听的话不要钱的往外冒。我就知晓咱们家慕清是个出息的，中秋的时候那首词可是连万大学士都连连称赞，如今还研制出了这蜂窝煤，果真是咱们侯府的福星啊！乐轩乐语，日后可要好好跟你们大姐姐学学。”沈乐龄也跟着江氏上前扶了扶身子，柔声道：“恭喜大姐姐了。”沈慕清看着她一向不在意的五妹妹，也露了个笑脸，想起这点子是在沈乐龄房中想起的，心中不知为何有些不得劲。这个五妹妹来府中这么久，从来没有说主动来看看自己这个做姐姐的，这让一直觉得自己穿越过来就该是世界中心的沈慕清心中不爽，于是随意说了2句，就同其他几位姐妹寒暄了。看着沈慕清如众星拱月一般站在人群之中，沈月玲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被孤立了，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面上的笑容始终恰到好处，像是被画在脸上一般，挑不出一丝错处。小阿周见所有人都围着大姐姐，自家姐姐独自站在边缘，忙挣脱了母亲的手，转身抓住了姐姐的衣袖，道：“姐姐，阿周想回去吃点心了。”小阿周被江氏裹得像只无尾小熊一般，只有一个小脸淡露在了外面。沈乐龄摸摸她头顶毛茸茸的小帽子，笑道：“一会姐姐带你回去吃好不好？”小阿周欢快的点点头。沈乐龄牵着她的小手一抬头，正好看到沈慕清收回去的眼神，那眼神沈乐龄太过熟悉了。上辈子躺在那破旧院子里，沈慕清每次讲他如何杀人，如何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时，都是这样的眼神，忽明忽暗中带着一点轻视和戒备，像一条在阴影处的蛇，随时打算趁你不备咬上一口。“姐姐，痛痛！”小阿周摇着那只被沈乐龄握住的手，委屈的大喊。沈乐龄忙松开手，蹲下身轻哄了2句。小阿周挺挺小胸脯，十分大方地歪着小脑袋道：“那阿周就原谅姐姐了。”沈乐龄则垂下眼眸，反思起来，自己筹谋3年，怎么就因他一个眼神而差点乱了阵脚？就算他是条含有剧毒的蛇，可如今牙都还没能长出来呢。就算他长出来了，长一颗自己就拔一颗，他倒要看看是他长得快，还是自己的软刀子更快。沈乐龄想到这里，笑意盈盈地看向人群中的沈慕清，心中轻快道：“大姐姐，你可知飞得越高，跌得会越重？”因第2日一早还要进宫谢恩，当天下午大夫人便张罗着裁制衣裳。其实那衣裳大夫人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临了，总觉得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的。一时间大房里进进出出的全都是京城最出色的师傅，各自提出对衣裳改进的意见。玉珍蹦蹦哒哒地带
回来府中最新的消息。五小姐，大夫人说等明日他们从宫中出来后，就派师傅来给府中的几位小姐挑布匹做新衣。沈乐灵从书中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漫不经心地附和道：“大伯母对我们真好。”玉珍得了沈乐灵的回应，更来劲了。咱们大夫人一向都是最心善的，这次大小姐被圣上封了郡主，果真是有福报。小姐，你都不知道，有福报？哼，真要有报应，这沈家大房怕是睡都无法安睡了。地府里要找他们一家子报仇的恶鬼，怕是都在排队吧？思雨看出小姐不耐烦听玉珍的碎碎念，立马笑道：“玉珍，今日厨房有没有啥好吃的？你赶紧去你老子娘那看看。”玉珍如今到底年纪小，一听吃食立马眼睛就亮了，屁颠屁颠的往外跑。见他跑远了，思雨才气呼呼道：“他到底知不知道谁才是他的主子？”沈乐灵将书翻了一页，不在意道：“他的主子本就不是我。城外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吧？”沈乐灵问道。谭云昨夜出去见过刘掌柜了，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了。雅涵回复道。说起谭云，沈乐灵问道：“他又去哪呢？”雅涵抿着嘴笑道：“这院子多了个人，谭云没有办法练武，现在只怕还在房里扎马步呢。”沈乐灵听了也忍不住笑了。第二日一早，老夫人带着大夫人和沈慕清喜气洋洋地入了宫。玉珍还等着大夫人回来叫五小姐去选布料呢，不想事情发展的进展却出乎她的意料。第16章急转直下。老夫人一行人黑着脸回了府，沈慕清满脸焦急与无辜，大夫人一边安慰女儿，一边安抚生气的老夫人。老夫人在站在二门前，还将拐杖往地上一拄，气急败坏地对着大夫人道：“你教养的好女儿，简直丢尽了外面宁国侯府的脸。”被老夫人当众如此不管不顾地下了脸面的大夫人，面上也十分不好看，拉着还在妄图拼命解释的女儿回了自己的墨韵堂。原本等在自己院子，随时准备前去祝贺的姜氏忙让人前去打听出了何事，不想一小丫鬟就来报，前院昨日来的那袁公公就带着人又来了，只是今日面色不愉，还传了皇后娘娘口谕，说大小姐身体不适，这段时间还是在家好好将养，抄经书尽静心为好。姜氏听完紧皱着眉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却嘱咐下去：这几日没我的吩咐，所有人不得外出，特别是小少爷和小姐，那可得看好了。二房的映月轩中，二夫人也下着同样的命令。沈乐轩有些疑惑道：“母亲，这大姐不是进宫谢恩吗？这怎么？”二夫人也不知晓具体怎么回事，但见大夫人吃瘪，心中还是十分高兴，幸灾乐祸道：“大概是老天爷也见不得大房那个张狂的劲了吧。”宁国侯听了袁公公毫不客气的话，一面派人打听，一面焦急地回了大夫人的院中。一进屋就看到大夫人扶着额头，而自己的长子疑惑地问：“妹妹，那主意真的你想的？”沈慕清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般，蹭的一下就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眼中蓄满了泪水，却倔强的不让他掉落。“哥哥，连你都不信我？”沈慕朗忙上前安抚。此时宁国侯轻咳一声，直接走了进来。大夫人立马起身，明知故问道：“侯爷，怎么这时候过来了？”宁国侯懒得打马虎眼，直接道：“刚刚袁公公来了，传了皇后娘娘口谕，说阿青体弱多病，这段时间要在家多抄些经书。”沈慕清一听，面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说吧，今日你们进宫到底发生了何事？”见宁国侯脸上阴沉的快滴出水来，大夫人这才将事情娓娓道来。今日一早，他们随宫人到了皇后娘娘宫中后，原本一切都还好，可没一会，景瑞帝带着一身的寒气进来了，劈头盖脸的就开始问沈慕清：“那蜂窝煤真是你想出来的吗？”沈慕清自然应了下来。结果景瑞帝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二话不说就往外走，独留了一个小太监给皇后交代事情的始末。也不知那小太监给皇后娘娘耳语了一番什么，只见皇后的脸越来越沉，最后黑着脸问了一个和景瑞帝一样的问题：“沈姑娘，那蜂窝煤当真是你想的？”沈慕清虽察觉到了不对，但蜂窝煤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自己第一个提出，自然的算自己的呀。如此想着，他便再次肯定道：“回娘娘的话，确实是臣女想出来的。”皇后听完，咬牙切齿道：“好，好，好一个聪慧机敏的清河郡主，这是打量着圣上和本宫长期在宫中不知外面的情况是吧？”老夫人也被这一系列的事情弄得丈二的和尚，还试图倚老卖老出声询问。谁知刚开了个头，皇后娘娘就让人送了客，自己起身就往内殿走，一丝脸面也不留。虽然从大夫人这没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但宁国侯派出去打听的人却很快回来复了命。原来由于景瑞帝的重视，内务府和工部将蜂窝煤及煤炉很快的推广到了京城的小康百姓当中。昨日京城一些小商贩也用起了蜂窝炉，还热情的给不认识的人介绍。一家卖馄饨的小贩就夸赞道：“这蜂窝炉可是宁国侯的长女想出来的，这东西真好，
不仅节约炭火，还能取暖煮馄饨。混沌摊上其他知晓内幕的人接道：“是啊，听说宁国侯长女今早还被圣上封为了郡主呢。”这消息一出，整个摊子都沸腾了。什么想出个蜂窝煤和炉子就能被封为郡主？几个刚从山西来的商人忍不住道：“你们这才用上这蜂窝煤，我们山西1个月前家家户户就开始用上了。”另一个山西的人似乎也觉得这些京城的百姓大惊小怪，接道：“就是说啊，这小小的一蜂窝煤炉有什么稀奇的？我们那村子上都用上了。”生活在京城的百姓面对外地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优越感，此时听到外地人如此语气，皆有些不快，以为他们在吹牛皮。喂，兄弟，你这话怎么说的？这蜂窝炉可是圣上亲自赐名，如今整个大魏也只有京城才刚刚开始推行。说到这里，那人还不让嘲笑道：“至于你们山西那偏僻的位置，要用上，怎么着也得要到年后才行吧？”身边京城的百姓们听了都哈哈大笑。那4个山西的商人许是觉得受到了侮辱，语气也开始不客气了：“好生不要脸！这蜂窝煤明明是我山西人称煤老板的杜家制出来的，2个月前就在山西富贵人家出入，如今连偏远的小山村里用的都是，怎么成了你们京城人先有的呢？”两拨人越吵越大声，最后已经上升到了地狱黑的地步，最终引来了京兆府的衙役们，将整个混沌小摊给一锅端了。就是一件小案子，本也到不了京兆府尹魏征那去，但师爷听说了前因后果后，立刻前来禀告。魏征一听，随即亲自审问了那4个山西人，见对方言之凿凿，还可以让人多找了些近1个月从山西来京城的人，一个个的问，最终确认了那蜂窝炉确实已经在山西得到了普及。魏征苦哈哈的皱眉，这是怎么偏偏被他遇到了？要知道今日一早圣上才刚刚下旨封那宁国侯长女为郡主，如今出了这事，不是在打圣上的脸吗？可关键是他还不能装聋作哑，今日这事想来早就传到了御史耳中，若自己不亲自向圣上进言，日后翻出此时，难免圣上不会以为自己在偷偷看他笑话。左右为难了一小会，魏征便进了宫，毕竟得罪一个没啥实权的侯爷，总比得罪圣上要好得多。更何况这事原本就是宁国侯做的不地道，这不是把圣上当傻子耍吗？沈木青听完小厮回禀，脸一下就白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时代居然真的有人能想出这蜂窝煤，而且好巧不巧，刚刚好就比他早那么1-2个月。但他这样的面色，在宁国侯等人看来就是心虚的表现。宁国侯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指着沈木青的鼻子骂道：“你这个逆女，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沈木青凄凄哀哀，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来。宁国侯更生气了，上前就扬起了手，被大夫人一把抓住，凄厉地喊道：“侯爷！”沈木朗也抱着宁国侯的大腿，道：“父亲，妹妹只是一时想岔了。”父亲。大房内里正热热闹闹时，宫里的小太监又来了，这一次是宣宁国侯觐见。第17章死亡的袁掌柜。听说宁国侯又被宫里来的人叫走了，老夫人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摔了心爱的茶碗，让大夫人到他屋子里去立规矩。宁国侯一进御书房，一杯茶盏就被掷落在他身前，他赶紧跪下求饶。景瑞帝气急败坏的将他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后，还不解气，问道：“说，是不是你们父女俩合谋将那山西商人杀害后抛尸河中的？”宁国侯听得一脸懵，呆呆的张开嘴：“什么山西商人？什么杀害？什么抛尸？”景瑞帝懒得与他废话，让一旁的武德司统领孟成林将山西的那袁姓商人的事讲述了一遍。原来昨日景瑞帝听了魏征的汇报后，并没有相信魏征的一面之词，而是宣武德司统领孟成林进宫。今日一早，孟成林回禀了更为劲爆的消息。原来沈木青去工部尚书府让其帮忙做模型的那一日，马车在行驶到东大街时撞倒了40多岁的山西商人，此人姓袁，曾经在山西万家做过掌柜，熟知蜂窝煤和蜂窝煤炉的做法。可自那一日后，那袁商人就不见了。他落脚的那间客栈小二说，他出门的那一日还说有个小姐看中了他手里的方子，他马上就要发财了。昨日那些山西人，其中有2个正是那万家派来找这袁掌柜的，据说他偷了主家的图纸，想到这京城来卖个好价钱。更让孟成林心惊的是，那山西人说这京城蜂窝煤的营销策略和他们山西一模一样，都是买多少蜂窝煤就送一个煤炉，而且还有专人为每一家记着，差不多时间直接送货上门，免了大家出门买煤的辛劳。景瑞帝听了这些，心中的火气越来越大，最后再听到孟成林说已经在城郊的小河里找到那袁掌柜尸体时，气得从龙椅上站了起来。杀人夺宝，欺骗九五，这宁国侯真是好样的。宁国侯听了孟成林的汇报，整个人吓得如秋日的落叶一般，哆哆嗦嗦的不停的磕头大喊：“圣上明鉴，微臣真不知道那什么袁掌柜，如是下官知道，借微臣一个胆，
也不敢做出这等事来啊！宁国侯这下是真的怕了，磕头的力气一点也不含糊，不一会额头就青了一块。景瑞帝见他神情不似作伪，更何况这宁国侯向来没什么大才，但好在谨小慎微，从未给自己惹过什么麻烦。更何况如今自己下旨册封沈慕清的旨意一下，若此事追责于他们，那不是让天下人看自己的笑话吗？那他这个景瑞帝干脆改名叫好片帝好了。最终为了自己的颜面好看一些，景瑞帝只让宁国侯以触怒龙颜之罪被人直接从宫里拖了出去，还要交上1万两罚银，还将他身上的实职给卸了，只留下一个宁国侯的虚职。宁国侯被丢到宫门口时，看着两侧的同僚指指点点，连忙起身钻到自己的马车之中，阴沉着脸回到府中，第一件事就跑进大夫人的墨韵堂，气急败坏道：逆女，快把那个逆女给我叫出来！刚从老夫人那站完规矩的大夫人从内屋扶着腰出来，见他如此盛怒，立刻伏低作小，上前柔声劝道：侯爷莫要气。此时的宁国侯哪里听得去任何话语，直接甩开大夫人的手，大声怒骂道：那个逆女呢？傍晚思雨从外头回来，打发玉珍和雅涵去大厨房多打些热水来，自己则幸灾乐祸地道：小姐，据说今日大老爷从宫里出来使脸都能滴出水来了。然后直接冲到大夫人的院子里，要找大小姐的晦气。正做着女工的沈乐玲抬起头，看着思雨，笑得眼睛都快看不到的样子。然后呢？后来老爷自己跑到了大小姐的院子里，重重打了她一个巴掌。听说大小姐的小脸都肿了有1尺高呢。大夫人心疼的眼眶都红了。沈乐玲低下头，继续绣着自己的帕子。她这个大伯呀，别的不会，对家里人逞威风还是一把好手的。思雨眼见四下无人，又低声道：昨夜里有人去了刘嫂子入住的那家客栈，怕是乱葬岗的那具尸体也已经被找到了。沈乐玲点点头，他大伯如此气急败坏，想来是圣上已经查明了真相。那袁掌柜是半年前去山西投奔万家的，3个月前才将蜂窝煤以及其如何抢占市场的方式拿出，随后便带着一堆万家多余的图纸来了京城，在守西门的刘婆子在门口扔了一段红布，那日正好不小心被沈慕清的马车撞到，双方纠缠之中，许多看热闹的人都知晓撞人的是宁国侯府的大小姐。当天傍晚，那袁掌柜临出门就对小二兴奋地说起自己的方子卖了个好价钱，等回来请他吃烧鸡。可谁想这一走，袁掌柜就再也没回来。直到昨日，武德司的人找到袁掌柜的尸体，由于在河中泡的时间有点久，只能凭身上的衣物判断出他的身份。这案子一下子所有的细节也就全都对上了，就算对不上也没有关系。这世上的袁掌柜本来就已经死了，谁也别想将他找出来。看着面前的烛光，沈乐玲的面色也忽明忽暗。要让一个人消失得一干二净的方法，不是死亡，而是他从来不曾存在吧。比如袁掌柜，谁人能想到他是京城车马行刘掌柜那个体弱多病的老妻呢？思雨心中还是有些不安道：小姐，这大小姐会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毕竟若不是他们当初的提醒，那大小姐也想不到煤球燃不尽，浪费的事。虽然思雨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为何大小姐一听这煤球里面燃不尽就能想到蜂窝煤，更不明白为何小姐还能预想到大小姐能想到这些，从而早早就设下了局。沈乐玲唇角一勾，无辜道：关我们何事？这事难道不是大伯母派了的玉珍想到的吗？思雨一听也笑了起来，小姐居然连这个都预想到了。两主仆正说着话，雅涵急急忙忙的进来道：小姐，玉珍被大夫人房中的王嬷嬷带走了。第18章祸水东引。玉珍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何错，自老夫人和大小姐他们灰头土脸的从宫里回来后，他一直都谨遵着三夫人的叮嘱，没事绝不出三房。可刚当他和雅涵姐姐去厨房打热水，不想路上王嬷嬷就带着2个婆子不由分说的把她带走了。此时他在大姑娘的房中怯弱的跪在地上，看了眼大小姐红肿的左脸以及那双想要吃人的眼睛，慌忙的低下头。王嬷嬷得到大夫人的指示后，指着玉珍问道：说是谁让你引导大小姐想出那蜂窝煤的？宁国侯从宫中回来后，在大夫人院子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听说是武德司总管查出来的，连大夫人都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宝贝女儿杀人越货。可当宁国侯一甩袖子离开后，被他一巴掌打傻了的沈慕清这才回过神来，拉着大夫人的衣袖哭诉道：母亲，这蜂窝煤真是我想出来的。你想一想，我去外祖家之前就在家中与你和父亲说过了，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于我。大夫人也这才想起这中间的时间差，于是立马将沈慕清说蜂窝煤那天自己院子里所有奴仆都清查了一遍，没有查出什么特别的来。于是母女俩这才想起了查源头，虽然觉得沈慕清信誓旦旦地说一定是有人故意让我想出蜂窝煤的，这句话有些荒唐。
这蜂窝煤又不是什么常见的玩意，怎么能随意听了丫鬟的一句话就能想出来呢？但看在女儿坚定的眸子，大夫人还是将引出这一话题的玉珍给请了过来。可无论王嬷嬷怎么问，这玉珍的回答滴水不漏，不像作伪。更何况她还是个家生子，一家子生气还捏在大夫人手中，怎么看也不像这么快就被三房给收买了的样子。再加上三房的江氏是个没什么心眼的，那五小姐又是个病秧子，实在是不足为患。王嬷嬷见沈慕清像是认定了玉珍提起那煤球是有预谋的，虽说她也觉得这玉真是他们大房的人，但显然此时的大小姐在盛怒之中，王嬷嬷也不愿和她唱反调，于是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绣花针，让两个婆子按住玉珍，还用帕子堵住了她的嘴，扒掉了她的衣裳，只剩下薄薄的一层里衣。一番用刑之后，玉珍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但却依旧没有改口。沈慕清见状，心中忍不住开始嘀咕，难道真是巧合？这个世界还是只有自己是穿越人士，没有其他的人因为那首水调歌头来故意试探自己。如今沈慕清最害怕的便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穿越者，而他却已经先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更何况穿越这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心字，若对手太多了，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就得快点换成筹码了。好啦，大夫人显然是有些不认可沈慕清查找的方向，叫停了王嬷嬷的动作。此时一小丫鬟才在门口小声道，夫人，五小姐房里的思雨姑娘求见。大夫人眉毛都没挑，王嬷嬷直接答道，跟她说玉珍感染风寒，刘大夫已经开了药了，过几日好了再去五小姐跟前伺候。随即只听到小丫鬟踩着积雪离去的声音。大夫人看着依旧阴沉着脸的女儿，有些心疼又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道，阿青。沈慕清收起面上的不悦，拿起身边的茶盏，大大的喝上了一口。大夫人朝王嬷嬷睨了一眼地上的玉珍，王嬷嬷忙让两个婆子架着她去偏房休息。一路上王嬷嬷还不忘安抚道，玉珍，你也别怪夫人和大小姐，那日你在大小姐面前的话可是闯下了大祸，如今夫人还愿意相信你是清白的，已经是格外开恩了。正当房中的大夫人还在宽慰着女儿时，沈慕清的大丫鬟林蓉拿着一件大红色的狐裘披风进来了，而和那披风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蜂窝煤的图纸，上面还写着如何为百姓送货上门的方式。大夫人拿着那张纸一看，面上顿时如腊月的湖水一样冰冷，问道，从披风中找出来的？林蓉跪在地上答道，是，刚刚夫人吩咐将那日小姐出行的马车里里外外都检查一遍，小厮来报没什么特别的。刚刚萱萱姐姐说将小姐和我们那日出行的衣物都再看一遍，这才在这披风中找到了这张图。沈慕清也惊讶地看着那披风和图纸，这是何时缝到我的衣裳里的？大夫人看着他还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叹了口气，指点道，这整个宁国侯府除了二房，谁还有能耐做这等子事？宁国侯府虽然是大夫人掌管后院，但二夫人想来嘴巴也甜，加之老夫人也怕大夫人一家独大，于是将针线房给了二夫人管束。沈慕清显然也听懂了大夫人的意思，二婶？怎么会？她为什么？这二房与自己斗了10多年，但由于二老爷不争气，院子里的莺莺燕燕又多，大夫人常常只需要一朝祸水东移，就让二夫人自顾不暇。更何况斗了这么多年，二人也不过是在老夫人那里争宠，抄管家之权。大概是双方都觉得无趣吧，这几年二人在侯府里的相处，甚至可以说是相安无事。大夫人也想不出为何这袁氏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一时皱眉无言。却不想沈慕清犹豫道，难道是因为见女儿到这时候了，还对自己这个母亲欲言又止？大夫人厉声道，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跟母亲说的？沈慕清这才将当日三皇子入府偷偷跟自己说的话告知了大夫人，还将后来沈乐轩和沈乐雨两姐妹来了后故意缠着三皇子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还抱怨道，若不是出了这事，女儿被封为了清河郡主，定能与三皇子再进一步。大夫人之前并不知晓这些，她看着一口一个三皇子的女儿，心中沉吟。原本她是想将女儿说给娘家侄子张汉飞的，一来他们青梅竹马，有自小的情谊，二来那孩子是个上进的，如今已经有了举人的功名。但如今看到女儿的心思，怕是大了。但向来宠女儿的她并未说什么，她的女儿如此优秀，别说是皇家，就是日后的太子也都是配得上的。只是她紧皱的眉头却一直没有松开。难道这袁氏也起了心思？这样一说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那袁氏这辈子没了指望，可他对那一对双胞胎可是当着眼珠子在疼的。可他又如何确定阿青没了希望后，他们家那两个就能成为三皇子妃了？大夫人还没想明白，突然听到沈慕清拔高音调的一句话，母亲，那拦我路的掌柜是不是就是姓袁？大夫人原本疑惑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杀气腾腾。第19章针线房。宁国侯府第2日开始就热闹得不得了，
大门口时不时有那百姓指指点点，就是这宁国侯府里的大姑娘，把人家山西的蜂窝煤说成是自己想的。这个姑娘家的脸皮怎么会如此之厚？谁知道啊？听说圣上还因为那蜂窝煤封她当了个郡主呢，也不知道还算不算数。这怎么能算数呢？这不应该是欺君之罪吗？不知道，反正因为他，咱们京城人被山西那边的人好生嘲笑了一番。门房的人出来赶人，可不一会，人家又聚集起来了，实在是难以管束。更何况一个如今只有虚职的侯府，跟被拔了牙的老虎没什么区别，门房也怕闹出事来，惹得主子们不快。如今漫天大雪，国子监每日还在规规矩矩的上课，沈木朗这几日心情极其复杂。往日交好的同窗时不时的在自己面前欲言又止，还各种找理由不与自己同路，以至于但凡有人在他身旁窃窃私语，他都敏感的觉得对方在说妹妹的事，为此已经和同窗吵过好几架了。而沈木渊一直好脾气的在他身旁拉架，生怕如今势单力薄的堂兄吃了亏。可没想到再一次拉完架后，堂兄居然一把甩开自己的手，对着自己怒骂道：“你这个庶子生的，是不是也在心里偷笑？”沈木渊万万没料到，平日里一副好大哥模样的堂兄会在学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样的话。原来在堂哥心中其实一直如此瞧不起自己一家人，当时就气得一甩袖子，这破事谁爱管谁去管。10几岁的少年心思本就容易走向极端，但向来心大的沈木渊缓过神来，还是慢慢跟在沈木朗身后，毕竟是一家人，万一他那张嘴真被人打死了怎么办？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已经决定了，绝不和堂哥和好。而沈木朗看着身后的身影，则微微勾唇，庶子就是庶子，像狗一样被打了还要来讨好自己这个主人。自那以后，沈木朗就总是跟交好的同窗说着沈木渊的坏话，什么乡下地方来的庶子，一点规矩都不懂，父亲只是个小官，母亲还是商家女云云。好在沈木渊为人正直仗义，还是有几个寒窗子弟愿意与之结交，不然在国子监他可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与国子监的情分不同，顺华书院却已经开始放假了，所以得了皇后娘娘吩咐在家静心的大小姐沈木青没出门便不突兀。可沈木青像只鹌鹑一样躲在房中，大夫人却在后院里大杀四方。第二日一早，老夫人依旧气愤地让大夫人前去立规矩，可大夫人拿着那批封和图纸，拉着宁国侯就去了慈安堂。宁国侯本不愿再在此事上多深究，在他心中，这事绝对就是女儿仗着夫人的人手干出来一个媚宠邀功的法子。当大夫人说出女儿明明是在府中先跟我们一家子说了此事，才在外面遇到那已死的袁掌柜之后，察觉到不对的宁国侯这才心生希望，赶到了慈安堂。看到女儿那张红肿的脸以及一双充满委屈的眼睛，泪水盈盈欲坠，宁国侯这才暗道自己昨日太过冲动了。大夫人也没有故意拉扯出袁氏，只是将如何在这批封中发现图纸的过程讲述了一遍。最后道：“老夫人，侯爷，此事明明是有人听到了阿青的想法，故意引导着他去向圣上呈报。如今幸好这图纸早早的被我们发现了，若是有一日被圣上的人找到，那我们侯府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宁国侯听完眉头紧皱，大夫人虽然说的有理，但这中间也有很多地方说不通啊。老夫人的情绪则完全被大夫人左右了，只见她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到底是谁如此险恶用心？这是要让我们侯府犯下那欺君之罪啊！听了老夫人的话，宁国侯立马开始思索起自己的几个政敌，但由于他一直能力有限，一直离权力中心属实有些距离，这一时半会的还真想不起谁能恨他恨成这样。见二人都想得的外面的人，大夫人这才道：“老夫人，侯爷，这歹人竟然能在阿青的衣上中动手脚，想来府中定有内应。”大夫人聪明的没有直接说此事怕是与二夫人有关，就算最终查出真与袁氏有关，依老夫人那个脑子，估计又会以为是自己在从中挑拨，还不如将这根刺埋在老夫人心中，时不时拿出来恶心恶心二房。老夫人和侯爷一听，随即就放权让大夫人彻查。二夫人原本在自己的小院中一边煮雪赏花，一边看着大夫人的笑话，不想这时兰香小跑进来，说大夫人带着婆子将针线房的人全抓了起来。二夫人讶然，这大夫人不好好的老夫人房中立规矩，怎么突然将手伸到了针线房中？她连忙一边派人打听今早慈安堂发生了什么事，一边连忙带着人往针线房里赶。等他赶到的时候，大夫人正坐在屋内靠椅上慢条斯理的喝着茶，身后4个大丫鬟立在身后，王嬷嬷站在左边伺候着，表情凝重。而管针线房的几个下人全部被压在院子里，正打着板子。二夫人神色极其不自然，僵硬道：“大嫂，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火也别朝这针线房里发啊！”大夫人身子一动不动，眯着眼盯着这个跟自己斗了10多年的妯娌。盯到进屋的二夫人全身不自然：“二弟妹既然来了，一起坐下吧，
看看这些奴才都是怎么办事的。大夫人说完，王嬷嬷就将一根绣花针和沈慕清的披风拿了出来，道：“如今这针线房的人干活越发不仔细了，居然在大小姐的披风里还留了根针，昨日将大小姐扎的背上都出血了。”二夫人一听，便知这大夫人是在故意找茬。这衣裳都多久？若真留了针，怎么可能偏偏就昨日才被查出？王嬷嬷一拿出那件衣裳，大夫人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二夫人的脸，见她的脸上只有气愤，没有恼怒与尴尬，心中不由得嘀咕：难道此事真与她无关？还是说这妯娌这些年一直在跟自己藏拙？针线房自然查不出什么异常，但大夫人还是不顾二夫人的黑脸，将一直负责大小姐衣裙的绣娘给关进了柴房，同时用一人20板子的惩罚，让整个府中的人都知晓了这宁国侯府的后院到底是谁在做主。气呼呼回到房间的二夫人将屋里的东西全砸了个遍，一边摔孩一边骂道：“这个张氏，这是存心跟我过不去。”三房静园，沈乐林给小阿周细细的喂了一碗甜羹后，又陪他玩闹了一会，听着陈嬷嬷汇报着针线房里的情况。姜氏叹气道：“这侯府怎么没一日消停的？”沈乐林抬头看了眼院中呼呼的风声，意有所指地道：“母亲，这风越来越大了。”第20章杀人。不需陈嬷嬷介绍，沈乐林就知晓那被关进柴房的绣娘叫阿娟，今年30岁出头，是个寡妇。由于针线干的细致，在宁国侯一直专门在为大小姐沈慕清做衣裳。他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一位可是他的大熟人年婆子。沈乐林可一直都记着上辈子在那破院子里，年婆子照顾了自己3年的恩情呢。上辈子年婆子为沈慕清做衣裳，早早的熬坏了眼睛，后来求沈慕清给他一条出路，正巧沈乐林刚嫁入李家，需要一些人手，就这样他顺理成章的到了李家，成了一个粗使婆子，自己给年婆子养老，甚至为了让她不觉得从侯府来到李家委屈，自己还时不时的找些由头给些奖赏于她。可结果呢，最后自己4肢经脉尽断的时候，得到的不是感激，而是虐待。那红色狐裘披风里的图纸是沈慕清来看望自己的那一日私语调包的。今年入冬，年婆子一共给他做了3件不同颜色的披风，每一件沈乐林都预备好了，无论他穿什么样的衣裳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当天晚上，那些衣裳就被思雨他们捡烂，谭云扔到了城中的各个角落。那图纸本就不是为了陷害沈慕清，只是为了嫁祸给二夫人，以及沈乐林料准了此事一出，无论是不是与年婆子有关，大夫人都不会放过他。至于为何嫁祸二夫人袁氏，前世袁氏最喜欢用的不就是这一招吗？然后自己默默退居幕后，隔山观虎斗。当初若不是他一边跟母亲说阿周的死有蹊跷，一边又说与大夫人和沈慕清听，母亲怎么可能会那么早死？如今他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整个局面唯一出乎他预料的便是景瑞帝封沈慕清做郡主的事了，他还以为景瑞帝最多赐下些赏赐罢了，未料到声势如此之浩大。不过也不要紧，这个清河郡主的名头，日后恐怕是景瑞帝心中的一根刺，随时提醒着他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被一个14岁的小姑娘给骗得团团转。夜幕降临，侯府陷入一片寂静。沈乐林和谭云换了身黑色便衣，匆匆往柴房赶去。天气太冷了，没有人守在柴房门口，只有2把大锁挂在了门前。谭云掏出一根铁丝，熟练地插入锁孔中，不一会2把锁便都开了。你在外面看着，我自己进去。沈乐林说完便一个踏步走了进去。大夫人大概还想让年婆子活着问出些什么，整个柴房阴冷不像样，但年婆子身上的衣裳却还算厚实，借着微弱的月光，隐约能看到地上有一个人，他蜷成了一团。沈乐林走近身，蹲了下来，他伸手在年婆子的鼻子下面探了一下，确认他还活着。沈乐林露了个笑脸，大概是察觉来人了。年婆子艰难地睁开了眼。小姐，怎么是你？年婆子极力用手撑起自己的身体，她的声音十分干涩，似乎发音都有些艰难。沈乐林笑了，只是那笑意丝毫不达眼底。我来看看你啊，看看你怎么死的。年婆子没听出他语气中的含义，还以为他是来救自己的，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突然伸手拉着沈乐林的衣摆道：吴小姐，吴小姐，奴婢是冤枉的，是冤枉的。我知道呀。沈乐林说这话时不带一丝感情，却莫名的让人心生寒意。您知道，那武小姐，您帮我去找夫人好不好？我听闻沈乐林相信自己的是无辜的，年婆子更是将他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的手更用了几分力气，但沈乐林根本不为所动，只一个劲的对他灿烂的笑着。武小姐，你年婆子终于察觉到不对，这武小姐怎么会这么晚来这个地方？怀疑的看向他。沈乐林刚重生回来的时候，一想到年婆子就想将他的手脚全部打断，舌头割掉，然后找人好好伺候他3年，
让他感受一下那种尊严被人踩在地上的感觉，感受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但此刻他被没了那个心思，他看着面部逐渐扭曲的黏婆子，心道：前世你折磨我3年，今世我要你一命，很公平，不是吗？吴小姐，你是你，我与你无冤无仇。沈乐灵被他的话心中冷笑，此时当然无冤无仇，可等到上辈子那样有仇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报了。既然如此，还不如自己提前结果了你。良久，沈乐灵又绽放了一个笑容，终于开了口道：黏婆子，你该上路了。但那抹笑容在黏婆子眼中看来却是极为残忍。为什么？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沈乐灵对他的称呼有什么不对。他伸手抓住沈乐灵的衣袖，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沈乐灵没有理会于他，而是从身上拿出了一根银针，眼睛紧紧地盯着黏婆子的双目。见他眼中流露出些许的慌乱，沈乐灵笑道：黏婆子，不用怕，很快的。说完，一直将他的头颅揽在胸前，右手将银针高高举起，随后准确插入到了他的百会穴。原本还在极力挣扎的人顿时没了反应。沈乐灵坐在柴房里，眼底也流下了2行清泪，不知是为受尽折磨的前世，还是今生即将双手沾满血腥的自己。等在门外的谭云半晌没有听到里面的动静，不由得出声提醒道：小姐。沈乐灵一把抹掉脸上的泪水，又从黏婆子头上拔出了银针，这才走出柴房。谭云见沈乐灵完好无损，一句话也未多言，将那2把锁上好后，这才带着沈乐灵一路往静园的方向走去。房中的思雨和雅涵显然等得有些焦急，一见沈乐灵回来，都忍不住上前问道：小姐，谭云没出什么问题吧？沈乐灵摇摇头，笑道：你们是不相信谭云的功夫，还是他对这府里的熟悉度啊？见2丫头面上还带着些僵色，安慰道：放心吧，都已经处理好了。思雨年龄大些，见沈乐灵这样说了，连忙让雅涵和谭云退下，自己留下照顾沈乐灵休息。待沈乐灵躺下后，思雨轻声问道：小姐，真的没事吗？您今日回来脸色不太好。沈乐灵笑着摇摇头，看着头顶上的床幔道：没事，第一次杀人到底有些不习惯，没关系，慢慢会习惯的。第21章玉洁。思雨听了沈乐灵的话，立刻在他的床边跪下。沈乐灵从床上坐起，有些不解地看向思雨，见他眼角开始闪着泪光：你在为那针线房的秀女不值？思雨摇摇头道：怎么会，小姐想要她的性命，定然是有小姐的理由。那你为何？小姐，奴婢是在担忧你啊。思雨说着，眼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出来。她擦擦眼泪道：奴婢不知晓为何小姐对侯府如此忌惮，但小姐这样做一定有非要如此的道理，只是小姐，今日这事以后让奴婢或者谭云来做就行，莫要再脏了您的手。沈乐灵沉默了一会，问道：我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刚刚思雨为沈乐灵宽衣之时把了他的脉搏，他当时只是装作不知罢了。思雨见沈乐灵点出来了，这才道：小姐的身体倒是没什么，只是郁结于心，长此以往恐将。沈乐灵看着思雨梨花带雨的样子，恍惚间想起前世他也是这样跪在自己面前，苦口婆心地哭诉道：小姐，您如今身子这么差，就不要再管大小姐那边的生意了，还有姑爷那些乱七八糟的，您也先别管了，还是得先将养为主啊。可是那时候自己是怎么回答他的？自己总是说姐姐如今在宫中不太方便，相公又不太通这些术务，我不管，还有谁能管呢？思雨说的次数多了，自己还会冷下脸，觉得他是在故意离间自己和姐姐和李尚挺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这丫头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每每关心的都是他的身体罢了。你先起来吧。沈乐灵柔声说道：我知道了，日后我会注意的，你也不必着急，这身体不是还要你帮我调养的吗？听着沈乐灵的安慰，思雨眼中的泪水更凶了，他忙拿出帕子擦了擦，坚定道：奴婢一定尽全力帮小姐调理好身子。第二日一早，秀娘阿娟的尸体在柴房里被发现了。大夫人皱眉语气有些不满地道：如此不惊动，既然死了，就拉到乱葬岗里去吧，让这府里的下人多好好看看清楚，被主的奴才都是什么样的下场。二夫人听了，则又不知撕烂了多少条帕子，气得直嚷嚷着要与戴夫人势不两立。自那以后，这侯府后院斗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不是今日个管厨房的大房客扣了二房的伙食，就是明日个管针线的二房多拿了匹大房的布料，不是大夫人的亲信被查出偷捞油水，就是二夫人的陪嫁扯着侯府的大旗在外面仗势欺人。总而言之，就是各有胜负，棋逢对手。用老夫人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后院没个消停的时候。隔山观虎的沈乐灵看着斗得不亦乐乎的两位伯母，嘴角也不禁勾起了一抹笑意。这世上果然只有你的敌人是最了解你的，
两位伯母做了10多年的妯娌，这争斗起来果然十分精彩。院子里正好小丫鬟们一块堆雪人的小阿周，看到倚在屋檐下的沈乐玲，小跑过来，像个小太阳一般，扬着红彤彤的脸蛋道：“姐姐，姐姐，快来帮我堆雪人！”尔荣姐姐堆了一个好大好大的雪人哥哥。这孩子，因为大哥每日都要去国子监，没有大哥的陪伴，于是先堆了个雪人哥哥。沈乐玲笑着应了下来，故意走在他的身后，随后趁他一个不注意，偷偷捏了一小块雪团，准确地扔在了他的背上。突然被偷袭到的小阿周没料到自家姐姐如此不讲道义，气鼓鼓地转头蹲下身，也捏了一小团雪扔向沈乐玲，嘴里还嘟囔道：“姐姐坏。”但气性冲昏了他的头脑，一时没掌握好距离，那小雪团还没挨到沈乐玲的身上就落了地。小阿周见状，立马开始找帮手起来：“尔荣姐姐，快来帮我！姐姐拿雪团打我！”原本在一旁开开心心堆雪人的尔荣一时愣住了，不知自己该如何反应，却见小姐身后的思雨朝自己扔过来一块雪团，还笑道：“你帮小少爷，我就帮小姐砸你。”尔荣这下没了顾忌，立刻朝思雨迸发出猛烈的攻击。沈乐玲见状，干脆一声令下，让院子里的小丫头全站在小阿周那一边，自己则和思雨、雅涵和谭云一组。小阿周原本见自己这边人多，还笑哈哈的，但没过多久，见识到谭云的命中率后，对着沈乐玲扯着嗓子大喊道：“不公平！”结果被沈乐玲扔过来的一块小雪团，好巧不巧砸在了他的小脑袋上。这下小阿周也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了，他的小目标就是打到沈乐玲这个坏姐姐。三房孩子的笑声在静园的上空之中荡漾开来，但大房和二房的孩子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大房的沈木青自是不必说，每日都要抄写经书，不是他吐槽这毛笔实在是真的太难写了，他本就写硬笔字写惯了，后来更是习惯电脑手机码子，如今直接倒退回写毛笔字的时代，不仅要写，还得写好，否则就是没有定性，对皇家不敬。即使有原身写簪花小楷的技艺，但这毛笔字讲究实在太多了，又费手腕，若不是这大魏皇权至上，他是一个字都不想动的。但好在沈乐月这个庶妹也算得用，主动来模仿自己的笔记，帮自己分担一些。其实沈乐月也不愿意啊，但生他的姨娘早早的去世了，能在大夫人眼皮子底下活下去的唯一方法，无非就是伏低做小，成为衬托他女儿的绿叶。不得不说，这些年他一直都做得很好，甚至一度沈木青还将自己当亲妹妹一样对待。只是不知为何，自从他大病一场之后，似乎就比从前聪明了不少，待自己也不如以前亲近，也不知是不是突然开窍了。这一次虽说沈木青让皇家不喜，但那郡主的名分却是实打实的。更何况就算全世界都能瞧不起沈木青，而在大夫人手下讨生活的自己，也只能一直捧着沈木青的臭脚。二房的沈乐轩和沈乐宇也无比郁闷，近来不知母亲和大房的那位怎么了，一副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样子，连累着他们两个也整日被母亲拘在房里绣花，像是生怕出去惹了麻烦一般。第22章，不准欺负我大哥。玉珍的风寒养好回到静园时，已经临近过年了。他的回来让谭云十分的不爽，他又不能在院子里耍他的烧火棒，只能躲在屋里扎马步了。思雨和雅涵则十分懂事的上前嘘寒问暖了一番，还道他病刚好，好好将养身子，不用急着伺候小姐。玉珍这20多日在大房的偏院里，若不是他老子娘在大厨房当值有些脸面，他怕是要死在这场风寒之中。想到这些时日五小姐时不时送来的糕点和衣物，此时又见到五小姐房里的两位姐姐对自己如此关心，眼眶都忍不住的红了。但随即又想起来之前大夫人的吩咐，连忙说自己身体已经大好，可以当差了。思雨连忙又安抚了两句，就让他去正屋给沈乐玲磕了个头。沈乐玲关怀了两句，见他执意不肯休息，就让他明日一早再来当差。雅涵送他回房后，不一会就气呼呼的回了正房。思雨见他鼓着一张小脸，笑问道：“怎么了？他惹着你了？”雅涵撅着嘴冲沈乐玲道：“小姐，这玉珍嘴上说着要报答小姐不能耽误干活，实际上呢，一进门就开始问东问西，那架势恨不得将咱们三房这些时日的行程全打听个清清楚楚呢。”思雨听完，眉毛也竖了起来，骂道：“这小妮子，这些时日若不是小姐时不时送些好东西给她，恐怕她早就去见了阎王，如今居然还敢帮着大房打听小姐的事，果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白眼狼这个形容还真是贴切。沈乐玲忍不住朝思雨投去了一个赞许的目光。雅涵问道：“小姐，这玉珍在咱们院子里总归多有不便，您看是不是要想想办法？”“不急，等开春吧。”沈乐玲望着窗外的雪景，不急不缓地道：“开春了，咱们就该出这静园好好看看这皇城中的风景了。”原本沈乐玲是真打算过完年再开始搞事情的，没想到这侯府里的风没有停歇的时候，让她想休息一下都不得空闲。
国子监的课程一直上到了12月23日，而整个宁国侯府唯一有实职在身的沈文珍，却还得勤勤恳恳地上衙到12月25日。宁国侯自从被景瑞帝撸了官，除了大朝会，平日也无所事事，不是在小妾那里偷得浮生半日闲，就是和几个酒肉朋友出去寻欢作乐，日子过得好不悠哉。即使这样，他还不忘洋洋得意，自己有先见之明，将三弟召回了京中，否则如今这整个京城的官场，他们宁国侯府起不是无人了。比起宁国侯，二老爷沈文亨则是脸面都不太顾及了，一头扎进了温柔乡。平日里除了要钱，压根就想不起自己在京城还有一个家，连院子里那7个姨娘也根本留不住他的心。临近过年，不知是不是老夫人将大夫人和二夫人叫过去敲打了一番，二人偃旗息鼓，侯府重新回到了一派和气融融的景象。这一日，工部尚书家的2位公子和1位小姐到宁国侯府做客。大夫人张氏的娘家是工部尚书府，但她并非嫡女，而是张老夫人陪嫁所生，自小失了姨娘，就养在了老夫人的院里，与哥哥张一绵关系甚好。当初若没有张一绵的支持，张氏也没法嫁到这侯府成为这当家夫人。大夫人的娘家侄女来府中做客，沈慕清终于有了出门的借口，虽然仅仅是出了他那个小院子，为了让梁府的人更加亲近，免得日后走在路上都不知道这是自家亲戚，大夫人还派人去2房3房，让孩子们都到花园里去认识认识。自从到了京城，小阿周身上的衣裳就没有少过，今日也一样，被将市里3层外3层包的像一只胖胖的圆球一般，走起路来很是有些费力。身上还挂着圆圆的项圈，走起路来不是项圈上的小铃铛响，就是他哎呀哎呀艰难行走的助兴声。此时他牵着沈乐林的手哼哧地走到了花园，身后只跟着思雨和一个小丫鬟。此时花园的凉亭中已经坐满了人，凉亭里位次也极为讲究，沈木朗和张家2位公子坐在中间。沈慕清一身白衣如雪，眉间似有万千愁绪解不开的模样，和张家姑娘坐在北方，沈乐月和2房的2个姑娘分别坐在他们两侧，唯独沈慕渊一个人格格不入地坐在南方。沈乐林还未进到凉亭，便听见了亭中张家的一位身穿湛蓝色绸缎棉衣少年的一句：沈慕渊对堂兄与他人动手都能袖手旁观，我张鹏飞时在羞于与他为伍。他说的是前日国子监放假那日，户部侍郎之子官员中在经过沈木朗时正聊起蜂窝煤的好处，沈木朗以为人家存心羞辱，于是发生了口角，后面还推搡了2下，正巧张汉飞路过拉了架。当时沈慕渊就在旁边，见没什么事，转身就走了。可没想到当时人没说什么，今日却在家中朝沈慕渊发难了。沈乐林牵着小阿周沉着脸走进，那亭中的所有椅子上都安置了厚厚的垫子，又摆上了4个熏炉和2个蜂窝煤炉，蜂窝煤炉还烧着2壶开水，随时给大家添置茶水。那张鹏飞乃张一绵的小儿子，平日里被家中常被宠坏了，今年16岁，连个童生都没有考过，上辈子也是个浪荡子，据说后面在家都已经大大方方的养起了娈童，丝毫不顾及颜面。那身穿一件淡青色的银丝彩褂是张一绵的长子张汉飞，今年18岁，已经有了举人的功名，上辈子一直爱慕着沈慕清，后来在沈慕清的撮合下娶了2房的沈乐轩，后来据说家中也不甚和睦。想到这，沈乐林忍不住吐槽，这沈慕清到底是怎么想的，将对自己念念不忘的男子全推给了自己的堂妹们。至于那一身华服，容貌秀丽的笑起来，嘴角还带着一个浅浅酒窝的女子，便是张一绵的嫡女张丽和，今年13岁，上辈子对沈慕清很是崇拜，后面嫁给一个官宦之家，据说后院也是一阵鸡飞狗跳。听到张鹏飞如此不客气的话，沈慕渊显然也有些生气了，也站起身来道：张鹏飞，你不辨是非，不问经过，便轻易下此判断，我沈慕渊才不愿与你为伍呢。沈乐林听了摇摇头，自家哥哥这样耿直，在别人的场上很容易吃亏的。果然，原本还想训斥弟弟的张汉飞一下子不出声了，而沈木朗则厉色喊道：沈慕渊！接着一副好哥哥的样子，给他扣下了顶帽子。阿渊，鹏飞表弟怎么说都是来府中做客的，有你这样的待客之道吗？眼见2房2位眼中的事不关己，大房2位姑娘的幸灾乐祸，再到张鹏飞的洋洋得意，沈乐林很是生气，也顾不得藏拙，正要进去与他们掰扯掰扯，察觉都哥哥被人欺负的小阿周率先一步甩开了他的手，迈着他的小短腿向亭中跑去，站在沈慕渊面前，奶声奶气地道：你们不准欺负我大哥。第23章初露锋芒。众人看到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团子，显然都忍不住有些想笑。张丽和还凑近2步，看着小阿周认真的小脸蛋，道：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小阿周大概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已经很凶了，但大家为何却都在笑话他，心中有些挫败感，不由得再次昂头，奶凶地道：阿周才不是小家伙，还有你们都是坏人。张鹏飞笑道：哈哈，沈慕渊，你不会让这么个小东西给
给你撑腰吧。此时庭中又走进了一个少女，她眉眼细长，肤若凝脂，穿着一身粉色的小袄，衬得整个人娇羞可爱。但偏偏一双眸子如幼兽一般清澈，却也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薄唇也抿得紧紧的。沈乐林进来后，也不看其他人，轻声道：“阿周，过来，随姐姐给各位哥哥姐姐见礼。”小阿周虽不愿，但姐姐都发话了，还是乖巧的走到沈乐林身旁，握住了他的手心。沈慕清此时也站起身，笑嘻嘻的帮沈乐林介绍着庭中3个陌生的面孔。庭中之人自然也在观察着沈乐林，白净的小脸，细腻的肌肤，双眉修长如画，双眸闪烁如星，却又带着倔强与防备。一身淡粉色棉袄，白狐比肩挂衬的她清透可人，小小年纪就已经颇具美人之相。沈乐林带着小阿周一一称呼过后，张鹏飞有些不怀好意地道：“还是这五妹妹懂礼貌啊，这做妹妹的比做哥哥的都还要懂事啊。”沈慕渊听着他那阴阳怪气的话语，忍不住皱眉。沈乐林面上却带着恰到好处的笑意：“张二表哥说笑了，我哥哥可是连青山先生都夸奖过，心性甚善，为人敦厚。二表哥刚刚莫不是想说青山先生识人不明吧？”张鹏飞的脸色瞬间凝固住了。张汉飞和沈木朗则瞪大了眼睛。青山先生夸过这小子？青山先生乃江南大家，诗书一绝，乃天下读书人的表率，其弟子更是遍布大魏官场，每年都有无数的学子前往苏州，就只为了有机会听一听青山先生一言半语的教诲。若青先生都夸奖于他，那张鹏飞刚刚所说的话，要是被青山先生那些弟子听到，怕是仕途以后都走不了了。然后谁也没有注意到沈慕渊有些涨红了的脸。张鹏飞大怒，用手指着沈乐林道：“你！”张汉飞则拉着了弟弟，起身朝沈慕渊拱了拱手，道：“青山先生所言自然不会有错，只是当日为我亲眼所见，还望沈家表弟日后对自家兄弟还要多些友爱。”沈乐林冷冷地看着张汉飞，接着唇角微微扯出了一个毫无笑意的弧度，淡淡问道：“我们三房入京后，张家表哥和表姐头一次到这宁国侯府做客，不知为何却要在府中指责我哥哥？”说完又看向沈木朗，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无辜地问道：“难道大哥哥都不帮我哥哥说两句吗？刚刚不是还说要兄友弟恭吗？”沈慕清微微眯起眼，万万没想到这平日里跟只病猫一样的五妹妹嘴皮子如此厉害。沈乐宇差点笑出了声，被姐姐沈乐轩扯了扯衣袖，才堪堪忍住。这张家表哥话里话外说二哥哥不帮大哥哥，结果五妹妹这一句把皮球又踢了回来。被点名的沈木朗一下子僵在了那里，有些说不出话。他总不能说这事就是他挑起来的吧？这两件事能一样吗？张鹏飞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沈慕渊是在外面哥哥和别人打架都在袖手旁观，而如今我们都是一家人，也主要是在教沈慕渊如何做个好弟弟。沈木朗听了也搭腔道：“二弟五妹妹，这张家表哥也是好意罢了。”沈乐林压根不吃这一套，那听大哥的话，还要多谢工部尚书的两位公子，是专程来到我宁国侯府教导我宁国侯府的少爷呢。说完又一派天真浪漫的模样道：“一会小妹我就去告诉大伯父，定然会让大伯父好好感谢于你的。”张鹏飞一时接不出来话，即使他再不学无术，也明白没有谁家主人喜欢外人再替自己教导孩子的。今日沈乐林这话要是传入他爹耳中，怕是回去要吃排头了。连二房的两位小姐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是啊，这二哥就算做的再不对，也轮不到别家的少爷在自己家里教训啊。沈慕清连忙起身打着圆场：“五妹妹，你误会了，张家表哥们自小与我们家亲近，这次也是怕外间传出对二哥哥不好的名声，才出言劝导的。”张汉飞朝沈慕清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目光。欧大姐姐还真是善心，二表哥如此口出恶言，原来只是出言相劝啊。沈乐林意味深长地拖长了音调，听得众人纷纷皱起了眉头，但当着沈慕清的面如此嘲讽，却让他心中感到无比的畅快。沈慕清也紧紧皱起眉头，一双眼睛毫不顾忌地打量起这个自己一直忽视的五妹妹，怎敢对自己如此不敬。沈乐林也看向沈慕清，上辈子这时候的沈慕清，在沈木朗的带动下，与国子监陈继久在酒楼来了个偶遇，将陈继久夸赞一番后，随口就吟出了一称得上千古名对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陈继久不仅当即拍手叫好，邀请沈慕清亲手将此联写下，要将此对联挂在国子监门口，供天下学子瞻仰。沈慕清自然是一大顶高帽子给陈继久一戴，将此扬名立万的机会让给了陈继久。自那以后，沈慕清就是无数文人墨客心中的神女，为他写下无数诗词与文章，同时他也稳住京城第一才女的宝座。而三皇子和六皇子更是从此成了他的裙下之臣，每隔几日都会找借口来宁国侯府想办法见上他一面。但如今还有3日就要除夕了，上辈子的那些爱慕者居然只来了个张汉飞。沈乐林的目光在沈慕清身上一扫而过，微微蹙眉，失了才女光环的他居然变得如此普通。
沈慕清捕捉到沈乐林的神态，更生气了。他刚刚的眼神是在瞧不起我吗？正当众人此时到此为止时，沈乐林却没想到就这么放过他们。于是他一脸关切地问向沈木朗：“大哥，不知你为何要与同窗打架？国子监不是做学问的地方吗？”再次被沈乐林点名的沈木朗神情更是尴尬，心中也是十分郁闷。这五妹妹为何每每都要点自己的名？问的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回答。但他总不能说是因为蜂窝煤的事吧？那要大妹妹如何做人？于是避重就轻道：“也没有打架，只是有些争执罢了。”沈乐林轻轻蹙眉，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刚刚张二表哥说我哥哥对堂兄与他人动手都能袖手旁观，张大表哥说是他亲眼所见，大哥又说只是起了争执并未动手，为何明明是一件事，几位哥哥说的都不一样？接着面上一凝，眼波中流出微微讽刺。这一件事原来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啊！那三人被他说的面上一阵红一阵白。张鹏飞气得上前几步，想要冷冷地逼视沈乐林，不想沈慕渊一个一步将他挡了个严严实实。张二表哥，你想干嘛？张汉飞见状轻喝道：“二弟。”张鹏飞见哥哥呵斥，这才一甩衣袖，气鼓鼓地坐了回去。张立和也面色不愉，忍不住小声地对身旁的沈慕清道：“表姐，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啊。”沈慕清眯着眼看着沈乐林，倒是没想到这个妹妹还真有几分极致，如是在前世还能参加个辩论赛什么的，但如今在家中如此与自己作对，难道她是恶毒女配？沈乐林又从沈慕渊身后探出脑袋，见众人的神色，淡淡问道：“张大表哥，听闻你是陈继久的弟子，不知你师尊袁聪先生之前所说过的未知全貌，不予置评，以为如何？你一不知晓大哥为何与人起争执，二不明白我哥哥为何没上前，便直接来到我家中指责，此事怕有不妥吧？”张鹏飞一听，立马又从凳子上蹦了起来：“你还蹬鼻子？”只是他还没说完，就见他哥哥张汉飞认认真真向沈乐林行了一礼，道：“多谢表妹提点，表兄受教了。”见自家哥哥向一个小丫头片子低头，张鹏飞暴怒，但又不敢上前打他。刚刚自己逼近的时候，沈慕渊的眼神差点没把自己剐了，于是只能站在原地跳脚，口无遮拦道：“大哥，你怎么能向这下贱的庶出之后低头呢？”此话一出，沈慕渊的面色立即阴沉如雨，沈乐月也握紧了手中的帕子，沈木朗和沈慕清的脸上也不甚好看，只有二房的两位小姐忍不住拿帕子捂住了唇。张汉飞原本想阻止弟弟，不想却还是晚了一步，于是只能再次向沈乐林道歉。沈乐林却乐了，皮笑肉不笑地道：“张大表哥还是赶紧跟大哥和大姐也道一下歉吧，也不知大伯母知晓张二表哥如此说，他该如何的伤心难过。”被点了名的沈木朗这下脸彻底黑了。谁都知晓大夫人最为在意的就是他庶出的身世，当年张一绵还在工部当个小官，张夫人在大夫人面前不甚提起，大夫人直接气得回了侯府，与张家断了半年的往来。后来要不是张一绵亲自前来赔罪，大夫人还指不定生气到何时呢。如今这话要是传到大夫人耳中，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张鹏飞一面朝沈木朗道，一面又转身看向沈乐林：“你。”张汉飞和张立和也赶紧阻止他，生怕他再说出什么得罪人的话来。沈慕清抢笑着出来，表现他的大度，道：“五妹妹，刚刚二表哥多有得罪，大姐姐我这里代他向你和二哥哥赔个罪，还望二哥哥和五妹妹莫要在意。”张汉飞见此，眼睛就像粘在他的身上一般，即使到了这种情况，表妹依旧愿意为他们说话。沈乐林还未开口，沈慕渊就跟开窍了一般道：“大妹妹放心，只要大哥和大妹妹不生气，我和弟弟妹妹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见沈慕清被哥哥噎住，沈乐林忍下唇角的笑意，轻咳两声道：“今日天气严寒，小妹身子不适，就先回去休息了，还望表哥表姐见谅。”说完，看也不看庭中人的脸色，牵着弟弟转身离去。沈慕渊给大家拱手行了一礼，自然也跟上了。沈慕清看着这兄妹三人的背影，手中的拳头慢慢握紧。这是我的世界，一个小小庶女居然敢如此忽视于我，看我日后如何整治你这个恶毒女配。第24章魏寒。沈乐林三兄妹回去的路上，小阿周像是一个小迷弟一般，紧紧地拉着姐姐的手，一路上还不停地说：“姐姐真厉害，姐姐最厉害了。”沈慕渊看着圆滚滚的弟弟如此狗腿的样子，忍不住吃醋道：“大哥就不厉害了？”小阿周停了步子，认真思考了一会，随即又蹦蹦跳跳地道：“大哥第二厉害。”沈慕渊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他看着妹妹，刚刚妹妹短短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将青山先生、大伯父、袁聪先生，最后连大伯母都被妹妹拉了出来，说的那一大帮子人哑口无言，确实很厉害啊。但随即想到妹妹几日说的话，有些扭捏地道：“妹妹，那日青山先生所说的那话，不是在夸我。那年沈文珍带着一双儿女去拜会青山先生时，青山先生的原话是：此子心性甚善，为人敦厚，然聪明不足，若要入官场，
怕是会吃不小的苦头。反而对沈乐灵的评价是心性沉凝，聪颖敏锐，必非池中之物，只可惜身为女子，可惜呀。沈乐灵笑容明媚，可那话明明就是青山先生所说啊。阿玲又没有骗人。沈慕渊说不过妹妹，一时有些纠结地皱紧了眉头，却听小狗腿高声应了句：“姐姐说的对。”沈慕渊一下子被弟弟逗乐了，将圆嘟嘟的他抱起，冲着他的小脸道：“你知道你姐姐在说什么吗？就说她说的对。”小阿周被哥哥问了一愣，不疑会道：“姐姐说的都对。”逗得一旁的沈乐灵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沈慕渊看着笑颜如花的妹妹，拍拍她的小屁股，道：“是，你姐姐我妹妹说的都是对的。”随后沈慕渊又问道：“妹妹，你不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沈乐灵歪着脑袋看向一旁目光清澈的哥哥道：“是哥哥的错吗？”“当然没有。”沈慕渊赶紧否认道。“那阿玲就相信哥哥。”沈慕渊听妹妹如此相信自己，心中更是暖洋洋的，觉得自己受到忽略的小阿周赶紧争宠道：“阿周也相信哥哥。”逗得两兄妹哈哈大笑。回到自己屋内的后，思雨便安排院子的丫鬟全去扫雪，见屋中只剩自己和沈乐灵，才有些担忧地道：“小姐，今日这是大夫人那边恐怕不会善了。”沈乐灵捂着汤婆子，懒洋洋地靠在软垫上，看着屋外指挥的雅涵，不甚在意道：“若那张汉飞真的聪明，自然不会将今日之话传到我那大伯母耳中，否则比起咱们，他们这娘家侄儿们怕是更被大伯母记恨。”思雨依旧有些不放心地道：“但若是大夫人那边还是知道了，那小姐这段时日的藏拙。”听着思雨语气中的不安，沈乐灵挑眉盯着他道：“思雨，你以为我一直躲在这幕后搅乱风云，是怕了大房？”思雨忙道：“不敢。”沈乐灵轻笑一声：“如今的他不过是纸老虎罢了，就算对上了又能如何？之前一直躲在后面，只是这京城的冬日太冷了，我有些畏寒罢了。”“是啊，那3年偏远的日子里，每一年的冬日又漫长又难熬，2床薄薄的被子，他一盖就是3年。年婆子也会比往常懒散一些，隔三差五的随意给自己喂些食物，就这样，为了知晓觉儿的死因，硬生生的挺了过来。重生之后，落下了畏寒的毛病。往年在苏州倒也还好，如今在这京城就越发明显了。”说到这，沈乐灵看向外面扫雪，却时不时抬头往屋内看的玉珍，隐隐有些期待地道：“其实张家将此事捅出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日后和大夫人直接对上，张家人也会因此心存芥蒂。特别是张夫人，多年前大夫人如此下她的脸，他想来也是铭记于心的。”思雨立马明白了沈乐灵的心思，立即出门叫道：“来个人给小姐添些茶水。”雅涵还未吱声，玉珍就立马扔掉了自己的扫帚，道：“就来了。”随后小碎步往屋内走，经过雅涵时还朝他笑了笑。走到屋檐底下，思雨拉着玉珍的胳膊，小声嘱咐道：“小姐今日在外面受了气，你一会可要好好伺候着。”玉珍心下迷茫，不是刚刚去见大夫人娘家的侄儿吗？怎么就心情不好了？她犯苦，却还是硬着头皮进了屋。待玉珍进去后，思雨走到雅涵面前，低声说了2句，又大声道：“盯紧点，这雪不扫干净，当心小姐脚滑。”玉珍一进屋就见向来和善的五小姐沉着脸，她规规矩矩的茶杯里小心的添了水。“小姐，外面的雪估计还有半炷香就能扫干净了。”思雨面带着笑意走了进来，可沈乐灵就抬头朝窗外看了一眼，不咸不淡的回了一句：“这下原本还想开口打听什么情况的玉珍，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过了一会，雅涵进来了，笑嘻嘻地道：“小姐，雪已经扫完了。”随即立刻发现小姐兴致不高，于是大大咧咧问道：“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思雨忙道：“玉珍，你先出去吧。”玉珍乖巧的一俯身就退了出去。接着思雨在房中将今日的事掐头去尾，主要是张鹏飞那番庶子庶女的话说了出来，不过也并没有说沈乐灵当时反驳的话语，生怕玉珍听完不敢回去禀报了。雅涵听完也十分气愤道：“这张家的公子怎能如此说呢？”门口的玉珍见听得差不多了，忙小碎步开始往外跑。她在五小姐这里这么久了，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这次五小姐终于出了趟门，还有大夫人娘家侄儿有了间隙，这是得赶紧告知王嬷嬷。他人一走，谭云便走了进来，道：“小姐，玉珍朝墨韵堂的方向去了。”雅涵平日和玉珍相处的最多，此刻实在气呼呼的道：“小姐连联系她平日里什么脏活累活都不让她干，我还以为她能心存感激，没想到屁大点事就急急忙忙去给大房禀报去了。”沈乐灵心中冷笑，这辈子玉珍刚来是自己她一派天真的模样，自己甚至在回忆上辈子是不是自己有哪里没有做好的地方，才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所以玉珍来了后，自己虽不信她，但从未苛待过她，相反时不时给她的小东西比思雨和雅涵都还多。但原来有些人骨子就是这样，就连被王嬷嬷带过去狠狠教训了一番后，还是对那边忠心耿耿。
毕竟指望他感激，还不忘指望条狗来得快。跟陈嬷嬷说一声，这几日对大房那边送来的东西都警醒一些。沈乐灵目光幽深，语气淡然道。房中的丫鬟们正气愤着，院子里传来了一声奶声奶气的叫喊：“姐姐，吃点心了，可好吃了。”沈乐灵朝外一看，小阿周2只手端着一个小盘子，盘子上落着3、4块白色的糕点，她欢快地迈着小短腿就走了进来，脖子上的小项圈还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身后还跟着一个婆子。一进屋，思雨就凑上前去，一见她小嘴旁还沾着不少的小白屑，乐了，调笑道：“阿周少爷，这是吃糕点吃饱了吗？”小阿周显然没想到思雨姐姐一下子就揭穿了他途中偷吃的行为，瞪着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非常无辜地问道：“思雨姐姐怎么知道的？”沈乐灵也看着这个像个小元宝的傻弟弟，笑出了声。第25章告状。映月轩，二夫人听着自己2个闺女将凉亭中的情况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心中暗喜。是啊，张氏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庶出罢了，如今他整日挂在嘴上的好侄儿都如此瞧不起他，看他如何还有脸面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的。同样的，他也没料到自己一直忽视的五侄女一张嘴皮居然如此厉害，于是忙又将五侄女说的话细细问来。二夫人一脸慈爱地看着自己的2个女儿：“你们日后与你们五妹妹都亲近亲近，跟她多学一学，避免日后吃亏。”沈乐语有些不乐意，撇撇嘴道：“世人都道女子要温柔贤惠，五妹妹如此嘴利，日后还不知旁人如何编排于她。”二夫人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她的额头道：“那都是外人嘴里说的，这女人日子过得好不好，还得看这手段是否了得。”见小女儿不服，大女儿不解的样子，二夫人不得不掰开揉碎了跟2个女儿讲：“从你们刚刚所说来看，这五姑娘说话不仅伶牙俐齿，而且有理有据。你们看那庭中那么多人，却愣是没一个说得过她，甚至已经成了举人的张汉妃都向她一个小女子低了头。且不说映月轩中二夫人的教育成果，莫运堂此时也并不宁静。王嬷嬷听了玉珍的话，就黑了脸，正犹豫着该不该将这事告与夫人知晓。此时急于立功的玉珍却道：“嬷嬷，这话想来大小姐和大少爷也是听到了，奴婢就是来告知嬷嬷一声，五小姐对此很是在意呢。”王嬷嬷听完这话，当着那么多的人面说的，夫人迟早是要知晓，若自己今日不将此事告知，日后夫人知晓玉珍今日前来的事，难免迁怒于自己。于是给了玉珍小块银锭，嘱咐她赶快回去，别让人发现了。一跺脚就往屋内走去。此时张家兄妹正在大房3兄妹的陪伴下，从前院沈木朗院中再往大夫人院中走去，打算朝大夫人辞行。不想等到了莫运堂，守院子的小丫鬟却道大夫人身子不适，刚刚吃了颗药，已经睡下了。众人一阵担忧，忙关心具体情况，不料小丫鬟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是啊，2个时辰前见面才神采奕奕的人，怎么这么一会就生病了？这下众人心中皆有了答案。沈木青和沈木朗满脸的尴尬，沈乐月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张汉飞和张丽和面露焦急，张鹏飞却是心中不快。刚刚在表哥房中的时候，明明就答应了今日自己口无遮拦的话不说与姑母听的，最后还是沈木朗和张汉飞2人打着圆场。张汉飞，既然姑母身体不适，那今日我们就先回去了，改日一定再来登门向姑母赔罪。沈木朗则道：“表哥说笑了，我娘亲入冬之后身体虚得很，今日想来是受了些寒，不必紧张，不如由我来送表哥和表弟表妹出门吧。”如此那就多谢表弟了。张汉飞表现得有理有节，只是最后目光还是不经意地落到了沈木青的身上。然而正在认真思索着什么的沈木青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神。今日那场大病之后，表妹似乎对自己越来越疏远了。原本今日还想找个机会好好问问表妹，如今看来怕是不成了。沈木朗带着张家3人走了。沈木青将沈乐月打发回了自己房，便径直带着丫鬟进了大夫人房间。一进屋，正在翻看账本的大夫人只微微抬了抬头，道：“回来了。”他们走了。沈木青坐在圆凳上点了点头，便试探性问道：“娘亲为何不见张家表哥们？”大夫人听着语气，便猜到女儿这是不打算告诉自己原委，于是扯出一丝笑容道：“为何？难道你不知道吗？”沈木青解释道：“虽说二表哥确实是口无遮拦了些，但这也不能全怪他，要怪只能怪五妹妹那张利嘴实在是太过厉害了。”沈木青自从认定沈乐灵是恶毒女配后，便一直在思考着自己应该怎么对付她。虽然他没看过剧本宅斗文，但《甄嬛传》他熟啊，但那些都是面对小妾们争宠的，对这些小姑娘适用的好像并不多。最终只有被他挑选出来的2段，一是安岭容扎小人被皇后拿捏，自己可以将那些东西想办法放在他院子里，毕竟古人是在意这些验圣之术；二是可以冤枉他小小年纪与人私通，只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这似乎也确实早了些吧。
正在为难之际，听到娘亲称病不见表哥表妹，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对宅斗不太熟悉，但这娘亲可是个高手，不然当年张府中那么多庶女，为何只有她能紧抱张老夫人大腿，最后还成功嫁给了自己那个便宜父亲？如今这大房后院里的小妾也不少，可除了个沈乐月，其他一个庶出都没有了。那些妾室平日里更是像只鹌鹑一样乖。于是想通了的沈慕清干脆将凉亭中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本来二表哥那不着调的话，就是不经大脑，被五妹妹气到了罢了，却不想五妹妹又故意提醒母亲您。听完这话的大夫人还没说什么，王嬷嬷俯身请罪道：“老奴听信一个小丫鬟不敬不实之言，贸贸然就来告知夫人，让夫人生气，还请夫人责罚。罢了，本就是那小丫鬟听着五丫头身边丫鬟所说的。”大夫人摆摆手，本来这一件事从每个人嘴里说出来都不一样，日后注意些就成了。王嬷嬷忙应了一声才退下，心中却讲玉真佑狠狠骂了一顿。沈慕清边说边观察着大夫人的神色，见她不急不缓，气得一跺脚，走到大夫人身边，拉着她的衣袖撒娇道：“总之，五妹妹真是难缠，黑的都能被她说成白的。母亲，你说，我们给五妹妹一点点颜色，瞧一瞧好不好？”大夫人面色凝固，皱眉道：“娘亲如何好去为难一个12岁的阁房小丫头片子？”见大夫人没有一口答应，沈慕清心中不爽，眼珠一转，信口胡诌道：“母亲，你不觉得我们之前太过忽略的这个妹妹了？仔细想想，当初引导我想出蜂窝煤的就是在五妹妹那。之前说五妹妹体弱多病，但今日见到她，显然已经大好。”沈慕清越说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而且五妹妹这病实在是恰到好处，她一病，老夫人就不能再折腾三婶子了。不得不说沈慕清这一波真相了。但此时的大夫人则一脸好笑的看着自家女儿的分析，带着些宠溺地道：“真这么讨厌她？”沈慕清见被母亲看穿，更像只没有软骨动物一般的靠在大夫人身上。母亲，大夫人拍拍她的背，目光幽深：“不过一个小丫头，既然阿青你不喜欢，那母亲就给他们三房一些教训吧。”这些天三弟妹的日子也确实过得太舒坦了些。第26章藿香香囊。除夕这日的清晨，烟雾弥漫着整个院子，萧瑟的寒风吹过干枯的树枝，一颤一颤的，连一片叶子都不留。一大早，沈乐玲就在思雨和雅涵的伺候下，艰难的起身来，穿戴整齐，来到爹娘院子里，等待着他们一同吃完早膳，就去老夫人院中。小吃货阿周已经规规矩矩的坐在桌上，只等着哥哥姐姐来开动了。一家人到齐了，丫鬟婆子们在陈嬷嬷的带动下都出去了，留一家五口好好享受亲密的时光。可谁知刚靠近江氏的沈乐玲便闻到了一股藿香的味道，循着味道便看到江氏身上所带的香囊。沈乐玲立刻便皱起了眉头，这慈安堂的老夫人最讨厌的就是这藿香的味道，原因好像可以追溯到老夫人未出嫁之前了。上辈子宁国侯2年后纳了一个小妾，那小妾是个张扬的，惹得大夫人十分不快，于是设计让她带了个藿香的香囊去见老夫人。谁知老夫人当场就发了好大的火气，叫嚣着赶紧将这小贱人给我打死。要不是宁国侯赶来的及时，当日慈安堂少不得要见血光。母亲，这香囊是……江氏见女儿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自己的新香囊，笑容温和道：“这个呀，是针线房的乔妈妈昨日送来的，说是老夫人最喜欢的香味了。”沈乐玲低头，这熟悉的套路明显就是大夫人的手笔。难道这乔妈妈早就被大夫人买通了？想看2房和3房斗起来，试探3房的实力。想到几日前在凉亭中的事，心中了然，难怪这几日大房都没动静，原来在这等着了。大夫人此次用如此毒辣的一招，估计是想一招就将他们一家人打趴下。见江氏面上流露出的笑容，沈月玲瞟了眼正给小阿周夹菜的爹爹，一派天真烂漫的问向江氏：“原来老夫人喜欢这藿香的气味啊？”果然，沈文珍一听，立刻就放下碗筷，问道：“这香囊是藿香味的？”他虽对那些香味什么的没多少了解，但在老夫人手底下讨了这么多年生活，对她的一些忌讳还是知道的。江氏有些茫然道：“这个妾身倒是不知。”说完又看向沈乐玲，沈乐玲连忙将思雨叫了进来，道：“思雨，你闻闻我母亲身上这香囊的味道是不是藿香？”思雨上前行了一礼，闻了闻，也不待江氏将香囊取下，就道：“老爷，夫人知道的，奴婢曾跟着苏州的老大夫略识了些药草，这香囊气味馥郁，有浓郁的树枝香加和着薄荷般的木香，确实只是藿香的气味。”沈文珍面色一沉，对江氏道：“这香囊不要带了。”看到夫人不解的样子，提醒道：“老夫人最厌恶的就是藿香，日后咱们院子里再莫要再出现此等物品了。”沈慕渊闻言张大了嘴巴，小阿周也瞪大了一双黑葡萄一般的眼睛。江氏面上一惊：“难道是二嫂子要害我？”沈文珍拍拍他的手，安抚道：“
此时断言为时过早。今日过年，先别想这么多。沈乐林也笑道：“不如母亲将这香囊留下，改日亲自去问问二伯母，是不是针线房的乔妈妈弄错了，免得冤枉了二伯母。”姜氏点点头，连忙将身上的香囊卸下，叫丫鬟进来收好。可不一会，沈乐林又对皱着眉的父母笑道：“爹爹娘亲，女儿想到一个好办法了，能知道是不是二伯母的主意呢？”由于之前与老夫人几番见面的不愉快，这一次三房早早吃完早膳，便守在了慈安堂门口。老夫人有了之前的教训，也是十分爽快的让他们一家人进去了。只是人依旧躺在里间，干晾着他们一家人。不一会，沈文亨领着二房的人到了，两房的人寒暄过后，姜氏故意走到二夫人面前夸赞道：“二嫂衣上的这海棠绣的可真好。”二夫人心下有些奇怪，但也十分配合的笑聊着。姜氏见二夫人没露出什么异样，心中隐隐有了答案。正说话间，宁国侯也领着大房一家子来了，可人群中却独独少了沈慕清的人影。大夫人来了，自然是要与妯娌寒暄，只是他走近后，闻到姜氏身上的沉香味，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随即不着痕迹地看了眼姜氏腰上的香囊，虽然颜色相近，但的确不是他准备好的那个。大夫人确认了自己的怀疑后，立即收拾好自己的眼神和情绪，但这一反应依旧被一直观察着他的姜氏捕捉到了。今日他听女儿的话，选了个外形差不多的香囊，将藿香换成沉香的，一来可以盖一盖藿香的气味，二来也可以试探一下是谁设计的自己。不想二嫂毫无反应，一向和善的大嫂法儿，难为今日大家到得这样早啊。老夫人的声音传来，众人连忙将目光投去。今日的老夫人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穿着件暗红色的盘锦扣小袄，领口还镶着暖色的玉松石扣子，嘴上还擦着鲜艳的口脂。而扶着她出来的还是宁国侯府的娇娇女沈慕清。沈慕清今日依旧打扮得明艳夺目，一袭静谧和色装锦袄裙，裙摆镶着并蒂荷花绣片，头耳畔的红宝石耳坠摇晃，晃人心神。她环顾一周，最终看向沈乐林的时候，带了丝让人不易察觉的挑衅。沈乐林见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朝他露出了个乖巧而羞涩的笑容。沈慕清心中冷笑，看来不仅是个恶毒女配，还是个白莲花一般的存在。待会看老夫人如何惩治你们母女。却根本没注意到他母亲向来挂着和善笑容的脸，此刻正抿紧了双唇。落座后，宁国侯便带着一大家子给老夫人行了礼，每人说了不少吉祥话。老夫人显然也极为高兴，嘴上不停地说着好好，特别是沈木朗上前时，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直到三房的孩子上前，才转成了淡淡的也算有些礼貌，弄得小阿周都不高兴地撅起了小嘴。好在宁国侯和恢复如常的大夫人带动下，才没有让场面冷下来。只是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坐在老夫人身旁的沈慕清迟迟不见老夫人提前藿香之事，有些焦急。主要他一个穿越人士，根本就分不清藿香和沉香的有何不同。见之前姜氏上前请安时，老夫人丝毫没有动作，还以为老夫人年纪大了鼻子不好使呢。眼见马上自己那便宜父亲就要带家中男子去祠堂，女子也要各回个房，沈慕清再也忍不住，起身迈着小碎步走到姜氏身前，看着姜氏身上的衣裳夸赞道：“三婶这衣裳的紫荆花真好看，像是真的一般。”二夫人眼皮跳了跳，这话自己刚刚似乎听过相似的。大夫人知晓自家女儿的意思，但她误以为女儿是闻得出沉香的气味，毕竟自己有一段时日很是喜欢。可不想沈慕清突然咦了一声，指着姜氏身上的香囊道：“三婶身上这香囊。”沈乐林嘴角勾起一丝弧度，这就来了。第27章砸到自己的脚。大夫人见女儿真没分出来，暗道不好，忙上前道：“阿青。”却被站在姜氏身旁的沈文珍抢先问道：“哦，大侄女，这香囊有何不对劲吗？”沈文珍在为官这么久，多少是有些斗争经验的，此刻自然也明白这香囊的事大概和大房脱不了干系。见自家爹爹超常发挥，沈乐林将自己刚刚伸出的脚悄悄的又收了回来。沈慕清听到大夫人的叫喊，还没来得及回头，沈文珍就给他递了梯子，等了几日的成果就在眼前了。沈慕清顾不得大夫人刚刚叫自己是什么含义了，笑道：“这藿香。”阿青再次出言阻止的大夫人声音有些极厉。沈慕清吓得立刻止住看话头，但在场的长辈们面色都已经黑了下来。二夫人震惊的目光下还露出一丝看戏的兴奋，而老夫人原本就比较高的颧骨如今更显突出了。至于小辈们，除了已经知晓此事的，都处于十分茫然的状态，一个香囊罢了，这是怎么呢？特别是沈木朗，难道是母亲和妹妹做了些什么？大夫人依旧是最先反应过来的那一个，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三弟妹不好意思啊，这小孩子家的分不清香囊的味道，你这沉香的味道是还有些草药的香味，阿青见识少，可不就是认错了。”
沈木青听了母亲的话，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这不是说好了的藿香吗？老夫人此时木着脸，将手在小脊上一拍，便让马嬷嬷将那个香囊取下。姜氏自然十分配厚的递与他，还小声解释道：“这是沉香的香囊，有静气安眠之效。”听到姜氏的回答，沈木青的脸上霎时有些苍白。马嬷嬷拿在手中轻轻闻了一下，递给老夫人的时候还轻声说道：“确实是沉香。”老夫人接过放在鼻下嗅了两下，这才将脸色舒缓了些，语气不善地道：“青丫头，以后莫要说风就是雨的。”大夫人忙替沈木青答道：“老夫人，这阿青还小，对这些香气哪里分辨得那么清楚？阿青还不快向老夫人和你三婶子道歉。”沈木青此刻才终于彻底相信了，姜氏身上带的根本不是母亲准备好了的香囊。他苍白的脸上带了些许委屈，耳上的红宝石耳坠更衬得他些许可怜。老夫人、三婶都怪阿青学艺不精，连沉香的气味都分辨不出来，还望两位长辈原谅阿青。老夫人轻哼一声。沈木青心中恼怒，穿过来这么长时间，这老夫人开心时就拉着自己的手，将自己的夸到天上去，一个惹他不高兴了，立马就翻脸，像逗弄猫狗一般。沈木青暗暗发誓，若有一朝自己得势了，定要给些颜色让老太太瞧瞧。姜氏就算再单纯，此刻也明白了始作俑者是谁，只不轻不重的讥讽了一句，还望大侄女日后说话还是慎重些的好。沈木青脸色越加不好看，但依旧轻声道：“谢老夫人和三婶子的教诲。”但紧握住帕子的那只手却出卖了他内心的情绪。宁国侯脸上忽明忽暗，冷冷地盯着这个惹事的女儿。二房的双胞胎拿帕子捂住了嘴，一副吃惊的模样，实际上遮住自己上扬的嘴角。看到妹妹眼中掩饰不住的笑意，沈乐轩还轻轻掐了她一把，以示提醒。而大房庶女沈乐月低着头，嘴角露出一丝嗤笑。二夫人此时也来凑热闹，年前她和大夫人斗得如火如荼，近过年的时候，在采老夫人的暗示下，双方停了手。作为宅斗高手的他，看到刚刚那一番，早已将事情的经过猜了个七七八八。见大房在三房面前吃了瘪，心中别提多高兴了。是啊，阿青，你如今年纪也不小了，明年就要及笄了，是个大姑娘了。日后这没有根据的话，还是不要乱说的好。沈木青看了眼二夫人，眸色暗沉，语气也有些僵。二婶教训的是。他面上宁静，心中却像狂风暴雨一般。怎么敢？这些人怎么敢这么对我？现在是怎么样？是个人就要上来踩我两脚吗？大夫人也不动声色地站在沈木青身前，看向二夫人，皮笑肉不笑地道：“二弟妹近来怕是颇为清闲，嫂子我这几日正为家中琐事烦心，不如二弟妹得空来我院子帮我看看账册。”不得不说，恢复了理智的大夫人说话还是十分有水平的，不仅讽刺了二夫人是闲得荒才越俎代庖，管他们大房的孩子，还当着大家的面大房说出要一同看账本的事，似乎不介意与二夫人分权，但看哪些账本却只字不提。若是二夫人真的答应了，他随便拿些陈年旧账打发了就是。在场的哪一个不是人精，多多少少都猜出了大房是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沈木朗连忙出来打圆场，乐呵呵地笑道：“老夫人，妹妹惹您不高兴了，一会孙儿回去再好好教训教训妹妹。只一点，今日是除夕，你可是我们家的老祖宗，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咱们宁国侯府明年气运才能好啊。”老夫人瞧见这个唯一的孙子庶子生的不算他的，心中的怒意也消散了不少，笑道：“你这小滑头。”随后又挥挥手道：“好啦好啦，都散了吧，该去祠堂的去祠堂，该回院的回院。”刚一出门，宁国侯就瞪了一眼大夫人和沈木青，小声道：“大过年的，你们就不能消停一些吗？”声音虽小，但此时刚出太夫人的院子，三房的人都聚在一起，还有不少丫鬟婆子，听到的人自然不少。大夫人嫁给宁国侯这么久，还没有被当着这么多人这样下过脸子，此时被说的脸上青白相交，嘴唇都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沈木朗扶着大夫人低声喊了句：“父亲！”提醒他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还是给些脸面自己的母亲。宁国侯似乎也懒得看大夫人的脸色，说完便带着沈木朗便走到二房三房处道：“二弟、三弟带着穆渊和穆周跟我去祠堂吧。”沈文亨从善如流地走了过来。沈文珍看向宁国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说完还冲沈文珍道：“今日这事，我自会给三弟一个交代。”沈文珍这才叫道：“穆渊、阿周，我们走吧。”等宁国侯带着府中男子走后，大夫人依旧站在那里大口的运气，一只手还紧紧地抓住王嬷嬷的胳膊，险些将王嬷嬷一把老骨头给捏碎了。沈乐林在姜氏身旁耳语了一番，姜氏便带着他和一直站在门外的尔荣，当着大夫人的面走到二夫人面前，道：“二嫂子，这是前几日针线房乔妈妈送来的藿香香囊，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还请二嫂子帮我还给乔妈妈。”
说着让尔荣将香囊交给了二夫人的贴身丫鬟。二夫人听了姜氏的话，心中暗恨，这大夫人居然还将自己算计在内。今日若是姜氏真将这货香囊带了过来，乔妈妈势必要被牵涉出来，这不是让自己一下子将老夫人和三房都得罪了吗？他身后的沈乐轩和沈乐宇也愣了一下，怎么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二夫人面色一沉，还是解释了一句：“三弟妹，这东西，二嫂我确实不知情。”姜氏点点头，拉着二夫人的手道：“二嫂，我既交给你，自然是相信你的。”大夫人见二人在自己面前一副好妯娌的样子，心中更加气愤，最后更是连面上的和善都不想再装了。我们走。第28章小厨房。今日这世姜氏自然是十分生气的，他与大嫂子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实在不明白他为何要如此陷害自己。沈乐玲虽一心想保护好母亲，但如今大夫人已经威胁到明面上来了，若母亲不看清她的真面目，在爹爹和自己顾及不到的地方难免吃亏。于是将沈木朗和沈木渊在国子监的情况说了出来，又将前几日凉亭中的争执讲述了一遍，最后总结道：大伯母今日做这出，大概是因为那日女儿一时口快，让大伯母心中不快了吧。姜氏如玉的面上少见的露出一丝愤恨，沈木朗怎么到处冤枉阿渊？那孩子刚来京城没多久，去国子监，他做哥哥的不帮忙也就算了，怎么还能随意指责阿渊呢？还有大嫂，怎么好意思跟你计较的？阿玲，这事你别管了，母亲心中有数。沈乐玲看着突然战斗力十足样子的母亲，不由得笑了，学着小阿周平日里的样子狗腿道：是啊是啊，母亲最厉害了，母亲。知女莫若母，姜氏见沈乐玲笑自己，伸手点了点她的额头道：真是胆子变大了，还敢笑话你娘了。说完又沉下脸道：这事阿玲你不适合出面，她毕竟是你们的长辈，你们不好与她对上。娘知晓你聪明，但你也别总拿你娘我当泥人捏的，要知道当初为了拿下你爹，你娘我也是对付了不少小姑娘的。姜氏说最后一句话时，面上有着掩饰不住的骄傲。沈乐玲瞬间来了兴趣，前世她可没听过爹娘的这些往事。母亲，不是说爹爹在外做官时对您一见钟情的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姜氏见女儿往日沉静的杏仁眼里流动着少有的光彩，忍不住用力点了点她的头。等沈文珍带着两个儿子从祠堂回来，姜氏和沈乐玲已经在等着他们吃午膳了。小阿周一进屋就挣扎着沈文珍怀里下来，委屈地跑向姜氏，抱着她的大腿道：母亲阿周不喜欢老夫人和大姐姐。沈文珍四下环视，用眼神警告了一群下人。陈嬷嬷立刻招呼着所有人下去，她上前2步拍了下阿周的小屁股，道：胡说些什么呢？小阿周穿的厚实，被父亲这2巴掌拍得不痛不痒的，根本不再怕，反而又抱紧姜氏的腿，撅着嘴道：就是不喜欢吗？沈文珍觉得自己这个父亲的威严受到了挑战，正准备再教训小儿子，不料大儿子沈木渊道：不喜欢就不喜欢，反正他们也不喜欢我们。沈文珍皱眉，今日这事虽说大嫂做的不地道，但大哥刚刚已经在3项自己赔罪了，若继续纠缠此事，怕反而破坏了一家子的情谊。正要与大儿子好好说教一番，姜氏拉住了他，将沈木朗和沈木渊在国子监的事说了一遍。沈文珍听完，想到成日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二哥，意识到恐怕整个宁国侯府除了大哥，怕是没有人将他们3房看成一家人了。沉吟半晌，沈文珍还是小声嘱咐道：今日这话莫要当着外人的面讲，日后大房2房没事就不用与他们来往了，若是他们有什么想法，让他们直接来找我。沈乐玲听了自家爹爹如此硬气的话，不由得眼冒小星星。要知道上辈子大夫人偶尔拿捏母亲时，总是恰当好处的让母亲有苦说不出，爹爹的目光毕竟不在内宅，也不了解实情，加之回到京城，在公事上也多多少少觉得顶着个宁国侯府多少有些用处，于是时不时的劝母亲都是一家人，磕磕碰碰的很正常。如今居然能说出这番话，果然瞬间在大家和小家之间做出了抉择。沈乐玲很高兴，于是直接趁这个机会说道：爹爹，一会大伯父是不是要派人来送赔礼啊？沈文珍习惯了女儿的聪慧，回道：应该是的，阿玲有什么问题吗？沈乐玲道：没事，就是大伯父送赔礼的时候，父亲能不能跟大伯父说一声，咱们3房日后能不能开个小厨房？见沈文珍面露疑惑，沈乐玲略带撒娇的解释道：这府中做的都是些北方口味的东西，什么面啊饼啊的居多，菜色也是，母亲和我们这段时间吃的很是不习惯。听沈乐玲说完，姜氏还没开口，小阿周就飞快地点着小脑袋应和道：是啊是啊，阿周也想吃雅涵姐姐和郭妈妈做的好吃的呢。郭妈妈是沈家在苏州时的掌厨，这次也一起跟到了京城，然而可惜的是在静园闲了近2个月。沈文珍一听也觉得自己太过忽视姜氏，她仔细端详着见识，对着明明到京城长胖了些的姜氏道：这些日子辛苦你了，眼看着脸都瘦了一圈。
深知自己胖了的江氏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作答。沈乐林见状，立马若有似无的又说了一句：“毕竟是吃食，肯定是自己人来才放心。”江氏一听，立刻模棱两可地道：“是啊，老爷，这京城的饮食习惯和南方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而小阿周则故意收了下两腮，争宠道：“爹爹，阿周也瘦了，配上他那圆滚滚的身体，真是一点信服力都没有。”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还被江氏偷偷瞪了一眼。宁国侯府因有爵位在身，每年老夫人和宁国侯都会带着大房一家去皇城参加宫宴，当然除了庶女沈乐月。当然，今年被圣上指明要在家安心的沈慕清也是参加不了了的。于是当天下午，宁国侯进宫前，又让下人送来了一堆礼物，以示赔罪。沈文贞趁机让人传话，说江氏是南方人，每日吃这些北方食物，多少有些不习惯。过完年后，三房想单独开灶。正在大夫人处的宁国侯一听，压根就没觉得这是个事，问也没问大夫人，直接大手一挥，十分爽快的就答应了。一旁正在收拾的大夫人见宁国侯如此轻易得便应了下来，气得差点将自己最心爱的带窑白瓷茶盏给摔了。老太太本就开着自己的小厨房，如今三房也要开，那日后二房要开，自己是给还是不给？若个方都自己开火，那自己还管着大厨房做甚？但他想到今日女儿刚刚给送来给宫中各位娘娘准备的礼物，眸中寒光微闪，先姑且让你们猖狂一下。第29章穿越。初八这一日，百无聊赖的沈慕清正坐在自己院中，让他的四大丫鬟萱萱、玲珑、宜修、世兰正在院中上演着画本中姐妹情深的戏码。这几个丫鬟的名字是他穿来后一时兴起，按照前世《甄嬛传》中的几个主角改的。沈慕清前世是一个小镇的暴发户之女，原本生活平静而美好。可她刚毕业步入社会时，一个许久没见过的高中同学自杀了。本来这事和他就没什么关系，可不想网上却挂出了自己5年前霸凌该同学的视频，还说什么就是自己当初的霸凌导致那个同学生了病，这些年来都不敢接触社会，害自己一夜之间社死。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自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最后更是被那个同学得了失心疯的母亲在大街上一脚油门给撞死了。可要他说，明明是那个同学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这都多少年的事了，自己当初不也因为这事转校了吗？还赔了他家一笔钱，真是还好意思抓着不放呢。不过好在上天待他不薄，让他穿到了这古代，还是一个侯府家的嫡长女，让他拥有了更多的权利，比如这些伺候他的丫鬟们，他想怎么改名就怎么改名。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下人，他要是不高兴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看谁还敢说他霸凌什么的，他直接撕了他的嘴。而且以前打人还有避着老师什么的，如今他的院门一关，简直就是他一个人的天堂。好啦好啦，一个个都跟个木头一样，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沈慕清烦躁地打断几人的表演，这古代最无聊的就是这点，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简直烦死了。四人听了沈慕清的话，吓得全都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每次小姐无聊的时候都会有人遭殃，他会让其他3个人跟着他一起合伙欺负一个，若是打得不狠，还要2个人一起欺负，要么是揪头发，要么是扎针，上次还大冷天的让他们拿水淋玲珑，要不是玲珑命大，这一次不知道又是谁倒霉。4个大丫鬟不敢再想，只恨不得直接将脸贴在地面上，奴婢该死。看着几人跪伏在地上的样子，不知怎么的沈慕清失去了兴趣。他突然想起那日在凉亭内微微昂着头和二表哥据理力争的五妹妹来，那日五妹妹实在是让他有些不快。不管前世还是如今，那些比自己强的人就算了，一个小小的庶子之女，自己都已经屈尊降贵的跟他说话了，他居然还敢如此漠视于他，他沈慕清绝不能容忍。不过他也确实没有想到，那三婶看着文文弱弱的，居然能不声不响的就将母亲精心设下的局给破了，还害自己在家人面前丢了那么大一个脸，简直可恶。这一对母女真让人不喜。只是前些日子自己马失前蹄，得罪了圣上和皇后，也不知除夕母亲帮忙送进宫的那批香皂能不能让皇后看得上。若是不行，自己还得赶紧做些其他东西来讨他们的欢心。哟，这些丫鬟是怎么惹妹妹生气了？沈木朗的声音在院中响起。沈慕清撅着嘴道：哼，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妹妹啊？沈木朗几步走进屋来，手里还拎着一个食盒，笑哄道：那我这份水云间的茯苓膏不就是为了来给妹妹赔罪的吗？沈木朗边说边走到沈慕清面前，打开了食盒盖子，里面除了一盘茯苓膏外，还有一封信在其中。沈慕清疑惑地看向沈木朗，见他面上带着深深的笑意，他突然心领神会，于是道：你们都下去吧。4个丫鬟赶紧起身退了出去。待人都出去后，沈木朗将食盒放在桌上，笑问道：妹妹今日为何不快？沈慕清原本有些急切地想去看信，听了哥哥的问题后道：
突然又想到了三房的那对母女，实在是让人不快。沈木朗听到三房也皱起了眉头。沈木渊自从到了国子监，因为性格讨喜，挺受同窗的欢迎，连几位先生对他十分的看好。后来自己带着身边的朋友孤立于他，让他低头，不想他依旧混得如此如鱼得水。所以上次张家两位表哥前来，自己才会有意无意为难于他。结果除夕那日的前因后果，沈木朗后来也弄明白了。只是大夫人觉得身为男子应放眼朝堂，不让他参与到内宅之斗。但对三房的厌倦，沈木朗一点都不亚于沈木清，不过是小地方出来的庶子庶女罢了。母亲有一句说得很对，我们现在的目光还是应该着眼在更上面的地方。沈木朗边说边指着桌上的食盒，这茯苓糕可是三皇子昨日问了我妹妹喜好后，今日特意让人送来的。沈木清拿出里面的那封信，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着那龙飞凤舞的字，嘴角就抑制不住地往上扬，眼睛则一目十行。看着沈木清两颊染上了红霞，沈木朗揶揄道：“不知如今我还是不是个好哥哥呢？”沈木清连忙亲自给沈木朗奉上一杯茶：“好哥哥，好哥哥，你是全大魏最好的哥哥了。”沈木朗这才作罢，关心道：“三皇子信中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上元节的事？”沈木清面色绯红：“三皇子说皇后对我除夕献上的香皂甚是满意，他会想办法让皇后对我改观，好让我上元节之日能出门逛逛灯会。”沈木朗认真看着沈木清道：“妹妹这半年确实变了不少，不仅人变得开朗一些了，这脑中的奇思妙想更是不老少，也难怪能将三皇子迷得神魂颠倒。”沈木清刚听到说觉得自己变得很多时，心中一紧，听到后面什么将三皇子迷得神魂颠倒时，饶是他作为一个穿越人士，脸也忍不住有些燥热。妹妹，你可真要把握住了。这三皇子生母虽然不显，但毕竟是在皇后跟前长大的，皇后膝下又没有孩子，自然会偏疼他一些。如今圣上的几个皇子，大皇子早夭，二皇子胸无点墨，其他几个皇子还小，这三皇子确实尤为优秀一些。沈木朗开始认真给沈木清分析起来，若有朝一日三皇子真的，那到时候妹妹可就……沈木清心中自然也是这么打算的，听了沈木朗的话，还扭捏道：“只是这三皇子也不知会不会，这就要看妹妹的本事了。若是妹妹成功了，什么三房四房，根本就不在我们兄妹眼里。”两兄妹对视一眼，眼中尽是对未来的野心，全然忘了半年前沈木朗还和袁深说过，表哥是个可靠的，你们又是青梅竹马，日后定然会对你好的。第30章上元节。景瑞第17年正月15上元节，宁国侯府昨晚开始就挂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花灯，有螃蟹灯、兔子灯、仙鹤灯、美人灯、官员灯，节日的气氛一下子就来了，让人看着就心生喜意。一大早就迎来了宫中来人，传的居然是皇后娘娘的命令，大意是说皇后娘娘前些日子有些头疼，幸亏清河郡主不眠不休地为她抄经书祈福，如今皇后娘娘已经大好，特意派人来府中感谢。总之就是一句话，将沈木清之前被斥责在家的事美化成为皇后娘娘祈福，并不再禁足在家。沈乐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院中躺椅上慵懒地晒着太阳，只见她全身沐浴在阳光中，偏偏一张小脸躲在院子的桂花树下，那些枯枝斑驳的影子在她脸上画出一条条阴影。听沈木清足不出户就将让皇后娘娘改变了心意，沈乐龄眯了眯眼，透过那干枯的树枝直接看向那挂在空中太阳，没一会便泪眼婆娑了。虽然三皇子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上辈子出了那样的事，他多少是觉得三皇子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但如今看来，这三皇子不倒，沈木清怕是依旧会像上辈子一样风光无限。想到这，沈乐龄突然从躺椅中坐起，一旁的玉珍吓了一跳。思雨在房中看书，雅涵跟着郭妈妈去整理小厨房了，谭云则去帮他们拎水练臂力去了。小姐看着沈乐龄眼中带泪，玉珍心中更是诧异，难道吴小姐真的不希望大小姐解了禁足？沈乐龄拿帕子拭了拭泪，解释道：“这阳光太刺了。”玉珍也朝天上的太阳看了一眼，道：“呀，可不是太刺眼了吗？”但这心却是完全放了下来。沈乐龄配合地笑了2声。回到房中，正在看医书的思雨连忙从小几上抬头，不慌不忙地从小炉上拎起水壶，倒了杯热水给沈乐龄。沈乐龄轻抿了一口，道：“思雨，我们来练字吧。”一直跟着沈乐龄的玉珍顿时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这小姐每练字读书什么的，她根本一点都插不上嘴。思雨见状忙道：“可前几日不是大夫人说，傍晚几位少爷小姐不是都要去街上逛逛，一会奴婢还要去问问大房二房那边的情况呢。”见能正大光明出去转转，玉珍忙自荐道：“不如思雨姐姐留在院子里陪小姐练字，这些跑腿的事奴婢去就行。”说完可能是觉得自己表现得有些急切，还小声地解释道：“反正奴婢也不懂这些。”沈乐龄微冷的目光轻轻落在玉珍的身上，懒洋洋地道：“玉珍真是可信的丫头，我这是捡到宝了。”清冷冷的眼睛落在她的身上，脸上却蓄满了笑意：“玉珍，你真会为我分忧。”
玉珍轻轻扶了个身，道：“能为小姐分忧，是奴婢的福分。”玉珍轻快地跑了出去后，沈乐灵立刻道：“思雨给刘掌柜写封信，明日递给送去国子监陈祭酒。”玉珍回来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沈乐灵正在窗前写着字，思雨在一旁伺候。回来了，如何？玉珍行完礼，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一眼沈乐灵的背影，才轻声道：“回小姐的话，大小姐说今日张家表兄们有时会来接她和四小姐，说是若是您和两位公子不知去哪玩，她能现在给您介绍一番。”沈乐灵看了看夕阳，脸上蓄满了笑意。哦，是吗？已经快有时了，现在自己真去，这沈慕清又哪里会有时间理会自己？偏偏话还说得这么漂亮，似乎上次过后，沈慕清成长了不少啊。玉珍很想看看沈乐灵的表情，但偏偏沈乐灵背对着他。这样子啊，沈乐灵状似不在意，收了最后一笔后，便将笔搁下。思雨连忙将一旁一直温着的水递了过来。沈乐灵一边细细擦拭着手，一边轻声问道：“那二姐姐和三姐姐那边呢？”二小姐前2日感染了风寒，昨日夜里三小姐也烧了起来，今日怕是去不了了。这样啊，那还真是不巧啊。沈乐灵嘴里这样说着，心中却嗤笑，一切都不过是因为沈慕清今日想与三皇子相约，怕二房的2个捣乱罢了。上辈子的今日就是这样，二房的双胞胎感染了风寒，自己前去看望，结果也中了招了。自古以来，上元节一直都是最为奇特的一个节日。到了如今的大魏，每年的上元节都是京城最为热闹的一晚，不仅没有宵禁，年轻男女们还能大大方方在这一日相约，不知多少姻缘都是今日促成的。沈慕清不就是在逛灯会时，在沈慕朗的掩护下，不小心与大部队走散了，最后巧遇了三皇子夏弘毅。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古代的上元节，我永远记得，就在城东的折桂街最热闹的那个小摊上，阿义俊朗的侧脸。那天他会为猜了一个又一个花灯，直到最后一个。那一刻我心里想，只要他猜出来了，我都恨不得当场亲他一下。虽然最终我们还是没有猜出，但他还是豪掷千金，就为了拿下了我最喜欢的那个兔子灯笼。吴妹妹，你知道吗？那一刻的他有颜有才又有钱，我没有道理拒绝的，对不对？回去的路上，借由宽大的衣袖，他偷偷牵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何前世刷短视频的时候，那么多人都怀念着什么牵手都会脸红的时代。前世沈慕清充满感怀的声音在脑中响起。当然，上一世今夜发生的还有另一件大事。沈乐灵坐在圆凳上，用手托着腮靠在桌上，如葱根一般的手指在如玉的脸上吧嗒2下，嘴角微微扬起。这个上元节可真是热闹，重来一次，自己可不能再错过了。打定主意的沈乐灵起身道：“思雨、玉珍，咱们去母亲那找大哥和阿周，一会咱们自己去街上玩。”玉珍主动道：“不如思雨姐姐跟小姐先去，奴婢先留下收拾一番。”沈乐灵挑眉看他，就在他连忙心虚的低下头。沈乐灵随即笑了，看着那桌上的笔墨，意有所指地道：“玉珍最近勤快了不少啊。”说完便和思雨出了门。二人走远后，玉珍连忙抬头将桌面上最上方的一张沈乐灵刚写完的纸四下扫了扫，确认院里的小丫鬟没朝着看后，飞快地收进衣裳里，随后快速地将桌上东西收好后，走到院门，见到小丫鬟平儿，还从衣袖中拿出2枚铜板放在她手中道：“我出去如厕，帮我注意点啊。”平儿乖巧的点点头，见玉珍走远，连忙跟走了几步，确定她的方向后，快步往江氏的院子走去。第31章走散。思雨听完平儿的汇报后，赏了他10个铜板，又摸了摸他的头，让他赶紧回去了。屋里，小阿周正开心地向哥哥姐姐展示着自己的新衣裳，还在提前央求今日哥哥姐姐给他买糖人吃。一旁的沈文珍和江氏则含笑看着他们。不一会，今日刚刚收拾好的小厨房快速整理出了几个小菜，沈文珍一家人快速垫了几口，没一会就准备一家人出门了。即将出门前，沈乐灵赶紧借口更衣，在偏房中换了身衣裳。不一会，一个秀气的小公子便出来了。呀，妹妹这一身倒是比我这个当哥哥还要抢眼几分。沈慕渊吊笑道。小阿周看到穿男装的姐姐，小跑上前，哈哈，姐姐变成哥哥了。沈乐灵听了哥哥的调笑，歪歪脑袋，甩了甩衣袖，一派潇洒的模样，逗得院子里的丫鬟都捂着唇笑。最后在沈文珍的不赞同和江氏的女儿还能自在几年，他心中有数的纵容中，一家人分别上了马车，朝热闹的城东灯会赶去。距离灯会正街还有3条街的时候，谭云的声音就在马车外响起：“少爷，小姐，前面人太多了，马车走不了了。”沈慕渊车帘一掀，率先跳下了车，随后抱下了小阿周，最后才将沈月玲扶了下来。前方沈文珍和江氏已经下了马车。这京城的元宵节可比扬州热闹多了。江氏看着前方的人山人海，忍不住感叹道。沈文珍呵呵笑了2声，看着那汹涌的人潮，轻声回应道：“确实比10多年前热闹多了。”接着转身对沈慕渊道：“阿渊，
照看好弟弟妹妹，别光顾着自己玩。沈木渊连忙保证道：“放心吧，爹爹。”说完还朝沈文珍笑了笑，俏皮道：“您负责照看好母亲就行。”被沈文珍和江氏四道目光警告了一番，才求饶般的挠挠头。吃饭的时候，沈文珍就给他们讲过从前这元宵节街上有多少好吃的，小阿周嘴巴早就馋得不得了。而沈文珍又想带江氏去逛逛灯会，享受一下难得的二人时光，兵分两路，约定1个时辰后再在醉仙楼酒楼门口会合。沈木渊和沈乐灵一人一手紧紧地牵着小阿周朝那些吃食走去，2个护卫大哥帮3人开道，身后也有2个护卫避免人群冲撞。沈木渊也一改刚刚吊儿郎当的模样，时刻警惕着，不时将周围被挤过来的人隔开，生怕撞到自家妹妹瘦小的身板。而同样女扮男装的谭云则面不改色地跟在他们身后，一双眼睛不时盯着周围，又时不时看着前面的小少爷。京城的小吃果然不少，穿过一条街后，瞬间看到2侧全是小摊位，各种各样小吃的都有。原本就拥挤的人群，此时更平添了许多吆喝声：“卖小糖人了，又大又甜的小糖人，邓沙团子，又大又好吃的邓沙团子，姜丝排叉，酥脆香甜的姜丝排叉，爱窝，肉夹馍。”让一走近的小阿周眼睛都亮了起来，若不是被哥哥姐姐给束缚住了，怕是撒开脚丫就要跑。沈乐灵见这里人这么多，笑着对沈木渊道：“哥哥，要是我们走散了，记得先去醉仙楼集合哦。”沈木渊大笑道：“放心，丢不了你。”小阿周在每一个小摊前都流连忘返，看得目不转睛。沈木渊今日大方的每一样都给他来了一份，反正吃不完，自己和妹妹也能帮忙。只是这样，小阿周的2只小手拿着2样美食，就没有空牵着哥哥姐姐了。沈木渊干脆直接将他抱了起来，继续扫向下一个摊子。沈乐灵在一旁看着，心道：大哥还总说自己宠阿周，分明是他自己将阿周宠得都没边了。就这样，3兄妹一路走一路吃，还时不时看着人家手里拿着的漂亮花灯。然而离和沈文珍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时辰时，沈乐灵和身后的谭云目光一对，不着痕迹地移出了护卫们的包围圈。不一会，站在肉夹馍摊前给阿周买吃食的沈木渊问道：“妹妹，你要不要也来一个？”半晌身旁没有回答，沈木渊回头一看，哪里还有沈乐灵的身影，连谭云也不见了。身边的4个护卫都一脸茫然，随即才表示可能是刚刚人多，不小心走散了。在附近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人，沈木渊心中沉重，但想着和妹妹之间的约定，留下2个护卫继续找，自己则先带着阿周往醉仙楼赶。沈乐灵和谭云此时正手拉着手往正街上跑。夜幕已经降临，街上的店铺家家张灯结彩，来来往往的人们更是几乎人手一盏花灯前行。终于他们赶到了折桂街，沈月玲一眼就看出沈木清口中所形容的最热闹的小摊，不为别的，只为他那摊位上花灯最多，还有一个大大的兔子灯笼，看起来十分娇憨可爱，和上辈子沈木清拿回府中的那个一模一样。沈乐灵环顾四周，最终找到一个在角落里的最为邋遢的乞丐，他用手帕捂住鼻子，一副闻不惯那角落气味的模样，实则是将自己的脸给挡住。虽说自己女扮了男装，还是小心一些的好。沈乐灵给了乞丐1两银子，指着那小摊细细交代了2句：“放心，只要你答出了结果，那最漂亮的兔子花灯到了你手里，你甚至还可以再高价卖出去，再赚一笔。”那乞丐听到还能再赚一笔，眼睛都亮了，急忙点头：“好好好，小人记住了。”确认他是真的记住了，沈乐灵还提醒道：“拿到银子后一定要即可离开京城，或躲起来，知道吗？”说完才起身拉着谭云往街尾赶去。然而此时一男子的目光却落在了沈乐灵身上，那男子不过16、17岁的模样，但目光如炬，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见一个小身影从那角落的乞丐处起身，微微皱了皱眉，随后扫视了一下整条街道，确定小姐就在这条街上。他声音清冷，不带一丝情绪：“回少将军。”是。而沈乐灵这边途中还遇到了穿着一身浅粉色的翠烟衫裙的沈木清，他今日明显是精心打扮过的，特别是眉心那一点朱红，远远的一眼就能抓住人的眼球。是了，大卫的眉心花店就是从沈木清开始盛行而来。他身旁的一男子身穿一身月白象银细花纹底锦服，大片的莲花纹在衣上若隐若现，身材挺拔，乌木般的黑色瞳孔，高挺英气的鼻子，一头黑发高高竖起，称得上是风声俊雅，气宇轩昂。不是如今大卫的3皇子，前世让大卫几乎亡国的夏弘毅又是谁呢？沈乐灵小心地躲在一旁，见2人的离开的背影如此郎才女貌，心中冷笑，也不知一会那老乞丐答出谜底时，他这个好姐姐脸色会如何。可惜现在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办，没时间去看他。第32章抓人贩子。一路走来，折桂街上花灯种类极其繁多，即便沈乐灵是快步赶路，
却也看到了不少各种奇特造型的花灯点缀其中，品种繁多，琳琅满目，让人鹰不暇接。沈乐林和谭云赶到街尾时，果然在一家书铺附近看到一辆不起眼的马车，一身穿灰色棉衣的中年汉子正要驾车走。谭云一个利落的翻身，足尖轻点几个行人的肩膀之上，就跃到了马车上，与那汉子交手起来。周边人群中有听到动静的都驻足看去，但有6个人眸色一变，立刻就要上前相帮那个汉子。谭云伸手到底利索，没2下就将那汉子踹下马车，伸头看了眼马车里，随即大喊道：“来人啊！这些都是人贩子！”沈乐林确认后也大喊起来：“谁家丢小孩呢？这些都是人贩子！”那6个人显然被激怒了，其中4人往谭云方向去了，想要夺回马车，剩下2人朝沈乐林的方向而来。但不少人都听到了刚刚他们的叫喊，此时虽然不敢上前相助，但大声宣传人贩子是人贩子，谁家丢了孩子的？沈乐林到底还是练了3年的武，虽说比不上谭云天生神力，但胜在身体轻盈，躲避灵活，那2个人一时半会奈何不了他。谭云更不必说，只见站在马车上占据高点，谁上前就是一顿猛踢，让人瞬间清醒。很快官差就赶到了。本来今日百姓出行的人多，每年这一日打架的、丢孩子的、拥堵的都比往常多得多。是以京兆府尹早早就将当差的安排在几条主街附近，此时一听人贩子，立马就小跑了过来。那6个人一见官差来了，四下散去，转身想逃，却被一少年翻身拦了下来。只见他身手敏捷，干净利落，不出几招就放倒了3个人贩子，他身后的护卫也都冲了上来，将那伙人全部拿下了。沈乐林抬眸，整条街上花灯无数，将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人群之中的那个少年身形高挑，一身黑衣也掩不住他卓尔不群的英姿。俊朗的五官仿佛是上天精心雕刻出来的，棱角分明线条，锐利深邃目光不自觉地给人一种压迫感。沈乐林微微眯了眯眼，上辈子自己虽然只在长公主的举办的2次宴会中远远地瞧过他几眼，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那个少年。他就是定北侯世子段俊泽，也是后来在北方称帝，打得夏弘毅丢弃都城的大圣开国皇帝。定北侯顾名思义就是为这大魏朝平定北方而受封的。然而手握军权太多年，定北侯独自在北方戍守，他的一双儿女注定只能留在京城当成质子，让景瑞帝安心。上一世夏弘毅上位后刚愎自用，匈奴来犯时非要御驾亲征，结果敌人打到面前却都突然害怕了，直接带着一众亲兵跑了，只留下一群还不知发生了何事的戍边将士，被匈奴杀得片甲不留。燕云3州就此丢失，那3州的百姓在匈奴的统治下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最后要不是段俊泽带着1万段家军誓死守卫了墨云城，怕是燕云13州全都淹没在了匈奴的铁骑之下。就这样，夏弘毅还觉得是段俊泽让他丢了面子，各种对段俊泽苛责，同时在匈奴面前却换了负谦卑的面孔。最终在得知夏弘毅要让出燕云13州后，段俊泽忍无可忍，直接自立兴亡，要将丢掉的汉人江山全都抢夺回来。此时官差们也很快认出了段俊泽，连忙上前行礼。段俊泽正在询问情况，不一会，人群中跑出来一个嬷嬷。那嬷嬷穿着讲究，可此刻却面色焦急，眼角带泪，直接跪在段俊泽面前哭诉道：“少将军，小姐不见了，她刚刚想吃糖葫芦，老奴就去，没想到一转眼。”那俊朗的少年面色一变，声音低沉，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在哪不见的？”“就在前面那卖糖葫芦的那，离这不过300-400步的样子。”那少年一急就要去找，随即想起什么，转头看向谭云所在的那辆马车。只见他从容不迫地走向那马车，朝谭云十分友好地点了点头。谭云也懂事地侧过半边身子，他上前一步，掀开车帘，很快便猫身进去，抱下来一个昏迷了的4-5岁模样的小女孩。此时又有2个官差带着一队百姓走来，那对百姓面露焦急，夫人嘴中还不停问着：“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小孩子，大概4-5岁的模样，身上穿着浅白色的小袄，头上扎着2个。”人群中有人连忙指着马车道：“人贩子被抓到了，你看看你的孩子在不在里面？”那对夫妻连忙也向马车走去，2名官差也立刻跟上。沈乐林看了看天色，此时已经快要到与父母约定的时间，再不回去，哥哥定会着急了。于是故意喊了一声：“阿云，下来。”谭云立刻起身，走到沈乐林身后，2人一副要立即离开的样子。段俊则沉着脸，抱着小姑娘，连忙走到沈乐林面前。16-17岁的少年，如今却已经有一股沉稳之气。看着面前的一个11-12岁，一个14-15岁的2位少年，段俊则眉头皱了皱。今日之事，多谢2位小兄弟，还望2位留下地址，日后我定北侯府自当报答。沈乐林微微一笑，
拱手行了一礼，道：“世子爷不必在意，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前世的第二日，沈木青回来就讲过，这一晚定北侯家的小姑娘被拐子拐跑了，定北侯世子让京兆府的人将整条街封锁住，都没能抓到人。我回来前还和哥哥特别去看了一下，听说那小姑娘当时应该就在折桂街街尾的那个书铺前的灰色马车上，不过那人贩子也是乖绝，早一刻驾着马车跑了，听说那马车还和世子擦身而过了的。如今想来，当时沈木青能知晓那么多，想来是三皇子听到消息前来问过京兆府的人，但这一事却将如此好的机会给予了他，能让段俊泽欠自己一个人情，沈乐林自然要把握住了。段俊泽自然认出了面前的这个小兄弟，就是刚刚在街头角落与乞丐交流之人，目光有些疑惑，面上却没说什么。沈乐林简单的和官差交代了刚刚的始末，转身就要离开，却被段俊泽身边护卫拦下。沈乐林也不生气，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勾勾的看向段俊泽，段俊泽也平静的回视他。周边的喧嚣似乎一下子都沉静了下来，四目相对之中，一人疑惑而审视，一人坦然而无畏。最后还是段俊泽先收回了目光，微微点点头，默许他们的离开。只是他们一走，段俊泽目光一扫，便有两个人不近不远的跟在二人的身后。谭云很快察觉到了，低声在沈乐林耳边说了两句。沈乐林毫不意外，但看到前面张汉飞、沈木朗等人的时候，突然眉毛一扬，他心念一动，信人眸中的波光流转。既然世子爷非要知道自己身份才能放心，不如给他一个大致的方向，让他明白自己对他没有恶意，也顺便他的人再帮自己一个小忙好了。第33章猜灯谜。被段俊泽派来跟着沈乐林的是段家军斥候出身的张三张四两兄弟。原本二人看着不过两个毛都没长齐的孩子，都没怎么放在心上，加之今日街上人多，就不自觉的稍微跟紧了一些。不想那两小孩子突然停步，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二人立刻装作逛街的路人一般，抬头看着身边摊位的花灯，却不想再回头看时，见那两小兄弟不仅还看着自己二人，还朝他们走了过来。正在二人想着要不要转身时，沈乐林走到他们身前，脆声声道：“两位小哥，是你们主子让你们来送我们回家吗？”二人互看一眼，赶紧借坡下驴。沈乐林笑靥如花：“那两位小哥，还请帮我们一个小忙。”此时张汉飞和沈木朗二人带着张立和和沈乐月在漫无目的的闲逛。张鹏飞早跟自己的那些狐朋狗友跑了。张汉飞略微有些失落，今日上元佳节，他特意好好拾掇了一番，原想着今日要将自己的心意告知表妹，可刚到这正街没多久，木青表妹就与他们走失了。不一会，木青表妹身旁的丫鬟还回来禀告，她遇到了顺华学院的同窗，一会玩完了同窗会，将她直接送回宁国侯府。张汉飞只能无奈地跟着两家的大部队走着，心中还期待着能在街上遇到木青表妹。前面折桂街人太多了，不如我们还是去其他再逛逛吧。这是沈木朗的声音。三皇子正和妹妹在培养感情，沈木朗自然不会给人破坏的机会。可偏偏这时迎面走来的两个男子，嘴里还飞快地说着：“宁国侯府的大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啊，在哪呢？”就刚刚在折桂街最大的那个摊位上，一个男子正在给他猜灯谜的那个。二人边说边经过了张汉飞一行人，并十分成功的让他们停足。他们刚刚说的是表姐吗？张立和愣愣地问道。他是知晓今日大哥原本想向表姐诉衷情的，在他心目中也早就将表姐当成自己的大嫂。可表姐不是说和顺华同窗在一起逛灯会吗？怎么会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张汉飞看了一眼沈木朗，沈木朗先是面色一紧，随后云淡风轻的笑道：“大妹妹向来足不出户，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怎么可能见得到她？向来是认错了人吧？”这话说的也颇有些道理。表弟，这折桂街的花灯向来也是上元节的一绝，不如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吧。张汉飞脸上带着笑，但话语却多了分不容忽视的强势。沈木朗只能笑笑跟着大家一起去了折桂街，但他身后的一个小厮却机灵地脱离了大部队，先一步朝折桂街跑去。沈乐林这厢远远地看着那两名护卫朝张汉飞方向走去，便十分不讲武德地拉着谭云朝醉仙楼的方向跑去。他刚刚只是向他们承诺，男子汉大丈夫，两位小哥帮了我们的忙，我们自然不会骗你们，一定就在此地等你们。可他们本来就不是大丈夫啊。于是等两护卫回头来找他们时，他们已经气喘吁吁地赶到了醉仙楼。只见沈文珍和沈木渊正在大门口焦急地四处张望，看到他们二人，连忙上前。沈木渊沉着脸问道：“妹妹，你们跑哪去了？”坐在店里，江氏一面看着小阿周，一面不停地伸着头往外看。看到门口的女儿，原本的担忧也一下子变成了满脸的怒气。不说沈乐林这边受着责备三重奏，沈木青那边夏弘毅再次猜出一个字谜，得到了身边的满堂喝彩。
沈慕清看向他的目光里的深情也越发浓郁了。摊主是个50多岁的小老头，见到面前连猜中7、8个灯谜的少年，不急不缓，唇角笑道：“这位少年只需再解开3个谜题，就可将这盏兔儿灯收入囊中了。”众人看向他手指向的那盏图2琉璃灯，华丽中还带着一丝憨厚和娇俏，最是适合送给女子了。身边看热闹的人都一副比正主还要兴奋的样子。要知道，这花灯的精美程度是与灯谜的难度息息相关的。如今漂亮的花灯，众人对谜面更加好奇了。快出题啊！是啊，不会是怕了吧？这位少年真是才高八斗啊！好多那摊主题目刚刚念完，这少年就立马说了答案的。听着周边人的夸赞，沈慕清微微低头，心中竟有了丝不好意思。那摊主见如此热闹，眉毛一扬，听好了公子，下一题是个字谜，这谜面是左边1000不足，右边1万有余。沈慕清感觉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夏红一脱口出道：“人方仿字。”身边有那回过神的，又是一片叫好声。摊主又道：“公子果然聪慧，下一个就没那么简单了。”夏红毅自然是一副你尽管出的样子。公子可听好了，依旧是个字谜，谜面是3月一直雨纷纷。众人一听，这个似乎比上一个听起来要难些。没有人注意到，此时沈慕清的侍女萱萱被身后一人轻拍了一下，随即看到了公子身边的小厮。但只见那公子微微思索了一会，便自信道：“是清澈的清字。”众人见那摊主面上尴尬的笑容，只让知晓这少年又答对了，一个个都兴奋的像自己答对了一般，还连忙催着摊主赶紧出下一题。趁此机会，得知大少爷他们马上要过来的萱萱连忙凑到大小姐身边，可不想自己连嘴都没开，大小姐就不耐烦的瞪了自己一眼，随后又一脸崇拜的看向三皇子。摊主见这少年如此厉害，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杀手锏，道：“公子果真厉害，听好我这最后一题，还是个字谜，谜面是难忘孤星没月起。”这个谜面着实有些难。那摊主一说完，所有人开始细细思索起来，而那摊主也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这个字谜他可是藏了陷阱在里面的。但夏红毅到底是景瑞帝花了那么多心思，请了那么多老师培养过的，没一会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道：“是个庄字。”见众人不解，还好心的解释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南望指望字的下部分王字，孤星指一点，没月指月出的月亮，像一撇。这组合起来就是这庄字吗？”众人听完，立刻鼓掌喝彩起来。沈慕清望向夏红毅的眼睛也满是欢喜，然而他这眼中的欢喜却着实有些刺伤了刚刚赶来的张汉飞。但谁知那摊主嘴角一扬：“这位公子分析的大部分都是对的，但是着实可惜啊，这道题公子答错了。”此话一出，夏红毅和沈慕清的脸一下子就都僵住了。第34章心死。夏红毅可做不出当街和一个小贩争执的事，这事自然也就落在了他身边的内侍身上。只见一小厮模样的小子道：“你这老板是何道理？明明说我家少爷分析的是对的，为何不肯承认我家少爷的答案？莫非你这摊子是黑摊？为了不将那灯笼送人，才随意说的对错？”一直在一旁看热闹的众人忙应和道：“是啊，人家公子明明就猜出来了，分明就是奸商。”就是。摊主见众人的都是如此之说，为了挽回声誉，连忙道：“各位父老乡亲，我这小摊小贩的做生意，讲的也是一个诚信。可这公子明明就没有猜出正确答案，小老儿我也不能将这灯笼直接送给他吧？”小李子听了立马道：“那你说正确答案是什么？”摊主懵了，这字谜可是还要帮他赚钱的，就这样公布了，自己还赚什么钱啊？见那摊主不作声，小李子骂咧咧地道：“我就说吧，这人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全都是他就不想将那灯盏送出想出的借口。”众人纷纷指着摊主，这下也不干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道：“你这小仆说话好生难听，你家公子明明就只猜出了一部分，就非要逼着小老儿将答案说出来。小老儿还是那句话，谁要答出我这谜底，这灯我就送给谁了。”说完也不再理会小李子，而是看向大家伙，又将谜面说了一遍：“难忘孤星没月，起打一字，谁猜对了，这盏琉璃灯盏就是谁的了。”小李子还要开口，却被夏红毅制止了。他每次开口，那小老儿就会加一句自己刚刚没有答对，让自己丢脸。再说下去，万一真是自己的问题呢？更何况沈慕清还在身边。正当夏红毅打算直接用钱将那兔儿灯盏买下来时，谜底是鸭。一个声音从众人身后响起，大伙转头一看，纷纷捂住口鼻，居然是个乞儿。那乞儿见这么多人看向自己，先是有些瑟缩，随即又鼓足了勇气一般。最后一个起字是说孤星一点起，因在下面而非眉月之上，所以不是庄字，而是压下来的压。众人一听恍然大悟，
骄傲连夏弘毅都不得不承认，这钱儿说的是对的。摊主的脸霎时间变得五颜六色的，极其好看。沈慕清则看着那脏兮兮的乞丐，嫌恶地皱起了眉头。众人看向那乞儿，有了好事之徒开始说话了。难道这乞儿的学问都比这公子多？应该是蒙的吧？蒙德也比那公子强啊，人家总是说对了。夏弘毅被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十分不悦，这些人刚刚都还在他们身边捧臭脚，转身却将他与这个相提并论。他心中想立刻让人将那乞儿弄走，但为了保护自己在沈慕清心中的形象，只能强行忍着。其实他哪里知道，沈慕清心中此刻的想法简直与他一模一样。那乞儿确认自己没有背错后，战战兢兢地指着那盏兔儿灯，问道：“现在那个灯是我的了吧？”最后那盏灯还是被三皇子花了10两银子买下来送给了沈慕清。只是虽然那乞儿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那灯盏，沈慕清还是觉得这兔儿灯瞬间就让人下了头。不远处的张汉飞看到了全过程，张立和看到自己大哥落寞的模样，实在是气不过，向来躲在哥哥身后的他突然走到沈木朗面前，冷冷逼视着他道：“表哥，这就是表姐的同窗吗？”沈木朗显然没料到这张家人会如此直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只得道：“或许阿青先遇到同窗，刚刚又遇到了三皇子。”他如此苍白的解释，张立和显然听不下去了。他转身看看向自己失了魂的哥哥，不忍道：“大哥，我们还过去吗？”他们也是曾跟着父母参加过宫宴，是以都认出了沈慕清身边的男子就是当今圣上的三皇子。张汉飞看着沈慕清脸上的神情，一直跟着三皇子的情绪而波动。当三皇子答出了谜底时，他为他骄傲；当被摊老板质疑时，他为他恼怒；当那乞儿说出答案时，他也和他一样讶然。三皇子将灯递给了他，他朝三皇子笑得明媚而开朗。张汉飞感觉自己的心像一下子被冻住了一般，难受的让他有些想哭。面对妹妹的问题，他摇了摇头：“不了，表妹正玩得开心了。”随即转身问张立和：“妹妹，你可玩尽兴了？”张立和几乎是立刻就明白了自家大哥的意思，忙点点头：“这人太多了，我不喜欢。大哥，我们回家吧。”张汉飞接受了妹妹的好意，转头向沈木朗和沈乐月兄妹告了辞。沈木朗站在一旁也尴尬了半天，但这妹妹只有一个，而且表哥虽然优秀，但再优秀也确实比不上皇子啊。莫人知道，当听到表哥说告辞的时候，他内心甚至还松了一口气。张汉飞如何看不出沈木朗心中所想，他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平日多加照顾的表弟今日竟会如此。但他此刻也无暇顾及那么多，收拾好自己破碎的心，转身走出了人群。沈乐月看着这一出大戏，心中倒是很高兴，没想到他这个嫡姐居然有如此手段，已经完全勾引住了三皇子，难怪今日如此盛装打扮。前2日还故意让自己约二房的2个去花园玩，感染风寒后还越病越重。若不是自己机灵没有吃那刘府医的药，怕是今日也看不到如此好戏了吧。定北侯府，4年前定北侯夫人病逝，定北侯又常年戍守边疆。如今的定北侯府里就2个主子，一个是段俊泽，另一个就是他4岁的妹妹段晶晶。段俊泽将妹妹抱回家后，府医看过后确认妹妹只是昏迷，次日便会醒，他此放下心来，随即将伺候妹妹的所有丫鬟婆子审问了一遍，确认今日的走失只是个意外。但他依旧没有掉以轻心，让人紧盯着京兆府那边，他倒要看看那些人贩子到底是谁的指使。还有那2个突然出现的少年，也不知是什么身份。没多久，那2个护卫就耷拉着脑袋回来复命了。一见2人的样子，段俊则还以为那2人如此神通广大，居然能甩掉段家军专业的斥候，连会不会是哪里来的奸细都在猜了。结果2人将前因后果一说，段俊则有些无语的看着2人，能被父亲调到自己身边的人，不说身经百战，但至少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被2个小兄弟给骗了吧。想着2人帮那小兄弟干完活，转头没见到人的模样，段俊则无奈，也不知这算不算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但好在那小兄弟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留下，只是这宁国侯家的嫡女到底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到底是何人。今日这事根据那几个人贩子之言，他们可不算是误打误撞，反而像是早就知晓了一般。段俊则脑海中又浮现了一双黑白分明的平静眸子，那双眼睛真的一点都不像一个12岁少年所拥有的。星号星号星号，宁国侯府西门，三皇子和沈慕清在门前依依不舍，最终嘴角带笑的三皇子木送着沈慕清进了门，随即立刻变了脸，满面阴沉。今日那摆小摊的和那个乞丐，明日就不用再出现在京城里了。他身后的一人低着头应了声是，随即向后退了几步，才转身快步离开。而这厢沈慕清听了沈木朗的话，将手中的兔儿灯一扔，闷闷道：“怎么会这样？今日真是什么事都不顺。”
约会让个乞丐给搅和了，大哥连自己的一个备胎都没有看好，今日真是倒霉透了。而三房院子里让他倒霉的那个人，已经早早的进入了梦乡。第35章蓝田玉观音。这一日，京城的天气大好，宁国侯府三房院子里早早的热闹起来了。一大早，每个跟着从苏州来的丫鬟婆子面上都露着喜色。郭妈妈早就放话了，今日必定拿出看家手艺，做一桌苏州特色菜。等主子们吃完了，他们也可以沾沾光，吃到家乡口味的。郭妈妈昨日就带着婆子们将小厨房里里外外全收拾了出来。很久没有大显身手的雅涵，一大早也在沈乐林的同意下，跑到小厨房帮郭妈妈打下手。小吃货阿周更是吃完了早膳后，就开始守在了小厨房门口，远远的看着里面热火朝天的忙活着。如今的大魏朝，官员们初6就开始在衙门上半日工，等到元宵节过后，圣上开始上朝，各衙门则正式恢复办公。同时，京城的国子监也是今日开学，也就是说，今日的沈文珍和沈慕渊可是没有这份口福。沈乐林一大早就二房看望了一下感染风寒的双胞胎，也立马赶回来吃午膳了。鸡汁煮干丝、蟹粉狮子头、文丝豆腐、3套鸭、将军过桥、鸭包鱼翅、烤方，每个菜都让人垂涎3尺，小阿周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姜氏好笑的给这只小馋猫擦了擦嘴，笑嗔道：“像是我们平日都苛待了你一样。”小阿周拉着姜氏的衣袖道：“母亲娘，阿周想吃肉肉了。”那软糯糯的小奶音，别说姜氏这个做母亲的，就是在一旁的沈乐林都恨不得把桌上所有的好菜都给他添上去。饭刚吃到一半，慈安堂的小丫鬟就突然来了，说是老夫人请三夫人去慈安堂用饭。沈乐林听完陈嬷嬷的转告，放下了筷子。这哪里是请母亲去用饭，分明就是让母亲去老夫人面前立规矩。上一世老夫人惯会用这一招，总是吃饭的时候让母亲前去伺候，一站就是大半个时辰。这辈子老夫人明明已经懒得在三房面前耍威风了，今日突然提起这事，不必说，想来是大夫人又上什么眼药了。沈乐凌晨下脸，上次香囊的事自己还没来得及回敬一番，果然大夫人的日子不能太过悠闲。姜氏也自然也听出了老夫人此话的言外之意，只是那到底是她名义上的婆婆，她若是托大不去，这日后京城还指不定怎么戳她的脊梁骨呢。她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老爷和儿女们考虑。于是姜氏放下筷子，用手帕擦了擦嘴巴，道：“阿林，照顾好弟弟，母亲去就来。”这一去就去了一个时辰。沈乐林将小阿周哄得午睡后，便再也做不了。他闭眼思考了一会，让思雨去了趟自己库房，拿了个盒子出来，随后带着思雨和玉珍，又叫上了2个粗壮的婆子，就要往慈安堂走。不料刚准备出门，玉珍就捂住肚子，道：“小姐，奴婢突然肚子疼。”沈乐林似乎早有预料，眉毛都不曾抬一下，便道：“既然玉珍不舒服，那就不用去了。”说完，还十分关切地看着玉珍道：“雅涵，看好玉珍，若一会还是不舒服，记得帮她请府医来看看。”玉珍急了，忙道：“小姐，奴婢只是……不必担心玉珍，小姐待人和善，有什么不舒服的，千万不要忍着。”思雨打断了她的话，关心完便立马跟着沈乐林走了。玉珍看着2人的背影，心中焦急。五小姐那盒子里不知道放的是什么，王嬷嬷还特意交代，今日五小姐若是在三夫人出院子后有什么动静，让自己及时去报的。雅涵此时也凑了过来，语气焦急：“玉珍，你是哪里不舒服啊？”沈乐林一进慈安堂大厅，就看见坐在正位的老夫人身上盖着金银丝双色缠绕的皮毯，侧躺在软榻之上，一旁的暂福字的紫铜暖炉不断散发着热气，而他的母亲姜氏此时规规矩矩地站在老夫人身侧，伺候着茶水。仔细看过去，还能看到姜氏腿脚都在忍不住颤抖。大厅内除了马嬷嬷，还站在另一个大丫鬟。姜氏见沈月玲来了，眼中流露出不赞同的神色。老夫人则嗤笑一声，道：“五丫头来了呀。”沈乐林眼下眸中的厉色，快走2步到了老夫人跟前，笑容可掬地向她行了一礼：“阿玲见过老夫人。”“起来吧。”老夫人的声音透着重慵懒和不耐。沈乐林乖巧地起身：“五丫头今日个怎么有空来我这慈安堂？难道不怕又感染了风寒？”沈乐林心中冷笑，这老夫人若不是从小身份高，长大后又直接嫁给没了母亲的宁国侯，就这点城府，估计再就被这后院给吃了。面上却道：“老夫人说笑了，都怪小五的身子不争气。”老夫人听了这话，冷哼一声，但到底没有再次揪着不放。今日天气不错，小五刚刚帮母亲收拾库房的时候，找到了母亲从苏州给老夫人带回来的礼物，原是想着进府第2日就送与老夫人的，只是这小五母亲这一忙就疏忽了。沈乐林含着笑，示意思雨将那小盒拿了过来。姜氏睁大了眼睛，他什么时候准备了什么礼物？
为何他本人不知？老夫人丝毫没有什么兴趣。她生来就成武伯之女，又在这宁国侯府做了数十年的女主人，什么好东西不曾见过。沈乐玲也不气馁，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思雨手中的小盒。这是母亲在一次偶然下从一个江南商人那里买到的蓝田玉做的观音像。蓝田玉的观音像虽然的确不错，但也算不得什么极好的东西。果真是小门小户，没见过什么世面。老夫人心想，可她没注意到一旁是江氏瞳孔长得极大，阿玲怎会将这玉观音拿出来了？正当老夫人想讽刺几句时，却看到锦盒中是一小孩手臂大小的观音像时，一双小眼睛瞪到了极致。蓝田玉是不稀奇，观音也不稀奇，但这么大的玉观音像就极为少见了。老夫人还是很早以前听说，长公主下嫁时，贵妃娘娘给过她一个如此大的观音像，可老夫人也没有缘分见过啊。沈乐玲成功将礼物送出去后，趁着老夫人爱不释手时，拉着江氏一起跪在了老夫人面前。江氏趁机解放了一下自己的双腿。老夫人疑惑之际，沈乐玲解释道：“老夫人，其实小五刚刚骗了你，这观音像不是母亲忘了给您。”老夫人脸瞬间一沉，这丫头是什么意思？沈乐玲赶紧道：“我母亲原是想着多年不在老夫人膝下尽孝，于是才千方百计为老夫人寻来了这份礼物。只是回府后，母亲才想到她毕竟只是个三媳妇，不好越过了大伯母和二伯母，一时犹豫，所以……话都说到这里了，老夫人自然明白了沈乐玲的意思。也是老三媳妇要是明面上送自己这么好的东西，老大和老二媳妇脸面往哪里搁？最终老夫人感念江氏的一片孝心，同意不将此事告知其他人。不到半炷香的时间，给大夫人、二夫人上完眼药的沈乐玲便搀扶着江氏从慈安堂走了出来。而得到消息匆匆赶来的大夫人，看着早上才被自己三言两语气得恨不得让江氏日前来立规矩，如今却嘴角的笑意怎么都止不住的老夫人一头雾水。可偏偏老夫人却什么都不肯说，让大夫人好一阵郁闷。刚得了好东西的老夫人看着在自己面前拉下脸的大夫人，想到沈乐玲刚刚所说的那番话，突然想起这老大老二媳妇似乎没送过自己几样像样的礼物，一时气不打一处来：“张氏，今日晚膳就由你来伺候我这个老婆子吧。”第36章母女交心。大夫人面上一僵，没想到这次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进园中，玉珍在沈乐玲一走，便想找机会去大房通风报信，但不想雅涵却尽职尽责地守在她身旁。他无奈之下，只能假装去了茅房，还指明让平儿扶他去。雅涵姐姐，茅房未大，就让平儿陪我去吧。雅涵见状，也一副虽然我们是好姐妹，但是茅房我是真不想的样子，让平儿扶着她去了。但在玉珍看不到的地方，给平儿使了看景点的眼神。平儿重重的点点头。她虽然才7岁，但在苏州的时候也是跟着谭云姐姐练过的。玉珍见雅涵就守在不远处，自己跑是不好跑了，于是给了平儿5个铜板，让她赶紧去大房找王嬷嬷，就说五小姐已经往老夫人的慈安堂去了。平儿自然将此事告知了雅涵。雅涵估算着小姐那边差不多快到慈安堂了，立马让平儿往大房跑，按玉珍说的做了。所以平儿和大夫人安排在慈安堂的眼线，基本是前后脚到了墨运堂。大夫人一听沈乐玲带着个锦盒去了慈安堂，乐了，一个小丫头到底是没什么耐心啊。她原本赶到慈安堂是来幸灾乐祸、火上浇油的，想让老夫人觉得三房一家将她当成恶毒的老妇人。不想自己赶到的时候，三房母女俩已经全身而退，而老夫人莫名其妙的居然让自己给立规矩。原本一早听了昨日女儿跟三皇子出门逛灯会，还收到三皇子买的花灯，心情正好的大夫人几乎是黑着脸回的自己院子。刚去二房看望了双胞胎的沈木青见状，立刻问了事情的经过。最后他眯着眼道：“母亲，你觉不觉得这个五妹妹真的很有些古怪？”大夫人听了也沉下心来，是有些古怪。不仅前后只用了1刻钟就改变了老夫人的心意，老夫人居然还让自己去立规矩。自己长家都10多年了，若真去了，不就成了这后院的笑话吗？所以这五丫头到底跟老夫人送的是什么，又说了些什么？大夫人整张脸在阳光的映照下分裂出斑驳的暗色，原本笑惯了的面色露满是阴霾。进园，江氏是被2个婆子给嫁回来的，但一进内室，她让所有人退下后，只留下沈乐玲一人在房中。沈乐玲好似对江氏即将要跟她说的话毫无察觉，正心疼的给江氏按摩着腿。最终江氏还是叹了口气，率先开口道：“阿玲，今日那玉观音是怎么回事？”那观音是沈乐玲前年所得，去年苏州一位德高望重且对江氏一直多有照拂的老夫人大寿，江氏找沈乐玲讨要。沈乐玲当时回答道：“母亲，那玉观音阿玲有用的。”江氏自从3年前沈乐玲生了一场大病后，便对这个女儿几乎是百依百顺。她想要经商，自己就给铺子给人手；
他想要学武，自己就去说明老爷让他学武；他想要学医，自己就去给他请大夫。就连一直疼爱女儿的老爷，有时都看不过眼，忍不住说自己太惯着闺女了。可闺女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啊，铺子里的掌柜都向她竖起大拇指，说闺女若是男子，必能成为大魏第一商人。练武如此辛苦，可闺女小小的身子，每日天不亮都爬起来扎马步，再苦再累也没说过一句放弃。姜氏一直都知晓自己闺女的聪慧非常人，只能一面帮她小心的掩饰，一面时不时的提点两句。但今日闺女如此轻易的将观音送出，难道闺女前年就想好将那观音送给老夫人了？她是怎么知道的？那时我们一家人都还在苏州呢。沈乐龄低着头轻声道，就是突然想到了，今日正好拿去送与老夫人。阿玲，姜氏的声音带了些严厉。沈乐龄叹了一口气，看来今日母亲这一关不太好过呀。母亲觉得今日老夫人为何让您去立规矩？姜氏将手往大房方向一指，道：想来是那一位早上去给老夫人吹的风吧。沈乐龄点点头道：大伯母想来是个有成算的，从上次那个香囊就能知晓，不出手则罢，一出手必然要人伤筋动骨。姜氏皱眉靠在床上，皱眉道：你的意思是，大伯母毕竟只是母亲的妯娌，如今三房又有了自己的小厨房，说句不好听的，大伯母能拿捏我们的地方并不多，所以他才将主意打到了老夫人那里。沈乐龄一边说着，手上却丝毫不耽误。阿玲虽不知大伯母具体跟老夫人说了什么，但我猜若今日不将老夫人要立规矩的苗头掐断，接下来老夫人怕是不会消停，所以阿玲今日才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沈月玲一下出手就是这么一份大礼，就算老夫人再想收拾姜氏，也至少会再等上一段时间。沈乐龄故意将姜氏要问的焦点模糊掉，转移姜氏的视线。果然姜氏听完丝毫没有怀疑，只是长叹一口气，道：那你也不用拿那玉观音去哄老夫人高兴啊，不过就是站一站的事，老夫人也不能拿母亲怎么样。说完又关心道：你那玉不是还有用的吗？日后要用了该怎么办？不行，我还是找人再帮忙看看，看能不能买到。母亲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姜氏即使在要面前老夫人每日的蹉跎，第一反应还是不能用女儿心爱的东西来换取自己的安逸。看着有些焦急的姜氏，沈乐龄猛地抱住了她的身子，将脑袋埋在她怀里，瓮声瓮气道：不要，母亲要是站久了腿脚会不舒服的，日后得了湿寒该怎么办？姜氏抱着突然跟自己撒娇的闺女，有些好笑道：是谁整日嘲笑阿周，说自己是个大闺女的，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沈乐龄不好意思地坐直了身体，自己上辈子怎么说已经30多岁了，如此撒娇确实有些不好意思。姜氏逗完闺女后，拉着沈乐龄的手语重心长道：阿玲，母亲知道你自幼聪慧，但你才12岁，这后院里的事不该压在你的肩上。不等沈乐龄说什么，姜氏继续道：这本就是我和大嫂之间的较量，况且你也别小看你母亲，我以前只是不屑与他们争斗罢了，如今哪怕为了你，母亲也会立起来的。放心。沈乐龄很想说，母亲，那些人根本没有人性的，善良了一辈子的你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但看着姜氏那坚定的眼眸，最终还是乖巧的点点头。唉，实在不行只能让陈嬷嬷、何尔荣帮忙多盯着一些了。第37章香皂。到了晚间用膳时，慈安堂还真派了个小丫鬟去墨韵堂请大夫人。大夫人黑着脸也在库房拎了份礼物往慈安堂去了。可不想，明明是一对上好的翡翠镯子，老夫人却只是瞧了一眼，便不冷不热地说了句：就拿这些东西来打发我老婆子，可见心中对我没什么敬意。戴夫人满脸的问号，这三房到底是给老夫人送了什么好东西？不是说三弟妹带回府的东西并不多，大约是个破落户吗？难道三弟妹从一开始就在藏拙吗？随后一连3日让大夫人在慈安堂里立规矩，据说每次大夫人从慈安堂出来时腿都走不利索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二夫人自然是最高兴的，她和这位妯娌打了10多年的交道了，还一直没怎么在她手底下讨到好。这三弟妹真是未能人，一来就让大夫人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不过二夫人也没打算插手，这世上坐收渔翁之利的人才是最为聪明的人，她巴不得大房和三房斗个你死我活才好。可二夫人还没开始收礼呢，老夫人却又一连3日将她叫去立规矩。总之3个儿媳妇一个都没放过。自那以后，每次老夫人突然有了想让媳妇立规矩的苗头，不等姜氏开口，大夫人二夫人就会十分难得统一战线，将话题岔开。5日后，正月20，顺华书院开学了。一大早，宁国侯府后院里的姑娘全都上了马车，只留下一个刚回京城庶子的女儿沈乐龄。上一世，沈乐龄没有感染风寒，回京没多久就在大夫人的帮助下去了顺华。但她一个小小户部主事之女去了顺华，注定只能被那些天之娇女欺凌。而上辈子的沈慕清
则永远是贵女们的中心。这一世，沈乐灵先是感染风寒，是得罪了大夫人，是疑也不知大夫人是不是故意的，提也没提让沈乐灵去上学之事。姜氏略微有些焦急，但沈乐灵却乐得轻松，他可没空整日去陪那些贵女过家家。这一日，刚吃完午饭，沈乐灵就和谭云换了一身男装，和上元节一样，将眉毛画粗了些，脸上擦了些思雨做的药水，变黑了些，还在嘴角点了一颗黑痣，确定这黑痣能一眼吸引走大半的目光，这才从西院一废弃院子的墙边翻了出去。至于玉珍，昨日不小心感染了风寒，刘府医已经开了药了，只是有思雨的照顾，怕是这几日都下不了床了。沈乐灵今日出门，一来是与刘掌柜见面，二来听说大夫人陪嫁的一个铺子里开始卖起了香皂，沈乐灵要去看看沈慕清做到了哪种程度。上辈子沈慕清之所以这么看重沈乐灵，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大夫人不愿意他插手商贾之事，于是很多东西只能通过自己这个本就流着商人血液的堂妹来办了。而今也不知沈慕清是如何说服了大夫人。沈乐灵出门后，跟着谭云出了巷子，在另一条小巷里上了一辆等待已久的马车。那马车灰扑扑的，并不起眼，是昨日谭云让刘掌柜备下的，毕竟车马行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了。马夫直接将车驶进了顺心车马行的宅院里，为了不引人注目，刘掌柜夫妇只能等候在正厅之中。一看到迎面走来的沈乐灵，连忙上前行礼：“小姐，你可终于来了啊！”刘掌柜夫妇以前是跑镖局的，因失了货，不仅镖局丢了，唯一的儿子还被债主打死，随后夫妻俩还被官府抓了后，被迫卖身还债。上辈子去府衙找父亲的沈乐灵就误打误撞买下了他们。后来沈慕清提出要做什么物流车马行，沈月玲第一个就想到了他们。他们夫妇也着实做得不错，在沈乐灵庞大资金的支撑下，很快车马行遍布了江南。只是后来自己听信谗言，误以为他们有了其他心思，让沈慕清的人来插手管事，最终刘掌柜夫妇被边缘化了。上辈子自己被困在尚书府后院，玉珍将自己手上的身契都给了沈慕清。听说不久后，他们夫妇因不肯相信自己生了重病，而思雨他们也得了重疾，在侧门闹腾，被沈慕清下令直接打死了。这一世，自己同样早早的买下了他们，并救活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刘晨。2年多前便让他们一家3口来了京城蛰伏。小姐，您让给陈继久的信，小人已经找了个合适的理由送了过去。沈乐灵点点头，笑道：“刘叔做事，阿玲自然是放心的。”听了沈乐灵的话，刘掌柜夫妇脸上的笑更真了2分。他们2年前突然被小姐委以重任，好不容易在京城扎住了脚跟，半年前小姐突然的吩咐，着实让他们有些摸不清头脑。直到后来那蜂窝煤的事闹得纷纷扬扬，他们俩夫妻才将小姐的用意猜了个七七八八。事发后，他们好一阵后怕，幸好谭云姑娘时不时来，才安抚了他们的心。他们倒不是怕自己出什么事，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这一家子的命早就卖给了小姐，是生是死不过小姐一句话的事，但他们怕连累到小姐啊。平日夜里，谭云时不时就会夜访车马行，刘掌柜有急事也会让小六子去宁国侯府西门附近卖糖葫芦来通知刘婆子。是以沈乐灵简单的问了一下，便给了刘掌柜一封信，让人快马加鞭送给汉桥。随后又交代了2句，便又上了马车，带着谭云去了东丽街大夫人的香料铺子。看着门口香雅阁的门头，这家铺子地段是真的不错，就在东丽正街之上。这附近的铺子也大多是做大户人家生意的。沈乐灵摇着手中的扇子，一副纨绔小公子的模样走了进去。旁边的路人还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心道：这大冷天的拿把扇子，果然是权势人家的少爷。沈乐灵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复杂而浓郁的气息，他连忙用扇子挡住下半张脸，走到柜台前大喊：掌柜的可在？他身后的谭云也用手捂住了口鼻。柜台后出来了一掌柜打扮的男子，大约40左右，看了眼沈乐灵身上的穿的布料，面上挂着和善的笑容。2位客官想要看些什么样的香料？小人给2位介绍一下。沈乐灵一副受不了这里气味的模样，道：小爷的娘马上要过生辰了，你们这里最好的香料是哪些？最好的香料，那是大客啊。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几分，道：那客官来咱们这儿可是来对了，敢问这位公子想拿些什么功效的？沈乐灵皱着眉道：这香料能有些什么功效的，就给小爷拿你店里最好的最新奇的就行。最新奇3个字上，沈乐灵咬字格外清晰。掌柜的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忙拿出3种香料摆在了柜台之上，略微思索了一会，又拿出了一块类似皂角的东西。沈乐灵装作好奇的样子，指着那皂角模样的问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小爷我怎么没见过啊？掌柜的见这公子年纪虽小，眼睛却很是毒辣，连忙陪笑道：小公子有所不知，这东西叫做香皂，
不仅可以像皂角一般洁净肌肤，还能滋润肌肤，持久留香。而且这东西全大卫可只有我们湘雅阁有卖。说到这，那掌柜的还压低了声音凑近道：“听说宫里的娘娘们也用的是这香皂呢。”沈乐灵瞪大了眼睛，一副天真的模样：“为什么只有你们这儿有卖啊？”掌柜的四下看了一眼，才紧张兮兮地道：“不瞒小公子说，这东西可是我们家大小姐前些日子刚想出来的，这方子可只有我们一家有。因为这制作过程实在复杂，实在有些供不应求。如今我们铺子里也就只剩下这一块了。”沈乐灵心中冷笑：“沈木青啊，沈木青，你怎么还是学不会聪明一些呢？”第38章玉亲王。沈乐灵似乎十分满意掌柜所说的独这一块了，在得知价格为5两银子一块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就买了。至于其他香料，沈乐灵是半文钱都不想让戴夫人母女俩赚的。出了香料铺子的门，沈乐灵将东西交给谭云，让马夫小五将那香皂和价格一同告知刘掌柜，自己则带着谭云漫无目的地逛起了街。已到了初春的好天气，微风和煦，和谭云时不时溜出来不同，这可是沈乐灵进宁国侯后第一次白天里出门。东城不愧是京城里最为繁华的地方，两侧商铺各类店肆林立，阳光倾洒在这红砖绿瓦之间，给整条街道增添了一份温暖好诗意。两旁摆满了小摊铺，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连周边那小街小巷里也都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身着男装的沈乐灵依旧时不时地摇晃着扇子，慢慢悠悠地走在这京城的街道上，时不时窜进某一家铺子，上下打量或找掌柜随意聊一聊，最好随手买了点小东西挂在谭云身上。谭云看着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东西，脸上是麻木的，眼里是无神的。他知道自家小姐又开始查看市场了。很快，沈乐灵又朝一家名叫墨香阁的商铺走去。溥仪进门，还没来得及看那两侧货架上的字画古玩，沈乐灵就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什么？3000两？就这么一幅画就要3000两？”沈乐灵抬眼看去，两个如青竹一般的少年站在柜台前，其中一少年正是前几日才见过的定北侯世子段俊泽，而另一个手里拿着一幅画，惊讶而气愤地问着面前一掌柜模样的少年。那少年长着一张娃娃脸，五官颇为清秀，身后的长发用一根红色发带束起。沈乐灵看到后突然脸色发白，感觉胸口一阵刺痛。那少年虽然侧着身子，但沈乐灵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玉亲王，当今圣上最小的同胞弟弟，今年刚16岁，是先皇的遗父子。太后去世后，便在皇后膝下长大，被宠得无法无天，嚣张跋扈。前世李尚挺不知为何得罪了他，玉亲王当街就一脚踹了过来。当时眼里全是李尚挺的沈乐灵冲到他的前面，生生为他受了这一脚，自此落下了个时不时胸口疼的毛病。可没有人知道，其实玉亲王是道过歉的。那是3个月后的事，有一日自己收到了长公主的帖子，不得不去参加长公主的赏花会，被一个小丫鬟引到无人处。玉亲王早早的等候在那里，凶巴巴地道：“喂，本王那日不是故意踢你的，只是当时的自己实在是被玉亲王伤得不轻，根本不想听他说什么，只一个劲地低着头，试图缩小自己的存在。”玉亲王看到这样的自己，被气得不轻，最后一甩袖子便走了。临走前还道：“李尚挺不是什么良人，你还是早些为自己做打算吧。”这话是后来自己躺在尚书府偏院里才琢磨清了，原来号称京城第一纨绔玉亲王早就已经警告过自己了。只是可惜了，沈乐灵心中一阵叹息。明明那样好的一个人，不仅一直被世人误解，后来却落得那样一个令人唏嘘的下场。因三皇子夏弘毅小时候也在皇后膝下长大，玉亲王与他一向亲近，后来皇后那样倾其所有帮助夏弘毅，未必没有玉亲王的缘故。可那人登基后是如何对他的？因对匈奴不战而退，痛失3成，还下令斥责守住了墨云城的段俊泽。从不上朝的玉亲王穿着亲王朝服走到金銮大殿之上，痛斥夏弘毅3大罪，被夏弘毅下令打入天牢，最后还被他剥皮萱草了。剥皮萱草，把人皮完整剥下来，做成带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作为玉亲王伴读的段俊泽，得到消息后，没过几日便在墨云城称了帝。这位公子，这可是王先恩先生的真迹啊！掌柜有条不紊地朝那少年解释着。可那少年却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的一道目光，他转头看去，只见一个11、12岁的小子正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那眼中似乎还带着一丝怜悯。怜悯？玉亲王一下子炸了毛，这哪里来的臭小子，居然敢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本王？第39章墨香阁的勾当一。段俊泽也看到了沈乐灵，先是一愣，这个小少年自己可是派人在京城找了好久，今日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
还有他为何那样看着乐生？见两个少年转头看向自己，沈乐灵连忙收起自己眼中的同情，朝段俊则微不可察的点点头，又扬起一个笑容。不等那似乎将要发作的玉亲王开口，便上前对着掌柜道：“掌柜的，这真是王先恩先生的秋日郊游图。”果然，玉亲王的思维瞬间便被拉回到这图上。掌柜的看沈乐灵衣着华丽，也对这图有兴趣，立马摸了摸下巴的山羊胡道：“可不是，这位公子手上的这秋日郊游图确实是真迹，说是价值连城也不为过。小人只开价3000两，已经是很优惠的价格了。这秋日郊游图可是王先恩最好的画作之一，小人也是这几日才得的。若是将这消息放出去，怕是明日就有那识货之人给买走了，到时候两位公子可是后悔都没有办法了。”掌柜的滔滔不绝地下着危机，沈乐灵的目光在那图上细细的打着转。玉亲王看着沈乐灵的一双眼珠子都快粘在这画上，又听了掌柜的话，大约真以为沈乐灵是他的竞争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头对身后的段俊则小声道：“阿泽，能借2000两吗？过几日还你。”那掌柜的听了玉亲王的话，眼中快速闪过一道金光，嘴角的笑意怎么都压不下去。段俊则俊眉微微蹙起，低沉而有些冷淡的声音响起：“我没有。”听到没钱，掌柜的脸一下子冷了。玉亲王则气呼呼的道：“你怎么会没有呢？你爹不在家，家里就是你做主，怎么连2000两都拿不出来？”段俊则像是在面对一个要糖果的小孩一般，神色丝毫不动，只是启唇再次道：“我家也没有。”玉亲王气结，但也明白今日让阿泽帮忙出钱那是不可能的。他垂着头正想着能不能跟掌柜的打商量，看能不能先欠2000两，却听那眼神不太好使的少年指着自己手中的画，脆生生地问向掌柜的道：“这秋日郊游图100两卖不卖？”不说掌柜的和玉亲王，就是连段俊则脸上都露出了惊愕的表情。玉亲王以这少年怕不是个傻子吧的眼神看着沈乐灵，而那掌柜惊愕过后瞬间明白了沈乐灵的意思，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恨恨地盯着沈乐灵，一字一顿道：“这位小公子，我们这店可是这京中的大人物所开，老夫劝你要完不也不要在这里撒野。”言语中的警告之意甚浓。说到京中大人物，沈乐灵还没说话，他身后立志要做京城第一纨绔的玉亲王不干了，将话一收，往柜台上一放，带着少年特有的爽朗和他自己独有的狂妄问道：“哦，大人物？这京中还有什么大人物，让人连在店里还价都不成了？”玉亲王在心里偷偷加了句：“虽说这少年价确实还得过了些。”掌柜的见要买画的主如此说，精明的双眼闪过一丝慌乱，忙道：“这位公子勿怪，实在是这小子太过可恨，小人这叫让人先将他赶出去。”说罢就要招呼伙计。店里2名伙计一人凑了上来，一人转身向内，大概是叫人去了。沈乐灵眉毛一挑，躲到玉亲王身后，高声道：“这么急着赶我走，是不是怕我揭穿你卖假画？”“你胡说！”那掌柜的怒气冲冲地道。段俊则见状轻声问道：“你是如何得知的？”沈乐灵大声喊道：“王先恩先生的画豪迈奔放，错落有致，善于从复杂的物体形态中吸收精髓，而你这幅虽磨得不错，但处处透露着小心，其意境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给你100两都想小爷大方了。”话音刚落，那掌柜的被气得跳脚，手指着沈乐灵，怒道：“你这小子胡说些什么？这可是王先生的真迹，你是不是我们墨香阁的对家派来的？你再不滚，我就让人把你打出去！”玉亲王一听，这小小的掌柜居然敢卖自己假画，瞬间就气不打一处来，站在掌柜的面前，满脸写着怒气，高喝道：“好你个掌柜，居然卖假货卖到了爷头上来！我看你是不想在京城混了。”那掌柜的见这公子不听自己解释，立马认定自己卖假货，脸都被气绿了。此时又有新的客人进门，他也不争辩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道：“我算是明白了，你们俩是一伙的，没钱买我的秋日郊游图，就在这故意抹黑我们墨香阁，想让我低价将这画卖给你们是吧？”那掌柜用手指着玉亲王，大声道：“我告诉你们，我们这店可是宁国侯府的，你们想碰瓷，怕是找错了地方。”沈乐灵见这掌柜终于说出了宁国侯3个字，紧绷的后背一下子轻松了。沈慕清上辈子说过夏红一登基，玉亲王虽明面上没有怎么相助过他，可背地里没少找皇后撒泼打滚。而这墨香阁他前世就知晓是大夫人的陪嫁，只是后来又给了沈慕清，沈慕清又让自己帮忙打理。他还记得沈慕清当时跟自己出的主意：“五妹妹，这世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又说得清呢？我看这墨香阁在京城已经开了这么多年，账目一直不太好看，不如找些以假乱真的东西高价出售，那开一张就能吃1年了。就算有那眼神好的，如今我都是3皇子妃了，说一句下人眼拙也就没事了。当时自己第一次驳了这个姐姐的意见，大姐姐这样不成的，
这古玩店做的就是一个信誉，若是信誉没了，日后如何在行业内立足，恐怕咱们手中其他的生意也会受到影响的。沈慕清这才作罢，重来一试，他果然还是如此短视。今日他就是一来让这墨香阁名誉扫地，二来也要让玉亲王对宁国侯有了间隙，这样以玉亲王爱恨分明的个性，自然会对三皇子多多劝告。夏弘毅听了，远离沈慕清，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大的靠山。夏弘毅不听，那以玉亲王的个性，少不了能与他离心。沈乐林算盘打得极响，却不知一直在旁边看戏的段俊泽已经再次皱眉看向沈乐林，那一双清冷而锐利的目光里满是狐疑。第40章墨香阁的勾当2，又是宁国侯府。上次这少年似乎针对的也是宁国侯府，只是自己调查了这么多天，与宁国侯府有亲的有仇的，似乎都没有这么1号少年。玉亲王从小到大可以说是在宫里都是横着走的，皇子都没一个他受宠，就算惹了再大的祸，景瑞帝也最多就是看着他恨铁不成钢的说2句，孺子不可教也，再让皇后将他关上几日，或者让他抄书。这次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掌柜的指着鼻子骂，真不真话的已经不重要了。他立马习惯性的喝了一句来人，但却没有任何人应声，场面一时有些尴尬。玉亲王一拍脑袋，这才想起自己今日是特意摆脱了小英子他们出来玩的，可在那掌柜眼中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算是明白了，这3个少年根本就是几个穷小子，这一个惯会摆谱的，连3000两都要找人借2000的，他身后的那个虽不爱说话，但整个家里都没有2000两，还有最后一个小子，虽然有些眼力劲，但只敢躲在他人身后，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至于他们身后的谭云，在掌柜眼里一看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厮。掌柜的想明白了这一点，也不多废话了，朝着那伙计叫来的人道：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把这3个捣乱的小子给我扔出去！沈乐林往后一看，内室里居然走出来6个壮年，手里还都拿着小孩手腕粗的棍子。玉亲王看着那6个人时，先是气愤，随后又不知想到了什么，居然笑了，还朝段俊泽道：阿泽，今日可是这些人来招惹我的啊，回去你可要给我作证。说完，不等段俊泽回答，便兴奋地朝那几人冲了过去。玉亲王毕竟是从小学武的，基本功还是在的，加之这是在殿内，那些人也怕砸到东西，因此束手束脚的，一时之间玉亲王居然还占了上风。此时掌柜的见那6个人连1个人呢都没有拿下，瞬间急了，整个人焦急地城前弓着，嘴里还不停地道：哎呀，小心点，你们小心一点，别撞坏了东西。站在门边的一个伙计见状，立马跑出了店门。不一会，几名官差就走进店里，为首的一人嘴里还骂骂咧咧的：都给老子住手！那6个人本就被打得有些怕了，这人不讲武德，专挑他们的脸揍，见官差来了，立刻就停了手。只有玉亲王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依依不舍地放下自己夺过来的大棍。掌柜的连滚带爬的跑到那为首的官差面前，叫道：郭爷，您可来了！一听就是熟人。郭爷，这4个小子买不起东西，就在我店里寻衅滋事，还打了我店里的伙计，还请郭爷为小人做主啊！身上挂着不少东西的谭云多少觉得自己有些无辜。掌柜的边说，还不着痕迹的给那郭爷塞了10两银子，却不知这个举动被沈乐林看得一清二楚。那被称之为郭爷的官差不动声色的在手里掂量了掂量，心中暗骂这李掌柜抠搜，但毕竟人家后面侯府有总比没有好吧。于是他上前2步打量了一下那4人，一看到那手拿大棍人的脸，立马腿一软，直接跪下了。小人见过玉亲王。他身后的衙役们也反应极快地跪了下来。要说这天下哪里的官最不好当，自然是京兆府尹这个位置。说是在管京城的治安，但其实但凡敢在这京中惹事的，大多都是些有恃无恐的勋贵子弟，区区一个京兆府尹敢怎么管？同理，京兆府也是对这京中纨绔了解最深的，下面的人更是一个比一个眼力劲十足。1年前，这玉亲王和魏国公的3公子当街打架，郭衙役就曾远远地看到过玉亲王。还记得后来这玉亲王据说就被圣上禁足了2个月，而那魏国公3公子差点被他爹打得下不了床了。为此，京兆府尹陈大人还特地交代过所有人，千万不要惹到这位爷。玉亲王见这衙役如此慧眼，不由得心中得意，看来自己的俊脸果然让人难忘啊。那李掌柜听到郭衙役的称呼，腿肚子也一下子软了，砰的一声，直挺挺的就跪了下来：小人冲撞了王爷，小人知错，小人知错了。边说脑门还不停的冒着冷汗，可见也是听说过玉亲王大名了的。玉亲王听了他的话，冷哼了一声：刚刚是谁说本王买不起东西的，还让人将本王轰出去的？现在知道错了，晚了，都是小人的错，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还请王爷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要和小人一般见识。李掌柜继续申辩着，此时生怕玉亲王将话给忘了的沈乐林提醒道：还有卖假话。果然玉亲王一听才想起，这人居然还敢拿假东西糊弄自己，
一下子更生气了。本王今日就与你计较了，如何？段俊则看着情绪轻易便被一个小少年牵动的好友，还是开口道：“这位公子，为何一眼就认定那话是假话？”玉亲王一愣，狐疑的看向沈乐灵。是啊，他看半天都没看出来，这么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这么能一眼就认出来呢。沈乐灵淡淡一笑，显然早就想好了答案。只见他上前2步，死死的盯着那掌柜，声音冰冷：“掌柜的，你告诉玉亲王，你那话到底是真还是假？”说完还提醒道：“如果说你刚刚骗玉亲王，还能说是不知情，现在已知玉亲王身份，若你还敢说谎，那就是故意的了。胆敢欺骗皇族，那可是诛9族的大罪。你以为你身后的主子保得住你吗？”第41章江大河。沈乐灵故意提起身后的主子，以免玉亲王忘了掌柜刚刚提起的宁国侯府。果然听了沈乐灵的话，原本眼中还有些挣扎的掌柜脸色一白，不敢再看向众人。随后心一横，砰砰砰的连连磕头。小人一时鬼迷了心窍，还请王爷开恩，还请王爷开恩啊！他头磕得十分用力，不一会，额角就浸出了一缕血丝。玉亲王面露不忍，见这掌柜的如此豁得出去，沈乐灵冷笑道：“现在就知错了，今日是我们英明神武的玉亲王在此，才没有上你的当，否则3000两买一幅假画，被骗的人岂不得倾家荡产？这勾当，你不知做了多久了？还有，你卖假画被识破了，就想打人，还污蔑玉亲王买不起这画。官差来了后，更是贿赂官差，怎么想让这些差爷将玉亲王抓到牢里吃牢饭？不过就是识破了你的阴谋，你这人怎能如此歹毒？”沈乐灵的意思很简单，一此人贪得无厌，若不处罚，还不知要骗多少人。二来，今日若不是玉亲王，换个人，只怕要被他们官商勾结，安排到大牢里去了。玉亲王虽说嚣张跋扈，但针对的对象从来都是些纨绔子弟，对于普通百姓，他从未为之为难过。原本看到掌柜额头渗血的可怜模样，他打算挥挥手算了的，听了沈乐灵的话，一双眼眸突然锐利的扫向跪在地上的郭衙役。郭衙役听到沈乐灵的话，也是一惊，他万万没想到，刚刚的那李掌柜小小的动作，却落入这位小公子眼里。郭衙役倒不敢说那沈乐灵看错了，因为他真以为沈乐灵和玉亲王是一起的。见玉亲王的眼神扫过，立马磕了一头道：“禀王爷，刚刚进门时，这掌柜的确实给小人塞了点银子，但小人原本是想转身还给他的，可一见到王爷您威武的身影，小人一下子就给忘了。小人这就将银钱还与这掌柜的。”说完，就将衣袖里的一锭银子递给了李掌柜。玉亲王见这两人居然还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搞鬼，他虽然一向冲动，但也不是没有脑子的。若今日这小衙役没有认出自己，怕是自己真要被迫往京兆府走上一遭。玉亲王想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郭衙役道：“看来今日本王非要亲自去京兆府找李宗明说说理了。”见衙役们没动，又怒道：“怎么，本王叫不动你们？”郭衙役这才起身，将这店里的人全给本王抓走。等衙役们将所有人抓住时，玉亲王拿起那幅画，提步就往外走，却不想段俊泽的声音却在身后响起：“小公子不一同去吗？”沈乐灵不慌不忙地笑道：“小子还有事，怕是看不了玉亲王惩治这些恶人的英姿了。”玉亲王被沈乐灵时不时一顶高帽子戴得十分舒服，转头朝他道：“你这小子倒是对本王胃口，今日之事多谢了呀。”沈乐灵忙拱手行礼道：“只是举手之劳罢了，若是玉亲王惩治了这些人，让他们不再去欺骗他人，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玉亲王听了，拍着胸脯保证：“本王必定不会放过他们的。”段俊则墨黑的眸子里含着莫名的情绪，他盯着沈乐灵，一时弄不明白这小子到底和宁国侯府有什么仇。他刚刚虽然句句在理，好似为乐生不值，但实际每一句都是在让乐生去与宁国侯为难。沈乐灵察觉到段俊泽的目光，看向他，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满是天真和清爽。段世子，不知令妹如今如何了？这一句便是在提醒他，自己可是对你妹妹有救命之恩，别动不动就拆我的台。段俊泽自然听出了沈乐灵的言外之意，僵直地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玉亲王听了，讶异的睁大了自己那双漂亮的桃花眼，大笑问道：“原来你们认识啊？”“也算不上认识，不过是上元节我家小厮帮段世子抓了几个人贩子罢了。”沈乐灵轻笑道：“哦，就是你帮阿泽找到了晶晶啊？那太好了，这小丫头一直说要报恩呢。”玉亲王立刻来了兴趣，爽朗的笑着，随后看了眼段俊泽，眼珠子一转问道：“对了，你小子叫什么名字？”段俊泽的也好奇的看向沈乐灵。沈乐灵温和的一笑，张口子就道：“我叫江大河，江南人士。”听着这么随意的名字，那两个少年都不由自主地皱紧了眉头。说完，不等玉亲王再次发问，就抢先问道：“王爷要买这秋日郊游图是做什么的？”玉亲王瞬间被转移了注意，有些闷闷地道：“本来是想送人一份生辰礼物的。”沈乐灵点点头，
随即一副来不及了样子，道：“时辰不早了，我还有事，改日再与王爷详谈。”说完匆匆行了一礼，拉着一旁像木头一样的谭云脚下生风。玉亲王回过神，忙在他身后喊道：“喂，你还没说你住在哪里呢？”段俊则上前看着那跑远的身影，眸光幽深，微微有些变幻。今日后，他对着小公子的疑惑更重了，不仅仅是对宁国侯的针对，还有他看乐生的目光，那含着深深的悲悯与无奈的目光，还有他们那日在上元节上的对视，自己明明已经示威了，但他看着自己的目光依旧平静而坦然，那份淡定根本就不像一个11、12岁少年所拥有的。只是诚如那少年所暗示的，他到底也算晶晶的救命恩人。算了，只要他对他们段家没有敌意，随他去吧。星号星号星号！沈乐灵带着谭云峰狂地跑了半条街，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难怪上辈子那些人说玉亲王不能惹，当玉亲王和段俊泽在一起的时候，更是面都不要露。他们两个一个看似莽撞耿直，实则粗中有细。那玉亲王刚刚明显是看段俊泽被自己对了后，故意帮他打听自己底细的；另一个则像局外人一般，其实一双鹰眼一般的眸子，时刻观察着每一个人。关键是这人脑子还极好使，光如何看出那是假话的这一个问题，就问了自己2遍。虽然每一次都被自己顾左右而言他的转移了话题，但他心中显然是不信的。可沈乐灵该怎么说呢？说真话在自己手里，那墨香阁的自然只能是假的呢。最后若不是拿出那日救他妹妹的恩情出来，今日搞不好就脱不了身了。沈乐灵微微闭眼，这未来能一边与匈奴斡旋，一边自立讨伐大魏帝王的人，果然非同一般。看来自己日后还是得小心一点。等走到和小五约定的小巷里，马车早已等候在那里。沈乐灵上马车后，接着假寐思索起来。玉亲王说是要送生辰礼，看他如此沮丧的模样，这人一定对他很是重要。这皇家之中快要过生辰的，难道是皇后？是了，皇后出身江南云家，其父幼时曾拜入王先恩门下，那幅《秋日郊游图》上正是王先恩带着徒弟们游玩时所画，其中一个幼童想来就是皇后已故的父亲。思及此，沈乐灵睁开了眼，眼中流转出一道极亮的光波，看来这玉亲王也要欠自己人情了。第42章宁国侯的怒火。宁国侯府墨韵堂里，大夫人正坐在软榻之上，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对付三房的计划，似乎已经看到三房跪在自己面前的样子，他嘴角微微勾起。2个小丫鬟正一人一只的给他捶着腿，大抵是前2日站久了，他这腿脚一直不太舒服。外面的一小丫鬟焦急地道：“夫人，门房来报，老爷他一回府就怒气冲冲的朝墨韵堂来了。”大夫人一惊，原本软绵绵的身子一下子立了起来。发生了何事？小丫鬟摇摇头道：“奴婢也不知。”大夫人紧紧地皱着眉头，来不及多问，急忙就要下榻。王嬷嬷忙让小丫鬟给她穿鞋。宁国侯铁青着脸走进来，正赶上大夫人刚刚穿好鞋。见大夫人连穿鞋都让人伺候，宁国侯冷哼一声，阴阳怪气道：“夫人如今日子可过得真是舒爽啊！”大夫人正不知所措时，宁国侯突然咆哮起来：“张氏，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大夫人被宁国侯这一声怒吼给喊懵了。和宁国侯成亲近20年，从未见到他对自己发如此大的脾气。即使这些年他来正房的时间少了，对那些狐妹子多有宠溺，但也从不在人前下了自己的面子。王嬷嬷也是被宁国侯语气中的寒意吓了一跳，忙让屋子里的丫鬟婆子全都叫出了屋。大夫人稳了稳心神，柔声问道：“老爷，这是发生了何事？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宁国侯被大夫人一问，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了些，手指着大夫人道：“你还好意思问我？你在外面做了什么好事，你不知道吗？”大夫人实在不知发生了何事，但和宁国侯成婚多年，她对宁国侯的脾气还是了解的。“老爷！”大夫人凄厉地喊了一声，面色满是凄婉：“你一进我的院子，就当着一大堆丫鬟婆子的面大声斥责于我，现在还如此指责于我，不管发生了何事，你总要告诉我，容我分辨一二啊！”元郎！大夫人最后的声音都带上了哭腔。宁国侯听了，心中怒火依旧烧得旺盛，但还是坐在下来，将他刚刚如何被玉亲王叫到京兆府，当着李宗明和一堆衙役的面，被玉亲王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孩子指着鼻子说的他一张老脸面红耳赤。“你说说你，我们侯府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吗？你今日就给我说清楚，你到底在外面还仗着我宁国侯府的门楣，还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宁国侯边说边气得一拍桌子，桌子被拍得震天响。大夫人被这声音吓得畏缩了一下，但那一双眼睛却瞪得极大。这墨香阁他才交给阿青没多久，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宁国侯见大夫人一副无法反驳的样子，原本心中还残留着一丝或许真是那掌柜的在捣鬼的想法，此刻也全都荡然无存了。他目光恨恨道：“你不是要分辨吗？你说啊！”大夫人立刻换了一副凄婉的脸，眼中的泪水也如泉水一般滴落下来。
他轻轻擦拭了一下，道：“老爷，我与你夫妻近20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我虽不是一个多大方的，但也绝技不会为了几千两银子，做出这败坏我们侯府名声的事。”大夫人拿出帕子，轻擦拭着眼泪，哀声说：“老爷，这事我虽不知，但毕竟是我手底下的奴才做出了这等事情，全都怪我督管不力，这才让那些贪心不足的有了投机取巧的机会。可老爷，这旁人不信我就罢了，老爷你怎么能只听了那掌柜的话，就疑心了我？”说完便凄凄哀哀地哭了起来。宁国侯听着也有点动容，张氏也是在嫡母面前教养着长大的，在侯府也是衣食不愁，确实不像是为了这一年蝇头小利就。难道这真的是那李掌柜自作主张，惹得我宁国侯府一身骚？大夫人素来是个要强的，刚成婚的时候还会对宁国侯小意柔情，后来宁国侯开始纳妾后，她便慢慢强硬了起来。当了家后，更是慢慢生出了一股气势，向来喜爱柔美女子的宁国侯自然也渐渐远离了她。今日大夫人突然在宁国侯面前呜呜地哭了起来，一张保养得当的脸上满是晶莹剔透的泪水。宁国侯的声音平静了些：“那这是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你御下不严，才让我在裕亲王面前丢了如此大的脸。”说到这，宁国侯又看了眼大夫人，小声道：“你知不知道，原本我已经透过三皇子和黎丞相已经商量过了，再过些10日就会为我向圣上求情，到时候为我在吏部谋个职位。如今被这裕亲王一闹，这事大概又要黄了。”宁国侯说到这里，气得忍不住跺了一下脚。大夫人终于知晓宁国侯心中真正生气的原因了。他思绪一转，想到今日脑中才有的计划，心道倒是个极好机会。不一会，大夫人泪眼婆娑地望向宁国侯，柔声道：“若是这件事，我倒是有一个主意为老爷分忧。”宁国侯一扬眉，忙起身拉着了大夫人的手，将她扶到软榻上坐下，还从桌上给她倒了一杯热茶，递给大夫人，似乎完全忘了自己刚刚怒火，语带调侃道：“不知我这家中的女诸葛又有什么好主意？”大夫人配合地坐下后，又拭了下眼角的泪，娇笑道：“老爷惯会取笑我。”接着大夫人接着帕子遮眼，眸中金光一闪，轻言细语道：“老爷这裕亲王到底才16岁，小孩子心性，这事咱们日后跟他好好解释一番就好。至于吏部谋差事的事，上次您不是说三弟和吏部尚书关系不错吗？”宁国侯听了，脸上的笑一下就暗淡了几分，他还以为张氏有什么主意呢。夫人有所不知，这事我早已和三弟聊过了，他与那李子阳虽关系不错，但这事到底涉及甚广，他也不好。大夫人撇撇嘴，不就是一个闲官罢了，什么涉及甚广，想来是三弟不愿将这情谊用到你身上罢了。第43章，大夫人的反客为主。大夫人轻笑一下道：“老爷，这事可是您想差了，若是三弟能为我们家豁出去，为您求得一职，怎么会不成功呢？三弟这推脱想来，到底是和我们分开了太久，离了心罢了。”宁国侯脸一沉，这道理他怎么会不懂？只是三弟到底在外10数年，回来后又接连和老夫人还有张氏闹了间隙，三弟不愿相助，他也是能理解的。想到这里，他又狐疑地看了眼大夫人。上次除夕，张氏也不知为何要与三弟妹为难，这不是把三弟往外面推吗？大夫人见到宁国侯的眼神，自然也明白了他心中所想。他微微吸了吸鼻子，主动提及道：“老爷可知除夕那日，我为何要与三弟妹为难？”宁国侯显然没想到大夫人会主动提及此事，瞳孔微微睁大。不瞒夫人所说，这是为夫确实一直不明所以。大夫人好脾气地道：“是我的不是，做事之前忘了和老爷通气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嫁来的时候也是见过三弟的，依稀还记得那时的三弟对咱们的侯府分明还是很有归属的。可这次回来，三弟的性情似乎变了，特别是对老夫人和老爷您。”大夫人边说边小心地观察了着宁国侯的神色，见他轻皱起眉头，面色也阴郁了下来。大夫人接着道：“我见老爷为此忧心，日夜不得安睡，这才让府中下人对三房关注了一番，可结果却听到……”大夫人故意停顿了一下，将宁国侯的心高高撩起，随后道：“却听到三弟妹在静园之中对这京中多有抱怨，想来是还怀念着江南的日子。我想着三弟身边就三弟妹这一人，若每日听到三弟妹的这些话，多少会对当初老爷调他回京之事有些抱怨。这一急才出了个昏招，想着让三弟妹被老夫人训斥一番，这样日后三弟妹再说些什么，三弟也会以为只是因为和老夫人不和，所以……”大夫人这理由多少有些牵强，但宁国侯却根本没有听出，反而低头思索道：“这三弟妹到底是江南人？”大夫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眼中闪过一丝寒意，再接再厉道：“是啊，若三弟身边的是京城中的女子，想来一定会与咱们侯府一条心的。”大夫人这话中带着一丝莫名的蛊惑。宁国侯眯了眯眼，看着茶几上的茶盏，一时出了神。大夫人这才端起宁国侯刚帮他倒来的茶水，优雅轻轻吹了吹，浅抿了一口，抬眉看了一眼还在思索的宁国侯，心中冷笑。原本他还想着如何让老爷同意帮三弟找个妾室，
没想到机会却自己找来了。今日这一招反客为主，用的不可谓不妙啊！他下意识看了眼静园的方向，一个商人之女，居然还能迷得三弟连一个妾室都没有。只是不知当三弟那人后，这三弟妹啊，还能不能笑得出来？星号星号星号，国子监。有时一到，钟鸣三声，国子监的集贤门大开。这集贤门是国子监大门，顾名思义是聚集培养贤能人才的地方。一般指每日辰时，有时各开一次，其他时候任凭你在京都做多大的官，想进国子监都只能由一旁的侧门进入。京都的走读学子们大多出身都还不错，此时等在门口的小厮都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着，生怕错过了自家主子的身影。不一会，便有学子三三两两的从门内走出，他们口中或讨论着方才先生们上课时讲过的内容，或聊着今日发生的趣事。一时间，原本寂静无声的门口如集市一般热闹。顺华书院因下学早些，今日特意让3个妹妹先回去，自己则坐在马车内等在不远处。马车里很是宽敞，中间还摆着一张小机，火炉上还煮着一个白瓷染青花的小矮壶，冒着白色的热气。跪坐在车厢里的世兰从车厢里的暗格中拿出一份马蹄糕，因一直放在暗格里的热熏炉还是温热着的，又从那小矮壶中倒出一杯热茶，蒸汽携带着茶香袅袅上升。他恭敬地端送到沈慕清的面前。沈慕清轻轻抬了下眼，懒洋洋的伸手吃了块糕点，这才拿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随即他面色一变，厉声道：“这茶的怎么这么烫？”世兰吓得一哆嗦，立刻将身子低了下去，求饶道：“小姐恕罪。”他其实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这茶每日都是这个温度，但在小姐面前是不允许争辩的，多说一句回去那就多一道鞭子。沈慕清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轻声道：“算了，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回去让轩轩给你扎几针就算了，只是扎几针，疼一下就能过去。”世兰心中刚放松下来，沈慕清又道：“再有下次，就别怪小姐我不念主仆之情了。”世兰连忙磕头。这时马车外传来沈木朗的声音：“表兄，你听我说啊。”沈慕清一听，忙让世兰起身，给他好好整理了一下衣着，接着掀开了马车帘，露出半张渲然欲泣的小脸。今日他可是特意打扮了一番，穿着一身白衣素裙，脸上画着清淡的妆容，但他特意画着前世小白莲凄楚可人的眼妆。他一眼就看到沈木朗正拉着说话的人。“表哥，你真的连解释的机会都不愿给阿青吗？”看着张汉飞有些不耐的样子，沈慕清声音凄切，倒是像极了昨日大夫人的声线。张汉飞未想到表妹今日也来了，转头看到表妹那一张略带凄婉的面容，心中不忍，这些日子的不快刹那间似乎全消失了。上元节过后，第2日国子监便上了学。沈木朗这几日总是去张汉飞，想让他去家中玩一玩，将误会和妹妹说开。可不想张汉飞被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道：“表弟莫要再说这样的话，我就算去表弟府中，也只是为了探望姑母，千万别坏了表妹的名声。”这一句便将大家的距离都拉开了。往日里他时不时就往侯府跑，打着送母亲都是的名义，给妹妹送礼物的时候，怎么不怕坏了妹妹的名声？但偏偏这话他说的也在理，沈木朗在国子监，也不能跟他大声嚷嚷吧。这不今日沈木朗说不通，干脆让沈慕清亲自来说。其实要沈木朗想的，这表哥不高兴也就不高兴了，妹妹将三皇子巴结好，日后若是表哥自然也会将此事烂在心中。可妹妹却说世间只有情字最为动人，表哥不仅是工部尚书之子，还是陈继久的得意门生，小小年纪已是举人，若之后能为我驱使，日后必有大用。沈木朗觉得甚是有理，这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表哥。张汉飞回过神，朝沈慕清行了一礼。他虽然爱慕表妹，但那一夜自己看得清清楚楚，表妹看向三皇子的眼神充满了爱意与崇敬，无论这中间有没有误会，这一点都是做不得假的东西。见张汉飞如此疏远有礼，沈慕清心中一冷，看来还得下点猛药啊。表哥一直不肯上马车，是非要阿青在这国子监门口下车，让这人来人往的学子对阿青指指点点吗？沈慕清这话说得带着3分质问，还有7分的委屈，手中还捏着泡过洋葱的帕子，实在不行只能出绝招了。张汉飞面对沈木朗可以干净利落的拒绝，可面对这个自己心爱了多年的表妹，一时不知该如何。特别是表妹此时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的样子。第44章沈乐龄敲山震虎。沈慕清见他还不动，拿帕子在眼下擦了擦，瞬间2颗晶莹的泪珠就要眼眶中摇摇欲坠，可他偏偏还死死地咬着唇，一副倔强的不让眼泪流下的样子，却依旧有一滴泪花从眼中砸了下来，扑通一声，像砸在了张汉飞的心上一般。到底是曾放在心尖上的人，他一时什么都忘了，只想帮表妹擦一擦那泪痕。沈木朗见状，忙将他往前一推，道：“表哥，你就上去和妹妹谈一谈，不然妹妹每日记挂着这事，吃不好睡不好的，近来都瘦了。”世兰一听，
连忙将小鸡上的糕点放回了暗格之中。而张汉飞被沈木朗半推半就递上了沈木清的马上，沈木朗则拍拍屁股上了不远处张汉飞的马车。不远处，刚和同窗尚木林从集贤门出来的沈木渊皱了皱眉，他今天出来的有些晚，他午后上的是社课，那校练靶场是在室外，他和尚木林就多练习了一会。此时正好看到了张汉飞上了宁国侯的马车，而马车上的那个小丫鬟好像还是大房沈木清的，而沈木朗没上马车，还跑到张家马车上了。他不赞同的摇摇头，这大妹妹怎么如此不知分寸？这张家到底是外男啊！阿渊，你看什么呢？尚木林的大嗓门一开，瞬间让沈木渊回过神。他笑道：“没什么，刚想起昨日祭酒收到的那副对联，写的当真是极好。”尚木林是武将出身，父亲虽是家中庶子，但武将毕竟是在马背上见功夫，其父亲也曾是魏国公的左膀右臂，只是后来不知为何被排挤出来，靠在家中的关系留在京中做了一个小小的兵部郎中。尚木林也是家中的嫡长子，自幼得父亲全力培养，如今刚14岁，但文韬武略，骑马射箭多有涉猎，在国子监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风云人物。他人性格直爽，和沈木渊很是聊得来，加之佩服沈木渊一手驯马的好功夫，二人没多久就成了好友。是啊，读书人不仅要读好书，还要关心国事，关心天下之事，这样才能为圣上分忧解难。听说陈继久已经去找工人，想将这对联刻在集贤门前呢。如果沈乐林在此，肯定会会心一笑，他这招敲山震虎很快就要生效了。二人边说边上了尚木林的马车。这些日子，沈木渊和沈木朗两看相厌，偏偏家中只给他们准备了一辆马车，准确一些说，便是沈木渊每日在蹭沈木朗的马车上学。晚间，沈木渊则会选择让顺道的尚木林带他一程，他是半点不想看到沈木朗那种阴阳怪气的脸。一炷香后，工部尚书府门前停了2辆马车，张汉飞轻声说了句：“如此，我便明白了。”接着掀开马车跳了下去。不一会，沈木朗上来问道：“妹妹和表哥聊得怎么样？”沈木清那张楚楚可怜的脸此刻已经冷了下来，道：“嘴上说是相信了，只是这心里的疙瘩怕是还要些时日才能消除。”沈木朗道：“慢慢来，哥哥相信妹妹总是有办法的，没人能抵挡我家妹妹的魅力。”沈木清听了沈木朗的话，脸色瞬间好看了不少。是啊，前世那些男人自己都能玩弄股掌之中，更何况是这辈子呢？想通后，沈木清心情大好，还问起沈木朗这几日国子监有没有什么趣事。沈木朗略一思索道：“听说前日陈继久收到一封信，得了1000股名对，风声雨声读书声。”沈木朗还没说完，沈木清的脸上大变，接道：“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时关心。”沈木朗一惊，刚刚表兄告诉妹妹的。沈木清没有回答，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如果上次蜂窝煤之事，他还能安慰自己只是个巧合，而这次的对联则是赤裸裸的在告诉他，这个世界除了自己，还有另一个穿越者，甚至不止一位。沈木清忙拉着沈木朗的衣袖问道：“哥哥，你可知这对联是谁写的？”沈木朗有些讶异自家妹妹的变了脸色，答道：“听说是闽南的一个举人，具体叫什么，我明天给妹妹打听打听。哥哥明日一定要帮妹妹打听清楚此人。”沈木清的声音有些高扬，又急又气，连鬓间戴的步摇一时都摇晃出了声。沈木朗很是吃惊，他很少看到妹妹脸上流露出这样急切的神情，甚至那一张美艳的容颜上略微带了些狠戾。妹妹为何如此在意这副对联？察觉到自己反应过大的沈木清静默了一会儿，稳了稳心神道：“哥哥此人文采斐然，还只是一个偏远举子，若是能为我们所用，想来……”沈木朗虽觉得妹妹并未说真话，但并未多说什么。回到自己院中的沈木清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在想着到底会是谁，这人会不会已经知晓了自己？难道上次蜂窝煤事件也是那人在试探自己？半晌，屋内传来一声啪嗒花瓶砸烂的声音。沈木清脸上狰狞的神情几乎撕裂了他今日化得精致的妆容，显得分外骇人。不管你是谁，这个世间的主角只能是我一个。若有人敢拦他的路，哼！沈木清阴狠的声音在房中响起。过了一会，他收拾好心情才喊道：“来人！”吱呀一声，宜修颤颤巍巍地推开了门。小姐。沈木清睨了他一眼，朱唇轻启：“宜修，你怎能如此不小心，将母亲送我的青花留白宝莲纹眉瓶给摔了？”宜修吓了一跳，二话没说就跪在了地上的碎片上，瞬间碎片划破布料，尖锐地刺进了他的肌肤，深深地扎进肉里，顿时鲜血流了出来，殷红了他的裙衫。宜修面色苍白，额头顿时冒出了虚汗，但他还得控制住自己的表情。沈木清显然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既然如此，你就跪上半个时辰吧。谢小姐大安。宜修极力控制着自己的疼痛，尽量平和地说道。这时门外响起了喧喧的声音：“小姐，王嬷嬷来了，大夫人请您过去一趟。”沈木清盈盈站起，
第45章，林荣才是最厉害的。1个时辰后，沈慕清气呼呼地回到房中。玉亲王就那么闲吗？不就是一幅画，差不多不就行了？没事找事。如今本就多了一个穿越者，自己还因此被母亲将其他的商铺都收了回去，只剩下一间香雅阁，能成什么事？轩轩和林荣对视一眼，颤抖着跟着他的身后。沈慕清正是烦闷之际，便看到2人畏畏缩缩的样子，一时气不打一处来。他沉着脸看向2个丫鬟：“你们2个这是怎么了？本小姐很可怕吗？”2丫鬟皆是心头一跳，扑通一声就跪在了他的脚边。轩轩道：“没有没有，小姐人美心善，是奴婢上不得台面。”林荣也跟着说：“是啊，小姐都是奴婢们上不得台面，都是奴婢们的错。”沈慕清看着2人，突然一笑，那美艳的脸瞬间像朵娇艳的海棠花一般，眼下的那颗小红痣越发的勾人。但这样美丽的面容，偏偏嘴里却能说出最阴狠的话语。今日世兰和宜修都受了伤，你们2个明日只用留下1个伺候我，懂了吗？这最后的3个字几乎轻不可闻，却像一个爆仗一样在2人的耳中炸响。2个丫鬟慢慢抬头对看一眼，却一时没有动作。沈慕清一双美目如毒蛇一般的盯着2人，不耐烦的声音响起：“怎么，2个都想休息？” 2个丫鬟不禁身上一寒，最终是林荣先动了。只见他扬起手，重重的一巴掌打在了轩轩脸上。失了先机的轩轩瞬间明白今日自己的角色，只能捂住脸，缩成一团。继续。沈慕清冷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林荣深吸一口气，随后像发了疯一般的使出了吃奶地，竟往轩轩身上打去。对，就这样，不准停！沈慕清的嘴角渐渐勾起了一丝残忍的笑容，甚至一边想着原来林荣才是最狠的那个啊，一边还轻轻哼起了歌：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仍纠缠。星号星号星号。沈乐林溜回来后，特意换了一身衣裳，随意拿起一本书就去前院请教裴先生。裴先生跟着沈文珍一家回京后，就被安排在前院之中。沈文珍倒是提过要给裴先生在外安排一间住所，却被裴先生推了。沈乐林只告知了他一件事：株洲知州何广胜去年交上的酒税差了3万两，这事圣上已经派武德司的人去查了，相信不日就会有结果。若是这株洲的税务正好在父亲手中审核，还请裴先生提醒1、2。毕竟那何广胜做的账目做得很是不错。裴先生显然已经习惯沈乐林的读政事的敏锐度和对朝廷秘辛的掌握，只压低了声音，不解地问道：“这何广胜如何有这么大的胆子？株洲水道发达，往南可到衡山，往北可直走湘赣一道去长沙，陆路又处湘赣古驿道的要地。近5年来，株洲酒税均在5万两以上，可去年何广胜只上报了2万多两。至于为何这么大胆，大概是因为前年他女儿给户部尚书添了个小孙子吧。上辈子何广胜被抓时，沈乐林一家也是刚刚跟回京。景瑞帝盛怒，户部尚书弃车保帅，几个负责查税的从郎中到主事都遭了殃。正巧负责襄州府的税务的爹爹还直接被关进了大牢中，最后还是母亲给大房使了不少银子才出来的。可自那以后，爹爹也开始一蹶不振，加之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事。裴先生一副受教了的样子，这京中繁杂错乱的关系确实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外地师爷能知晓的。他有些想向沈乐林行一个弟子礼，但很快意识到如今不再是苏州了，微微弯下去的腰很快又挺了起来。京城居大不易，我父亲为人太过方正，还请裴先生多多照看一些。那些关注着他们的小厮只远远地看到武小姐拿着书问着裴先生的问题，裴先生皱着眉，似乎几句话就将问题解决了。最后武小姐还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转身离开。沈文珍下衙回府后，裴先生与他在书房待了半个时辰，最后2人沉着脸商量完正事后，沈文珍笑道：“明日大哥约我下衙后去一家私房菜，裴先生一起去吧，正好逛逛这京城。明日我让杨晨送您过去。”裴先生想了想，这宁国侯是个典型的无事不登3宝殿之人，突然要请东翁去什么私房菜，怕是又是上次那件事情，自己还是跟着去看看吧。星号星号星号。沈乐林吃完晚膳，特地拉着沈慕渊在院子里散步，小阿周也挺着圆滚滚的肚子跟了过来。沈慕渊看着阿周的小肚子，忍不住道：“妹妹，你说阿周是不是也该多锻炼锻炼了？否则再这样吃下去，我们怕是有个胖子弟弟了。”小阿周听哥哥这么直白的取笑自己，想反驳，但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小肚子，拍了拍，又看了眼哥哥平坦的小腹，面露纠结。怎么办？好像是有一点大额。沈乐林也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来。阿周翻过年，已经6岁了，上辈子是大夫人帮忙找了易先生，每日教阿周读书。如今重来一世，不如让阿周去那些上私塾，交些朋友更合适一些。打定主意后，沈乐林决定明日和母亲先聊一聊。随后摸了摸阿周的小脑袋，画饼道：“阿周以后若是练武了，一定长得比哥哥还要高。”阿周原本苦着的一张小脸立刻就染上了笑容：“姐姐，真的吗？”阿周吃得多，但不知为何总是只长重量不长个子。
这些日子，姜氏都忍不住忧心起来。那些念叨被阿周听到了，那敏感的小心脏这就有了一个长高高的目标。于是他问了一圈如何长高后，吃的更多了，当然也更胖了。沈乐灵郑重地点点头，所以阿周愿不愿意练武呢？小阿周猛猛地点头，阿周要练武，要长高高。第46章私房菜。说完还往屋里跑，边跑边道：阿周要跟爹爹和娘亲说。看着阿周跑远的背影，沈木渊好笑道：真是个小笨蛋。沈乐灵笑了笑，不一会转移了话题，一脸向往地问道：哥哥，今日国子监开学，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啊？沈木渊想了想，将今日骑马的趣事说了个遍后，见妹妹表情没有丝毫动容，想了想，四下看了看，见丫鬟婆子都离得老远，才神秘兮兮地道：妹妹，有件事我只跟你说，你不要随意说出去了。沈乐灵怔了，不就是一对联，陈继久的性子应该早闹得满城风雨了呀，哥哥为何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你可知今日散学我看到了什么？沈木渊压低声音道：什么？沈乐灵也下意识配合着哥哥小声道。沈木渊将今日看到张汉飞上沈木青马车一事说了出来，最后还道：大妹妹一个大家闺秀，本来和表兄共乘一辆马车就容易让人误会，大哥居然还去坐了张家的马车，要不是车上还有一个丫鬟，这……沈木渊有些说不出口一些恶毒的话来。沈乐灵听了，心道：这沈木青还是老样子啊，一个也不肯放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养好忠心得用的舔狗，能为自己做不少事呢。也不知自己好不容易顺手做的一件好事，这张汉飞能不能醒悟过来？妹妹，沈木渊推了推沈乐灵。沈乐灵回过神来，立马跟风道：大姐姐这样做确实不太好。就是，只是这事到底涉及到女儿家的名声，大夫人和我们又不太和睦，这事我们也不太好提醒，只希望他们日后能注意一些吧，毕竟大妹妹今年都要15岁了。沈乐灵跟着沈木渊谴责了一会，又将话题转了回来：哥哥，今日国子监刚上学，就没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事吗？其他？沈木渊想了会，一拍脑门道：还真有我们祭酒昨日收到一封信，里面居然有1000股名对。妹妹，我跟你说啊。从哥哥口中听到想要答案的沈乐灵，突然想到沈木青今日还去了一趟国子监，这事怕是也知道了吧？前世他不是说，除非这世间还有跟他穿越而来的人，否则他一定就是这世间的主角。如今他看到自己不再独一无二，想来一定会想着尽快抢占先机。可今日莫相隔，是大夫人就算为了他一力承担下来，但这门店里的事，怕也不敢再让沈木青多沾手了。连续遭受打击，不知他这位好姐姐今晚能不能睡得着。星号。第二日一早，定北侯府门前有一小厮送来一份礼物后，便转身离开。定北侯到底手握军权，虽然不在家里，但每年想来攀交情的人也不少。门房得了命令，一般是不顺便收礼的。但这小厮留下了一句：我家少爷说救命之恩都欠了，这点东西就不要推搡了，更何况这东西是我家少爷送给玉亲王的。说完，趁着门房愣神之际，将那锦盒往他身上一推，转身就跑了。门房看着那跑远了背影，气呼呼的在后面叫唤了几声，最终只能一跺脚将东西给秦管家送了过去。当东西到了段俊泽面前，他骨节分明的手拿出里面的画卷，展开一看，赫然就是昨日乐生看中的那幅秋日郊游图。他眉毛一挑，又拿出盒中的一封信，展开，只有8个大字：赠誉王，将大盒奉上。段俊泽看完，这才终于明白，昨日那小公子为何一眼就看出那图是假的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让往宫中送去。至于用不用，那就不是他该考虑的问题了。星号。刚到下衙时间，沈文珍从户部心事重重的出来，便看到宁国侯身边的小厮沈大，在他的指引下上了宁国侯的马车。马车悠悠转到了南城的一条小巷之中，瞧着很是普通。沈文珍刚下马车，正好杨晨也将裴先生带到了。沈大敲着其中一家的门，不一会，50多岁的老汉开了门。二人跟着沈大往里走，这才发现这小巷虽是普通，但这院里却布置得清静典雅，玲珑精致的亭台楼阁，清幽秀丽的池馆水廊，处处流转着所属于江南的细腻温婉的感觉。偶然经过的那些端菜的少女，个个都容貌秀丽，仪态万千，还不时还有花香掺杂着丝丝饭菜的香气，让人心旷神怡之间又有些归属之感。果然是个好地方啊，沈文珍心想。而裴先生则一进门就打起了精神，谨慎地观察着四周，只一眼，一双精明的眼睛就发现了问题。这地方不太只像一私人菜馆的样子。不一会，二人走进了包间。宁国侯正坐在里面和2个富家老爷说着话，见沈文珍来了，忙起身热情道：来，三弟，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永昌伯爷，这位是首府大人的3儿子，如今在礼部任职。沈文珍一听就知道都是在朝中任些虚职的。众人通了姓名后，沈文珍又介绍了一下裴先生，
接着便坐下开始称兄道弟起来。不一会，一个半老徐娘走了进来，明明是初春，京城里还很是有些寒气，偏她穿的单薄，面上还挂在花枝招展的笑容。这下就算迟钝些的沈文珍也明白这大概不是什么正经私房菜馆了。他不动声色地和裴先生交换了一个眼神。永昌伯看样子和那老板娘十分熟人，噼里啪啦地点了几个菜后，还伸手拍了拍那老板娘的屁股，笑道：“还不赶紧人将菜送上来，今日我们可是有贵客在此呢。”老板娘嗔怪地拍了一下永昌伯，声音很是娇媚：“哎呦，我的伯爷，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说着还朝在座的都抛了个媚眼，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才一扭腰肢去张罗了。他离开后，宁国侯笑着解释道：“三弟莫要害怕，这老板娘以前确实和伯爷好过一段时间，后来从梁后就开了这么间菜馆。伯爷这人念旧，这才时不时带着我们到这来给他捧捧场。”第47章该出手了。沈文珍拿出在官场上应酬的那一套，笑道：“那伯爷可真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啊，一副真的什么都没看出来一般。”宁国侯和其他二人对视一眼，心中多少有些嘲笑沈文珍这么大个人了，居然连这点世面都没见过，但表面上却都笑呵呵的。永昌伯和季三老爷心道，还以为是什么样的人，居然真的成婚多年不纳妾的，原来是个土包子啊！待他见见世面，就知这世间女子真正的美妙了。宁国侯甚至心想：三弟啊三弟，不是哥哥，我算计你，实在是你太畏惧你家那只母老虎了。这大魏朝除非是娶不起媳妇的，不然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连沈大还养了小的呢？今日等你见识到这专门被调教过的女子，你就知道过去那20年，作为男人简直就是白过了。不一会，老板娘便带着一群女子而进，每一个女子都拖着一盘子菜，并恰到好处的在沈文珍左右上菜，身上还散发出不同香味。想来是个男人，那目光都不会集中在菜上，而是那个个绝色的姑娘。可偏偏沈文珍一见老板娘就笑得十分憨厚。哎呦，这上了一天的牙，肚子还真是饿来了，特别是刚刚一进来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一边说，眼睛还一边盯着各个托盘上的菜色，一副肚子空空，其他什么都无暇顾及的样子。永昌伯和季三老爷几次提醒他看看那些个女子，都被沈文珍装傻似的避开了。总之，这一番作为下来，把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官演绎得淋漓尽致。没办法，菜很快上完了，众人只能先开始吃喝了。沈文珍倒不怕他们给自己下什么毒药之类的，毕竟是自己亲大哥，就算是有些乱七八糟的心思，也不会将自己真的给害了。不一会，众人维持着面上的和平，吃得酒足饭饱。永昌伯悠闲地靠在软椅上，又叫老板娘找人唱下小曲，让他们好好消消食。沈文珍和裴先生知道今日这顿饭的主题来了，可人家主人已经开口了，作为客人和客人带的附属，也不好直接开口拒绝。不一会，一身穿淡粉色纱裙的女子，16、17岁的模样，抱着琵琶就进了屋，许是好奇几位客人，还用那双含羞的眸子看了众人一眼，最后将目光停在了沈文珍的身上，一下又一下，那像小鹿般水灵灵的眼睛。永昌伯等人眼睛都看直了，连宁国侯都有些移不开眼。可惜沈文珍吃饱喝足了，此刻正眯着眼睛，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不一会，声音明亮，音色甜美的琵琶声响起，沈文珍更是开始摇头晃脑，就是不睁眼睛。宁国侯见状，看了一眼永昌伯，永昌伯便十分隐晦地朝站在门外一直观察着的老板娘摆摆手，但这个小动作根本没能瞒住一直观察着宁国侯等人的裴先生。不一会，又有几个丫鬟上前给众人换了热茶和点心，最后十分自然地顺势就坐在了众人身旁，连裴先生也不例外。老爷，喝茶一声细软娇柔的声音几乎是贴在沈文珍耳朵边响起的。沈文珍不得不睁开眼，抖了一下，就见他身旁坐的是一个容貌秀丽的女子，虽不如那弹琵琶的角色，但也担得起小家碧玉几个字。沈文珍接过茶水时，那丫鬟的手还好似不经意地挠了下她的手心。沈文珍有些忍不住皱起眉来，将茶水直接放在来了桌上，对他身旁的宁国侯直接道：“大哥，今日差不多就到这吧，我还要去给阿周买小木剑呢。那孩子昨日就嚷嚷着要学武呢。”沈文珍随便将小儿子拉出来当挡箭牌。宁国侯面色一沉，永昌伯和季三老爷的脸也不太好看。那小丫鬟听了，更是十分惶恐地跪到了一旁，道：“杨柳知错，让大爷不快，只要大人不怪罪，让杨柳做什么都可以。”连认错都充满了暗示。沈文珍并未理睬于他，他本就不是多怜香惜玉之人。宁国侯见自己这个弟弟面对美人，居然可以如此铁石心肠，他对永昌伯和季三老爷笑了笑，告了声罪，便拉着沈文珍去院子里聊了。三弟，你应该知晓，今日永昌伯爷也是一番好意。沈文珍都开口说要走了，宁国侯自然说的直接。
沈文珍则含着脸更直接地问道：“这到底是永昌伯的好意，还是大哥你的好意？”宁国侯不料沈文珍说的如此直接，面上一僵，强辩道：“哥哥我也是为你好。”总之，这一日沈文珍和宁国侯不欢而散。宁国侯回府后，又冲大夫人发了顿脾气：“你出的什么馊主意？”莫运堂那边闹得鸡飞狗跳的，晋元这边却一派祥和。姜氏诧异的看着自家回来这么早的相公：“老爷，今日不是和大哥有约，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沈文珍笑了笑，就和大哥吃了顿饭，要不了多久。私房菜馆的事，姜氏被瞒在了鼓里，但沈乐龄第二日就从裴先生口中得知了。听完裴先生的描述，沈乐龄眉毛挑了挑，眼底掠过一缕寒光。裴先生心间一跳，暗道：这宁国侯怕是要倒霉了。星号星号星号！一转眼已经到了2月初1，小阿周已经在哥哥的介绍下去了上家的小学堂，上午习文，下午练武，晚上回来还会给哥哥姐姐炫耀一番今日所学，忙得很。姜氏时不时处理着三房的各项事务，也充实得很。整个三房最闲的就是沈乐龄了。这一日阳光大好，春光明媚，她身穿湛蓝色的春装薄裙子站在院中，她伸出手，阳光透过手指的缝隙在她脸上打下阴影，也同时灼热了她的双眸，不一会眼睛就有些湿润了。从小厨房端来早膳了的雅涵进院中，笑道：“小姐，今日个这么早就出门了？”沈乐龄看她的眼睛有些模糊，但还是轻声感叹道：“是啊，天气好了，可不是该出门了吗？”第48章长公主的喜好。2月初6，长公主生日宴，请帖早早的递交到了大夫人手中。大夫人沉吟片刻，还是决定将三房母女也带上。沈慕清疑惑问道：“母亲为何还要带上三房？”大夫人正一边优雅的修剪的花，一边悠悠地道：“你三叔竟然如此在意你三婶，想来他必然是有些过人的地方。既然出去带出去，让京中之人见见这个商户之女，又有什么打紧的？”沈慕清听出了母亲的深意，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母亲，你已经有计划了。”大夫人并未答话，而是转了一个话题：“阿青，你与三皇子近来如何了？”沈慕清露出一个娇羞的笑容，叫道：“母亲。”大夫人见状，满意的拉着沈慕清的小手，传授经验道：“好好抓住三皇子，偶尔也可以使些小性子，不要太过，也莫要太过温顺，明白吗？”沈慕清一听，哪里还不明白自己母亲是个个中高手，连连点头。姜氏知晓要去长公主的生日宴后，很是忧虑了一番。虽然在苏州，他也经常参加官员家中的宴会，但长公主毕竟是皇家之人，她的喜恶自己一概不知，这贸贸然前去，唯恐触碰长公主的什么禁忌。这是一般来说应该有大夫人来叮嘱的，但不想大夫人只是让身边的小丫鬟将请帖之事一说，随即道：“大夫人说，长公主生日宴甚为重要，三夫人和五小姐届时可要好生打扮一番。”除了这句通知，一句提醒都没有。姜氏知晓这个妯娌是彻底不想与自己装了，他索性也不去问，只是拎着些上好的布匹去到了二房院子里，回来便叫沈乐龄前来量衣，就做些素色的，花样子莫要太过张扬，就点点梅花吧。沈乐龄听着姜氏和针线房的交代，眼睛眯了起来，这每一句都是在长公主雷点上踩啊！这二夫人为何突然跟大夫人统一的战线，如此对付母亲？难道是大夫人这辈子早早就拿出了她对付二夫人的底牌？上辈子长公主这场生日宴时，大夫人和姜氏关系还算不错，大夫人还让人给他们母女准备好衣裳，王嬷嬷还亲自过来讲述长公主的性格和各项禁忌。沈乐龄沉默不语，直到针线房的人走出了静园，他才问道：“母亲，这长公主的喜好可是二伯母告知您的？”姜氏点点头，笑道：“你二伯母是个和善的，今日将长公主的喜好细细讲于我。长公主虽是当今圣上的亲姐姐，但为人和善，和驸马琴瑟和鸣，平日里喜欢素雅些的东西，最不喜那些争奇斗艳的。”这话半真半假，长公主确实不喜人争奇斗艳，觉得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但她最为厌恶的就是身穿素衣点点红梅的女子。驸马是陈国公的次子，大魏建国200年，一些老牌的功勋之家早已落寞，这陈国公更是几代没出一个能支撑门庭的人。好不容易那一年陈国公的次子高中进士，但不想却在打马游行时被长公主一眼相中。疼爱女儿的郑和帝自然没多久就下了赐婚的旨意，驸马就此断了青云之路，只能在礼部挂了个闲职。原本夫妻俩婚后也算是甜甜蜜蜜，但不想怀孕后的长公主却发现驸马居然养了一个外室。从小受尽宠爱的长公主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直接找到那外室，还命人赏了他几巴掌。结果呢，他的驸马，他孩子的父亲，居然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外室，扬言要与他和离。要不是长公主在事情发酵前进宫找了景瑞帝，景瑞帝为维护皇家尊严，派人直接在驸马面前将那女子毒杀。
从此驸马和长公主貌合神离。但长公主从此对那些身穿白衣喜爱红梅的女子极为厌恶，据说是因为那外室就经常是这么一副打扮，勾走了驸马的心。6年前，依三品官员的女儿才15、16岁的年纪，就因穿着那样的一身去参加丞相老夫人的寿辰，被心情不佳的长公主直接下令杖责20，拖了出去。理由就是小小年纪就知道打扮的勾引男人，长大了还得了。之后虽然景瑞帝警告了长公主一番，但那女子的名声已毁，被连夜送到了老家。这事上辈子王嬷嬷可是极为隐晦的说给了姜氏听的。这次二夫人这番特意的引导，要是没有大夫人的推波助澜，沈乐龄是万万不肯相信的。大夫人和二夫人得知姜氏已经按照二人的计划，要求针线房做了衣裳，大夫人放下心来，哼，饶是你再聪慧又如何，在这京城可不必苏州，想害一个人可是简单的很的。二夫人则是喃喃道：弟妹莫要怪我，我也是没有办法呀。2月初6一早，大夫人带着沈慕清、沈乐月进老夫人慈安堂时，姜氏和老夫人正在说笑，而一旁的二夫人也在一旁淡淡的笑着。大夫人一进屋就看见姜氏穿着那件特意交代的款式，她曾在街上见过那女子，当时正好驸马一起逛着首饰铺，那衣裳的款式她记得好多年，见姜氏和多年前驸马外室穿的一模一样，心中欣喜。而沈乐龄也穿着一件素净的衣裳，显得有些瘦弱。大夫人满意的点点头，大夫人给老夫人规规矩矩请完安后，老夫人撇嘴道：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来，也不知是不是真心希望我老婆子好。显然上次立规矩之事，老夫人心中依旧不快，这大媳妇这些年是越发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真切感受到自己对这个家里的掌握力越少后，老夫人越发看大夫人不爽利。大夫人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立马插科打诨过去。沈慕清也上前将老夫人好生哄了一番。老夫人最后才道：我近来身体有恙，就不跟你们一块去了。你作为侯府夫人，记得照看好几位弟妹和侄女。老夫人其实也不是身体不好，只是如今宁国侯府一日不如一日，她实在无颜出门，生怕遇见了当年的姐妹们。老夫人正殷勤叮嘱着，突然看着房中所有人的衣着道：你们今日不是长公主生辰，怎么都穿的？话还没说完，生怕姜氏察觉到什么的戴夫人道：老夫人，听闻长公主前些日子病重了一场，儿媳以为我们今日还是不宜太过张扬。老夫人并不知这么个情况，看了看沈慕清，沈慕清连连点头。老夫人这才道：你有分寸就好。姜氏看着二夫人母女三人和大夫人都穿得如此素净，唯一和自己身上不同的无非就是少了朵朵红梅，心中冷笑，这两位妯娌为了给自己下绊子，还真是花了不少心思。第49章，那就都在马车上换吧。老夫人交代完，大房、二房、三房一人一辆马车，慢悠悠地朝着长公主府驶去。进公主府后，在第一道园门前，马车终于停下。姜氏和沈乐龄盈盈下车，转头便看到大夫人、二夫人等人全换了身衣裳，端庄的端庄，秀丽的秀丽，可爱的可爱，柔美的柔美。沈慕清更是滚紫边青色偏金的明缎纺裙，整个人明艳清丽，容光焕发。众人原本全都笑盈盈地看着三房的马车，眼中都流露着期待的神情。但看到姜氏母女也换了身衣裳后，均有些不可置信。怎么，他们也将衣裳换了？那这一大早上的，大伙都在忙活啥呢？尤其的大夫人第一时间转身凌厉地看了一眼二夫人，显然是以为二夫人在背后摆了他一道。二夫人有苦叫不出，她看着姜氏换了一件暗绿色的烟纱裙，上面还血墨色的山水，看起来极为典雅。而沈乐龄则身穿一件淡粉色的暗花襦裙，看起来俏丽可爱。她微微摇摇头，表示并不掌握这个情况。大夫人也暗暗皱眉，照理说自己掌握了那件事，这除非二弟妹不想再在京城过下去，否则是万万不敢违背自己意思的。二夫人为了表忠心，打起精神上前笑问道：三弟妹，怎么和五丫头换了身衣裳啊？姜氏握住她的手，茫然道：这不是还要多谢二嫂嫂指点吗？不然今日弟妹我可是要闯大祸了。边说还边故意看了一眼大夫人。二夫人心中恼怒不已，但又不能大声说我没有指点你这些。一旁脸上的笑容都要挂不住的大夫人，长公主家的下人就在旁边，大夫人只能忍着气，眼底冒着寒光的看了一眼二夫人，随即将笑道：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先进去再说吧。此时他们身后却是已经停了几辆马车，毕竟是长公主生辰，来庆贺的人怎么会少呢？眼见自己一番筹谋就这么被姜氏破解了，大夫人忍住气，跟着引路的丫鬟一路穿过前院和小花厅，这才到了安排接待夫人和小姐的后花园之中。长公主秉持着主角一般最后出场的态度，还未出席。大夫人和二夫人一进去就带着各自的孩子，跟相熟的夫人打着招呼，丝毫没有顾及到身后的姜氏，甚至还想着等姜氏做出什么不合时宜的事情来后，再当众说出她是商户女的事，让京中妇人的社交圈从此查无此人。
不想沈乐灵环视一圈后，凭着记忆找到前世长公主安排的座次，指着花厅之中右边的一个位置，问着带路的小丫鬟道：“那边可是宁国侯府的位置？”小丫鬟点点头。姜氏听到后，便直接带着沈乐灵走了过去，坐下，还和身边的夫人礼貌地问了声好。身旁的夫人见姜氏是与宁国侯夫人一起来的，也好奇地与他攀谈了两句。得知是宁国侯府的三夫人，笑道：“哎呀，您可是小阿周的母亲？”姜氏诧异的点点头，不想有一日，不想自己的小儿子居然在这宴会上还有认识的人。身旁夫人的笑容越发真诚了2分，道：“我是钟永伯府的2少夫人。钟永伯府姓尚，尚木林是如今钟永侯的庶弟的大儿子，这2少夫人则是钟永伯的儿子的夫人，膝下有一子和沈木舟差不多大，如今都在尚家上学堂上学。”姜氏连忙道：“这些日子阿周可有给你们添麻烦？那孩子跟我们在江南长大，又是家中幼子，难免有些娇养了，若是不听话。”尚二夫人笑道：“夫人这就说笑了，自从小阿周来了后，我家那小子可比从前懂事多了，也努力多了，动不动就跟我们说他可要好好学习，明日他可不能再输给小阿周了。”姜氏见人如此夸赞自己幼子，自然也十分高兴，二人就孩子的问题热火朝天的聊了起来，一时也让姜氏忘了第一次参加宴会的紧张。大夫人和人寒暄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着姜氏，却不想他不仅没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急促，反而不紧不慢的坐下了，甚至和旁边钟永伯的2少夫人聊得不亦乐乎，相见恨晚一般。目光幽深，工部侍郎张夫人，也就是大夫人的嫂子，见小姑子的样子，在她耳边相问了一番。大夫人道：“嫂子，你可真不知道，我这弟妹可不是个好相与的。”说着就将这些10日以来自己从那藿香香囊开始，到让老夫人立规矩，再到让三老爷纳妾未成，最后是今早的事，一连4次出手，却一次都没能成功。张夫人听后瞪大了眼睛，往姜氏的方向看了一眼，自己这小姑子的手腕她可是知道的，能让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吃亏，这姜氏想来确实有些手腕。见大夫人面色实在不好看，张氏同仇敌忾道：“看面貌确实像只狐狸精似的，你也莫要生气，今日可是长公主生辰宴，回去再好好收拾于她。”说着无心听着有意，想到姜氏和那外室颇为相似的外表，大夫人心道：“是啊，狐狸精天生可不就是魅惑人的，和穿的什么衣裳并无关系。”大夫人心中毒计一起，朝张夫人道了谢。而那厢沈木青则热脸贴着张丽和道：“表妹，怎么表哥不相信我，连你也不信我了？难道在你心中，我们多年的姐妹之情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沈木青轻咬着唇，一脸倔强而受伤地看着张丽和。第50章摔了一跤。张丽和看着自小崇拜的表姐这副样子，这才将撇开的小脸转了过来，道：“真的都是误会。”沈木青恨不得赌咒发誓，反正他来自文明社会，根本不信神明。最后还道：“不信，你问四妹妹，那日一回去，他就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张丽和将信将疑的眼神看向沈乐月，沈乐月配合道：“是啊。”张家表哥表姐一走，哥哥就上前问了，这个才知道人群将姐姐和阮家姐姐被挤散了，这才遇到的3。那位公子后来有了猜灯谜的兴致，还说猜完就送姐姐回家，姐姐一时不好拒绝，这才有了咱们看到的那一幕。张丽和听到有名有姓的证人，看向沈木青道：“真的？”沈木青娇然欲泣的点点头，张丽和面色这才如常。大夫人斗志昂扬的回到位置上，还笑容十分灿烂的和姜氏打了声招呼。沈乐灵看到他眼底的不怀好意，暗中思忖：大夫人这是又想到什么计谋了吗？沈乐灵今日将谭云和思雨带了出来，他看了眼谭云，轻声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谭云点点头，上前2步站在了陈嬷嬷身后。陈嬷嬷会意，将姜氏身旁的位置让给了谭云。和前世差不多的时间，长公主携驸马姗姗来迟，刚刚及笄的长乐郡主跟在长公主身侧。众人纷纷从席位起身，期间大夫人还特意转头对姜氏道：“三弟妹第一次见长公主，不如站到嫂子的身边来，一会我帮你引荐一番。”当着众人，姜氏不好拒绝，但却十分聪明的站在了二夫人身旁，道：“二嫂为长，我就站在二嫂身边就好了。”大夫人并不为难，只是面带深意的看了一眼姜氏。姜氏被那一眼看得浑身一个机灵，严阵以待。待长公主等人走到主位后，众人行礼，长公主威严的一句平身刚响，众人正要起身，咣当一声，大夫人一个踉跄，突然整个人扑在了地上。一时整个花园之中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大夫人身上，扑哧一声，长乐郡主没能忍住笑出了声。长公主微微蹙眉，警告地看了一眼她，随后才道：“宁国侯夫人倒是不必行此大礼。”驸马爷也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位突然摔出来了的高贵夫人。大夫人又气又窘，她明明和袁氏说好了，刚刚正等着姜氏出丑，凭她那张楚楚可怜的江南女子的样貌，若是被驸马爷当众看上几眼，以长公主的心思，难免不会认为她是故意在四处勾引人。但不想自己刚要起身，突然2只小腿无力，一下就扑了出来。但长公主已经给了台阶下了，大夫人只能笑着应承下来。
这才起身狠狠地瞪了一眼二夫人。可偏偏此时得了沈慕清眼神的沈乐月站了出来，小声道：“三婶，您为何要推母亲？”他声音并不大，但此时花厅之中寂静无声，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江氏，这就是宁国侯三房，听说是个商户之女，难道是个不安分的？有的甚至十分期待接下来能看到的好戏。江氏略带怒气地看向沈乐月，刚刚他正行着蹲礼，二夫人突然推了他一把，要不是身后的谭云死死地拉着他，这扑在地上的就是自己了。刚要和这胡言乱语的四侄女好好说道一番，不想女儿却拉着他暗暗用力。安抚完江氏后，沈乐林诧异地抬头看了一眼沈乐月，委屈道：“四姐姐莫要乱说，刚刚我就站在母亲身后，母亲分明没有动过，更何况是出手推大伯母啊。”长公主身边的嬷嬷看向长公主，长公主微微摇摇头，反正也是无聊，就看看这宁国侯府后院的乐子吧，这可比自己请的戏班演的还要有趣。沈乐月听到沈乐林毫无说服力的反驳，又见没人上前劝阻，更加自信了道：“五妹妹，我明白三婶是你生身母亲，你不愿指证于她，但我刚刚亲眼所见，就是三婶推得的母亲。”沈乐林一副被逼急了的样子，道：“四姐姐，那我母亲为何要推大伯母？我们一家人从苏州来到京城3个多月，大伯母不仅不嫌弃我们，还带着我们来参加长公主的生辰宴，能一睹长公主的真容，我母亲感激都来不及，为何要如此？”沈乐月面对即将到手的胜利，高声道：“自然是因为我母亲。”闭嘴！眼见沈乐月要将家中后宅之事抖了出来，大夫人忙制止了他，随后看向江氏道：“我自然相信三弟妹不是故意的，这大概只是一个误会吧。”这一句就是要让江氏哑巴吃黄连，将这个锅给背了。可沈乐林的声音却再次响起：“那要不如请四姐姐给大家演示一番，看我母亲如何一边又要起身，一边又要隔着二伯母推大伯母。”沈乐月瞪大的眼睛道：“你说什么？”沈乐林唇角勾起一抹笑意，再也不复刚刚那个看起来有些唯唯诺诺，被沈乐月说的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的小姑娘，整个人立马有了一种打从心里生出来的威严笼罩在她身上。是四姐姐刚刚在说什么吧？我母亲可是站在二伯母身旁，如何能推大伯母这一下？倒是二伯母和大姐姐，四姐姐就在大伯母身旁，怕不是？众人看向宁国侯府的站位，是啊，若是那江氏要推人，怕是不易，倒是那二夫人和2位小姐的位置。沈乐月急道：“五妹妹，你莫要胡说，我怎么会推母亲呢？”沈乐林笑道：“四姐姐既然坚持说我母亲推的大伯母，那请四姐姐帮我们演示一下，我倒要看看我母亲是如何动的手。”沈慕清看着完全变了一个人的沈乐林，眯了眯眼，上次在凉亭之中也是这样，这个五妹妹果然一直都在藏拙。他心中冷笑，若是这样三房的，干脆一个都不要放过，全都毁掉吧。江氏此时也沉着声音，朝长公主行了一礼，道：“臣妇第一次见长公主，只觉得长公主端庄优雅，威严中又带着艳丽，刚刚只顾着心中的震撼，慢慢起身，并没有其他的动作，还请长公主为臣妇做主。”这话一说，别说其他人了，就连沈乐林也对自己这个母亲刮目相看，原来母亲拍马屁的本事居然如此厉害。大夫人和沈慕清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特别是沈慕清，刚刚他没想那么多，就是看到自己母亲出丑后，想干脆借由这件事将江氏的名声搞臭，毕竟这是古代，一个女子名声臭了，什么也都完了。第51章宣战。长公主听了江氏的话，自然心中欣喜，轻启朱唇道：“既然如此，那沈四小姐不如为大家演示一番，刚刚沈三夫人是如何推的宁国侯夫人的。”长公主都发话了，沈乐月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刚刚江氏所站的地方，一边行着蹲礼起身，一边想隔着二夫人去推大夫人。第一次一个没站稳，倒在了二夫人的背上；第二次快速起身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完全避开二夫人。沈乐月焦急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众人见此情形，自然心中有了一杆秤，望向沈乐月的目光略带了丝鄙夷。长公主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大夫人眼见事情发展的方向不对，立马想要止损，道：“阿月，你刚刚是不是看错了？”沈乐月也忙顺着台阶而下道：“是阿月看错。”沈乐月毕竟在大夫人眼皮子底下讨生活多年，立刻站在江氏面前求饶道：“三婶，刚刚阿月有些眼花，又见母亲摔倒在地，这才还请三伯母原谅阿月，阿月再也不敢了。”说着还给江氏跪了下来，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的样子。江氏压根没上当，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道：“这原本只是你眼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公主殿下生辰宴闹出来，这不是。”沈乐月此时才感觉到一点真正的害怕，忙又转身跪向长公主。此时沈乐林不乐意，大夫人想弃车保帅没那么容易。他轻声对沈乐月一脸关切道：“四姐姐，会不会是只是看到有人推大伯母，但没看清那个人是谁？”说完转身看向大夫人急切道：“对了，
大伯母，您刚刚摔倒，应该是有感觉的吧？若是真有人推，您应该能感觉到吧？毕竟您当时身边就只站了那么几个人呢。皮球一下子踢到大夫人面前。是啊，若是被推倒的人多多少少会有感觉的。众人的目光又转向了大夫人，包括沈乐月。若是此时他承认有人推他，那沈乐月自然可以大事化小，但必须还得找出一个动手之人。显然那人只能是沈慕清、二夫人和一直跟在他身边的王嬷嬷。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最终被抛弃的只能是沈乐月。但偏偏他刚刚又跟沈乐月一唱一和的想将这盆污水泼到僵尸身上，在场的人可都看了个清清楚楚。长公主见大夫人摇摇头，说大概是她自己一时没站稳，立刻吩咐人将沈乐月拉了出去，并宣布以后这种会挑事的庶女就不要再带到她的宴会之中了。沈乐月一边挣扎着，一边毫无尊严地被拖了出去，但她到底还保持着一份理智，没敢大声这话是沈慕清让她说的。最后长公主一顺不顺地看着大夫人，若有所思地道：妯娌之间还是和睦为上，你说呢，宁国侯夫人？这话无异于赤裸裸的敲打。大夫人藏在袖子里的手捏得紧紧的，才压下了自己的心中的怒火，应了声是。沈慕清在一旁看着沈乐月被婢女拉了下去，又见自己母亲被长公主挤兑，他看向沈乐灵的眼神像淬了毒一般。在这个古人的世界，一个小小的庶子之女居然都欺辱到了自己和母亲头上。沈慕清心中正式和沈乐灵宣战了。沈乐灵或是有所感应，也同时看向了沈慕清，却不像从前那样立刻羞涩地垂下眼眸，而是直视他的目光，还挑衅般地释放了一个大大的笑容。那一笑光彩夺人，摄人心魄，配上他那双如幼兽一般的眸子，像一朵危险至极的彼岸花。事情就此结束，有几个有眼色的夫人立马开始插科打诨，场面一时又慢慢热闹了起来。而躲在远处庭院之中，看到这一场闹剧的几位贵公子，此时却笑闹了起来。玉王爷夏乐生吃了口手中的桃子，没心没肺地道：这女子凑在一起还真是有趣啊。三皇子面色有些阴沉，这沈慕清的母亲到底在搞什么鬼？居然在众目睽睽丢了这么大一个丑。二皇子则笑着道：我倒是觉得挺没意思的，还不如下棋来得痛快呢。玉亲王笑道：两位侄儿可别闹了，今日皇姐叫你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见见众位小姐，看看有没有中意的。玉亲王明明比二皇子夏鸿辉还小上1岁，但偏偏就喜欢一口一个侄儿来显示自己的辈分大。当然小时候由于嘴贱，可没少被二皇子打，但由于每次景瑞帝都站在玉亲王这边，后来二皇子也学聪明了，就当狗叫听听就算了。二皇子和三皇子都未作答，他们如今都大了，有了各自的小心思，这皇子妃的位置自然要慎重再慎重。倒是刚13岁的四皇子夏鸿明高兴得不得了，问道：小王叔，这么远我们这怎么挑媳妇啊？被玉亲王大笑的一巴掌打了上来，道：你倒是个心急的，可惜还小，还轮不到你呢。四皇子揉揉脑袋，不爽道：我不小了，现在看好，过几年成婚就行了呀。二皇子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头看向三皇子道：突然有些寄养，三弟不如手谈一局。三皇子眸中寒光一闪，再抬眼已是满目的清明，笑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玉亲王看着两人又去下棋了，心道一句无聊，走到站在一旁如木头一般的段俊泽身旁，用手肘推推他的前胸，问道：怎么样阿泽，下面的贵女们有没有看中的？段俊泽斜了他一眼，看得他脖子一缩，这才收回了目光。但没人注意到他的目光若有似无地看了一眼下面的谭云，他刚刚看得清清楚楚，是那个小丫鬟动的手。第52章惊喜。长公主说了几句话后，花园里京中如今最火的戏班子开始表演起来，年长的夫人们也跟着咿呀咿呀地唱了起来，年纪上轻的小姐们自然坐不住，三三两两地逛起了院子。双胞胎已经去找自己的好友，沈慕清也与张丽合手挽手去找相熟的姐妹们。沈乐灵则乖乖坐在江氏身旁，看着台上唱着如今最火清水亭，这可是自己根据今日的事情特意写的本子，自己筹谋的3年，今日才即将走出真正复仇的第一步。沈慕清，你可一定不要让我失望啊。过了一会，江氏见身边就沈乐灵一个小姑娘坐在这边，轻声劝道：阿玲，你们年轻人出去转转看一看，莫要待在我身旁。随后还略带些骄傲的小声道：今日你大伯母丢了这么大一个脸，必定不敢再对娘亲动手。沈乐灵点点头，将谭云留下，带着思雨朝玉亲王所在的庭院走去。星号星号星号。沈慕清前几日就和三皇子通过信过了，知晓今日他和其他皇子也会过来，一到自由活动的时间，便拉着张丽和往外院走去。他不想带张丽和的，但沈乐月被拖走后，他找不到更合适的人，自己一个人又略显突兀，这才挽起了张丽和的手。等他走到庭院外时，就见玉亲王半倚在门前，像个二痞子一般，问着路过的几位姑娘：你们是哪一家的？你还有你进去吧。
你们两个年纪太小了，就别进去了。有女子不敢上前，玉亲王就吓唬道：怕什么？我堂堂玉亲王，这是我姐姐的地盘，里面是我姐姐给你们女儿家准备的惊喜，难道长公主的命令你们也要违抗吗？这才将几个少女给哄了进去。等到了沈慕清和张立和，玉亲王照常问了几个问题，听到张立和只有13岁时，毫不留情地将他拦在了外面，此举自然正合了沈慕清的心意。他略带为难了，看了眼张立和，反而是张立和安慰了他2句，还道自己会在一旁等他。沈慕清这才1步3回头地进了庭院。一入院中，已经有不少少女站在其中，怯怯的不敢出声，而2皇子和3皇子还在聚精会神地继续他们的棋盘。半晌，4皇子的声音响起：绝杀绝杀，三哥这步棋下的妙啊！懂些棋艺的少女们纷纷探头看去，可不是，那棋盘之上，白子已经形成合围之势，将黑子团团围住。这局棋怕是2皇子要输啊！正当2皇子眉头紧锁，举棋不定之际，一清亮的嗓音响起：表哥，今日你也在啊！众人随着声音望去，只见身穿一袭梅色的红裙，肌肤白皙若雪，一双杏眼带着淡淡的笑意，小巧的鼻子和唇搭配在一起，整个人仿若人间的精灵一般的女子。那是丞相家的2孙女丁清浅，也是2皇子的表妹。2皇子抬头，仿佛刚刚才发现院中如此多15、16的女子一般，面露诧异。3皇子演技也不落下风，还好奇地问了一句4皇子。4皇子撇撇嘴，一团孩子气得小声道：还不是誉王叔想出来的馊主意。丁清浅从小在自家爷爷膝下长大，自然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女子，无故出声。此时不过是看到自家表哥的为难，故意插科打诨罢了。只见他听了4皇子的话，撅着嘴告状道：玉亲王说这里是长公主给我们女儿家准备的惊喜，把我们一大群人给骗了过来。边说还边上前一跺脚，撒娇道：不管，表哥可要给我和各位小姐做主啊！谁在说本王的坏话啊？玉亲王见庭院内状况不对，连忙跑了过来，不讲理的道：丁家小姐，这怎么能算骗呢？难道你们一个个看到本王的侄儿们不觉得惊喜吗？丁清浅和众家小姐果然被这句话给问懵了。这说是吧，大家都是云英未嫁的姑娘家，张不了那个口，说不是吧，那不是一下子将几个皇子都给得罪了的干净。2皇子连忙站起身来，打起圆场：王叔，哎，乖侄儿有什么事吗？玉亲王吊儿郎当的摇摇扇子。2皇子俊朗的容颜僵了一下。3皇子依旧坐在椅子上，不赞同的看了玉亲王一眼，又笑着对众位小姐道：各位小姐，王叔跟大家开玩笑罢了。玉亲王和3皇子毕竟从小一起在皇后的宫里长大，3皇子开口，他自然还是给了些面子。玉亲王兴致勃勃地走到棋盘旁，挑眉看向2、3两位皇子，若有所指地道：怎么样？4皇子到底年轻，还以为他问的是棋局，大声道：二哥快输了！一下子又引到了棋局之上，2皇子的脸色顿时更加难看了。丁清浅上前，依旧带着得体的笑容：原来玉亲王将大家叫来就是下棋的呀！清浅斗胆，想与玉亲王手谈一局。玉亲王听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般，这么复杂的游戏可一点都不适合他，更何况谁都知道丁清浅是从棋圣级大师。于是他十分没有义气地指着3皇子推道：别，你还是和我3侄儿下吧，他喜欢下棋。3皇子温和的目光对上丁清浅，温和的点点头道：既然如此，还望丁小姐手下留情。丁清浅自谦一番后便坐了下来，也不需要重来，一只玉手干脆利落地执起了黑子落在棋盘的左上角。众人一看，只一子，这棋局瞬间变换了局势，刚刚还能诛灭黑子的合围之势，霎时间却攻防转变，竟然有些动弹不得了。3皇子的神色也认真了几分，拿起白子低低沉思，最终将手中白子落在另一个地方，局面瞬间再次翻转。在场懂棋之人都忍不住惊叹3皇子的棋艺，4皇子恨不得一蹦3尺之高的欢呼。不少少女看向3皇子的眼神略带倾慕，如此有才，又是皇家的身份，加之长得又俊朗，虽说生母出身低了些，但丁清浅见了那步棋，嘴角轻笑，夸赞道：3皇子果然好棋艺。边说边直接将黑子落于棋盘之上。这一次丁清浅也毫无遮掩了，他下的是一步杀棋。妙呀，丁家小姐这一步下的正是妙啊！4皇子率先夸赞起来。清浅可是师从棋圣，这棋艺自然是没得说。是啊，清浅这一步实在是太过精妙了。4周全是对丁清浅的夸赞，唯独2个人心中十分不爽。第53章五子棋必胜法。一个是2皇子，他虽嘴角带着笑，但那笑意明显没有达到眼底。他自然知晓表妹是为了自己解围，只是解围为何不重新下一盘，偏要在这被自己即将下输了的残局上下。这不是让所有人都知晓自己下棋不仅比不过3弟，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女子吗？
表妹就这么能出风头吗？另一个内心极度不爽的人，则是站在人群之中的沈慕清。他捏紧了自己的帕子，对众人对丁清浅的赞赏很是不快。特别是当三皇子看向丁清浅的眼神也略带玩味和探究之时，这围棋太费脑子了。原身本就不如丁清浅，自己来了之后更是碰都没有碰过，此时只能看着丁清浅出风头了。三皇子和丁清浅又下了几个来回，最终以和棋结局。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丁清浅还未尽全力，不然三皇子每需要思考良久，而丁清浅则基本上是执子变落。一局终了，在众人将三皇子和丁清浅都夸赞了一番之后，一个娇媚的声音响起：“这围棋固然有趣，只可惜一局时间实在过长，旁人看得有些无聊。我前几日倒发明了个新玩法，不知丁小姐可有兴趣？”众人循声看去，只见一身穿滚紫边青色偏襟的明缎纺裙的女子正定定地站在那里，她面容姣好，笑得明媚而清爽。见她开口，三皇子十分配合道：“哦，沈家小姐可有什么新鲜玩法？”众人见三皇子开了口，自然没有那不长眼的说没兴趣。特别是特别不喜欢下棋的玉亲王，他甚至都觉得无趣，打算出去玩了。沈慕清听出三皇子那沈字后面的尾音，心中一动，但面上依旧不急不缓，轻移连步走到棋局旁，细细给大将讲解着五子棋的下法。众人一听，果然来了兴趣，连丁清浅也似乎觉得有趣。沈慕清再次开口邀请道：“不知丁小姐可有兴趣与我玩一玩这五子棋的玩法？”丁清浅微微蹙眉，他能感受到这沈小姐笑容背后的挑衅，虽然不明白为何，但他丁清浅在棋盘之上从来不惧，于是笑道：“既然沈小姐如此有兴致，那清浅恭敬不如从命。”很快，二人一直白一直黑，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但显然，五子棋虽然简单，但从未接触过的丁清浅最终还是败在了沈慕清手上。正当丁清浅已经想通了其中关键，想再来一局时，沈慕清则侧头向院中其他女子道：“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姐妹想来试一试的？”“我来试一试。”人群中，一身穿鹅黄色衣裙的小姑娘上前。事已至此，丁清浅不好再占着位置，只能无奈起身。沈慕清完成了自己的目的，还笑盈盈地看了一眼丁清浅，带着胜利的喜悦和一丝丝的挑衅。于是庭院之中一时变成了沈慕清的主场，几乎来一个沈慕清就能杀一个。但人人都还乐此不疲，连玉亲王和四皇子都忍不住上场试了一试。显然大家都被这新玩法给迷住了。沈慕清心中忍不住得意，今日之后，谁还记得他丁清浅棋圣弟子的身份，恐怕都是他沈慕清五子棋发明者。而且在长公主庭院之中，连赢各家小姐的消息传遍京中。就在最后一名女子输掉后，玉亲王又要上场时，一道软软的声音响起：“大姐姐，原来你在这里啊！”沈慕清抬头看到朝他笑得灿烂极了的沈乐玲，不知为何，他心中突然有些慌乱。“你这个小丫头怎么混了进来？”玉亲王指着沈乐玲道：“他刚刚明明跟小路子说了，不准年龄低于15的姑娘进来。”沈乐玲睁着无辜的大眼睛道：“我不能进来吗？门口没有写啊，为何姐姐们都能进来，我不能？”玉亲王一时语塞，他总不能说因为你年纪小，不在他家侄儿选妃的范围内吧？虽然大家都有点心照不宣，但这话说出来，回去皇后嫂子非得把他的屁股打出花来不可。沈乐玲不再理会他，径直走向棋盘，看着上面的残局，眼睛都笑弯了，道：“大姐姐，你在玩五子棋吗？”众人都没有什么反应，以为沈慕清发明了这新玩法后，就跟家中的姐妹分享了。只有沈慕清脸色一变，原本还坚持挂在脸上的笑容面具，像是突然被石子砸中一般，从额头裂开，慢慢的整张脸都僵住了。他是怎么知道这是五子棋的？难道他也是？沈乐玲丝毫不在意自己在他心中掀起了怎样的大波，自来熟的坐下后道：“大姐姐，你可要让着我一点哦。”说着便将棋盘收拾干净，并率先落下了一子，随后一瞬不瞬地盯着沈慕清，见他慢慢回神，警惕地看着自己，还故意歪了歪脑袋，催促道：“大姐姐，该你喽。”众目睽睽之下，沈慕清只能忍着心中的疑惑，和他下着这盘棋。上一世长公主的生辰宴上，沈慕清就是凭着五子棋大放异彩，不仅将三皇子迷得个七荤八素，连二皇子也对他的才华痴迷，同时更奠定了他京中第一才女的美名。这是这一世，那3年之中，沈乐玲早已将这五子棋下了千百遍，甚至还推算出了一套必胜的下子方式。于是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刚刚打遍全院无敌手的沈慕清首次体会到失败的滋味。在众人一片叫好中，沈乐玲谦虚道：“这五子棋在我们苏州很是风行了一段时间，听说还是南京秦淮河里的一位才女发明的，我也是占了以前玩过的便宜，各位姐姐莫要再夸了。”这话一出，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用狐疑的眼睛看向沈慕清。第54章阮家姐妹。沈慕清原本还在高兴，原来沈乐灵不是穿越者，若穿越者只是一个烟花女子，那就简单多了。但看到众人的眼睛后，回想起自己之前说过的话，恨不得打上自己一巴掌。刚刚沈慕清明明是说这棋是他自己发明的，怎么又成了那烟花女子的发明的？在场的小姐们一听，有那沉不住气的直接问道：“这位沈家的小姑娘，你说这棋是秦淮河的女子发明的？”沈乐灵木讷的点点头：“对啊。”随即似乎又有些不好意思的低头解释道：“各位姐姐不要误会，我也是听苏州的其他人说的。”众家小姐哪里管这话是谁说的，气呼呼的看向沈慕清道：“沈家小姐真是好大的脸，居然让我们下这等烟花柳巷的棋局。”说完便气呼呼对身旁要好的几名女子道：“我们走。”一声声讥讽声接连响起，庭院中的贵族小姐们走了不少。沈慕清想起身解释：“不是这。”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真的不知道这是秦淮河的继子所想的。他怎么都没想到，结果居然比沈乐灵也是一个穿越者还要更差。他焦急地看了一眼三皇子，原本也十分生气的三皇子想着他还有用，只能出言道：“此事确实是沈家小姐失察，发现此棋后未曾了解清楚，便兴致勃勃地来跟大家分享。”说到这里，三皇子接着道：“不过不知者不为罪，各位小姐也不必太过苛责沈大小姐。”听到三皇子四两拨千斤的将事情轻轻接过，还将沈慕清明明说过自己发明的字眼变换成了发现，众人便知晓三皇子是要护着这沈家大小姐了。二皇子发现这一情况后，脸上露出一丝邪笑，在三皇子和沈慕清身上来回游走了一波。玉亲王也发现了点不一样，不停地冲三皇子挑着眉，还附和道：“就是，我三侄儿说的对。”让三皇子更加尴尬。沈乐灵则似乎对在场的情况并不在意，默默收拾着棋局，深藏功与名。很快为了缓解尴尬，二皇子提议剩下的人到湖边走一走。沈乐灵自然也没有落下，他跟在沈慕清身边，置身错落有致的水榭园林之中，欣赏着满园的春色。众人刚刚心中的怒气才稍稍消散了些许，但仍有不少的小声议论：“我之前听说这沈家大姑娘在圣上面前邀功，谎称那蜂窝煤是她自己想出来的，高兴的圣上还封她当了个郡主。结果呢，那蜂窝煤是人家山西商户人家想出来的。是啊，我还听说沈大姑娘心狠手辣，从一掌柜身上找到了那蜂窝煤做法后，还命人将人给那姑娘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吓得一众小姐打了个寒战。真的吗？可那沈大小姐看起来文文弱弱的，不太像啊。这你就不懂了吧？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然你看为何圣上明明都封她为郡主了，为何却没有一个人称呼她为清河郡主呢？”“对啊，也有道理。我之前听到外面的传闻还不信，没想到这沈大姑娘居然真的如此不要脸，居然当着皇子和王爷的面就睁眼说瞎话。是啊，还让我们学下那继子所发明的玩意，真是太过分了。”虽然大家很是小声，但不时投来的那充满敌意的眼神和窃窃私语，还是让一向自诩是这个世界的女主的沈慕清受不了了。她咬牙切齿地对身旁的沈乐灵道：“五妹妹，你刚刚的故意的吧？故意让我出丑，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沈乐灵面部像是从中间分开了一般，一边面无表情，一边带着3分讥笑：“我的大姐姐，你居然问出如此弱智的问题，还真是让妹妹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啊！”她语气依旧带着点天真，但话语却让沈慕清怒气一下子冒到了头顶。“你……”她甩开沈乐灵的手。“大姐姐，你怎么了？”沈乐灵伴着熟练的无辜，一身材曼妙的红衣女子声音高扬：“沈大小姐，怎么现在是要朝自家姐妹撒泼吗？”沈乐灵一看，长乐郡主，熟人啊，一直对三皇子芳心暗许，上辈子就和沈慕清一直不对付，想来是刚刚得到了消息，此时急忙赶来的。众人忙行了一礼。长乐郡主教训完沈慕清后，又对沈乐灵近乎带着施舍的语气道：“你跟在我身边吧，免得今日有人欺负你。”郡主误会了，大姐姐刚刚只是险些滑倒，一时气愤才这样的，现在误会已经解开了，想来大姐姐不会为难于我的。若是跟着长乐郡主走了，自己一会的计划如何展开呢？沈慕清脸上有些僵持的难看，他一直以为这长乐郡主是他的情敌，人生中的女二号，但不知为何，当他与沈乐灵站在一起时，自己觉得沈乐灵比那胸大无脑的长乐更具威胁。待长乐郡主警告般看了一眼沈乐灵后，对着沈慕清拂袖而去，跑到二皇子和三皇子身边：“两位表哥，今日都来了呀？”四皇子气得蹦到了长乐郡主面前：“表姐，你是看不到我吗？”玉亲王也郁闷道：“大侄女啊，本王也在这呢。”走到假山后，沈乐灵一眼就看向站在池塘边的阮家姐妹，她们四周还站着三三两两的小姐们。阮家姐妹阮馨、阮婷是工部阮侍郎之女，阮馨为正妻所生，比阮婷大半岁。平日里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顺华书院里，总是欺负阮婷。只因阮婷的母亲更为受宠，
阮婷也比他更受父亲喜爱。上辈子阮星便一直是沈慕清身边忠心耿耿的狗，一来沈慕清的舅舅是他父亲的顶头上司，二来沈慕清受不少文人墨客的追捧，他跟在这大魏第一才女身边也多少混出了点小名声，得到不好好处，因此更是对沈慕清言听计从。而自己因父亲官小，又不在京城长大，受人排挤，只有阮婷愿意与理会自己，成为自己在京城之中的第一个朋友。而长公主生辰这一日，阮星因恼怒阮婷之前在庭院中被二皇子多夸了一句而不满，在池塘边和阮婷争吵之际将人推了下去，后被长公主家的一普通侍卫救起，只能下嫁。婚后那侍卫更是得了阮星母亲的暗示，对阮婷非打即骂，不过3年就香消玉殒了。而今一切还有机会重来。沈乐林看着沈慕清带着丫鬟侍兰往阮家姐妹的方向走去，沈乐林对身旁的思雨道：“我们也过去吧。”说完也抬起了脚步，目光沉赤，隐隐带一股攻击之意。第55章落水。沈慕清来找阮星，只是纯粹不想再和沈乐林待在一起。沈乐林只是一个讨人厌的小角色，但一会他还要和三皇子约会了，若他跟在自己左右，那才是要坏了自己的大事。站到阮家姐妹背后之时，正好听到阮星小声骂着阮婷：“你给我老实点，再怎么蹦跶，你也不过是个庶女罢了。要是再妄想出什么风头，我回去就让母亲，让你那做小妾的娘继续给她洗脚。”沈慕清听了，深以为然，庶女之什么的最为讨厌了，哪怕是庶子生的嫡女也是一样。于是立马加入了阮星的话题，将阮婷从头到尾数落了个遍。怎么总是一张要哭的脸？你姐姐说你难道还有不对的？像你这种小白脸的招数，我可是见多了，不过是想让男人看了多些怜惜罢了。怎么说你2句，你就又要哭了？告诉你，本小姐不吃这一套。那样子哪还有平日在顺华书院的端庄贤淑的样子，连阮星都自叹不如。但好在沈慕清还是顾及了些形象，不仅声音不大，还特意用帕子将嘴角遮掩住了，然后周边的人看不出他在说什么。阮星原本对刚刚沈慕清在庭院里的所作所为也看不太上，还和其他姐妹说笑了一番，但此时看他战斗力，又完全忘记了这么一码事。阮婷整个人已经气得在颤抖了，她不过是因为在下五子棋的时候比其他小姐多坚持一段时间，才败在沈家大小姐手中，结果不仅要承受姐姐莫须有的指责，连这位在顺华书院里时不时关照自己2分的沈家小姐也要辱骂自己，甚至说的比姐姐更加难听。此时的沈乐林已经走到离他们最近的左手边的几位小姐那里，问道：“几位姐姐，我想回花园了，请问是往哪边走？”大概是想着她一个小小的庶子之女，刚刚揭穿了沈慕清的真面目后，日后怕在宁国侯府过得不容易吧。那几位小姐极为热心，甚至还让其中一个丫鬟给她带路。沈乐林甜甜地谢着各位姐姐，然而目光却透过眼前的几位女子，看着他们身后3人的动作。终于阮婷受不了了，她抬手想推开站在她面前的2人，不想阮星却直接反手推向了她。关键时候，沈乐林掩饰宽大袖子中的右手接连射出2块石子，一块让原本往后仰的阮婷一下趴在了阮星身上，另一块则让沈慕清小腿一软，栽到了池塘里。扑通一声，平静的池塘顿起涟漪。世兰率先反应过来，大喊道：“小姐，小姐！”沈慕清也不知自己是怎么突然就落了水，但不管是前世还是如今，他都不会水啊。沈慕清在水中极力挣扎着，但越挣扎却离岸边越远。刚刚还在和沈乐林说话的几位小姐连忙上前看着热闹，沈乐林也要上前，不想身边却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色静衣的熟人段俊泽。他肯定道：“是你做的。”沈乐林见是他，一点也不慌，摇摇头，无辜道：“不是啊，我明明看见是你，那你还来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沈乐林一瞬不瞬地盯着段俊泽的眼睛，无赖道：“你有证据吗？”段世子，我说过了，不是我做的，你刚刚看错了。段俊泽皱了皱眉，他本不是爱多事的人，只是今日接连2次看见不是这丫头就是这丫头的丫鬟使用此等手段，终究觉得有些上不得台面，这才忍不住出面询问。沈乐林见他没有动作，低声道：“如果段世子不打算将我拿官，就烦请先让一下，我还要去看看我家大姐姐有没有事。”段俊泽并不想将事情闹大，一时拿这个小丫头没有办法，只能看着她小跑向池塘边，还大喊着：“大姐姐，大姐姐，你没事吧？”似乎比周边其他女子都要焦急和难过，完全看不出刚刚与自己斗嘴时丝毫不让的样子。池塘里一个侍卫已经下水，站在桥上的三皇子看着水里的沈慕清，面色十分难看，心中历经一番斗争之后，果断跳了下去，最终赶在那侍卫之前游到沈慕清身旁。二皇子在桥上看着池塘里的2人，笑道：“看来王叔说的不错，要多看看才能找到心仪之人。看三弟这着急的模样，可不是对沈大小姐倾慕已久了吗？”玉亲王懒洋洋地靠在桥上，嘴里应和着，眼睛却盯着远方树上的一黑衣少年，心里想的是：阿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找那个小丫头说话？难道是看上了？但这是不是也太小了一点？
四皇子则撇撇嘴，他实在搞不太懂，那沈家小姐如此不要脸，三皇兄为何还要救她？沈乐灵心中冷笑，看来三皇子已经在沈慕清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不然以他那个无利不早起的性子，怎么可能众目睽睽之下去救一个名声都臭了的人呢？长公主很快带着人赶了过来，见三皇子下水救人，面上冰冷的像结了一层冰一般。今日他之所以将二位适婚的皇子请来，自然是为了自己女儿长乐，不想这沈大小姐一落水。三皇子很快将沈慕清带到了岸边，并接过周边人递来的一张斗篷，将沈慕清裹住。大夫人看着被三皇子从水中捞出的女儿，快跑2步上去，确认她还有呼吸，这才放下心来。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长公主忙让两婆子将沈慕清送到厢房，同时让三皇子也去更衣梳洗。待大夫给二人诊完脉，宣告没什么大事后，长公主已经将沈慕清落水之事查了个清清楚楚。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是阮家姐妹和沈慕清在池塘边说话时，阮婷突然没有站稳，摔倒在阮馨身上。沈慕清想往旁边一躲，却不想脚下一滑，摔到了池塘。主要是阮婷和阮馨摔倒时发出了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自然大家都看到了。当时没有人和沈慕清有肢体上的碰撞，一切只能以意外结案。但这件事的后续影响，却让如今原本名声就不太好的沈慕清，形象更是跌落到了谷底。第56章二房的秘密。长公主却对破坏了自己生辰宴的宁国府母女俩没了丝毫的好感。长乐郡主更是扬言要让沈慕清从顺华书院除名。其他贵女们本就生气沈慕清的欺骗，又见俊朗的三皇子与他有了亲密之举，心中更是暗暗嫉妒。回去将庭院之中沈慕清如何厚脸皮说是自己发明下棋之法的事大肆宣扬。沈慕清在大魏贵族圈子里的名声一下子臭不可言，反而不少公子们听说那伍子棋的下法来自秦淮河的名妓，纷纷来了兴致。一时间伍子棋风靡整个京城贵族。三皇子也十分生气，他本就心有所属，沈慕清本就只是他的选择之一。之所以花了些心思，一来是去年中秋那首词的确让他惊艳，二来是中秋时自己听到他与宁国侯夫人的对话，知晓他有些敛财的本事，当然后面也得到了证实。但在其他方面，这沈慕清对他的帮助并不大，甚至于人品和名声，如今在京城也变得极差。只是今日自己若不救他，让那侍卫捷足先登，那他之前所说的什么制作白糖的方子，已经让什么京城所有贵妇人为之痴迷的口汁便都没了。谁都没有注意到，当三皇子将沈慕清救起来时，看他的眼神满是狠厉，更是在心中附议道：沈慕清，你可千万不要让我觉得失望啊。那日从回府后，大房内鸡飞狗跳，闹到了深夜。沈乐月被禁足在自己房中，宁国侯爷大发雄威，将大夫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好好的2个女儿跟着他去参加长公主的生辰，一个提起就被长公主轰了出来，一个落水了，虽个三皇子救了，日后想来至少也是一个三皇子侧妃。但长公主心里放不下这个怨气，将宁国侯叫去好生教训了一顿，让宁国侯窝着一肚子的火回来，继而全发在了大夫人身上。进园之中，姜氏一回来就将所有下人赶了出去，只留下沈乐灵。母女俩坐在软榻之上，姜氏紧紧握住沈乐灵的手问道：阿灵，告诉娘亲，你大姐姐落水的事是不是与你有关？她实在是觉得太巧了，大嫂想在长公主面前推自己一把，让自己出丑，转身她女儿就落了水。沈乐灵笑得毫无压力：母亲，您说什么呢？当时阿灵正在和边上的几位姐姐问路呢。姜氏显然不太相信，又问道：阿灵，你告诉娘亲，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给长公主请安时，二嫂确实推了我一把，若不是谭云，怕是……沈乐灵思忖片刻，还是决定跟姜氏说出实情。母亲，今日看来，这大伯母和二伯母已经联手了。姜氏点点头，我自然也看出来了，只是这2人前些日子还斗得个你死我活，这怎么突然之间？沈乐灵垂下眼眸，温声提醒道：除非二伯母被大伯母拿出了什么把柄。是啊，不然怎么二嫂还事事冲在前头？就算那衣裳的事真要查下去，她也少不了惹上一身骚，但她还是出了这个头。娘亲，你觉不觉得很奇怪？二伯后院的孩子太少了。沈乐灵睁大眼睛看着姜氏，姜氏被这一提醒，先是睁大眼睛，继而捂住了嘴巴。是啊，这二房就这有袁氏生的那一对双胞胎，这些年听说连个有孕的人都没有。二哥光府中纳的妾和屋里人加起来就有10来个了，听说外面还养着2个外室呢，怎么就一个都没有呢？而且老夫人也从来没说什么。娘亲知道雅涵是个话多的，平日里有爱做些小吃分给那些小丫鬟们。前些日子她跟我说了一件事，二伯父当年纳过一个扬州瘦马柳姨娘，听说那柳姨娘很是受宠，没2个月和二伯母前后有了身孕，后来大夫说她怀的是个男胎，后来那柳姨娘自己保不住孩子，还妄想陷害二伯母，谁知这事二伯父拼命维护柳姨娘，连老夫人出面也不肯让人动她半分。可不知为何，
有一日，二伯突然大发脾气，将那刚小产的柳姨娘拖出去活活打死了。自那以后，二伯父后院就再没人有过身孕。这事还是沈乐龄躺在尚书府那破院子里时，沈慕清告诉他的。其实事情很简单，当时柳姨娘怀孕后，确实很是猖狂了一段时日。二夫人觉得，万一她真生下的是儿子，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设计让她小产。但谁知沈文亨稳稳地站在自己小妾那边，狠狠地打脸了二夫人。于是二夫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给沈文亨下了绝子药。这个药下去，日后大夫一把脉都是能把得出来的。那这时候柳姨娘成了最好的替死鬼，她不是日日宣传着自己一定怀的是男胎吗？那想将自己的儿子变成沈文亨唯一的儿子，也是很合理的呀。所有的计划都在二夫人的计划之中，但她唯独没有预料到，她当初让自己心腹去买绝子药的药铺是大夫人的陪嫁。这个把柄大夫人一捏就是多年，从未拿出来过。这次二夫人如此为她冲锋陷阵，恐怕只有这一个理由了。江氏沉吟半晌，自然也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阿玲，你的意思是，你二伯母给你二伯父下了，还嫁祸给了柳姨娘？沈乐龄带点头，继续引导道：听说大伯母当初的陪嫁就有一个药铺，若是二伯母留下了什么把柄？江氏狐疑地看向沈乐龄，最后叹了口气，有些愧疚地道：阿玲，是娘亲不好，这些事本不应该让你一个孩子操心的。沈乐龄拉起江氏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撒娇道：母亲，阿玲已经长大了，可以帮母亲分忧了。江氏的手掌在他面上摩擦了几下，细腻而温暖。还长大了？你大哥如今都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呢。沈乐龄不干了，撅嘴道：那是大哥笨，阿玲才不像大哥呢。江氏点了下他的额头，问道：说吧，你这丫头手上有没有什么证据？这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我总要去和你二伯母先去聊一聊。沈乐龄笑得甜美可人，眼里闪过一丝狡黠。母亲，阿玲哪里有什么证据，倒是有两句话，您可以和二伯母探讨探讨。第57章养病的沈慕清。这第一句话便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把柄握在别人手中，不如毁了这个把柄，先发制人，弃车保帅。想来二伯母应该是能做得得心应手的。这第二句便是：这大房不也只有一个沈乐月一个庶女，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不知大夫人的药店能不能给一个答案？如果说第一句只是叫二夫人从这漩涡之中抽身，那第二句话就是让二夫人将大夫人往死里得罪。毕竟以大夫人锱铢必较的性子，这话就等于是威胁了。但那又如何？逃脱了大夫人掌握的二夫人，只要联想到这一点，那这话迟早都会从他嘴里说出口。被威胁过的人好不容易翻身了，想体会一把做主的快乐，很正常。江氏听完像不认识一般看着沈乐龄，那目光有欣赏，有惊叹，有心疼，但唯独没有害怕与闪躲。难怪你父亲和裴先生常感叹说，为何你不是男子？就这两句话，连母亲听完都心惊，更何况是二嫂。江氏和沈乐龄聊完，片刻都不想等，直接带着陈嬷嬷杀到了二夫人的映月轩。等回静园后，明显感觉江氏心情不错，还带回了一大堆的礼物。一转眼半个多月过去了，沈慕清自那日回来后，就一直在家中养病。毕竟刚刚春日，那池塘的水也是刺骨的凉，沈慕清真病得不轻。加上玉珍时不时去他面前表忠心，核报军情，这病便反反复复，更不得好了。老夫人和大房的人这些日子越来越焦急，这三皇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已经和沈慕清有了肌肤之亲。按道理，景瑞帝的圣旨早应该下来了，不是个正妃，好歹封个侧妃吧。可偏偏过了这么久，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老夫人和宁国侯越是着急，便越是对大夫人和沈慕清不待见。听说这次沈慕清生病，除了开始2日，老夫人还让人去瞧了瞧，如今压根就懒得过问。可偏偏二夫人也没闲着，直接将身边的一个心腹以偷盗的名义抓了起来，最后还将人轰出了宁国侯府，最后还满府宣扬此人吃里扒外，身在曹营心在汉，俨然将那心腹塑造成了大夫人的人。之后便在府中和大夫人3天一小斗，5天一大斗的，连如今大厨房的人有时候为了先煮大夫人的汤，还是先烧二夫人的菜，都要争论半天。总之整个宁国侯府没有片刻安宁的，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静园了吧。江氏原本已经和陈嬷嬷商量好了，在院子里摩拳擦掌，就等大夫人放马过来，没想到大夫人根本就自顾不暇，倒是让他心中有些小小的失望。沈乐龄在院子里和谭云刚刚耍完一套剑法，平儿便小跑进来。院中人一见，不等小平儿开口，便将所有东西都收拾好。沈乐龄立即躺在屋檐下，悠闲地晒着太阳，思雨在一旁伺候着，谭云则身体不适回了房间。至于雅涵，自从有了小厨房，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厨房里忙活，时不时拿着小吃食和花园里的小丫鬟们一起玩。平儿则站在院门口，安静乖巧。玉珍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场景，她实在有些不理解，这五小姐明明就是一个整日吃了睡了吃的大小姐，除了绣花和读女戒，唯一的乐趣就是在院子里晒太阳，
为何大小姐和大夫人对她都那么忌惮？特别是大小姐病了那么久，还每日坚持让自己将五小姐事无巨细的禀告给她。玉珍来了呀！沈乐灵眯着眼，随意的瞟了她一眼。玉珍上前行礼，私语道：“你这个小妮子，又跑到哪里偷奸耍滑去了？”玉珍陪笑道：“刚刚大厨房的一小丫鬟说我老子娘给我做了好吃的，这不玉珍一时嘴馋，就……”思雨正要教训两句，沈乐灵笑道：“罢了，玉珍还小，贪嘴很正常。你看阿周，要是没有母亲拦着，怕是嘴巴一刻不得清闲。”思雨吃醋道：“小姐，你就知道惯着玉珍？哈哈，还吃醋了？小姐我啊，也惯着你好不好？”沈乐灵进房后，玉珍赶紧趁此机会去找平儿。我不在的时候，小姐在做什么？有没有说什么？平儿拿着几个铜板，老实的摇摇头。小姐在屋檐下没坐一会就睡着了，我们都不敢出声。思雨则冷哼道：“这小妮子一身的药味，怕是这次去的又是大小姐那里。”沈乐灵笑道：“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鼻子那样灵？他怕是还在心中觉得咱们蠢笨呢。”思雨嘴角一笑，随即又道：“小姐，玉珍身上的荷包怕是要再加一些药材了。”沈乐灵想都没想就道：“加吧，我这个大姐姐既然窝在了家里，那就再好好休息一番吧。”是。对了，大房那边玉姨娘如何呢？前几日药已经停了，想来怕是已经有了好消息了吧？沈乐灵点点头，一双清凛凛的眼眸突然迸发出让人心底发颤的寒意。大伯母竟然敢怂恿大伯父给爹爹纳妾，礼尚往来，我就送大伯母再当母亲的一个机会吧。说完又轻笑一声，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沈慕清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弟弟妹妹，会不会高兴呢？和妈妈那边呢？据说已经同意指证二夫人了。”沈乐灵右手的食指无意识地在桌上轻点了几下，状似思考着什么。此时玉珍就拎着一壶茶水进来了。思雨十分自然道：“是啊，小姐，奴婢也听人说这京城的3月应该很好玩的。”玉珍笑道：“小姐想要出去玩吗？”沈乐灵笑道：“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这京城都2月尾了，居然还有些凉意。”是啊，哪像我们苏州2月底的时候啊。星号星号星号。坤宁宫，景瑞帝刚陪皇后吃完晚膳，在皇后院中散步消食，太监宫女们都懂事的退到了一边。走了一会后，皇后状似不经意的提起，今日阿义又来给臣妾请安了。景瑞帝叹了口气，颇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道：“朕不是不想下旨，只是这女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那沈慕清哪个都没有。朕若是将她赐给阿义，满朝文武还指不定以为自己多不待见阿义呢。”第58章，皇后的旨意。皇后和景瑞帝少年夫妻，自然懂得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性子，缓缓开口：“臣妾自是知晓圣上的意思，但这是如今满朝都看着，宁国侯毕竟也是勋贵之后，还是莫让那些老人面上太过不好看。”景瑞帝没有回应，继续信步往前走着。皇后垂下眼眸，快走2步跟了上去，接着道：“臣妾知晓圣上不喜那沈家小姐，不如这样吧，由臣妾下旨封她为阿义府中的美人，等阿义开府成婚时，一同进府可好？”大魏皇子有一正妃2侧妃2美人，也就是说，沈慕清作为宁国侯嫡长女，连一个侧妃的位置都没有捞着。景瑞帝听了皇后的话，紧皱的眉头这才放松下来，走到院中早已准备好的太师椅上坐下。既然如此，此事就按皇后的意思办吧。臣妾替阿义谢圣上恩典。景瑞帝将皇后扶起身，坐在他身旁，二人又闲话了一番。皇后察觉景瑞帝的茶水有些不对劲，于是问道：“圣上，您这茶水？”“哦，这几日虚空大师给朕新炼了一种丹药，叫九转大还丹，朕吃了后，丹田之中瞬间就能升起一股暖意，整个人都精神焕发。就是这九转大还丹吃完，2日内不宜饮茶。5年前景瑞帝生过一场大病，从此之后便开始寻求长生之术。这虚空大师便是他在太行山上寻来的高人。入京2年，这2年若不是朝廷大臣们拦着，怕是景瑞帝早就封那虚空大师为国师了。”皇后温和地点点头，试探性问道：“这虚空大师这次的丹药真的如此之好？”景瑞帝眼前一亮：“梓潼，你可不知，朕一吃下那九转大还丹，整个人就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自己身处仙界。”虚空大师说：“这是朕不仅有龙气护体，还十分有仙缘，才会在第一次吃就能到仙界一游。”皇后看着刚刚还面无表情的景瑞帝，一提起那修仙丹药就神往的样子，心中涌出一股寒意。他想到那年在江南第一次见到景瑞帝的样子，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少年猖狂，这样的神色只有在聊到未来的抱负和应如何对大魏子民的庇护时才会出现。那时的他立志要做一个好皇上，安得广厦千万间，而如今御书房里成堆的奏折对他的吸引力却比不上和一个自诩高人的道士。他的少年郎似乎永远留在了那一年。皇后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抽离了出来，
他浮在空中，看着自己的躯壳，用平静而单调的语气回应着当今圣上。而他只想飞回那年的江南，却又不得不困守在这偌大的宫殿之中。星号，星号，星号！第二日一早的宁国侯府终于等来了宫里的公公。时隔3个月，宁国侯府再次因为沈慕清而接旨。离得最远的三房依旧是最后赶到的，但此时大厅内完全不像几个月前沈慕清被封郡主那日的欢声笑语，反而肃静的让人不敢吭声。只因这一次不是皇上宫中的袁公公，而是坤宁宫里的钱公公。钱公公是皇后的心腹，宁国侯等人虽心中打鼓，但见钱公公不苟言笑的样子，也不敢多问。当所有人到齐，钱公公宣读完懿旨后，所有人都愣住了。不是正妃这一点，所有人都早有准备，但连个侧妃都没有捞着。这旨意还是皇后所下，可见沈慕清是彻底不招景睿帝待见了。沈慕清本就病着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不可置信地看着钱公公，一张漂亮的小脸，特别是左眼下的小红痣，好生惹人怜爱。只可惜啊，钱公公是个公公。只见他若无其事，泰然自若，继而用有些尖锐的阴嗓道：“怎么，沈大小姐难道不想接旨吗？”宁国侯忙上前讨好，大夫人也拉了拉沈慕清：“臣女谢皇后恩典，皇后千岁千千岁。”即使沈慕清如此低头，但钱公公并没有打算放过他，接着高喊：“传皇后娘娘口谕，宁国侯长女沈慕清活泼开朗，成婚前就跟着黄嬷嬷好生学学规矩，令上次沈大小姐抄写的经文十分整洁，还请沈大小姐再为皇后娘娘抄上10份。”传完旨，钱公公身后一嬷嬷站了出来，钱公公向大家介绍了一番。那黄嬷嬷大概40有余，朝众人行了个十分标准的蹲礼，不卑不亢，头发一丝不苟盘着，没有一丝错乱，眼睛细长而锐利，穿着深蓝色的被子，上头连一个褶儿都看不到。只一眼，所有人便都知晓这是个狠角色。沈乐龄垂下眼眸，看来这大姐姐的病只能好起来了，若被这宫中的嬷嬷抓到把柄，反而不美。钱公公走后，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沈乐龄丝毫不怀疑，若是黄嬷嬷不在，他那大伯父的一巴掌准能打在沈慕清身上。二夫人眼里有掩饰不住的笑意，沈乐轩充满了同情，沈乐宇嘴角却有着止不住的笑意。这些日子，因为大姐姐那日的举动，他和姐姐在学院里没少被人笑话，如今看到沈慕清这样子，自然觉得痛快。他看着眼含怒气的老夫人和宁国侯，愁眉苦脸的大夫人，抿着唇的沈木朗，以及低头偷笑的沈乐月，还有摇摇欲坠的沈慕清，心中无比的痛快。比起3个月前的那次接旨，这一次整个大房人的反应还真是让人身心愉悦啊！星号，星号，星号！沈慕清又缠绵病榻了3日，到了第4日，黄嬷嬷直接请来了太医。太医诊脉后的当天，沈慕清便迫不得已起身跟黄嬷嬷学起了规矩。教学还没正式开始，黄嬷嬷的下马威就来了：“沈小姐，这蹲礼行得不对。”黄嬷嬷的声音跟她的人一样，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她一边说一边示范，这下蹲时应当2腿合力支撑身体，头、胸、膝关节应在一个角度上，如此才能蹲姿优美、大方得体。示范完，便开始让沈慕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下蹲，一副今日誓死要将他教会一般。沈慕清本就不是一个多有耐心的人，加上这段时间诸事不顺，没多久就憋不住脾气。黄嬷嬷也丝毫不惯着他，直接抬出了皇后娘娘，让2个嬷嬷压着沈慕清行蹲礼，每蹲上1炷香，大约15分钟才让休息半炷香，如此反复7次，哪怕他站都站不稳了，2个嬷嬷扶着也要让他蹲完。第59章，大夫人教女。入夜，沈慕清靠在软榻之上，阴恻恻的脸在房中昏暗的灯光下越发显得诡谲。轩轩和世兰心惊胆战的给他捶腿按摩，一旁的玲珑和宜修颤颤巍巍的站在一旁。司沈慕清一声叫唤，4人条件反射的跪在地上，如筛子一般开始求饶。过来！沈慕清恨声道。刚刚按摩的轩轩和世兰跪走到他身边，就在他们跪在他脚边的那一刻，沈慕清突然将软榻上的小几举了起来，拼命的砸向2人。茶几上的茶杯和茶盏全都摔到了地上，一片狼藉，嘴里还不停的念叨着：“你们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和那个老妖婆是一伙的？还是看我如今好欺负了，就一起欺负我？贱人，都是贱人，你们都是贱人！”轩轩跪得近些，头上硬生生挨了好几下，一股热流已经从额头流下，但他连求饶声都不敢发出，因为他知道他越求饶，小姐就会越发疯狂。住手！就在2人绝望之际，门口突然响起一声暴喝，然而沈慕清显然已经陷入了癫狂，像是没有听到一般，手上的小几毫不犹豫地继续往下砸。还愣着干嘛？赶紧把他手上的东西拿走！大夫人厉声吩咐道。林荣和宜修压根不敢上前，王嬷嬷带着2丫鬟上前将沈慕清手中的小几拿走。小几被夺走后，沈慕清看到大夫人
终于冷静了下来。一众下人顿时屏住了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大夫人扫了一眼周围的丫鬟和婆子，威胁道：“都退下！今日之事，谁若是敢说去，别怪本夫人将你们一家子都乱棍打死。”所有人都出去后，戴夫人才转头厉声问道：“你在做什么？”沈慕清看到头次大夫人愤怒到扭曲的脸，下意识地低下头，随即立刻抬起，高昂着头道：“不过是几个下人，怎么难道女儿如今成了美人，就连个下人都打不得呢？”戴夫人气结一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沈慕清捂住脸，不敢置信地望着大夫人，嘴中重复着：“你打我！你居然打我！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不该打吗？”大夫人怒声道：“阿青，你是知道的，你们这一辈的女子全以乐为名，只有你和男子一样，这都是因为为娘心疼你，为你求来的呀。原本我给你安排的路是嫁到张家，汉妃那孩子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不仅上进，关键是她心中也有你。你嫁过去后，上有你舅舅帮你撑着，下有汉妃的疼爱，这辈子不说大富大贵，但总归吃穿不愁，称心如意。你偏偏要和三皇子来往，好，你是我女儿，只要你喜欢我督依你，但你都做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大夫人越说越气，越气越急。如今圣上皇后不喜，但那又怎么样？你还这样年轻，翻盘的机会何其多。可你呢？明知道黄嬷嬷是皇后跟前的人，先是在床上装病，今日之间不给黄嬷嬷面子，你知不知道？你在黄嬷嬷面前所有的表现，全都会一字不漏的传到皇后耳朵里去。那难道女儿就要任由一个下人捏扁搓圆吗？沈慕清别过脸，怒气虽然散了，但偏偏还是不肯认错。你也知道那只是一个下人。大夫人一声怒吼，随即才放缓了声音：“黄嬷嬷就算只是一个下人，但打狗也要看主人。既然你已经成了三皇子的府中的美人，起点虽低，但若三皇子的心在你这里，何愁日后不能站在最高点？”大夫人将手附在沈慕清被打的脸上，心疼道：“阿青，你还不明白吗？如今你已经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那就只能忍，忍到皇后对你改观，忍到圣上对你改观，忍到三皇子将你捧在手心。女儿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你可明白？”沈慕清垂下眼眸，面色的厉色慢慢平静了下来。女儿啊，三皇子我也见过，那位置他定然是要去争一争的，若是成功了，日后你可能需要忍的地方会越多。你要记得，像黄嬷嬷这样的下人，没必要与他一般见识。等你爬上高位，让他生或死不过是一句话的事。而面对待敌人的时候，若没有一击即中的把握，便只能继续蛰伏，等待时机。沈慕清这下终于听进了大夫人的话，看着大夫人的眼睛，点了点头。大夫人这才将自己的手拿开，恢复到平日一团和气的模样，帮沈慕清顺了顺发髻，笑道：“今日就算了，从明日起，你依旧是宁国侯府那个高雅端庄的大小姐，对黄嬷嬷恭敬些。还有，日后在屋子里动静小些，莫传出些不好听的名声。等你嫁入三皇子府，这身边的人还有大用的。”大夫人盯着沈慕清的眼睛：“阿青，你可明白了？”沈慕清坚定地回视着大夫人，郑重地回道：“母亲放心，女儿明白了。”第二日一早，黄嬷嬷昂首挺胸地走进沈慕清的屋子，正要开始新一轮的教导，却见沈慕清早已穿戴好，规规矩矩，丝毫不差地给她行了个敦礼，态度还十分和善，面部的微笑也恰到好处。黄嬷嬷不动声色，心中却对自己认为的草包高看了一眼。既然沈大小姐敦礼已经学会了，那今日咱们从金莲部开始学起吧。沈慕清恭恭敬敬行礼，声音软甜道：“还请黄嬷嬷教诲。”之后不管黄嬷嬷如何折磨沈慕清，他都是一副已经被磨得没有脾气了的样子。连黄嬷嬷都忍不住点头，但他却不知沈慕清的心底已经涌出了一股对他强烈的杀意。他每走的一步，脑中都在幻想黄嬷嬷或跪地求饶，或五马分尸，或七窍流血的样子。第60章又郁郁亲王。沈慕清病好后，玉珍又生病了，也不是别的什么大病，就是白天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京城南大街，沈乐林和谭云信步走进一家酒楼，在2楼靠窗的地方坐下，看着楼下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场景，沈乐林有些惆怅。再过几年，大魏就会乱起来，别说百姓难以安居乐业，就是一些官吏的日子也不甚好过。除了报仇，为了家人的安全，他也必须早做准备。如今的景瑞帝年少时经才决绝，雄心万丈，将大魏建国200年来的那些嚣张无比的贵族子弟治得服服帖帖。那时的百姓也是过几年好日子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迷恋修仙之道，后来更是宠幸一国女子，将原本就诸多弊病的大魏弄得满目疮痍。而他生的几位皇子，二皇子耳根子软，舅舅又是当朝丞相，容易外戚做大，但他本人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三皇子看起来斯文有礼，实则狼子野心，但偏偏内里是个草包。上辈子大魏就是在他手中败了半壁江山。
四皇子天真浪漫，但对待下人就像对待猪狗一般，更何况以他的能力，根本斗不过那些底蕴深厚的功勋士族。总而言之，不管是谁接管了那位置，这大魏必乱。沈乐林也曾想过自己重活一世，是不是应该去改变这种乱局，但思忖良久之后，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她是一个小女子，是一个小小七品京官的女儿，她人微言轻，更何况这景瑞帝的儿子们没有一个有人君之相，若将这位置传给其他皇族之人，这3位皇子只怕要各自起兵，倒是百姓们只会过得更苦。所以沈乐林能做的十分有限，他只想在乱世还没来之前多挣些银子，结交些贵人，将来能护他们一家偏安一隅。如果可能，他还希望自己的银子能庇护更多的人，打造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今日他出来，原本是想在这南街也开一家酒楼，但不想前些日子定金都给了，今日一来，那要转让的店家又反悔了。反悔原因很简单，也很强大。武英伯夫人的娘家侄儿也看中了这家店，店家实在得罪不起，而他江大河不过是外地的一个小商人罢了，自然竞争不过。哎，这大魏200年下来，不仅皇家那些功勋之家也不知繁衍了多少代，偏偏大魏对这些人家还十分优待，想参加科举的没有当地大户或官员的举荐行，任你再才华横溢，也最多是个举子，根本不可能来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如此下来，这满朝文武不是名门之后，便是他们的门人。200年下来，已经说不清这大魏是姓夏还是跟那些勋贵们姓了。朝堂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没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圣上，根本压不住那些人。当然除了宁国侯这种已经好几代出不了一个能称门庭的人家以外。正当沈乐林郁闷之时，突然听到对面连喊几声江大河，大概因为确实不是本名吧，沈乐林的反应慢了些。等他循着声音看去，就见对面酒楼的窗前站着一人，拼命朝他挥手。定睛一看，居然是玉亲王。他身后那人俨然就是段世子。此时一侍卫模样的人站到了他的桌边，抱拳行礼道：“江公子，我家主子请你去东林阁一叙，请。”星号星号星号，哈哈，本王就说是你吧，这是3000两银票。上次你送本王的话，本王找人鉴赏过了，是真品。说吧，你送了本王如此贵重的礼物，想让本王怎么回报你？沈乐林一只脚刚跨进门槛，就听到玉亲王就将3000两塞进他怀里，还爽朗地问道。沈乐林并未推脱，只微微一笑，拍马屁道：“人说宝剑送英雄，我如今宝画送王爷，也是一桩美谈啊。”玉亲王听了很是高兴，用力地拍了2下他的肩膀道：“江小公子果然会说话，来来来，快坐，今日遇到还真是有缘，快坐快坐。”沈乐林只觉得被他拍的左肩和前世被他踢到的胸口都开始发疼了。沈乐林坐下后，朝对面的段世子轻轻点点头，得到他冷漠的一个回应。之所以觉得冷漠，大概是因为他冷峻的面容配上不苟言笑的神情。玉亲王才没有管这么多，又开始了：“难怪上次江公子你一眼就看出了那话是假的，还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阿泽都差点问急了。你可知道上次那家掌柜的后来怎么样了？我直接将人带到了京兆府衙门，再将宁国侯找来了，劈头盖脸的骂了他一顿。宁国侯当着本王的面发誓说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那个掌柜，也就是近2个月才做这种事的，已经判了3年了。你说这些人都怎么想的？就那么差钱吗？居然还敢骗到本王头上来！本王堂堂京中第一纨绔，是那么好骗的吗？”沈乐林看着喋喋不休的玉亲王，脑海中突然有了个主意。上辈子玉亲王就是因为不涉朝堂，当被称帝后的3皇子赐了包皮萱草后，才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若这辈子他能入朝，特别是皇家几乎拧成一股绳的大理寺，那到时候多少能有一些自保的筹码。于是沈乐林先应和道：“是啊，幸亏他遇到的是玉亲王您，要是被骗的是普通百姓，这可不得倾家荡产，搞不好还会家破人亡呢。”得到玉亲王的认同后，他又低头叹了口气，道：“哎，如今在这京城，普通百姓想做一点事实在是太难了。”边说边拿起桌上的茶水，像喝酒一般一饮而尽，将一个郁郁不得志、处处碰壁的人演绎得活灵活现。玉亲王果然好奇道：“江公子，这是遇到了什么事吗？”沈乐林刚想开口，随后又垂下头：“哎，算了。”玉亲王好奇心都被撩起来了，怎么能轻易算了呢？忙道：“江公子到底发生了何事？你说出来，或许我能帮你呢。”沈乐林抬头看向玉亲王，似乎在判断他说此话的真假，最后才道：“其实也没什么，我家中在扬州行商，此次入京是想在京中做番成绩给素来看不起我的家中父母看看，但不想前几日。”沈乐林今日之事说了出来，玉亲王挥挥手道：“本王还当什么事呢？不就是个铺子吗？你放心，什么武英伯夫人的娘家侄儿，这是包在本王身上。”第61章马甲被扒。
玉亲王将胸脯拍得叭叭响，沈乐林的马屁自然也不会吝啬，一时宾主尽欢。唯独段世子时不时皱眉，用余光瞟一眼沈乐林，显然看出了他的用意。沈月玲也不管，只朝他无辜的笑了笑。玩笑过后，沈乐林话锋一转，不过江某也不能白占王爷的便宜，刚刚江某收的那3000两，就算是王爷入股了。玉亲王正要拒绝，沈乐林又道：“王爷可千万不要拒绝，日后江某还想仗着王爷的名，让酒楼在京城立足呢。王爷请放心，我从小就有经商的天赋，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独自来京，一定不会让你亏的。更何况，听说玉亲王你就要开府了，日后用钱的地方多，也时常要与朋友吃饭，有了自己的酒楼之后，不是更方便一些吗？其实这样挺好的，我仗你的是在京中赚钱，然后分王爷一份，双赢啊。”最终也许是玉亲王囊中真心羞涩，也许是被沈乐林的真诚打动，总之他最终点头应允。吃完饭后，还特意将沈乐林带到了京兆府转了转，让人都看清楚，以后江大河是他玉亲王罩着的，以后都长着点眼睛。京兆府的人得知沈乐林遇到的情况后，还狗腿的将那店家老板叫了过来，当场就将店面转给了沈乐林。从京兆府出来后，沈乐林更加卖力的夸赞玉亲王，让玉亲王对他的称呼从江公子变成了小江啊。段俊则从头到尾跟着二人，一言不发，只是时不时用探究的眼神看向沈乐林。沈乐林最后问道：“王爷为何要做京城第一纨绔？”玉亲王头一扬道：“哼，那些纨绔们欺行霸市，本王看不过，便立志要做一个让那些纨绔还要害怕的人，那就是纨绔们的头头，那可不就是京城第一纨绔吗？”王爷说的有道理，不管认不认同，沈乐林第一时间夸赞。就在玉亲王自喜不已时，沈乐林又道：“可让那些纨绔害怕的，难道不是官府吗？比如说上次宁国侯卖画的时，若不是京兆府牵扯进来，那掌柜的怕是被王爷打一顿也就罢了，哪里还能在牢里坐上3年？我倒是听说有个地方是专治那些犯错的大小纨绔，就是大理寺，听说还能查案呢，但也都是道听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沈乐林状似不经意地想起大理寺。玉亲王原本轻快的脸色凝重了起来，他并不是一个傻子，自己作为皇兄的同胞兄弟，又如此年轻，虽然得皇兄皇嫂宠爱，但最好的人生便是做一个诸事不管、游手好闲的王爷，所以他从未想过入朝，入那些纷争之中。但若是大理寺，又好像未尝不可了。大魏建国200多年来，大理寺最高位置大理寺卿一直都是皇室中人来担当，自己去大理寺合情合理，也不会惹起皇兄的怀疑，而且还能惩治正大光明的那些在京城中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之人，是个好主意啊。玉亲王边思考边自顾自往前走的时候，段俊则走到沈乐林身边，说了今日的第一句话：“江公子，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沈乐林依旧也不慌，摇摇头，无辜道：“没什么目的啊，只是顺嘴提到了而已。”沈乐林并非不想与段俊则这个未来称帝的少年搞好关系，但一来这人太过精明，自己心中的那点小九九不一定能瞒得过他；二来他称帝前三皇子像发了疯一般，将京中所有与他关系不错的人杀了个一干二净，说他胆小也好，怕事也好，但他确实不想卷入这漩涡之中。况且段俊则心性不错，原则性强，自己已经救了他妹妹，日后若真得势了，想来也不会过多为难于他，如此便够了。你是故意引乐生去大理寺的？沈乐林歪着头，一瞬不瞬地盯着段俊则的眼睛，无赖道：“你有证据吗？”段俊则皱了皱眉，突然觉得这番对话有些熟悉。沈乐林不想再和他在大街上纠缠，低声道：“如果段世子不打算大声嚷嚷告知玉亲王，就烦请先让一下。”段俊则突然拉住他的手臂，肯定道：“是你。”沈乐林一时怔住了，没明白他的意思。此时想清楚了，玉亲王转身道：“你们两个怎么走得这么慢？”等二人走到他身前，他道：“小江，我觉得刚刚你说的极为有理。阿泽，我现在就进宫跟皇兄说，我要去大理寺任职，你们先逛着，回头请你们吃饭啊。特别是小江啊。”最后一个阿字的尾音还没说完，人就已经跑了老远，只剩下一个沈乐林和段俊则面面相觑，还有一个木头一样的谭云。沈武小姐，她背脊挺直，目光如炬，薄唇紧抿，原本淡漠的气度突然气场全开，给人一种浓浓的压迫感。片刻后，二人坐到了附近的一家茶馆之中。段家小姐还好吧？沈乐林先发制人，提醒段俊则自己好歹算得上是他妹妹的恩人，敢问沈武小姐，那夜是如何发现那些人是人贩子的？沈乐林眼睛眯了眯，这时连最初的相助都开始怀疑上了，眼中精明而悠远的光芒一纵而逝，然后才是唇角一勾道：“凑巧罢了，毕竟我抓那些人贩子的时候还不知道段世子会来呢，不是吗？上次那幅画，凑巧遇上，送给乐生，结个善缘。那今日拉乐生入伙，以及故意提及大理寺，也是凑巧。”段俊则年纪轻轻，
却似乎极喜欢皱眉，对沈乐林的敷衍聊天十分不喜。段世子，你觉得玉亲王入大理寺不好吗？沈乐林不答反问道。第62章，衣上有毒。段俊则不作声，平心而论，这确实是乐生最好的选。二夫人见到如此的沈慕清，还不计前嫌的放下了和大夫人之间间隙，就为让她的双胞胎也能得到黄嬷嬷的教诲。对于二夫人墙头草一般的操作，沈乐林的内心毫无波澜。他依旧每日懒洋洋的自己读书，有不懂的地方便去前院问问裴先生，更多的则是晒太阳和绣花。玉珍都觉得自己监视的实在有些无趣，便时不时的开始偷懒耍滑。反正五小姐性子好，也不会说什么。大小姐近来又忙得很，只让她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一定要去汇报。这一日，外面太阳高挂，沈乐林在房中写着什么，只有雅涵和小丫鬟平儿候在一旁。谭云前些日子发现平儿很有武学天赋，这些日子总在入夜时分偷偷带着平儿去破院子里教她习武，还嚷着自己要收小徒弟了，让思雨和雅涵都准备好礼物。当然，这话是为了暗示有钱人沈乐林。谭云溜出去了，思雨则去江氏那里领夏日的衣裳。沈乐林刚写完，便坐在一旁揉了揉手腕，平儿赶紧给他按摩，雅涵则细细的将桌上的信吹干，问道：“小姐，这信也是往南边去的？”沈乐林点头，等谭云回来，让他明日带给刘掌柜吧。雅涵吹干后，立马将信放进信封，封泥弄好，将信收好。沈乐林用左手端起茶杯，刚饮了一口，尔荣神色紧张的过来了。尔荣姐，慌慌张张的，这是出了什么事啊？雅涵问道。尔荣四下一看，没看到玉珍，这才小声道：“小姐，库房送来的衣裳有些问题。”沈乐林将茶盏一摔，看了眼玉珍的房间，只带着尔荣走了。母亲沈乐林一进门，就看见江氏那张僵着的脸，房间里出了思雨，全是江氏的心腹。江氏点点头，对陈嬷嬷道：“跟阿玲说说吧。”陈嬷嬷这才上前道：“昨日一早，针线房送来今夏的衣裳，主子们各2件，夫人收下后，今日便让小姐房中的思雨过来看看。谁知这一看才发现，其中一匹墨绿色的云锦和鹅黄色的素罗都被浸过那害人的药。”陈嬷嬷一边说，一边指着那桌上的2件衣裳。很显然，那墨绿的云锦是给江氏准备的，旁边鹅黄的素罗则是沈乐林的。站在一旁的思雨此时也站了出来：“小姐，这2件衣裳泡的是雷公藤和胡蔓草，这2种都是剧毒之物。若不是奴婢从前这在苏州药方里闻过，今日觉得有些不对劲，这才仔细查看了一番。这衣裳穿在身上，时间短的会长满红疹，时间一长，怕是中毒而亡啊。”陈嬷嬷看了眼还在生气的江氏，接着补充道：“这夫人一听便要去找针线房对质，但这时间过去一整夜了，老奴担心，这才让尔荣去叫的您。”沈乐林吩咐道：“陈嬷嬷，先将这些收下去，过2日我会让谭云去做2件一样的衣裳过来，这事大家先当作不知道吧。”江氏不解：“阿玲，你那大伯母二伯母太过分了，这药毒性如此之强。思雨也说了，夏日天气炎热，一出汗，这毒更容易进入身体里，不行，我一定要去找他们要个交代。”江氏边说边要起身。第63章，阿玲别怕。被沈乐林一把拦着：“母亲，这送来的时候没有发现，如今再回去，您觉得大伯母和二伯母谁会认呢？那也不能平白就吃了这个亏啊！他们这次可是要咱们的命啊！他们对付我不要紧，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连你也算计上，你才多大啊！我今日就是豁出这脸，豁出这日子不过了，也一定要让他们给我们一个交代。”江氏面目有些狰狞，他实在是不明白，不过是妯娌之间的一些小事，这人自诩从高门大户出来的官宦女子，怎么就能如此狠毒？若只是对付他一个，他还能忍，可这分明是连他的阿玲也一起算计上了，这让他这个做母亲的这么能忍。江氏出生江南，虽是商户，但也是在爹娘手心护着长大的，平日里说话吴侬软语，婉转悠扬，很是好听。沈乐林印象中，母亲从未这么大声说过话，他有些眼热，母亲这都是为了他。沈乐林拿出帕子按按眼角，哑着声音撒娇道：“母亲，你听阿玲说啊，天底下没有哪个母亲能扭得过女儿的，特别是此刻她的女儿眼眶红红，神情焦急。”江氏这才重新坐下，但起伏的胸膛却还是显露出他心中的愠怒。陈嬷嬷赶紧上来帮他顺气，沈乐林也倒了一杯水递给江氏，他喝了一口，这才平缓了一些。沈乐林这才平淡的开口道：“母亲，你如今这么生气是为何？这还用问吗？他们那样狠毒。但母亲，阿玲一点也不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江氏那双漂亮的眸子泛起了迷惑。沈乐林没有回答，而是抬头道：“除陈嬷嬷外，所有人全都出去。”所有人鱼贯而出。沈乐林深深看了陈嬷嬷一眼，他瞬间明白了小姐留他下来的意思。早在3年前，陈嬷嬷的儿子被人狂进赌场后输红了眼，要不是小姐，自那以后陈嬷嬷知晓，
这沈家之中最深不可测的就是小姐。母亲，你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你还把他们当成了一家人，但我已经将他们看成了敌人。母亲，我们一家人原本在苏州生活的好好的，大伯一句不问就将父亲的职位连降几级，召唤回京。一回来，不管是老夫人还是大房二房，从未对我们释放出善意，反而处处使绊子。不是哥哥在国子监，还是母亲你在家里，特别是上次长公主生辰宴的事，要不是谭云机灵，那摔倒的就是母亲您了。总之，母亲我算是看透了，从一开始，大房一家人就只想拿捏我们一家人，这是在拿我们当一家人吗？这分明就是仇人。沈乐林越说越急，像是要将对这宁国侯府所有的不忿全都表达出来。江氏心中都冒出了一丝寒意。阿玲，可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啊！沈乐林似乎并未察觉到江氏的震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江氏，凝聚着杀意与寒光，不让江氏有一丝一毫的机会逃避。一家人？母亲你错了，我们在大房眼中是他们养的狗，只要我们不肯听他们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敌人，因为敌人对你发出任何攻击都不足为奇。沈乐林的最后一句声音极淡，带着冰冷的气息。这些话打破了江氏活了30多年的认知，让他一时有些接受不了。他看着自己养育了10多年的女儿，突然感觉到无比的陌生，眼中有疑惑、震撼，甚至有一丝丝的恐惧。江氏的情绪让沈乐林有些后悔，自己是不是太过心急？毕竟母亲被保护了这么久，突然听到自己这大逆不道的话，一时乱了心神。沈乐林轻声叹了口气，主动认错道：“母亲，今日是阿玲唐突了，阿玲只是被这件事给气到了。今日……”不，江氏突然拔高了音调，吓了沈乐林一跳。江氏握紧沈乐林的手，眼眶微红：“阿玲，你说的对，那些人是我们的仇人，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命，是我10月怀胎生的女儿的命，我怎么可能将那些人当成一家人？”沈乐林听江氏这么一说，眼泪一瞬间就涌出了眼眶，滑落到嘴角。他紧紧地抱住江氏，气诉道：“母亲！”江氏以为沈乐林到底年纪还小，心中总是害怕的，忙将他搂在怀中，拍着他的背安抚道：“阿玲，没事的，万事还有母亲在呢，别怕呀，别怕呀，别怕呀。”多么温暖的3个字啊！这些年自己独自一人承受着心中的愁，心头的怨，还有卡在喉咙间的恨，一个人支撑了太久。他担心爹爹太方正，母亲太良善，哥哥太温和，弟弟还懵懂，一直只想靠自己的力量和方式护着所有人。第64章，玉姨娘有孕。可今日大夫人已经凶相毕露，对于整个宁国侯府，沈乐林已经不打算再忍了。若再不让母亲看清对手，加强警惕，日后若真让他们钻了空子，自己怕是会追悔莫及。所以才鼓足勇气跟信奉了一辈子家和万世兴的母亲说出那样惊世骇俗的话。但不想母亲她居然能理解，她没有开口劝导，没有指责自己思维不对，很是简简单单直接的站在了自己这一边。那一日，除了陈嬷嬷，没人知晓3夫人和5小姐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玉珍后来也只是得知，小姐因昨日给3少爷多吃了2块糖，害得一早上3少爷牙疼。3夫人说了几句小姐，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小姐就觉得3夫人因为她是女子不疼她，顶了几句，母女俩大吵了一架。听说3夫人还动了手呢。大夫人前段时日焦头烂额的，不仅要在宁国侯和老夫人面前挽回自己的形象，又要安抚她那每日受苦受难的女儿，还要时不时和她那落井下石的二弟妹过招。但她也一直在找机会对付3房。那2身衣裳送到3房后，她就让人一直注意着3房的动向。没过2日，那将是和她女儿都穿上了新衣。但奇怪的是，10多日过去了，那母女俩别说病入膏肓了，就连那害人的红疹都没有长出来。为此，大夫人狠狠地朝王嬷嬷发了顿火，认为是她办事不力。就在她还想着如何再对付3房时，噩耗却再次传来。星号，玉姨娘是10年前进的宁国侯府，原就是从那私房菜里出来的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一双惹人怜爱的双眸，当年不知勾走了多少富家公子的魂，一手琵琶当年更是让他们如痴如醉，豪掷千金，只为博得她一笑。对抓住男人的心这一点，玉姨娘的手腕可见一斑。自她进府后，宁国侯至少有半年全是宿在她的屋子里。后来若不是大夫人利用老夫人对其打压，加之后来她娘家弟弟争气，指不定这玉姨娘早就骑到大夫人的头上。但也不知这玉姨娘是真有些本事，还是宁国侯对她是真爱。总之这些年来，无论宁国侯家里家外多少莺莺燕燕，这对玉姨娘依旧是独一份。唯一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玉姨娘一直未能再有身孕。今日一早，玉姨娘正和宁国侯一起吃早膳，不想一时又没了胃口。一旁的丫鬟春暖看不过眼，朝宁国侯过下道：“侯爷，姨娘这些日子食欲实在不佳，除了您在的时候还能陪您吃上一些，其他时候都是怎样端上来怎么端出去。奴婢实在担心，可偏偏姨娘说府中如今多事，不让去请刘大夫，
可如今主子都瘦了一圈了，奴婢实在是……宁国侯放下筷子，看着好似并没有瘦的玉姨娘，不赞同地道：“身体不舒服，怎么能不看大夫呢？”随后让自己身边的小厮去叫刘大夫，不想刘大夫今日正好出门了。小厮去请了另一位孙大夫，这一请脉，可不就看出了玉姨娘已经怀有3个多月身孕的了。宁国侯得知自己10多年后终于又要再次当爹，喜不自胜，一边拉着玉姨娘的手一直撑好，一边忙让孙大夫写安胎的药方，还不忘让人去老夫人那里报喜。玉姨娘见他如此高兴，红着脸道：“侯爷，孙大夫还在呢。”宁国侯看了看在外间写药方的孙大夫，笑意依旧隐藏不住，小声道：“这孙大夫定然是能理解的。”玉姨娘趁机道：“侯爷，妾身觉得这孙大夫一来，妾身就怀了侯爷的孩子，不如日后就让孙大夫为妾身诊脉。”宁国侯此时恨不得天上的星星都帮玉姨娘摘下来，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自然是满口应了下来。等孙大夫开完药后，宁国侯就陪在玉姨娘身旁，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欢喜道：“梅娘，咱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宁国侯风华正茂，但这侯夫子4却一直都十分单薄。3弟就不说了，只守着他那糟糠之妻；2弟呢，早些时候遭了一扬州瘦马的道，而自己却不知为何这些年没少往房中收人，但不知为何一个个都是不下蛋的鸡，愣是一个有本事的都没有。自阿月之后，自己已经12年没有当过父亲了，可想而知宁国侯对这一胎有多看重。但宁国侯越看重越欣喜，墨韵堂里的大夫人心中的怒火就烧得越旺。宁国侯纳了10年的老妾玉姨娘居然怀孕了。大夫人听到这个消息时，怒得将手边的茶盏狠狠地支在了地方，血气上冲之际，脖子一阵瘙痒。大夫人不做他想，便伸手去挠，不一会雪白的脖颈部便留下了几条血痕。第65章为何不孕？老夫人得知玉姨娘有孕，不等其他人有动作，就大张旗鼓地将玉姨娘接到了慈安堂。宁国侯更是亲自将玉姨娘扶了一路，让大夫人恨不得咬碎一口银牙。娘亲，那玉姨娘怎么有了身孕？沈木亲人未到，声音便先进了屋。大夫人收起脸上的厉色，但面色依旧不大好看。你怎么过来了？黄嬷嬷呢？这宫中的规矩女儿都学得差不多了，今日黄嬷嬷便让女儿早些休息，抄抄经书。沈木清回答道：娘亲，您还没说那玉姨娘怎么会有身孕了呢？她是你爹的妾室，有身孕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大夫人在女儿面前按捺住了心中的浮躁，在桌子旁坐下，右手却不自觉地摩擦起左手腕上的镯子。沈木清吃鼻，他那个便宜爹爹纳了那么多女人，只有他们3个孩子，沈乐月的生母还早早的去世了。要说这是背后没有他娘亲的手笔，他是万万不肯相信的。娘亲，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沈木清见大夫人气的一跺脚，眼中满是恼怒。大夫人喝道：阿清，黄嬷嬷教你的规矩和姨太你都忘到哪里去了？沈木清皱着眉，满脸的不服气。那黄嬷嬷此刻又不在，老不死的称呼在大夫人锐利的眼眸中生生变成了黄嬷嬷。沈木清随后便看到了地上的一片狼藉和王嬷嬷给他使的眼神。着急？着急有什么用？冷静下来的大夫人看了一眼王嬷嬷，王嬷嬷道：大小姐，这玉姨娘怀孕的消息一出，老夫人就将人接到了她院子里。侯爷还……王嬷嬷停顿了下，才接着道：夫人听到这件事后也正觉得蹊跷呢。沈木清想起前世看的电视剧，阴谋论道：娘亲，这大夫都是玉姨娘从外面请来的，你说玉姨娘会不会是假装有身孕，然后生产之时从外面抱一个回来，或者想用此来陷害谁？王嬷嬷有些奇怪地解释道：大小姐，这玉姨娘肯跟老夫人回慈安堂，这孕怕是确实是怀了。而且这侯府虽不说是铜墙铁壁，但也是纪律森严，她一个小小姨娘生产时还想耍些手段，怕是不用夫人那些婆子们就能发现了。其实王嬷嬷是想说，那玉姨娘生产时夫人不动手脚，她就谢天谢地了，自己还敢出什么幺蛾子，怕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大夫人听了沈木清的话，十分古怪地看了她一眼。这女儿说她蠢吧，她偏偏又能想到那玉梅假孕争宠和用来陷害他人，但说她聪慧吧，却连这最基本的一点都想不到。罢了罢了，终究是平日里太护着她了。大夫人如是想着，沈木清却突然看到她脖颈处的抓痕。娘亲，这是怎么呢？大夫人柔声说了句没事，随即拉住她的手让她坐下，才缓缓开口：阿清，如今你迟早要进三皇子府，今日娘亲就来教教你这后院之事。封建王朝中，侯府宅斗的高手亲自传授经验。沈木清立刻正襟危坐，眼眸中满是期冀。你可知玉姨娘为何进府这么多年都没有身孕？这些年其他姨娘那里，或是花房里送去的花，或是衣服所用的熏香，甚至是大厨房送去的食物，总之只有姨娘们想不到，没有大夫人做不到的手脚。
然而，唯一的例外便是这位在见多识广的御姨娘。香客的食物她都知晓，夹杂了麝香的香薰，她也能发现不对劲。花草树木更别提了，轻易进不得她的房间，让大夫人一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可不久后，御姨娘便一直在喝药调理，说是幼时家里环境不好，伤了身子。刚开始，大夫人还以为是在御姨娘故意放出这样的消息，让她放松警惕。但当她终于将刘大夫变为自己人后，才知晓，原来御姨娘是在阴在那勾栏院。在大夫人眼中，御姨娘的出身就是勾栏院里用药用多了，不易有愈。如此，大夫人才放下心来，只暗示刘大夫，这大房之中并不需要再有其他的庶子庶女。这些年来，御姨娘不是没请过其他的大夫，那些大夫不管是从脉象还是药方，甚至连药渣都找不出一点点的问题。甚至换了外面的大夫，外面的药方，御姨娘依旧如此。久而久之，御姨娘也就认命了，只是时不时让刘大夫看看脉象。如今细细想来，御姨娘已经半年多没有看到刘大夫了，不想今日却出了这样的岔子。沈木青一边暗暗记下大夫人的手腕，一边好奇道：“母亲，这刘大夫到底做了什么？怎么那御姨娘愣是10年都没发现？”大夫人声音轻快：“刘大夫只比其他大夫多提醒了一件事，女子多吃些动物的肝脏会更易孕。”王嬷嬷在一旁补充道：“当年御姨娘也闹着让侯爷给她开小厨房，也查过大厨房给她做饭的全过程，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为此侯爷还冷落了她几个月，自此御姨娘才老实了。”沈木青心中更为疑惑了，这大夫人到底是在哪里懂得手脚？看出女儿的疑惑，大夫人慈爱地理了理沈木青额头的碎发，嘴角带着得意而冰冷的笑容，道：“因为真正出问题是那些送到她房中的鸡鸭，可都是吃避孕的食物长大的。”沈木青长大了嘴巴，连忙表示学到了。但如今御姨娘有了身孕，说明她对这些已经知晓。如今老夫人又将她接了去，母亲可还有什么办法？想起慈安堂的那一位，大夫人心下突然又是一阵烦躁，手腕上又传来一阵瘙痒，大夫人忍不住用手挠了挠。沈木青见状，以为大夫人是因为心中怒火，加之天气转热才觉得身上瘙痒的，忙道：“母亲也不用着急，这怀胎10月，等御姨娘生下这孩子，时间还长得很，更何况这年头早夭的孩子何其之多，那御姨娘乖乖的倒也罢了，不然。”大夫人听着沈木青语气下的杀意，心中不由得拍拍她的手，意味深长地道：“果然是我的女儿，是啊，这时间还长得很啊。”莫运堂的母女俩慢慢冷静了下来，二房却又闹得不可交了。一小丫鬟急匆匆地跑了院中，嘴中还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大夫人！”大夫人和沈木青同时蹙眉。王嬷嬷走到门口，大喝道：“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什么不好了？”小丫鬟这才进屋，稳了稳心声道：“回夫人的话，二老爷提刀要杀了二夫人。”第66章，二老爷要杀了二夫人。等大夫人和沈木青赶到映月堂的时候，老夫人和宁国侯已经到了，三房在家的江氏和沈乐龄也已经赶到了。至此，宁国侯府今日在家的主子们全到齐了。沈乐龄的目光不经意地从大夫人裸露在外的皮肤扫过了一圈，当看到颈部微微露出的一点血丝，他努力压下自己快要忍不住上扬的嘴角。此时二夫人院中的下人，除了一直跟在沈文亨身边的小厮，其他的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二夫人刚被江氏和沈乐龄从地上拉了起来，还有在嘤嘤的哭泣。另一边，宁国侯拉着还要发疯的二老爷沈文亨，怒道：“二弟，你到底在闹些什么？”老夫人站在院中，一张脸沉得跟要结冰一般，手中的拐杖朝着地面上砸了一下，沉怒道：“够了！”瞬间，时间凝滞，院中弥漫着让人不安的气息。文渊，你放开他，我倒要看看这畜生今日要如何当着老身的面伤了袁氏。见平日里最宠爱自己的娘亲如此盛怒，沈文亨一时也失了力气，快走2步，站在老夫人面前，重重地跪了下去。老夫人含着的脸一下好了不少，可随后沈文亨的手便指着还在一旁啜泣的二夫人：“母亲，你可知这个贱人都做了些什么啊？”沈文亨虽说平日里不像话，但因很少在家中，更是从未发过如此之大的脾气。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都狐疑地转向了二夫人，此时的她的发髻凌乱，侧坠在脸颊旁，整个人看起来狼狈极了。她也连忙跪下，梨花带雨对老夫人哭诉道：“母亲媳妇嫁与这侯府之中已有16载，和二老爷纵然不是琴瑟和鸣，间谍情深，但这么多年也是相敬如宾啊。今日二老爷不知在哪里听信了一些谗言，回到院中居然就要对我喊打喊杀。老夫人，您可要为我做主啊！”二夫人眼泪如涌，声音凄切，说着又捂着帕子呜呜地哭了起来。“二老爷大怒，你这贱人，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了吗？那和妈妈可是你的陪嫁，她还能冤枉了你不成？”大夫人听见和妈妈的名字，心中冷笑，当初为了不让自己拿捏，
这妯娌不惜自断一臂，如今却阴沟里翻了船，当真是有趣啊！江氏和其他人心中疑惑，这和妈妈不是前些日子二房那偷盗的老仆吗？沈乐林则配合地流露出一个诧异的表情。二夫人听到何妈妈的名字，心中一震，那何妈妈前些日子不是已经被他以偷盗的名义轰出了府，让他们一家子回河间了吗？怎么会？显然老夫人也记得这件事，皱眉道：“那何妈妈不是早就被袁氏赶出了府吗？”二老爷这才将事情缓缓道来。原来今日午后，他和几个狐朋好友约好了去醉仙楼小酌几杯，不想却在门口被一个老乞丐婆子给拦了下来。本来让随身小厮沈念打发走就行，不想那乞丐却准确叫出了他的身份，并自称何妈妈。沈文亨仔细一看，还真是自家夫人的陪嫁，于是上前问了一句，不想那何妈妈就直接给他跪下，说有要事禀告，事关他的子嗣问题。沈文亨将何妈妈带进一间包房，这才得知当年自己居然冤枉了柳姨娘，给自己下绝子药的居然是他的好夫人袁氏。当年柳姨娘和夫人同时怀有身孕，大伙都说他们都怀的是儿子。夫人担心柳姨娘真的生出个儿子来影响她的地位，加之老爷经常不归家，于是夫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给您下了那阴毒的药，原想着让柳姨娘流产后嫁祸给她，自己再给您生下唯一的儿子，可不想生下的却是2个姑娘。沈文亨心中的怒气直冲脑门，狠狠地踢了何妈妈一脚后，踹开包房的门就往回府的方向走，然后直接杀进了二夫人的院子。要不是沈念一回府就让门房去通知老夫人，这会指不定会怎么样呢。老夫人听了事情始末后，险些有些站不住，幸亏戴夫人扶了一下，随后手颤微微伸出，指着跪在地上的二夫人，目光阴狠：“你这个毒妇！”二夫人此时也慌了，只能连喊冤枉，还哭诉道：“这老奴定是因为自己前些时日将他们一家子赶出了府，才会如此蓄意报复的。”沈文亨冷哼一声，便让沈念将何妈妈带上来。何妈妈破破烂烂的一身走进来时，老夫人险些没有认出了，这就是一直跟在儿媳妇身边的体面人。二夫人一见何妈妈就急道：“何妈妈，你不过是因为我将你一家人赶出了府中，就如此冤枉于我，你可别忘了，我终究念着主仆一场，没有将你那儿子儿媳怎么样啊？你为何要这样对我？你可知你这样乱说会将我害死的？”二夫人之前找了由头将何妈妈一家人打发回河间，也是与何妈妈说明了的，甚至还将她的身契和100两银子给了她，只留下她儿子儿媳的身契。此时她实在也搞不清为何何妈妈会背叛于她，只能提醒：一来我们终究主仆一场，二来你儿子儿媳的身契还在我手上呢。何妈妈眼中流露出犹豫，但想起将儿子儿媳抓走的人，恶狠狠地对他说：“若是你今日再不将二夫人的所作所为告知宁国侯府，我就先杀了你儿子，再杀了你那怀有身孕的儿媳。”瞬间眼神又变得坚毅起来，不再与二夫人对视。老夫人见状，将手中的拐杖又往地上杵了杵，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何妈妈，你给我说清楚了，否则我宁国侯府绝不会饶了你。”何妈妈浑身一颤，便将今日对沈文亨所说的又说了一遍，只在细节上多了一些补充。期间二夫人试过要去阻止何妈妈，却被沈文亨一巴掌甩了过去。“你给我闭嘴！”二夫人摔倒在地，口中涌出一股血腥味，嘴角一抹鲜红流了出来。眼看满院子里人冷漠的样子，二夫人心中焦急，却也不敢再惹沈文亨这头暴怒的狮子。何妈妈说完后，还跪走到老夫人面前，不停地磕着头，然后说出了那抓他们一家的那人，交代他务必要说出来的一句话：“老夫人，这一切都是二夫人逼着奴婢做的，求老夫人饶命啊！如果您不信，可以问问大夫人陪嫁的药房，定然还留着当年奴婢去买药的证据。”第67章咬出大夫人。大夫人一怔，自己不过是来看唱戏，不想却唱到了自己身上。二夫人脸色惨白，原本已经茫然的眼神突然迸发出强烈的恨意，直射到大夫人的身上。宁国侯显然联想到了什么，望向大夫人的眼神充满了质疑。“大嫂！”沈文亨怒道。大夫人连忙出列朝何妈妈喝道：“你这老奴这么能随意攀扯，这什么下药，什么证据的？我这个做嫂子能知道些什么？”沈慕清也上前道：“是啊，这些是二房的事，我娘亲如何能得知？何妈妈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夫人你前些时日还以此要挟过我们夫人，夫人才会诬陷我一家偷窃，将我一家赶出了侯府，您难道忘了吗？”大夫人气结，指着何妈妈怒斥道：“你这刁奴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是谁让你如此随意攀咬的？”何妈妈已经豁出去了，直接朝老夫人又磕了个头道：“老夫人，当年那张药方奴婢还留着在，就是从大夫人陪嫁的药房里开的，那就是证据。”老夫人被气得差点一口气没有喘上来，江氏和沈乐林则一人一边扶着，沈乐林还不停地帮老夫人摸着后背，可不能让这老夫人给气病了，不然这以后的戏还该怎么唱呢？宁国侯此时沉着声道：“
来人，将这刁奴拖出去，堵住嘴，乱棍打死！沈念看了一眼满面狰狞的沈文亨，见他不说话，直接将何妈妈拉了出去。何妈妈嘴里还一直念着求老夫人开恩啊。宁国侯狠狠地瞪了一眼大夫人，眼中的寒光恨不得直接将她烧个窟窿出来。若不是大夫人是正妻，又育有2个孩子，娘家哥哥又是正二品尚书，宁国侯真想将眼前的张氏和那瘫软在地上的袁氏也一起打死了事。沈文亨再次跪在老夫人面前，这一次却是要休了二夫人。宁国侯此时终于拿出他作为侯爷的气势，狠狠道：“二弟，此事我们定然要让你岳丈给个交代，但休妻一事休要再提。”沈文亨此时对大房的怨念也不小，刚准备对着哥哥对回去的，老夫人却也开了口。老夫人不仅让沈文亨不要再闹，还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将他心中的外人三房母女俩也赶了出去。江氏本就不想参与这些大房二房里的肮脏之事，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今日这戏看得他心中极为畅快。沈乐林更是不必说，当初从长公主的生辰宴回来后，他让母亲去跟二夫人说那番话，就是笃定了二夫人会选择牺牲掉何妈妈。接着自己让人在何妈妈一家刚出京城就抓住了他们，再以他那儿子儿媳为要挟，没几日这何妈妈就妥协了，这才有了今日之事。上辈子何妈妈跟着二夫人助纣为虐之事便一笔勾销了，至于他那无辜的儿子儿媳，沈乐林安排了人后代。至于大夫人那边，他已经给了老夫人和宁国侯最好的疑心理由，玉姨娘怀的这一胎，怕是大夫人再也伸不出手了。甚至日后玉姨娘但凡有个头疼脑热，怕是他们都会算在大夫人头上。等双胞胎从顺华书院一回府，才得知他们娘亲已经生了疾病，被隔在院子里了。但守在院子外的全是些不太熟悉的婆子，不让他们前去探望。无奈之下，他们去求见老夫人、大夫人，甚至他们的父亲，可没有一个人愿意见他们。两姐妹心急之下要闯进月堂，不想沈文亨赶了过来，直接给了闹得正欢的沈乐宇一巴掌，然后阴恻恻地看着他们俩道：“说了你们母亲生了疾病，你们要是想去看她，就跟她一样留在那院子里，不要再出来了。”沈文亨是真将二夫人恨上了，以至于对二夫人所生的2个女儿也没什么好脸色。若不是自己这辈子只有这2个女儿，怕是他早就让他们去陪他们的母亲了。二房这边没个消停，大房那边的氛围也不轻松。宁国侯雷厉风行的将二夫人圈了起来，又拿出了2个庄子安抚沈文亨，这才腾出了手，跟着大夫人来到了墨运堂。一到墨运堂，还莫等脸色铁青的宁国侯发作，王嬷嬷便十分有眼色的让所有人先出去，连沈木青都在大夫人的眼色下被王嬷嬷扶着出了院子。人一走，大夫人便先发制人，眼眶微红，满眼的委屈道：“老爷，您是不是也听信刚刚那和妈妈的话，疑心了我？”宁国侯这次可没有吃大夫人这一套，高声怒喝道：“难道本侯不该疑心于你吗？这些年你和二弟妹如何斗得我和二弟何时管过你们？但你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对我宁国侯府里的子嗣下手。你们这是要断了我宁国侯府的香火不成？”侯爷！大夫人凄厉的大喊，眼眶里的泪珠奔腾而出，一颗颗滑落在脸上。宁国侯看他那凄楚的样子，这才住了口，气呼呼地坐在一旁。侯爷，这是我之前确实不知情，是最近无意中得知这件事后，我才想着找二弟妹确认一下。可侯爷，当二弟妹哭着在我面前求我看着阿轩和阿宇的面上千万不要告诉二弟时，我真的不忍心啊。二弟那个混不吝的性子你也知道，二弟妹娘家又是河间知府，若是真闹起来，更何况阿轩阿宇该如何自处啊？他们毕竟是二弟这辈子唯一的子嗣呢。大夫人将事情真一半假一半的讲述着，眼见宁国侯僵硬的脸渐渐软化，又气诉道：“我是最后威胁了二弟妹2句，但那只是为了让他日后消停一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可谁知，老爷，这事我真的是冤枉啊！”大夫人说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了。如今二弟和老夫人想来也都对我有了误会，这让我日后如何面对他们啊？宁国侯仔细看着大夫人的脸，似乎想判断他的话是真是假。大夫人丝毫不慌，接着道：“老爷，你想，我若是早知道了这些，之前针线房的事至于和二弟妹闹得那么难看吗？这事我也真是不久前才知晓的。”见宁国侯依旧不作声，大夫人伸出3根手指道：“老爷，我敢对天发誓，此事若有半句。”宁国侯这才连忙抓住他的手道：“你这是做什么？”大夫人哀声道：“侯爷，这下你能相信妾身了吗？”第68章后院稳定很重要。宁国侯并未回答，反而盯着大夫人的眼睛道：“不说二弟那里，就是我们大房的子嗣也不封啊。”大夫人凄婉道：“老爷，你疑心我。”宁国侯紧紧地盯着他，面色依旧不愉，却也不再和大夫人纠结这个问题。不管以前如何，总之这次玉梅的孩子一定要平安生下来。你可懂？
最后3个字，宁国侯眯着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大夫人，声音充满了威胁和狠意。大夫人感受到面前人毫不掩饰的寒意，拿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低头道：“这玉姨娘好好将养着，自然能顺利生下孩子。再说，不是还有老夫人照看着吗？”宁国侯丝毫不给大夫人转移焦点的机会，继续追问道：“本侯是说，玉姨娘这一胎一定要平安生下，张氏你听不懂吗？”一个本侯，一个张氏，显然宁国侯今日不听到一个回答是不会罢休了。大夫人深吸2口气，擦干面上的眼泪，也回视着宁国侯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道：“妾身当然也相信玉姨娘这一胎定然能平安生下。”宁国侯听完只说了半句话：“若是玉姨娘出了什么问题，哼！”便拂袖而去。宁国侯走后，王嬷嬷才小心翼翼推门进来：“夫人，侯爷朝老夫人院子里走去了。”原本在屋中运着气的大夫人，突然快走2步，一脚踢翻了平日最喜爱的大花瓶，瓷片碎了一地。王嬷嬷瑟缩了一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大夫人恶狠狠地说道，随即身上又是一阵瘙痒。她恼怒地伸手去挠，却越挠越痒，最后只得大喊一声：“来人，沐浴！”星号星号星号。静园，沈文贞一回府，将是一边帮他将官服脱下，一边说着今日映月堂发生的事。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搂住姜氏的腰，叹息道：“这二嫂也确实是心狠了些，但这家中和睦，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后院稳定。”姜氏也点点头，将当时沈文亨狰狞的面孔又好生描述了一遍。沈文贞又找准机会，表着忠心道：“其实像为夫这样，这辈子只有娘子一个就行。你看咱们阿渊宽厚仁义，有长子之风，阿玲聪慧果决，如今就能将阿渊忽悠的整日都是妹妹说的对，日后想来出嫁后过得也不会差。阿周虽还小，这心眼一点也不少，精明的很，日后也吃不了亏。这样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多好啊！”姜氏嗔了他一眼，满眼的风情：“阿玲还小呢，什么出嫁不出嫁的？若是被他听去了，小心他又跟你生气。”沈文贞笑道：“阿玲那就是害羞，哪有女儿家不出嫁的呀？不过咱们可得擦亮眼睛，好歹要给阿玲找个像为夫这样的好相公才行。”姜氏拍了他一下，对他这时候还不忘夸自己一番表示不满。屋外，小阿周让沈乐玲坐在院子里哥哥给他做的秋千上，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骄傲道：“姐姐，我这几日练功夫练得可好了，师傅都夸我有天赋呢。我现在力气可大了，姐姐你快坐下，我来推你。”沈乐玲看着他小小的人挺着小胸脯，一脸我很可靠的样子，不由得笑了笑，故意道：“那要是姐姐太重了，阿周推不动怎么办？”小阿周板着脸认真道：“怎么会呢？姐姐不重，一定是阿周没有练好，阿周再多练练就能推动姐姐了。”沈乐玲依旧逗道：“可是这是大哥给阿周做的秋千，要是姐姐做坏了怎么办？”阿周想也不想，直接道：“那就让大哥再做个结实一点的。”阿周，你可真会给你哥哥我揽活啊！沈慕渊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他刚下学就听到他好弟弟的话。小阿周见被哥哥带住了，连忙跑过去抱住他的大腿，扬着小脑袋讨好道：“大哥，阿周好想你啊！”沈慕渊一把将小阿周抱在了怀里，但阿周却极力挣扎，板着一张小脸道：“大哥，我都是大孩子了，你不能再这样抱我了。”阿周自从上学后，觉得自己读书又练武了，已经长大了，再也不肯让家里人抱了。沈慕渊笑呵呵的将他放下：“大哥忘记了，阿周原谅大哥好不好？”小阿周双脚着地后，拍拍沈慕渊的后背，因为只拍得了这么高，小大人的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原谅哥哥吧。”逗得沈慕渊和沈乐玲哈哈大笑。不一会，沈慕渊想到什么，低声问道：“妹妹，今日二伯母那边，看来也是听到了一些风声的。”沈乐玲看了眼一旁的玉珍，云淡风轻道：“大概就是二伯母生了疾病，二伯父着急了些吧，应当没什么事的。对了，哥哥，今日国子监可有什么好玩的事？”沈慕渊大大咧咧道：“整日读书，哪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啊？”说完又想到妹妹整日在家，想来是有些无聊了，便又道：“妹妹可是无聊，不如跟让爹爹跟大伯父说一声，看能不？”别！沈乐玲赶紧打断沈慕渊的话：“哥哥，阿玲才不无聊呢，在外面读书，还不如在家跟着裴先生呢。”沈乐玲对顺华书院一点好感都没有，上辈子唯一称得上朋友的阮婷，如今自己也尽力帮了他一把，与其将时间耗在和那些贵女争奇斗艳，不如自己好生为未来做些准备。说到准备，沈乐玲突然想起一个人呢，笑问道：“哥哥，你们国子监是不是有个叫陆继宗的？听说他伯父是闽州水师陆总兵。”沈慕渊爽朗的笑道：“是啊，妹妹怎么知道他的？不过他马术也很好，昨日我和他还赛过一场马呢。”第69章开业礼品。沈乐玲笑道：“好像以前在苏州听人提过，说是陆总兵很是厉害。其实真正厉害的人是上辈子的陆继宗。那时沈乐玲跟着被贬的李尚挺到了海边的一个镇上，那里常年受到倭寇的骚扰。当倭寇得知匈奴强悍，
大魏被欺得手都不敢还后，更加肆无忌惮了，屡屡侵犯大魏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若不是后来陆继宗绿人端了倭寇的老巢，怕是后来称帝的三皇子连江南都不敢逃了吧。前几日在茶馆突然听到几个书生说到这个名字，沈乐林这才知晓，原来这位名将如今也在国子监求学。是啊，看季宗就知道了。妹妹你都不知道，季宗的枪耍得比带师傅还好了，昨日还答应教我和木林两招呢。说到习武之事，沈木渊眼睛都放亮了，手舞足蹈地比划起来。一旁的小阿周不甘示弱，道：哥哥，阿周也要学。边说还边跳了起来，以便哥哥姐姐能看到他。星号星号星号。第二日，大房二房如今自顾不暇，沈乐林找姜氏帮忙，直接让陈嬷嬷将玉珍和雅涵叫到静园内帮忙干活。沈乐林则一大早就带着谭云去正在整改的酒楼之中与玉亲王会面了。玉亲王身后依旧跟着个段俊泽，一进门就忍不住夸赞道：大和呀，这酒楼这么一改，还真像那么回事啊。沈乐林笑道：有幸和王爷一起开酒楼，自然是要冲着那京城第一酒楼的名头而去啊。玉亲王哈哈一笑，说得好，本王要么就不做，要做可不得做第一酒楼吗？三人都坐下后，沈乐林接玉亲王介绍了他找来的掌柜，随即步入今日的主题。今日找王爷前来，只要有3件事：其一，酒楼这2日就装好了，所有物品也应到齐了。王爷您看，这开业的时间咱们就定在5月20怎么样？我已经查过了，那天是一个好日子。玉亲王不在意的摇摇扇子，一派世家公子哥的模样，道：大和，你做主就好。沈乐林早有预料，随即又笑道：这其二就是想和王爷商量一下，如何将咱们的酒楼做成京城第一。玉亲王眉毛一竖，认真道：放心，等开业之日，本王将整个京城的纨绔全都叫来，到时候只要那些菜品做得认真些，想来他们看在本王的面子上，会时不时的来捧捧场。倒是你卖他们尽量贵些，他们手上都有的银子，不花在酒楼里，也得花到些青楼勾栏之中。嗨嗨！段俊泽突然将手握拳放在鼻下，轻咳了2声。怎么了，阿泽？生病了？玉亲王关切道。段俊泽看了眼对面嘴角边有一颗大黑痣的沈乐林，冷冷道：没事，说你的。玉亲王和沈乐林都觉得莫名其妙，二人对视一眼，玉亲王还用眼神瞟了一下段俊泽，示意别理他，他就那样。沈乐林继续刚刚的话题：王爷，我这边有些好东西给您看下。边说，一旁的谭云就从外面抱进来一个箱子，放在了桌上。沈乐林打开后，从里面首先拿出了一块帕子。打开后，玉亲王首先道：香雅阁的香皂。沈乐林摇摇头，笑道：这是云州宁家的做的，做工比香雅阁更加细腻，香味更雅致，一共目前有7种香味可供选择。这是云州宁家的人想在京城开家香料铺子，因之前家中有些往来，不知他们家掌柜从哪里得知我有幸和王爷您一起开店，这不忙送了这些东西过来。玉亲王皱眉，不喜地看向沈乐林，他堂堂玉亲王可不是这小子可以任意帮忙牵线的货品。沈乐林知晓玉亲王误会了，笑道：我拿给王爷的意思是，咱们酒店开张当日，所有到店的客人每日送上1块，王爷觉得如何？送！玉亲王大惊，这香皂如今可是5两银子1块，而且在京城都是稀罕货，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呢，直接送人，自己那3000两不是也就够600块吗？玉亲王像看傻子一般的看着沈乐林，突然觉得自己和他合伙做生意的决定是不是太过轻率了。沈乐林点点头道：是的，我已经和您家说好了，他能为我们免费提供这香皂，开业当天来多少送多少，都算他们宁家的。玉亲王恍然大悟，原来傻子另有其人啊。沈乐林接着又从箱子拿出另一样东西，这是扬州李家的新研究出来的宣纸，也可以为我们新店开张当日每位客人送上10张。这一下连段俊泽都忍不住伸手去摸那看起来白皙净透细腻的纸张。扬州李家。沈乐林点头，他们也想在京城开店了，毕竟这么好的东西，若只在江南太过可惜了。紧接着沈乐林又拿出一个他手掌大小罐子，玉亲王迫不及待上手打开，这是砂糖。这些东西全是上一世沈木青告诉他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这雪白的砂糖便是他当初告诉自己可以用黄泥试试做白糖，然后自己找人一点点试验而来。那宣纸、香皂也都是如此而来。当然上辈子自己帮他掌管着偌大的生意，但具体的方子全是他亲力亲为一步一步试出来的。沈乐林知道，按沈木青的话来说，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来自更先进的世界，知晓许多这个时代没有的东西，所以他永远心安理得地俯视整个大魏，俯视着所有人。沈乐林收起思绪，点点头，这是江南岳家的，王爷可以尝上一尝。玉亲王用食指一尝，果真是白砂糖，这也能白送？他们也要在京城开店？是啊，我已经和岳家谈好了，但他们并不开店，而是打算将这放在咱们酒楼寄卖，
每卖一贯给咱们500文。玉亲王挑眉，似乎有些嫌少，才500文，这一贯他们打算卖多少？沈乐灵伸出2个指头，道：2两银子。这下轮到玉亲王和段俊泽对视一眼，随后玉亲王道：你可知前段时间京城也有一家店买着白砂糖，一贯大约多少银子来着？第70章，玉亲王当官。玉亲王身边的一小厮用尖锐的音调答道：回王爷，那也是在宁国侯家的香料店里，一小瓶要5两银子呢。听到宁国侯府几个字，段俊泽拿起桌上的茶盏，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沈乐灵，原来是他们家啊，难怪那么心黑。玉亲王想起上次差点被骗的经历，显然对宁国侯府没什么好印象。王爷觉得这3份开业礼物如何？玉亲王大笑道：那自然是好，开业来的人估计能乐疯了。随后狐疑地看向沈乐灵道：这些东西真是那几家自己愿意提供的，你没逼人家吧？沈乐灵无奈地摊摊手道：我拿什么去逼迫这些商场上的老人们？他们无非是想着这酒楼也有王爷您的一份，想着开业当天会有不少达官贵人前来，这才愿意免费相送的。王爷放心，我也已经与这些人说明白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借这个机会将东西帮他们送出去，但日后他们不准打着王爷您的名义做事。玉亲王这才放下心来，随后又想到什么：你刚刚说我们在帮他们？在沈乐灵一番解释之下，玉亲王才明白让这些人的东西在自己酒楼中售卖，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好宣传自己的机会，立马大声道：那岂不是还是这些商人占了本王的便宜？沈乐灵笑得一脸讨好，互利互惠，互利互惠嘛，毕竟那些东西也能为我们酒楼招揽不少生意。玉亲王听了依旧有些不愉，段俊泽此时开口：那第3件事是什么呢？沈乐灵看了一眼谭云，谭云打开包厢的门，在进来时身后跟着一排小厮，手中各端着一个托盘，每个托盘上都是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菜色，这些菜色全是雅涵这些日子一个个设计出来的，融合了他拿手的江南菜和北方菜的特色，其中3道狮子头、东坡肉、肉末蒸蛋是沈乐灵定的特色菜。其实除了雅涵手艺不错之外，最为主要的是沈乐灵早就做出了前世沈慕清所说的酱油、香油。从玉亲王和段俊泽放不下的筷子来看，对于这些菜色也很是满意。半晌，吃饱喝足的玉亲王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靠在椅子上道：不错不错，这些菜做的很是不错。大和呀，这厨子你是从哪里找的？做的比御膳房里的还好。沈乐灵模糊道是从扬州找来的大厨。商量完正事后，沈乐灵又试探道：王爷最近在大理寺感觉如何？玉亲王上个月已经在大理寺入职，如今已是正6品的大理寺丞，但显然作为如今最为受宠的王爷，玉亲王定然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前日京城2名纨绔在青楼大打出手，被玉亲王带人抓到了大理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故而沈乐灵才有此疑问。玉亲王一听，撇撇嘴，一张俊俏的娃娃脸上满是不开心，哼，人人都以为本王就是去玩玩的，连皇兄也是，要不是本王撒泼，一直相求，怕是都进不了大理寺的大门。还有大理寺的那些老家伙们，就会拿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糊弄本王。说到这，玉亲王又突然笑了，幸好本王聪明，早就让人盯着那万花楼了。前日万花楼的新花魁开包，嗨嗨可嗨嗨！段俊泽这一次的咳嗽声不仅突然，声音大，而且时间还长。原本兴致勃勃讲述自己前日光辉事迹的玉亲王，阿泽，你真感染风寒了啦？段俊泽摆摆手道：你将那户部侍郎的儿子和成王的小孙子带回大理寺之后呢？玉亲王疑惑，后来那2家人来接人，本王硬生生将他们又关了2夜，一人罚了3000两，打了10大板，今早才被冕王放过去了呀。阿泽，你不是知道吗？当时你还跟我在一起呢。冕王是如今的大理寺卿，按辈分来说还是玉亲王的太爷爷辈，在皇族宗室之中还是很有话语权的，但他最为拿手的还是那一手和稀泥的好本事。成王他们找到了冕王出面，玉亲王就算再不懂事，也要卖这个面子。更何况冕王已经为他争取了2个晚上的时间了，这点人情世故，玉亲王还是明白的。沈乐灵听后点点头，这事若是落到2皇子那里，怕是当天晚上就给放了出来。3皇子惯会做表面活，怕是好吃好喝，伺候那2个纨绔几天也会轻轻接过。2人甚至还会借此机会将成王和户部侍郎拉到自己阵营之中。在他们眼中，这些纨绔做了多少天怒人怨的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为自己所用。想到这里，沈乐灵不动声色看了一眼笑得爽朗的玉亲王，心中微微叹息，没想到这大魏皇室中微微还有些爱民之心的，居然是所有人眼中的最大的纨绔。星号星号星号！5月20日，玉亲王参与的酒楼在京城盛大开业了。当天一大早上，玉亲王就穿得极为喜庆，拉着段俊泽到了东来顺门口，还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衣裳，一边道：今日可是我大喜的日子，赶紧的，大和说一会还要我亲自在门口接红绸呢。
最后还不忘骚包道：“你帮我看看，本王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啊？”段俊则眉毛一挑，只说了一句：“大喜之日。”玉亲王抢辩道：“这是我第一次跟人一起开店，当然是大喜之日了。”本在店内，陈掌柜和郭娘子正紧急安排着最后的开业事项，见玉亲王已经到了门口，忙将他迎了进来。今日京中来人众多，沈乐灵怕遇到熟人，虽说回京这么他没有和这些京城贵族这么往来，也只参加过一次长公主的生日宴，但他担心若是遇到那聪明的和段俊泽一样的，怕是这江大河的身份就保不住了。这才景瑞17年，他要做的事还没做完，不能这么早暴露自己。第71章东来顺开业。整个酒楼已经焕然一新，原本2层的酒楼如今又加了1层，1楼是大厅，2楼和3楼多是雅间。不同的是，3楼只招待女眷，主要由郭娘子招待。中间天井下还搭了一个大台子，方便到时请说书先生或者戏班子表演。改造过后的酒楼极尽奢华，装饰精美，连玉亲王都赞不绝口。随着一声爆竹响，玉亲王大手一扬，酒楼牌匾上悬挂的红绸翩然而下，露出东来顺3个烫金的大字。这字还是玉亲王去找景瑞帝撒泼打滚求来的，是御笔。有了玉亲王这个金字招牌，加上景瑞帝是御笔亲书，今日京中自然来了不少捧场之人，还有不少消息灵通的纷纷携带家眷前来，只为这个在圣上和皇后面前都受尽宠爱的亲王面前混个脸熟。门前热热闹闹舞狮，店内也是人声鼎沸，更有玉亲王请来的花魁登台献艺，菜色更是让人食指大动，入味颇深，甚至有那老饕吃完还忍不住想要打包一份给家中人尝上一尝。原本还以为玉亲王只是闲来无事，开家酒楼玩一玩的大伙这才明白，这酒楼玉亲王可是真的用了心的。等有客人吃完饭后要离开之际，陈掌柜都会亲自带着小二去给每个客人送了开业礼品，连小厮都没有漏掉。本来以为都是些不值钱大小玩意，大伙都没有在意，直到有一人将那礼品打开，看到那上好的宣纸，不由得大惊，随后看到香皂和白糖，都忍不住惊叹：玉亲王就是玉亲王，居然如此大手笔。于是没多久，今日凡到东来顺的客人都会送上一份精品礼物的消息传播了出去。到了下午，原本稀稀拉拉的3楼瞬间就涌入了一堆女眷，大部分都是为了那香皂前来的。总之这一日，东来顺让所有的客人都欢笑而来，满意而归。陈掌柜和郭娘子还成功收到了不少预定。等到第2日，不管是云州宁家的香料铺子，还是扬州李家的书铺，还未开门就排起了长队。知晓那白糖在东来顺的寄卖，东来顺一早门前也来了不少大户人家的采买人员。总而言之，沈乐林开这家酒楼的目的全是彻底达成了。虽然投资不小，但既将这些稀罕物宣扬了出去，又能暂借玉亲王的威严，在这京城之中站住了脚。日后不过就是等着赚钱了。谁也不会想到，这3户人家背后是同一个人，即使是这3家人自己都不清楚。上辈子自己赚得钱全给沈慕清享受和支撑3皇子后来那个腐朽的王朝，这辈子他要带着这些银钱好好安置自己在意的那些人，让他们免受战乱之苦。星号星号星号！沈慕清得知京城有了比自己手中更好的香皂和白糖后，差点没忍住当着黄嬷嬷的面发脾气。这些日子真的是诸事不顺，先是父亲对母亲和自己态度越来越差，整日守着慈安堂看那个怀孕的老女人，再来就是和3皇子的通信。自从皇后的旨意下来后，3皇子透过哥哥给他递来了一封信，上面写满了他如何为娶自己和圣上据理力争，以及通篇都是对这番结果的抱歉与对他的倾慕，甚至还保证无论自己是以怎样的身份进3皇子府，在他的心里自己永远是他心尖上的人。这些日子他已经买通了西侧门的刘婆子，几乎每隔几日便会与3皇子通信一回。上月底他终于试验出了白砂糖，前世他只是偶然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但具体的步骤还是不太明了。得到白砂糖后，他便放到自己手中的铺子里卖，这些日子收益不错。自己前2日刚给3皇子送去了2000两的银票。3皇子母族地位太低，不像2皇子那样有季家的支撑，手里不缺银钱。3皇子心有鸿鹄之志，却苦于囊中羞涩，无法笼络那些朝堂中人，自己作为他的贤内助，自然要帮上一把。只是他到底不是这古代的女子，心中留了个心眼，没有将自己的方子直接给3皇子，而是直接给他送银钱。这样只要他还想要无穷无尽的银子，自然也只能对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可如今呢，这什么东来顺的酒楼一开，居然拿自己的铺子里2个镇店宝去送，连那些丫鬟和小厮都一视同仁的送，这让自己日后如何还在这京城之中卖高价，搞饥饿营销的那一套。第72章小阿周被打。甚至于那什么云州宁家和东来顺已经在卖香皂和白糖了，价格还比自己便宜那么多。沈慕清皱眉，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有其他穿越者来阻扰自己赚钱了，还是这古人真有些智慧，买了自己的东西后能琢磨出方子来。
沈木青耐着性子上完了黄嬷嬷的课，看着时间差不多了，连忙带着一休往沈木朗的院子里走。已经过去快5个月了，自己让哥哥帮忙派人去找那个给陈继久系对子的闽南举人，也该有消息了吧。刚踏过月亮门，走到长廊的拐角处，迎面一个小孩撞了过来。沈木青步子走得有些急，那孩子又几乎是小跑着往前跑。只听哎呦一声，要不是宜修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沈木青，不然他就直接摔倒在地了。沈木青的火气此时再也压制不住了，他站起身，看着面前呆愣愣看着自己的小萝卜头，气得一巴掌就直接甩了过去。啪的一声巨响在小阿周的耳边炸开了。他今日下学的晚，想着昨日母亲答应今天给他准备甜甜的糕点，由于害怕哥哥先散学把他的糕点给吃掉了，这才一进府就小跑起来。可不想这一急撞到大房的姐姐后，他原本准备做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好好给大房姐姐道歉的，但大房的姐姐一站起来，看向他的眼神十分可怖，小阿周一时吓住了。大房姐姐随后不由分说的就扬手给了他一巴掌。小阿周长这么大，爹爹娘亲一直都很宠他，哥哥姐姐也让着他，更不用说家中的下人了。头一次被人这样打了一耳光，浓浓的委屈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沈木青犹不解气，哭？你有什么好哭的？走路不看路，跑跑跳跳的做什么？这是宁国侯府，不是什么乡下地方。你到都京城多长时间了，连好好走路都不会？平日里你娘到底是怎么教你的？他的食指几乎都点到了小阿周的头上了。小阿周头次被人指着鼻子骂，惊吓过后，慢慢的自己也生气了，白嫩的小脸全挂着亮晶晶的泪水，却紧紧的抿着嘴不肯再哭，看着沈木青的眼神暗暗的运着气。就在沈木青还要再推搡小阿周一下时，小阿周突然一抬左手格挡，随后小屁股往后一坐，稳稳的扎了一个马步，右手一个小快拳猛烈一出，直勾勾的打到了沈木青的肚子上，嘴里还配合的喊道：哈啊！沈木青立即痛苦的喊出了声。小阿周练武已经有了4个月了，他又是一个吃得苦在小伙伴面前不服输的性格，因此从未偷过懒，如今他的小拳头可是很有些力道了。趁沈木青捂着肚子之际，小阿周又重重朝他的绣花鞋踩了一脚，奶凶道：你是坏人，我要告诉母亲去。说完绕过了想要拦着他的宜修，咻的一下就迈着他的小短腿跑远了，徒留沈木青主仆站在那里。小阿周一路往静园小跑着，像只受伤了的小牛犊一般。刚到花园就遇到了被刘金带来的沈乐龄。刘金和刘东两兄弟是沈乐龄亲自给他挑选的小厮，刚刚沈木青动手后，刘金二话不说后退2小步，偷偷的溜走跑来找救兵。沈乐龄一听阿周被打了，立马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对思雨交代了2句，就带着谭云便跟着刘金走了。看到花园里小阿周小小的一团冲过来，忙叫道：阿周！6月底的京城已经很是闷热了，沈乐龄一路小跑过来，小巧的鼻子上已经沁出了汗珠。阿周一听姐姐的声音，立刻停住了脚步，随后心头涌上了一阵委屈，小跑2步抱着沈乐龄，一边抽泣一边告状道：姐姐，大姐姐撞到了，但阿周不是故意的，阿周想道歉的，但大姐姐她打阿周，呜呜，她还骂阿周。沈乐龄看着阿周发红的小脸，心都碎了，他蹲下身子轻哄了几句，等小阿周不哭了，才拉着阿周的小手道：阿周不哭了，姐姐知道都是大姐姐不对，姐姐带你去找她。说着就拉着他往外走去。谁知小阿周听了，小手有些畏缩，小腿也不见动静。沈乐龄回头一看，这小子居然暗暗在原地扎起了马步，以防被自己拖走了，小脸还心虚的低着，不敢看自己。阿周，刚刚可是还发生了什么事？沈乐龄蹲下身和阿周平视。第73章正面对决。小阿周圆嘟嘟的小脸上滴溜溜的眼珠子转了转，眼睫还挂着颗泪珠，最终还是不敢在姐姐面前撒谎，小声说了自己刚刚有仇当场就报了的操作，如今找回去怕是羊入虎口了。小阿周原本还以为姐姐会说自己不该跟大姐姐动手，而且自己是男子汉，又是练过武的，武学师傅说过不可对妇孺动手，但今日自己没能忍住。小阿周低着脑袋，最后小声道：姐姐，阿周知道错了，去。谁知沈乐龄直接一把将阿周抱了起来，还在怀里掂了掂，感觉这小子好像结实了不少。看着他的惊愕的小花脸，夸赞道：阿周干得漂亮，以后那姐姐再欺负你，你就还回去，放心，姐姐会帮你撑腰。小阿周的大眼睛一下就亮了，随后又想到自己已经是男子汉了，小力挣扎起来道：姐姐，我知道了，我已经长大了，你们不能再抱我了。沈乐龄刚乐呵呵的将小阿周放下，刘金就小声提醒道：小姐，大房大小姐过来了。沈乐龄一抬头就见沈木青怒气冲冲的走过来，小阿周下意识往沈乐龄身后缩了缩，看到沈乐龄站在那臭小子身前，沈木青眯了眯眼，随即绷着脸上前，二人面对面站着，四目相对，一时空气都凝固了。沈木青还未开口，沈乐龄就先声夺人道：
大姐姐，阿周年纪还小，不过是不小心撞到你了，你作为姐姐怎能直接对他动手？沈乐林平日说话声音一直都是小小的，哪怕那日在凉亭之中与张鹏飞争论，也算是轻言细语。沈慕清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外表白莲花内心恶毒的女配，今日沈乐林突然如此大声而严厉，倒猛地将她吓了一跳。沈慕清脸上的表情更黑了，冷哼一声，倒没想到五妹妹居然如此伶牙俐齿，居然还敢恶人先告状。刚刚阿周在前院撞了到我后，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又打了我一拳，也不知三婶平日里是怎么教的。说到这里，沈慕清瞟了一眼两姐弟，眼中充满了傲慢和讥讽，斜斜地看着他们。今日三婶不给个交代给我，我就去找老夫人做主了。沈乐林无可不无可地点点头，还带着稚嫩的脸庞，漫不经心地道：那大姐姐去找吧。你……沈慕清一噎，若是能去，他怎么会亲自跑来抓这个臭小子？不管如何，刚刚确实是他先动手打了人，若是闹到老夫人那里，就算老夫人有心维护，也最多和和稀泥。更何况这事若是传到黄嬷嬷耳中，自己怕是又要吃一段时间的苦头了。沈乐林看到假山后的私语后，突然又高声道：怎么大姐姐不敢？难道是怕老夫人也知道你作为长姐不仅不爱护幼弟，还仅仅因为她不小心撞了你一下就出狠手，打得她脸都红肿了起来？说到这里，沈乐林的声音又带了些哭腔，他伸手拉着沈慕清的衣袖，可怜兮兮地道：大姐姐，阿周他才6岁，你要是真生气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帮他向你道歉，大姐姐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沈慕清很是不耐烦，但他也是有脑子的，这女配白莲花突然又演了起来，周边必定有了来人。沈慕清唇角一勾：你们古人如此拙劣的演技，也敢在我面前献丑？姐姐前世什么品种的绿茶白莲花没有见过？他伸手按住了沈乐林拉他衣袖的手，也高声道：五妹妹，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打了阿周弟弟了？沈乐林上辈子早就见识过沈慕清的不要脸和睁眼说瞎话的本领，也不与他抢辩，而是看了眼一旁的刘晶。机灵的刘晶哗的一声跪在沈乐林面前，张嘴就大哭了起来：小姐都是小人的错，小人没拉住少爷，这才让少爷被大房小姐给打了。他一边哭着吸引全部人的目光，刘东偷偷凑近阿周的小耳朵说了句什么，小阿周一下也哭开了，一直重复道：哇哇哇，大姐姐打我，大姐姐打我，大姐姐打我。阿周的声音太大了，谭云忍住想要掏耳朵，难道冲动睨了刘东一眼：你就不能多教两句吗？刘东收到谭云的眼神，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阿周的声音严重影响到了沈慕清情绪的酝酿，同时让他心中的怒气又冒到了头顶。住嘴！沈慕清大喝。阿周的干嚎瞬间停止，花园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沈乐林清澈的眼眸突然瞟向了不远处的站定的黄嬷嬷，微微下蹲行礼。沈慕清看到他的动作，瞬间后背发麻，他立刻转头看去，便看到黄嬷嬷那张永远像死了汉子一样的脸。沈乐林看着沈慕清难看的侧脸，面无表情，眼眸寒光骤闪。沈慕清，原本还想让你等李尚挺来了在一起收拾你们，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对阿周动手的。第74章宜修之死。沈慕清被黄嬷嬷带走后，自然就没什么时间去找沈木朗问那闽南举子的事。黄嬷嬷也真是个会折磨人的，知晓如今沈慕清各项礼仪都能做到最好了，他就直接开罚。罚沈慕清一边行着蹲礼，一边拿着托盘，上面还有100瓷茶盏，滚烫滚烫的，等茶盏里的水凉的彻底了，便再换一杯。今日换完5盏后，他才得以休息。但关键是，如果茶盏未凉，他就中途起身，这杯便作废了，要重新换上一杯。还美其名曰，这等他进了三皇子府后，想必是个知礼的，会日日伺候好三皇子妃。那现在开始就可以练习了。其实黄嬷嬷身经百战，怎么看不出今日这沈家五小姐的丫鬟是故意将自己引了过去？但这沈慕清毕竟是皇后让自己来教的，若真在自己教导期间还传出了一个不爱幼弟的名头，这不是打皇后娘娘的脸吗？那到时候就算皇后娘娘心慈，自己能免了皮肉之苦，但这日后如何还能得到重用？想到这里，黄嬷嬷看着一脸不服气的沈慕清，越发觉得嫌恶，还以为这个虽然跋扈，但好歹知晓进退。如今看来，麻雀就是麻雀，山鸡就是山鸡，装不了多大一会，看来自己还得好好磨磨他的性子。黄嬷嬷今日是有些发狠了，一直守着沈慕清蹲到了近亥时才离去的。沈慕清一回到房间难免发疯，然而这一次他也学聪明了，他让其他3个将今日护主不利的宜修绑了，特别是嘴巴堵得死死的，随后让所有人出去。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半个时辰后，林荣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大夫人的院中。星号星号星号。此时沈乐林坐在黑黢黢的屋内闭目养神，终于门轻轻地敲了2声，随后又是3声。进来吧。怎么样？借着屋外明亮的月亮，沈乐林看清了来人。小姐，大房的大小姐杀人了。谭云向来冷漠的声音颇有些焦急。原本趁着夜色要去给沈慕清一点颜色瞧瞧的谭云，
发现大房的王嬷嬷带着2个膀大腰粗的婆子，用被子裹着一个什么东西从侧门送了出去。他一时好奇，就跟了过去，结果发现被包裹的居然是沈慕清身边的大丫鬟宜修。她面上应该是被拆子一类的东西狠狠地刮了10数下，每一下都十分用力，皮肉都翻了出来，身上更是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其中属胸腹最为严重，连谭云都觉得下手之人太过残忍了。沈乐灵听着谭云的形容，起身走到窗边，打开了窗子。皎洁的月光洒满整个院子，晚风徐徐，清冷的余晖总是让人忆起许多往事。就在谭云以为沈乐灵不会说话时，只见他闭上了眼睛，轻叹一声，随后道：“那香料先别换了，明日我让思雨重新调配一下。”就在谭云准备退下时，沈乐灵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谭云听后点点头，示意知晓，便下去了。沈乐灵依旧抬头看着那无暇的月亮，思绪却已经飘远了。上辈子沈慕清对自己说过，他以前只喜欢打人，但自从杀人后，他就好似找到了某种发泄的途径，像是停不下来一般。只是前世他似乎更喜欢在背后暗暗使坏，比如阿周和哥哥是让沈木朗动的手，比如母亲是借让大夫人动的手，比如菊儿是让他自己亲自动的手。如今虽然他内心的那个杀人的恶魔比前世晚了几个月出来，但这一世似乎更加残暴了些。为了避免他滥杀无辜，今后还是将他困在屋里吧。只是既然他今日也说了，孩子没学好，想来都是做母亲的没有教好，那便先让他那个母亲再也教不了护不了他了吧。星号星号星号。第二日一早，玉姨娘正吃着早膳，春暖走进玉姨娘的屋里，将其他人打发走后，才小声朝玉姨娘说了句什么。玉姨娘听后，嘴角忍不住扬起，满眼的兴奋，轻声道：“告诉五小姐，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傍晚时分，宁国侯一进屋，便瞧见玉姨娘正恹恹地躺在软榻上，2个小丫鬟正打着扇子。他今日一回府，正巧就遇到了玉姨娘身边的丫鬟春暖，这才知晓这几日玉姨娘都静不下时，春暖已经心急的要去请孙大夫了。宁国侯一听就急了，如今玉姨娘已经怀了5个多月了，怎么能不吃东西？就算大人不吃，孩子也是要吃的呀。玉姨娘一见宁国侯来，忙起身娇滴滴的喊道：“侯爷！”玉姨娘这些时日精养的不错，面上红润的像刚17、18岁的小姑娘一般，一声侯爷勾得宁国侯魂都快跑没了。宁国侯走到她的身旁，将她搂在怀中，轻声哄道：“听说你已经几日不得好好进食了，怎么如此任性呢？”玉姨娘在她怀中撒娇，纤细的手指在宁国侯胸前点着，没了侯爷的陪伴，人家这几日真的吃不下吗？说完，一双含情的双眸还直勾勾地看着宁国侯，像是在诉说这几日的相思。宁国侯十分享受玉姨娘这样的小动作，伸手挂了一下玉姨娘的鼻子，笑道：“哈哈，那好，那今日本侯就陪你一起用膳，可好？”宁国侯边说，一旁的小丫鬟已经将早就准备好了的一碗甜羹端了过来。宁国侯接过，就亲手给玉姨娘喂食。不一会，春暖带着孙大夫进来了。玉姨娘还当着宁国侯的面嗔怪了一句：“春暖，日后莫要再这样小题大做了。”宁国侯还笑着给春暖撑了次腰，日后姨娘要是又不好好吃饭，还是得告诉她。气得玉姨娘轻捶了一下宁国侯的胸口。孙大夫给玉姨娘把完脉后，趁着孙大夫在外间重新写方子的时机，玉姨娘状似无意的提到：“侯爷，这夫人好似病了，听说刘大夫一连几日都往墨运堂跑，这几日好似还没有好，正好孙大夫来了，要不今日我们去看看夫人吧。”大夫人已经一连10日没有出过自己的院子，宁国侯并不在意，反而以为是自己半月前大发雄威震慑住了他。此时听到玉姨娘提及大夫人，依旧有些不快：“本侯又不是大夫，她生病了，本侯去了就能好了。”玉姨娘连忙软言细语的轻哄了几句，随后还道：“夫人毕竟是夫人，毕竟为侯爷您生下长子长女，刘大夫原本就最在意夫人的身体，这次都治疗了这么久，还没有什么好转，侯爷还是去看看吧。”宁国侯沉吟半晌，最后还是道：“那好吧。”但临出门时，玉姨娘突然肚子疼，宁国侯只能独自带着孙大夫往墨运堂的方向走去。第75章过敏。宁国侯出现墨运堂门口，就远远的看见院门口的小丫鬟慌慌张张的往里跑。宁国侯微微皱眉，这张氏病后，墨运堂的下人就这般没了规矩。走进院门，王嬷嬷就慌慌张张的迎了出来：“哎呀，侯爷您来了呀！”宁国侯点点头，继续往里走。王嬷嬷若有似无的挡在他的身前，宁国侯直觉不对，直接将王嬷嬷推开，大步走进屋内。进到里屋后，只有一个小丫鬟守在床边，床上的帷幔已经放下，还能看到大夫人的剪影。侯爷！守在一旁的小丫鬟规规矩矩的行了一礼，但如果细看，还能看出她的小腿在颤抖。侯爷，侯爷来了呀！可嗨嗨，大夫人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听起来十分虚弱。小丫鬟此时垂着头，给宁国侯端来了个圆凳，放在床边。宁国侯没注意到小丫鬟有些颤抖的手，听了大夫人的声音，坐下后隔着帷幔，关切地问道：“
夫人这是怎么了？怎会如此虚弱？大夫人又轻咳几声便道：“不过是场风寒罢了，侯爷不必挂心。”宁国侯听到大夫人的咳嗽，眉头紧锁，道：“这刘大夫一连看了10来日了，怎生还不见好？我今日正好带了位孙大夫，医术也很是不错。你不用了，侯爷。”大夫人的声音陡然拔高，随后似乎意识到自己太过紧张，才又温声解释道：“刘大夫很好，我这只是有些没精神罢了，就不用劳烦孙大夫了。”王嬷嬷此时正好走进屋，陪笑道：“侯爷，夫人最近这汤药都吃怕了，刘大夫也说过些日子就能好了，听到又要看大夫，这才有些不乐意了。”宁国侯眯了眯眼，若是现在他还没有发现问题，那这个宁国侯便真是白当了。哦，只是精神不太好。那本侯刚刚怎么听见你还在咳？既然孙大夫都已经带了过来，还是帮你看上一看，如此本侯也好放心。大夫人一听，急得险些坐了起来，但却只能按着心中的焦急劝着宁国侯，但手上却又开始忍不住挠身子发痒的地方。王嬷嬷在一旁搭着腔。宁国侯和大夫人在里屋一来二去的拉扯，不一会就失了耐心，直接对身旁的王嬷嬷吩咐道：“去把孙大夫叫进来吧，怎么能让夫人讳疾忌医呢？”王嬷嬷还要扬起她那一张老脸，宁国侯不耐地瞪了一眼，发火道：“快去！”王嬷嬷被吼得一愣，但却依旧挪不动脚。“怎么，本侯叫不动你了吗？”宁国侯见王嬷嬷没动，气得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不准去！”眼见那孙大夫要被请了进来，大夫人再也躺不住了，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宁国侯看着帷幔后的剪影，眯了眯眼，却忍住没有出声。大夫人轻声道：“王嬷嬷，你们都出去吧。”等所有人出去后，大夫人思考再三，这才道：“侯爷既然想知道我生了什么病，还请侯爷不要吓着了。”说着便一把掀开了帷幔。宁国侯看见大夫人那张脸，猛地后退了一步。大夫人原本保养得当的脸和脖子上，如今长满了红点点，有的还有脓包，乍看起来像只可怖的癞蛤蟆。大夫人快速将帷幔放下，这才悠悠哭诉道：“侯爷，您让我如今这样子如何见人啊？”宁国侯大惊之后，缓缓心神，吞了口水后，才道：“你这是怎么回事？”刘大夫说：“这是过敏的症状，只是我身子娇弱，比平常人更难以痊愈罢了。”大夫人轻声解释道。宁国侯站在屋内，连凳子都不愿再坐，不耐地问道：“那刘大夫有说大概多长时间才能治好？”大夫人道：“如今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但可能还要段时间吧。”宁国侯点点头，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随后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直到走出墨运堂后，宁国侯的步伐才慢了下来，忽然记起刚刚自己忘记问夫人好了后，这脸会不会留疤，但又实在是不想回头去问，于是转身去问了玉姨娘：“夫人只是过敏了。”玉姨娘疑惑地看向宁国侯，宁国侯点头，也没有具体形容大夫人难看的样子，还故作轻松道：“可不是，不就是一点红疹子吗？就将自己关在房里。”说着还摸了一把玉姨娘如玉一般的小脸，笑道：“你们女人啊，就在意这么1亩3分地。”玉姨娘低头浅笑，附和了宁国侯几句，随后状似不经意地叹了口气，满脸追忆：“哎，说到过敏，奴家想起了还在陈妈妈那里时，曾经带过奴家一段时间的姐姐。”“哦，是哪一位？”宁国侯来了兴趣，玉姨娘进府后甚少提及以前的事，他环抱着玉姨娘，想慢慢听她诉说。玉姨娘将头靠在宁国侯胸膛，缓缓开口：“侯爷你是知道的，我到陈妈妈那里时才7岁，那时就是个小丫头，什么也不懂。”宁国侯笑夸道：“就算你是个小丫头，想来也是最漂亮的那一个。”玉姨娘被夸得花枝乱颤，随后嗔道：“侯爷让不让人家好好讲了？”宁国侯这回没再捣乱，玉姨娘才细细讲来：“陈妈妈那时候就安排我去给海棠姐姐当小丫鬟，那时的海棠姐姐长得真美啊，也可受贵人们的喜爱了。她待我也很好，还时不时将那些贵人们给的好吃的分给我呢。奴家还记得第一次吃那芙蓉糕时，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只觉得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那时候奴家就在想啊，长大以后我能成为海棠姐姐那样漂亮就好了。只是后来有一日，她突然满脸长了红疹子，甚至有许多都在流着脓水，可陈妈妈却不愿意给海棠姐姐请大夫，反而让婆子将她给拉了出去。我那时年纪还小，不知道到底怎么呢，被吓得躲在角落里不敢出声。另一个姐姐告诉我，海棠姐姐是过敏了，等治好了就会回来的。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海棠姐姐了。后来听其他姐姐说，海棠姐姐不久后就……玉姨娘越说越哀伤，到了最后居然嘤嘤地哭出了声。宁国侯连忙安慰道：“你那姐姐怕是得了什么脏病，陈妈妈也是不想让她将那病传染出去罢了。”见宁国侯还没有反应过来，玉姨娘垂下眼眸，忍住想翻白眼的冲动，又擦了擦眼角的泪道：“是啊，那花有病就是这样，明明那么漂亮的大美人，浑身长了吓死人红疹。”
宁国侯脑中突然闪过大夫人那张可怖的脸，以及他对孙大夫看诊的事如此抗拒，还有墨韵堂王嬷嬷的紧张。他猛地推开了玉姨娘，站起身就外走。玉姨娘半个身子被推到软榻的另一边，但她却一点也不生气，只是故作不懂地朝宁国侯的背影喊了一句：“侯爷，您干嘛去啊？”宁国侯自然没有回答。春暖进屋后，站到玉姨娘身旁，有些担忧地道：“姨娘，侯爷他……”玉姨娘摸了摸肚子，微笑着勾起了唇畔：“没事，就是这府里，怕是要变天了。”第76章，大夫人偷人。当天晚上，大夫人便得了疾病，墨韵堂闹得沸沸扬扬，但连沈慕清和沈慕朗却都被拦在了院门口，2房、3房更不必说，只能焦急地守在院子外面。当工部尚书夫妇紧急从家中赶来时，里屋只有老夫人。宁国侯沉着脸在里屋，地上还跪着一个刘大夫，还有躺着一个像死狗一般的王嬷嬷，而地上瘫坐的一人，则是平日里永远端庄优雅大夫人。张尚书一进屋，看到这番场景，脸色立马寒了下来。侯爷，这是怎么回事？可宁国侯和老夫人看也不看他一眼，反而转过了头。大夫人则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一边叫着哥哥，一边爬走到张尚书身前，拉着他的衣尾，在张夫人的帮助下才站了起来。原本还要安慰几句这要强的小姑子几句的张夫人，一看清大夫人的脸，立马吓得倒退了一步。张尚书也吓了一跳，但还是忍着恶心扶着大夫人。宁国侯见状冷声道：“张兄还是别碰他，小心这脏病传给你了。”张尚书大惊：“脏病？”大夫人脸上满是泪水，望着张尚书的眼神充满了凄凉。他用帕子遮住了半张脸，生怕又看到刚刚宁国侯那种毫不掩饰的厌恶，道：“哥哥，我是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这脏病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宁国侯见大夫人还是不肯承认，声音更加冷冽：“我……”张尚书朝宁国侯走了2步，趁机松开了扶着大夫人的手。“侯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宁国侯深吸一口气，伸手指着大夫人骂道：“这个贱人，不知在哪里染上了花柳这种脏病，10多天没有出门见人了。亏本侯还以为他真的生病了，今日还特意带大夫来看他，不想他居然还欺骗本侯说只是过敏。要不是本侯觉得不对劲，杀了个回马枪，怕是到现在都蒙在鼓里呢。”宁国侯越说越生气，看到还在一旁忍不住挠着胳膊的大夫人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又是一脚，说：“你那奸夫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将这脏病传给你的？说！”大夫人被踢倒在地，宁国侯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一般，还不时地踢他：“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到底偷人多久了？”一旁的张夫人完全不敢上前相拦，张尚书的脸黑的犹如锅底一般。“够了，够了！”老夫人和张尚书同时开口。老夫人见张氏做出这样的事，张家人还好意思开口，干脆眯起了眼不作声。张尚书等了一会，见老夫人一副不打算管了的样子，心中怒气也上来了。且不说庶妹到底做没做什么对不起侯府的事，就是做了，也不能当着她的面如此打杀她的妹妹，这不是打他们张家的脸吗？更何况他从心里是不相信这个庶妹会做这种事情。他从小极有分寸，哪怕是一块小糕点，母亲不发话，他再饿再想吃，哪怕自己送到他嘴边，他也不会动分毫的。张尚书越想越觉得他庶妹是冤枉的，沉声道：“侯爷，妹妹既然还在说她不知此事，是不是还是先听听她怎么说？她好歹也是我张家之人，还未定罪您就这样子，莫非是瞧不上我张家不成？”宁国侯也被气得不轻，他的明媒正娶的夫人，给他生儿育女的夫人，居然给他戴了顶绿帽子，甚至还染上那羞于启齿的脏病。这事要是传出去了，他沈文元日后如何在京城立足，如何面对那些流言蜚语，还有他们的那一双儿女，都应该如何？听了张尚书以张家想要挟，更是火冒三丈。他扭过头，眼睛死死地盯着张尚书：“瞧不上你们张家，当初他是凭什么手段嫁进我侯府的？你不会不记得吧？”大夫人听宁国侯此时接他的短，欺诉道：“侯爷。”宁国侯里也没有理他，继续看着张尚书：“怎么了？张大尚书，我宁国侯还要如何才能算瞧得上你们张家？难道还要等这贱人生一个孽种出来不成？”他的眼神和悲愤的言语无疑不像钢刀一样落在张尚书的面上，让他的皮肤隐隐生疼。张尚书一时愣住，久久未曾出声：“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老爷，我真的没有。”大夫人跪走道，宁国侯脚边却不敢抱他，甚至连头都不敢抬，只能低着头哭诉：“是二弟妹，对，一定是二弟妹，是她在陷害我。上次我威胁她害了二弟的事，一定是她怀恨在心，所以才设计让我得了这脏病。”大夫人心急之余，想到了那日二夫人事发时看她的眼神，这才恍然大悟。宁国侯看也没看他一眼，冷哼道：“二弟妹早就在偏院养病了，
那时你不都还好好的？如今他那院子二弟看得紧紧的，他如何能有心思来害你？张氏，你还挺能攀要啊。大夫人原想说，但在二弟妹被关前，他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但看宁国侯的样子啊，想来他说出来也不会信。他低头想了会，又道：那一定是三弟妹，一定是他知晓我让侯爷你给三弟找小妾，或者他知道我让人在他衣上下毒了，所以他才会要报复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大夫人越说也觉得就是这样，否则为何那三房的母女俩穿着他精心准备的衣裳招摇过市，却偏偏一点事都没有？要是平日里的大夫人必然没有这么蠢笨，直接将自己对三房做的小动作说了出来。但这些日子被这全身的瘙痒已经弄得心力交瘁。后来从刘大夫战战兢兢的话语中得知自己可能得了花柳病后，更是整个人都害怕极了。这病一来根本没得治，二来若是被侯爷知晓，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大夫人很清楚，侯爷已经有小半年没有与自己同榻而眠，这病根本不可能是侯爷传给自己的，但他也确实什么都没有做过。到底是谁要害他？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这些日子他和王嬷嬷里里外外查了无数遍，但偏偏一点线索都没有。他每日提心吊胆，不仅要担心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以及猜到自己的病症，还要担心那隐在黑暗中的人随时给自己在下绊子。甚至于这些时日，他还想到要一死了之来保护他的一双儿女，但又害怕自己身体好好的突然病逝，会有人开棺验尸，那到时候侯爷定会以为他是畏罪而死。总之，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还有忍受身体和心上的双重折磨。饶是大夫人性质坚韧，也都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了。此时东窗事发后，才开始不管不顾的极力给自己开罪，但说到三房时，他也是真心越说越觉得就是僵尸。第77章刘大夫过敏。但显然宁国侯不这么认为，甚至在场所有人除了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王嬷嬷，其余的听了他的话，目光又冷了几度的看着他。老夫人原本已经闭上的眼睛，又满眼怒气的看向大夫人。什么？你还给三弟妹下毒？你这毒妇怎么能如此心狠手辣？你说这些年你到底还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宁国侯大怒，张尚书和张夫人听了他的不打自招，也皱紧了眉头。大夫人一时没有出声，自己怎么如此蠢笨，将这事说了出来。怎么，二弟妹攀扯不到就开始咬三弟妹了？三弟妹才回京多久？你又在这后院经营了多少年？是不是一会你还要将玉姨娘、李姨娘他们全咬一个遍才肯罢休？但宁国侯并不肯放过于他，只见他冰一样的眼凝望着大夫人。你这毒妇，是想拉我宁国侯府多少人给你垫背？大夫人忍不住抬起头来，还想如从前一般对着宁国侯梨花带雨的一番哭诉，但宁国侯一见他那满面脓疮的脸，就恶心的转过了头，对着张尚书讽刺道：张尚书，这就是你们张家养的好女儿啊！张尚书沉吟半晌，看着地上的大夫人问道：妹妹，你当真做了那些事？大夫人听到张尚书一问，以他对张尚书的了解，瞬间就明白了，哥哥这是要放弃他了。哥哥，连你也不相信我？大夫人看向张尚书的眼神充满了绝望。张尚书略微有些动容，但张夫人却隔在二人的中间，小声道：阿静啊，不是你哥哥不相信，而是你刚刚自己也承认了，你给三夫人下毒，威胁二夫人，你让你哥哥如何再去相信你啊？这个姑妹向来仗着自己嫁入的是侯府，在自己面前极其嚣张，多年前自己不过是无意提起她庶女的身份，就敢当众给自己下脸子，最后逼得自己不得不亲自道歉了，两家才恢复了往来。可她是怎么对自己一家人的呢？从前总在自己面前说汉妃那孩子如何如何的好，让自己无论如何不要给她顺便定亲，话里话外要将她家母亲嫁过来。可结果呢？那外甥女转身攀了高枝，害他家汉妃伤心到如今。现在这小姑子做出了这样的丑事，还在这么多人面前不打自招，张夫人当断则断，不打算让自家相公再护着这个小姑子了。大夫人又开始嘤嘤的哭诉，说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前些日子就是突然觉得身子痒不舒服，后来每次生气的时候就更为瘙痒。等她发现不对劲，请刘大夫来看时，这才知晓自己不知怎地就得了这脏病。但他发誓他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宁国侯的事云云。宁国侯在听到大夫人又提起跪在地上的刘大夫时，不由得眯着眼朝刘大夫看去，脑子里不知不觉想起玉姨娘的话，听说刘大夫一连几日都往墨运堂跑，刘大夫原本就最在意夫人的身体，这次都治疗了这么久，还没有什么好转，心中陡然冒出一个想法，细细看向刘大夫时，又见他颈脖处也有一些小红颗粒，而刘大夫的左手似乎还在轻轻摩擦着右胳膊。他黑着脸走到刘大夫面前，撩起他的衣袖，只见那胳膊上也有一些小红疹子，虽然不像大夫人那样可怖，但看起来两人的病症却是一模一样。好，好，
好，原来是你啊！宁国侯气得连说3个好字。老夫人又睁眼看向刘大夫胳膊上的红疹，一张老脸气得快要生烟了一般，指着刘大夫道：“好一对奸夫淫妇，好一对奸夫淫妇，居然敢老身眼皮子底下做出这种事来，简直无耻！”刘大夫连忙高声大喊冤枉，有理有据地道：“老夫人冤枉啊，老夫人冤枉啊！小人这是花粉过敏，不是花柳啊，这是今日才长出来的，是今日才长出来的啊！花粉过敏，又是过敏。”今日已经被大夫人以这个理由忽悠过一次的宁国侯一点也不相信，反而更让他觉得这2人是串通好了，就用这一个借口来糊弄自己。大夫人见状高喊冤枉：“老爷，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见宁国侯依旧无动于衷，张尚书夫妇也满脸凝重，一声不吭。大夫人干脆破罐子破摔，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指着宁国侯和刘大夫，声音尖锐：“侯爷，你看看你自己，再看看他，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功勋之后宁国侯，一个只是会些岐黄之术的下人罢了。你真觉得我会看上他，还因为他而背叛你吗？你真的这么觉得吗？”不得不说，大夫人番话说得极好，完全进了宁国侯的心里。看着跪倒在尘埃中的刘大夫，宁国侯也觉得这种下人哪里都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心中犹疑之际，偏偏老夫人开口了：“那是谁？”老夫人声音冷得想要结冰一般：“那个奸夫是谁？谁将这脏病传给你的？”边说还边将手中的拐杖往地上重重一锤。事情被老夫人这一句又绕回来原点。大夫人终于明了，这整个屋子里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清白。她终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第78章不眠夜。等里屋的人出来时，已经快子时了。沈文亨不在家，沈文珍出面让2房的双胞胎早些回去休息，3房的孩子也全被他赶了回去。沈乐林虽有些遗憾不能看到一会沈慕清精彩的表情，但还是和哥哥一人一边牵着阿周的小手回去了。所以此刻院子里除了沈文珍夫妇，就剩下怎么也不愿回去的沈木朗兄妹了。老夫人怒气冲冲地出来，看也没看等在院外的众人，扶着马嬷嬷的手匆匆离去。沈木朗和沈慕清对视一眼，脸色铁青，着想往里进，却被迎面出来的宁国侯和张尚书拦住。宁国侯看到院门口那么多人，耐着性子让说大夫人只是生了疾病，此事不便见客，所有人先回去。最后还冷冷地看了一眼还要说话的沈木朗两兄妹，道：“怎么连爹的话也不听了？”一旁的张夫人连忙上前给两兄妹台阶道：“你们母亲刚刚才睡着，此时进去反而不美。放心，王嬷嬷他们还照顾着，大夫也守在外间在呢。”张尚书也搭腔道：“是啊，天色不早了，明日还都有事呢，就散了吧。”兄妹俩在众人的注视下，一步三回头的走了。沈文珍上前轻声关怀了两句，见宁国侯兴致不高地搪塞了自己两句，知晓大哥并不想告知自己发生了何事，便带着姜氏回去了。此事早已宵禁，张尚书夫妇只能留在宁国侯府客院将就一夜了。星号。回到自己房中的沈月玲一直没睡，她还在细细想着今日的计划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大夫人就算想破头也想不到这花柳病她是从哪里染来的。说来着还要感谢她的好女儿，上辈子教的自己。那时沈慕清在自己面前得意洋洋炫耀她陷害其他妃嫔的手腕时是怎么说的来着？其实我觉得我比电视剧里演得很适合做甄嬛这个角色，因为我够狠啊。我的好妹妹，你可知道前些日子那魏国公一家不知从哪里给皇上找来了一个和长宁郡主有7分像的女子，皇上对一个她宠爱有加，于是我先是设计让胡贵妃吃醋，将皇上留在她那几日，随后让人将浸泡过那花柳病毒的布给她做成月事布，没几日她就开始浑身瘙痒，等她叫太医来看时，将太医都吓得一哆嗦。皇上大怒，逼着她说出奸夫是谁。她当时那小可怜的样子啊，看得我都快心疼了。皇上帮他将整个宫殿彻查了一遍，自然什么都查不出来，因为那证据早就被他自己给扔了，谁都不可能找到。后来皇上不仅给大夫人做月事部的小丫鬟有些贪嘴，总是让侧门的刘婆子给他留意有没有卖零嘴的小贩，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那一日刘婆子告诉他，今日辰时那卖糕点的小货郎一定会来，小丫鬟一大早就拎着自己做事的小篮子和刘婆子一起守门。刘婆子问清是给大夫人的后，悄无声息地换成了那浸泡过的一样的布料。至于刘大夫，那就比较麻烦一些，他毕竟是大夫，给他下的绊子早一些会被他发现而破解，迟一些又没什么作用。未免打草惊蛇，他确实不是花柳，而是真的只是过敏，只不过没人相信罢了。上辈子沈乐玲偶然得知的。刘大夫整日住在府中，衣裳自然也是府中婆子给洗的。昨日雅涵做了好吃的，正好去洗衣房与自己的小伙伴们分享，恰好遇到给刘大夫送衣裳的婆子罢了。
当然，如果刘大夫今日不穿那件衣裳也不要紧，花园里早就备好了花粉，谭云也早早的在树上守着了。一旦刘大夫没有中招，便只能借着风将花粉送给他了。但这整个局中还有一个致命的疏漏，就是刘大夫身上的那件衣裳。于是沈乐林在等他那好面子的大伯父不给任何人揭开这件事的机会，同时也在等上辈子几乎亲手杀死自己母亲的两个人今夜会是何等下场。思雨进屋轻手轻脚的给沈乐林添了一杯开水。小姐还不休息吗？沈乐林摇摇头。思雨，把我那件水湖蓝色的衣裙拿出来，上面绣着大红色的海棠花的那件。思雨一愣，那件衣裳是前些日子刚做好的，小姐素来喜爱淡雅，极少要求衣裳有那样艳丽的花色，小姐您是要现在换？沈乐林点点头，他要换上那件衣裳去送他的大伯母啊。看着门外静谧的一切，十分平静地道：今日会是个不眠之夜啊。果然，沈乐林一语成谶。丑时刚过，沈乐林便看到墨韵堂的方向冒起了冲天的火光，染红了半个夜空。随后院外便传来了慌乱的脚步声，还不时有吓人的大喊：走水了，走水了！吵杂声越来越大，慢慢的又传来清晰的是墨韵堂，是墨韵堂走水了。玉珍终于也被吵醒了，手忙脚乱的穿好了衣裳，一拉开门就看到五小姐已经穿戴整齐。看到她后，小脸还略带焦急地道：玉珍，你怎么才醒？外面都闹翻了天了。说完就带着身后的3个大丫鬟往外走去。玉珍被五小姐说的一愣，随即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看来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太过懈怠了，才让向来好脾气的五小姐都生气了，以至于她都忘了问小姐为何换了一件那样夺目的衣裳。等沈乐林到墨韵堂时，院外已经站满了人，整个宁国侯府的主人，除了将士在陪小阿周和不在府中的沈文亨以及被关起来的二夫人，全都到齐了。下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救火，沈木朗和沈木青俩兄妹在一旁的焦急的喊着：母亲，母亲还在里面呢，救母亲啊！沈乐林看着沈木青那苍白的小脸，无助而又尖锐的声音，心中一阵快意。前世母亲去世的时候，自己也是这样，跪在他和刘大夫的面前，求他们再试试，再救救他的母亲。可刘大夫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老夫已经尽力了，五小姐节哀吧。沈木渊则瞠目结舌的看着那通天的火光，愣愣的小声道：这怎么起了这么大的火？沈文珍看着站在前面丝毫看不出心急的老夫人和宁国侯，还有张尚书夫妇，心下有了猜测，不知大嫂究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让张家都同意给他这样的一个结局。二房的双胞胎如今也低调了许多，爹不疼娘亲又被关了，这段时日他们基本也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此时他们与沈乐月站在一起，也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大火，皆有些不知所措。这场大火足足又救了半个时辰，才全部熄灭。第79章大夫人伤。为防止火势再起，主子们还是留在了原地，下人们先进去找寻了一番，反而出来时一个个都是呕吐不止，最终还是宁国侯的贴身小厮沈大进去转了一圈，强忍着恶心禀告道：回侯爷，里面一共10具尸体，其中正房有3具，但都已经烧成了炭，认不出原本的面目了。宁国侯听到正房有3具便放下了心，那3具就是大夫人王嬷嬷以及她的女儿。沈木朗大声抽泣着要往里跑，不肯相信他的娘亲已经不在了。沈木青则抽抽噎噎的，似乎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却没再说什么。他多少已经看出来了，今夜的火不一般，或者说今夜的火恐怕是自己这个便宜爹爹安排人放得。如今穿来后，事事为他着想的便宜娘亲已经没了，他不能再得罪这个便宜爹爹了。这封建王朝男子为尊，还是让哥哥去闹好一些。老夫人见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也开始了表演。我的好儿媳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去了？让老身白发人送黑发人。一边喊着，还一边用帕子擦着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宁国侯也回过神，一边假意安慰着老夫人，一边也露出一脸哀伤的神情。张尚书夫妇此时也开始不甘落后，但张尚书今日为了将这事平息下去，不让宁国侯闹到景瑞帝面前，丢了他张氏之女的名声，被宁国侯狠狠敲诈了一顿，此时怎么也伤心不起来，反而有些怨对庶妹，发现自己染病后早些自我解决了，就没有今日之事了。张夫人倒是个能哭的，脸上不一会就布满了泪水，还时不时的劝慰道：老爷，你别伤心了，妹妹在天有灵，不会愿意看到你如此难过的。双胞胎和沈乐月与在身后嘤嘤的哭出了声。沈文珍好歹在官场上历练了这些年，看着他们如此拙劣的演技，上前试探性的问道：大哥，如此大的火需要报官吗？宁国侯脸上毫无波澜，道：这是家事，报官就算了，还是早些让阿静入土为安的好。沈木朗听了心下焦急，他大声道：父亲，如此大的火必然有。他话刚说了一半，
沈大上前就捂住了他的嘴。宁国侯看着自己目前唯一的儿子，痛心疾首道：“今日事发突然，阿朗这孩子魔怔了，带他先下去休息吧。”沈大一个手刀，沈木朗后颈一痛就晕了过去。沈木清见状，再也不敢多说什么，甚至连上前为沈木朗回护一句都没有。一沈乐林看着他，脸色苍白，楚楚可怜，但却捂着小嘴看向沈木朗的方向，却一步都不曾上前的模样，突然笑了。原来在沈木清心中，什么母亲、哥哥，原来不过如此，都不值得他上前问一句为什么。这人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居然能如此冰冷？既然不报官，现场也少了唯一一个真正关心大夫人的人，接下来的事情便十分顺利了。小辈们都被打发到老夫人的慈安堂中相对坐着，沈文珍则不得不留下来一起看着下人装殓尸体。沈木清也被老夫人带了回来，但奇怪的是，沈乐林本来以为这会是个不眠之夜，却不想他坐在太师椅上，不时回想着沈木清的脸色，不知不觉就那样睡着了，睡得香极了。第二日一早，沈乐林还是被一片嘈杂声吵醒的。昨日那几具尸体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大夫人也已经确认葬身火海了。今日这宁国侯府自然还要风风光光的给大夫人办丧事了。等他从慈安堂出来时，整个宁国侯府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沈乐林回房换了件素净的衣裳，虽然他更想穿昨日的那件，犹记得母亲去世时姐姐就穿的是那样一件，上面鲜红的海棠花，事后回想起都刺痛了他的心。还没进院子，就遇到同样刚刚换好衣裳的双胞胎，三人无声的打了声招呼，随后结伴行。一路上遇到的小厮丫鬟们都已经穿上了校服，院内的哭声越来越大。走进院内，沈木清和沈木朗已经跪在灵前低声哭泣，身后的沈乐月也哭得梨花带雨，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如今宁国侯府老夫人年纪大了，二夫人困在自己院子里，但今日主事，老夫人宁愿让张尚书的夫人在灵前接待来客，也没让江氏出这个头。不过这样也好，让世人都知晓三房和整个宁国侯的格格不入，日后也能省掉不少麻烦。星号星号星号。当天晚上，沈木朗、沈木清、沈乐月三人守灵。到了后半夜，沈木清先是将灵前其他奴仆全打发走，然后突然一副好姐姐的样子，看着沈乐月苍白的小脸道：“阿月，你还小，这2日你也累了，不如先回去休息吧。”沈乐月在沈木清手上也是吃过不少亏的，还以为他是发现自己刚刚在打盹表达不满，连忙表示自己还好，可以坚持。知道沈木清不耐烦道：“你就先回去吧，明日你再来守，我还有些私房话想跟娘亲说。”沈乐月这才起身离开，整个灵堂一时只剩2兄妹了。妹妹，可需要哥哥回避一下？沈木朗声音有些嘶哑和干涸。沈木清摇摇头，直接坐在了地上，毫无形象地揉了揉发麻的小腿。幸好他今早让丫鬟给他紧急做好了跪的容易，不然这2条腿怕是要废了。古人也真是讲究孝道，也不能让子女如此。沈木朗皱皱眉，想说妹妹这样不像大家闺秀，但终究没有开口。等沈木清小腿恢复了知觉后，他突然从小腿绑带中拿出了一根银针，那银针在烛光的照耀下泛着冷光，配上他那有些狰狞的面容，让人看着后背直吹冷风。第80章大夫人之死。妹妹，你这是？沈木朗看到那此情此景，咽了咽口水问道：“哥哥，你不觉得奇怪吗？娘亲晚上才说得了重疾，深夜就发了大火，整个墨韵堂没有一个人逃了出来。”沈木清抽丝剥茧地分析着，还有舅舅舅母，他们的反应也太过平静了。正常情况，他们至少会质问一番父亲为何会走水吧？还有昨日爹爹为何不让我们找娘亲？沈木朗本就心存疑惑，只是因为丧母之伤太过痛彻心扉，这才放在了一边。此时被沈木清一提醒，心中的困惑像藤蔓一样缠在心头。沈木清走到那灵前上好的松木棺材前，伸手便要推开那棺材盖子。沈木朗沉吟片刻，便也站起身来，稍微踉跄了一下，随后才走到沈木清身旁，合力推开了那棺材盖。吃棺材盖终于被推开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难闻的气味传来，像是烟味，有点呛鼻，但又有一种令人作呕的腐烂的气息。沈木清后退2步，用帕子捂住了口鼻，嫌恶之情溢于言表。沈木朗也用衣袖挡在了鼻部。不一会，二人才大着胆子朝棺材内看了一眼。这一眼，沈木朗眼眶又红了，趴在棺材边默默地流起泪来，而沈木清却又差一点吐了出来。里面的尸体虽然已经换上了整整齐齐的衣装，但整个已经烧得面目全非，哪里还看得出来有半分生前的模样。沈木清在一旁深吸2口气，告诉自己，这又不是你第一次见尸体了，有什么好怕的？况且娘亲又不是你杀的，就算这世间真的有鬼，也找到你来。在不断的给自己做完心理建设后，沈木清将帕子绑在自己鼻下，随后又拿出那根银针，对准棺材里尸体的位置，
闭上眼，猛地往里面一扎。沈木朗在一旁紧张地盯着。仅过了1-2秒钟，沈木青就立即将银针取出，迫不及待地离棺材老远，随后才在烛火的照耀下看清了银针上的黑色。沈木青有些愕然，电视剧上说活人在被火烧过程中时候还有呼吸能力，所以喉咙里面就会有烟灰。他原本猜测娘亲是死后才被放的火，可如今这银针为何也是黑色的？难道是自己猜错了？沈木朗不知沈木青到底在干什么，哭完后见他一人在那里对着银针若有所思，这才开口问道：“妹妹，你这是在干嘛？”沈木青皱眉将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沈木朗听后站起身来，快走2步到了沈木青的面前。他倒抽了口气，大为震惊，不可置信地看着沈木青，声音都有些颤抖：“妹妹，你的意思是娘亲的死与父亲有关？”沈木青摇摇头，也不知如何解释：“哥哥，妹妹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事处处透着诡异，我心中实在难安啊。”沈木朗又回头看了眼棺材，想到昨日父亲和舅舅昨日奇怪的举动，以及沈木青刚刚的动作。沈木朗道：“妹妹，你刚刚用那银针在做什么？”沈木青将自己猜测和刚刚检查的结果说给沈木朗听后，还总结道：“如此说来，难道娘亲真的是意外走水而死的？”沈木朗眼神盯着沈木青手中的银针，想了想，又走到棺材边，说道：“娘亲，对不起，儿子冒犯了。”接着深吸了几口气，随后直接用手掰开了棺材中人的口腔。沈木朗凑过头看了一眼，随即大喊：“妹妹，你快来看！”沈木青面露嫌恶地上前，但此时的沈木朗一点没有发现。沈木青依旧用帕子捂住鼻子，凑近一看，那尸体的口腔内居然没有黑烟。沈木青有些疑惑，那为何自己的银针？妹妹，你那针怕是沾到娘亲表外的皮肤了。沈木朗的声音有些哽咽。沈木青稍微有些尴尬，但随即沈木朗的一声声的质问，让他一时暂时遗忘了这些小情绪。娘亲，为什么父亲要这样的对你？为什么？沈木朗慢慢摇摇头，显得十分难以置信，随后缓缓跪下，又趴在大夫人棺材边，又低声的哭喊出了声。看见沈木朗伤心至极的样子，沈木青有那么一瞬间心中也有一些难受，但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又或者说，比起像沈木朗这样跪在大夫人面前哭诉，他更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2件事：第一，娘亲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让爹爹痛下杀手的，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第二，娘亲手上的陪嫁会如何分配。今天白日里三皇子前来吊唁，在人群中看了自己几眼，那眼神充满了爱恋和关切。那些俊俏的少年，那样高贵的身份，如此青睐自己，自己多活一世，并不是一个真正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若是想和如此优秀的人携手走下去，自己定然也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能和这些封建教条之下的女子一般，像一个只会依附男人的藤蔓一般。而自己不仅有无数这个时代没有的新奇想法，还是老牌功勋之家宁国侯的嫡女，虽然如今示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如今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三皇子送银钱了，再这样下去，若是父亲也不疼自己了，那自己与那些帮不上三皇子，只缠三皇子地位和人的普通女子有什么区别？想清楚这一点后，沈木青陪着沈木朗在棺材前也装模作样的跪了下来，只是哭着哭着，倒也多了几分真心来。毕竟娘亲对他还算是不错的。不一会，沈木青收拾好情绪，擦了擦眼泪，才软声劝慰道：“哥哥，先别伤心了，咱们赶紧先将娘亲的棺材盖回去。这事咱们还得从长计议。”“还从长计议什么？”“不行，我要去找父亲，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沈木朗说着就要站起身来，但不想沈木青却直接将他伸手拉了回来，厉声道：“哥哥，你想干什么？是想害死我们兄妹2人吗？难道娘亲的死还不够让你警醒吗？”沈木朗被沈木青这样一吼，双眼呆滞，目光无神地看向他。就在沈木青觉得沈木朗已经被自己震慑住了后，沈木朗突然起身，奋力地推开了他，口中还喃喃道：“不行，我一定要去找好父亲，我一定要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对娘亲，为什么这么对我们。”边说边朝外跑去，让沈木青伸出去的手只抓住了一阵空气。看着他逃离的背影，沈木轻气地捶了下面前的松木棺材，看了眼周遭的环境，一阵风吹来，灵堂上的丧幡随风飘动，更显阴森。他猛地一起身，无奈地撩起裙摆，朝沈木朗离开的方向跑了起来，也不知是怕沈木朗在父亲面前乱说话，还是不想待在这灵堂之中了。第81章报仇。宁国侯从昨日傍晚开始忙到了今天晚上，刚回到自己的前院书房之中，就听到院外一阵骚乱。宁国侯心中跃起一股烦躁，暴怒道：“又怎么呢？”一小厮的声音在门外小心翼翼地道：“回侯爷，大少爷在院外求见老爷。”宁国侯打开房门，便听着院外沈木朗大喊着：“我要见父亲，让我见父亲！”宁国侯面上满是愠怒，
他声音极其不悦，像是从冰窖里拿出来的一般，让他过来，不好好的在灵前守着，大半夜的又在闹什么？沈木朗进的院子，看到宁国侯的脸，也满脸都是厉色。不过满院子的小厮也不行礼，张口便是质问：“父亲，娘亲她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啪！宁国侯见他说话如此没有分寸，扬起手直接就给了他一巴掌。沈木朗捂着脸，瞪大眼睛看向宁国侯。他当了多年的独子，家中从来没有人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即使清醒了吗？啊！宁国侯的声音吼得整个院子寂静无声。沈木青赶来的时候，院子里的下人正轻手轻脚的在往外走。宁国侯见刚进院子还在喘着粗气的沈木青，眯了眯眼，道：“既然你们兄妹都来了，那就进来吧。”沈木朗捂住脸，跟着宁国侯就进了门，丝毫没有看到沈木青望向他焦急的眼神。半个时辰后，书房的门开了，宁国侯满脸的严肃，脸颊微微发青的站在门口，说了最后一句：“事已至此，为父不打算追究。”给了他最为体面的方式。他回头看了自己宠了10多年的一双儿女，语气冰冷：“日后你们也莫在家中提起此人。”说完便大步离开了，朝后院走去。而房间之中的沈木朗已经瘫坐在椅子上，嘴里还喃喃地说道：“不可能，怎么可能？娘亲怎么会？”沈木青也在震惊之中，久久没能缓过来，但慢慢他还是觉得不可能。娘亲是个聪明人，若是生在他那个时代，定然是个女强人。在他心中，比起那些情情爱爱，他更看重的是在这府中的地位和掌控。更何况那个刘大夫有什么好？娘亲断不可能与他有了首尾，还得了那种病。他回想起宁国侯刚刚气愤之下说的话，那张氏即使到了人赃俱获的时候，还不忘攀咬2位弟妹，这是想让我宁国侯府永无宁日吗？难道娘亲真的是被冤枉的，而且已经找到了线索？那到底是2房还是3房呢？二婶已经被关起来，那双胞胎又没有什么脑子，成不了大器。难道是3房？是啊，若是不知道一件事到底是谁谋划的，那就但看看这件事最后到底是谁得利。娘亲倒台了，那第一受益者一定是父亲房中的姨娘们，但他们要是有这本事，也不至于被娘亲打压这么多年，即使是玉姨娘也不例外。反而是3房，先是二婶多年前的事被挖了出来，然后就是娘亲这事，整个宁国侯府2房的夫人都出了事。难道3房对这后院的掌家之权起了心思？不对，那样的话父亲再娶一个正室了不就行了？那样3房不一样，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难道3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宁国侯府的侯爵？沈木青瞪大了眼睛，越想越觉得自己已经触及了事实的真相。哥哥，你先别哭了。沈木青看着还在那来一副像丢了魂魄的模样的沈木朗，有些恨铁不成钢的上前抓住他的衣襟道。沈木朗看着沈木青的脸，依旧有些失魂落魄地道：“妹妹，娘亲她居然……”沈木青急喊道：“哥哥，娘亲她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遭了别人的算计。”沈木朗双目这才有了些许神采：“妹妹，你说什么？娘亲是被冤枉的？”沈木青将心中的猜测与这些日子大夫人和2房、3房之间的交手一一说了出来。这些以前大夫人都是不愿意告诉沈木朗的，只因他是男子，是日后要挑起宁国侯府这个大梁的，怎能整日着眼于后宅之事呢？沈木朗瞠目结舌看着沈木青一张一合的小嘴：“妹妹，你说的是真的？那3房居然如此狼子野心，亏父亲还想发射法地帮助他们一家人回京。走，我们要告诉父亲去。”沈木青没料到沈木朗如此天真，又沉不住气，他连忙拉住沈木朗的衣袖，凝声道：“哥哥，这些全都只是妹妹的猜测，没有半点证据。3房的人又惯会装柔弱，你觉得我们此时去找父亲，他会相信的吗？那就让3房如此污蔑娘亲，让娘亲如此屈辱地连死后都要担上这个污名吗？”沈木朗原本就接受不了自己娘亲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而且还得了那种脏病。当沈木青告知他自己的猜测后，他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一心只想给自己母亲证明。沈木青耐着性子道：“哥哥，你刚刚没听父亲说吗？娘亲也说过他的怀疑，可父亲听吗？父亲现在正处于暴怒之中，什么都听不进去的。除非……”沈木朗道：“除非什么？除非我们找到什么证据？”沈木朗听完怒道：“这如何找证据？娘亲的墨韵堂都被一把火烧没了。”沈木青也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但他转念一想，看着恼怒的沈木朗，嘴角突然勾起一抹笑意，随即立刻演了下去，正义凛然地道：“不然如何？我都会尽力帮娘亲证明，实在不行，我就将3房给毁了，让他们全部下去陪娘亲。”沈木朗一听，眼中也蓄满了恨意，他看向沈木青，一字一顿道：“对，即使找不到为娘亲证明的证据，我们兄妹俩也要毁了3房，为娘亲报仇。”第82章敌对之术。也不知沈木青是如何劝说的，第2日一早，
宁国侯在御姨娘房中醒来，正享受着御姨娘浓情惬意的服侍，就又听到沈木朗和沈木清的求见的消息。因昨日的不愉快，宁国侯沉着脸将手中的碗重重一掷，面色僵硬的像刚从寒冰之中捞出来一般，冷冷道：“让他们进来。”御姨娘眼眸微缩，摸摸自己的肚子，柔声道：“侯爷，既然少爷和大小姐来了，奴家先出去散散步。这孩子每日都要散散步呢。”能在大夫人手下讨生活这么多年，御姨娘凭得出了宁国侯的宠爱，还有懂事的进退。不该他知道的，他就装作不知；不该他出现的时候，他便也不会出现。两兄妹走进来的时候，正听见宁国侯放软了的语气，一双大手附在御姨娘肚子上的如玉的小手上，道：“小心些，莫要累着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沈木朗的脸色一沉，用几乎是怨毒的眼神看向御姨娘的肚子。御姨娘本朝宁国侯笑得甜蜜，却感觉到一股骇人的敌意，她若有所感地转过头。但此时沈木清已经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袖，沈木朗垂下了眼眸。但聪慧如御姨娘还是感觉到了不对劲，路过沈木朗的时候，微微朝两人看了看。沈木朗没有回应，倒是一旁的沈木清主动笑着打招呼道：“御姨娘好。”御姨娘心中警铃大作，这大姑娘果真是个聪明了。昨日得知自己母亲去世的真相，今日便能笑脸相迎，还主动跟自己这个从来不被她放在眼里的姨娘客气的打招呼。这大小姐果然如五小姐所说的不简单啊！御姨娘睨了一眼门旁的小丫鬟，扶着春暖的手出了屋子。怎么你们兄妹俩一大早就过来了？怎么还没有想通？宁国侯冰冷的目光看向他曾经最为宠爱的两个孩子，那样冷漠的眼神让沈木朗忍不住心中发凉。这就是曾经将他捧在手心一样的父亲，难道如今仅仅因为对母亲的误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不，沈木清想到刚刚宁国侯对御姨娘的柔情，心中暗恨，一定还因为那个孽种，御姨娘肚子里的孽种。父亲！沈木清拉着沈木朗咚的一声跪在了宁国侯身前，又率先重重地磕了一个头，道：“父亲，女儿为昨日的冲撞向您道歉。父亲是女儿，女儿误解父亲了。”他声音凄婉，看向宁国侯的目光哀伤，又带着浓浓的如沐，加之那渲然欲泣的玉脸，任谁看见了也不可能铁石心肠。宁国侯面上瞬间柔和不少。沈木清看到宁国侯变缓的神色，再接再厉道：“父亲，女儿和哥哥今日一早起来，就是为了向父亲请罪，是女儿和哥哥的错，还望父亲不要生气，原谅女儿和哥哥吧。”边说还边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宁国侯看向这一双儿女的眼神越发温和起来，他伸手扶起了沈木清，怜爱地摸了摸他的头，道：“阿青，你能明白为父就好。”沈木清又十分愧疚地表演了一番，见一旁沈木朗始终没有动作，暗道这便宜哥哥不争气，只能自己又道：“父亲还有哥哥，昨夜他在前院哭了大半晚上，只觉得自己对不起您，今早也是哥哥提出要来给爹爹请罪的。”宁国侯目光沉静地看向跪在地上的沈木朗，沈木朗低着头，深吸一口气，想着御姨娘怀着的孽种，知晓如今自己不能再任性，重重的又磕了一头，头贴在地上，道：“父亲，阿朗知错了。”宁国侯见他头磕得如此作响，忙又伸手将他扶起，握住他的手道：“你们知晓为父的不义就好，日后你们还是为父最为疼爱的孩子。”沈木朗木讷地点点头。在沈木清不时的插话下，宁国侯并没有发现沈木朗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拳头，指甲都已经嵌到了肉里面。这御姨娘房中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传到了雅涵耳中。春暖说：“御姨娘问您下一步该怎么做。”雅涵一边给沈乐玲换着衣裳，一边小声道。沈乐玲微笑着不答，反问道：“雅涵，你觉得呢？”雅涵知道小姐又在考自己，思妇片刻，道：“小姐曾说过，对待敌人，若是有把握一击即中，就绝不能手软以绝后患；但若是不行，那只能一步步将那人拉到比自己低离自己近的位置，再一击即中。”雅涵一边说，一边看着沈乐玲的表情，见小姐给自己一个鼓励的眼神，才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就如今的情况，侯爷已经恨毒了大夫人，相反一直受大夫人迫害的御姨娘一直牢牢占据着侯爷的心。虽说大房的两位少爷小姐是侯爷从小娇宠长大的，但面对如今侯爷这个期待多年的才到来的孩子，想来在侯爷心中双方的重量大约就在五五之间。沈乐玲点点头，示意雅涵继续。雅涵受到了鼓舞，继续道：“既是五五之数，那谁占着理，侯爷必然就会偏向于谁。”沈乐玲道：“还有吗？”雅涵有些羞愧地摇摇头：“奴婢暂时就能想到这么多了。”沈乐玲安慰道：“你能想到这一点，已经很是不错了。那今日我再教你一招，虽说这种情况要占理，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不然等御姨娘怀中的孩子真没了，就算她再占理，也伤不了他们兄妹分毫。小姐的意思是让御姨娘先出手，可若是让大房的公子和小姐察觉……”雅涵一边说着，手上却并没有慢下来。沈乐玲换好另一身素衣，好整以暇地道：“所以御姨娘做好的方式是让敌人自以为是的为自己设局，然后让他偷鸡不成蚀把米。”
雅涵低头细细思索，片刻后才抬头，眼睛亮得吓人。小姐，奴婢懂了。沈乐灵满意地点点头，道：对，春暖，你不必说的那么透彻。玉姨娘是个聪明人，她会明白的。第83章黄嬷嬷辞行。大夫人死后的第7日，宁国侯终于还是有惊无险地将她送出了殡。不只是宁国侯，连沈慕清都松了一口气。这便宜父亲愿意留给母亲体面，那他嫡女的位置便能稳如泰山。但让他颇为烦躁的是，这古代父母去世，守孝得3年，这3年自己都不能出嫁。在这个封建社会，女子最好的年纪不过就是15、16岁，但偏偏自己这时候得待在家中守孝。若是3年后三皇子移情别恋了怎么办？因此着急的沈慕清，这几日沈慕清接连写了好几封信，让侧门的刘婆子帮忙将信送到了西城的一家书铺之中。三皇子每次都十分耐心地安慰着他，这才让他心中稍稍安定了些。当然，这好处也不是没有的。这不，大夫人刚刚下葬，黄嬷嬷便来辞行了。大概是皇后娘娘见宁国侯府出了这样的事，沈慕清一时半会也进不了三皇子的后院，便将黄嬷嬷给叫了回去。沈慕清看着面前依旧面无表情跟自己辞行的黄嬷嬷，心中骂着老巫婆，面上却笑得越发和善了。黄嬷嬷冷眼看着，发现这沈大小姐似乎越来越像已故的大夫侯爷夫人了。奴婢刚刚从老夫人那里过来，此次也是特意前来跟大小姐辞行的。沈慕清心中冷哼，说是来跟自己辞行的，偏偏要先将老夫人抬出来说叨一顿，摆明了这意思，你们家老夫人已经同意了，我就是过来走个过场。但面上却是一副不舍的神情。嬷嬷真的要走吗？这些日子能得嬷嬷的教诲，阿青学会了不少，此时母亲她，难道嬷嬷也要离开阿青不成？若是一般人见到沈慕清这个不说倾国倾城，但也算得上是明艳大方的美人，如此难过，或许还会忍不住犹豫或者心软。但不巧的是，沈慕清面对的是在后宫生活了30多年的黄嬷嬷，见惯了那些女人招数，又同时清楚地知道自己和这沈大小姐之间的相处，只能算是维持住了表面的平和罢了。黄嬷嬷嘴角扯出了一丝笑容，道：奴婢只是皇后娘娘的奴婢，舍不舍不重要，皇后娘娘的命令才最为重要。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没有直接跟沈慕清撕破脸，也没有与他虚以委蛇，只是干干脆脆地摆明了自己的态度。皇后就是他的态度，好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东西。沈慕清心中暗恨，也懒得与这个老东西多说，只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道：那既然如此，明日还是让马夫送您回宫。看着黄嬷嬷离开的背影，沈慕清挂在脸上的不舍之情立刻变成了满面的怒气。好一个油盐不进的老钱婆，以为这样对我沈慕清后还能在宁国侯府全身而退吗？他胸前明显上下起伏，心中的愤恨和一股嗜血的杀意涌入心头，久久不能平息，眼睛竟然隐隐有发红的趋势。站在他身后的轩轩和世兰头恨不得埋到地底下去，生怕被心情不佳的小姐看到后又是一顿毒打。前几日的玲珑不过是说了一句老爷还是关心您的，便被小姐打得到如今还下不了床，要不是大夫人没了，不能再帮小姐遮掩，指不定玲珑就和宜修是一个下场了。沈慕清并不知身边2个丫鬟心中所想，他闭上眼睛仔细思考着什么。半晌他睁开了眼睛，轩轩全身颤抖了一下，十分恐惧，但还是条件反射的第一时间道：奴婢在。听说你弟弟在马房对吗？沈慕清见到轩轩的反应似乎十分满意，罕见的对他笑了笑。星号。沈慕清当晚并没有折磨谁，而是趁着夜色偷偷摸摸的带着轩轩来了马房。轩轩的弟弟小新就在马房伺候着，见大小姐当真如姐姐所说半夜前来，忙不迭的上前行礼，殷勤的说着什么。沈慕清环顾四周，朝小新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道：我就是想来看看明日老太太给黄嬷嬷准备的马车是哪一辆，黄嬷嬷毕竟与我也算半个师傅，希望明日她回宫之时能体体面面的。才13岁的小新见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居然如此对自己如此亲切，挠了挠头，一脸憨厚的答道：老夫人也是这么吩咐的，明日会用老夫人的马车送黄嬷嬷。沈慕清点点头，随即看着马厩里的骏马，假装不经意的提起：那明日你们打算安排哪一匹马？小新丝毫没有多想，指着马厩里的一匹毛色漂亮的黑色骏马：是这一匹。他叫。找到目标后，沈慕清也不管小新那一张一闭的嘴巴，定定的看着那马，道：我能去看看他吗？小新还未应话，但轩轩却直觉不对，小声劝道：小姐不可呀。沈慕清斜眼一看，满是威胁。轩轩还是低头喃喃的解释道：那畜生万一伤到了小姐。沈慕清皮笑肉不笑地道：放心吧，本小姐相信小新会保护好我的。小新得到这么美的大小姐的肯定，忙拍着胸脯道：小姐放心，这些马匹都是小人亲自喂养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沈慕清这才皱着眉，平住了呼吸，走进了马厩，在小新和轩轩的目光下摸了摸他的毛发，
但心中却一直在想着母亲之前跟自己说的那些到底靠不靠谱。大夫人平日里最喜爱的消遣就是侍弄一些花花草草，时不时还给宁国侯的那些小妾们送上一些。沈慕清接到皇后懿旨，确定日后要进三皇子府后，大夫人便倾囊相授了一些东西，比如这麻黄草吃多了能让人和动物发狂。这麻不也算动物的一种吗？小星，能帮我拿些草料来吗？我想亲自喂喂它。小星听了沈慕清的吩咐，自然十分殷勤地跟着去了。看着轩轩面带焦急，沈慕清又道：轩轩，不如你也去，多拿一些过来。轩轩见小姐进马厩之后，确实没有什么动作，自己也确实想提点弟弟几句，于是立马应了下来。等二人一离开，沈慕清便将自己今日从大夫人花坊里找到的麻黄草拿了出来，他用手帕包得十分用心，趁二人来之前便喂给了那马吃。等小新二人回来，沈慕清已经黑着脸走出了马厩，还不停地用帕子擦着手，一脸嫌恶。第84章收服玲珑。夜深人静，轩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到小姐今日在马厩里前后不一的反应，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大。等他和弟弟回来后，大小姐眼神几乎是凶恶地盯着弟弟，今夜之事谁也不准说，不然你这姐姐的小命就要没了，知道吗？才13岁的孩子，又整日只和动物打着交道，被沈慕清那满是杀意的话语和神情吓得完全不敢出声了。随后小姐又威胁了一番二人，这才带着他又偷偷回来了。回来后，轩轩躺在床上，动静就越来越大，自然吵醒了和他同屋的玲珑。轩轩，你怎么了？玲珑关切的声音传来。轩轩有些不好意思的朝他床的方向看去，道：玲珑姐，我吵到你了。不好意思啊。玲珑摇摇头，但随即想到这是深夜又没有烛光，才道：没有，是我白日睡得多了。你今夜怎么回事？可发生了什么？轩轩先还不肯开口，但想到表弟那个不知事的，自己日后如何不重要，谁让他倒霉摊上了这么个不拿奴才的命当命的主子。但表弟不一样啊，他只是在马厩小心翼翼做着自己的工，若真是因为自己连累到了他，日后自己怎么面对九泉之下的姨母？轩轩母亲早逝，本就嫌弃轩轩是个赔钱货的父亲，在新娶了妻子后，对轩轩更是非打即骂，吃食上也十分苛刻，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的状态。为了让他活下去，在宁国侯府做了一辈子下人的姨母，这才给父亲建议干脆将他卖到宁国侯府来。后来姨母去世后，在轩轩眼中，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小新一个亲人了。虽然不知大小姐到底要做什么，但以他对大小姐的了解，想必没什么好事。最终在玲珑的再三相问之下，轩轩将今日之事说了出来，最后还终结道：玲珑姐，你说小姐到底要做什么？会不会真的连累到小新？玲珑比轩轩敏锐得多，听了轩轩的话，问道：你是说小姐得知黄嬷嬷要离开后，先去了趟大夫人的小花房，后来还见了玉珍？轩轩道：是的，可能是大夫人今日出殡，大小姐心情不好吧。小姐跟玉珍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房中只留下玉珍和小姐。大小姐在花房里面待了多久？做了什么？玲珑的声音有些急切，似乎想抓住什么一般。轩轩在黑暗之中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小姐是一个人进去的。随后又想到了什么道：但进去前小姐还问过那花匠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小姐问大夫人生前最喜爱的花草是什么，还特意问了什么仙鹤草、龙牙草，还有一个叫麻黄草，花匠还一一指给大小姐看过。仙鹤草、龙牙草、麻黄草。玲珑低声将这3样东西重复了一遍。玲珑姐，可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轩轩疑惑地问道。啊？玲珑回过神道：没什么。随后想到什么，站起身摸着黑在桌上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随后又倒了一杯。轩轩大惊，从床上坐了起来。玲珑姐，你能起身了？玲珑低声道：是啊，今天下午还在房间走了走，想来过不了就可以去伺候大小姐了。去伺候大小姐并不是什么好事。轩轩一时沉默了。玲珑端着一杯水走到轩轩床边，将水递给了他，口中还安慰道：喝杯水早点休息吧，别想那么多，指不定大小姐真只是心血来潮罢了，别自己吓自己耽误了明天的事。轩轩接过那杯水，一饮而尽。一炷香后，仍躺在床上的玲珑低声喊着：轩轩，轩轩。轩轩睡得极熟，一声未吭。玲珑摸着黑起身，偷偷溜出了院子。星号，星号，星号。沈乐林披着外裳，散着头发，安静地听了玲珑的汇报，不由得冷笑。也不知是不是这辈子自己出手太急太快，让沈慕清一直处于逆境之中，让他乱了阵脚，还是他沈慕清原本就不是什么聪明人，不然这么会在这个时候还想着节外生枝去对付黄嬷嬷。就算他想利用玉珍将此事嫁祸给自己，但如此手腕也未免太过拙劣了。难道他以为黄嬷嬷出事后，自己和整个宁国侯府真能全身而退？
哼，没了大夫人给他兜底，怕是不到2日，他就要被大理寺拖走吧。五小姐，这奴婢虽不知大小姐具体要做些什么，但既然她今日叫了玉珍，想来是与您有些关系的，还请五小姐早做打算。沈乐灵接着房内昏暗的烛光，看着跪在地上玲珑。昨夜他和谭云找到了在破院里偷偷祭拜遗秀的玲珑。是啊，整个府里都记挂着大夫人的死，却没有人知晓，在大夫人去世的前1日，还有一个小丫鬟被裹在被子里，横着抬了出去。前世他就知晓宜修和玲珑最为要好，加之玲珑是个主意大的，所以就在昨日沈乐灵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沈慕清的贴身丫鬟策反了。你腿上的伤还没有好吗？玲珑有些诧异，五小姐开口的第一句居然不是探究大小姐的目的，而是关心自己。没回五小姐话，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沈乐灵侧眸看了眼一旁的思雨，思雨立即会意，从袖中拿出一瓶药，上前2步塞着了玲珑手中。姑娘家家的，身上莫要留下什么伤痕，这药是苏州那边一个名医调制，每日2次涂在伤口的地方。玲珑看着手中的药瓶，眼眶微微发红，想感谢五小姐一番，但鼻子一酸，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他们在大小姐身边的丫鬟，如今整日担心的不过是大小姐何时又要动手罢了，连自己都没空担心自己的身体。没想到自己刚投靠的五小姐，却连这个都想到了。毕竟哪个女孩子不爱美？五小姐，你多的话就不用说了，你赶紧回去吧，莫要被人发现了。沈乐灵声音轻柔，带着毫不掩饰的关心。你也放心，我给你的那药只会让人昏睡，伤不了身子。玲珑听后心中稍安，走之前还不忘提醒了一句：五小姐，大小姐此番作为必有深意，这玉珍是否还要留在身边，还请五小姐再考虑考虑。这话便带上几分真实的担忧。玲珑离开后，思雨才小声问道：小姐，现在怎么办？那大房小姐这样的动作，怕是会连累到整个宁国侯府啊。沈乐灵淡淡一笑道：这还不简单，那玉姨娘想了几日都没有动静，既然机会送上了门，那咱们就勉强自己动动手吧。你过来。思雨附耳过去，沈乐灵轻声说了几句，思雨眼睛一亮，道：是，奴婢这就找谭云去。第85章软禁。最后沈乐灵还提醒了一句，未免连累无辜，明日找个理由让戴师傅一早去马厩看看。思雨眼里满是担忧，那这样会不会暴露了我们？沈乐灵摇摇头道：放心吧，还有大姐姐顶在前头呢。看着思雨离去的背影，沈乐灵唇角勾起一抹笑意，就算日后他们察觉到什么不对劲又如何，到时这宁国侯府也不过是具空壳罢了。第2日一早，黄嬷嬷站在侧门等着马房里的人呢，将马车牵来。不想离说好的时间过去1炷香后，那马夫才气喘吁吁的将马车牵来了。黄嬷嬷面露不悦，那马夫一边赔罪一边解释着：嬷嬷，实在是不好意思，昨日给您准备了马房最俊的一匹马，可不知为何今早他突然发了狂，我们费了老大的劲，最后还是在一个武学师傅的帮助下才制服的。这不，小人赶紧给您换了一匹好马，第一时间便赶来了。黄嬷嬷看着马夫满头大汗，神情焦急，不似作为，眼眸不由得暗了暗。能在宫中生活这么久，黄嬷嬷自然也拥有着常人没有的敏锐。这马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刚刚选为今日送自己的时候出事，这要是再晚上一步，在送自己的途中发了狂，那自己……黄嬷嬷想到这里，心中一阵后怕。马夫瞧着黄嬷嬷不善的样子，还在一旁忙不迭地道着歉。黄嬷嬷摆摆手，示意没事。那这一匹不会再有事吧？马夫见此事就要接过，忙拍着胸脯保证，这匹马今早才检查过的，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黄嬷嬷还是不放心地道：路上慢点。上马车时，黄嬷嬷还回头朝沈慕清院子方向看了一眼。这个府里和自己勉强算得上有仇，又能想出这么个愚蠢的主意的，除了他教了几个月的那个学生，不做第二人想。黄嬷嬷冷哼，原本他并没有将沈慕清放在心上，但如今看来此人心胸狭隘到了极点。若日后当真让他得了势，那自己怕是连第2天的太阳都看不到了。星号星号星号。黄嬷嬷离开后，老夫人得知马房的事，气得扶着马嬷嬷亲自到了马房。沈慕清不知事，但老夫人在这京城待了这么久，怎么可能这么点事都拎不清呢？宁国侯得知老夫人在马房大发雷霆，一路上宁国侯也大概了解了情况，眉头更是没有松开过。等赶到的时候，正巧听见老夫人气急败坏的训话声：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好端端的马怎么突然就发了狂？这幸亏是在家中，要是真让黄嬷嬷怎么样了，你们是想全部都被发卖出去吗？说这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他的马还有没有事？日后我宁国侯府的人出去，会不会还有马突然癫狂？宁国此时站了出来，稍稍安抚了老夫人几句，随后又看向跪了一地的下人们，声音比老夫人还要阴沉的喊道：老臣
那发狂的马如今如何了？老陈便是跪在人群中最前面的那一位，他跪走几步，走到前方，哭着回禀。原来今日一早三房的请的武学戴师傅正好来马房给武小姐看马，武小姐突发奇想想学骑马，那戴师傅过来想给她挑一匹温顺的母马。武小姐毕竟金贵，戴师傅挑得很是仔细。结果就在这时，那马突然发出骇人的嘶吼声，双眼冲红，从马厩中跑出，也不看路，冲着人就冲了过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马房的人连忙上去叫他的名字，或者想伸手拉缰绳，试图想让他停下来，但他的速度实在太快，眼看就要撞上马房里的一个小厮，周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是要出人命了啊！就在这时，戴师傅出手了，只见他几个借力后，侧身准确地抓住了挂在马身侧的缰绳，一个用力就将那马调转了方向，救了那小厮一命。随即也不知他如何做的，直接翻身跃坐在了马背上，那马变得更加狂躁了，不停地狂甩狂颠，想将身上之人甩下去。戴师傅抓紧缰绳，将身体压得极低，双腿紧紧地夹着马腹，很是费了一番心力才将马驯服。但就此，他们也不敢再让这马近期出门了，万一伤到了家里的主子们，他们可承担不起。至于那马，他们也全检查了个遍，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宁国侯大手一挥，下令彻查，还特意请来了大夫给那马看看。终于在5时左右得到了消息，在那马的粪便之中找到残余的麻黄草。在大夫的讲解下，宁国侯听后大怒：麻黄草？怎么会有麻黄草了呢？马房众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宁国侯便下令全部都拖出去打。很快就有小厮咬出，昨夜小新鬼鬼祟祟的往马厩来过。小新见到几乎暴怒的宁国侯，几乎要吓得尿裤子了，很快将他昨夜只是带大小姐逛马房的事说了出来。宁国侯和老夫人听到又和沈慕清有关，老夫人的脸率先就耷拉了下来，冷声道：果然是张氏生的好女儿啊！宁国侯的脸也黑了。于是很快整个宁国侯府都知晓，大小姐因大夫人去世伤心过度，自请去安堂为母祈福。在查清沈慕清先去大夫人花房里去问过麻黄草后，老夫人和宁国侯皆不想再与他多说。等到夜幕降临之时，沈慕清几乎是被老夫人身边的几个老婆子给拖进安堂的。第86章阿周报信。但念在她毕竟是小姐，婆子们还体贴的给她带了2床被子。马嬷嬷面无表情的指着一旁的一摞经书道：大小姐思母心切，自愿在安堂为母祈福抄经。老夫人有令，大小姐这些经书不抄完100遍，不允许出安堂一步。沈慕清朝那书案上的经书一看，有小山一般高了，这要真抄下去，至少得抄个3年。沈慕清睁大了眼睛，马房动静那么大，他自然也知晓。但一来黄嬷嬷并未出事，二来除了小新，没人知道自己昨日出现在过马厩，想来定会无事的。在那些婆子来之前，沈慕清一直都这么暗暗地告诉着自己，但显然他低估了这古人查案的速度和对下人动刑的手段了。沈慕清面对如此情形，眼里满是不可置信。他稳了稳心神，想到自己嫁祸的计划，于是昂起头道：马嬷嬷，老夫人误会了，那麻黄草不是我下的，定然是五妹妹下得毒手，想要陷害于我。我上次还听说她房中是有麻黄草的。马嬷嬷一下子抓住了他言语的中的漏洞，沉声问道：大小姐，你如何得知的麻黄草？沈慕清一怔，这才想起马嬷嬷带人闯进来后，确实没具体说过自己犯了何事。他眼珠一转，随口道：自然是听说的。马嬷嬷，你相信我，那麻黄草真的是五妹妹下的，她就是想陷害于我，她好狠毒的。马嬷嬷黑着脸，并要招手带着一众婆子离开。沈慕清怒极：怎么可能？老夫人，老夫人怎么会如此对我？还有父亲，父亲知道吗？父亲一定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对我的。马嬷嬷道：大小姐，你还不明白吗？没有侯爷的点头，您如何能一路畅通的被带到这安堂内？老夫人说了，还请认真抄写，好好学下静心，莫要再给侯府招些祸事来了。玉姨娘见自己还没出手，沈慕清就干净利落的被关进了安堂，心中畅快了一会后，便眉头紧锁。春暖看见他的变脸，诧异道：姨娘不高兴吗？也不是。玉姨娘声音轻缓，依旧带着甜甜的媚意，就是突然觉得这五小姐实在是太过厉害了些，显然心中对于这3房的五小姐隐隐有了些忌惮。她手附在自己的肚子上，目光幽远，毕竟自己这怀的也是大房的种啊。春暖会意，垂下的眼眸收缩了一下。沈木朗得知妹妹被软禁之后，在安堂闹着进去见了沈慕清一面，得到了只是几句冤枉和他那渲然欲泣的玉脸。沈木朗气急，直接便去求见了老夫人。老夫人对这个嫡长孙曾经也算是偏爱的没了边，他是他唯一的嫡孙啊。沈木朗这些日子给大夫人守灵，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更显得单薄，看起来十分阴沉。老夫人与他沟通没几句，
就被他那几乎直白的话语气的咳嗽不止，最终还是让马嬷嬷将马房之事的来龙去脉给沈木朗讲了个明明白白。但沈木朗听后一脸不服地道：“那老夫人，您可有听过妹妹的亲口承认？她在安堂内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冤枉的，老夫人您就不怕冤枉了阿青，让阿青寒心吗？”老夫人看着自己从小疼爱大的孙儿，痛心疾首。还是马嬷嬷看不过去，将沈木青在安堂所言说了出来，最后还问道：“大少爷，此事若真如大小姐所言，她毫不知情，为何奴婢还未开口，她便能准备说出麻黄草的事来？”老夫人一听，眼睛一瞪：“这事你怎么没跟我说？”马嬷嬷道：“那时您正在气头上，奴婢实在是不敢再惹您生气了。”沈木朗嘴上虽然依旧为沈木青辩解了几句，但心中却也打起了鼓，妹妹不会真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想陷害三房吧？等沈木朗离开后，马嬷嬷安慰道：“老夫人，这大少爷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如今大小姐突然做出这种事情，想来只是突然有些接受不了罢了。等大少爷长大些了，自然就明白了。”老夫人冷哼一声：“还要长多大？他如今都多大了，还连是非都分不清，被他那个惯会哄人的妹妹哄得连老身都敢忤逆了。我宁国侯府这都是做了什么孽啊？”马嬷嬷知晓老夫人对这个如今唯一的孙子到底是不一样的，忙又说了几句好话。最后老夫人叹息一声：“也不知我们侯府今年是犯了什么冲，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改明日老身还是去寺庙里拜上一拜吧。”星号星号星号。沈乐林听说沈木青被老夫人派人送到了安堂的消息，还是小机灵鬼阿周告诉他的。阿周是从沈文珍和江氏那偷听到了，小家伙这些日子也在大夫人灵前每日跪上1、2个时辰，可遭了大罪。原本就瘦了一些的小脸，如今都能看到尖小疤了。沈乐林原本正在房中看书，见到这几日奄奄的小阿周，兴冲冲地跑了过来，一张小脸满是兴奋：“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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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也像只欢快的小黄鹂一般，让听的人心也瞬间开朗了。沈乐林将书放下，见小阿周跑得满头大汗的，忙蹲下身子，一边笑盈盈地帮他擦汗，一边问道：“阿周这是怎么了？这么开心？”小阿周乖巧地站在那里，任由姐姐帮他擦汗，突然用双手捂住小嘴，眼珠在房间四处转着，似在寻找着什么。一旁的雅涵见状笑道：“小少爷可是在找玉珍，他今日正在拉肚子了，这次大约要生好长一段时间的病呢。”沈乐林自那日阿周被打，就告诫过他要离自己房中的玉珍远一些，以后和自己的悄悄话一定要避开房里的玉珍，怕小阿周不太理解，还特意强调他和大房的坏姐姐是一伙的。当时小阿周一听他和沈木青是一伙的，便重重的点点头，道：“他们都是坏人，阿周才不要理他们呢。”果然，小阿周一听玉珍不在，就立刻解放了自己的嘴巴，高兴道：“姐姐，大房的坏姐姐被老夫人关起来了。”沈乐林眉毛一挑，这次老夫人和宁国侯倒是做得干脆极了。星号星号星号。在沈乐林终于让大房、二房消停下来时，玉亲王正在京城的一所破院子里气急败坏地怒道：“可恶！是谁？到底是谁？我大魏居然还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第87章京城血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半个月前，京兆府有一对京郊的老农夫妇前来报案，来找他们失踪了5天的儿子。他们儿子陈小石今年刚满15岁，5日前到城里来给米铺送米，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们在家等了第2日一早，还没见到儿子的踪影，便也进城来打听，却米铺老板说当天小石送完就走了，还有米铺的伙计为证。米铺老板还安慰了几句，道可能是少年心性，忍不住出去玩乐，等手上银钱差不多花完了，兴许就自己回去了。可小石不是第一次京城来了，每次送完就回去，路上从不耽误。老农夫妇辩驳了几句，周围看热闹的人呢又道，或许昨日他们儿子贪玩耽误了事，今日再一早就回去了，只是路上和他们错过了罢了。老农夫妇似乎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容易接受，于是又马不停蹄地赶了回去，可最终看到的只是家中空荡荡的院子。就这样又过了几日，老农夫妇才以狠心一跺脚来京兆府里报了案。这大魏普通人家都害怕见官，不到万不得已，好好的人家谁愿意和官府打交道啊？谁知好巧不巧，陈家夫妇俩在京兆府点头哈腰请他们帮忙找人时，碰到了最近正义感爆棚的玉亲王，又在大街上改了小地痞，送到了京兆府里。听到有了失踪案，最近在大理寺颇感无聊的玉亲王眼前一亮，也不知是不是他战斗力过于强大，近来京中的那些纨绔们一个个乖得像只鹌鹑，一点事都不烦。这几日他都已经无聊到在京中闲逛了。今日要不是逮着这几个无缘无故收百姓保护费的，恐怕他又要在街上逛悠一整天了。京兆府衙役们见玉亲王亲自过问了此事，立马态度转变，热情地将夫妇俩迎了进去。玉亲王听完事情的始末，来了兴趣，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正经案件呢。
于是也不管自己原本只是隶属于大理寺的，直接把自己当成了京兆府的编外人员。反正京兆府尹魏征也不敢说他什么。于是问清事情始末的玉亲王让2位老人先回去，他则带着京兆府的衙役大摇大摆地往米铺走去了。当然，路上还不忘让人将段俊泽叫了出来。阿泽不愿意陪他溜街，陪他查案总没问题了吧？然而很显然，2个查案的生手带着一群老油条的衙役，查来查去根本就查不出个所以然来。那陈小石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般，玉亲王也从一开始的雄赳赳气昂昂，变成了如今都不敢面对那陈家夫妇俩饱经沧桑，一双眼眸永远在满怀期冀以及心如死灰之间转换的模样。谁都知道，如果真如陈家夫妇所言，陈小石如此乖巧，那这时间隔得越久，陈小石遇害的可能就越大。直到半个月后的今日，一百姓在京城一所荒废了很久的别院中的一口枯井中，居然发现了多具尸骨。京兆府的人一去发现尸骨不止1具，消息传到正和衙役的人在一起的玉亲王耳朵里，他连忙带着段俊泽前去查看。看着从井下不断被找到的尸体残骸，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股的恶臭气味，令人作呕。从小养尊处优的玉亲王早已蹲在墙角，毫无形象的呕吐不止。站在一旁的段俊泽则脸色越来越沉，俊眉紧皱，他强忍着那梗在喉间的不适，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不断发现尸骨的枯井。最终从井下一共找出了23具尸骨。只见仵作匆忙赶来后，给京兆府尹行了一礼，随后得到魏大人一句不耐烦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这些规矩，赶紧的干活去。京兆府尹魏征的脸色也极为难看，京城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案子，若这次自己处理不得当，怕是这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他一边这样想着，还一边不易察觉地朝玉亲王的方向看了一眼，心道：偏偏这位爷今日也过来了，这都什么事啊？仵作本以为自己作为京兆府最有经验的仵作，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不料掀开那白布，仔细检查尸体。不一会，众人只见仵作也蹲在墙角去了，虽然没土，但那发白的脸却让人忍不住想，这些尸体到底经历了什么？仵作毕竟是专业的仵作，在墙角蹲了没多久，便又开始勤勤恳恳的工作。不一会，他便站在了京兆府尹的面前。此时玉亲王也终于缓和了许多，扶着小英子的手走了过来。仵作禀告道：回大人，王爷，这些尸骨大多为12至17岁的少年，其中只有1具是半年前左右的一名25岁左右的青年，而时间最近的1具则是大约20天左右。而且，仵作说话犹犹豫豫，一点也不爽利，让玉亲王心急道：而且什么？你倒是说啊！仵作这才道：而且那些少年骨头、骨骼肌等多处地方有很显的伤痕，目前看来都像是生前所受。玉亲王听完，再也忍不住咆哮出声：可恶！是谁？到底是谁？我大魏居然还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简直是！玉亲王气的胸前不断的起伏。然而段俊泽看那仵作的神色，似乎还有未说完之话，于是他安抚地拍了拍玉亲王的肩膀，道：乐生，让仵作将话说完。仵作被玉亲王的气势吓得吞了吞口水，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他，最终还是说道：那最近的1具尸体，舌头已经被人割掉了，还有死者死前应该曾经被人那个侵犯过。第88章三司会审。京城出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连环凶杀案，饶是近来沉迷修仙的景瑞帝也立即召见了京兆府尹魏征和刑部尚书萧元代、督察院左御史刘振群以及大理寺卿冕王。得知消息的玉亲王也舔着脸去了。景瑞帝目光阴沉，直勾勾地看着地上的人。好你个魏征，好你个京兆府尹，出了这么多人命，你京兆府却一点也不知。你要朕如何再相信你能整理好京城？朕如何能放心将这京城的治安交付于你？魏征在进了乾清宫后，只说了2句话，一句参见圣上，圣上万岁万万岁，另一句臣正在尽力追查，但如今还并未有什么进展。景瑞帝就陡然发了火，一句接一句的怒骂起来。23具尸骨，最久远的已经有了5年，这5年之间，京兆府就一点没有察觉。京城接二连三的有少年郎失踪，京兆府就从未得到重视。如今离挖到尸骨过去了整整1夜，魏征还好意思回答他没什么进展？景瑞帝双眼微眯，不管是这魏征真的不知，还是有什么隐情，一问三不知的京兆府尹，他大魏要他有何用？见魏征就差被景瑞帝指着鼻子骂了，玉亲王偷偷缩了缩脖子，想要尽力降低一下自己的存在。早知道皇兄今日如此暴躁，他才不来凑这个热闹呢。也不知那个什么牛鼻子老道士到底怎么在让皇兄修仙，怎么越修脾气越差。景瑞帝昨日就知道此事了，本想昨日就将魏征叫进宫问问，但昨日是他再次服用9转大海丹的时候，结果这一次他依旧未能再有机会窥见天境。虚空大师说，可能是因他在凡间诸事缠身，
身边的业障太多，这才未能再入仙境。景瑞帝这便想起了这起京城血案，于是今日一早便将魏征叫进了宫。一听过去，整整一夜，却丝毫进展都没有，顿时就火了。难怪他身为帝王，明明有龙气护体，但接连3次都没有再体会到那飘飘入仙的感觉了。原来就是因为这帮蠢材在拖自己的后腿。景瑞帝将怒气在魏征身上好好发泄一番后，暂时抿了口用茶盏装好的白开水。魏征趁此极为忙道：“圣上，圣上，微臣回去一定会尽快查出这穷凶极恶之徒，为那些无辜枉死的百姓昭雪。”景瑞帝一听“尽快”一词，脸又黑了几分，将手中的茶盏重重一放，冷哼道：“指望你？哼，不用了。”魏征听到这语气，心中一惊，头在地上磕得梆梆作响，口中不断请求着，还请圣上再给微臣一个机会。景瑞帝懒得看他，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一旁跟玉亲王一样极力降低自己存在的3位古宫之臣。萧尚书，刑部尚书萧元代听到自己的名字，心中暗暗叫苦，却还是认命的站到了魏征身旁，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道：“臣在。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萧元代今日50有3，个子不高，面容黑瘦，还总是面无表情的，看起来身份不好相处。其实一进殿，他看到这个架势，就知道景瑞帝已经打算让这案子3司会审，凡遇重大案件，由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为3法司共同审判。心中百转千回，他实在是有些不想接手这案子，但回圣上，微臣认为此案实在是太过凶残，务必要尽快将凶手追拿归案，否则这城中百姓必定人人自危啊！玉亲王一听，心道：这老狐狸说了等于没说。景瑞帝不置可否。接着被点名的是督察院左御史刘振群。作为大卫御史的头，刘振群最为出名的却是那一脸的笑容和和稀泥的本事。本来就是这大卫朝到了如今，除非是真的快要倒台的世家，不然他们督察院不外乎就是看圣上的脸色，今日弹劾这个，明日三那个，像给人挠痒痒一般。原本应该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的督察院，如今生生变成了景瑞帝身边的狗一般。刘振群上前道，略一思索便道：回圣上，微臣认为此事经赵府尹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圣上严惩。玉亲王嘴角抽动，我皇兄是问你怎么看这案子，惯会讨巧，就会将皇兄的话重复说一遍。果然景瑞帝听了他的话，又对着地上的魏征冷哼了一声，便放过了刘振群。最后当然轮到了德高望重的冕王出马。只见当景瑞帝第3次喊到他的名字，他原本闭目养神的双眼微微睁开，茫然的朝景瑞的看了一眼，最终在玉亲王的提醒下才恍然大悟，忙出列道：参见圣上。这番略显拙劣的表演，看到众人都微微扯了下嘴角。但很显然，冕王在用行动表达着他已经年迈，此事他实在是力不从心啊。景瑞帝眯了眯眼，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既然冕王叔刚刚没有听清，刘御史，那就由你来给冕王讲讲发生了何事吧。冕王面上不变，心中却一声叹息，今年还真是多事之秋啊。先是玉亲王被无缘无故派到了他这大理寺来，让原本清闲极其适合养老的大理寺突然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整日来找他告状，或让他管管玉亲王的那些老家伙们，数不胜数。好不容易玉亲王最近消停了些，没想到京中却又出了这么个案子。自从5年前圣上开始修仙后，别说这种目前还毫无头绪的案子了，就是一个3品大员的罪名，还不是景瑞帝说是便是了吗？这就不得不佩服景瑞帝了。年轻时经才决绝，压的那些世家抬不起头，如今哪怕久不理朝政，却依旧能将制衡之术拿捏到极致。皇权2字牢牢地握在手中。3司会审，冕王微微有些恍惚，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个词了。一进殿，他自然也猜到了景瑞帝的用意，但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魏征，这事怕是确实不好办啊。第89章23具尸骨案。但是最终谁也没能扭过如今越发独断专行的景瑞帝。京兆府尹魏征被景瑞帝免了职，让他赋闲在家了。而这23具尸骨之案，自然还是落在了3人的身上。唯独让冕王不知该不该欣慰的是，此事景瑞帝最终发话，大理寺出的人不用是他，但这人却是在乾清宫中毛遂自荐的玉亲王。见景瑞帝将玉亲王拉了进来时，刑部尚书萧元代和督察院左御史刘振群面色一僵，这以玉亲王无事闹事，小事闹大，大事闹翻天的性子，景瑞帝难道对此事是真的发狠，非要查出个子丑寅卯来？看着玉亲王笑嘻嘻的朝自己2人行着礼，道：本王初次担此大任，还请2位大人不吝赐教。刘振群到底经验足一些，立马对其也说起了还望王爷多多照料的漂亮话。萧元代也扯出了一抹不太熟练的笑意，并未多言。
最终三人从店内一出来，就一起结伴径直往京兆府的方向去了。路上，对此案颇为熟悉的玉亲王还主动将昨日从京中挖出尸骨的场景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那样子任谁也看不出来，昨日他在现场其实吐得七荤八素，让迟了一步的冕王跟在他们身后撵了半天都没有撵上。他还想交代交代，让乐生这小子悠着点，凡事莫要强出头。对于他们这种和龙以上那位血缘极其亲近的皇族中人，中庸之道才是长久之道，保命之道啊！京兆府里原本还颇有些松散的衙役们，一见两位大人和常客玉亲王居然一起来了，忙一个个狗腿的跑上来行礼。小英子尖锐的声音率先响起：“奉圣上之命，前任京兆府尹魏征办事不力，如今已被革职。如今京兆府中所有的事暂由2名京兆少尹负责。同时，昨日发现的23具尸骨之案，现已经交由刑部尚书萧元代、督察院左御史刘振群以及大理寺丞玉亲王共同审理。”两位京兆少尹互视一眼，皆有些不知所措的站起身。其中一人壮着胆子问道：“敢问玉亲王，这位大人他？平日里玉亲王往京兆府跑得多，一来二去，这不就熟悉了吗？况且玉亲王其实私下里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相处的人，相反，甚至有时还能和最底层的衙役们打成一片。”只是刚刚开口，一旁的小英子便道：“大胆！魏征已经被圣上撤职，如今再也没有魏大人一称。”说完还提醒道：“3位大人如今都还等着，2位大人还不赶紧将23具尸骨案的案卷全部拿出来？”星号。沈木青被关在了安堂之中，沈月玲成为他上一世最好的妹妹。沈乐玲点了林荣几句，林荣便主动去了老夫人那里，请求去照料大小姐。老夫人念在他一片忠心，也没多做为难，反而让马嬷嬷吩咐下去，让后院的那些婆子们日后莫要为难于他。沈木青见林荣主动来伺候后，先是极为高兴，还想着日后等自己发达了，一定要好好对林荣。至于那轩轩和世兰那2个没有良心的，等他出去了，定然让那2个下人好看。可没有坚持到2日，整日只能和林荣大眼对小眼，加之林荣实在太不中用，每日端来的饭菜越来越差，甚至连杯热茶水都难得讨来。沈木青便对这个除了忠心一无是处的丫鬟忍不住又开始发火了。但那日他是被马嬷嬷突然从房间拖走的，并没有带上自己的银针，只能手脚并用的对付林荣。但这样的日子却并没有过太久，渐渐的，沈木青在安堂之中的精神开始越来越差了。他每天晚上都能梦到宜修，就是那个那日护主不利，让自己在3房姐弟俩面前丢尽了颜面，还让黄嬷嬷蹉跎了近2个时辰后，被自己一时气急给打死了的宜修。他居然回来了，他来找自己了。沈木青原本是个唯物主义，并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有人故意整自己，就像那些电视剧中放的一样。但和他同在一个房间的林荣什么都看不到，甚至当他被自己一推，宜修那张沾满了鲜血的脸都快抵在了他的脸上时，他都没有任何异样。借着月光，林荣还一脸诧异地转头问自己：“小姐，哪里有宜修？宜修在哪里呢？”沈木青这才开始认真思考。是啊，穿越这种事都能被自己遇上，若是宜修真的成了厉鬼，也不是不可能啊。但是他为何还能来找自己报仇？他是丫鬟，他的命生来就是低贱的，他的卖身契也在母亲手中，自己杀了他，哪怕连官府都不能说什么，他是怎么有脸来找自己报仇的？沈木青虽然是这样想着，但每夜间睡着后，他都能感受到一双充满了仇恨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每次他猛地一睁眼，都能看到宜修那张满是血色的面容。小姐，为什么你要杀了我？宜修的声音幽怨中还带着一股阴森气息的，让置身在已经步入了7月热得不得了的京城之中的沈木青不由得从心底涌出了一股凉意，立即席卷了全身。沈木青在安堂内待得安安分分，还有林荣的精心伺候时，沈乐玲正在积极地安排人给李尚挺送一个机会，一个让这个穷举人明年能进京参加恩科的帖子。星号。玉亲王、萧尚书和刘御史在京兆府中将23具尸骨的卷宗全带回了刑部，同时带走的还有近6年来的所有少年失踪案卷，一边查看一边讨论。当然主要是萧尚书和刘御史在讨论，玉亲王则在身旁段俊泽的眼神示意下，静静地听着2位大人的分析，偷偷汲取着经。刚开始玉亲王还颇有些不服气，觉得这2个一个苦瓜脸，一个狗腿子，能有什么本事？但渐渐的，他还真听出了些门道。特别是他们一个个翻着那些少年的失踪案卷，居然不一会就总结出了这些少年的共同点俊朗，以及有些人直接在市大街的拐角处人就直接没了，甚至其中有个少年家中还是开镖局的，手底下还是有几分功夫的。那这些说明了什么呢？第90章陈小石。玉亲王正在思索之际，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灵光，随即他猛地站了起来。陈小石，2位大人，那最近的一具尸首很有可能是陈小石。正巧萧元代的一手下跑了进来，
行了一圈礼，道：“禀大人，远山村村民陈家夫妇带到。”萧元岱点点头道：“带他们先去看看尸体吧。”玉亲王丝毫不知尴尬为何物，瞪大眼睛问道：“你们早就知道了？”萧元岱点点头道：“这最后一具还未腐烂的尸体，死亡的时间恰好和玉亲王之前跟进的陈小石失踪案发生的时间吻合，便让人叫他们过来问问话。”玉亲王点点头，由衷佩服道：“萧大人果然厉害。”说完还朝坐在他下手方的段俊则看了一眼，难怪阿泽刚刚让自己低调一些的，这些老家伙还是有几分本事的。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刚刚那人又跑了进来，给在场的人再次行礼。玉亲王喧宾夺主道：“别搞这些虚礼了，快说。”萧元岱也点点头，那人这才回道：“禀大人，王爷，那对老夫妻认出了那尸首是他们失踪多日的儿子陈小石。”玉亲王蹭的一声就站了起来：“在哪？”那刑部之人一愣，萧元岱见玉亲王如此认真，这才慢悠悠的起身道：“前面带路。”刘振群原本还想让人将那夫妇直接带过来，这下也不得不跟着起身，跟着大部队走去。那23具尸骨也被萧元岱的人一同带了回来，唯一那具还未完全腐烂的尸首就放在停尸房内。还未走近，那对夫妇撕心裂肺的哭声便传了出来。如今正值7月，坐在屋内身上都能流汗，这腐烂了20多天的尸首，味道可想而知。刑部的人见几位大人出现在门口，赶紧上前行礼。陈家夫妇还在里面痛苦哭嚎，直到看到玉亲王出现在门口，又跑到他面前跪下道：“王爷，王爷，我家小石死得好惨啊！王爷，您可得为我家小石招血啊！我的儿啊，小石啊！”玉亲王没见过这阵仗，略微有些不知所措，倒是萧元岱见得多了，一个眼色就有人上前将那两夫妻拉开了血。玉亲王也不敢像当初那样将胸脯拍得叭叭作响，自己一定能找到凶手，却用另一种更加沉重的口吻说道：“两位老人家，这事本王一定查明真相的。”萧元岱和刘振群互视一眼，玉亲王这是真上了心，这案子到底应该怎么查呢？星号星号星号。沈木青在安堂整日恍恍惚惚的时候，沈乐林终于能抽出时间和谭云一起出门转转了。这不刚打算和东来顺的掌柜了解了下最近的情况，刚一进大厅，就听有人压低声音说道：“哎，你们知道城北一荒院里挖出了20多具尸骨的案子没有？”和他同桌的一人接道：“那咋没听说？我听说啊，还全都是少年郎呢。”少年郎，20多具，怎么回事啊？同桌的另一人好奇问道。陈掌柜见到沈乐林前来，忙从柜台处走来，拱手道：“东家。”沈乐林微微蹙眉，转身问身后的陈掌柜道：“他们刚刚所说的可是城北马峦街上弄儿胡同里的一个院子？”陈掌柜点头，回东家，就是那里。据说之前的主人是一家富商，后来这房子交给衙人给卖出去，不想他们家邻居说那里风水不好，听说啊。说到陈掌柜还四下看了看，听说那地方还总是闹鬼，卖了几次都没能卖出去，这次好不容易有个外来客想来看看，不想却出了这样的事。听说那些少年死得十分凄惨，许多人去那院口看热闹了，回来都不敢再回忆了。沈乐林忙出脑中调出这段记忆，他记得他跟着李尚挺被贬到南方后没2年，京中是出了这么个案子，只是当时挖出来的不是23具，而是60多具。李尚挺还说过，我刚进京的时候差点就去马峦街上去找地方住了。当时自己听到这案子后也很是关注了一段时间，只是可惜后来如此恶劣的案子，还是只找抓了个地痞就草草结案了。自己当时知晓时还颇有些愤愤不平，还为此特意给沈木青写过信，问这案子的具体情况。当然得到的也只是几句敷衍，可沈木青让他再给他多送些银钱的信件。直到后来自己跟着李尚挺又回到京中，将二皇子的娘舅丁家彻底斗垮后，李尚挺才告诉自己，原来当年那枯井案的幕后凶手居然就是众人眼中清风霁月的丁家大公子丁默生。如今这事足足提前了7年被发现。感情上沈乐林十分期望现在能将那个道貌凛然畜生给抓起来凌迟而死，但理智上他却十分明白，如今的丁家不仅有镇宅之宝的丁丞相，宫里还有颇为受宠的丁贵妃，还有一个长大成人的二皇子。想来和上辈子一样，在这千疮百孔的大魏朝，在这满是人情世故的贵人之间特有的默契下，最终唯一不同的最多只会是换个替罪羊罢了。7月的天气，正午的日光，沈乐林突然感觉有些冷，一股寒意从心间从脚底一点点的往上蔓延攀爬，就连指尖也不放过。陈掌柜见自己说这个，东家的脸一下子全都苍白了起来，暗恨了自己一句：东家还年纪还小，自己不应该跟他说这些的。忙转移话题道：不过听说这事还惊动了圣上，要求三司会审呢。这大理寺派出的代表就是咱们东来顺的东家之一玉亲王呢。沈乐林听到玉亲王的名字，眸间闪过一道亮彩，若是玉亲王插手此事，以他那嫉恶如仇的性子，说不定真能为那些枉死之人讨回公道。可随即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自己当初提醒玉亲王进大理寺，本是为了让他和皇族中人多些接触，
日后爷夏弘毅即位后，真要朝他动手，好歹能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若反而害玉亲王和丁丞相一家结了死仇，若万一这辈子变成了二皇子即位，不是反而害了他吗？正当沈乐灵眉头紧锁，想遍整个京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愿意为那些枉死少年请命之人时，一个女扮男装的少女走了进来。第91章长宁郡主。那少女大约14、15岁，鹅蛋脸，一双大眼睛黑溜溜四下张望，身穿一件湖蓝色衣裳，头发上紧紧束了条金丝带，明眸皓齿，面容姣好，肌肤雪白而清透，浑身都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此人正是一直养在皇后身边的她娘家侄女长宁郡主，也是玉亲王和夏弘毅的青梅竹马，更是夏弘毅真正魂牵梦萦之人。上辈子自请去为皇后守灵，在玉亲王被夏弘毅剥皮宣草后，只身进京，要回了玉亲王的尸身并入土后，一头磕死在了玉亲王的坟头。沈慕清曾告诉过他，那时夏弘毅之所以答应让玉亲王入土为安，全都是因为长宁郡主承诺进宫陪他。可不想长宁郡主却是个痴情的。自那以后，夏弘毅就越发昏庸了。沈慕清也看明白，这个男人当年对自己的花言巧语不过是为了骗自己罢了，所以他才对自己说出了那样的话。既然他不管是心中还是身体全都有别的女人，为什么我不能有男人？沈乐灵看着像只好奇的小猫咪一般四下张望的长宁郡主，既从心中起，立刻迎了上去，攀谈起来。这位公子可是第一次来我东来顺？陈掌柜也是个人精，见东家如此殷勤，来人一看就是个女扮男装的千金小姐，身旁是一个俏生生的小丫鬟，身后还站着4个挺拔的带刀大汉，一看就是侍卫。他跟上后打发了最先接待的小二，再朝长宁郡主拱拱手道：“这位小公子，小人是这东来顺的掌柜，这位是我们的东家，敢问小公子想要包厢还是大厅啊？”长宁郡主看向沈乐灵的目光满是疑惑，却谨慎的没有询问，而是故意压低了嗓音道：“那来间包厢吧。”沈乐灵见状，主动给长宁郡主带着路，走了2步，还故意回头道：“陈掌柜，玉亲王一会可还要过来？”果然听到玉亲王的名号，长宁郡主眸色一深。陈掌柜自然不可能知道玉亲王的行踪，只是简单的回复一句。倒是长宁郡主上了2楼进包厢后，主动道：“听说这9楼玉亲王也有是东家之一，可有此事？”沈乐灵笑道：“确有此事，玉亲王最近还时不时来9楼坐坐呢。”说完还故意朝窗外看了看，道：“也不知今日午饭玉亲王会不会到店内用？”长宁郡主一听，眸色一亮，东家和玉亲王看来关系不错呀。沈乐灵谦虚道：“承蒙玉亲王看得起，愿意给小人和他一起合作的机会罢了。对了，这位客官想要吃些什么菜？我们这里有不少特色菜，客官可要试试？”长宁郡主点点头，大气道：“将你们这里的特色菜都上来吧。”然后还指着沈乐灵道：“若是东家方便，可否留下余本，少爷聊聊天？”沈乐灵唇角一勾，道：“乐意之至。”于是长宁郡主坐在桌前，而他身后那个同样化作男子的侍女给沈乐灵端了个圆凳，坐在离桌子远一点的地方。期间长宁郡主问了许多问题，但最终都转到了玉亲王身上，比如说2人是如何认识的，后来是如何说起开9楼的，听说9楼还有白砂糖在卖，可是真的？沈乐灵也完全变了一个人一般，很是健谈，将玉亲王发现那掌柜卖假话妄图糊弄他后的神情描述的声情并茂。最终沈乐灵故意提到上一次玉亲王在带到户部侍郎的儿子和成王的小孙子在外打架后，不管不顾的将2人全带回了大理寺，好生修理了一顿才放回去。长宁郡主听了，似乎能想到玉亲王当时得意洋洋的样子，笑得前俯后仰的。等他笑得差不多的时候，沈乐灵才悠悠地道：“只是小人有些担忧，玉亲王这样会不会将那些贵人们都给得罪了？”长宁郡主蹙眉，俊俏的容颜一下子带了些许苦闷，喃喃道：“是啊，他那个性子啊，怕是迟早有一日将这京中之人全给得罪完了。”2人正说得正起劲时，陈掌柜敲门进来，小声凑到沈乐灵耳边道：“东家，玉亲王来了，说正好想见见你。”沈乐灵点点头，站起身来朝长宁郡主抱歉道：“这位客官，可不巧，玉亲王来了，小人要去同玉亲王聊聊最近9楼的事情，就先告退了。”长宁郡主眼中略微有些焦急，但大概是碍于女子的矜持，并未开口。沈乐灵也不着急，轻启朱唇问道：“玉亲王可还是没阁？”陈掌柜道：“今日是在兰阁等您。”沈乐灵点点头，这才转身离去。星号星号星号！玉亲王很是烦躁，好容易将陈家夫妇送走后，见2位大人也没什么头绪，心中郁闷的他这才拉着段俊泽出来走走，吃饭，一会再去陈小时最后出现的米铺问问。刚进东来顺，就听陈掌柜说今日江大河也来了，玉亲王气一下子急窜了上来。这小子当初忽悠自己和他合作开9楼，自己当个甩手掌柜就行，可结果呢，他比自己甩的还干净，自从开业后就没来过几次，自己更是连个逮住他发心中怨气的机会都没有。
见江大河终于一只脚踏进来了，玉亲王将筷子往桌上一放，不悦道：“你还知道回店里看看啊？”沈乐林刚准备踏的第二脚，顿住了。这玉亲王的语气怎么还带了浓浓的幽怨，仿佛一个独守空闺的家人一般。段俊则睨了一眼玉亲王，道：“乐生，好生说话。”这下玉亲王更生气了，瞪大了眼珠子看着段俊则道：“本王哪里没有好生说话？本王说的话哪里错了？”沈乐林看着二人的互动，一瞬间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但为了东来顺的未来，还是狗腿的上前道：“是，咱们王爷如何会有错呢？王爷教训的对，小人最近实在是忙了些。您放心，日后我肯定会好好看好这酒楼的。”玉亲王本就不是难缠的人，见江大河主动认错了，也没抓着不放，只是有说了几句，便将此事接过。随后在饭桌之上，玉亲王不可避免地聊到了案子。沈乐林竖着耳朵听着，突然冒出了一句：“那米铺是谁家所开？”原本正在对那杀人狂魔持续输出的玉亲王，瞳孔立即放大了。第92章90啊！你都不知道杀人狂魔有多可怕，这要是落在本王的手上，本王定然要给他好看，让他生不如死，好好尝尝刑部的18道酷刑不可。原本还气急败坏地发泄着心中怒气的玉亲王，一听沈乐林的问题，略一思考，看向沈乐林的目光闪过一丝寒光。沈乐林敏锐地捕捉到后，微不可察地在心中叹了口气，果然是在皇宫中长大的，就算平日里表现得再大大咧咧的，心中依旧有着自己的沟沟壑壑。玉亲王立刻恢复了大智如愚的模样，问道：“大河，何出此言？”沈乐林装作丝毫没有察觉的样子，随口胡诌道：“去年小人家中的一铺子账目不对，那掌柜的又是忠心耿耿看着我长大的，我内心实在不愿相信是他晚节不保，在要临退下来的时候做出这种事。可不管如何查来查去，也不知那差的100两银子去了哪里。后来我将那铺子里的3个伙计叫来问了一遍又一遍，也没什么问题。直到那老掌柜的黑着脸说了句：你们一定要听东家的话，想到什么都要说。其中一个看见那偷往柜台上凑的小伙计，原本期期爱爱的，什么都不敢多说，听了老掌柜的话，才竹筒倒豆子一般，全撂了。既然如今那些尸骨只有陈小石的身份确认，最后出现的地方又是米铺，想来只能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了。王爷去那米铺好几次都没有什么收获，不如让他主子去问问，或许能想到更多呢。这例子其实举得并不太恰当，但也够用了。玉亲王点点头，原来是这样啊，倒是有些道理。小英子，你去查查那米铺是在。成王。玉亲王还没有吩咐完，段俊则就开口说道。玉亲王和沈乐林皆疑惑地看向他，他终究还是多挤出了几个字：那米铺是成王名下的。你怎么知道？两双大眼睛同时盯着他，疑惑地问道。段俊则睨了一眼玉亲王道：你拉着我去米铺的当天偶然得知的。玉亲王拔高了音调：那你怎么不跟我说？段俊则挑眉道：你又没问。玉亲王有些气鼓鼓的，颇有些不服气。沈乐林若有所思地看着段俊则，段俊则一副十分坦然的样子，还朝沈乐林大方地点了点头。门口突然响起了嘟嘟2声敲门声，玉亲王高声问道：谁呀？进来。门一下被推开，长宁郡主摇着扇子，一副贵公子的气派走了进来，对着玉亲王歪了歪头，笑盈盈答道：玉亲王别来无恙啊。说完还不忘朝段俊则点头示意。沈乐林恍然大悟地笑道：原来这位客官和玉亲王是旧识啊。旧识啊，那3个字还故意拖长的音调。玉亲王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冲着长宁郡主气呼呼地道：你怎么跑出来的？嫂子知道吗？还不赶紧回去，打扮这样子成何体统？长宁郡主一下子小脸垮了下来，低着头弱弱道：你还不是整日都在宫外玩，这么久没见，一见人家就知道骂人家，过分。玉亲王见状一下子紧张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指着长宁郡主，像是在为自己壮胆一般，大声道：喂，本王可没骂你，你不准哭知道吗？长宁郡主一抬头，眼眶已经微红，直勾勾地看向玉亲王，道：你凶我？我没有。玉亲王大声反驳：那你下午带我在京中玩玩。不行。长宁郡主眼眶一下晕出了水雾，就算眼泪没有掉下来，也是汪泽一片，看起来楚楚可怜。别说其他人了，就是沈乐林这个女子心一下也软了。但玉亲王果然不是普通人，他见长宁这样子，流露出来的更多是一种无奈。沈乐林忙笑道：这位客官误会了，下午玉亲王还要去米铺调查一起凶杀案，怕是没有什么时间带您去玩。长宁郡主委屈巴巴地看着玉亲王道：真的？玉亲王点头如捣蒜：那我跟你一起去。不行。玉亲王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星号。半个时辰后，玉亲王气鼓鼓地走在前面，但步子却并不快。段俊则稍稍比他慢半个身子，
闲庭信步，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沈乐灵却在最后一边尽心尽力地给长宁郡主讲着23具尸骨的案子，一边观察着他。世间居然有如此残忍之人！长宁郡主听沈乐灵形容那些尸骨的死前遭遇后，惊讶地瞪大了双眸，眼中满是不可置信。沈乐灵摇头，低声叹息道：“只是这案子，怕又会牵扯到一些贵人。”段俊泽的脚步不易察觉地顿了一下，玉亲王回头见他朝长宁看去，不悦道：“放心，丢不了他的。”说完，拉着段俊泽的胳膊往前快走了几步。专心引导着长宁郡主情绪的沈乐灵并未注意到，而是继续道：“玉亲王这次可真是生气了，只希望那犯罪之人不要是什么贵族吧。”长宁并未作声，看着玉亲王的后脑勺，微微有些出神。很快四人就到了那米铺门口，玉亲王率先进去，米铺掌柜一见他便道：“哎呀，王爷您又来了呀！”那满脸的笑容之中还略带了些苦涩。玉亲王垮着脸，凶巴巴地问：“怎么？本王来不得了？”“怎么会呢？王爷来了，小店可真是蓬荜生辉，那个金碧辉煌，三生有幸。”就在掌柜的快要将自己知晓的为数不多的成语全部说完时，玉亲王终于不耐烦地摆摆手道：“够了，这一天天的拍本往马屁的人还少吗？”掌柜的这才尴尬地停住，长宁郡主偷偷地捂住笑了笑，眉眼弯弯：“今日本王前来是想问问你，陈小时那日到米铺后，真的一点特别的事都没有发生？”掌柜的无奈地道：“王爷，那日那陈小时真就过来送了点米，和前几次一样，小人将银钱给他后，人就走了。至于后来发生了何事，小人真的就一点也不知道了。”第93章，女人什么的最讨厌了。掌柜的还在老生常谈，门外却响起了一个压嗓子的声音：“小英子，你不会在耍小爷吧？你家王爷跑到约小爷在这见面。”玉亲王大声朝门口道：“小梨子，还不赶紧给本王滚进来！”在外面说话的小子正是成王的小孙子，也是上次被玉亲王带回大理寺好生照顾了2晚上的夏瑞离。夏瑞离听到玉亲王是生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老老实实的进来。沈乐灵抬眼看去，是一个唇红齿白的少年，身上还有些脂粉的浓烈香味。他挤出了一丝笑容道：“哎呀，叔叔您找小侄可是有什么事啊？”玉亲王看了一眼小英子，小英子立刻上前解释了一番。夏瑞离立马换了一张脸，对着掌柜的凶巴巴地道：“你不会真有事敢瞒着我小叔叔吧？快说，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掌柜的突然看到自己几乎素未谋面的小主子，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作答，期期艾艾地道：“小人该说的可都说了呀。”但一直站在玉亲王身后一直未曾开口的小公子突然开口道：“那不该说的呢？”夏瑞离双眼一瞪，拿出了在家小霸王的气势，敢给小爷玩字眼？快说，有什么不该说的都给小爷全说了，不然小爷就找祖母说你瞧不起小爷，将你一家子全发卖到那下贱的地方去。掌柜的张了张嘴，苦着脸道：“小主子，您这你说不说？不说小爷这就叫人绑你去见祖母了。”说着压根不给掌柜的反应的机会。来人，给小爷把这不听话的老东西给我抓了。立即就有2个打手模样的人上前。别，小主子，小主子，小人说。掌柜2只胳膊一边被一人拉着，他则死命的往后仰着求饶道。夏瑞离用眼神请示了夏玉亲王，随后才挥手让人退下，骂咧咧地道：“早这么说不就好了？”玉亲王这时开口问向惊魂未定的掌柜的道：“说吧，掌柜的有什么不该说的？”掌柜的慌乱的看了眼夏瑞离，最终还是说道：“回王爷，不是小人有意隐瞒，实在是那人是这一块的地痞，小人就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听地痞2字，玉亲王和夏瑞离都来了兴趣，特别是夏瑞离，眉毛一挑：“地痞？小爷家的店还怕区地痞？到底怎么回事？”掌柜的这才将事情的始末说了出来。原来那1日陈小时照例送完米后，一出门就撞到了一人，那人就是这北城有名的地痞蔡亮。听说陈小时当时就道歉了，蔡亮也似乎没说什么。不一会，那蔡亮却鬼鬼祟祟地跟上了陈小时。米铺门口的小厮看到了全过程，还特意告知了掌柜的。掌柜的哭诉道：“当陈家夫妇找来时，小人就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来也不一定就是那蔡亮做了什么，二来不过是撞了一下，那蔡亮想来最多教训一下就会放他离开，所以才……”夏瑞离抬腿就踢了那掌柜一脚，道：“为了个小地痞，连小爷的王叔都敢瞒着，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玉亲王也沉下了脸，万万没想到自己堂堂一个亲王脸面却还没有一个地痞大。段俊则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那掌柜，随后又看向沈乐灵。原本听了掌柜解释的沈乐灵正微微蹙眉，这掌柜的还没说实话。察觉到一束探究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后，沈乐灵立刻收起脸上的情绪。
那蔡亮平日都在哪里活动？掌柜的摇摇头，捂住背下锐离梯的地方，哭丧着脸道：“这个小人就真的不知道了，只是听说他常出入这北城的各大赌坊。”星号。从米铺出来，玉清王将想跟着他们一起去抓蔡亮的夏瑞离打发走了，自己则让一边派人将这个消息报回了刑部，一边自己亲自去找赌坊。长宁郡主从来没去过赌坊，眼中隐隐有些兴奋，在大街上拉着玉清王叽叽喳喳地问着赌坊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不让他进去，有没有危险，一般玩什么。玉清王满脸黑线地拉开他道：“大街上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玉清王原本不想带他的，但每次刚开了个头，长宁郡主眼眶就开始泛红了，让他一句重话也不敢说，郁闷至极。女人什么的最讨厌了，特别是这种特别能哭的。段俊则放慢了脚步，不动声色地走到了沈乐灵身边。沈乐灵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刚刚那掌柜的没说实话。段世子的声音依旧清冷，说话的时候也直直地看着前方，脚步丝毫未顿。倒是沈乐灵怔了一下，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人是在跟我说话。思量片刻，沈乐灵亦有所指道，能让掌柜的在小主子要发卖他时还想着隐瞒，想来是有些顾虑吧。段俊则点头，你说的对，那你觉得这事的背后之人是谁呢？沈乐灵这下真愣了，这人在口出什么狂言，直接问自己背后之人。他撇撇嘴道：“不知道。”不，你知道。段俊则语不惊人死不休，沈乐灵袖中的手攥紧，这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堂堂亲王都不知晓，圣上也要三思会审，这人凭什么就这么笃定自己知道？段世子还真是看得起小女子。沈乐灵那小女子三个字说得极轻，但是这事我还真不知道。不过这么杀人狂魔，想来迟早都会受到惩罚的吧。段俊则停下脚步，转过脸紧紧地盯着他。就在沈乐灵以为这人会说什么的时候，却见他又转了回去，用近乎是自言自语是声音说道：“真的会吗？”那不确定的语气和沈乐灵刚听到这个案子被挖出来时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沈乐灵心中微动，偷偷看了那完全恢复冷脸的少年一眼，原来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对这个朝廷开始失望了。第94章万兴赌坊。一连找了7、8个赌坊，一点线索都没有，连长宁郡主原本兴致勃勃的脸也忍不住拉了下来。这赌坊看起来没意思的很，又脏兮兮的，为什么还有那么人喜欢来？最终玉亲王带着大伙来了这城北的最后一个地方赌坊，说是地下，但却也张扬得很。比如沈乐灵此时看着对面墙头贴着2张白纸，上面倒是没有明目张胆的写着赌字，只是画着一个倒扣着的碗。大魏建国之时，曾也是有过明文条例，不准公然聚众赌博。很显然，如今这是这些人最后给予这法律的面子了。门口和其他赌坊一样，站着不少打手模样的人。和那些地痞流氓不一样的是，明显下盘更加稳健一些，像是有些拳脚功夫在身上一般。看着玉亲王一行人，眼神都带了些警惕。玉亲王可不管这些，上前撩起帘子就往里走。长宁郡主连忙拿扇子挡住自己的口鼻。这家赌坊生意看起来比之前几家还要不错，帘子一掀，里面嘈杂的声音就争先恐后的传来。天气炎热，里面的那些汗臭味夹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铁哥，再借我点钱，我这次一定能翻盘的。呀，怎么又是小？是小，我赢了，快给钱，求求你放过我吧，这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得真的。玉亲王一行人的衣着打扮一看就是贵人，赌坊的小厮也极有眼力劲，立刻就笑盈盈地上前，点头哈腰地道：“几位客官是第一次来吧？想玩些什么？”而不远处，那个被称之为铁哥的人则眯着眼睛朝众人看来。一看到为首的玉亲王，整个人脸色大变，这位也怎么来了？做他们这一行的最重要的就是眼力了。这玉亲王从前还在当纨绔的时候，铁哥远远的见过他。主要也是这玉亲王像是从来不知低调为何物一般，每次和京城那边出名的公子哥斗法的时候，闹得动静都极大，他也不过是偶然去看过2次热闹罢了。铁哥略作思索，还是堆着满脸的笑容，亲自上前道：“几位贵人，不知来我万兴赌坊有何事啊？”要是平日里，玉亲王说不定还会摇着扇子，一副欠揍的样子问道：“哎呀，你怎么看出小爷我不是来赌2把的？”但今日他实在是没那个兴致，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你们这管场子的是谁？把人全给本王叫过来，本王有话要问。”本王2字都出来了，那铁哥也不好再装作不知，忙将玉亲王请到后院。王爷，您这先去后院坐坐，小人这就让场子里的人都过来。玉亲王下午走了这么久，如今早已一点耐心也没有了，正好一个打手还在他身旁打骂着一个赌徒。玉亲王直接上前一脚将那打手踹在地上，大声道：“
本王说现在把场子停掉，本王要亲自问话。半炷香后，整个万兴赌场只剩下那铁哥和赌场的人了。玉亲王靠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小英子上前用尖锐的声音问道：你们谁认识这城北的地痞蔡亮？最近可有见过他？下面的人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都没有。小英子冷哼道：怎么，王爷问你们的话，你们一个都不回答，这脑袋怕是都不想要了吧？那铁哥满脸堆笑道：这位小公公或者是咱们赌坊里的人真的都不认识？玉亲王眼睛咻的一下睁开道：看来如今在这京城之中，本王不用些手段，是不是个人都想要欺骗于本王了？阿泽！玉亲王话音刚落，段俊则一个腿分过去，将那铁哥扫到了地上，随后一脚重重地踩在他的胸口，抽出了一直拿在手中的那柄剑，抵在了他的咽喉处。别，大侠，有什么话好好说。铁哥被吓得不敢再有任何动作，甚至连多说一句话都害怕喉咙动静大了，那锐利的剑锋就划破了自己咽喉。在玉亲王终于从以前的只是言语上的仗势欺人，进化成真刀真枪的吓唬人后，果然事情就简单多了。很快，赌场的几个小厮就说了，这蔡亮最近是挺喜欢来他们赌坊的，只是这自从前日出现过后，这2日确实都没有来过了。还有人说蔡亮背后可是有贵人的，因此欠了他之前工作的赌场300多两银子，他们老大却也没有逼得太紧，然而蔡亮就换了个地方继续赌。又有一打手站出来说，他以前是蔡亮的小弟，这蔡亮曾经也是城北的一霸，只是自从爱上赌博后，渐渐什么都输没了。前段时间不知从哪里又弄了一笔银钱，在赌坊待了好几日。原本前日离开的时候还说昨日傍晚再来，但不知为何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最后又有一人站了出来，指出了蔡亮如今的落脚之处。蔡亮的家早被他输没了，他婆娘也被他卖了，如今好像是说就住在城北马峦街上的一破院子里，但具体是哪小人就真不知道了。玉亲王腾的一下就站起来，可是马峦街弄儿胡同一家卖不出去的3进院子。那人吓得脸上苍白，摇摇头道：小人实在是不知啊。玉亲王不再理会这些人，抬脚就往外走，众人立马跟上，直接到了昨日发现尸骨的胡同里。玉亲王让人左右问问，果然有人说起是有个混混平日里偶尔会过来住，但自昨日下午后就没有见过他的人影了。而昨日下午正是那23具尸骨被发现的时候，很显然那蔡亮很大概率就是凶手，并在看到那枯井被发现之后就已经跑了。玉亲王立马又往刑部赶，长宁和沈乐林则自然的被留在了刑部外面。玉亲王一见萧刘2位大人，立马将具体的情况说明后道：2位大人，这是不是要赶紧出通缉令，往京郊各处也都找找，不然再晚这蔡亮就真的跑了。第95章蔡亮之死。沈乐林和长宁郡主并没有等多久，玉亲王便又出来了，只是脸色依旧称不上好看。大伙跑了一整个下午，都已经饿得饥肠辘辘的了，最后还是沈乐林看长宁郡主有些劳累了的小脸，请大家就近找了家酒楼吃顿晚饭。吃饭时，沈乐林看众人不太好看的神情，抢言笑道：这若不是今日玉亲王带着小人是万万不知道，原来这京城之中的地方赌坊如此之多啊。这话一说完，玉亲王那种好看的娃娃脸又黑了几分，他拿起桌上的茶盏，猛地就往自己口中咕噜咕噜灌了一口。沈乐林刚想下一句将话题引到京兆府尹身上，却听一向沉默寡言的段俊则开口了：这京中底下赌场确实过多了些，京兆府都不管的吗？玉亲王恨恨道：魏征那个老匹夫仗着搭上了丁家的船，居然就敢如此肆无忌惮。丁家可是二皇子的外祖父家。沈乐林故作诧异地道。玉亲王没有说话，沈乐林又笑道：不过玉亲王今日不管是对付那赌场的，还是那米铺的掌柜的，可真是厉害。那2人原本还什么都不肯说，最后什么都抖了个干干净净，小人佩服佩服啊。这话总算是让玉亲王露了个笑脸。吃过晚饭，玉亲王就要派人将长宁郡主护送回宫。长宁郡主虽然非常想再跟着玉亲王，但看了看天色，最终还是点点头。沈乐林自告奋勇的要护送长宁郡主一程，因2人都穿的男装，玉亲王也只是介绍这是皇后的侄子，沈乐林也没有故意揭穿皇后的侄子为何要入夜之前回宫的事。此时倒是方便2人共乘一辆马车，当然郡主身边的小丫鬟也在车上。沈乐林上车后就故意引导道：玉亲王如今做事可真认真，那些不说实话的在他面前2、3下就都全招了，特别是那米铺的掌柜的，之前玉亲王还说了他带着京兆府的衙役狠去了几次，可是那掌柜的就是一问3不知。长宁郡主眉头轻蹙，之前都是和京兆府的衙役一起的去的。沈乐林心道：这长宁郡主果然聪慧，面上却点点头：是啊。于是又将玉亲王今日刚刚所讲的如何遇到陈小石的父母，以及自己如何拍着胸脯保证给他们找到孩子的事劝说了一遍，最后还感叹道：若不是正好发现了那枯井，怕是那对夫妇这辈子都不知道儿子去哪里了吧。
长宁郡主第二天一早去坤宁宫给皇后娘娘请安时，正好遇见了三皇子夏弘毅。二人和玉亲王一样，都是在皇后娘娘跟前长大的，自然也是有着一番情谊的。长宁郡主看着夏弘毅，甜甜的叫着三表哥。皇后见长宁今日这个时候出现，有些惊讶，没说两句便道：本宫有些疲了，先去休息了。你们两兄妹也许久没见了，就好好叙叙旧吧。片刻后，整个大殿只留下长宁郡主和几名宫女。夏弘毅朝长宁笑了笑，听说昨日表妹出宫游玩去了。长宁见他主动说起了这个话题，便顺着坡聊了下去。是啊，昨日正好还碰见了玉亲王。长宁这才知晓京中居然出了一件惊天的案件。长宁并没有添油加醋的说些什么，只是将昨日的所见所闻平静的说了出来，甚至都没有点名魏征与丁家的关系，只是在最后叹息道：哎，真不知这京兆府尹是怎么办事的，难怪圣上要将他革职了。夏弘毅听了长宁的话，瞳孔缩了缩，但瞬间又转化为如沐春风的少年郎的模样。一连找了好几日都没有人见过蔡亮，他的画像连京城周边都贴了起来，但依旧没有消息。玉亲王每日往刑部跑，但奈何终究只能核销。刘二人大眼瞪小眼。景瑞帝将三人叫回宫中，了解过一次案件的进展，得知案件陷入瓶颈，也好生给了一番压力。终于5日后，地痞蔡亮还是被人找到了，不过却只是一具尸体。彼时玉亲王已经忍不住又出门去寻找线索去了。当两人在刑部已经找到蔡亮尸体的消息时，刘二人对视一眼，心中都暗暗松了口气。死了好啊！作为朝中的老人，二人很是清楚魏征的办事风格。20多名少年的消失，魏征这么谨慎的人不可能不知晓，为何一直没有作为，甚至连官职丢了都不敢吭声？想来这背后之人权势不小。如今正值多事之秋，这为官之道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要不是有这玉亲王在这里，他们早就想办法结案了。于是二人十分默契的没有派人去找玉亲王。等蔡亮的尸体被抬回来后，仵作看过后便给出了个畏罪自杀的结果。等所有手续都办得差不多后，二人这才派人去找玉亲王。玉亲王一听蔡亮被找到了，走路都带起了风，刚进刑部便问道：蔡亮呢？萧元岱一本正经地道：杀人犯蔡亮已经畏罪自杀了。玉亲王大惊：真是他杀的？他承认了？怎么自杀的？刘振群轻声解释道：这些尸骨是在蔡亮常年偷摸住的宅子里发现的，而且邻里也交代，夜里曾经见过那蔡亮曾经拖着一人往那破旧院子里去，再加上那陈小石与他在街上也有摩擦，这人证物证俱在，想来是他知道实在抵赖不了，这才畏罪自杀的。玉亲王一脸你在给我讲鬼故事吗的表情时，英国公的老夫人却来了，扬言是来认他娘家侄孙的。刑部尚书萧元岱心中暗道：这最近真是流年不利啊，脚下动作却丝毫不慢。刘大人，您先和玉亲王聊着，本官先去看看英国公家的老夫人了。刘振群心中也不太爽，这不是让自己一个人面对玉亲王这个愣头青吗？但面上却笑呵呵地道：萧大人，你先去忙。可当刘振群几乎将嘴皮都给磨破了，好不容易让玉亲王恍然大悟道：难道这蔡亮真的如此丧心病狂？萧元岱又回来了，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夫人，她身穿五福捧寿纹样的藏蓝色衣裳，面露哀伤，一双眼睛却极为锐利。第96章，英国公老夫人出马。英国公老夫人姓郑，原是西北望族郑家之女，但这些年郑家逐渐落寞了。4年前，西北遂州的举子郑秋君，也就是英国公老夫人的侄孙，来京城赶考，在英国公府住下。1个月后的一天，郑秋君说是要和友人一起去城郊登山，却不想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了。和他一起去的几人都说约好的时辰，郑秋君并未出现，他们以为他有事未来，便没有太过在意。急得英国个老夫人整日派人在城门口等，简直就是心急如焚。可是最后直到科考结束，郑秋君依旧没有出现。郑秋君的父母为此亲自上京寻子，但结果依旧一无所获。郑秋君的母亲因为思子心切，回西北没有半年时间就郁郁而终了。而郑秋君就这么消失了4年。这4年或许是内心责怪英国公府没有将人看过好，或者真的只是山高路远，郑家过年的时候再没有送什么年礼来了。为此英国公老夫人还生过一场大病。前几日京中出了这么杀人案，英国公府除了感慨，倒也没有多说什么。直到今早，英国公老夫人收到一封信，信中告知郑秋君已经成了那23具尸骨的其中一具，老夫人这才带着人前来认识。那郑秋君进京赶考的时候年仅25，正好与其中一具尸骨相符。同时当年其母来京找人时曾说过，郑秋君小时候曾从树上摔下来过，造成左胳膊曾经骨折，而骨折的地方完全对得上。老英国公曾经是先帝的伴读，与先帝感情甚笃，现任英国公更是深受景瑞帝看重。景瑞帝对英国公向来不错，对老夫人更是敬重，就连如此如今寻求先知道
都时不时给殷国公赐下虚空大师的丹药。如今这案子牵扯到了殷国公，用一个小小的地痞蔡亮结案，自然就有些不够分量了。于是萧元岱紧急让仵作将蔡亮的验尸报告重新写了一份，一进门就先声夺人道：“刘大人，按蔡亮的尸体，仵作有了最新的发现。”成功让刘振群闭上嘴后，萧元岱才将殷国公老夫人刚刚认尸的结果说了一遍。刘振群不由得心中暗暗骂娘，这老夫人早来一步，自己就不用给玉亲王这个愣头青费那么多口舌了；晚来一步，这案子就能平平安安的结束了。怎么好巧不巧，偏偏这个时候来了。殷国公老夫人看着三人，郑重的请求道：“老身嫁来京城40余年，好不容易娘家来了个有才气的，想来京城为国效力，可不想为此我那娘家侄儿这几年都和老身生分了，还有我那侄媳妇，在秋君失踪后没多久也跟着去了。老身这些年也实在是愧对我那娘家侄儿啊。这次承蒙三位大人，终于找到我那可怜侄孙的尸首，还请三位大人为我侄孙昭雪，早日将那杀千刀的追拿归案，以为我侄孙在天之灵啊。”殷国公老夫人说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别说玉亲王了，就连萧元岱和刘振群都不住的点头，口头保证着一定会尽快将真凶捉拿归案的。原本只是想让殷国公的老夫人先放心回去，自己二人再商量商量办法，不想殷国公老夫人话锋一转道：“三位大人，老身虽然不懂查案，但想来这23具尸骨，除了我那可怜的侄孙已经到了25岁，其他的还均是一些少年郎。那前任京兆府尹魏征，每年收到这么多少年失踪的报案，真的一点也都不知情吗？还有刚刚萧大人所说的蔡亮，听说他背后有人，不知三位大人可知他背后有何人？”萧元岱不禁打了个寒战，这老夫人是有备而来，若刚刚自己真的脑门一抽，直接将蔡亮作为替罪羊了，到时候这老夫人闹起来，指不定自己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刘振群心中毅然，原本还有些埋怨萧大人没将这老夫人打发了，如今也只剩下了庆幸。见两位大人都没有出声，玉亲王还以为这两人脸皮薄，于是有些不好意思的答道：“老夫人，我们还没查出来呢。”殷国公老夫人心中冷哼，面上却不显，只是不紧不慢地道：“老身却曾听说了一个消息，这蔡亮的堂哥是前任京兆府尹魏征身边的管家。”整个大堂突然安静了下来，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落针可闻，众人都用疑惑的目光看向了老夫人。老夫人这么快连这个都调查清楚了。玉亲王惊叹道：“老夫人，您怎么知道的？萧大人让人带了不少城北的地痞，却一个都没问出来呢。”场面一下更加安静了。老夫人不动声色地睨了一眼萧元岱，在他那始终面无表情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刘振群见这些日子合作的还算愉快的萧大人被如此挤兑，忙出来打圆场道：“是啊，老夫人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老夫人不答，而是将手中的拐杖一住，目光直视前方道：“刘大人不必在意老身是如何得知到的，如今的关键是让人好生去验证一番。”刘振群干笑道：“老夫人说的有理，有理。”转头对萧大人道：“萧大人，您看这。”萧元岱黑着来脸对一直站在他身旁的一个护卫道：“还在等什么？还不赶紧照老夫人说的线索去查？”下人此时送来热茶，老夫人看也没看茶水一眼，就拿在手中微微晃动了2下，便将那腾的一下重重的摔在了桌上。这京城5年内接二连三的发出了这么多的失踪案件，他魏征掌管多年的京兆府尹如何能推卸得了责任？如今发现这被杀的嫌疑犯也有魏征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老夫人拉住萧大人的胳膊道：“几位大人，老身期望你们务必要让真凶受到严惩，让那些助纣为虐也早些受到惩罚，无论他是谁。”老夫人最后一句话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了，对那些害了他侄孙的人恨得咬牙切齿，那可是他们郑家这么多年来最有几率也中进士的，能带领郑家重新回到世人眼中的翩翩公子郑秋君啊。第97章自首结案。刑部让人去魏征府上询问蔡亮的身世，自然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在没有证据前，萧元岱和刘振群又不好直接派人将魏征的管家给捉来，于是只能旁敲侧击的去查。终于3日后，那查询之人回来了，但不等他们上门将魏家的管家抓起来，那管家便已经死了，据说是走夜路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湖里淹死的。老夫人显然对这个结果十分不满意，这2日几乎每日都会堵在刑部门口，问几位大人案件的进展，简直比景瑞帝还要难缠。倒是殷国公说话委婉客气了不少，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依旧还是尽快破案吧，给他郑家的外甥一个交代，以为他的在天之灵。最终殷国公老夫人对2人缓慢的进度实在看不过去，亲自进宫面见了一次景瑞帝，当然换来的便是景瑞帝对2人的破口大骂。为什么玉亲王能逃过一劫呢？殷国公老夫人并没有告玉亲王的状，人老成精，他还是有那眼力看得出谁在故意拖延，谁是压根还没有那个能力的。从宫中挨骂回来的2人正要请魏征来刑部喝杯茶时，魏征自己主动来了刑部，一进刑部就将所有罪责揽在了自己身上。案子由于涉及到前任京官，审理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公开，但魏征却十分配合，一共23具尸体，
每一句他都能说出一段当初杀人的经过。比如第一次杀人是因为5年前他在路上看见一个农家打扮的小子，眉清目秀，皮肤雪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对他的喜好心知肚明的管家，这才让自己的地痞堂弟想法子将人绑了送到了魏府。一开始魏征也有些犹疑，但看着那少年一双如小鹿一般水汪汪惊恐的眸子，他鬼使神差的还是留下了那农家子。原本他还想将那农家子留在府中，但不想那少年倒是个有气性的，直接一头撞死了。再后来就是第2位、第3位，魏征已经不再妄想留下谁，每次抓回来的少年都活不了多久，他就会让管家将人杀死后交给蔡亮。至于郑秋君，也是因为那日他出城登山的途中，好巧不巧居然找蔡亮问了路。蔡亮见这青年虽然年纪大了点，但生得也极为好看，加之蔡亮那时正好手头有些紧，所以甚至将自己好难色的事也供认不讳了。老夫人气愤至极，若不是有身边的嬷嬷拦着，恨不得亲自上前打死魏征。魏大人，我家侄孙是如何得罪于你啊？你为何要如此待他？为何？他还那样年轻，他还要考进士为国效力，他才25岁啊！陈小石母亲忍不住大哭起来，小石，是娘不好，娘不该让你独自一人进京了，娘真的想不到啊，想不到世间居然有如此恶毒的人啊！陈小石的父亲则忍不住上前踹了魏征一脚，然后很快被侍卫们拉开了。你是青天大老爷啊，是我们的父母官，你怎么可以如此对我们？怎么可以？魏征低头不语，任由这些家属们的谩骂和殴打。此案自此就这么告一段落了。玉亲王呆呆地看着堂下供认不讳的魏征，摇摇头，这有这种癖好去找小管管不就好了，为什么偏偏要祸害这么多人呢？萧元岱和刘振群一边在心中暗暗猜测这魏征到底是在为谁顶罪，一边义正言辞的要将此案交由景瑞帝判决。刑部公堂之上，站在玉亲王身后的一人见到此情此景，心中一凛，背负腰后的手紧紧地攥紧了。宁国侯府，沈乐林吃完晚膳后，又照例和哥哥阿周聊了聊天，随后看着阿周小小的人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案上，一笔一画地描着大字。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才带着雅涵往自己院中走着。小姐，如今慈安堂的那一位已经2次没有回信了。雅涵一边小心地点着灯，一边微微动了动唇。沈乐林道：想来是觉得自己地位稳定，想下船了。雅涵眉头一皱，不满道：没有小姐，那位哪有这么好的日子还能怀上？这如今才多久？小姐，要不要奴婢找思雨姐姐给些教训他？沈乐林停下脚步，笑着看了眼气愤的雅涵道：你觉得如今他出了事，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玉姨娘那种人胆子不大心不小，如今大夫人没了，让他觉得有些难搞的大小姐被关在了安堂，作为大房如今最得宠的人，他心中十分清楚，他真正的依靠是侯爷，是他肚子里的孩子，而不是沈乐林这个隔房的小丫头。相反，如今沈乐林出手，见识过沈乐林手段的玉姨娘，不管有没有证据，想来第一个会怀疑的人就是他。若那时他不管不顾地拉自己下水，反而不美。雅涵依旧有些不服道：难道就这么让他过河拆桥了？沈乐林眯着眼，伸手撩起被风吹乱的一缕秀发，道：雅涵，不用急，比起你我的那位大堂哥怕是更害怕这个孩子的降生，有时候坐收渔翁之利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不是吗？二人很快走回了屋中，梳洗过后，沈乐林便合衣躺下了。院中的小灯笼也点亮了，随着轻轻飘来的微风颤动着。夜色渐浓，一道黑影悄悄潜入宁国侯府中，只见他身轻如燕，每次都能在巡视的队伍前躲进阴影处，最后潜入到了沈乐林的院子中。不过看见沈乐林房中的烛火已经熄灭，那黑衣人并未入内，而是倏的一下爬到了沈乐林时常乘凉的那棵桂花树上，静静地看着窗内，一坐就是3个时辰。等到快天亮时，那黑衣人喃喃地说了句：江大河，那真正的杀人犯没有受到惩罚。随后几个乐器跳出了院子。此时屋中的谭云突然睁开了眼，从窗户一个跟头就跳了出去。谁？今日没有守夜的思雨连忙穿上衣服跟了出来，看着空落落的院子，疑惑道：有人？谭云四下看看，最终摇了摇头。第98章丁家。丁丞相的书房内，年龄50多的丁丞相定定地坐在太师椅上，一张脸阴沉的可怕，其长子礼部侍郎丁延礼就站在他身侧，脸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丁家大公子丁默生笔直地跪在地上，面无表情。见一长一幼皆不说话，丁延礼气愤地开了口：你这个逆子，知不知道这次父亲是花费了多少心力才帮你将这事给演了过去？你简直气死我了！你居然有如此癖好！你让为父这张老脸以后如何出去见人？你叫你祖父日后如何放心将这偌大的家业交付于你？丁延礼越说越生气，忍不住扬起手打了丁默生一巴掌。啪的一声，丁默生的脸瞬间侧到了一边，但他依旧一言不发，
甚至连眼眸都不曾抬起过。丁眼里似乎还觉得不满意，想要抬手再打一巴掌。够了！丁丞相苍老而不容置疑的声音响起，丁眼里双眸微微一紧，还是放下了手，转身道：“父亲，您别生气，将这孩子交给我，我好好教教他就行好了。”丁丞相淡淡的睨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道：“你这是对陌生不满，还是对我不满？”丁眼里连道不敢，只是这孩子太过不成器了，还连累父亲自断一臂，儿子实在是……丁丞相闭上眼道：“为父心中有数，你先出去吧。”丁眼里不愿错过这么一个打压儿子的好机会，他睁大眼睛看向丁丞相，见他闭目养神的样子，到底不敢出言反驳，最终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长子，拂袖而去。待丁眼里出去后，丁丞相才缓缓睁开眼，看着自己疼爱了20年的孙子，道：“默生，此事你怎么想的？”丁默生这才说了进屋后的第一句话：“祖父，这是必定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丁丞相微不可察地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那抛尸的院子，我曾经让那蔡亮将那院子买下来，却不想那蔡亮因是中饱私囊，将那银子拿去赌了。此事是孙儿没有核实，才导致如今被人发现那枯井，自此陷入了被动的状态。而且此案结束后，孙儿找人去查看过，那日去看房的人刚和衙人走到院子里，就在井边看到了尸骨，二人这才报的案。至于是谁将尸骨捞出来的，孙儿还不得而知。原本此事孙儿也不要劳累祖父，魏征也给孙儿传信，已经让那蔡亮做了替罪羊。只是就在这时，英国公的老夫人却找上了刑部的门。孙儿猜想，这通知英国公府的人，必然就是这幕后之人。丁丞相沉声道：“这封信是今日上完朝后，有人用利箭射到老夫车厢上的，你看看。”丁默生跪走2步，接过一看，原本沉静的面容瞬间眉头紧皱，沉声问道：“祖父觉得这信上所言可是真的？8九不离10。若真是三皇子告知的英国公府，祖父这三皇子是想要剑指我丁家，可是他是如何得知？蠢货！”丁丞相突然高声怒骂：“这点小事都想不明白吗？”丁默生低头思索一会，突然抬头道：“他是在试探我们。”丁丞相深吸2口气，才道：“这是魏征自首，定然让三皇子已经猜到了，我丁家才是幕后的之人，但老夫为了保住你，不得不这么做。若事情再发展下去，牵涉到你，我丁家就成了整个大魏的笑话。”丁默生抱住丁丞相的大腿，痛诉自己错了，不该如此不小心，但绝口不提从此戒掉此等癖好。丁丞相见状，双眼微眯道：“默生，不仅是三皇子在外虎视眈眈，还有你父亲的态度你也看到了。那个蠢材除了内斗，根本支不起门楣，你万不可再行差踏错一步了，你可知道？”丁丞相前面一句点明了如今丁默生内忧外患的现状，最后一句你可知道，带着浓浓的警告的。丁默生心中一抖，终是明白，今日不表个态，祖父不会善罢甘休的。祖父，孙儿明白了，日后这事必不会再犯。丁丞相满意的点点头，道：“你书房的那4个小童就不必留了，稍后我会让丁春带走。还有娉婷已经嫁于你3年了，莫要亏待了她，不然你岳父那不好交代。”丁春是丁府的管家，丁丞相的心腹。魏娉婷是丁默生的结发妻子，当年兵部尚书魏宇的嫡次女。丁默生看着丁丞相那一副不容置疑的神色，缓缓闭上眼，终是没有那4人说出求情的话来。从丁丞相屋内出来后，丁默生径直走到了后院。小丫鬟见到大少爷来了，忙欢喜地向他行礼后，朝院内飞奔而去。不一会，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出现在眼眸，眉眼都带着喜色盈盈的走来。相公，今日怎么这么早过来了？那少妇的模样与丁默生记忆中的那人也有3分相似，只是唯独一双眼睛却南辕北辙，让原本心中有了些涟漪的丁默生瞬间又有些失落。面对魏娉婷的热情，只是习惯性的扬起嘴角，露出一抹笑意，身上摸了摸她的发髻，温和道：“没事，就是有些想你了。”一旁的丫鬟婆子都有些好笑的低着头笑了。魏娉婷也有些不好意思的嗔了一眼丁默生，微微一跺脚，撒娇道：“相公，这么多人看着呢。”沈乐龄是在案件结束后的第2天才得知魏征成了这次的替罪羊的，他轻声感叹了一句：“这玉亲王怕是确实历练的少，日后就算怕是也成不了大事。这次若不是三皇子将英国公老夫人拉下了水，怕又是一个蔡亮便草草结案了。”沈乐龄收起心中那一点点的想法，一边认命地看着账本。这腐朽的王朝没有一个下姓下的能站出来，那这日后的乱世根本无法避免，还是好好挣钱为妙。一边心中又是一动，道：“思雨，笔墨伺候。”不一会，沈乐龄在纸笔上用左手写下一手漂亮的大字，让谭云前来，在他耳边小声低语了几句。当日，段俊则看着手中的纸张，总是面无表情的脸色，英俊的眉头紧紧的皱着。“你家少爷让我将这个送给丁丞相。”谭云更加面无表情的点点头。少爷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段俊则有些不解，这当今圣上升的那几位，
谁还能当渔翁？第99章，玉珍的主子。京城的7月，太阳一升起，便带着怒气一般，闷热不堪。沈乐林院子里的几人皆有些受不了，连一向被思雨念叨不太爱洗澡的谭云，最近也恨不得一日洗上2次。房间里已经摆上了2大盆冰块，暑气倒不是很重，因此丫鬟们也都留在房里和沈乐林说笑着。沈乐林心中了然，忍不住都逗趣了几句小平儿，还有看起来瘦了不少的玉珍。玉珍刚过来的时候，脸还有些圆圆的，如今已经瘦出了尖下巴。哎，其实这也不能怪她，这些日子她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原本玉珍跟着吴小姐，一来是大夫人的吩咐，二来也是因为大夫人承诺，等吴小姐出嫁后将自己留在府中，到时候大夫人会亲自给她指婚。她老子娘说过，女子这辈子最终还是要嫁给好一点的相公，只要是大夫人亲自指婚，无论配给哪个小管事，日后她都不敢不对自己好。再后来，大小姐也找她探听武小姐的消息，给了她更动人的承诺。大小姐当时已经许配给了三皇子，若自己帮她好好监视吴小姐，等她出嫁的时候，就找吴小姐将自己要回，做大小姐的陪嫁，能去皇子府里做丫鬟。若是日后大小姐让自己给三皇子做侍妾，那不就是？可如今呢，竹篮打水一场空。先是大夫人莫名其妙的突然得了重疾去世，随后大小姐又被送往了安堂，她的2大靠山就这么没了。原本她再三考虑，想找门路从武小姐房调走，毕竟自己可是侯府正正经经的家生子，武小姐一个庶房的女儿，若是日后出嫁还要将自己带走，那自己搞不好还要去些乡下位置受苦呢，还不如早些离开，随便去府中哪里干活，只要能留在侯府，日后娘亲在府中给自己找个小厮也不错呀。可就当她刚刚给娘亲说了这方面的想法，让她老子娘帮忙留意机会，可不想没2日，她老子娘却对她说，昨日晚饭时分，大少爷身边的小厮亲自过来跟她说，让玉珍明日有时找机会去趟前院，大少爷有话跟她说。当玉珍见到沈木朗的那一刻，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这还是第一次，少年英俊的大少爷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小小的院落里只有少爷和自己，还有他身后的一个小厮。玉珍当时只觉得大少爷离自己太近了，近得他有些听不清大少爷在说什么。沈木朗忍着气，看着自己面前又瘦弱又有些呆头呆脑的小丫鬟，心中忍不住道，难怪母亲和妹妹拿不到三房那边的把柄的，就这么一个蠢笨之计的丫头能成什么事？但如今他已经跟着三皇子一段时间了，也成熟了不少，想着如今也没有什么能用的人，只能忍着气将声音拔高了一些，又问了一遍，这段时间五妹妹和三房那边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玉珍这才回过神，慌乱地看了一眼眼前锦衣玉带的少年，又忙低头道，回大少爷的话，五小姐每日就是看书刺绣睡觉，几乎没什么其他的特别的，至于三房其他人，奴婢就不知道了。沈木朗皱眉，又问道，你平日里可有去三婶房中？玉珍道，五小姐基本每日早膳和晚膳都是在三夫人房中和家人一起用的，只是每日吃饭时都会将所有下人赶出去，所以奴婢。其实玉珍没有说的是，因为每次去都没有什么收获，加之前段时间自己一直想招法的调走，因此如今基本每日躲懒，根本就没有踏足三夫人房中了。沈木朗又问了几个问题，玉珍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清楚。他眉头紧皱，好好的上下打量了下眼前这名叫玉珍的小丫鬟，实在是不明白母亲当时怎么选了这么个愚蠢的去打探消息。但玉珍只能感受到沈木朗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他垂下去的脸一下子更红了。最终沈木朗还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又教他如何获取五妹妹的信任后，便让玉珍好好留在五妹妹身边，时刻留心三房的动静，有什么事及时向她禀报，还赏了她10两银子。玉珍从前院回来的时候，手中握着那10两银子，感觉自己每一步都像踩在天上似的，乐得找不到北。那如今自己是在帮那英俊年少的大少爷办事了，是在帮着侯府未来的主人办事。这样想着，他的眼角眉梢都藏不住喜意，嘴角更是忍不住的上扬。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偷偷溜进了大少爷的院子里，后脚这消息就传到了沈乐林的耳朵里。如今大夫人逝世，二夫人生病，这管家之权又在老夫人手中，老夫人到底年纪大了，精力不济，这侯府如今更像个筛子一般，只有些蝇头小利，多的是人偷偷帮你传递消息。玉珍回来后，决定好好完成大少爷给自己的任务，不仅人变得勤快起来，还朝五小姐假意地表起了忠心。当然这也是沈木朗教的，但不知五小姐是真的天真单纯到不知事还是怎的，无论她怎么暗示，五小姐都是浅浅的对自己笑着，玉珍，你说什么呀？大伯母把你给我了，你当然就是我的人了呀。然后自己依旧每日闲得无所事事。她也曾想过主动往五小姐身边凑，可每次要么是笨手笨脚的做不好，五小姐虽不会骂人，但总会用一双无辜的眸子看向她。罢了，玉珍以后不用你做这些了，你是京城侯府的家生子，与思雨他们从苏州小地方来的道理不一样，要么自己的身子不争气，隔三差五的就发热发寒，
怎么也看不好。第100章治冰方子。就像如今，大伙都躲在五小姐的房中消暑说笑，但玉珍也只能尽量离那冰盆远远的，生怕自己这不争气的身体又开始不爽利了。主仆几人在房中说笑了一会，谭云便一身汗意的木着脸进来了。沈乐灵见谭云一来，面色突然便沉了下来。思雨十分有眼色的将大伙赶了出去，只留下他和雅涵留在屋里中伺候。玉珍见状，眼眸缩了缩，看来这五小姐今日是要发作这谭云了。他最后转头看了一眼比他高上许多的谭云，心道：也是，这丫鬟比自己还会躲懒，偏偏还只是跟着五小姐从苏州来的，不像自己可是侯府的家生子呢。随后他又想到，若是这谭云不受宠了，那自己不就可以多受些重用了吗？想到这里，他心中迸发出一阵喜色。待丫鬟们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思雨亲自上前关上了门。待思雨关好门时，沈乐灵还故意高声来了句：哼，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个主子？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院中的几个丫鬟听得清清楚楚。侧耳听着脚步声走远后，谭云从袖口抽出一封信递给了沈乐灵。沈乐灵迅速打开，这是汉巧从江南寄来的信，谭云今日刚从刘掌柜那拿回来的。思雨见谭云满头大汗的，忙递给他一方帕子道：赶紧擦擦，这屋冰重，你身上还有汗，小心着凉。雅涵则身穿一身轻薄透气的浅绿夏装，从里屋端出来了一碗银耳汤来，笑呵呵地道：谭云姐姐，这是小姐特意让给你留的，一直放在里屋的冰盆里，可凉爽了，你快尝尝，消消暑。谭云接过那碗，囫囵2口将冰凉的银耳汤喝下肚，才觉得活了过来。京城的这鬼天气，冷起来冷死，热起来更是要命。沈乐灵很快将信件看完，将信件轻轻合上，道：雅涵那边上个月已经找人将治冰的方子接连卖给了14家。思雨接道：那如今这治冰之法，怕是江南大家们人人都会了。不是江南，如今京城大家知晓的，怕是也是不少了。沈乐灵唇角勾出一抹笑意，只是这消食却捏在了少数几名商人手中。雅涵拍起马屁道：小姐果然英明。大夫人死后，沈木青为了牢牢抱住三皇子这棵大树，不惜将消食治冰的方法交给了三皇子。但沈木青也不是傻子，什么都不要就将方子给了三皇子。在大夫人去世，宁国侯又不靠谱的情况下，他将这方子交给了沈木朗，让沈木朗去找的三皇子，意思也很明确，想用自己的方子便要重用自己的哥哥。三皇子并不介意，沈木青这番小九九最起码面上没有流露出来，让沈木朗察觉，反而十分欣喜地表示自己又有了一个左右手。京城的天气确实炎热，这1个多月来，治冰的方子确实让三皇子敛了不少钱财。为此，不管是沈木朗这边，还是从西侧门刘婆子手中递来的信，倒是比之前还要勤了不少。当然，这些信如今都是经过沈乐灵的查看后，才会送到沈木青的手里。毕竟如今沈木朗如今也得靠玲珑的才能给沈木青传信。这些日子的信里内容也无比的单一，不是叙述对沈木青的相思，就是劝慰他不要太过伤心。当然，最后总免不了夸赞一下沈木青想出的治冰之法有多好用，以及如今帮了他多大的忙。最后就是暗示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银钱。对于三皇子夏弘毅，即使在他的手中，大魏国力日益减弱，最终连区区蛮人都能在大魏境内有着高人一等的样子啊！但前世沈乐灵从骨子里那种对皇权的崇敬，让他对最终坐上龙椅上的夏弘毅依旧有些敬畏。重活一世，不管是上元节的街边，还是长公主府中，沈乐灵见到夏弘毅时却都十分平静。如今看到夏弘毅给沈木青的信后，沈乐灵更是对此人多了一丝不屑。难怪上辈子自己活着的时候，大魏在这个人手中已经毁了一半。所以当看到玉亲王为了那23尸骨案那么努力的时候，沈乐灵甚至曾经动过要不要支持玉亲王改变大魏的命运。但显然和景瑞帝的那帮儿子一样，玉亲王连2只老臣都敌不过，更别说那满朝的老狐狸了。沈木青原想用这治冰之法吊着三皇子，那沈乐灵就偏偏要将这方子弄得天下皆知，让三皇子一次次的失望。这样到时候沈木青死后，三皇子才不会在意，自己一家人才能全身而退。思雨没想这么多，只是从这信中自然的想到了那被关在安堂的大房小姐，颇有些不安地道：小姐，安堂的那位听说近来风症越来越严重了，您看。沈乐灵挑眉道：林荣又擅自加重了剂量。思雨点头：依奴婢看，林荣怕是1日给那位用着3日的量呢。沈乐灵道：你告诉他，沈木青我还有用，最多明年3月就可以交给他处置，但在那之前，沈木青必须能恢复到头脑清醒。思雨第一次听到小姐准备对付那位的时间，诧异的抬头看了一眼小姐。雅涵则开口问道：小姐，为何非要将那位留到明年2月啊？思雨和谭云的也睁大眼睛看了过来。沈乐灵目光深幽的看向雅涵，缓缓道：大概是因为会试也在那个时候吧。思雨想了想：小姐，
下次会试不是应该在后年吗？沈乐灵面容平静，意有所指道：明年咱们这位圣上可就50了。雅涵恍然大悟道：小姐的意思是，圣上很有可能要开恩科。沈乐灵一下乐了，调笑道：雅涵居然连开恩科都猜到了，果然有进步啊。雅涵被窘的小脸一红，跺了跺脚，嗔道：小姐。逗得沈乐灵和思雨哈哈大笑。这时吃完了的谭云将手中已经空空了的碗递给雅涵，两只大眼眨巴眨巴的。雅涵，再来一碗。第101章，不巧，我是来找你的。6月的时候，京城东街那边新开了一家叫做冰凉一下的卖冰铺子。这铺子不仅名字新颖，连卖的东西也很独特。整间铺子只卖一样东西，那就是冰块。不管天气多炎热，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想要多少冰就有多少冰。那些家中只混了个温饱的百姓就不说了。京中的大户人家虽然自家在每年冬日里也有不少存冰，但每年整个夏日里，除了那些掌实权的那些旁支小辈之类的，还不是按照每日的份例磕磕绊绊的过着日子。往年京中虽然也有卖冰的，但数量却极少，往往有市无价。如今有了这冰凉一下的店，好家伙自然高兴，不少人家很快就下了单子，要求店家每日送货上门。物品向来以稀有为贵，以实用而畅销，短短1个月，这冰凉一下便赚了不少银钱。京中还对这家店幕后的主子猜测不已，这家的冰库是有多大，冬日里居然要存了那么多冰。可1个月后，京城又相继开了4、5家卖冰的商铺，卖的价格比那家冰凉一下可便宜多了。这一下，原本在冰凉一下下了长期订单的大户人家们也纷纷换了铺子。冰凉一下店铺之中，三皇子今日突然到访查账，他看着交上账本的沈木朗，已经站在一旁战战兢兢的掌柜的，面色铁青的翻看了一番，最终忍住想要咆哮出声的冲动，沉声道：木朗兄，这账目。沈木朗面色也有些不太好看，妹妹将这么重要的方子告诉自己，三皇子也如此器重自己，可这冰铺才赚1个月的钱，可是这事也真不能怪他啊。沈木朗看了一眼一旁的掌柜的，掌柜的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将最近京中接连开了几家冰铺，价格还比他们便宜不少的消息告知。这事三皇子早就知道了，不然今日也不会过来。他气愤的是，为何他的清凉一下明明是最先开始开的，最先和那些京中大户有了往来，怎么最后便被其他的店家抢了？别人便宜你就不会降价吗？这东西就卖这么2个月，等到了9月，入了秋，这京中还有谁会买这东西？这沈木朗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还有沈木青还说什么这方子只有他知晓，自己怎么还真信了他的话？上次蜂窝煤的事也是这样，白糖更不用说。三皇子这一刻对于沈木青，甚至连自己身边的侍妾的位置都不想再给了。谎话连篇，还有个愚笨的哥哥，根本就不堪大用。想着母后派去给沈木青的嬷嬷回来对他的评价，沈大小姐自然是聪慧过人的，但到底年少，性子又有些活络。但对三皇子确实一片赤心，这次遇到如此打击，还私底下问过奴婢会不会影响他与三皇子的婚事。黄嬷嬷一说完，皇后身边的大太监钱公公眼眸微缩，这沈木青是做了什么，将黄嬷嬷得罪得如此厉害？皇后听完，一向云淡风轻的神色都轻蹙起了眉。聪慧过人，那就是心眼不少；性子活络，那便是担不了大任。最重要的就是亲生母亲去世，他居然还有心思想着会不会影响他的婚事，不仅笑到全无，还连一丝廉耻之心都没有，哪里是个当女儿的样子？最后婚事2字听在皇后耳朵里也格外刺耳，不过就是那个妾罢了，亏他说得出口这句话。由于皇后对沈木青的观感太差了，三皇子再来请安的时候，便将这黄嬷嬷叫过来，让三皇子亲耳听听他当初所求的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让三皇子在皇后面前也好生没脸了一阵。还是趁着沈木青这几年守孝，将他的价值榨干，不然日后进府了也是个麻烦。如是想着，三皇子忍了忍，对沈木朗用尽量轻缓的声音说道：那既然如此，确实也不能怪罪于木朗兄。随后话锋一转道：只是既然如今竞争这么激烈，咱们这冰的价格是不是还是适当的降一降？掌柜的朝沈木朗看了一眼，不是他不想降啊，是这位爷和那些来退单子的采购们不知如何吵了起来，然后少爷脾气就突然上来了，之后说什么也不肯降价。沈木朗向来自命不凡，这辈子唯一的挫折就是大夫人去世的那几日，此时当着掌柜的面被三皇子点出这一点，顿时面上颇有些难堪，道：三皇子说的有理。三皇子耐着性子又安抚了他2句，然后将掌柜的赶了出去，声音温和了不少，问道：木朗兄，阿青最近如何了？我已经有好几日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了。听到三皇子的这番问话，沈木朗的脸色总算是好看了不少。母亲骤然离世，妹妹实在是太过心痛，如今还将自己关在安堂内，整日帮母亲抄经祈福，就是我也难得见上妹妹一面。三皇子撇撇嘴，沈木青具体是怎么回事，他
他心中有数，如今这制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该从他口中再套出点东西来了。可阿青这么长时间没有回信，本皇子确实有些想他了。三皇子声音听起来颇有些落寞。沈木朗连忙做着保证，这2日一定将妹妹的回信带过来。三皇子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那木朗兄，我先走了。在离开的一瞬间，原本脸上的笑意瞬间便全部收敛了起来。这1日，京城枯燥的空气里居然飘起绵绵的细雨，让炎热的大地迎来了一丝丝清凉。沈乐林扮成江大河的样子，在东来顺查完账后，照例坐下来尝了尝进来的新菜色。刚上了2个菜，段俊泽就随着上菜的小二一块进来了。段世子，好巧啊！沈乐林站起身来，扬着标准应酬的笑脸道。段俊泽没有理会他，沈乐林也不觉得尴尬，这人本就话少罢了，于是又自顾自地坐下了。等送菜的小二出去后，段俊泽突然盯着他看了一瞬，嗓音轻了：“不巧，我是来找你的。”第102章艰难的一顿饭。不巧，我是来找你的。这话不仅让向来自诩还算淡定的沈乐林微微愣神，就连他身后除了自己的烧火棒，万事不操闲心的谭云都睁大了眼睛。只见眼前的这段世子一身青衣劲装，上面还绣着淡淡青竹，漆黑的乌发简单的竖起，身姿挺拔，长相清俊，比如今这京城之中一些以白为美，追求什么名士风度、涂脂抹粉的病态少年郎们强多了。谭云想到这里，微不可察地点点头，炯炯有神的目光又转向他家小姐，就差满眼写着：“小姐，你们2个有什么时候有一腿的？”大概是谭云的眼神太过直白，沈乐林转头看着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珠，一下子就明了了他内心的小九九。沈乐林眉头轻蹙，眼睛一瞪，示意：“我没有，你不要乱想。”谭云丝毫不惧，总是平静无波的眼睛看着自家小姐，充满了不信任。沈乐林没法，又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再恨恨地瞪了他一眼。段俊泽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话代表了什么意思，也没在意主仆2人的眼神官司，自然而然地在沈乐林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淡而无味的茶水，一饮而尽。随后才看向沈乐林，开口道：“江大河，那真正的杀人犯没有受到惩罚。”谭云的目光一下暗淡了，立刻恢复成了一个木讷的小厮。沈乐林看着他一系列的动作，微微反应了下，才想到那日跟着玉亲王四下寻找那23具尸骨案线索的时候，段俊泽问自己的问题。他微微垂眸，随后又将视线看向窗外那淅淅沥沥的细雨，叹息一声后才道：“这样的结局或许已经好很多了，最起码比起上辈子这案子几年后才被发现，多死了那么多人不说，最后还就只用了个地痞顶罪，要强上了很多。”很快，沈乐林又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朝段俊泽笑道：“又或者，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段世子，有时候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罢了。”段俊泽见沈乐林眼神清正，言语之中又极其肯定，心中突然有些感慨，这女子才13岁的年纪，不仅在宁国侯府翻云覆雨，还将生意做得如此出色，最重要的是还将自己隐藏得如此之好，若不是自己特意去查，怕是也……可惜眼前之人不是个男儿身，不然日后定然成为大魏朝堂之上的一员。这样的一个女子，若是像普通女子一样嫁人生子，倒颇有些可惜。想到这里，段俊泽不知为何突然心中有些不舒服，一种莫名的不舒服，就好像是打哈欠的时候有只苍蝇飞到嗓子眼一般。他皱了皱眉，想将这种情绪压下去。沈乐林见他眉头紧锁，还以为他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不多做解释，反而转移话题，指着一桌子的菜道：“段世子，这些菜是这个月我们东来顺的厨子做出的新品，您尝尝给点意见。”段俊泽从善如流的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筷子，朝着离自己最近的一碗菜夹去。段俊泽6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在军营里长大，直到10岁才被送了回来，从来就不是个挑嘴的，随意吃了几口就认真的点点头，想说出什么好一点的夸赞的话，最终却只说出了好吃2个字。2人开吃没一会，门就突然被推开来，玉亲王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见2人已经开吃了，还埋怨道：“你们2个是菜，怎么能独独不叫我呢？要不是我跑到阿泽家中，还不知你如今每天都往东来顺跑呢。”谭云目光一下又亮了起来，恨不得在沈乐林身后戳出2个洞来。想到段俊泽一进来就说的话，这人不会就是为了堵自己说那案子的事吧？段俊泽嘴角抽了抽，内心暗暗责怪着玉亲王的多嘴。玉亲王身后除了每日跟着他的小英子和陈掌柜外，还多了个身影，依旧伴着男装的长宁郡主。小二上了新的碗筷，又重新上了几碗菜，4人围着圆桌坐着，陈掌柜后在一旁。向来爽朗的玉亲王今日鼓着脸没说话，长宁郡主也是一脸委屈兮兮，瘪嘴不作声。沈乐林看看木着脸的段俊泽，又看了看同样带着期冀的目光看自己的陈掌柜，认命的哈哈哈干笑了2声后道：“今日真是有缘，先是遇到段世子，又遇到了玉亲王和云少爷，来，尝尝咱们东来顺厨子新研究的菜色。”玉亲王坐在圆桌边，挑眉怀疑道：“
你们不是约好的？沈乐灵点头如捣蒜。玉亲王看着段俊泽问道：真的？段俊泽答道：不是约好的。一旁的陈掌柜也陪笑着解释：确实是江东家来了后，段世子才来的。见二人确实没有将自己撇下，玉亲王才大发慈悲道：那就尝尝吧。陈掌柜忙介绍道：这道粉粉芋头排骨微微带酸，极其下饭，可是和众家之长，兼具南北特色。王爷，云公子快尝尝。长宁郡主用公筷示好一般的先夹了一大块排骨给玉亲王碗里，讨好道：你先尝尝。玉亲王抿着嘴，压根没理会长宁，自己给自己夹了一块排骨，直接送到了嘴里，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那欠揍的样子，连沈乐灵都眯了眯眼，觉得玉亲王多少是有些不知好歹了。长宁郡主更是眼眶都有些委屈的红了，只匆匆给自己夹了块芋头，低着吃了起来。段俊则看看三人，默不作声的扒着自己碗里的饭。一顿饭吃得着实有些艰难，陈掌柜早就溜之大吉了。此时地位最为低微的沈乐灵实在不知该如何调动这尴尬的气氛，但从玉亲王和长宁郡主的只言片语当中，沈乐灵也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这两人是因为长宁郡主要跟着玉亲王出宫玩，但玉亲王不乐意带个拖油瓶而闹不愉快。吃过饭，长宁郡主还想去听戏，沈乐灵一眼就看出来他并不想带上自己和段俊泽这两个拖油瓶，想着前世二人的凄厉的结果，忍不住帮了他一把。在玉亲王开口要叫上二人时，沈乐灵道：今日小人正好有些北方生意上的事，想向段世子再请教一番。玉亲王皱眉道：什么事？咱们边走边说不成吗？段俊则会意道：乐生，你和云公子去吧，我和江大河聊完还要去教场练马。听到要去教场，玉亲王总算闭了嘴，不情不愿地带着长宁郡主走了。第103章礼上挺进京。沈乐灵走到窗户口，看到二人到了楼下的身影。对于这一对，他确实有些好奇，前世二人一直拖到20多岁，依旧男未婚女未嫁的，这玉亲王的心中到底有没有长宁郡主？直到看到玉亲王亲自撑伞，却将大部分的伞面挡在长宁郡主这边，虽然看不清二人的神情，但也能想象得出来，此时玉亲王定然是满脸的不耐，长宁郡主则应是含着笑意，甚至会偷偷看上一眼身边之人。沈乐灵这样想着，嘴角也忍不住微微翘起，若玉亲王心中真有长宁郡主，倒也不枉上辈子他的生死相随。你在看什么？清冷的声音骤然在身边响起，吓了沈乐灵一跳。段俊则不知何时已经走到沈乐灵身旁了。沈乐灵轻咳一声，掩饰尴尬，道：没什么，就是这雨来得真好。段俊则朝天空看了一眼，道：入秋了。是啊，马上要9月了，暑气逐渐退去，渐迎秋凉，这将是京城最舒适的季节了。沈乐灵朝窗下看去，突然目光定在了一个布衣少年身上，双眼迸发出一阵寒意。他的手在袖中攥紧，指甲陷进掌心，他却麻木的没有任何疼痛的知觉。耳边响起无数沈慕清和那人上辈子的声音：吴妹妹，新科探花李尚挺虽然家世不显，但姐姐我让人打听过了，此人外形俊朗，心有沟壑，日后必有一番作为，你若喜欢，姐姐便为你做主了，放心，姐姐必不会害你。乐灵，我李尚挺再次对天发誓，只要你愿下嫁于我，我李尚挺永不纳妾。看着如今他那青涩了不少的模样，沈乐灵，李尚挺，你终于来了，沈慕清还在等你呢，等着你一起下地狱。段俊则疑惑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因为下雨，街上的人并不算多，一个独自撑伞俊秀少年将书香紧紧抱在胸前，正拦着一个路人问着什么。一旁的谭云看着二人的倚在窗边的身影，越看越觉得二人像戏文里的一样的般配。晚间，定北侯府中段俊则的书房内，陪了长宁郡主一整日的玉亲王终于将他好生生送回宫后，又忙不迭地来找自己的好兄弟诉苦。书房极其简洁，左手边一张书案，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右手墙边立着2个红檀木的架子，上面垒着一卷卷书，角落里放几只瓷瓶，里面连花都没有，空空如也。玉亲王正在走来走去，手舞足蹈地讲述着今日自己心中的憋屈。你都不知道，长宁那小丫头也不知为何就是赖上了我，不就是不小心打碎了她一个琉璃杯盏吗？本王赔给她不就得了，非让我带她出宫玩，不然就要去找皇后嫂子告状，一出宫就不得了，不是要去这里转转，就是那里看看的，看戏的时候也不安分。我一拒绝她的要求，她不是眼眶红了，就是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好像我犯了多大事错一样。这小丫头小时候也没这么爱哭啊。还有，你今日听到没有？她如今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对本王那是一个呼来喝去的，一口一个你的，连声小叔叔也不叫了，简直是目无尊长。皇后嫂子将这丫头都宠得无法无天了，都说了良久都没人应和。她转头却见自己的好兄弟还坐在书案前，双眼无神，一时怒了，上前2步道：阿泽，你到底听没听我在说什么呀？段俊则缓缓抬头，淡淡道：听到了。许是自己也觉得的答案过于敷衍，段俊则又道：
长宁郡主不肯叫你小叔叔了，还非让你带他玩。玉亲王点头，心中的怨气再次升起，正欲要再重新诉说一番，却听段俊则陡然问了一句：“乐生，你日后想娶一个什么样的娘子？”段俊则今日虽然不明白沈乐灵为何对那个布衣书生如此在意，但玉亲王和长宁郡主之间的却倒也看明白了几分。玉亲王呆呆地张着嘴，随后有些恼怒地看向段俊则道：“你怎么也问这个了？”段俊则迅速捕捉到了玉亲王的那个野字，道：“皇后娘娘也问了的。”玉亲王睁大眼睛：“你怎么知道？”段俊则再次道：“所以你想过吗？”玉亲王摇摇头：“那么远的事有什么好想的？其实也不远了，二皇子和三皇子是已经再相看了，你与他们年岁都差不多。”玉亲王毫不在乎道：“他们是他们，我们不一样。但你年龄到了这里，就算皇后娘娘由着你，过不了多久，想来圣上也不会放任你这样的。”玉亲王不乐意了，坐到段俊则对面的椅子上，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道：“你怎么突然关心这事起来了？”段俊则道：“其实长宁郡主……”打住！玉亲王像只炸毛的老虎，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朝段俊则伸出手，五指张开：“打住！长宁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我就拿她当妹妹和小辈看，你别乱说。我倒是皮糙肉厚，没事。长宁还是个小姑娘呢。”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的段俊则见玉亲王如此大的反应，微微诧异，但作为朋友还是问了句：“皇后娘娘有这个意思？”玉亲王低着头没有反驳。段俊则劝慰道：“乐生，你若是没那个心思，早些跟皇后娘娘说明吧。”玉亲王哀怨地看了他一眼，郁闷道：“你以为我没说啊？可皇后嫂子她不听，我能怎么办？”“你怎么说的？”玉亲王叹口气：“就像刚刚那样说的呀。”然后目光突然发亮地看向段俊则：“阿泽，你教我该怎么拒绝？喜欢你的女子那么多，上次那个……”“住口！我要坏了女子的名节！”段俊则俊眉一皱，吓得玉亲王立马捂住自己的嘴，张大眼睛示意自己绝不会乱说了。半晌，他才试探性地解放了自己的嘴巴，讨好的笑道：“那阿泽，你教教我呗。”段俊则张了张嘴，想分享下经验，但又确实什么说不出什么来，最后只能也叹了口气，道：“要不就先这样吧。”第104章文会。京城里布季郎中府，李尚挺从侧门入内后，一路撑着伞到了自己与同窗好友季承住的小院里。季承见他回来，上前关切道：“子姬，你想买什么，直接让季中去不就好了？这雨天小心伤寒。”小厮季中伶俐地从李尚挺手中接过伞和书箱，他笑道：“哪就有那么金贵呢？整日读书也有些苦闷，正好出去透透风。”“行，这明年2月就要会试了，我可是半点不敢懈怠。刚刚有些不解之处，正想向子姬兄请教。”文涛兄说笑了，互相探讨罢了。李尚挺，字子吉，年17，遂州田河人士，家中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幼年丧父。但因其母少时曾在当年大户人家做过丫鬟，深知唯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硬是靠着自己一手出神入化的秀技，以及家中的10亩良田，将李尚挺供去读书。好在李尚挺也争气，自幼在读书上就颇有些天赋。7岁入学后，他的先生就对其母道：“而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志为其事2载也。”这个孩子聪明非凡，将来有一天肯定能远远超出常人，我最多能教他2年。此后私塾先生惜才，经常减免他家的束修，这才让他磕磕绊绊地读到了如今。去年已经成了他们田河县最年轻的举子。大魏律令，举子若有人举荐，可以为7品以下的官员，最高可以做到正5品，但要想要走得更为长远，必须成为进士才可。本来他身为农家子，没有做资格进京赶考，可就在几个月前，他正好在路边捡了棵百年人参，正好素有田河第一家的支撑的季家老太爷需要百年人参救命，这才给他写了举荐信。1个月前，圣上明年要开恩科的消息传来遂州，季家看中他的才华，主动提出送他和季家长孙季承一同入京。几番思虑后，他终是选择了同意，并2日前和季承一块入住了礼部季郎中家里，还不时能得到季郎中的指点。2人携手入内，继续遨游在书本之中，为备明年会试一战。夏牙时分，季郎中回来，专程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景瑞帝将会在明年开恩科的消息早已传了出去，不少举人都陆续赶来了京城之中。这其中，陈继久尤其关注闽南的举人，今年年初自己收到一副千古名对，便一直都很想见见能写出这绝对的才子。他也试着让人带自己的亲笔信去邀请那举人来国子监，可得到的消息的却是那刘举子已经出门游学去了，为此他还颇为遗憾。但如今这会试都要开了，想来刘举人必然会来京城。于是9月16日这一日，陈继久大手一挥，准备办一场办文会，邀请京中所有的举人参加，据说还邀请了不少翰林院的有学之士前来。一来也好好看看这些大魏的青年才俊，2来也能看看自己那神交已久的刘举人。
爱凑热闹的玉亲王听到这一消息，主动将自己成交的一处别院贡献了出来，还将所有的开销都给包了。毕竟他如今也是有正经营生的人了，不差钱。很快到了文会这一日，玉亲王别院门口已经停了不少马车，大多是些豪华的，偶尔还掺杂着一两辆朴素的。张汉飞、沈木朗以及其他同窗们来到门前，马上就有俩侍卫上前恭敬道：“各位公子，还请出示一下举人文书或国子监请帖。”这文会既是陈继久举办的，自是帮国子监一些出众的秀才也谋了福利，凭国子监的请帖也可入内。比如沈木朗和他身边的白衣青年，李尚挺和继承等岁州举子正巧一路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入院后，就连继承和2个世家出身的公子都忍不住四下张望，眼花缭乱。可前面那些国子监的少爷们呢，云淡风轻，谈着风花雪月，论着诗词经义。李尚挺看着这些京中公子们，心中隐隐羡慕，这就是天子脚下长大的贵人。众人跟着一小厮一路走到花园，途中随处可见不少成群结伴的读书人，或是3、4个，或6、7个聚在一起叙旧谈笑，还时不时有人与沈木朗等人打着招呼。今日阳光明媚，文会就在前院花园之中举办。花园之中的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菊花，品种繁多，墨菊、秋菊、寒菊、紫菊、夏菊、白菊，那特有的菊香充盈在鼻尖，使得整个花园都显得生机勃勃。众人还来不及感慨这花园之大，菊花之不凡。中间铺上了一张极大的地毯，东西各放了数十张客席，大半都已坐着人，其中居然还有2个11、12岁的半大孩子。岁州举人蒙年小声道：“难道这2个孩子也是举人？”给他们带路的小厮笑道：“这位老爷说笑了，这2位应是国子监的秀才，陈继久特批前来的。”哈哈，哪里来的土包子，连这点消息都不知道，还好意思来参加陈继久的文会？一声刺耳的嗤笑传来，岁州所有举子皆皱起眉头看去，是之前走在他们前方的一白衣青年。大卫男子涂脂抹粉本是常事，但面前这男子可能是想遮掩自己面上的几颗痘痘，不知涂抹了多少层，面色煞白得很，若不是青天白日的，定能吓得人魂飞魄散。此时他眉尾高高挑起，眼睛上下打量着岁州一行人，鼻子最后还发出了一声轻哼。明年开恩科的消息一出，大魏各地的举人纷纷赶来，想要提前做一番准备。有那老实一些的，整日在家苦读，像继承和李尚挺；也有那心思的活络的，在各大文会诗会中刷脸，谈经论道，期望自己的才名能传播开来。若是能被主考官和一些贵人看中，那可不就是平步青云了吗？可这样一来，那些外来学子更是卯足了劲，拔得了好几个头筹，让京城本地的举人颜面上颇有些不好看。于是京城学子对这些外地来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各地学子也开始纷纷抱团取暖。一时间，京城的各地学子之间颇有些剑拔弩张的气氛。那白衣青年虽只是个秀才，但听说此事后，也对这些外来人看不怎么顺眼，这才出言相讥：“你什么意思？蒙年今年20有6，虽不是什么大世家出生，但他姨父好歹是岁州同知，在老家不说是横着走，但从小也是被人捧着长大的。此时当着这么多读书人的面被人挤兑，自是恼怒，一着急说话都带了些岁州的口音。怎么，本公子说错的？”那白衣青年声音更大了，官话都说不好，还不是土包子，还好意思来参加祭酒的文会？第105章人上人。蒙年气得满脸通红，随行的岁州举子们面上也极为难看，周围的人纷纷侧目。张汉飞不想将事情闹大，轻轻拉了拉白衣青年的衣袖，提醒道：“少辉，这是祭酒的文会。”随后出面朝岁州一行人行了一礼，笑道：“各位兄台，不好意思，这位是宣平伯之子高明，刚刚说话若是有什么冲撞之处，在下在此给各位兄台先赔个不是。”张汉飞姿态虽然放低，但也将高明的身份点在了台面上。果然，对面一行人脸上原本的愠怒一滞。那高明见对面的听到自己的来头，皆不敢再出声了，面露讥笑。岁州举人们面色再次难看起来，气氛一时尴尬起来。最终还是李尚廷挺身而出，朝张汉飞回礼道：“既是误会，这位兄台也不必放在心上。”他目光清亮，面带笑意，仿佛完全看不到那高明的讥讽一般。不仅张汉飞，连站在高明身旁的沈木朗也忍不住看了他一眼。虽是一身布衣，但此人面容俊美，皮肤白皙，眼神清明，宠辱不惊，倒像是世家子弟才能养出的贵公子。张汉飞道：“敢问兄台来自大魏哪一家？”李尚挺没有丝毫隐藏道：“在下岁州李尚挺，不过是一农家子罢了。”张汉飞一愣，随后笑道：“哈哈，兄台出身平凡，却能有如此气度不凡，在下佩服佩服。”嘴上如实说着，却最终没有报出自家的名号，简单寒暄2句后便先告了辞。张汉飞一行人走时，那高明还撇着嘴道：“不过是个农家子，居然还能进京赶考，身上的衣裳都发白了，穷酸。”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李尚挺听到。他脸色一下变得煞白，蒙年此时却冷哼一声道：“怎么，
李大举人热脸贴过去，人家是和你交换了姓名还是字？哼，人家京城人可瞧不起你这穷酸相。说着，还像闻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般，左右扇了扇，随后带着遂州的举子们大步离开。继承一下左右为难，他家在遂州也得罪不起高明家的姨父啊，只能尴尬的在李尚挺肩上拍了拍，宽慰道：“子吉，你别往心里去，他只是……”李尚挺扯出一抹微笑，道：“我明白，李兄你先过去吧。”继承回头看着蒙年等人走远，心中焦急，只好道：“那为兄先过去了，一会再来找你啊。”一时间，刚刚的是非圈中只留下李尚挺一人，周边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有探究，有嗤笑，也有少量的同情。李尚挺面上依旧维持着微笑，但背在身后袖中的拳头却紧紧地攥着，心中默默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他一定要成为人上人，让今日这些欺辱他的人全跪在面前。远处一凉亭之中，玉亲王一身白色龟衣，上用金线绣着大片大花纹，腰间一侧缀着一块双鱼形玉佩，看起来华贵无比。他手中还拿着一把白玉折扇，望着花园的方向，骚包地摇摇了手中的扇子，道：“这些京中的纨绔们又和哪里的举子闹了起来，居然这么快就结束呢？”凉亭之中还有3人，段俊则依旧一身干净利落的净服，坐在一旁闭目养神。死皮赖脸跟来的长宁郡主也拿着一把折扇摇了摇，问道：“近来京中举子经常和其他地方的闹不愉快吗？”说到八卦，玉亲王丝毫顾不上和长宁郡主应该要保持距离，扇子一收，便道：“长宁，你都不知道，近来啊，这京中可举办了不少文会，每次……”长宁郡主见玉亲王凑近自己，眼下眼中得逞的笑意，随着玉亲王说话的语调，眼珠子越瞪越大，还时不时搭上一句：“真的吗？”居然会这样，让玉亲王越说越来劲。站在一旁的男装打扮的沈乐灵原本还兴致勃勃地看着花园之中的官司，虽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看最后被孤立在一旁的李尚挺，沈乐灵就无比开心。看到长宁郡主逗玉亲王玩的样子，这一下真忍不住笑了，还悄悄退了2步，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不一会，一小厮便走了过来，将刚刚在花园中发生的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沈慕渊是和尚木林以及陆继宗一起前来的，或者是很少见到3个全靠国子监请帖的少年，那守在门口的小厮还免不得多打量了下面前的3个少年郎。只见这3少年虽年纪都不大，但都英姿挺拔，颇有些武将之风，让见惯了病弱公子风的小厮也不由得眼前亮上一亮。3人跟着引路的小厮来到花园之时，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不少学子闲着无聊，已经凑在一起，先行开始小比。有那写大字拼风骨的，有那正在破题拼思维的，也有那吟诗拼才气的。总之，大伙卯足了劲，想在这文会开始之前，就先引起陈继久或那些翰林院学士们的注意。沈慕渊3人都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加之尚木林和陆继宗都出自武将之家，这次来主要是想来凑凑热闹罢了。沈慕渊的原因便更简单了，妹妹平日里就爱问自己身边有没有什么稀罕事，想着妹妹作为一介女流，每日待在家中也确实无聊，她今日出来逛逛，回去也还将所见所闻说与妹妹听，让妹妹高兴高兴。3人对自己的认知十分明确，随便找了个末尾的位置，3双眼睛就像看戏一般的，这里看看，那里转转的，一时好不忙活。书房中，陈继久看着所有前来的举子名单，再次问道：“真的没有闽南举子刘贤？”第106章第5题魁首。未时3刻，在众人的期盼之中，陈继久终于和翰林院的3个学士出现了。他站在玉亲王特意叫人搭的高台之上，左右两边放着4张席案，身后有2个大大的屏风。屏风后坐的是玉亲王以及2皇子和3皇子。文会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小英子就小跑到沈乐灵等人待的凉亭道：“王爷，2皇子和3皇子来了。”玉亲王知晓段俊则不喜和2位皇子打交道，长宁又是自己偷偷带出宫的，于是任命道：“那我先去跟我那2个大侄儿打声招呼，你们先玩。”说罢便不情不愿地起身应酬了。至于江大河身份太低，玉亲王压根就没想过带他过去。说了些漂亮话后，陈继久便开始了今日的主题。既是文会，那自然少不了让各位英才们显显身手。老夫这些日子请了朝中7位大人，出了7道题，还请各位学子们一起讨论。他一边说着，2个小厮便抬着一个半人高的大坛子上前，放在陈继久身边，旁边还摆上了一木板，上面贴着一张上好的空白宣纸。这是干嘛啊？头次参加文会的陆继宗小声问道。自小在京中长大的尚木林解释道：“那坛子被戏称为文坛，里面应该是陈继久请的7位大官出的题目，都是匿名出题。一会陈继久抽到哪一题，学子们就开始辩论、破题或者写诗等等，胜出的人名字便可留在那宣纸之上。”沈慕渊疑惑道：“今日来参加的人这么多，那要是你一句我一句，继久如何能听得清呢？”尚木林也不知道啊，他挠挠头道：“我也是第一次参加继久举办的文会，也许是让所有人写在纸上。”陆继宗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心道：京城人还真会玩。然而3人还是小看了这些题目的难度，
连翻了3题后，很多原本兴致勃勃、自视甚高的举子们都悻悻地闭了嘴。第一道题就有几个国子监的学生侃侃而谈之后，得了陈继久淡淡的一句文不对题的4字评价，造得那几个学子脸色通红，再也不敢开口。第4题过后，此时那宣纸之上全是江南才子之名，其中1人还上了2次榜首。其他地方的举子隐隐有些焦急了。二皇子坐在屏风之后，小酌一杯后，小声道：“看来这江南的才子果然名不虚传啊。”三皇子也应和了一句：“是啊，特别是那方辰燕，已经夺得2次榜首了。”二皇子皮笑肉不笑了一下，意味深长道：“三弟果真的慧眼如炬啊。”三皇子没说什么。那方辰燕虽说拔得2次头筹，但任谁也看得出来，这方辰燕不过是个书呆子罢了。一个破落户在这样的场合里，不顾及其他人的看法，只顾自己出风头，这可是陈继久办的文会，真要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国子监的学子，陈继久的脸往哪里搁？这样的人，就算真的入了官场，又能搅动什么风云呢？更何况此人面容丑陋，在大魏官场压根就走不了多远。听着二人话里有话的玉亲王郁闷地喝了一口杯中的酒水，感觉有些无奈。本来二人不约而同的不请自来，他就觉得苗头不对了。这2位皇侄以前最多背后暗暗较劲，不知为何如今已经斗到了明面上来了。听说最近上朝12人也时不时探讨一番，弄得朝中没有站边的大臣每日都小心翼翼的。哎，都是自家兄弟，为了个皇位争来争去的，还真挺没意思的。还不如像自己做个闲散王爷，整日在京城逗那些纨绔们玩，多自在多有趣啊。二位皇子还在你来我往之间，陈继久已经念出了第5题的题目了，论盛世之患。这题可谓十分刁钻，如今在这景瑞年间，谁敢说着不是盛世之年？这盛世之患又当何论？这题可不好作答。不说这祸患之处吧，无法作答；说吧，又怕自己马屁拍到马腿上了。一时间满座皆惊，寂静无声。一炷香后，依旧是方彦辰率先朗诵了自己的文章：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贫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做官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方彦辰念得抑扬顿挫，可众人听着他的话，原本困惑的脸都变得惊诧起来。这方彦辰是疯了吗？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寻常人遇到这样的策论，起手前几句定然是要先将圣上拿出来夸上一夸，可这方彦辰通篇却没有一句是拍景瑞地马屁的，居然全都是认认真真的在写策论。他的意思是，这看起来的盛世才是最为危险的，消极的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对圣上如今的治理不满不成？若不是大卫早有律例说明，文会之上学子畅所欲言，恐怕陈继久早就让人将他拖出去了。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方彦辰写的着实不错。众人看了看自己那写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文章，实在是拿不出手。陈继久眉头紧皱，他就是想简简单单办个文会罢了，怎么不仅玉亲王来横插了一杠，今日2个皇子也跑来凑热闹，如今还遇到了这么个愣头青。这若是再没人回答这题，难道自己一会只能骑虎难下，宣布这篇策论再次拔得头筹？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一个布衣少年站了出来。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将自己的策论高声朗诵而出：盖南城而一回者，此时正也；南操而一舍者，此时兴也。是必甚于机微，介于幼密。今我皇上任人图治，日以时政，望成功矣。比起方彦辰的策论，李尚挺这一篇虽在策之一字上插上少许，但一样引经据典，辞藻华丽的同时，主要还是将景瑞地的马屁拍得极为精妙。陈继久听得不住点头。待他念完，陈继久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胡子，问道：爱憎也，则察所爱而欲近之于所憎而欲远之者，何人？李尚挺一字一顿回道：喜剧也，则察所喜而欲为与所惧而不欲为者，何事？物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事听助焉；物曰非为人不得敬，而神明之将兼存焉。大善！一翰林学士鼓掌赞叹。一句话，这第5题的头筹自然也花落到了李尚挺头上。这农家子看起来见识倒是不差。二皇子道：此子能在这方彦辰之后还能如此不缓不乱，倒是有些不凡啊。三皇子也笑着点了点头。第107章心仪郡主。这还是今日诞生的第一个非江南区的魁首，自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叫好，就连刚刚笑话他寒酸的高明的等人也忍不住为他鼓掌。这若是再让江南学子赢了去，他们这些总是自诩在皇城脚下长大高人一等的人，脸面要往哪里搁？2位皇子隔着屏风看去，只见李尚挺神情淡然地朝周边的学子拱手示意。这屏风是特制的，他们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但外面看不到他们。但有心人又怎么能不知呢？
这是玉亲王的别院，屏风又在陈继久和翰林院学士身后，虽猜不出具体是谁，但定是个不一般的贵人。因此，李尚挺不在藏拙，在最为恰当的时候击溃了方彦辰，不仅获得了陈继久的青睐，更重要的便是这屏幕之后的贵人了。二皇子和三皇子对李尚挺果然很是满意。一来大魏如今尚美，容貌不佳之人压根进不了圣上的眼，李尚挺的样貌让人眼前一亮；二来这是个聪明之人，不仅破题有新意，有独特的见解，关键是懂得进退。李尚挺答完那个问题后，便没有再参与最后那2题的探讨之中。三皇子眸色微动，与二皇子不一样的是，他没有母族的支持，比二皇子更为清晰地了解李尚挺那淡然眼眸深处，分明就十分享受众人目光的注视，以及他那不经意朝自己方向看来的眼神，分明就是个野心勃勃之人。又有野心又有才，假以时日，此人必定非池中物。等到最后一题时，终于一个京城举人拔得了头筹，总算没让他们的脸丢得太干净。虽然不排除是陈继久等人为国子监留下的最后一点颜面。文斗结束，陈继久还是笑呵呵地夸赞了6位魁首，并将原定的孤本、书画等一一奖励给他们。这次文会便到此结束了，剩下的则让各位举子自由活动。不少人懊恼，刚一进来看到那么多菊花，几乎所有人都猜想着这次少不了以菊为题作诗，于是纷纷冥思苦想，期待自己能一鸣惊人。结果呢，这陈继久压根就不按套路出牌，就连尚木林都撅着嘴道：前2日我爹还打听了，这玉王爷别院要了不少菊花，还找人给我捉笔了一首诗，结果呢，压根就没用上。沈木渊一听，忙四下看了看，见没人听见，才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胡说什么呢？尚木林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忙抿紧嘴巴四下看了看。陆继宗则不太在意道：怕什么？这京中之人的消息不都一个样吗？指不定大家都早知道这个消息了呢。2人一听这话也在理，随后3人便在这玉亲王的花园中好好逛了逛。远处凉亭上悠然品茗的沈乐龄，这热闹正看得高兴，却听常宁郡主突然凑近，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声道：你认识那个布衣举子？沈乐龄此时一身男子打扮，未曾想长宁郡主会靠自己如此之近，退后半个身子皱眉道：小公子，您这……长宁郡主瞟了眼依旧闭目养神的段俊泽，盯着沈乐龄的眼睛道：我知道你是女子，也知道你早就知道我是女子了。沈乐龄神色不变，笑着拱手道：长宁郡主好眼力，也直接将长宁的身份点在了明面上。长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最终转过头道：他宁愿和你待在一起，也不愿意理我。这话沈乐龄有些不好接，只得道：可能因为玉王爷以为在下是男儿身吧。长宁点点头，似乎接受了这一说法，但很转过头紧紧地盯着沈乐龄道：那你呢？你跟着他是为何呢？这醋味差点将整个凉亭都给淹没了。沈月龄有些想笑，但显然不太合时宜，只好道：郡主，在下今年13岁，只想做好手中的生意罢了，至于其他，江某还未曾考虑过。长宁撅着嘴转过头，半晌才道：其实我知道的，只是我……沈乐龄原本想将上次与亲王给他打散之事说出，但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开口。自己虽对上辈子长宁郡主的所作所为极为钦佩，但如今到底并不相熟，若是交浅言深，反倒让人怀疑自己的目的。但一旁闭着眼睛良久的段俊则不知何事睁开了双眼，看到沈乐龄那纠结的表情，一时会错了意，道：乐生还未想过成亲，也只把你当成妹妹看待。沈乐龄张大了嘴巴，看着他那英俊精致的侧脸，这人今日怎会如此多话？难道……他的目光又打量回了长宁郡主，难怪上辈子这段世子到称帝之时也没有娶亲。长宁郡主腾的一下从凳子上坐了起来，上前2步走到段俊泽面前，音色暗哑：是他跟你说的？段俊泽木讷点点头：他真这么说的。长宁郡主双眼微红，声音带了些哭腔：女子主动示好本就为人诟病，可那人居然还将此事说与别人听。段俊泽皱眉：自己刚刚说的不清楚吗？乐生说：你们一起长大的，他将你当妹妹当小辈在看。段俊则十分好脾气的再次解释了一番，可刚说完，长宁郡主就转头往外走，最后还不忘自己的仪态，停住行礼道：长宁今日还有事，就先回宫了。沈乐龄开口想安慰2句：郡主你……可长宁已经快步离开了。沈乐龄被段俊泽一番操作弄得目瞪口呆，这人就算心仪郡主，也不能背着玉亲王如此吧。他眉头紧锁，眼中多了一丝不喜，道：段世子和顾飞要说得如此直白。段俊泽一怔，不明白他语气中隐隐的敌意从何而来，道：你刚刚欲言又止，不是想跟他说这个吗？沈乐龄：我不是，我没有。段俊泽继续认真地道：真是乐生说的。沈乐龄对着那一双没有丝毫算计、满是清明的眼睛有些怀疑，
难道自己真的会错意了？第108章约定。沈乐林信步走到凉亭外，谭云见他前来，小声道：“小姐，话已带到。”沈乐林点点头。前世陈继酒办文会是后年的会试之事，那时刚参加完会试的李尚挺无需再小心翼翼的蛰伏，如今日一般大放异彩，成功吸引到了三皇子的注意。当时沈慕清已经成为了三皇子妃，沈木朗负责拉拢李尚挺，这一来二去的沈家兄妹自然与李尚挺相熟。随后在殿试之中，李尚挺又高中探花，在沈木朗的邀约下，正巧在侯府花园中遇见了回娘家的沈慕清和自己散步，随后成为了自己另一个囚笼的开始。谭云说完，欲言又止了一番，转身离开的沈乐林并没有看到他那纠结的表情，但见重新回到凉亭的小姐，谭云双眼还是忍不住瞪得大大的。这凉亭如今可是只剩小姐和那段柿子2个人了呢，那事还是回去再说吧。沈乐林重新回到位置上时，一身影也从段俊泽身边退去。虽不知此人是何时出现的，但他并未在意，未来的要称帝的人物手中有些势力本属平常。他往前厅花园看去，寻找着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那岁周菊子跟你有何仇怨吗？段俊泽的声音再次响起。沈乐林回眸，有些不明白平日里默不作声的人，今日为何如此多话。谁？段世子说笑了，我并不认识什么岁周菊子。沈乐林声音轻缓，一点迟疑都没有。你身边的人刚刚带话给了沈木朗。沈乐林确实让谭云伪装一番，始终低着头，凑到沈木朗面前，小声说了句：“三皇子看中岁周菊子李尚挺。”以沈木朗的个性，定然会主动接近李尚挺。等他们关系亲密后，沈慕清才能和李尚挺有所交际。沈乐林并不意外段俊泽能知道这件事，这毕竟是玉清王府，想瞒住负责玉清王安危的段俊泽基本是不可能的。他笑道：“世子爷知晓我的真实身份，我让人带话我家堂哥，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段俊泽半晌没有开口，只是目光略带审视地看着他，最后道：“不影响乐生。”沈乐林道：“与玉清王无关。”段俊泽点点头，又闭上了眼睛。沈乐林心中诧异，这人怎么这么好过关？来不及细细思忖，远远的他便看到沈木朗凑到了独自站在树下的李尚挺身边，两人互相行礼后，似乎相谈甚欢。沈乐林看着二人并肩而站的身影，眸光冷冽如寒霜。如今二人提前相识，他倒要看看这李尚挺这辈子还会不会爱沈木亲爱的如此痴狂。长宁又怎么了？怎么突然就走了？玉清王人还没进凉亭，带着质问的话便传了进来。文会差不多了，2个侄儿也就告辞了。他刚送完两人，便听小英子来报长宁郡主自己回宫了，走的时候双眼还有些微红。玉亲王不明所以，自己今日真没惹他啊。沈乐林朝他耸耸肩，指着装睡的段俊泽道：“你问他吧。”段俊泽眼睛都懒得睁开，便道：“我帮你让他想明白了。”玉亲王听完，一张娃娃脸顿时笑开了，上前拍了一下段俊泽的肩膀道：“真的？阿泽你真的太够意思了。太好了太好了，走走走，阿泽大和，本王请你们俩吃饭去。这鬼文会一点也不好玩，全是知乎者也的东西，走，我们去外面玩。”沈乐林见眼角眉梢全是笑意的玉亲王，想到刚刚长宁微红的眼眶，皱眉道：“王爷，刚刚郡主可是都快哭出来了。”玉亲王毫不在意地道：“长宁那双眼睛跟装了口井似的，哪日不哭上几回的？”沈乐林皱眉，心中有些替长宁不平，怎么就喜欢上这样一个不开窍的？但想到上辈子同样好不到哪里去的自己，终究没有多说。或许长宁郡主早些死心嫁人，日后就不用。想到这，沈乐林又忍不住略带同情的目光看向玉亲王，轻声叹了口气。玉亲王一见江大和那个眼神，瞬间炸了毛。喂，大和，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本王？沈乐林堆笑道：“没有没有，王爷您误会了，小人就是怕郡主一人回宫，会不会遇到什么事罢了。”玉亲王心中依旧有些疑窦，但还是道：“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京城之中还能有人呢敢动他不成？”说完又觉得不对劲，这江大和未免对长宁太过关心了吧？他上下打量了下沈乐林，时间久到沈乐林都在怀疑，难道玉亲王也识破了自己的女儿身？谁知玉亲王突然十分严肃地道：“你是不是在肖想我家长宁？本王告诉你，不要妄想了，莫说我家皇嫂，就是本王也不会应承的。”沈乐林、段俊泽，玉亲王见面前的江大和呆滞的表情，还以为自己戳穿了他的心意，一时回不过神，于是语气又稍稍缓和了一下，道：“大和，你毕竟是商户，长宁是郡主，更何况他还比你大上一些，你还是莫要再想着长宁了。”看着玉亲王语重心长的那个样子，沈乐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王爷放心，他不想再听玉亲王的胡言乱语了，抢白道：“小人对长宁郡主没有男女之情。”他压着自己心中的不耐，尽量让简直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但这在玉亲王耳里却变成江大河压着自己对长宁心中的爱慕，咬着牙如此说的。玉亲王叹息了一声，又拿出自己的白玉扇子骚包的摇了起来。哎，你能这么想那就好了。你虽也是本王的朋友，但长宁毕竟是被皇嫂娇养长大的，必不可能让她嫁给一个商户。沈乐灵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口道：王爷，你放心，小人是真心对长宁郡主没有半分男女之情。小人如今年纪还小，只想为家中多挣些银钱罢了。更何况人生匆匆数十载，比起男女之情，小人更想畅游山川美景，吃遍天下美食。玉亲王眉毛一挑，重重地拍了一下沈乐灵的肩膀，欣喜道：大和，你这想法真妙啊。沈乐灵忍住被玉亲王拍的疼痛，淡淡道：心之所愿罢了。玉亲王笑道：那这样吧，等明年开春我就去求皇兄，让我出京游玩。玉亲王说的兴致勃勃的，段俊泽突然将他放在沈乐灵肩上的手抓了起来。啊呀！玉亲王大声怪叫几声：阿泽，你干嘛呢？有事说事。段俊泽简单明了。玉亲王见自己的手被解放了，也不跟段俊泽纠结，接着美好的畅想着，到时候我们三个一起去踏遍这大魏的秀丽江河，吃遍这大魏的美食。就先去江南吧，我看江南那些人长得都还不错，想来真可能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你们说好不好？好。段俊泽轻声应和道。玉亲王没料到第一个应和他的居然是阿泽，兴奋地跳在他的身上，笑道：阿泽，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那就说定了。大和到时候我们一起啊。沈乐灵没有出声，只在一旁微微笑着，没有应承这个约定。那时候他也该着手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了。9月的京城日渐凉爽，秋风渐凉，正值黄昏时分。凉亭之中的三人少年轻狂，玉亲王大谈着三人纵马走天下的场景。沈乐灵抬头正巧对上了段俊泽的眼神，二人相视一笑。远方落日余晖，绚烂晚霞让世界都变得温柔了起来，以至于很多年后沈乐灵都记得当时的场景和那肆意的笑声。第109章，大哥，你信我吗？二皇子、三皇子回去后都各自拟定了一批自己要拉拢的各地世家人才的名单，但今日大放异彩的方晨宴显然不在二人的考虑范围内，反而是李尚挺的名字。母族势大的二皇子略一思索道：罢了，不过是个农家子，等他有能力再走到本皇子面前再说吧。而三皇子则吩咐人，那个李尚挺着重查一查。在得知沈木朗和李尚挺在文会后关系亲密后，三皇子微微点头，让人嘱咐了沈木朗多照顾一下李尚挺后，便没有再过多注意了。没有找到刘举人，反而赶紧自己惹了一身骚的陈继久，回去便开始闭门谢客，生怕景瑞帝得知他那2个儿子去自己举办的文会上挑选人才，更怕今日方晨宴的策论传到景瑞帝耳里后，以为自己对圣上有不满之心。陈继久叹息一声，在这大魏当官实在是太难了。回去的途中，一辆不起眼的马车里，谭云才道：小姐，奴婢碰到了少爷。沈乐灵靠着马车闭目养神，还想着今日之事应该没有什么差池。听着谭云的话，随意点头。他刚刚也在文会里看到自家大哥了。蓦然他睁开眼睛：我哥看到你了。谭云摇摇头，随后又点点头：奴婢有乔装，也不知少爷认出我了没？沈乐灵扶额，自己和谭云的乔装大哥可都见过的，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你怎么不早说？早说他还能赶在大哥回去之前做番准备啊。谭云理所当然道：当时小姐要和段世子一起去凉亭谈事情啊。你……沈乐灵被噎得无语，但和谭云讲道理又讲不通，只能对着马车外道：小五，快点。二人在马车上换好衣裳，回到府中，见自己院门口只有平儿一人背对着他们，沈乐灵松了口气，原本还有些蹑手蹑脚的样子，瞬间挺直了腰杆。谁知刚走近，平儿就转过头，拼命地朝沈乐灵使着眼色。沈乐灵瞬间会意，拉上谭云的手，就打算先去母亲那坐，不想却听见大哥的声音传来：妹妹，这是要去哪里啊？沈乐灵苦着脸，在转头的一瞬间变得笑意盈盈地道：大哥，今日这么早就下学了吗？沈木渊向来笑呵呵的脸沉着，上下打量了下沈乐灵和谭云，冷声道：你们2个跟我进来。二人乖巧地跟着进了屋，只见屋内思雨和雅涵都规规矩矩地跪在地上，见沈乐灵回来，思雨还朝沈乐灵指了指玉珍所住的方向，做了个安睡的手势。妹妹，你今日去哪了？去看文会了，我还远远地看到了大哥呢。既然瞒不住，沈乐灵没有再找其他的借口，正好明年要离京的事，还要大哥帮忙说服爹爹和母亲。说完便让屋里再几人先下去了。沈木渊见妹妹一副打算坦白从宽的样子，也没有多加阻拦。待丫鬟们都下去后，沈木渊才疑惑道：你今日是如何混进去的？可有被其他人发现？
不过沈木渊由此疑惑，若自己不是有国子监先生给的请帖，今日来连自己这秀才之身也是进不去的。沈乐灵微微一笑，道：“大哥放心，是玉亲王请我去的，就算发现了也没事的。”于是沈乐灵也不隐瞒，将自己如何因话与玉亲王相识，到如今共同做生意的事，通通告诉了沈木渊。沈木渊听后瞪大了眼睛，挠挠头道：“原来那东来顺背后的东家也有妹妹一份啊！妹妹好生厉害。”沈乐灵笑道：“不过是个吃食罢了。”沈乐灵正准备将话题引到京中是非太多，玉亲王劝他离开这里，引出话题。沈木渊却又板着脸道：“可是妹妹，你到底是女儿家，又以表弟的身份和王爷打交道，多少有些冒险了。更何况我们如今住在这侯府，妹妹还是要谨慎一些。妹妹可能不知，如今大房的大哥已经站队到了三皇子门下，这京中之人几乎人人皆知。若是……”沈木渊还未说完，沈乐灵却紧紧地看着他。沈乐灵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忽略了大哥这一年的成长。进京之前，大哥身上全是少年人的自信坦诚、天真活力，藏不住什么事。而今日，不管是他回院子等自己，让思雨雅涵跪在房中，还是此刻低声的劝慰自己，都说明这一年来大哥已经成长了不少。京城这是非之地，果然就是最好的教学之所。沈乐灵原本只想告知沈木渊自己手中事情的冰山一角，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伸手拉住沈木渊的衣袖，摇了摇，小声道：“大哥，我怕。”沈木渊忙皱眉急切道：“怎么啦，妹妹？可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别怕，跟大哥说，大哥去找他们。”沈乐灵听了他的话，鼻尖微酸，心中涌出一股热流。这就是他的大哥呀！明明刚刚还在教训自己，一撒娇就立马变成了自己的靠山。沈乐灵摇摇头道：“大哥，你相信我吗？”第110章兄妹交心。感受到妹妹语气中的认真，沈木渊看着面前的少女，明明还只是刚13岁的年纪，却总像个小老太婆一般的稳重。上次妹妹如此跟自己撒娇，还是4年前大病之前的事了。妹妹，你说什么傻话呢？我不信你信谁啊？沈木渊的话直白而有力量。那接下来我跟你说得是，你谁也不准说，连爹爹和母亲也不行。沈乐灵说完还加了一句：阿周也不可以，爹娘也不行吗？沈木渊不解。沈乐灵重重点头，倒不是对自己爹娘的不信任，但一来是当年他们要去找道士的事，让沈乐灵心有余悸。他自己也弄不自己的重生，到底算不算是妖怪？万一爹爹知晓了，真要给他驱邪怎么办？再来，爹爹苦读圣贤书多年，于忠于大位，若是未来的事被他知晓了，万一冲动起来，让他人察觉到什么，反而不美。见妹妹目光坚定，沈木渊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绝对不会乱说的。4年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沈木渊听到是梦境之时，刚松了口气，结果越听越心惊，直到听到阿周在池塘里淹死，便再也受不住。他重重的一拳砸在桌上道：“大房的那2个居然敢如此！”随后又恢复理智道：“妹妹，这是不是只一个梦境？毕竟如今阿周今早还吃了2大碗饭，赶着出门练武呢。”沈乐灵抬头看他，一双眼眸满是彻骨的寒意。可是大哥，我们进京的前几个月，沈木青就真的在中秋宴上念出了那首《水调歌头》，这个怎么解释？还有阿周，若不是让人时刻盯着，上次沈木青还打了阿周一巴掌呢。沈木渊也想起这件事，脸上依旧难掩怒气。那次要不是母亲拦着，他非要弟弟打回来不可。但他依旧有些难以置信，这事实在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沈乐灵不再理会他的疑问，而是将接下来大魏朝堂的走向讲述了出来，一直讲到三皇子夏弘毅登基之后，恨不得对匈奴称臣苟活，气得沈木渊一跳3尺高。这种人如何能当我大魏的天子？沈乐灵道：“大哥，如今你相信我了吧？”沈木渊沉默，妹妹就算是编故事，也不可能编出大魏未来的这么多事，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不少人自己都不认识，总被困在家中的妹妹，更不可能有机会识得。妹妹，大哥相信你。沈木渊说完便要起身，沈乐灵忙拉着他道：“大哥，你要做什么？”沈木渊道：“若真如妹妹所说，5年后圣上驾崩，三皇子即位，将整个大魏弄得生灵涂炭，我身为大魏子民，自然要去阻止这场祸事。”沈乐灵急道：“你打算如何阻止？是告诉爹娘，还是告诉那根本不堪大用的大伯宁国侯？你是想让我一人跟你陪葬，还是我们一家老少？又或者，你是想让他们将我这妖言惑众之人拖到菜市口，活活烧死？”沈木渊被沈乐灵问得哑口无言，整个人才清醒了过来。可是明知大魏有难，我大魏男儿，大哥，你以为我没想过吗？我这几年日日都在想，如何才能不让大魏国力日益衰退？如何才能避免战火，让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如何才能让大魏拥有一个有名郡？可结果呢？我们位卑言轻，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更何况当今圣上沉迷修仙，
已经多久没有上朝了，如今朝中被2位皇子弄得乌烟瘴气，他却乐得躲在幕后，根本就不管普通百姓的死活。沈木渊从未想过这些，一时觉得妹妹说的还有道理，自己根本找不到地方反驳，只能小声劝道：“妹妹不能妄论圣上。”沈乐林知道今日不好好将事情给自己这个傻哥哥讲清楚说明白，日后必定后患无穷。于是接着道：“这本就是事实。还有圣上的几位皇子，不是就只知道争权夺利，就是嗜血无情，根本没人能支撑起这偌大的江山。匈奴早已在边境虎视眈眈，若不是定北侯燕云13州，早就守不住了。外患自不必说，还有那势力越盛的各大世家，如今这大魏满朝文武全都在拉帮结派，若是不投入到那家门下，根本就不可能在朝中站稳脚跟。”沈乐林说到这里，闭上了眼睛，道：“大哥，今日文会之上，那方燕臣的策论你听到了吧？你觉得他哪一句说的有错吗？你觉得他与李尚挺的策论到底谁好谁劣呢？”沈木渊张了张嘴，实在没有办法说出得了头筹的李尚挺半个好字。大哥，你看，连你我都能听得出来优劣，可偏偏那些学士们听不出，那些大魏未来的栋梁之才听不出，就因为他生的丑陋，就因为他家族败落，就因为他一针见血地说了真相，那些人就忽视他。大哥，你知道为何最后2题时他不再作答了吗？因为陈继久让人将他悄悄请了出去。在场的所有人心知肚明，连屏风后的2皇子和3皇子都知晓，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你觉得这是为什么？沈乐林的声音由缓到急，又由急到缓。大哥，你觉得这样的大魏真的好有救吗？沈木渊后退2步，坐到软榻之上，神情恍惚。妹妹说的这些与他这16年来所受的教导背道而驰，他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妹妹，那样冷静的表情，说出那样让人心惊的分析。大哥，我曾经也有过期望梦中之事全是假的，但一件件事情证明，我的期望全盘落了空。我也出生于大魏，我也想大魏好，百姓安居乐业，但事实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刚醒来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噩梦，梦到那些破碎的山河，一子而食的百姓，还有那依旧在京中横着走的世家子弟，以及……见沈木渊依旧呆呆的，沈乐林心中微微叹息，到底是自己心急了吗？我知道这些事让你一时难以接受，但大哥，妹妹只想问你一句，若真到了那一日，你难道不想保护好爹爹和母亲，保护好阿周吗？沈木渊下意识地回道：我定然是要护好你们的。那大哥，你打算如何保护我们呢？母亲柔弱，爹爹更是对圣上忠心耿耿，大哥，阿离能靠的只有你了。沈乐林说着，眼泪再也拦不住，像断了线一般从眼眶一颗颗流落。沈木渊看着妹妹泪珠，心中一阵钝痛。他的妹妹自4年前后再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人，这些年独自承受着这心中的秘密，该有多苦啊！终于他深吸一口道：妹妹，那大哥应该如何做呢？沈木渊松口的一瞬间，沈乐林心里的石头也跟着落了地。第111章，兄弟被罚。2兄妹说话的时间太久，似与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小姐，少爷，晚膳时间到了，夫人那里差人来问了2趟了。沈乐林眼眶通红，自然不适合过去。沈木渊心中藏着事，最后便用沈乐林不舒服的借口，将2人的饭菜都端了过来。兄妹2人都心事重重的吃着饭。不一会，小阿周哼哧哼哧的小跑了过来：姐姐，大哥，阿周来了。人还没到就，小家伙略带焦急的声音便传来了。一进屋，见到哥哥姐姐都坐在屋子里吃饭，小阿周摸了一把额头的汗，凑到沈乐林面前，伸出小手垫着脚尖，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学着大夫的样子捋了捋并不存在的胡须，摇晃着小脑袋道：还好还好，没有发热。沈木渊一巴掌打在他的小屁股上，好笑道：阿周，你这是跟谁学的？没看到大哥也在这儿啊？小阿周眨巴眨巴眼睛，讨好道：大哥，阿周最喜欢你了，阿周来陪你吃饭了。边说边自己搬了个圆凳子，思雨要帮忙，都被他挺着小胸脯拒绝道：我是男子汉了，怎么能让区区弱女子帮我搬凳子呢？逗得房内终于有了些许笑声。随后自己将凳子放在沈木渊和沈乐林中间，笑呵呵的自己爬上来乖乖坐好，摇晃着自己的小短腿。门外尔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来给兄妹俩行礼后笑道：小少爷一听小姐不舒服，闹着要来陪姐姐吃饭，老爷和夫人怎么说都不听，吃了2口非说自己已经吃饱了，夫人没办法，这才叫奴婢给带过来。没想到一出院子，小少爷就撒开脚丫跑了起来，奴婢追都追不上。沈乐林看着冲自己笑得讨好的阿周，捏了捏他的鼻头道：下次可不许再这样，免得让爹爹母亲担心。谁知阿周却盯着他仔细的看了半晌，笑着的小脸慢慢垮了下来，还恶狠狠地转身看了一眼正在吃饭的沈木渊。随后阿周双手扶着桌子，居然整个人站在凳子上。沈乐林脸上一沉，阿周何事变得这样没有礼貌了？这要是被爹爹或者先生看到，少不了一顿打。阿周站上去后，便双手叉着腰，
气势汹汹，居高临下的看着沈木渊，还故意鼓着小脸，想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凶悍一些，道：“大哥，是不是你欺负姐姐了？你看她眼眶都红了，你不准欺负姐姐。”沈木渊原本还在担心弟弟会不会不小心掉下去，听到他没头末尾的指责，气不打一处来。阿玲这个姐姐是亲姐，自己这个哥哥难道是捡来的不成？以前也知道阿周喜欢阿玲多些，但为了阿玲这样质问自己这个大哥，也太过分了。沈木渊沉着脸，打算趁此机会教训教训自家弟弟阿周。你……沈乐林却从背后一把搂住小阿周的腰，脸还靠在阿周的瘦弱的肩膀上道：“阿周说的对，大哥太坏了，刚刚还欺负姐姐呢，不相信姐姐。”沈木渊瞪大了眼珠，看向妹妹：“我最后不是相信你了吗？”沈乐林毫不惧怕的用眼神回了过去，一开始就是没有相信。阿渊，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连妹妹都敢欺负。好巧不巧，沈文珍夫妇吃完饭，正好也来看看自己不舒服的女儿，正好就听到了沈乐林向阿周的告状。沈木渊面对着爹爹的怒骂和母亲责怪的眼神，又看着阿周气鼓鼓的包子脸，一时间只觉得自己百口莫辩，冤枉至极。今日受到惊吓的明明是自己，好不好？偏偏妹妹那个小没良心的，还躲在阿周身后，笑得像只小狐狸一般。阿周还不怕死的，在凳子上跺了一脚，补了一句：“就是哥哥太坏了。”沈文珍这才发现阿周都站在凳子上了，更生气了：“阿周，你站在哪里呢？成何体统？”最终一大一小，难兄难弟，统统被罚了。晚间，夫妻二人回到房间，姜氏还有些嗔怪道：“老爷，你罚阿周也就罢了，阿渊如今都多大了，妾身就不相信，你不知道他根本就不可能欺负阿玲。”沈文珍好脾气的拍拍他的手，道：“可阿玲那红着的眼眶可是骗不了人的。”提到这个，姜氏叹息一声：“你说这孩子心思怎么就那么重呢？”沈文珍道：“孩子大了，有了心思很正常。既然他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就装作不知道就好了。你也别太追根问底的。”姜氏道：“哎，也只能先这样了。但你今日罚阿渊也罚得太重了吧？5日不准吃晚饭，他还在长身体呢。”沈文珍笑道：“你可别蒙我了，别说你了，有那2个小的在，阿渊他也饿不着。再说今日他们3兄妹有些小争执，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培养培养感情，对他们大哥好一点，不好吗？”姜氏道：“你是不是早打这个主意了？那你为何不罚阿周也不准吃饭？”沈文珍摇头道：“阿周今日确实行为不端，站在凳子上，这要是让外人看到，指不定怎么编排了。200篇大字就是让他好好尝尝记性。”姜氏还要再说什么，沈文珍道：“娘子，咱们不聊孩子了，你今日在家做了些什么？”送完所有人后，雅涵才凑近道：“小姐，今日你和谭云出去没一会，春暖便来了。他说玉姨娘。”第112章2个糖葫芦。自从大夫人死了，沈木青又被关进了安堂，玉姨娘便开始疏远沈乐林。沈乐林原是不甚在意，既然合作目标已经达成，不愿再与合作对象联系，他完全可以理解。只是玉姨娘这人确实颇有几分聪慧，如今又成功拿捏住了宁国侯和老夫人，沈乐林不得不防。显然玉姨娘也有此意，所以收买了些人，知晓今日沈乐林翻墙出了门。但他到底不想与沈乐林为敌，只想让他知道这侯府后院如今的主子是谁，于是只是派春暖前来，想将沈乐林翻墙一事告知姜氏，让姜氏好好管管他。春暖将此事说与雅涵听后，雅涵与思雨商量了一番，为了不暴露春暖，让春暖当着众人的面来了一趟，然后让尔荣推脱姜氏正在午睡，不方便见他，将人打发掉了。沈乐林坐在软榻，闭着眼睛揉着太阳穴。思雨上前道：“小姐，你靠着奴婢帮你按按吧。”沈乐林从善如流，思雨按摩的手法极好，但架不住沈乐林心中有事。今日他告知大哥的这些，不知他能不能消化好，毕竟是满腔热血的少年，自己根本就不敢将那丢失3州百姓生活描述给他听，也不敢将自己一家上辈子的凄惨后果说出来，只希望经此一事后，大哥能迅速成长起来。至于玉姨娘，沈乐林突然问道：“玉姨娘的肚子有多大了？”思雨答道：“已经7月有余，那孩子都该成型了吧？”沈乐林面上露出一丝纠结，但不一会他就睁开了双眼，眼中满是坚定与厉色：“孩子，要怪只能怪你那个不安分的母亲。”思雨突然道：“小姐，奴婢有些担心。”沈乐林道：“怎么了？大夫人之前给玉姨娘下了那么多年的药，玉姨娘这个孩子怕是会有些不好。”怎么说？沈乐林来了兴致。思雨道：“孙大夫前2日已经去信给了刘掌柜，信中向奴婢请教了一些妇人孕象的问题，奴婢怀疑玉姨娘这一胎怕是有些先天不足。”孙大夫是京城人士，沈乐林并未选择拉拢或者收为己用，只是让刘嫂子有次去那里看病时，故意拿出一张思雨开的药方，孙大夫当即就眼前一亮，得知这是离京城5日脚程的一个专治妇人疾病的老大夫所开，更是心之向往，
刘嫂子再适时的提出，可以自己家中是做跑镖的，可以帮刘大夫带信。至于那个老大夫，自然就是私语了。沈乐林听到这个消息，脑中一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最终淡淡笑了下。如此，那就不需要我们亲自动手了。沈慕渊早早的回房躺下，但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甚至在这9月的天气还生出了股子燥热。他翻身找出蒲扇给自己扇风，脑子里却依旧像天人交战一般，妹妹一字一顿的问句，问得自己哑口无言。大哥，今日文会之上，那方彦辰的策论你听到了吧？你觉得他哪一句说的有错吗？你觉得他与李尚挺的策论到底谁好谁劣呢？大哥，你觉得这样的大卫真的还有救吗？大哥，沈慕渊猛地半坐起来，拿着蒲扇狠狠地用力，希望那阵阵凉风能让自己清醒一点点。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目光涣散地看着那窗外那朦胧的月亮，心道：难道大卫真的完了吗？半晌，他又躺了下去，这是这一次手中的蒲扇已经扔到了一边。突然，他又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今日妹妹好似只说了阿周的结局，对于爹爹和母亲，甚至自己都只字未提，这是为何？难道……沈慕渊立马掀开身上的被子，下床穿鞋，可一身中衣的他刚打开门才想起，已经是深夜了。第一日一早，沈慕渊顶着一双黑眼圈，心事重重的家人吃完早膳，原想找个机会和妹妹聊上2句，可不想被自家爹爹盯得死死的，吃完饭就押上了马车，压根不给他和妹妹单独聊天的机会。阿周还撅着嘴，把脸转到一边，不理这个坏大哥。昨日夜里，沈慕渊实在是睡不着，想到妹妹梦里阿周的惨死，一跺脚，直接跑到了阿周的房里，要和阿周一起睡。阿周已经6岁了，自己独自住在前院，就在沈慕渊隔壁院子中。可怜的小阿周本就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大晚上突然被大哥弄醒了不说，晚上大哥居然不是抢他的小被子，就是将他搂得紧紧的，还得小阿周今日早上差点就起不来了。阿周捏了捏自己的小拳头，一早就在餐桌上气呼呼的放盐，再也不理这个坏大哥了。在他的小脑袋瓜里，大哥一定是对于昨日被爹爹罚不准吃晚饭的事情打击报复自己，可是自己也被爹爹罚了呀。面对阿周的控诉，沈慕渊只能憨笑着否认，却只得来了爹娘4个大大的白眼。此刻在马车里就剩2兄弟了，沈慕渊讨好道：阿周别生大哥的气了，大哥晚上回来给你带一串糖葫芦好不好？谁知阿周小眉头一皱，更生气了，哼，你以为我还是5岁的小孩子吗？阿周已经6岁了，不是你一串糖葫芦就能哄好了的。边说小手还边比了个6，示意自己已经6岁了。沈慕渊扶额，这弟弟大了，怎么比妹妹还难哄？无奈道：那6岁的阿周，大哥应该怎样才能哄好你呢？阿周歪着头，认真的想了想，伸出2个小指头道：除非你给我2串糖葫芦。沈慕渊失笑，心道孩子就是孩子，爽快的应了下来。阿周小腿在马车上晃了晃，大声对马车外的老黄道：黄叔叔，你一会回去告诉姐姐，阿周晚上给他带糖葫芦，姐姐一串，阿周一串。看着小阿周兴奋的样子，沈慕渊心中更郁闷了，吃味道就没有大哥的吗？阿周小脸一正，还是伸出2个指头道：可是阿周只有2串啊。沈慕渊第113章，这孩子多久没动了？母亲，一会女儿想去给老夫人请下安。吃过早膳，沈乐林照常陪着江氏在院中散步消食，突然开口道：自从大夫人去世后，大房的嫡女入了安堂，只留了个庶女，二房的2个闺女又是袁氏所出，老夫人看着又捉挠。至于自己3房的，老夫人大概是怕被自己看笑话，因此老夫人如今除了自己的2个儿子，不管谁去请安，统统称病不见，倒是让这些时日江氏的日子好过不少。听到沈乐林突然提及要去请安，江氏微微一愣后笑道：是该去看看老太太了，一会母亲和你一起去。母女俩来到慈安堂，自然依旧只得了马嬷嬷一句：三夫人，这可真是不巧，昨日里老夫人就头疼，折腾到半夜才睡着，这时候老夫人睡得正香，老奴实在是不敢打扰。您看，不如您下次再来如何？江氏和沈乐林心中早就有数，也不失落。马嬷嬷回礼物后道：老夫人、三夫人他们已经打发走了。老夫人面容比起3个月前消瘦了不少，颧骨看起来更为突出了些。只听她冷哼一声道：黄鼠狼给鸡拜年，就算这侯府无人了，老身都不会将这管家之权给那个庶子的。马嬷嬷连应和了2声，心中却道：那三夫人的样子确实对这府中管理权没有觊觎。老夫人又道：这京中适婚的姑娘们也该为我再挑一挑了。马嬷嬷道：老夫人，这大夫人去世才3个月，老奴担心这消息万一透露出去，总归不太好，毕竟大少爷的外家。老夫人气道：怎么，他张家还敢有意见不成？马嬷嬷低头不再出声。老夫人思索片刻，还是道：不行就先看着吧，等明年再说，总之这偌大的侯府不能没有女主人。马嬷嬷应道：是。午膳后没多久，玉姨娘的春暖来报，玉姨娘请沈乐林到后院花园一聚。
沈乐灵如约而至。玉姨娘坐在花园的阁楼里，看着沈乐灵悠然走来，顺手端起桌上的热茶，抿了一口，给五小姐请安。嘴上如此说着，身子却半分没有要动的意思。沈乐灵也不在意，在她对面施施然坐下，道：“玉姨娘近来可好？”玉姨娘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笑得颇为自得，托小姐的福，还不错。沈乐灵看着颇为圆润，依旧如花似玉的眼前人，突然嗤笑了一声：“哦，是吗？”玉姨娘觉得是，那就是吧。玉姨娘面色一变，有些摸不着头脑五小姐这句话，但以她对五小姐的认知，知晓此人的心机手段，不会无缘无故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不知五小姐此话何解？沈乐灵并未回答，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桌上轻轻一点，思雨和雅涵从两人手中拎的篮子中拿出茶杯和茶壶，甚至还有一个小炉，细细点燃后给沈乐灵添了一杯茶水。沈乐灵轻轻品了一口后，才缓缓抬眼，紧紧盯着玉姨娘的双眼道：“玉姨娘，应该是我来问你吧？不知昨日你让你贴身侍女去找我母亲所为何事？”昨日玉姨娘让春暖来找江氏，今日一早若是沈乐灵直接让雅涵传话要见玉姨娘，以她的谨慎不一定会出门相见，但偏偏沈乐灵先带着江氏去拜见了老夫人，心虚的玉姨娘生怕沈乐灵跟老夫人说些什么，便只能主动出击，亲自约见沈乐灵。此刻沈乐灵问昨日之事，玉姨娘面上笑容依旧道：“不过是昨日这肚里的孩子踢得妾身太疼了些，想找三夫人取经罢了，五小姐莫要多想。”沈乐灵唇角勾起，似笑非笑道：“是吗？”玉姨娘道：“自然是啊，妾身怎敢骗五小姐？”沈乐灵轻晃着手中的茶盏，淡淡道：“是啊，玉姨娘，你真的不会骗我？”玉姨娘道：“妾身和五小姐可在一条船上，怎么会欺骗五小姐呢？”哦，玉姨娘，你再想想，你真的没有说谎？沈乐灵依旧道。这下玉姨娘的面色终于沉了下来，五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声音也不似一开始的婉转。沈乐灵抬眼看着她道：“玉姨娘，你好好想想，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有多久没有动了？”玉姨娘错愕了一下，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手紧紧地摸着自己的肚子，随后拉着沈乐灵的手，语气焦急道：“你怎么会？我的孩子？你把我的孩子怎么呢？”沈乐灵笑道：“你放心，我没时间把你和你孩子怎么样。”玉姨娘刚松了手，可面上的焦急却丝毫未退。沈乐灵又道：“不过，你在我那大伯母手下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不会真以为怀孕了就能高枕无忧吧？”玉姨娘双目瞪圆：“你是意思是？”沈乐灵笑道：“玉姨娘，看着之前合作还算愉快的份上，我今日提醒你一句，赶紧将你肚里的孩子处理掉吧，不然生下来后，我那好大伯说不定连你也一起埋了，也说不定。”玉姨娘这下真的急了，站起身来，双膝一软就要跪在沈乐灵身前，却被思雨和雅涵一左一右牢牢地拉了起来。雅涵还小声道：“玉姨娘可要站稳了呀！”思雨的手则趁机在玉姨娘脉向上一把，随后不着痕迹地朝沈乐灵点了点头：“五小姐，多怪妾身一时鬼迷了心窍，妾身愿意一辈子听从五小姐的吩咐，只求五小姐救救妾身这个孩子，求你了。”玉姨娘虽然被思雨和雅涵按在了凳子上，但嘴上还依旧哭求着。沈乐灵道：“玉姨娘，这个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呀。不过我有一个建议，能让这个孩子发挥最大的用处，不知玉姨娘想不想听？”玉姨娘果然是个做大事的，沉默半晌，就在沈乐灵不耐起身时，她冷静的声音传来：“五小姐，是什么主意？”沈乐灵并未回头，而是淡淡说了句：“如今害了你的孩子的罪魁祸首虽然死了，但还有一个未来将会继承侯府的嫡长子在，你这孩子不是还能发挥出最后一点余热吗？”玉姨娘咬牙道：“吴小姐，你好毒的心肠！”沈乐灵嗤笑一声，转过头，眯着眼睛，狠狠地盯着玉姨娘发红的眼眶。不毒一些，如何与这侯府的豺狼虎豹们斗下去呢？玉姨娘，你我之间谁又比谁强呢？第114章，孩子没了。傍晚，沈乐灵正在屋中看着书，阿周就举着2个糖葫芦跑了进来。姐姐，这是阿周特意给你带的，姐姐一个，阿周一个。边说边将手中的一个糖葫芦塞到沈乐灵的手中。沈乐灵笑嘻嘻的在阿周的注视下咬了一口，呀，真甜！小阿周乐的眼睛都找不到了，也跟着张大了嘴巴，将一颗糖葫芦一口吞下。身后传来沈慕渊的声音：“阿周，那糖葫芦明明是我买的。”阿周头也不回道：“大哥赔给阿周的，就是阿周的了。”沈乐灵抬头一看，沈慕渊也拿着一根糖葫芦，从院门口一边走来一边吃着。沈慕渊气道：“阿周最偏心妹妹了。”小阿周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的样子，反而得意的咀嚼着道：“大哥不害臊，还跟姐姐吃醋。”气得沈慕渊恨不得将他手中的糖葫芦全抢过来。三兄妹吃完糖葫芦后，沈慕渊便将阿周打发去找江氏。待看到阿周迈着小短腿跑开后，才变了脸，让所有人出去，拉着沈乐灵进屋后问道：“
妹妹，你梦中除了阿周，我们一家人后来如何呢？”沈乐灵原本面带笑意的脸上愣住了。半个时辰后，沈慕渊垂着头，步伐沉重地从沈乐灵的房中走了出来。“大哥，我原本是不想告诉家中任何人的，这样沉重的事情，我真的不想。”沈乐灵声音淡然而干涩，像是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可是如今事已至此，大魏将乱，宁国侯府本就破落了，在外我们还能借助一下光环，留在京城断没有任何好处。我真的不想，好不容易躲过了沈慕清和沈慕朗兄妹的毒手，结果却……听着妹妹如此悲情的话语，沈慕渊终于回过了神道：“妹妹，不会的，一定不会的，我们都会好好的。大哥，最迟明年5月，我们家一定要离开京城。”沈乐灵拉着沈慕渊的胳膊道：“大哥，圣上马上就要变了，变得易怒，变得听不见任何人相悖语句。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京城，变数太大了。大哥，我的心不大，在经历了梦中的家破人亡后，我只想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只想阿周平平安安长大，只想每日听到母亲和爹爹的唠叨和你的笑声。大哥，你会帮我的对不对？你会帮我说服爹爹的对不对？”沈慕渊看着妹妹无比郑重的面容，最终艰难地点点头。玉姨娘的速度极快，当日和沈乐灵在阁楼一会后，第3日晚上时分，一小丫鬟就跌跌撞撞地跑进院子，在门口守着的陈嬷嬷忙上前小声训斥了2句后才道：“发生什么事了？”小丫鬟道：“刚刚在前院，玉姨娘摔了一跤，听说已经见红了。”陈嬷嬷连忙进屋禀告后，沈文珍和江氏相视一看，面色均一变，这孩子可是大哥期盼已久的，这下侯府怕是又要热闹了。3房的人放下碗筷，均赶到了慈安堂。刚进院子，老夫人和宁国侯都焦急地等在院子里，沈乐月和沈乐轩、沈乐雨2姐妹都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不敢出声。而沈慕朗则一脸不服气地跪在院中。沈乐灵牵着阿周的小手，目不斜视地跟在江氏身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沈文珍一边说，还一边看了一眼跪着的沈慕朗。宁国侯面色阴沉的都快要滴出水来了，他指着地上的沈慕朗冷声道：“还不是这个逆子。”沈慕渊看着跪在地上的沈慕朗，心情颇有些复杂。这个堂兄从自己一回来就对自己爱答不理，瞧不起人。前几日听说自己在妹妹梦中就是被这个堂哥害死的。沈慕渊眯了眯眼，亏前些日子大夫人去世时，自己还有些可怜这个堂哥，原来他们一家子骨子里都这么坏。沈慕渊看沈慕朗时，正好和沈慕朗的目光对上了，可就那么一瞬间，沈慕渊就一脸不屑地转过了头。沈慕朗心中暗恨，阿青所说的果然是对的，3房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沈慕渊平日里一副好弟弟的模样，今日看到自己被父亲罚，立马就露出的真面目。说了没几句话，稳婆和大夫纷纷走了出来，孩子已经保不住了。宁国侯和老夫人凄异的目光暗淡了下去，再听到稳婆感慨道：“还是个成型了的小公子呢，可惜了。”后宁国侯的怒火直冲上了脑门，要不是老夫人在一旁拉着他的衣袖，怕是一脚就要踢在沈慕朗的身上了。屋内此时却传来了玉姨娘凄厉的哭喊：“我的儿啊，老爷，我们的儿子！”那声音闻着伤心，见着流泪。沈慕朗的脸色也变得急切起来，他好端端的走着，谁知道那玉姨娘凑过来，自己不过是不耐烦的让他滚开，真的没有动手。谁知那女人是怎么摔倒的，还哭着喊着是自己推的。父亲一见这架势，问也不问，直接让自己跪在这里。原本还想着等那个女人做戏做完后，自己再找老夫人说明情况，可不想按女人如此舍得，那孩子居然真的没了。接下来便又是大房一场教子的闹剧。宁国侯对这个孩子可是期待已久，这些日子以来对玉姨娘是捧在手中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好容易这孩子还有1个多月就要落地了，他终于要再次当父亲了。可结果呢？沈慕朗这个逆子，他都做了些什么？宁国侯这次是真的发狠了，直接让沈大将家法请了出来，无论沈慕朗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拿起棍子就往沈慕朗身子狠狠地打去，仿佛地上的那人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是杀父仇人一般。要不是有老夫人和沈文珍在场，沈慕朗今日倒不至于被活活打死，但几个月下不了地，却是板上钉钉的。沈家其他的孩子都被宁国侯的火气吓得不敢出声，沈慕渊和沈乐灵则站在一旁，面带适宜的焦急，但眸底全是淡然和痛快。第115章，唯一的儿子。沈慕朗这一被打，就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这一日，玉珍在房中伺候着，思雨突然道：“小姐，奴婢刚刚路过花园，见大房的玉姨娘已经下地在花园里散步呢。”沈乐灵一副十分吃惊的模样，都能下地了，看来玉姨娘恢复的不错呀，可不是吗？思雨应和道。倒是一旁的雅涵叹息了一声道：“哎，可大房的大少爷还躺在床上呢。”玉珍低着头，耳朵却竖得直直的。沈乐灵也感叹道：“大堂哥也是一时糊涂啊。”雅涵哼道：“小姐，要奴婢说啊，这事就是大房少爷心中不痛快，就怕玉姨娘给侯爷又生个小公子才动的手。
那样就侯爷就只有他一个儿子了。思雨喝道：“雅涵，胡说八道些什么呢？”雅涵不服道：“奴婢才没胡说呢，这儿大房就大少爷一个孩子，那这偌大的侯府以后还不都是他的吗？可那大少爷也太笨了，就算玉姨娘生不出孩子，还有其他姨娘呢。而且奴婢听说老夫人已经在帮侯爷物色新夫人了，除非是侯爷不能生，否则我们这么大房少爷迟早会有新的弟弟妹妹的。”思雨待雅涵说完，上前用力点着他的额头道：“让你别说你还说。”雅涵这才闭了嘴，但那眼神却写满了不服气。沈乐林此时也冷下脸道：“雅涵，罚2个月月例，不准再妄议大伯父院子里的事了，懂了吗？”雅涵连忙跪下，说自己刚刚说完没有过脑子，请求沈乐林的原谅。思雨也在一旁求情。最后沈乐林还是让雅涵下去反省，连带着将玉珍也一块打发出去了。又过了一会，雅涵独自进屋，笑着行完礼后道：“小姐果真料事如神，刚刚玉珍真来问奴婢，大房少爷应该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了。”思雨嗔道：“你这丫头还给小姐卖起了关子，你如何回答的，还不快说？”雅涵吐吐舌头道：“奴婢刚刚一副气不过的样子说，只要侯爷再生不出儿子来，这大房少爷的位置不就是稳的吗？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玉珍听了奴婢的话，眼睛都亮了一下，然后刚刚就找借口往前院方向去了。沈乐林嘴角轻笑道：“接下来的日子，我大约要重用一下玉珍，你们两个凡事都小心一些。”是，萧姐。沈木朗躺在床上的这段日子，玉珍时不时的找机会去前院见见这位大少爷，想趁此机会好好培养感情。沈木朗则是快被这个笨丫头给烦死了，一天天的什么消息都打探不到不说，还尽爱往他身边凑。这些下人打的什么主意，他能不知道？若不是手中实在没人，他说什么也要把那小丫头卖到勾栏院里，看他还敢不敢勾引男人。今日看着这丫鬟又说有重要的事情来报，沈木朗面若冰寒的让他进来，一会他要是说不出什么重要的事情来，自己今日可不管是不是只有他一步棋了，反正这么蠢的棋子留着也没什么用。可谁知玉珍进来后，第一句就道：“大少爷，奴婢知道应该如何一劳永逸，让老爷只有你一个儿子了。”沈木朗被他这句话雷得外焦里嫩的，一时回不过神来。他冷冷瞧着玉珍，神色平静，但眸底却藏着一种不知名的渴望，低喝道：“你胡说什么？”玉珍被他语气中的怒气吓得一怔，有些不知所措的呆在了原地。半晌，沈木朗才开口道：“怎么突然说起这个？”玉珍道：“听说今日玉姨娘已经能下床在花园里散步了，奴婢想到少爷您还有听说老夫人近来已经在帮侯爷挑选新夫人了，若日后新夫人进门，少爷您的位置，奴婢也是担心啊。”沈木朗问道：“谁告诉你老夫人已经在给父亲挑选新夫人了？”玉珍回道：“近来这消息府中许多人都知晓了，今日连武小姐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少爷你不知道，吴小姐这人闷得很，一般等她知道的消息，基本整个侯府都已经传遍了。”沈木朗闻言，脸色也变得十分可怕阴沉。母亲才走了多久？他的祖母和父亲还有玉姨娘那个贱人，居然为了陷害自己，不惜舍得用肚子里的孽种性命为代价。但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而今他那父亲和祖母都已经开始张罗着娶新妇了，这是一点颜面都不给母亲留，给他留了吗？玉珍见沈木朗的面色越来越难看，心中有些发怵，正想着要不要找个理由先行离开，不想躺在床上的大少爷却眯着眼睛问道：“你刚刚进来的时候说什么？”玉珍一愣，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沈木朗不耐烦道：“你不是说一劳永逸让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玉珍不知为何突然浑身汗毛全部竖起来了，她吞吞口水，不知道应不应该回答大少爷的问题。说！沈木朗大声吼道。玉珍吓得一哆嗦，奴婢是想说，若是侯爷再生不出儿子来，少爷不就是侯爷唯一的儿子了吗？沈木朗张大眼睛，似乎吸收了这个道理，随后又突然眯着眼睛看了玉珍半晌，道：“是谁让你这么跟我说的？”在他眼中，蠢笨如猪的小丫鬟这么能突然想到这个？玉珍呆愣地看着沈木朗，道：“没人让奴婢跟您说啊。”沈木朗见他神情不似作伪，才道：“你先回去吧。”玉珍立刻转身，头一次这么想快点离开大少爷的屋子。站住！沈木朗的声音再次从身后响起。玉珍连忙住了脚，转身道：“少爷还有什么吩咐？今日之事谁也不准说，否则本少爷就把你一家都发卖出去是。”最后还提高了音调，听到了没有？玉珍连忙点头称是，退了出去。沈木朗则陷入了沉思之中。第116章相看。玉亲王近来过得极为痛快，长宁那个粘人精自从上次文会之后，真的再也没有来纠缠指自己了。这段时间他又回到了去大理寺打酱油，去街上抓收保护费的地痞，还时不时为京中百姓教训一些小纨绔，这走到哪里都不用带拖油瓶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了。这还得多谢他的好兄弟阿泽呢。这一日
他在一群地痞流氓面前耀武扬威了一阵后，将他们统统送到京兆府的牢房里，感受爱的教育后，哼着小曲，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回到府中。刚走到月亮门处，却见两个眼熟的内侍正抬着一个小箱子往外走。喂，你们两个，对，就是你们，你们这是干嘛？两内侍听到玉亲王的声音，忙将箱子放下，规规矩矩请安后回道：回王爷的话，奴才二人是奉长宁郡主的命，前来将他留在王府的东西全都带回宫中的。玉亲王凑上前，仔细端详了两内侍，确实是长宁跟前伺候的。长宁郡主亲口说的。是。玉亲王摆摆手，示意二人可以走了。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可原本悠哉悠哉的心情却没了，还颇有些不是滋味。这都过去1个多月，长宁一次都没有再来找自己。自从自己开府后，长宁时不时会让工人送些小东西来，如今也全都没有了不说。今日连当初他自己死皮赖脸放在府中的东西也搬走了。这小丫头不会气性这么大吧？还是阿泽说话太不好听了？要不自己还是进宫去看看他。玉亲王心事重重思考着，顺手拿起小英子刚给他泡好的茶，拿起来喝了一口，噗的一下又烫的吐了出来。小英子，你不要命了，竟敢给本王上这么烫的茶水！小英子立刻跪在地上求饶，心中却十分郁闷，每日给您倒的都是这个热度啊，谁知道今日您在想什么呀？玉亲王发泄一通后，到底没有再罚小英子，只是重新坐回去后，装模作样的轻咳一声，不在意的问道：长宁最近如何了？小英子是知晓自家主子对长宁郡主的纠缠很是心烦的，于是欢快道：听说郡主如今每日十分乖巧的在宫中做着女工。玉亲王惊讶：女工？她没事做什么女工啊？小英子笑道：听说皇后娘娘这些日子正在给长宁郡主挑选夫婿，这长宁郡主如今可不就在宫中多绣些女工吗？挑选夫婿？玉亲王的音调一下子拔高了，但小英子显然还以为是自家王爷高兴的昏了头，还笑呵呵地道：是啊，等郡主定亲后想来，更没有时间来找王爷了。王爷日后不用再为了躲。小英子在玉亲王脸色越来越僵的情况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都是自己吞了进去。第二日一早，玉亲王就进宫给皇后请了安，刚坐下就频频往门口看去，却始终看不到那个窈窕的身影。往日里，只要自己一来皇后嫂子的宫中，不到1刻钟，那小丫头就会找过来，如今却那小丫头是真生自己的气了。皇后见玉亲王坐立难安的样子，淡定地品着茶。2盏茶后，见玉亲王还没有起身的意思，才缓缓抬眸看了眼站在一旁的心腹景色。皇后娘娘，成王的小孙子差不多时间到了，长宁郡主也在御花园呢，您看。景色说的没头没尾的，但早知道如今皇后嫂子在给长宁相看的玉亲王几乎是瞬间就领会到了他的意思。他皱着眉刚要开口告诉皇后嫂子，那夏瑞离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个出来名的纨绔，根本就配不上长宁。不想皇后嫂子却道：哎，他们年轻人的事，本宫过多干涉反而不美，不如就让他们多多相看，若郎情妾意才是一桩好姻缘。说完也不等玉亲王整理自己的言语，便推脱身体不适要回屋休息了。玉亲王眼看皇后嫂子靠不住，运气只能自己亲自出马了。等玉亲王离开坤宁宫后，景色才问道：娘娘，王爷这是对郡主还是有情的？皇后坐在帷幔后，笑得一脸慈爱，这俩孩子都是在本宫膝下长大的，本宫还能不知晓？都是好孩子，乐生也就是没长大，需要人推一把罢了。2炷香后，抱着要拯救自家小辈出水火的玉亲王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御花园中，在御花园转了一大圈，最后终于在一阁楼处找到了2人。长宁正在阁楼处，她今日一袭青色罗裙，水浮色纱系于腰际，纤纤细柳般端坐在繁花丛中，认真地拨动着手中琴弦，五官精致，明艳动人，宛如翩翩仙子一般，完全不像平日里那个爱哭鼻子的小丫头，让玉亲王微微失神。可当他看到阁楼外站在的一人，一改往日花花公子的作风，穿得人模狗样，仪容得体，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小子今日这装扮是存了心要来骗长宁的。长宁一曲终了，夏瑞离立刻鼓掌叫好，还骚包的一掀下摆走进阁楼，颇有些拘谨地道：今日夏某有幸能听长宁郡主一曲，实在是夏某3生有幸啊。躲在一旁的玉亲王听了这小子的话，嗤之以鼻，这小子就算穿成这样又如何？一开口还不是暴露了自己胸无点墨的事实，以长宁那小丫头的性子，定然要笑你说话如此累赘。不想长宁郡主听后只是微微一低头，随后嘴角轻笑道：能得夏公子赞赏，是长宁的福气。玉亲王一听不干了，他仔细看了看夏瑞离的样子，心道：长宁该不会没有认出来吧？这小子就是上次米铺那个嚣张跋扈的，动不动就要找自家祖母卖人全家的纨绔。长宁不会真被这小子今日的外表所欺骗了吧？
眼见二人聊得越来越起劲，夏瑞离那小子也狗胆包天，越走越近。玉亲王再也忍不住了，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第117章搅黄。哟，这是谁啊？玉亲王仿佛刚刚出现一般，依旧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还不忘拿出自己的白玉折扇摇了摇，一味呈现给大家的是一副翩翩世家公子的模样。夏瑞离转头一看是玉亲王，立即两股夹紧了。这小祖宗怎么在这么重要的时候来了？原来是小梨儿啊！玉亲王不阴不阳道：“怎么，在宫中看到你叔叔我，就不知道过来请安了？当心本王在。”哎呀，王叔，您怎么来了？还真是巧啊！侄儿给王叔请安了。夏瑞离生怕玉亲王不管不顾的将上次把自己关在大理寺的事说了出来，连忙狗腿的上前请安。玉亲王对夏瑞离的表现还是颇有些满意的，点点头，自顾自地走进阁楼。可见到长宁原本笑意盈盈的脸上，见到自己来了，却垮了下来，不开心了。长宁这小丫头是什么意思？看到自己不高兴吗？自己可是来帮她脱离苦海的呀！玉亲王郁闷无比的坐下后，看下瑞离更加不顺眼了。这都什么人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梨儿，你今日入宫是做什么的？夏瑞离擦擦额角不存在的汗，道：那个，这让他怎么说？今日来和长宁郡主相看的。玉亲王更加不满了，这小子不仅纨绔，还是个蠢蛋，随便找个借口都不会。眼见夏瑞离如此不堪大用，玉亲王三两句话将他打发走。临走前，夏瑞离还看了长宁好几眼，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气得玉亲王恨不得起身去揪他的耳朵。等夏瑞离走后，玉亲王看到长抿着唇，满脸气愤的样子，弱弱地道：长宁，你这么看着本王干嘛？随后又想起自己不是破坏长宁的婚事，而是在拯救于他，于是挺直腰杆，声音也拔高了许多，道：本王这是在帮你。夏瑞离是个什么货色？这满京城市没有好郎了吗？你要是真嫁给他，不就是羊入虎口了吗？长宁见玉亲王梗着脖子的样子，心中百感交集，却倔强地将头转到另外一边，道：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玉亲王大怒，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长宁你可要考虑清楚啊！长宁转头看着玉亲王道：你不是讨厌我缠着你吗？如今我好不容易想通要嫁人了，你为何还要来破坏？玉亲王被长宁一噎，随后立即反应过来道：但本王还把你当小辈当妹妹吗？长宁气得腾地一下就站起身来，道：既然玉王爷把长宁当小辈，那日后长宁出嫁后，还请玉王爷多给些陪嫁才是正理。说完也不理会他，蹲身行了一礼后，转身就离开了。玉亲王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啪地一声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啊，好疼！王爷您没事吧？没事。玉亲王不耐烦地挥开了小英子。不一会，玉亲王又小声嘀咕道：难道长宁真要嫁人了？小英子有些无语，这王爷的心思还真是难猜啊。玉亲王极度郁闷地出了宫，想找自己唯一的好兄弟阿泽聊一聊，不想门房又说他出了门。玉亲王不做他想，段俊泽这个人无趣的很，不在家的时候出了练武场，那就只有东来顺这一个地方了。玉亲王想也没有，直接便让马车往东来顺时去，正好自己肚子饿了。沈乐林今日来酒楼查账，没一会就恰巧碰见了段世子，二人坐下没一会，玉亲王又垂头丧气的进来了。他挑眉，今日还是文会后三人头次相聚，主要是这段时间玉亲王太嘚瑟了，嘚瑟的根本静不下来。玉亲王一见二人便道：阿泽，你上次到底是怎么跟长宁说的？他都被气糊涂了。段俊泽，沈乐林好奇道：长宁郡主怎么了？玉亲王坐下后，瞪了眼要上前伺候的小英子，自己给自己添了杯茶水，灌了2大杯后才道：他都让皇后嫂子给他选夫婿了。段俊泽皱眉道：这不是正好吗？你不是就想要这样吗？玉亲王一噎，这好像也对，但话也不是这么说啊。对上两双你到底想说什么的眼神，玉亲王组织了下自己的语言道：但是他居然连夏瑞林那小子都要相看，那小子可是这京中各大花楼的常客，想好的都要排一啊！玉亲王话还没说完，段俊泽突然朝他嘴巴里塞了一个丸子。玉亲王艰难咽下，怒道：阿泽，你干什么呢？沈乐林也看不懂段世子这番操作，一脸疑问。段俊泽淡淡道：这狮子头不错，你试试。玉亲王气结，有你这么让人试的吗？差点噎死我了。段俊泽道：你刚刚说长宁郡主和夏瑞离在相看，皇后娘娘安排的。果然玉亲王的注意力立刻被转移，可不是吗？皇后嫂子这次的眼光也太差了些，那夏瑞离连本王一根小指头都比不上。沈乐林皱眉，以他这2辈子的了解，皇后对长宁郡主的疼爱不似作为，断不会让他相看这样的一个人。
更何况，若那长宁郡主真要相看夫婿，那三皇子恐怕早就跪到坤宁宫门口求娶了。除非，为印证心中的疑问，沈乐灵问道：“郡主前些日子就在相看了吗？”据说今日是第一日。说到这里，玉亲王更气愤了。这第一日的人都如此不堪，后面的更不用说了。不行，明日本王得找皇后嫂子好好说说，给长宁看夫婿，还是得好好斟酌斟酌。沈乐灵故意道：“王爷，您又不娶她，操心那么多做什么？”玉亲王怒了，指着沈乐灵的鼻子道：“大和，你怎么说话的？长宁和你也相处了几日，你就忍心看着她入苦海？更何况本王还将她当成妹妹呢。”段俊则一把抓住玉亲王，指着沈乐灵的手道：“皇后娘娘选人自有她的考量，更何况不管长宁嫁给谁，只要有皇后娘娘在，都不敢对她不好。”第118章，自古男儿多薄幸，可若是皇后嫂子。玉亲王听了段俊则的话，更怒了：“阿泽，怎么连你也如此？长宁怎么说也是和你我一起长大的，那夏瑞里根本就配不上长宁。那王爷，您觉得这京城谁配得上长宁郡主？谁又能保证娶了长宁郡主后一辈子能对她好的？”沈乐灵盯着玉亲王满是怒火的眼睛，不紧不慢地问道。玉亲王原本梗着的脖子一下子低了下去。是啊，谁能配得上长宁？谁又能保证真的能一辈子对长宁好呢？见玉亲王一副双打过茄子的模样，沈乐灵又道：“身为女子，本就有许多的不得已。长宁郡主为了自己的婚事已经努力过了，她已经比这世间的大多女子强上太多太多了。自古男儿多薄幸，空负佳人最不成。这世间每日有多少女子都所嫁非人？王爷，长宁郡主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若是嫁不了自己心中的那人，皇后娘娘帮她找个自己能拿捏得住的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玉亲王陷入沉思，久久不再出声。而段俊泽的目光却停留在沈乐灵的面上，不解为何一个13岁的小姑娘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像是个看破红尘的老妪，仿佛她的身后有一个让人透不过气的沉重故事一般。不对，段俊泽突然开口道：“世间男儿多薄幸，不过自是有情痴。”沈乐灵侧头看去，只见那总是板着张脸的少年十分认真道：“与其想着如何帮郡主找到那个痴情人好归属，不如自己去做这么个人。毕竟求人不如求己，信人不如信己。”沈乐灵听了他的话，默不作声。未来那么长，谁又能保证自己能做一辈子的痴情人呢？玉亲王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整个人立刻阳光了起来，说了句让在常人都震撼到无语的话：“对啊，我怎么没想到？阿泽，要不然你娶了长宁吧？你在胡说些什么？”段俊泽向来沉稳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尖锐。玉亲王缩了缩脖子，瘪瘪嘴道：“我不就是随便说说吗？”段俊泽如玉的面容上依旧带着薄怒，道：“你这么关心郡主，为何不自己娶了她？”玉亲王脖子一扬：“阿泽，别人不知也就算了，怎么连你也乱说起来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把长宁当妹妹。”沈乐灵听着二人将长宁郡主的婚事像踢皮球一般的踢来踢去，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来，冷着脸道：“今日小人还有事，就不与王爷和世子共进午餐，先行告退了。”但走到门口，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王爷，段世子，长宁郡主不是嫁不出去，只要她要嫁人的消息公布出去，想娶她的人定然能从南城门排到北城门，还请两位不要再在这里相互推诿。还有，日后长宁郡主真的嫁给了他人，王爷可不要后悔。”说完便气呼呼的大步离开。玉亲王呆愣在原地，指着沈乐灵的背影问向段俊泽道：“他刚刚是在给本王发脾气吗？他怎么敢？”段俊泽站在窗户旁，朝下紧紧的盯着，还抽空睨了他一眼，冷脸道：“谁让你口无遮拦的？活该！”玉亲王，别听他刚刚说的嘛，你还是好好想想，长宁郡主真的嫁给了他人，你到底会不会后悔？玉亲王气道：“阿泽，你到底站在谁那一边呢？”段俊泽，难道他从后门走了？最终沈乐灵的午膳还是在东来顺用的，只不过却是长宁郡主请的客。当他气冲冲的出门，刚一转身，就看到长宁朝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后二人就坐在了一间新的包厢之中。其实我没事的。见沈乐灵担忧的眼神再次扫了过来，长宁笑了笑，又低声叹气了一句：“就是可惜了姑姑的一番谋划。”沈乐灵想说，就算和他在一起了，也落不到什么好结果，但终究是化成了一声叹息。长宁郡主似乎吃不太下，没扒拉两口就放下了筷子。随后沉默的包厢之中响起了他淡淡的声音：“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小时候他可讨人厌了，总是抓我的小辫子，还跟我抢姑姑给的糕点，我们还打过架呢。他下手可重了，每次都打得我可疼了。
可有一次，我正被他打疼了，一下子眼泪没有憋住，就哇哇哭了起来。他一下子就急了，原本叉着腰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慢慢蹲在我旁边，一直求我别哭了。我3岁的时候，爹娘都死了，姑姑怕我无人照顾，才将我接进宫来的。我知道宫里很多人都不喜欢我，说我是天煞孤星，可我不敢跟姑姑说，怕她也觉得我不好，将我赶走。宫里的人看他欺负我，也跟着一起欺负我。那天我越想越委屈，他越求我，我哭得越大声。最后他没有办法，一路把我背了回去，还答应再也不欺负我了，谁欺负我他就打谁。他真的很守信用，这么多年他都做到了。二皇子的生母丁贵妃和姑姑不对付，有次他故意扳倒我，三皇子在旁边不敢吭声，只有他不知从哪里赶来，满头的汗，上去就给了二皇子一拳。后来他还大声道，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长宁，我就打死谁。因为这句话，他还被圣上罚跪了2个时辰呢。可他一瘸一拐的回来时，还笑呵呵的对我说：“长宁，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后来我们都渐渐长大了，他好像不太跟我玩了。我没有办法，每次只能装哭，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眼眶一红，他什么都会答应我的。他最怕我哭了。可是大和，你说他明明对我那么好，为什么就是不喜欢我，不愿意娶我呢？甚至今日，他还与他人将我推来推去，我长宁难道在他心中真的就如此不堪吗？长宁讲着讲着，泪水就不听话的像断线的珍珠，一颗颗掉落。到最后，他拉着沈乐林的衣袖，固执地问着为什么。沈乐林看着小脸满是泪痕的长宁，微微心疼，但却不知如何作答。不一会，长宁自己哭完后，自己擦干了眼泪，收拾好了情绪，红肿着一张脸，道：“大和，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我已经努力过了，已经比这世间的大多女子强上很多了，是吗？”第119章，好儿子。沈乐林重重点头道：“很少女子能有郡主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二人出包厢的时候，长宁郡主道：“大和，认识你真开心，我没什么闺中密友，这个香囊送给你，是我亲手的绣的。”正巧对面包厢的门也打开了，玉亲王刚好就看到长宁递给江大和一个香囊，他双眼突然瞪圆，想起那日文会，江大和就有些觊觎长宁了，大喝一声道：“你们在干什么？”吓得长宁和沈乐林整个人一抖。玉亲王快步走来，从沈乐林手中粗暴地将香囊抢走，低声道：“长宁，你怎么能将香囊随意送给外男？”长宁睨了他一眼，并未多做解释，反而对沈乐林道：“我先回宫了，大和，我们下次再聊。”沈乐林微笑点头。玉亲王怒了，长宁从未如此无视自己的。他抓住长宁的手腕道：“长宁，你没听见我跟你说的话吗？”长宁一双红肿的眼对上玉亲王也气红了的眼，淡定道：“玉亲王，本郡主要回宫了，还请您不要挡路了。”你怎么又哭了？是不是江大和欺负你了？我帮你。长宁一把甩开玉亲王的手，冷声道：“不用，莫人欺负我。”最后盯着玉亲王的眼睛，一字一顿的道：“就算日后有人欺负我，我也不会再劳烦玉亲王为我出头。”说完，头昂得高高的，大步离开，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沈乐林见状悠悠道：“王爷可还开心？郡主这次是真的放下了您，再也不会纠缠您了。”晚间，玉亲王在床上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今日长宁那双红肿的双眼。往日里，哪怕自己有一点不如他的意，他的眼睛也会红，但每次都是柔情蜜意的看着自己。而今日那双眼睛却满是厌恶，甚至还有一丝丝憎恨。他拿起放在床头的香囊，要不明日以还香囊的名义再去和长宁聊一聊，自己今日不是故意破坏他与夏瑞离的相看的。还有那江大河到底只是个商户，也不是良人。如果他非要嫁给这两人的话，还不如什么？玉亲王一时想不太到，只是他脑海中又突然冒出了江大河和阿泽说的话：日后长宁郡主真的嫁给了他人，王爷可不要后悔。后悔？开玩笑，他怎么会后悔？他为什么要后悔？但为什么想到长宁看自己那陌生的样子会那么难受呢？宁国侯府，沈木朗时隔40多日后终于能下地走路了，但他能下地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却是找到了他娘亲陪嫁的药方。当初二夫人原是给二老爷下药的事，沈木清早就告诉了他，所以当玉珍说出那句话后，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那药，娘亲的药房应该还有吧。于是经他出府，第一件事就是让药房的掌柜找来了那药方。那日拿到药方后，沈木朗又清楚如何去除药味后，经过几日在自己院中尝试。这一日，他终于主动去了宁国侯的书房负荆请罪。老夫人一听沈木朗往宁国侯书房去了，生怕宁国侯又生气，连忙赶了过来。正巧看到沈木朗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说自己当日真是一时失手，并保证自己一定会痛改前非。见儿子都如此了，宁国侯心中所剩不多是慈父之心也被唤起了，
加之老夫人还一直在一旁搭腔。宁国侯最终只是轻叹一句：“日后莫要再犯了。”见父亲终于松口原谅了他，头伏在地上的沈木朗眼神有过那么一瞬间的犹豫，但很快他想起当日父亲拿着家法把自己往死里打的样子，最终还是狠下了心。在起身后，让身边的小厮将早就准备好的一碗甜羹端了过来，道：“儿子今日还特意让厨房煮了父亲最爱喝的甜羹，还请父亲品尝。”宁国侯含笑接了过去，还点了点头，似乎十分满意儿子的成长。最后在沈木朗期待的目光下抿了一口，这味道。宁国侯蹙眉：“怎么？”沈木朗的声音干涩而紧张：“怎么好像不怎么甜啊？”沈木朗提到嗓子眼的心突然放了下来，道：“儿子第一次煮，想来手艺确实不太好。”老夫人一听这甜羹还是自己唯一的孙儿亲手所做，一张老脸笑得像绽开的菊花一般：“好好好，我家乖孙已经知道给他爹爹做甜羹了，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啊。”宁国侯也颇为高兴，将手中的甜羹一饮而尽，笑道：“好喝。”沈木朗看着宁国侯如此轻易地喝下一整碗甜羹，一时间回不过神，在老夫人喊了几次他的名字后，才猛地惊醒道：“啊，老夫人，您刚刚说什么？”老夫人笑道：“阿朗，祖母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给祖母也做上一碗。”宁国侯道：“母亲，阿朗是男子，经常困在厨房里，算什么事啊？”老夫人不乐意道：“怎么，给你这个当父亲的做就行，老身这个当祖母的就不行了吗？”沈木朗上前笑着打着圆场。一时间，宁国侯的书房里上演着母慈子孝、上下和睦的景象。宁国侯对自己的儿子今日的表现十分满意，他的庶弟沈文珍也对自己儿子最近的表现满意的不得了。自1个月前，他大儿子沈木渊每日下学后都会跟自己到书房中，不是探讨学问，让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帮他答疑解惑，就是开始关注朝廷和自己的公事，还时常能说出自己的一番见解。就连裴先生也不止一次的夸赞他，这些时日颇有长进啊。沈文珍还以为是孩子长大了，已经有了想成就一番事业之心，加之沈木渊如今越发沉稳，慢慢的，基本什么事情也会与他说上一二。第120章沈木清的疯癫。3更刚过，宁国侯府内就有3个黑色身影悄悄潜入了安堂。说是安堂，但老夫人向佛之心其实并不虔诚，更多的只是为了和京中那帮老夫人有个话题罢了。因此，宁国侯府的安堂在府中极为偏远之处，轻易没有人路过。里面的人即使大声喊叫，也不会有人听见。刚走进安堂的院子，一阵凉风吹来，院中的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有人低低哭诉他那无尽的委屈与愤怒。思雨就不由得瑟缩了一下，如今已经11月了，寒风刮得人脸生疼，这院子里偏偏还慌得让人心惊。猛地，安堂里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叫喊：“你们别过来，我才不怕你们呢！”差点吓得思雨尖叫出声，幸好被谭云眼疾手快的一把捂住了口鼻。啊！不要不要，求求你们放过我吧！那声音从外强中干，慢慢演变成了求饶，最后又成了碎碎念：“宜修，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失手，一时失手罢了。张笑，不是我害了你，又不是我一个人欺负你的，不能怪我，不能怪我，是你自己要死的。”沈乐林挑眉，看来林荣确实又在好好照顾他这个好堂姐啊。他慢慢走进院中唯一点着亮光的正屋，谭云十分贴心地带，突然拉着他几个翻身爬到了屋顶，掀开其中几片瓦。沈乐林被他这一系列熟练的操作弄得一怔，他原本打算从窗户里和他们俩一起看的，如今沈乐林看了眼独自站在下方，双眼满是不可置信，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思雨，心中默默同情了他一下，便和谭云一同向下看去。安堂内正中间是摆放着一尊佛像，左侧方是一个长书案，上面摆满了笔墨纸砚和书籍。沈木清的床就在书案后面，此时他正抱着被子面对着对面一个稻草人，嘴里念叨叨着：“是你自己不争气，我就随手打了几下，你就死了，不能怪我，不能怪我。”那稻草人穿着的正是府中下妓一等丫鬟的服饰，也是宜修死的时候穿的衣裳。沈木清仿佛瘦了不少，整个人蓬头垢面的，看不太清容貌，像是许久没有梳洗过的样子，完全不复当初站在沈乐林面前意气风发的模样。突然他似乎看到了什么，吓得站起身来，小跑到右边支起的一张小榻上，推了推睡在榻上的人。沈乐林借着屋内唯一的烛火，看得清清楚楚，躺在那里的林荣双目一直睁得大大的，他是在欣赏沈木清那害怕的样子。直到沈木清朝他跑来的时候，他才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在沈木清大力推醒后，林荣还揉了揉眼睛道：“小姐，怎么呢？可是冷了。”沈木清用颤抖的声音指着前方的稻草人道：“宜修来了，他来找我了，就在那里，你看，就在那里。”
林荣茫然地看去，问道：“没有啊，小姐，宜修已经死了。”没有。沈慕清用力地捏住林荣的胳膊，高声道：“怎么可能会没有？”虽有又低声碎碎念道：“他来找我，他们都来找我，我早就该想到的，我都能穿越了，这个世界自然也可能会有鬼的呀。他们都来找我报仇了。”他瑟缩地环视了周围一圈，突然又站起来，指着前方道：“不对，我不怕你们，你们活着都不是我的对手，更何况是鬼。还有，宜修，你凭什么来找我？你是卖身到我家的，我让你生你才能生，让你死你就必须得死，你有什么资格来找我报仇？张笑，还有你，我不过就是读书的时候欺负了你，可你呢，居然敢用死让我遭受网暴，最后你那该死的母亲还将我撞死了，应该是我去找你们母女俩报仇才对，要报仇的应该是我才对。”他说着，突然冲上前去，疯了一般的将稻草人一把推倒，随后坐在他的身上，拼命的厮打着，边打嘴里还边喊着：“杀了你，我杀了你，你们都该死，阻扰我的人本就都该死。”林荣则坐在床上，默默地看着沈慕清发癫，也许嘴角还带着丝丝笑意。眼见沈慕清越来越疯癫，沈乐灵给谭云一个眼神，他随手一弹，一颗小石子打在沈慕清的颈脖处，沈慕清瞬间昏了过去。谁？林荣警惕地朝屋顶看了一眼，不一会，敲门声响起，一个女声传来：“林荣，开门。”听出是思雨的声音，林荣瞥了一眼趴在稻草人身上的沈慕清，最终还是开了门，却不想这次五小姐居然亲自来了。几人进屋后，沈月玲一抬眼，思雨立刻去给沈慕清诊脉。不一会，思雨回禀道：“小姐，大小姐她服药的量有些过了，若再不停药，神智恐怕无法恢复了。”沈乐灵听完眯了眯眼，盯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林荣，声音淡淡地道：“看来这些日子本小姐的话你是半分没有听进去。”自从将要交给林荣后，沈乐灵再三交代1日最多1份，可林荣大抵是恨毒了沈慕清，之前1日给他用了3份的量，在沈乐灵警告后才有所好转。而今或是看沈乐灵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关注沈慕清了，林荣这胆子也越发大了起来。奴婢该死！林荣将头垂到了地上认着错，但沈乐灵却没听出他的半分悔意。从明日起，你就不用在这里伺候了，本小姐会另外安排人过来。沈乐灵不想再与他多说，既然下人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就不能再收为己用了。林荣一下子就急了，抬头道：“可是五小姐，如今大小姐离不开奴婢，而且奴婢前来可是老夫人同意了的，要是突然……”沈乐灵听着他言语中淡淡的威胁，轻蔑一笑道：“怎么，你想说除了你本小姐找不到更为合适的人了吗？”林荣低下头，不置一词，默认了此等答案。第121章林荣。沈乐灵面上笑着，嘴里却说出了最为无情的话语：“那既如此，你也不用活着了，就先下去等着你家小姐吧。”林荣抬起头，一双眼睛瞪得铜铃一般，完全不敢相信这样狠绝的话居然是当初将自己从大小姐整日的毒打中拯救出来的五小姐所说的。谭云听了沈乐灵的话，上前一步，一双手已经掐在了林荣的脖子上，只等沈月玲再次开口，轻轻一用力就能扭断她的颈脖。沈乐灵微微欠身，见林荣眼中浮起浓浓的恐惧，道：“怎么，现在知道怕了？还是你认为本小姐性子软好说话，才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忤逆本小姐的意思？”随着沈乐灵的话语，谭云的手渐渐缩紧，林荣慢慢透不过来气，努力用双手死死抓住谭云的胳膊，想将他推开，但谭云巍然不动。林荣满脸写着绝望，一双眼睛满是祈求看着沈乐灵。终于在他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一声天籁之音响起，够了！掐在脖子上的手瞬间松开了，林荣摸着喉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好在林荣不是个蠢的，恢复了一会后，立刻重新在沈乐灵面前跪好，连磕了3个头后道：“小姐息怒，奴婢一时鬼迷了心窍，奴婢再也不敢忤逆小姐的意思了。”沈乐灵见他被吓破了胆的样子，淡淡笑了笑，道：“林荣，本小姐知道你在怕什么，无非就是怕沈慕清清醒后想明白了安堂的事后，对你像对一休那样，对吗？又或者你还在怕本小姐因为某种原因不再对付沈慕清，那样在我和他之间的你，怕是除了死没有第2条路，所以你才自作主张想让沈慕清慢慢成为一个疯子，甚至等过上1、2年，等你报复够了，再安排他失足落水之类的戏码，从此开启你自己新的人生，对吗？”林荣不再像刚刚畏畏缩缩的样子，而是紧紧地抿着唇，一言不发，但后背却不住地发凉。这五小姐将他的心思猜得也太准了。这次本小姐之所以放过你，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才15岁，我不愿意这样花一样的年纪就和宜修一样，被人当成一堆秽物拉到乱葬岗中，连口棺材都没有。林荣，
你要想清楚，你以为照你的想法，将沈慕清弄疯弄死之后，你能逃得脱？即使我那大伯父再如何厌恶这个女儿，但只要她死了，这安堂之中必然会彻查。你觉得到时候第一个被抓起来大刑伺候的是谁？就算你熬过了府中的板子，各种刑具，但若找不到凶手，我这大堂姐好歹是被皇后亲自下旨旨给三皇子的。你觉得作为她身边唯一的丫鬟，你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吗？沈乐林的声音极轻，但将每一种可能，每一个环节都给林荣抽丝剥茧，讲得透透的。沈乐林说完这些后还不罢休，声音陡然拔高了些，紧盯着林荣的双眸道：但若是你不想活了，没关系，现在动手杀了沈慕清，然后自我了结，你敢吗？最后还将一把匕首扔在了地上，发出叮啷的声音。林荣的呼吸急促起来，脸上煞白，双目呆呆地看着匕首，猛地伸手捡起了它。沈乐林道：去吧。一刀扎在他的心房上，看着他的血在你面前流尽，看着他断气后再让自己解脱，一定要插在心房上，一刀毙命，不然残留着一口气会很难受的。沈乐林的阴恻恻的声音配合着大风呼啸的深夜以及这荒凉的院子，思雨一下觉得这屋中又冷上了几分。杀呀！起来啊！动手啊！见林荣迟迟没有行动，沈乐林催促道。林荣面满是纠结的神色，看着手中的匕首，心中全是挣扎，最终在沈乐林的声音中一下将匕首摔得老远，整个人上下起伏着喘着，似乎比刚刚在生死边缘后还要难受。沈慕清如今这样子，迟早是个死字，我有办法能让你早早解脱，还能让他受尽天下人的白眼，就连这府中也不会有他一丝容身之地。沈乐林循循善诱的声音再次响起。如此，林荣，你可愿意和本小姐一起送他入那万劫不复之地，背负着世间所有不堪的骂名呢？正在给沈慕清扎针的思雨搭话道：林荣，我家小姐想来说到做到，你也莫要再糊涂了，这大房小姐本就已经成了这样，不要平白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说完还瞥了眼站在沈乐林身边一言不发的谭云，心道：这日后小姐身边还是不能少了我和雅涵，不然没人给小姐打配合。指望谭云，那确实指望不上。林荣面色沉静，一双眼睛却已经开始游移。沈乐林再接再厉道：本小姐答应你，最迟明年2月，沈慕清必定身败名裂。到时候你若是想离开，我会帮你想办法拿到你的卖身契，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留在我身边帮我办事。若是想留在府中其他地方，我也会帮你斡旋的。林荣低着头，半晌终于开口问道：奴婢想留在五小姐身边。从安堂回来的路上，思雨有些不放心地问道：小姐，若是刚刚那林荣选择离开，您真的会放他离开吗？继续留在府中是不可能的，林荣在府中没什么亲人，又曾经是沈慕清的贴身丫鬟。沈慕清要是不在了，没有人会再重用于他，甚至搞不好哪一日被人翻出了蛛丝马迹，那就得不偿失了。沈乐林摇摇头道：他知道那么多事，我如何能放他离开？思雨这才放下心来，他就怕小姐年纪小，一时心软。不一会，思雨又问道：那小姐，你是怎么知道林荣一定不敢动手杀了大房的小姐的？万一他当时动手了，小姐的布局不就全白费了吗？沈乐林笑道：他与沈慕清朝夕相处，想动手还用得着我来劝吗？不过我也确实是在试探于他，若是他真的动手了，那他就不适合再待在沈慕清身边了。第122章破坏姻缘。景瑞17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的都要晚一些。11月23日，飘飘扬扬一整夜后，沈月玲一早就听到院外小阿周兴奋的叫喊声：姐姐快起来，我们去打雪仗了。还有玉珍的焦急的声音：小少爷，小姐还在睡呢，您莫要惊醒了小姐。话是这么说，但玉珍的声音可一点也不比阿周小。或许是这辈子没人像汉巧一样对她细细调教，样样耐心，加之沈乐林的有意纵容，养成了玉珍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小阿周的声音再次响起：姐姐，你再不起，就要没虫吃了。沈乐林实在不忍服了小阿周的意，最终还是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起了身。这京城的冬日实在是太冷了。和沈乐林一样被人吵醒的段俊则此时板着一张脸，跟在玉亲王身后沉默地走着。玉亲王似乎心情极好，脚一步步故意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街上左右两边满是早起支摊的小贩，叫卖声不绝于耳。包子、面条和馄饨，豆浆、油条和馅饼，应有尽有，香气漂浮在空中，让人食欲大增。玉亲王终于走到了一家卖馄饨的小铺里坐下，大叫一声：2碗馄饨，要大碗。段俊则冷着脸坐在他身旁，想听听他今日又是犯了什么病。玉亲王一坐下，就将脸凑到段俊则面前，小声而骄傲地道：阿泽，你猜猜本王昨日做了件什么事？段俊则一脸冷漠。玉亲王并不在意，继续道：阿泽，你肯定猜不到，
夏红衣那小子居然也敢对长宁起了心思。段俊泽木然的眼珠突然微缩了一下，抬眸看着玉亲王。见段俊泽对自己讲述的事情来了兴趣，玉亲王越说越起劲。你都不知道，昨日我一进宫就听人说了，夏红衣那小子跟皇后嫂嫂去求了长宁，我一听就觉得此事不可靠。说到这里，玉亲王罕见的四下看了看，才压低了声音道：虽然我不上朝，但如今老三和老二为了那位置就差破口大骂，大打出手了。要是长宁真嫁给老三了，老三未来要是胜了，他免不了和一堆女人抢，以长宁那个性子，怕是要吃亏的。若要是败了，不是跳进了火坑吗？所以我昨日听说这事后，立马去求见了皇后嫂子，好说歹说，最后终于求得皇后嫂子松了口，老三那小子这辈子就别想娶到长宁。说完还不解道：你说那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长宁从小和咱们一起长大，他怎么能对长宁起那种龌龊的心思？还是说他娶长宁是为了……那就更不能将长宁推入苦海了。你说是不是阿泽？玉亲王自顾自地说完，终于记起他身边还有一个人了。可不抬头还好，一抬头就看到段俊则像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自己。玉亲王一下子炸了毛，身子一退，怒道：阿泽，你干什么这样看着我？段俊则淡淡开口道：你破坏长宁郡主姻缘。玉亲王解释道：难道你觉得老三那阴险的家伙能是良配？段俊则道：这个月已经第4个了。玉亲王强辩道：你也不看看那都是些什么人，不是长得歪脸斜嘴的，就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本王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难道还能眼睁睁看着长宁往火坑里跳？段俊则云淡风轻道：那你觉得他应该找个什么样的？不说英俊潇洒，至少也要能看得过去吧，不要文韬武略，至少也要文武双全吧，不求专情专一，至少也要对长宁打从心里敬重吧。段俊则按照玉亲王的标准说了几个人，玉亲王不是嫌人太过迂腐，就是嫌人长袖善舞，不管他说谁，玉亲王就是一个劲的猛摇头。最终段俊则叹息一声道：长宁已经15了。玉亲王毫不在意：那又怎么样？皇后嫂子又不是养不起他。段俊则又道了一遍，乐声：长宁已经15了。这下玉亲王梗着的脖子终于低了下来，道：我知道，我就是担心他日后过不好。你知道的，父母已经没了，万一别人欺负他怎么办？段俊则道：有皇后娘娘在，可等她出嫁了再进宫可麻烦了，即使有皇后嫂子在也。段俊则道：我倒是知道一个人应该能对长宁郡主好一辈子。玉亲王眼睛一亮，忙抓住段俊则的衣袖道：是谁？你？我？就是你！玉亲王甩开他的衣袖，气呼呼道：阿泽，你故意的是吧？明知道我只把那小丫头当妹妹，是吗？段俊则淡淡道。玉亲王对他那漫不经心的语气很不满意，指责道：是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不知道。段俊则简洁明了地道。你！玉亲王气结。今年入冬后，蜂窝煤基本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的市场。每当有老百姓感叹都东西好的时候，都会有人想起去年发生的故事，嗤笑道：这东西当然好了，不好那宁国侯府里的姑娘怎么会胆子大到欺骗圣上呢？是啊，你们不知道吧？去年后来要不是圣上圣明，可不就被那姑娘给骗去了？就是，为此去年我还和几个山西的商人争论了一番，结果呢，还真是咱们没理，最后我还给人赔礼道歉了的。话说那宁国侯府的姑娘这一年好似都没啥消息了，还能有啥消息啊？你不知道吧？说八卦的那个小声道：宁国侯夫人今年夏天去世了，听说她那姑娘太过伤心，自请去了安堂为母祈福，那倒是个孝顺的。听的人感叹道。一旁有那和大户人家到交道的，听到这样的说辞，嘴角流露出轻蔑的一笑，什么孝顺，不过是这些大户人家惯用的遮羞布罢了。总之日后怕是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冬日，沈慕清的事便要被人拿出来说笑一番。第123章八字不合。又是一年除夕日，沈乐领起了这1个月来最早的一个早床，却还是被小阿周取笑了，因为他已经早起和大哥一起练了一个时辰的舞了。沈慕渊自从知道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后，虽然外表看来还是个翩翩少年，爽朗率真，但熟悉的人却看得出他比从前上进多了，不再整日想着和那些好友们如何玩耍，一下学就回家，不是跟着裴先生和他爹爹学习，就是和他妹妹探讨学问，就连武学也比从前更加用功。小阿周当时听说哥哥每日早起1个时辰练功，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满脸写着佩服。沈乐林故意道：大哥一定是怕小阿周日后比他厉害，才这么用功的。小阿周重重点头，觉得大哥就是害怕自己。沈乐林又道：那怎么办？小阿周永远打不过大哥，那日后姐姐跟大哥吵架，不是永远保护不了姐姐？
小阿周这下急了，一蹦3尺高道：“阿周要保护姐姐，阿周要比大哥还厉害。”于是莫等沈乐灵再多加劝阻，小阿周就自己跳下了火坑，拍着小胸脯保证到自己明日一定早起，要和大哥一起练武，绝不能让大哥一个人进步。还别说，小阿周虽然年纪小，但深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道理。第二日一早就让刘金他的小厮叫醒自己，最后裹成一只小笨熊，揉着眼睛赶到了沈沐渊的院子。一见沈沐渊已经开始学习了，眼睛一下就睁开了，高声道：“戴师傅，等等我，阿周也要学。”还朝沈沐渊露出了个挑衅的小眼神，气得沈沐渊恨不得将他的小耳朵给拧下来。小阿周还是最喜欢这个姐姐的，取笑过后还小大人一样的叹了口气，道：“哎，姐姐这样来，日后阿周还得更厉害一点才能保护姐姐。”沈乐灵被气得满脸通红，沈文珍则被逗得哈哈哈笑出了声，就连姜氏也忍不住用手指戳了下阿周的小脑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完了早饭后，依旧带着丫鬟婆子浩浩荡荡的朝老夫人的院子里去了。或者是寒风萧瑟，整个宁国侯府显得格外清静，让每每路过池塘心中就忍不住烦躁的沈乐灵心中都平静了不少。这宁国侯府还是安静些的好啊。众人进了慈安堂，大房二房的人除了沈文亨夫妇和沈沐清全都到齐了。老夫人一改从前靠在软榻上懒洋洋的状态，反而在正上方坐得直直的，一双眼睛也锐利地盯着下方的人。沈文珍率领一家人给老夫人请完安后，老夫人淡淡道：“起来吧。”沈文珍一家人刚起身，沈文亨就跌跌撞撞地被人扶了进来。“老二，你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吗？”他一走近，身上就是一股浓重的酒味。宁国侯怒喊道：“大哥，你凶什么凶？你从小到大就会对我凶？”沈文亨满脸通红，眼神空洞无神，双眼下全是青黑，下巴还满是青色的胡茬，像是倒在街边的酒徒一般。“哥，我知道，今日不就是除夕吗？我不是特意回来给母亲请安来了吗？”沈文亨站都站不住，左摇右摆地上前，啪的一下就趴在地上，在丫鬟的搀扶下才缓缓起身，朝老夫人憨憨的笑道：“母亲，儿子给您请安了。”说脑袋直接往地上一磕，就久久没有起来。宁国侯上前一推，竟然直接将他给推倒了。众人焦急想要查看时，却听见他震耳欲聋的呼噜声响起。沈乐轩、沈乐雨两姐妹站在一旁，脸上燥得通红，眼眶里的泪水都在打转，但却始终不敢吱声。如今他们的母亲还被关在院子里，时不时连饭都没有去人送。他们外祖父派来的人了解完事情的原委后，不知和大伯父交谈了些什么。母亲身边的陪嫁全被带走了，母亲却还没出来，大概也出不来了。父亲整日不着急，偶尔看到她们姐妹就像看到仇人一般，眼睛里满是厉色。老夫人对她们姐妹也不喜，如今这侯府上上下下除了姐妹俩的院子，竟然没有一块她们的容身之地。沈乐雨看了眼沈乐月和沈乐灵，原本她是瞧不起二人的出生的，一个是庶女，一个是庶房之女，还在乡下地方长大。如今看来，这府中真正可怜的却是自己姐妹。老夫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手中的拐杖在地上狠狠地杵了几下。“来人，将这个逆子给我拖下去！”老夫人被气得胸前不断的起伏，马嬷嬷上前拍着她的背，不停地给她顺着气。老夫人今日特意打扮了一番，大房二房发生了这么多事，她就盼望着这一年早些过去，也不愿让三房那个庶子看笑话。不想今日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又给她整了这么一出。老夫人的眼睛向下扫了一圈，看到三房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样子，气更不打一处来。突然她脑中灵光一闪，家中好像就是三房来了后才出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先是阿青不知羞耻的和三皇子有了肌肤之亲，被皇后下了脸，再是袁氏给老二下药的事情败露，接着是那贱人张氏。老夫人狐疑的目光看向沈文珍，难道这小子跟自己天生八字不合？想到这里，老夫人颇有些坐不住了，三言两语将人都打发出去了。等人全走后，老夫人道：“马嬷嬷，你说家中是不是要请个道士，什么驱邪？”马嬷嬷不想除夕之日老夫人会说出这样的话，呆愣了片刻才道：“老夫人，是为何？”老夫人将心中所想说出来后，马嬷嬷也觉得有些蹊跷，但还是劝道：“老夫人，这马上都要过年了，正月里起道士到家中里到底不吉利，不若咱们先等等，好好观察观察。”老夫人也是知道这个理的，犹豫片刻后，最终点了点头道：“那这些日子你打听一下，京中这些年哪里的道观要灵验一些。”第124章沈沐清清醒一。自从给宁国侯亲手做完羹汤之后，沈沐郎整个人变回了三房未来之前春风得意的少年模样。刚进宫宴的地方，沈沐郎表现得有礼有节，让原本郁闷的宁国侯很是长了几分面子。
哈哈，虎父无犬子，侯爷这可真是后继有人啊！爽朗的笑声配上恭维的话语，宁国侯看自己这个儿子的眼神越发温和了些。沈木朗似乎是少年人脸皮薄，微微低下了头，无人看到他眼底的一抹嗤笑。众人落座，景瑞帝秉持着最后出场的习惯，姗姗来迟，随行的还有二皇子和三皇子，还有垂头丧气的玉亲王。三呼万岁后，大伙慢慢坐下。宁国侯这才有机会朝这位许久不见的圣上多看了两眼。圣上消瘦了不少，眼窝也深了些，但这个人精神抖擞，颇有些道骨仙风的味道。景瑞帝兴致并不太高，只是照着往例说了些话，坐了不到2刻钟就走了，徒留一群朝臣面面相觑。玉亲王见自家皇兄都溜了，那还等什么？也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跑了，心中还忍不住吐槽：这每年的除夕宴都又臭又长的，东西还凉飕飕的不好吃，一大群男人唧唧歪歪的比女人还麻烦，难怪连皇兄都受不了，回去与大师论道了。坐在上方的三皇子并不意外，而是开始打量着下面朝臣的反应。见丁家和二皇子眼神交错的那一刻，握着酒杯的手不由得加了几分力道，随后目光和魏国公对视上后，微微点了点头。环视1周后，他的目光最后在沈木朗身上一顿。这些日子沈木朗像是开窍了一般，接连给他出了2个妙计，虽然看似在说明年相造白堂的商贾之事，但同理延伸到朝中一样实用。不过如今二皇子一定明年就要与丁家完婚，他的婚事也要提上日常。皇后如今摆明了不愿意将长宁嫁与自己，加之皇后娘家本就势微，就算娶了长宁，对自己荣登大宝确实没有太多的益处，反而是魏国公的女儿。魏国公手握西南兵权，其二儿子还是自己的伴读，若是能得到他的帮助，最起码这江城上，除非二皇子将定北侯收入麾下，否则将没法与自己匹敌。总之不管何种情况，既然他要大婚了，与沈木青之事便是他的一个污点，若是他再拿不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就别怪他无情了。三皇子想到这里，招来了身边的小太监，小声嘱咐了2句。不一会，就有一个小太监代替了沈木朗身边添酒的位置，并借添酒之时传达了三皇子今日让人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若是元宵前沈木青还没有回信，沈木朗日后也不必再到他府中来了。沈木朗听后，左手在袖中握得更为用力了。宁国侯府安堂之内，沈木朗亲自拎着食盒走进院中，低声喊道：妹妹，大哥来看你了。林荣打开门，面露惊喜道：大少爷，您来了，快进来，小姐今日还提起您来的呢。沈木朗大喜：妹妹记起我了。林荣点头笑道：可不是吗，小姐最近好多了呢。沈木朗兴奋地走了进去，可脚刚一踏进去，就不由得吃了一惊，也环顾四周。整个安堂佛像上、书案上、门上、窗上，甚至桌子椅子上都全贴满了黄色的符咒，整个屋子在昏暗的烛火之下显得异常瘆人。沈木朗一时瞪大了眼睛，这是？林荣笑着解释道：上次大少爷来不是说小姐是中邪了吗？奴婢想着宜修本就是小姐的丫鬟，别说生是小姐的人了，就连死都是小姐的鬼，怎么可能回来找小姐？所以奴婢思考再三，想到小时候村里的婆婆曾经说过，中邪的人最怕这些符纸了，只要将符纸贴满中邪之人身边，很快就会将那些邪物给逼走的。还别说，自从贴了这些后，小姐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呢。林荣的声音清脆而干净，沈木朗听后不疑有他，点点头道：这些日子辛苦你了。第125章沈木青清醒2。这时沈木青悠悠醒来，看到沈木朗，脸上露出喜悦，急切是喊道：哥哥，你终于来了。沈木朗将食盒递给林荣，快走2步到了沈木青床边，看到他无神的双目，憔悴不堪的容颜，心中难受的紧。他的妹妹，他那从小被教养大的妹妹，怎么会变成了如今的这番模样？沈木朗忍住鼻尖的酸涩道：妹妹，你还好吗？妹妹刚被关进来的时候，老夫人看得严，她只能让林荣给妹妹带些吃食和话。后来还是兵扑之事，三皇子给自己下死命令，自己才在夜间找了个机会溜了进来，不想却看到妹妹当时不仅人瘦了不少，还时不时说着话，就突然叫道：宜修，本小姐才不怕你呢！眼睛里骇人的血丝与恐惧。后来从林荣的口中，沈木朗才明白，妹妹这怕是心病，不小心杀死了丫鬟后，母亲又因那么个蹩脚的理由被父亲残害，如今又恰好被关进了安堂。妹妹一定是因为太过害怕，才有了这个心病。但毕竟妹妹亲自动手杀了人，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好张扬，加之老夫人和父亲当时都对妹妹厌恶至极，她再三思考，打算自己偷偷去帮忙找大夫问问。于是她在让妹妹给三皇子回了封信后，就叮嘱林荣好好照料妹妹，自己则让人四下问询了一圈，得到的答案都是心病还需心药医，但自己在哪里再给她找个宜修来，
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不过他每个月都会来看妹妹1-2次，给她带着东西。这次三皇子说出这样的话，自己原本想着，若是妹妹还没有好转，只能将此事禀告给父亲了。反正如今父亲只会有他一个儿子，有自己在，妹妹想来也会无事的。却不想林荣那丫鬟居然还有些机灵劲，妹妹已经有所好转了。沈慕清听了沈慕朗的话，茫然地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反应了半晌，才缓缓道：“好多了，大哥，你今日怎么来了？”妹妹，今日是除夕。沈慕清闻言，除夕啊，那中秋节已经过了吗？自己原打算像去年中秋一般，准备好诗词在宫宴上好好大展身手，让那些在背地里嘲笑自己的人好好崇拜自己，让他感受一下打脸的快乐。他已经想明白了，这个世界既然不止自己一个穿越者，那么他就要抢尽所有先机，将能抄的能做的全都先做了。反正自己估计早就已经暴露了，可不想他却被宜修的鬼魂缠了半年之久。如今除夕已过，自己身上又带着笑，若是下一次自己一鸣惊人的机会，则要等好久，到时候一切就晚了。想到这里，沈慕清突然抬头问道：“大哥，老夫人明年2月是不是就60大寿了？”沈慕朗点头，随即道：“妹妹，现在重要的不是老夫人的寿辰，是你和三皇子的事。”沈慕朗说到这里，警惕地向后看去，见林荣低眉顺眼地站在一旁，伸手将食盒接过：“你先出去吧，有事本少爷会叫你的。”林荣乖巧地走了出去，还贴心地给二人关上了门。等林荣走后，沈慕朗打开食盒道：“妹妹，来先吃点东西。”接着沈慕清一边吃着，一边听沈慕朗将这些日子的事情一一道来，从冰凉一下店铺的事情开始说起，到今日三皇子对他的警告一字不漏。最后沈慕朗还总结道：“要不是近来子集给我出了不少主意，三皇子或许根本等不及到元宵了。”沈慕清听完后，原本无神渐渐眯了起来，眉头紧蹙，颇为不死心地问道：“三皇子只说若我不回信，就让哥哥你也不必去了，没说别的？”沈慕朗茫然道：“就这些，没说别的呀。”沈慕清将手中的碗重重往一旁的小几上一放，整个面色都阴暗了下去，在明暗不清的烛光下，配上他那张如今瘦得吓人的脸，越发显得瘆人。半晌，沈慕清才道：“那既然三皇子想我帮他挣银子，我自然要好好的帮他才行。”其中“好好的”3个字，沈慕清的语气尤其重。沈慕朗听着有些怪怪的。沈慕清拉住沈慕朗的手，突然道：“哥哥，如今看来三皇子并不可信，什么对妹妹的情根深种，多半是些虚情假意罢了。我们兄妹俩可要早些为自己做打算。”沈慕朗听完，瞪大的眼珠，他不是没有想过，三皇子对妹妹的情谊要真是像他之前所说，为何这么长时间他就不找机会来府中见见妹妹呢？若说之前还要避嫌，但如今众所周知，自己已经在他门下，妹妹又是得了皇后懿旨，日后终是要入他府里的，怎么就一次也不来呢？但他既然已经上了三皇子的船，那自然就是三皇子的人了。可如今妹妹的意思，沈慕朗这一点还没反应过来，沈慕清就突然问道：“对了，哥哥，你刚刚说帮你出主意的那人叫什么来着？”两兄妹一直商量到了深夜，没有注意到窗外的一道身影。第126章，又是一年除夕夜。宁国侯府静园，沈乐林一家其乐融融的看小阿周背了2篇文章，打了2套拳，一家人将肚子里小阿周能听得懂的夸奖全搜刮了个遍，小阿周才满意的罢了手。坐下，俩人一起聊天，不一会，小脑袋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晚膳时候放出豪言壮志，今年已经读书成为大人了的沈慕周小朋友，最终还是没能和大家一起守完夜，早早的去见了周公。看到小阿周睡觉的时候两腮都鼓鼓的，皮肤嫩嫩的，沈文珍摸了摸小儿子的脸，宠溺道：“这小子。”姜氏看着阿周香甜的睡颜，小声道：“你轻些，莫要弄醒了他。”沈乐林看着在一旁念叨的母亲，呵呵的笑着，却感受到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抬眼望去，自家大哥正看着自己，眼中满是心疼。又是一年除夕夜，段俊泽和5岁的妹妹段晶晶一块吃完晚膳后，便一起坐在大厅之中守夜。段晶晶到底年纪还小，不一会就坐不住了，左右摇摆，像是凳子上有钉子一般。但看着木着脸的哥哥，不敢吭声，忍了一会后，实在忍不住了，突然朝着奶娘哇哇大哭起来。奶娘王氏心疼的将小丫头抱在怀中，轻声哄着。朝着北方看去的段俊泽骤然听到晶晶的哭声，疑惑地看向自己的妹妹，问奶娘道：“她怎么了？”奶娘哑然，她总不能说大概是被世子爷你的冷脸给吓着的吧，只能解释道：“小姐大概是困了，有些想睡觉了。”段俊则看着晶晶渐渐被哄好，但小脸上还挂着金痘痘，不疑有他的点点头：“既如此，你带晶晶下去休息吧。”奶娘抱着晶晶行了一礼后，
就恭恭敬敬地退下了。段俊则独自坐着，看着空荡荡的大厅，心中一时有些落寞。小时候，每逢除夕的时候，娘亲都会将他抱在怀里，指着北方道：“阿泽，你父亲就在那个方向，现在也肯定朝我们这里看着呢。”那时的自己总会伸长脖子，死命往北方看。可是娘亲，阿泽什么也没有看到啊。娘亲的会摸摸自己的头，笑道：“傻小子，要等你长大了才能看到。”当然，段俊则并没有等太长时间。6岁那年，定北侯的副将回京，专程接他去了军营。在娘亲含泪的目光中，段俊则还是上了路。临行前还兴冲冲地道：“娘亲，儿子去看看父亲就回来。”那时的他就明白了，父亲手握兵权1日，他们一家人就没有办法团聚。一路上走了近2个月，才风尘仆仆地赶到边境。他却倔强的没有说一句苦累，最终见到了他那父亲。他与段俊则想象中的一样，高大魁梧，像一座大山一样，能帮边境之人顶着天的大将军。接下来的几年，自己在漠北生活的十分惬意，可以在那辽阔的大地上赛马疯跑，会和叔伯们一起看那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会和小兵们席地而坐，看那漫天的星辰。只是每到除夕，父亲也都会朝着京城的方向望去，一坐就是一整夜。9岁那年，段俊则偷偷跟在大军身后上了战场，斩杀了3名匈奴人，但同时也差点死在了他们的刀下。若不是一个大头兵，那寒光凛冽的一刀原本该削掉的是他的脑袋。他原本以为父亲会对大发雷霆，没想到父亲却只是低下身子，拍拍他的肩膀道：“我段家儿郎天生就该在战场驰骋。”可11岁那年，娘亲跟着宫里的公公带着圣旨前来，将自己召回京继续当伴读后，自己就再也没有见过北方的草原和天空，和那个总是一身盔甲满身血气的人了。就连娘亲在5年前生下晶晶后也不在了。如今除夕，连跟自己一起守夜望向北方的人都没了。段俊则正思绪飘散的时候，一个小脑袋在门口探了出来，见哥哥没有看到自己，才大着胆子走了出去。最终有些瑟缩的拉着哥哥的衣袖，明明有些害怕，却还是奶声奶气道：“哥哥，晶晶陪你。”怎么这么冷清啊？阿泽，本王来了，你都不出来迎一迎？玉亲王拎着一只烧鸡，提着一壶酒，也大步走了进来。晶晶一见玉亲王，立即甩开了自家哥哥的袖子，小跑上前抱住玉亲王的腿，甜甜的叫道：“乐生哥哥，晶晶好想你。”原本还有一丝丝感动的段俊则。第127章，关公面前耍大刀。得知沈木青和沈木朗的对话后，沈乐林差点笑出声来。没想到他这个堂姐疯癫了一段时间后，反而提早看清了三皇子的真面目。沈木青上辈子是怎么告诉自己的来着？妹妹，你可别说姐姐针对你，要知道沈乐轩的相公我也睡了。原本我只是逗逗他们罢了，但既然夏红毅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其实我以前是真的喜欢夏红毅的，所以后来即使知道他骨子里是个草包，和匈奴对战的时候居然不战而逃，可为了维护他那可怜的自尊心，我却从未提过这事。我为了他哄了一个又一个人，帮他赚钱，帮他稳定江山，而他呢，心中有一个长宁还不够，如今还要让一个替身爬到我头上来。既然那些男人可以3妻4妾，后宫3000的，我凭什么不能多几个男人？我就是要戴数不清的绿帽子，日后等我还废了他，甚至让亲眼看到我与其他人欢好，这就是他骗了我这些年应该付出的代价。我的好妹妹，姐姐我算是明白了，这世间什么情情爱爱都是假的，只有权力和地位才是真的。或许未来我还能做这大魏第一个女皇帝，也不一定呢。沈木青癫狂的面容从脑海中散去，沈乐林嗤笑一声，自己这样算不算阴差阳错做了件好事？不过以沈木青宁可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的性子，既然将心思放在防备三皇子上，倒是省了自己不少事。景瑞18年元月14，经过10多天滋养的沈木青换上一身小厮的装扮，跟在沈木朗身后，从他那心腹刘婆子手的西侧门出了府。清凉一下的铺子，这个季节已经该卖香皂和白糖了，但是由于这东西已经不是他们一家独有的，加之之前得罪过一批客户，生意凄凉得很。沈木青和沈木朗坐在铺中雅间之中，相对无言。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三皇子还没有出现。沈木朗看着沈木青越发暗下来的面容，微微咽了下口水，安慰道：“妹妹，这半年三皇子他确实不似从前繁忙了许多。”沈木青依旧是小厮的打扮，脸上也涂黑了许多。由于这半年多的折磨，整个人依旧消瘦得很，不用再加其他的修饰，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营养不良的穷酸小子。唯一不同的是，他那一双眼睛，那双凹陷的眼睛，时而麻木空洞，时而阴沉凶狠。就连沈木朗有时对上这一双眼睛，都忍不住心中发颤。今日他本想让妹妹写封信，将为三皇子想的一些法子直接写下来就好，却不想妹妹一定要自己亲自与三皇子相谈。想着妹妹那除夕那夜跟自己说的话，沈木朗不由得心中打鼓。今日他不会跟三皇子撕破脸吧？那可是皇子啊！
就在沈木朗还在想着措辞在劝慰，浑身弥漫着沉郁气质的沈木清一番时，门被推开了。三皇子一袭黑色大氅，头发挽得高高的，与之前沈木清见过的一股温文儒雅的感觉不同。此时他眉宇间透露出的是阴气和上位者的那股霸气。沈木朗二人起身请安。看到沈木清的面容的时候，三皇子明显微微愣了一下，似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面前这个受脱相了的小厮就是半年前那个一身校服的貌美女子。但很快，一抹恰到好处的心疼在他的抹黑的眼中晕开。阿青，是你吗？你怎么？宁国侯他怎么敢这么对你？他的声音干涩，似乎饱含着深情与自责。就连一旁的沈木朗都忘了除夕夜三皇子让人传的话，暗道三皇子对自家妹妹到底是真心的。可沈木清是谁？那可是上辈子见过多少情感世面的。别说小时候就开始看琼瑶阿姨剧，就是后来的韩剧，哪一个男主的戏份不好？再则前世他也没少谈男朋友，在自己面前演这种深情，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更何况他观察得十分仔细，这三皇子见到自己的第一眼，眼底流露出的分明是惊讶与嫌恶。沈木清心中百转千回，但不管怎么样，这三皇子还能在自己面前装，那就说明自己对他还是有大用处的。那自己的计划。听完三皇子关心的话语，等了一会，沈木清依旧没有开口，面上的只有冷漠的疏离。最后沈木朗微微拉了他的衣袖，提醒了一下，沈木清才轻轻嗯，谢谢三皇子的关心，便不再出声。场面一时有些尴尬，但三皇子似乎浑然不觉，自顾自地笑道：阿青，可是在对我这半年对你的关心不够而生气？沈木清依旧淡淡的。三皇子说笑了，沈木清不敢。三皇子一双眼眸紧紧地盯着沈木清，目光实在是灼人。沈木清也抬头看过去，二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三皇子一笑，正准备再说些示好的话语，却不想沈木清即可就将头转到另一侧。三皇子接二连三地背下了面子，脸上也有些难看了，但他依旧忍着气。想到那年中秋自己独自信步前往宴席之处时，却不小心听到这个女人与其母的对话。娘亲，您相信我，只要您将铺子生意交给我，我保证不出几年让咱们家成为大魏第一有钱人，每年铺子的流水让您数都数不过来。他母亲听后大概说了他几句，他便又撒娇道：娘亲，您别不信，只要女儿愿意，今夜女儿定能救青史留名。于是当晚，那女子以一首水调歌头，惊艳四座。当时的夏弘毅看着那正被父皇嘉奖的女子，眼底的光亮微微闪动，心中不自觉便对那日他在花园之中的大放厥词信了几分。这女子虽爱说答话，性子也不太讨喜，身世如今也不够看，但看着她确实还有几分本事的情况下，三皇子转头对站在一旁的沈木朗道：木朗兄，不如让我和阿青单独聊聊。沈木朗看了眼自家妹妹，见她微微点头，这次行了一礼道：三皇子，妹妹她大病一场后心情不是太好，还望您多多担待。等沈木清出去后，三皇子才从随身内侍小李子手中接过一个食盒，并用眼神示意他离开后道：阿青，你看这是什么？第128章连锁镖局。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水云间的茯苓糕，知道你喜欢吃，我刚刚特意去买的。三皇子边说边将那食盒打开。沈木清看见食盒里的点心，眼神终究软了下来，低声道：难为三皇子还记得。三皇子听他声音软了下来，心中微动，上前一步，满是深情地拉住了沈木清的手道：这么会不记得呢？这些时日我给你写了多少封信，都石沉大海了。阿青，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甚至都以为是不是你的心不在我这里了，所以才故意。除夕夜我也是实在忍不住了，才会让人给木朗兄那样子传话的。但好在结果是好的，今日我终于见到了你。三皇子说这些话时，沈木清的目光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似乎在确定他话中有几分真心。但三皇子的眼神毫无闪躲，丝毫不惧他眼中的探索。良久，那双凹陷的眸子里的凌厉与戒备慢慢化成了柔情，凝聚成袅袅水雾，眼角微微泛红。沈木清忙低下头，似乎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眼中的脆弱。三皇子试探着将沈木清缓缓搂入怀中，心中暗笑，女人就是愚蠢，一盒糕点就能感动成这样。沈木清的头埋在三皇子的胸口，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沈木朗在门口颇有些坐立难安，那小李子右手在门口，他只能心急的来回走着，生怕妹妹不懂事将三皇子给得罪了。终于门被打开了，三皇子面色如常的让自己进去。沈木清眼眶微微发红，但却笑得十分开怀，像从前一般，有了几分小女儿的样子，叫道：哥哥，快进来，阿青正要跟你和三皇子的说说咱们接下来的商业大计呢。接下来沈木清将这些时日自己所想的3样东西一一给二人讲解。只见他拿出几张纸，上面其中第一张是简陋的大卫鱼图。三皇子，这些日子我都想过了，京城虽说是在天子脚下，但到底人口有限，若是我们想赚更多的钱，那目光必须要放得更为长远一些。
三皇子眼睛亮了一下，他就知道这个女人当年并没有说大话。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第一步是要先开连锁镖局。妹妹，何为连锁？为何要开镖局？沈木朗问道。这个年代，开镖局的人都是些走夫贩族，跑江湖的下等人，赚的都是些血汗钱，搞不好一年的收入还没有他1个月的月钱多呢。沈木青将连锁的意思解释一遍后道，因为有了镖局，不仅能方便我们在大魏各地开设店铺，还有利于三皇子的大事。沈木青说到这里，还抬眸看了眼正在思索的三皇子，见他看向自己，又立刻娇羞地低下了头。沈木朗几乎立刻会意到了三皇子的大事为何，心中忍不住为妹妹的聪慧赞叹。沈木青指着那鱼图道，开镖局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在各个大城扎根，然后再开其他的店铺，这样日后若我这边再有什么稀罕物，京城和其他城里的店铺可以同一时间出售，只要一时间抢占市场，拿下客户，日后就算其他地方研究出方子，想来也翻不出什么大浪。说到这里，沈木青还指着鱼图道，三皇子，您看看，阿青先设立3条线，南边、西边和北边，南边富裕，西边有不少好东西，北边动荡，更需要第一手消息，您看如何？三皇子认真思索半晌，也是觉得沈木青所说十分在理。如今北边多有战士，手握兵权的那些老将们可是关键啊。但如今有一个问题，便是这一下子开3条线路，怕是银钱上一时有些周转不过来，还有这人手。三皇子道，人手阿青你不用担心，就是这银钱。说到这里，三皇子的目光还是看向了沈木青。沈木青十分上道，笑道，如此，最重要的问题就被三皇子给解决了。那语气，那神态，颇有种啊，你真厉害的意思。满足完三皇子的自尊心后，沈木青又道，不如这样吧，前期北方都是些大事，而且城镇较少，由三皇子您负责，西边人大都野蛮，就由哥哥负责，南边人情往来颇为重要，就由我来负责。沈木青说完，沈木朗都点点头，这样的安排颇为合理。三皇子则微微蹙眉，刚刚沈木青一说，他心中便就负责这3条线的人都想好了。若是做其他的生意，他手底下的人或者并不多，但开镖局多要些有身手的人，这样的人他最是不要缺。看着沈木青那双笑意盈盈的眼睛，三皇子最终还是道，阿青安排的极为合理，只是镖局毕竟是个粗鄙的行业，你……沈木青撒娇道，阿姨，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也想要为你多做一些事，放心，我一定能做好的。更何况我日后还想在各地开些铺子，定然是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具体情况的呀。一声阿姨教得沈木朗心中一颤，这妹妹和三皇子的关系更甚从前啊。半晌，三皇子妥协道，既然如此，那就听阿青的吧。沈木青见三皇子松了口，也暗暗松了口气，随后又道，但这毕竟是长久的打算，眼下我有一样东西，今日特意拿来给三皇子试上一试。沈木青从他一直放在身旁的盒子里拿出一个葫芦，随后让小李子拿了3个净白的杯子，一一倒满。净白的杯底衬得那暗红色的液体越发显眼，很是好看。沈木青看着二人疑惑的眼神，解释道，这叫红酒，是我半年前酿的，哥哥三皇子你们快尝尝。第129章大魏武则天。这葡萄酒是沈木青在大夫人去世前酿的，前世他小时候曾和朋友试着酿过一次，去年在白糖市场被人抢占后，他便开始研究新的东西，可那葡萄酒刚埋下，大夫人就去世。3日前，他便让林荣去以前的院子里取了出来，今日时机刚好，正好安抚安抚这对自己用情至深的三皇子。三皇子还未动，小李子便笑得极为灿烂道，沈姑娘，奴才今日站了1日了，可否先向您讨杯酒水喝喝？沈木朗这才反应过来，是啊，三皇子是何等金贵之人，妹妹怎可随意给他这些吃食相关的东西呢？小李公公请，是我们兄妹俩疏忽了。沈木朗道。沈木朗这样说着，心中不由得一颤，他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妹妹找自己要过鹤顶红的剧毒，难道……他看了眼云淡风轻的妹妹，心中疑虑渐消，妹妹想来不会做这么糊涂的事情，但眼睛却还是一瞬不瞬地盯着小李子，生怕他出了什么问题。小李子这才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小李子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扭曲到最后的回味，在三皇子的疑问下，小李子惊喜地道，殿下这酒出常有种酸褐色的感觉，但入喉之后就有一种有清新干净的香味。三皇子眼底流露出一丝兴奋，沈木青就着小李子用过的杯子又倒上了一杯，掩嘴一笑道，殿下，这酒可不能像小李公公那样牛饮，这东西啊要细细的品。边说边拿起一杯，在杯中摇了摇，那道暗红在杯中流转，莫名勾人。随后沈木青细细品了一口，三皇子和沈木朗都有模有样。不一会，三皇子看沈木青的眼光又亮了几分。沈木青如今在他的眼中就跟一个金矿一般，或许这个女人的价值还能更重一些。沈木青看向三皇子的眼睛里满是清澈的柔情，但心底却冰凉一片。
若是刚刚不是自己坚持，怕是那3条线，这三皇子一条也不会给自己留。既然你敢拿我沈慕清当傻子耍，别怪我将你当跳板了。想到这里，沈慕清突然想到，自己穿越而来，上天真正的目的不会是让自己成为这大魏的武则天吧？不然为何给自己的分配的居然是这么个玩意儿？沈慕清越想越觉得自己分析的有道理，看向三皇子的眼神闪过一丝不屑，但很快又变成了那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和三皇子虚与委蛇之后，沈慕清一回到马车之上，看到还笑得合不拢嘴的沈慕朗，微微蹙眉，自己这个哥哥真是愚蠢至极，典型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他忍着气道：“哥哥，别笑了，你刚刚没看出来三皇子在防着我们吗？”沈慕朗闻言大惊。半个时辰后，沈慕朗跟着沈慕清去了2家医馆，又去了家成衣店，最后终于坐在东来顺的包厢之中。沈慕朗的脸色极为难看，焦急地在房间之内走来走去。沈慕清原本疯魔了这么长时间，恼人时不时的就疼，脾气也比从前更加暴躁一些，不过却学会了忍。沈慕朗这一走，瞬间让他觉得头昏脑胀。哥哥，你能不能别走了？沈慕朗顿足，依旧带着急色。妹妹，此事非同小可，你说咱们要不要告诉父亲？宁国侯自从和大夫人之事和张尚书私下沟通后，张尚书帮他在礼部谋了个郎中之职，虽然只是个闲差。沈慕清摇头道：“哥哥，玉姨娘之事，我虽在安堂之中，父亲他途径眼中哪里还有我们兄妹？指望他，还不如靠我们自己呢。”沈慕朗一张嘴，想将自己将会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之事说出来，但终究只是道：“妹妹，你相信我吗？那玉姨娘的孩子不是我弄掉的，我根本没碰到他。”沈慕清抬眉看了他一眼，道：“哥哥当真？”沈慕朗皱眉道：“妹妹你不信我？”沈慕清却没回复他，而是思索片刻后道：“听说玉姨娘生下的是一个成型的男胎，不会有人相信她会用自己的孩子的性命来冤枉你。”沈慕朗刚要炸毛，就听沈慕清轻声道：“除非……”沈慕清眯了眯眼，案前是那些宫斗剧分析道：“除非他那个孩子压根就保不住。”沈慕朗听了他的话，先是瞪大了眼睛，随后恍然大悟道：“难怪，难怪！”说完就要往外冲。沈慕清忙拉住他，怒道：“哥哥，你要去干嘛？”“我当然是要去告诉父亲，那贱人如此污蔑于我，这笔账我定要和他清算清算。”沈慕清道：“哥哥，你冷静些，这些只是污蔑的猜测，咱们手中一点证据都没有。你觉得父亲会相信我们？此事我们兄妹一定要从长计议。像玉姨娘那种白莲花，若不一次让她在自己那好父亲面前露出马，怕是日后后患无穷。”沈慕朗的理智到底没有被怒火完全烧没了，顺着沈慕清手中的力道坐在了凳子上。他深吸一口气道：“妹妹，你说我们应当如何呢？”沈慕清坐下后轻声道：“玉姨娘那边的事，我们需要的是收集证据。这几日我冷眼看着老夫人到底老了，这后院被她管理的几乎是千疮百孔的。哥哥你是男子，我如今又在安堂，不好直接出面。过2日我会先让世兰跟母亲之前的心腹们接触一番，我就不信找不到玉姨娘的把柄。”沈慕朗不解道：“妹妹，为何不让玲珑去？那丫鬟还是忠心一些。”沈慕清摇摇头道：“前些日子我那病来的蹊跷，虽说刚刚看的大夫都没看出什么，但我这心中总是觉得不安。”沈慕朗道：“妹妹多心了，这次要不是玲珑，怕是妹妹也怪哥哥我太过粗心，竟然都没想过要给你请个道士之类的。”沈慕清安慰了沈慕朗2句，但心中对玲珑的怀疑却没有放下。当初自己到安堂后，就玲珑一人主动请缨来照顾自己，但自那以后，自己就开始做噩梦了。更让他心慌的是，自己如今的脾气更加易怒了些，但每次想对玲珑打骂的时候，脑海都会浮现出宜修惨死的模样，吓得自己只能生生忍着。不过为了避免若玲珑真的被逐，那他就不用再活下去了。但不管他能不能过这一关，自己疯癫的事与他有没有关系？日后自己身边若是有得力之人了，这玲珑还是留不得。想到这里，沈慕清又道：“哥哥，如今我们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手中没有多少得力之人。”第130章鹤顶红。沈慕朗点点头道：“妹妹说的是，母亲留下的陪嫁如今都在我手里，改日我带这些人给妹妹挑选一下。”沈慕清微微垂眸，瘦弱的小脸上忽然闪过一丝微晕冷潮。凭什么同样都是大夫人的儿女，那陪嫁自己想了那么久，居然轻易的被这个蠢哥哥拿去了？这封建社会果然不公，但却还是点点头道：“哥哥安排就好。”心中却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谋划。“哥哥，明日是上元节，你想办法将大表哥约出来吧。”沈慕朗一惊，有些摸不清妹妹的意思，只能提醒道：“妹妹，你和三皇子的婚事可是皇后亲自下的旨啊。”沈慕清面上露出一抹嗤笑，原想说那又如何，但考虑到这毕竟是大魏，才叹了口气道：“哥哥，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咱们手中如今没有多少人，表哥毕竟是举子，2月大概也要下场了。
若是高中进了官场，日后或许还能有一番作为罢了。沈木朗闻言，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道：“妹妹真的没有其他想法？”沈木清道：“诚如哥哥所言，我都已经半只脚踏进三皇子府中了，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沈木朗这才放下心来。沈木清又问道：“还有哥哥上次说的那个农家子，叫什么李尚挺的？后日若是可以，也约出来见见吧。”沈木朗道：“可以，李兄确实是个有大才的。”两兄妹接着又就连锁镖局之事谈论了一番，才让小二上了菜。上菜之际，沈木清还特意问了小二许多关于白糖、香皂等问题。这酒楼是沈木清所选的，这东来顺自开业以来抢了自己多少生意，这背后一定有穿越者的手笔。他今日就是来看看这背后跟自己作对的人究竟是谁。可从一进门看着那些古色古香设计，几乎看不出任何的现代元素，连这房间里都找不到任何穿越者的痕迹。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闽南那个写出风声雨声读书声那副对联的举子下落不明，刚刚那店小二也一问三不知，只知晓这白糖来自岳家，香皂来自云州宁家，至于那宣纸来自扬州李家，三个不同地方的人家，为何东西会同时出现在东来顺？哥哥，你好像说过这东来顺是玉亲王开的。是啊，听说是玉亲王和扬州的一个商户一起开的，想来也不过是商户借着玉亲王的名头搞的，年底多给些分成他罢了。扬州，这妖巧又是江南。沈木清微微低头，看来这问题就出现在江南了。看来等镖局在江南站稳了脚跟，自己必须亲自前去一趟了。说到最后，沈木清又道：“哥哥，母亲的陪嫁中京郊好像有2个庄子，你给一个我让人开始打量做些葡萄酒。”沈木朗爽朗地同意了，还将身边的小厮即刻叫了过来，细细问了问庄子的情况。其中有个庄子郭庄头略微有些懒散，但因和大夫人姨娘沾亲带故的，一直留在庄子里。沈木朗皱眉，原本想将此人踢走，不想沈木清却嘴角一扬道：“既然是娘亲的亲人，那自然要好好优待，这事就交给郭庄头的庄子了做吧。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好的。”沈木朗劝了几遍，见沈木清执意如此，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那好吧，但若这郭庄头将妹妹的事搞砸了，就别怪我无情了。”沈木清笑道：“放心吧哥哥，我心中有数着呢。后日我就跟你去庄子上看看，后面的事情还多得很呢。”沈木清和沈木朗商量着自己宏图大业的第一步时，却不想自己的老窝此时正坐着一个人。沈乐林低头端着白瓷青花茶盏，慢悠悠地看着里面的一抹暗红。林荣解释道：“这酒是去年5月大小姐让奴婢们酿的，当时奴婢也不知这是什么，也不敢多问。不想几日前大小姐突然让奴婢挖出来，却已经成了这红酒。今日大小姐还将这红酒带了出去。”沈乐林点点头，心中暗道：看来沈木清所生长的那个世界，比自己想象中的似乎更为有趣一些。沈木清脑子里似乎有无数新的东西，还有之前自己听不懂的什么沥青水泥霓虹灯、汽车电车白炽灯，但似乎他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具体如何做。林荣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沈乐林，他似乎在出神。不一会，沈乐林点点头，将那杯中之酒拿到鼻尖闻了闻，瞬间眉头紧皱。思雨，你闻闻。沈乐林将酒递给一旁的思雨，思雨接过在鼻尖下一嗅，脸色顿时一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林荣后，将放在一旁的酒坛也再拿起来闻了闻，随后直接站在林荣身后，防止他逃走，声音低沉道：“小姐，这酒坛和杯中都被下了鹤顶红。”林荣面上先是愕然，随后大惊，立马跪了下来道：“小姐，奴婢真的不知，这酒是奴婢前2日从大小姐院子里挖出来的，今日一早小姐装了一些，换了身小私服便出门了。奴婢是猜测这东西是大小姐找去献给三皇子的，奴婢这才让小姐一尝的。”说到这里，面色更为害怕，道：“难道大小姐是想对三皇子下手？”思雨脸上也是一变，小姐。沈乐林抬起眸子，冷冷看了林荣半晌，确信他没有说谎后，才轻声道：“除非他不想活了，否则沈木清还没有那么愚蠢。”第131章，娘觉得你冷。林荣和思雨的目光都不解地看向沈乐林。沈乐林看着林荣的眸子道：“我这大姐姐不像疯魔了一次，倒是比从前聪慧了几分，颇有些她前世的风采。小姐的意思是？”沈乐林叹了口气，悠悠道：“他怕是对林荣起了疑心了，这酒便是试探于他的。”林荣一听，顿时吓得瘫坐在了地上。沈乐林道：“既然是试探，那便是心中还没有定数。他手中如今没人，若没有证据，不会轻易下手的。”说着，沈乐林又看了眼林荣道：“若是你心中害怕，我会给你安排离开这里。”林荣的目光依旧怔怔地看着沈乐林，似乎忘了反应。沈乐林嘴角轻笑，眼神清亮。林荣最终一狠心，低头道：“奴婢要留在大小姐身边。”沈乐林面露诧异道：“为何？”林荣抬头，眼中透出一股锐利道：“奴婢要亲眼看到大小姐的下场。”
沈乐灵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像是一个字都没有听见一般。林荣继续道：“诚如小姐所言，大小姐就算如今怀疑奴婢，想来只要没抓到奴婢的把柄，也不会轻易动奴婢。更何况，如今大小姐毕竟还被关在安堂，对外的一切事务还需要奴婢的帮忙。整个侯府谁人不知奴婢是大小姐身边的忠心耿耿的奴才？想来，就算大小姐提防着奴婢，奴婢也能猜到3、4分。”沈乐灵微微点头，笑道：“那你觉得我这个堂姐，这次除了这酒，还会拿出些什么呢？”林荣皱眉，半晌才道：“大小姐前些日子找大少爷要了扶大卫的地鱼图，这几日总盯着那图看。奴婢虽不知晓大小姐究竟想做些什么，但想必与南方有关。这几日偶尔还说到陷路2字。”沈乐灵垂下眼眸，掩饰住那如晕的微光，心道：看来她这位堂姐已经在打镖局的主意。上辈子她可是在嫁入三皇子府后，彻底与三皇子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才借着李尚挺被贬之际，让自己南下帮他。如今他事事办砸，名声又差到极致，想来不仅是他，三皇子对他也早有间隙。他若想从三皇子手中将当初他想的3条连锁镖局之路都拿到手，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猜到沈慕清的动作后，沈乐灵的声音温柔起来道：“你做得很好。”边说边看了眼思雨，思雨立刻将林荣拉了起来：“日后你这边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暂时先不要联系了。想来很快他就要联系大伯母以前的得力之人。”沈乐灵边说边起身道：“上次让你说的巫蛊之术怎么样了？”林荣恭敬地答道：“大小姐只随意问了几句，似乎没有太过在意。”沈乐灵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林荣瞬间明了，这大小姐防范着自己，就算上了心，也不会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沈乐灵见他想通了其中的关键，便道：“日后不用主动提及此事，但他若是问你，你就说那苗族之人似乎是在玉清街就行。”奴婢明白了。沈乐灵见此，就往外走去，临走前还回头对林荣露出一抹笑意，道：“林荣，你莫急，等到2月26日那一天，沈慕清这个名字会彻底成为这个府中的禁忌，那可比让他在安堂默默死去要有趣的多哦。”林荣看着吴小姐那甜美的笑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大小姐到底是如何得罪了吴小姐啊？当日在沈慕清回府前的一炷香，跟踪了他1天的谭云刚刚从西边墙院翻回了府，而沈乐灵那时正躺在自己房中的软榻之上，玉珍正帮他添着炭火。思雨在一旁看着用女界的外科包裹着的医书，雅涵则在小厨房里忙活着，一派岁月静好的模样。翌日又到了1年1度的上元节，每年只有这一日，京城的大家闺秀们才能自由自在地上街游玩到夜幕降临。一大早上，小阿周就在和姜氏的争斗中败下了阵，原因是他一早就嚷嚷着今晚也出去玩，想让母亲让他少穿些衣裳。不想母亲听了，又让嬷嬷给他拿了件小马甲加了上去，让原本就圆滚滚的小阿周更显得胖嘟嘟的了。沈乐灵来的时候还在撅着嘴，和他那不讲道理的母亲做着最后的努力。母亲，阿周是个大人，穿成这样，要是遇到我的同窗们，他们会笑话我的。姜氏点了点他的小脑袋道：“别像你哥哥一样，只要面子。今日风大，你肯定会冷的，若是着凉了，可就不好了。”小阿周，不，我不冷。一旁被无辜牵连的沈慕渊撇撇嘴，但到底不敢出声，生怕母亲又让自己加衣裳。小阿周实在说不过自己的母亲，一见沈乐灵来了，忙小跑几步，活脱脱一匹小野驹，仰着小脑袋告状道：“姐姐姐姐，你快帮阿周跟母亲说一声，阿周不要穿成大胖子。”沈慕渊看到弟弟这样子，气道：“这小阿周见到妹妹就差摇尾巴了。”沈乐灵看着自己这唇红齿白、虎头虎脑的可爱模样，心中就软软的，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牵着他的小手上前给姜氏请安后，姜氏见沈乐灵和自己一样，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满意的点点头。也不知为何，家里的男子一个比一个不怕冷，2个大的自己治不住，小的自己还管不住了。沈乐灵慢慢道：“母亲，阿周这1年都在练武，功课从不曾落下，今日去街上人又多，冒出了汗又吹风，容易受凉，不如给他再带件大袄，若是冷了直接穿上就好了。”姜氏哪里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他从小在南方长大，对着北方的冬日还是有些畏惧。想了想，嗔笑道：“小阿周就会找靠山。”但终究还是帮阿周将小马甲脱了下来。小阿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有些得寸进尺的想将身上的绿色如袄也脱下来，被姜氏一瞪，不敢出声了。而他那信任无比的姐姐也只给了他一个爱莫能助的表情。第132章3姐妹来访。午膳后，沈乐灵原本想回自己房里，今年冬日虽然比去年暖和几分，但她还是想窝在房间里。但架不住小阿周再三请求：“姐姐，我和大哥好不容易放一次假，能陪你好好玩玩，你怎么能回房呢？”沈乐灵大惊，不想小阿周这么小已经学会了诡辩之术，这到底是谁陪谁玩？但看在小阿周是自己亲弟弟的份上，
沈乐林还是笑道：“那就谢谢阿周和大哥了。”于是三人一起去了前院小阿周的院子里，看他最近收集的宝贝和打雪仗去了。这时，江氏的静园居然迎来3位稀客：沈乐月、沈乐轩和沈乐宇。江氏听到3人携手前来时，还颇有些惊讶。自己搬过来这1年多来，和大嫂、二嫂的关系并不算多融洽。他们出事后，自己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也没那个心思雪中送炭。平日里这几日侄女和自己也只是简单的井水不犯河水。今日这时候前来，难道是因为上元节？果不其然，3人进门后稍微有些拘谨，但不一会沈乐宇便将话题引到了今日的上元节之上。江氏也不着急，拿着茶盏静静地等着3人的下文。沈乐宇见江氏不搭话，只能将话说的再露骨一些：“三婶，往年上元节都是大哥带着我们几姐妹去逛街游玩的。”说完，一双眼睛盯着江氏，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江氏一愣，这沈乐宇说话怎么如此没有分寸，颇有些不喜，但面上却淡淡道：“哦，这样啊。”沈乐轩多少有些识得些大体，看出了江氏的不悦，示弱道：“三婶，阿宇的意思是，如今大哥事务繁忙，我爹爹也是个忙的，你也知晓，我们姐妹俩自从去年5月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了。今日若不是这节日，我们也绝不敢来叨扰三婶的。”江氏点点头，说这些宽慰的漂亮话，那是与你们无关。二伯他，若日后这府中有什么亏待你们的，尽管来找三婶，却没有拍着胸脯说为他们做主。见江氏如此不好说话，沈乐宇眉头都快皱到了一起。沈乐月此时却突然弱弱的出声道：“三婶，今日早上阿月去给老夫人请安时，老夫人说了，今日若是三婶得空要出门，可顺便将我们姐妹都带上，毕竟人多也热闹一些吗？”他说这话时稍稍有些畏缩，像是有些害怕江氏一般。江氏睨了他一眼，唇角露出一丝嗤笑。上次长公主那件事，自己看在她也是身不由己的份上，这些日子没跟这个小辈计较，不想如今这小丫头片子又要站在自己头上了不成？哦，是吗？沈乐月一副被江氏吓到了的样子，身子还往椅子上缩了缩。且不说如今老夫人还没有派人来说，就是来了，你三婶我怕是也不敢带你这位谎话连篇，当众污蔑自家长辈，不顾宁国侯府颜面的庶女。江氏这话说的极重，又急又狠，甚至还带了点扬州的口音。沈乐月的脸一下就煞白了，不想事情过去这么久，罪魁祸首大夫人也已经死了，这江氏却依旧如此不给自己留颜面。沈乐轩和沈乐宇这才想起去年长公主府中发生的事，沈乐轩暗道不好，不应该听了这沈乐月的几句怂恿，就跟着他一起来找三婶的。沈乐宇心中却乐开花，沈乐月这种庶女最是讨人厌了，活该。而且刚刚三婶说了，愿意带上自己和姐姐。沈乐月低着头，气得面孔扭曲，恨得全身发抖。但偏偏江氏也没说不原谅他，只是拿他的名声说事，让他哪怕告到老夫人那里也占不了理。沈乐月到底在大夫人手下讨生活多年，不一会，他咬紧牙关，站起身来，直接跪在了江氏面前。三婶，阿月知晓当初那事是阿月的不对，但那时母亲她威胁阿月，阿月实在是不敢不从啊。这些日子，阿月每一日内心都在受折磨，但阿月胆子小，不敢前来给三婶您请罪。今日趁此机会，阿月这厢给三婶赔罪了。说完，砰的一声，头便重重地磕在了地上。沈乐轩吓了一跳，想去扶起这个妹妹，但江氏未说话，他也不敢动。沈乐宇则拿出帕子捂住了嘴，也不知是惊讶还是偷笑。江氏一个眼神，陈嬷嬷连忙上前将沈乐月扶起，笑道：“四小姐说笑了，我们夫人是最和善不过的，怎么会生您的气呢？快让奴婢看看，这如花似玉的小脸，可别破了皮，倒是留疤了，可就不好了。”原本沈乐月还想再跪一下，逼江氏原谅自己，但听见留疤2个字，便顺着陈嬷嬷的气力站了起来。江氏见状叹了口气，道：“上一辈的事情确实不该牵扯到你们小辈，阿月、三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沈乐月心中一喜，这江氏果然比母亲好拿捏多了。但不想江氏下一句便道：“但上次在长公主的宴会上，你的名声确实坏了。加之大嫂去年刚过世，三婶若这时候带着你招摇过市，怕不光是你，整个宁国侯府里的姑娘们都要被人指指点点了。”江氏话说到这里，沈月月气得手中的帕子都差点扯烂了。沈乐瑜也忍不住皱眉开口道：“四妹妹，三婶说的没错，你如今在京中名声这么差，还是莫要跟我们一起出门了。”沈乐月听了这话，喉中差点吐出一口鲜血来。沈乐宇还觉得不够，自顾自地道：“大伯母这去世还未满1年，四妹妹还是待在家中修身养性要好些。”江氏听了沈乐宇的话，差点乐出了声，慢悠悠地道：“阿月，三婶这也是为你好啊，你放心，
等过上2年，这事的风波都过了，三婶再带你出门，你说呢？沈乐月到底是个能忍的，最终看着姜氏，低眉顺眼的点点头，道：“谢三婶教导。”工部尚书府中，书房内，张汉飞手里拿着书，思绪却早已不知道飘到了哪里。第133章，吃饱了才有力气吃。本来这一日自己是想像往年一样，带着弟弟妹妹出去游玩一番，又或者和同窗们出去放松放松，但偏偏昨日表弟来找自己。表哥，你都不知道妹妹如今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在家中受了那么多的苦，如今到了上元节，只想与你见上一面，就真的那么难吗？以往每年她都最喜欢上元节，能跟着我们一起去逛花灯了。是啊，除了去年，以往的每一年，阿青最喜欢的就是上元节。小时候自己总会牵着她的手跟在大人身后，长大后自己会站在她身旁陪她笑，看她闹。可从去年上元节她走失后，一切就变了。先是和三皇子猜灯谜实验中满是小女儿的柔情，后来在长公主的宴席之上发生了那样的事情，被皇后直接指给了三皇子，也彻底断绝了自己的念想。再后来姑姑去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突然被关进了安堂，而家中的父母也三令五申让他们日后少与宁国侯府来往，自己也曾问过为什么，得到的不过是父亲板着脸的叫你少来往你就少来往，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原本昨日表哥约自己相见，自己是拒绝了的，但到了今日，他终究还是犹豫了，一早就以今日要看书温习而拒绝了弟弟妹妹。他看了看即将暗下来的天色，最终还是对表弟口中受了一大圈，吃了许多苦的表妹心有不舍，将书一放，带着贴身随从便出了门。宁国侯府，沈乐林等人提前吃晚膳时，便听到姜氏说今日出门要将二房的双胞胎也带上。沈文珍道：“如此也好，这俩孩子也是可怜，正好今年为夫找人帮忙在东来顺订了个包房，到时候几个孩子就在包房里玩吧。”听到东来顺的包厢，沈月玲一怔，这要巧的吗？沈慕渊恰好看到妹妹茫然的样子，不由得偷笑。东来顺，姜氏颇有些诧异，今日他们家的位置想来有些难定，老爷可是花了一番心思。姜氏来京后颇有些吃不惯这边的食物，去年有了小厨房后这才好了些，但沈文珍是个疼老婆的，在外遇到些好吃的南方菜都会打包一份回来给姜氏尝尝，其中这去年开的东来顺深得姜氏的喜爱。沈文珍笑道：“也是运气好，那日给你带狮子头的时候，顺口问了句那掌柜的，不想恰好遇到了玉亲王。玉亲王爽朗，听说了之后便直接同意了。”沈乐林笑道：“玉亲王居然如此好说话。”沈文珍道：“是啊，魏父也没有想到，那段世子就问了一句，得知为父是常客后玉亲王，就欣然同意了。”沈乐林微微蹙眉，但到底没再多说什么。姜氏笑着给沈文珍夹了一筷子菜，道：“如此也好，常吃到那东来顺的菜还没去过呢。小阿周可不管那么多，能吃能喝能玩他就可开心了，这会吃饭都只让人给他盛了一点点，生怕一会上街后肚子里没有位置了，只能眼巴巴的干看着。那我们去了还能去吃小吃吗？阿周想吃成沙团子、小糖人，还有肉夹馍，还有……好好好，都吃都吃。”沈文珍宠溺道。沈慕渊则十分恶趣味的又给小阿周夹了一筷子菜，道：“阿周多吃点，一会才有力气吃东西。”阿周瞪大了眼睛，还有这种道理？他颇有些怀疑的问着坏大哥，道：“真的吗？”沈慕渊一本正经的点点头。小阿周不信，又看向爹爹和母亲，小脸板正：“大哥说的是真的？”沈文珍笑呵呵的摸摸胡子，不答反问道：“你觉得你哥哥会骗你不成？”小阿周的小脑袋还没弄明白自己的问题，被爹爹敷衍了过去，满脸疑惑的夹了一筷子，最后扭头看了眼自家姐姐，迟疑道：“姐姐。”沈乐林道：“吃吧。”小阿周这才大大的一口，嘴里哼哧哼哧的咀嚼起来。沈乐林趁此机会瞪了眼偷笑的沈慕渊，沈慕渊忙讨好的做了个揖。不想吃完了的小阿周又伸手给自己夹了一块大排骨，放到沈乐林的碗里道：“姐姐，你也多吃点，一会我们还要去街上吃东西呢。”沈乐林、沈文珍夫妇哈哈大笑出了声。沈慕渊大笑开来，见妹妹杀人的目光袭来，忙缩了缩脖子，低头吃菜。一家人吃过饭，姜氏便让人给二房的人送了信，不一会便在侧门集合上了马车，一共2辆。姜氏和沈乐林带着小阿周双胞胎1辆，沈文珍父子俩则选择了骑马。只是这一次，沈乐林规规矩矩打扮成了姑娘家的样子，身边跟着的则是思雨。原本他是想带玉珍出门的，不想玉珍却临时说自己头疼，沈乐林便只能作罢。和去年一样，距离灯会还有几条街的时候，由于人潮的阻碍，马车已经前进不得了。大家纷纷下来马车，沈乐轩十分自然地站在了沈乐林身侧，
沈乐宇虽有些不喜这树房的妹妹，但如今人在屋檐下，只能冲沈乐林干笑了一下，跟在自家姐姐身旁。小阿周见姐姐右边的位置被抢在大哥前面，跑到姐姐左边，还指了指自己左边道：“大哥，你到这边来。”看到沈木渊鼻子都快气歪了，伸手就将小家伙抱了起来。小阿周在沈木渊怀里拼命挣扎：“大哥，我都7岁了，你不准抱我了。”沈木渊拍了下他的小屁股道：“你才6岁，要等到就9月才满7岁，不抱你，一会你走丢了这么办？”小阿周还要挣扎。沈乐林道：“阿周，你不站高一点，怎么能看到都有哪些好吃的呢？”小阿周觉得姐姐说的有理，这才扬着小下巴道：“既然如此，那就准许大哥再抱我一次吧。”那欠扁的样子让沈木渊恨不得将这小子给直接扔出去。前方沈文珍和江氏看着3个孩子，满脸的幸福。一旁的沈乐轩面露艳羡，沈乐宇则有些嫉妒，心想若不是娘亲糊涂，让爹爹生个庶子记在名下，有个男子撑起门庭，自己和姐姐如今也不会如此被动。沈文珍道：“今日人太过了，你们也莫要到处跑，还是先去东来顺，等会再出来逛逛。”第134章偶遇。长辈已经发话了，双胞胎自然没有什么意见。虽他们已经近1年没怎么出过门，对这热闹的街道很是向往。沈木渊抱着小阿周和几个护卫一起护着几个妹妹往东来顺的方向走去。小阿周在他怀里大呼小叫的看着热闹。半晌，终于众人随着人群挤到了东来顺的门口。进包厢前，一个竹编的小球滚到了沈乐林的脚边，一个4、5岁的小女孩跑了过来。沈乐林捡起小球，看着面前脑袋上绑着2个可爱的小揪揪，粉嫩的小圆脸上一双乌黑的眼睛写着怯怯的小心。“小妹妹，你家大人呢？”沈乐林将小竹球还给小家伙，轻声问道。看着这浴血面团似的小娃娃，只觉得可爱的紧。晶晶接过竹球，朝沈乐林露出了个害羞的笑容，细声细气地道：“谢谢姐姐。”“晶晶过来。”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众人循声看去，只见一身穿深蓝色流云暗纹长袍，下摆上用金线绣着朵朵锦云，最外边还罩着一件纯白的狐皮披风。他身姿挺拔，俊朗不凡，身上有一种和这京中公子的柔美完全不同的风姿，看上去像一棵松柏一般，静静地站立在那里，一双锐利的眼眸直直地看向众人。沈乐宇感觉自己像是被人点了穴一般，脑中瞬间一滞，一时僵住了所有的动作。沈乐林看着段俊泽的装扮也微微一愣，这人今日是怎么了，穿得如此盛重。段俊泽向来低调，平日里与世家的公子和小姐们最多就是在宫宴之上打过几次照面，但很可惜沈家2房和3房都没有参加宫宴的机会，因此并没有人知晓他的身份，但观他的穿着和周身的气度，来历也绝对不凡。段俊泽的目光也落在了沈乐林身上，他似乎有些怕冷，和身旁2位穿着长裙披风的女子不一样。他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脖子上还有一条白茸茸雪貂毛的暖锦，衬得他肌肤格外白皙，一双眼睛也比平日更有神采。如此看来，倒是比他男装的时候显得圆润些，多了些小女儿的娇憨。晶晶听了段俊泽的话，朝沈乐林笑了下：“姐姐再见。”才小跑到段俊泽的身旁。段俊泽对沈乐林微微点点头，牵着段晶晶的小手走进隔壁的包厢之中。此时身后响起了沈文珍的声音：“你们干嘛呢？怎么都不进去？”沈文珍刚刚带着江氏在街边逛了逛，故而来的比他们稍稍晚一些。小阿周见到江氏手中的油纸包，撅嘴道：“爹爹，你怎么只给母亲买吃的？阿周的呢？”沈文珍笑着从随从手中接过一个油纸包，道：“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小馋猫。”众人大笑着在小二的带领下进了包厢。沈乐轩看着3叔和3婶，羡慕之意一闪而过。能与段世子相邻的包厢，位置自然不会差。正值元夜月时，花市灯如昼。沈乐林坐下后，抬眼看了下窗外，一轮明月已经挂在了天边，像被一缕银丝缠绕一般，流淌着温柔的光芒。沈乐轩和沈乐雨2姐妹各怀心思，纷纷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被花灯点亮的长街，思绪都飘向了远方。一人想着如今家中如此情况，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一个时不时看望墙壁，想着一墙之隔的少年郎。双胞胎都陷入了浓浓的伤感之中。只有阿周站在凳子上，向窗外一边看着，一边大呼小叫的对在一旁照看他的沈木渊道：“哇，好多人啊！大哥，你看，那人嘴里能喷火呢。大哥，那个就是唐人画的真好，对不对？”过了一会，阿周终于步入了主题，吧唧了一下嘴巴道：“大哥，你说那唐人一定很好吃，对不对？”沈木渊还没说话，隔壁窗户传来了一个小丫头的声音：“不好吃，糖都不好吃。”阿周生怕大哥听了这话不给自己买糖人了，急道：“糖人最好吃了，比糖葫芦还好吃。”小丫头的声音小了些道：“可是乐生哥哥说不好吃，说多了还会变成丑八怪的。”
阿周完全没有管什么丑八怪不丑八怪的，而是十分捍卫小唐人的尊严道：“那一定是你哥哥骗你，我大哥以前就骗我糖葫芦不好吃，最后还将我全部的糖葫芦都抢走呢。”沈木渊气得拍了下他的小屁股，道：“我什么时候抢走你的糖葫芦了？”小阿周完全不怕他，还道：“明明就有，大哥最坏了，骗不到我抢我的糖葫芦。”沈木渊见旁边两个堂妹都在笑话自己的样子，气得想将这小家伙直接从窗外丢出去。谁知这小家伙对着隔壁窗户继续道：“我告诉你，糖人真的可好吃了，但哥哥姐姐就是不让我吃，你吃一口就知道了，不会有比那个更好吃的东西了。”这次小丫头没有回答他，就在小阿周打算再缠着沈木渊下去买糖人的时候，旁边的小丫头突然大哭了起来，道：“你们骗晶晶，晶晶要吃糖人，晶晶要吃糖人。今天是情人节，祝各位宝子们节日快乐。”在此回答两个大家的问题：一，为什么取一个沈文亨这么难听的名字？之前有的地方打成了亨，已经全部改了过来。元亨利贞是取自易经里的卦辞，元、亨、利、贞为易经中的四德，取自于自然界植物的生长过程。元象征一个事物的初始，对应春天植物的发芽；亨象征一个事物的成长，对应夏天植物的生长；利象征一个事物的收获，对应秋天植物的开花结果；贞象征一个事物的收藏，对应冬天植物的落叶过冬。之前因为怕剧透，所以一直没有说过这个事情，但昨日因为这个事情，有位宝子直接给了差评，理由是我不会取名字。现在虽然已经解释完毕，那位宝子也删除了，但想想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还是跟各位宝子解释一下。二，为什么女主明明是树房嫡女，书名却是庶女？因为书名文字有限，当时确实也没有考虑周全，所以只能在简介中说明了。如果让各位宝子有不舒服和疑问的地方，在此深刻的表达我的歉意，下次一定会更加谨慎一些。最后一件事，还请宝子们帮个忙，这本书马上就可以取其他的书名了，感动印有没有取名小天才，帮忙取2个的？作者可怜弱小又无助，爱你们哦，感谢。还有大家在我的书白嫖就好了，不用花钱送礼物。若是有时间有流量，可以观看一则小视频，帮我为爱发电就好，不要破费了，感谢大家啦！情人节快乐。第135章，分一个糖人给你。沈木渊瞪了一眼小阿周，小阿周吐了吐舌头，讨好的看着沈木渊笑。沈乐宇自听到隔壁包厢声音的后，便一直竖着耳朵听着隔壁的动静。见隔壁小姑娘哭了起来，心中一喜，忙硬硬走到沈木渊身前道：“二堂哥，隔壁的小丫头被阿周逗哭了，不如我们带她去给人道下歉。”沈木渊一愣，一般除非有意结交，不然这小孩子之间的童言童语，甚至连口角都称不上，也不必上升到如此程度吧。沈乐林的目光也打量了一下沈乐宇，他似乎过分积极了些。沈乐轩忙上前道：“二堂哥，妹妹她说笑呢，不过是孩子们的对话罢了。”边说便边将还要再多说什么的沈乐宇拉开。沈乐宇心中不快，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如今母亲被关，爹爹又是那个德行，老夫人对他们姐妹不喜，自己和姐姐已经14了，旁人家的女儿，这是时候已经开始相看了。若自己不积极主动点，若是到时候老夫人和大伯给自己随便挑选一人，该怎么办？于是他反手握住沈乐轩，声音有些急切地道：“难道国子监没有教过二堂哥，做错了事应该要向人道歉的吗？”这话便说得极为不客气了。饶是沈木渊脾气再好，也不由得黑了脸。沈文珍夫妇自然也早就察觉到这边的不对了，但都是孩子们之间口角，自己这做长辈的不太适宜出面。但沈乐宇的这话一出，就连沈文珍都忍不住眉头紧皱，看来二哥每日不着家，这俩孩子还是缺少管教了些。沈木渊原本带着笑意的脸冷了下来，道：“国子监的教育还容不得一个后宅女流质疑。还有三堂妹，你以后在外面莫说这样的话，不然被其他人听到，以为我们宁国侯府家教差就不好了。”沈木渊本来还想说，你也是在长公主的顺华学院上过几年学的人，莫要也将长公主的脸也给丢了。但见自己不过说了几句，三堂妹就被气得满脸通红了，这才住了嘴，心里却道：这三堂妹心气也太小了些吧，自己这才说到哪到哪呀，就受不了了。要是让穆林和季宗出马，那这三堂妹不是要羞愧而死了吗？沈乐宇没想到去年还被大堂哥和张家的二表哥在凉亭中挤兑的毫无招架之力，最后还需要五妹妹站出来维护的二堂哥，如今居然生出了这样一张利嘴。沈乐轩也被沈木渊这话说得面红耳赤，自己姐妹今日本就是借了三房的光才出的门，妹妹怎么能对二堂哥如此没有礼貌？也难怪二堂哥如此不给妹妹脸面。沈乐轩想到这，朝沈木渊讨好的道歉，想将沈乐宇带到一边去。沈乐宇气得胸前不断起伏，但一时说不出一句辩驳之话。见姐姐沈乐轩有伸手拉自己做老好人，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甩开了他的手，怒道：不要你个窝囊废管！
沈文珍听不下去了，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怒道：“放肆！”空气瞬间一滞，但沈乐宇终究不敢再次作妖了。连小阿周都皱起了小眉头，觉得这个堂姐真是不懂礼貌，还讨人厌。笃笃，门口突然传来敲门声。小厮得到示意开门后，刚刚遇到的俊朗男子怀抱着还在啜泣的小女孩站在了门口。沈文珍一见来人，忙起身准备行礼，不想段俊泽却先一步低头示意道：“沈叔叔好，叫我阿泽就好。”沈文珍毕竟在官场是混迹多年，瞬间就明白段世子今日是不想暴露身份，于是他原本弯下一半的腰立马直溜起来，尴尬的笑了两声道：“阿泽，你这是？”段俊泽抱着两只眼睛里还挂着晶莹泪水，小嘴还撅得老高的晶晶，看向了窗边站在小凳子上的小阿周，眼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这下不止沈文珍尴尬了，连从不知尴尬是何物的小阿周都颇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起来了。唯一特殊的两个人，一个是坐在角落是沈乐玲，此时他盯着段俊泽，正猜测着他的用意。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一世，段俊泽应该从不是个多事之人，今日不仅穿着高调了几分，还借小孩子口角之势上门与父亲套近乎。这人到底想做什么？如今自己的计划已经快到了最后的阶段，万万不可出岔子。另一个的眼神也从段俊泽一出现的时候就落在他的身上，似乎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了。看到这个一眼就让自己心动的人，似乎和三叔认识，心中暗道不好，自己刚刚不应该如此焦急的。沈文珍笑了笑道：“阿泽，你不要见怪，这孩子被我们宠坏了，口无遮拦的。”说完还冲小阿周大喊了一声：“阿周，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过来给！”沈文珍看了一眼段俊泽怀里的孩子，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段俊泽道：“我妹妹叫晶晶。”“哦，你这臭小子，还不赶紧过来给晶晶道歉！”小阿周从来不怕自家爹爹，也不用大哥扶他，自己就从凳子上蹦了下来，走到段俊泽面前，扬着小脑袋看着他怀里的小丫头，眼睛明显就是刚刚哭过的样子，小脸十分认真地道：“你真的哭了？那我给你道歉，你不要哭了好不好？”晶晶一张苹果一样的小脸，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眨呀眨呀的看着地上的小哥哥，还是有些委屈的道：“可是晶晶都没有吃过糖人，乐生哥哥和哥哥都骗晶晶，他们都欺负晶晶。”小姑娘说着说着，眼看有了再哭的趋势。阿周想了想，最后狠心道：“那要不然一会我让我大哥给我买2个糖人，我给1个你吃。”小姑娘一瞬不瞬的看着他：“真的吗？”小阿周挺着小胸脯肯定道：“真的，爹爹说过的，君子不能说谎，我是君子，我不骗你。”他身后的沈木渊心道：“这臭小子，自己什么时候答应给他买2个糖人的？”大概是段俊泽长得个太高了，小阿周头扬的有些累了，他转身看了眼自家大哥，破天荒的说了句：“大哥，抱我。”沈木渊笑着上前，刚走了一步，他身旁窜出了一个粉色的身影，一把将阿周揽入怀中。众人一时都愣住了。第136章沈乐宇作妖。沈乐宇将小阿周抱在怀里，大概是没想到小阿周如此重，他还踉跄了一下，随后抱着猛住的小阿周，朝段俊泽绽放出一抹天真的笑意，对着他怀中的小丫头道：“晶晶是吧？姐姐带你和阿周一起下去买糖人好不好？姐姐给你们一人买2个。”小阿周挣扎着想下来，这三堂姐抱得太紧了，他有些不舒服，而且他个子太矮了，在他怀里还是要仰着头看晶晶。小阿周可是练过武的，随意挣扎2下，沈乐宇这个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就抱不住了。小阿周下地后，他心中暗骂这小孩坏事，但面上还笑得灿烂。姐姐会给晶晶买2个糖人吗？晶晶可管不了那么多，听到有2个糖人，眼睛都睁大了。沈乐宇尽量让自己的笑容和善一些，道：“当然了，姐姐最喜欢晶晶这样的小妹妹了，给你买2个大糖人好不好？”晶晶还未回答，阿周就道：“不行，姐姐说了，糖不能吃多。”说着还双手叉腰，扬着脑袋看着晶晶，学着沈乐玲平日教她的语气道：“姐姐说，糖人里的糖是会吃人的牙齿的，少吃一点还行，吃多了，小孩子就没有牙，以后就什么都吃不了了。”看着晶晶不太懂的样子，还加了一句：“不行，你想想，糖人那么好吃，为什么大人们都不怎么吃了？就是因为怕没有牙齿了。”说完还吓唬道：“难道你想以后没有牙齿，笑也不敢笑，吃也不敢吃，每日只能喝粥吗？”晶晶一听，连忙用小手将嘴巴捂住，可怜兮兮的往段俊泽怀中钻：“哥哥，晶晶不要没有牙，晶晶不要没有牙。”眼看又要哭出来了。沈文珍和姜氏略感无奈，恨不得打死这个孽子。沈木渊则差点没忍住，笑出了声。沈乐玲捂住额头，这阿周平时看着挺聪明的啊。突然啪的一声响，沈乐宇见晶晶要哭了，直接一下就拍在了阿周背上，声音很响，但阿周穿的厚，其实倒不疼，就是有些猛和委屈。沈乐宇也不看他，转头看向也愣着了的晶晶，笑道：“晶晶别哭啊，姐姐帮你打哥哥了，哥哥不会再吓唬你了。”但眼睛却时不时向段俊泽看去，
生怕他因此事影响了对自己的印象。沈木渊将阿周抱进怀中，不悦道：“三堂妹，不知我弟弟犯了何错，能让你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孩子出手？”沈乐灵也急走2步到了沈木渊身后。沈乐宇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是小声且怯懦地说道：“二堂哥，阿宇也只是太喜欢这个妹妹了，才一时情急。”那一副受惊小白兔的样子，哪有刚刚和质问沈木朗国子监教育的气势，倒颇有几分沈乐月平日在家的风范。同时，一双大眼睛还不时含情脉脉地瞟向段俊泽，期待他能为自己说上2句话。段俊泽被沈乐宇这一番操作弄得皱紧了眉头，他今日又不是来和沈家结仇的。见沈乐灵起身过来后，理也没理还站在身前的沈乐宇，而是转头对同样黑着脸的沈文珍道：“沈叔，我此番叨扰是想请您的小公子带晶晶去买糖人，我不吃这些，因此并不知道哪一家的好，所以……”沈文珍听了，觉得这个理由颇不合理，但眼下似乎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于是立马笑道：“哈哈哈，段阿泽呀，这是小事，阿渊你带着阿周和阿泽一起去买吧。”沈乐宇见状忙道：“三叔，既然阿宇刚刚答应个晶晶买糖，那阿宇也跟大哥一起去吧。”沈文珍被这个不识大体的侄女气得胡子都要歪了，一旁的江氏也忍不住冷哼，她也是女人，如何能不知少女情窦初开的模样？但像三侄女这样上赶着的，她生平倒真是头一回遇到。下面人太多了，人来人往的，你们姐妹们还是都留在这里，莫要被人拐跑了。江氏上前，一边嘴角情笑，一边说着。沈文珍听了点点头道：“你三婶说的对，阿渊，你带阿周去吧。”原本还想找理由让沈乐灵一起去的段俊泽，见状也只能闭嘴了。待他们走后，沈乐宇看着段俊泽的背影，还颇有些不甘。一直站在他身后的沈乐灵却悠悠地开口道：“三姐姐，不知你刚刚为何要打阿周？”沈乐轩上前陪笑道：“五妹妹，刚刚三妹妹她还小不懂事，刚刚也就是一时情急，你不要与她一般见识。”沈乐灵淡淡一笑，一双凌厉的眼睛微微眯起。她一直没有对二房的双胞胎有什么动作，一来沈乐轩上辈子和自己同病相怜，何苦为难？二来沈乐宇上辈子因为这张嘴下场并没好到哪里去，自己便懒得与他计较。上辈子在自己家破人亡后，他每次说的一些伤人言语呢，如今自己没着手对付他，他倒因为觊觎一个刚见面的男人打阿周。沈乐灵看了眼沈乐轩道：“二姐姐，你刚刚说三姐姐还小，那阿周不小吗？我不小吗？你也知道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见识，那为何偏偏我的这位三姐姐非要与比她小那么多的堂弟一般见识呢？难道是看我们三房好欺负不成？”沈乐语气的伸手指着沈乐灵，冷冷道：“你这个庶！”啪！沈乐轩在沈乐语说出“庶房”二字前，一巴掌甩在了他脸上。两姐妹相互对视着，眼中都写满了不可置信。半晌，捂着脸的沈乐语愤怒道：“你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沈乐轩张口想要解释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说。够了！沈文珍大喝一声，眼睛死死地盯着沈乐语道：“你们姐妹俩若是想早点回去，我直接派人护送你们。但若是要留下，就都给我安静一些。”第137章，盛世还几年？有了沈文珍的警告，接下来的时间沈乐语倒是安分了许多，但包厢的气氛终究是低迷了起来。沈乐灵走到窗边，俯视着整条街道，看着楼下被大哥抱着的小阿周，手舞足蹈的跟段俊泽怀里的晶晶说着什么。大哥似乎还在给小阿周补充什么，还十分爽朗的朝段俊泽笑了笑。段俊泽似乎不像平日那般冷脸，和大哥说的有理有节的。不一会，他们就朝小吃摊上走去了。沈乐灵则更郁闷了，这段俊泽到底在想什么？总不会是因为这上元节想到了去年自己帮他救妹妹的事，特意前来道谢交好的吧？想到这里，沈乐灵疑惑地问了自己一句：难道真是这样？声音极轻，除了他自己，没人听得到。孩子们本就是极为喜欢凑热闹的，此时晶晶和阿周又有小伙伴，又有了付账的冤大头，两个人就像两只脱缰的小野马一般，指挥着沈木渊和段俊泽，不是往这就是往那的。阿周可喜欢晶晶的哥哥了，比他家大哥大方多了，也不多话，自己看中了什么，直接就买下来，晶晶一份，自己一份。晶晶更喜欢阿周哥哥的哥哥，他笑得好好看，和阿周哥哥吵架的时候也好有趣。每次两兄弟在那里争论的时候，晶晶都睁大了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根本舍不得眨眼。在他的小脑袋里，哥哥可凶了，所以哥哥的话一定要听。如果实在不想听，就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不愿意。哥哥虽然也不一定会理，但这是他唯一的办法了。这一出去，等他们回来，已经过了半个多时辰了。阿周一推开门，就看到坐在窗户边的沈乐灵了。他手里提着一个老虎灯，三步并着两步的朝沈乐灵跑来，炫耀似的高高的举着手中的花灯道：“姐姐姐姐，你看我的小老虎是不是很厉害？”沈乐灵左看右看，实在没有看出这憨态可掬的小老虎厉害在哪里，只能笑着敷衍道：“是啊。”
好厉害的小老虎呀，跟阿周一样厉害。阿周一听高兴了，还挑衅似的看了眼身后的沈沐渊。晶晶大概跟阿周玩熟了，也不怕生了，挣扎着让段俊则将他带到沈乐灵面前，将手中小兔子的灯向前一举，道：姐姐，晶晶的小兔子也很可爱的。沈乐灵看着小丫头，笑得眉眼弯弯，原本有些苍白的小脸，此时全是红润，越发显得招人喜爱了。他眼中流露出一丝怜惜，道：晶晶的小兔子灯也和晶晶一样可爱。段俊则见二人的互动，嘴角流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沈乐宇心中十分不快，这明明是自己先看中的人，怎么能让那个树房的给抢了先？砰！空中突然绽放出一朵鲜花，像是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组合而成。阿周欣喜地怪叫道：烟花，放烟花了！边说边爬上放在窗边的凳子上，大惊小怪地欣喜着。小孩子直白的情绪最能影响人了，晶晶也跟着指着天上的一朵朵漂亮的花，跟着一起大叫。段俊则不动声色地搬来一个凳子放在阿周身旁，让晶晶站了上去，自己则顺理成章地站在了那里。和沈乐灵之间的距离就隔着两个恨不得去抓天上烟花的小屁孩。沈文珍早带着江氏也站到了另一个窗子口，自然注意不到这边。但沈乐宇心中记恨的都要发疯了。沈乐轩见状，只能死死地抓住他的手来安抚他，却被他一把甩开。但好在沈文珍刚刚发的火还有余温，他到底不敢再次挑战沈文珍的脾气，但一双眼睛却紧紧盯着沈乐灵的背影，像是要用眼神将他烧化了一般。沈乐轩见妹妹好呆不再冲动，这才稍稍安心，余光瞟见沈文珍轻扶着江氏的背，说着什么。江氏转头朝他轻笑，那情色和谐的模样让他一时出了神。而刚刚一直带着小阿周的沈沐渊则坐在凳子上连喝了3杯水，让觉得自己活了过来。这阿周长了1岁，重了不少不说，跑得也快，自己一路跟着可累坏了。想到这里，他看了看抱着孩子气度不凡、剑眉星目的段俊泽，心道：这样出色的少年到底是谁？自己在国子监可没见过。刚刚他可一路还抱着那小女孩，似乎还一点都不累，丝毫都没有注意到那站在窗前看烟火的4人有什么不对。而站在沈乐灵身后的思雨微微蹙眉，不知该不该提醒小姐与外男之间的距离，但他又总觉得小姐认识这位阿泽少爷。正值上元灯火焰，窗前英挺的男子和娇憨的小女儿中间站在2个小家伙，那画面颇有些岁月静好的意思。入彩瑶分地，繁光远坠天。姐姐，明年我们还要来看好不好？烟火落幕，小阿周依旧意犹未尽。原本带着笑意的沈乐灵听了阿周的话，摸摸他的小脑袋，道：以后姐姐每年都会带你看烟火的。阿周并未察觉到沈乐灵的偷换概念，转头又笑呵呵的开始和晶晶约明年一起了。段俊则眉毛一挑，不着痕迹的看了沈乐灵一眼。沈乐灵看着窗外被花灯点亮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百姓们一派安居乐业的祥和模样，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悲凉。这样的盛世还能维持几年？站在他身侧的段俊则深邃的黑眸停住在他的身上，眸意深沉。见他眉头蹙起，似乎心中有无限的忧愁，心中有种想要伸手帮他抚平没愁绪的冲动。第138章，大姐姐，我拉你。今年的上元节，沈文珍一家回来的极早，大抵是看出了沈乐宇的心思。烟火结束后，见段世子没有告辞之意，为了不多生事端，沈文珍便自己先开了口。二更声响过，万分的沉寂中，沈乐灵的屋内灯火也早已熄灭，但此时的他却眯着眼，手中拿着个汤婆子，靠在软榻之上，静静的等待什么。大约又过了1刻钟，门口传来轻叩声。思雨动作又轻又快，连忙开门，见到来人嗔怪道：怎么这么久？小姐一直等着你呢。谭云面无表情的点点头，一身寒气的就走了进来，在离沈乐灵远一些的位置站定，将今日沈沐清的行踪一一道来。沈沐清今日换了身素白的衣裙，还画了个前世的心机素颜妆。虽然这时代化妆品没有那么精细，但如今自己正是15、16岁的年纪，倒也用不着太过费心思。当张汉飞赶到相约地点，也就是张氏的一间商铺时，沈沐清正背对着他站在后院里的树下，微微仰着头，看着天空绽放开的烟花，那样子像是一个被遗弃在人间的仙子一般，充满着无尽的悲凉。张汉飞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打了一拳，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喊道：表妹。沈沐清缓缓转了过来，看见他的一瞬间，眼角划过一滴晶莹剔透的泪水，朱唇轻启：表哥，你终是来了。沈沐清的表演十分到位，身子都像只受惊的小鸟一般不停地颤抖，声音也像低声的啜泣一般。那一瞬间，张汉飞只觉得自己所有的理智全部离家出走，只想将表妹呵护在怀中。然而表兄妹互述衷肠的这一幕，全被趴在墙头的谭云看了清清楚楚。怕自己回去描述不清，谭云中途甚至还换过2次位置，因此谭云的讲解十分详细，详细到沈沐清如何扑入张汉飞怀中痛哭流涕，
张汉飞的手如何从一开始不知所措，到最后轻轻拦住他的肩膀和腰身。饶是沈乐灵这个上辈子已经经历过男女之事的，都微微有些尴尬，更别说情窦都还没开的思雨了。一边面红耳赤，一边又忍不住伸长脖子，好奇地听着。最后还不时跺脚道：“这大房小姐怎么能这样？她可是个姑娘家啊！这要是传出去了，日后可还会连累到小姐的名声的。”沈乐灵正想着要不要让谭云直接讲重点，但又怕谭云分不清哪些是重点，直接给忽略了，于是只能微红着脸听下去。走之前，大房小姐还拉着张公子的衣袖道：“表哥，阿青还能再见到你吗？”张公子还未回答，大小姐突然踮起脚，在张公子脸上亲了一下。谭云还颇具表演天赋，将沈慕清和张汉飞的声音也学了个5、6分像。谭云，思雨急了，又羞又怒的一跺脚道：“莫要再说这等事，小心污了小姐的耳朵。”谭云不解道：“是小姐让我给她详细汇报的呀。”“不是，就算要。”思雨焦急地教着谭云，有些事不必那么的详细。沈乐灵则也被沈慕清这一动作弄了个心惊。今夜沈慕清不仅成功让张汉飞对他再次有了情意，还答应给他物色2个有拳脚功夫的丫头，也算收获不小啊。2月初4这一日，老夫人一早就带着整个侯府后院的人上了马车，往京郊的檀香寺出发了。其实一出正月，老夫人就提及了此事，因家中这些时日确实不大太平，宁国侯便也同意了。一直等到2月初4，是因为每年2月初6长公主都要举办的生辰宴，往年侯府提前3日都会收到帖子的。侯府如今没了能当家的主母，老夫人甚至都想着到时候接到请帖，自己是不是要亲自前去一趟了。不想长公主压根就没寄帖子过来，让老夫人很是动了几日的肝火，还不得趁着宴会开始前出城，装作自己一家是没时间去的模样。同样动了肝火的还有之前一直在安堂里的沈慕清。这些日子借由在安堂没人注意到他的便利，不仅去了趟庄子上将葡萄酒的事宜安排了下去，与三皇子的感情也有了质变。虽然在这个时代难免让三皇子对自己有些不守妇道的想法，但若真进了三皇子府，恐怕就没有多少机会勾引张汉飞和李尚挺了。自己必须在那之前拿下他们，让他们对自己唯命是从，甚至日后自己还要培养更多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可偏偏这时候，也不知三房的五妹妹抽了什么风，在一次自己偷偷溜出去办事之时，居然跑到老夫人院中哭诉，好久没有见到自己，请求老夫人将自己放出来。幸亏自己回来的及时，不然怕是要被老夫人关到柴房里去了。回到自己房中后，出门自然没有以前方便了，所以趁这次老夫人要去寺庙的机会，沈慕清让人给张汉飞送了信，约他今日在寺庙中一见。马车的分配也极有意思，往日张氏带他们出门都是张氏带沈慕清坐一辆，沈乐月则和双胞胎坐一辆。如今老夫人明显不待见自己，沈慕清也懒得和那个老妖婆上演祖孙之情。他算是弄明白，古代的大户人家哪有什么亲情可言，只有等自己爬得够高之后，这便宜祖母和便宜父亲才会真的正眼看自己。不急，如今专心搞自己事业的他，有的是时间打这些有眼无珠之人的脸。双胞胎的马车也挤不上了，最终沈慕清眯了眯眼，走到江氏的马车前。三婶。江氏转头见是沈慕清，原本和女儿说笑的江氏转头一见是沈慕清脸上的笑意，便冷上了几分。阿青啊，找三婶有什么事吗？沈慕清一点都不介意江氏的冷淡，反而扬着笑脸道：三婶，我与五妹妹关系亲密，不知可否和五妹妹坐一个车，正好也让我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江氏狐疑地看了眼沈乐灵，见他眼中也流露出一丝诧异，心中有些不悦，都愣着干嘛？还不赶紧上车？老夫人的声音适时地传来。江氏只轻轻嗯了一声，便率先上了车。沈乐灵则朝沈慕清微微笑了笑，跟上江氏的步伐，随后也不先进去，就坐在马车边上，伸出一只柔仪，眼神清亮地道：大姐姐，我拉你。沈慕清看着面前净白的小手，还有那脸上天真的憨态，想着心中的计划，笑呵呵地伸出手，借着沈乐灵的力便爬了上去。第139章，听说那李举子学问可高了。带上了马车，江氏便眯着眼睛一直没有说话。沈慕清像是察觉不到江氏的冷漠一般，一路上兴致颇高，不时地说着些笑话，并假装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到了江氏扬州的娘家以及在江南的产业之上。此时沈乐灵终于弄清了他突然亲近三房的目的，心中嗤笑，这沈慕清难道还想像上辈一样骗自己去给他当牛做马不成？简直可笑。于是他十分关切地劝慰道：姐姐，外面的事情阿玲还不懂，姐姐也莫要管那些了。母亲说了，我们女儿家还是多读女诫，做些绣活的好。沈慕清听到女诫和绣活，嘴角便扯了扯，随后狐疑地看向他，心道：这五妹妹之前几次碰面都是伶牙俐齿的，对自己也不算太友善，娘亲死的那事大概也与他们有关，怎么可能会如此迂腐？
姜氏也终于看了眼一脸真诚的女儿，帮腔道：“阿玲说的没错，阿青，你如今已经许了人家，虽说婚事大概会定在2年之后了，但这嫁妆也可以开始准备起来了。若是作绣活的什么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找三婶身边的陈嬷嬷，她的绣工可是再好不过的。”沈慕清尬笑了2下，道：“那阿青便谢谢三婶了。”心中却暗恨，若不是你们三房如今还有些用处，自己怎么可能会对一个庶房的伏低作小？等，刹那，沈慕清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紧接着，他看向沈乐玲，并上下打量了一番，嘴角扬起了一抹算计的笑意。待沈乐玲察觉到他的视线看过来，沈慕清的目光便变得更加柔和了。妹妹今年也要满14了吧？时间过得真快啊！沈慕清笑着感慨道。沈乐玲心中一时警铃大作，她垂了垂眼眸，故作不好意思。沈慕清却似乎更来劲了，越发亲近的和沈乐玲说着话，甚至还慢慢坐到了沈乐玲的身边。而沈乐玲只是不时的敷衍一二，见沈慕清越说越起劲，面上也没有丝毫的不耐。但当沈慕清有些感慨地道：“过几日就是恩科会试了，也不知道大哥什么时候才能参加。”沈乐玲垂下的眼眸骤然微眯，一双清冷的眼眸里杀意一闪而过。沈慕清还由自说着：“我哥哥前些日子倒是认识了个举子，听说学问可高了。”沈乐玲突然伸手捻起一直放在马车小鸡上的茯苓糕，递给沈慕清道：“大姐姐，听说你最喜欢吃茯苓糕了，你赶紧试试，看好不好吃。”沈慕清好不容易将话题引到了李尚挺的身上，就这样突然被打断了，心中不喜，但看着沈乐玲一副傻白甜的样子，也不好生气，犹豫的接过那茯苓糕，却并未放入口中。自己虽然确实要利用三房，但三房当初和娘亲几次三番的过招，从未落过下风的事，自己还一直记在心里。对三房的吃食，当然是能不碰就不碰。沈乐玲见他未入口，像是没发觉一般，自顾自的又拿了一块放入嘴中，笑嘻嘻地道：“真好吃，难怪大姐姐喜欢呢。”此时一直闭目养神的姜氏突然睁眼道：“你们2个不要说话了，好好休息一下，这路还长着呢。”他是察觉到女儿并不想理面前之人，故意开的口。沈乐玲缩着脑袋吐吐舌头，一派天真无邪的小女儿样子。沈慕清依旧清瘦的面容铁青了一下，道：“是三婶。”一时间车厢之中缄默了下来，三人相继都闭上了眼睛，随着马车的摇晃轻轻的摆动。半晌，沈慕清偷偷睁开眼，看了眼一旁的沈乐玲和姜氏，心道：那李尚挺一表人才，一个庶房的，家里也只是小小的七品，怕是五妹妹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如意郎君了。只要自己再在他面前多说些李尚挺的好话，到李尚挺的金榜题名后，再安排2人见上一面，就不怕你个小姑娘不动心。这样想着，沈慕清缓缓闭上了眼，嘴角还始终带着势在必得的笑意。等身上的视线消失后，沈乐玲才睁眼细细看着身旁的沈慕清，心中有些好笑。前世自己被他和李尚挺骗得那种下场，自己便一直以为他太过聪慧，特别是那2年在床上听到那的所作所为，自己觉得他简直就是多智近妖。但重活一次，才发现他的手段其实拙劣至极，甚至自己好些安排都没用上，就能将他打得毫无反击之力。无非就是安排内奸，加之言语的诱惑，让自己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后，让自己一头钻进去罢了。怎么前世的自己就能蠢到一直没有发现，被人一直玩弄于股掌呢？一早出发，直到午后，才终于到了檀香寺的山脚下。应老夫人的要求，拜佛就是要诚心。马车停在山脚下，众人踏步而上。四围群山绵延，雄秀苍远，山中风景自是宜人。只是对他们这些常年关在后宅内院的女眷们来说，此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心情去欣赏了。好在檀香寺并未在山顶，而是伫立在半山腰处。当沈乐玲和陈嬷嬷一左一右地搀扶着姜氏，终于站在檀香寺门口时，早就坚持不住的老夫人已经坐着山轿入了内。这几年大魏境内的寺庙日子其实都不太好过，由于景瑞帝沉默修道成仙，那些达官贵人们自然都会信圣上所信，甚少再去拜佛了。因此京郊附近的寺庙渐渐凋零，来檀香寺的人并不多。守在门口的2个小沙弥和一个大师几乎是露出自己最诚心的笑容，欢迎了他们的到来。那硕大的寺庙门口只有他们3人，显得十分冷清。沈慕清一手扶着腰，一手搭在身旁新来的丫鬟红梅身上，忍不住道：终于到了。他这次出门只带了张汉飞给他找来的有些拳脚功夫的红梅以及丫鬟世兰。此时沈乐瑜也终于爬了上来，气喘吁吁地皱起了眉头，小声道：老夫人不是说这里很灵验吗？怎么会如此冷清？沈乐轩也微微喘着气道：妹妹。沈乐宇将头转到一旁，但到底没有再出声。姜氏上前和那中年大师聊上了几句，便都随着那大师往庙里面走。第140章，老夫人，沈慕清和好。众人越往里走，越觉得这寺庙还真是人烟稀少。沈乐宇还想抱怨2句，
但想到老夫人，最后又生生忍了回去。众人再次看到老夫人时，她正在偏殿之中虔诚地听着主持讲着经，见众人来了，语气比平日里多了几分热络，让众人见过主持后才道：“你们去休息一下，一会记得过来听主持大师讲经。”檀香寺并不小，女子的客房都安排在了南院之中，加之如今没有什么香客，宁国侯府一家人的都被安排到了相邻的小院中。在自己被分到的院子里休息好之后，沈乐灵便带着谭云和玉珍在小沙弥的带领下缓步走入了正殿。老夫人、江氏还有双胞胎都已经坐在了方丈下方的团仆之上。这是这辈子沈乐灵第一次进寺庙，看着大殿之中供奉的佛祖的金像，他微微低下了头，缓步走到江氏身旁的团仆坐下。江氏知晓自家女儿一向不愿意进佛寺，关切地看了他一眼。沈乐灵微微摇头，示意自己没事。之前不愿站在佛祖面前，不过是因为害怕自己重生的秘密被发现后，直接被当成妖怪祭天了。可如今他也想明白了，若是佛祖能发现自己，定然会先发现沈慕清这个鸠占鹊巢的一世孤魂。他沈慕清都敢来，自己又有什么可怕的？沈慕清确实很怕，因此沈乐月是一个人来的。他轻声对老夫人道：“老夫人，大姐姐身体有些不适，怕冲撞了佛主，想着身体好一些了，再单独来给佛祖赔罪。”老夫人听了这话，眉头都皱到了一起。若不是主持正在前方，她定然要将沈慕清叫人拖过来。她沉着脸道：“马嬷嬷，看他阿青这是怎么呢？”方丈则道：“寺庙中有会医术的僧人，正巧和马嬷嬷能一同前去查看。”听完经上完香后，回去的路上，老夫人的脸一直都是沉着的，直到进了休息的院子，才对一直不太耐烦的沈乐宇道：“你刚刚上香时是什么神态？”沈乐宇忙道：“冤枉。”老夫人将手中的拐杖往地上重重一掷道：“你们莫要看此处清净，但却是最为灵验的。明日在上香时都得给老身诚心诚意的。”说完便扶着小丫鬟的手大步离开了。老夫人回房后不久，马嬷嬷就回禀道：“老夫人，大小姐怕是身子有些弱，刚刚大师看过后说大小姐是长时间没有锻炼，加之这2日有些受了寒，是要休息几日。”老夫人闭着眼气道：“哼，这一天天的就她事情最多。”马嬷嬷的手隔着腰带轻轻摸了摸藏在腰间的暖玉，笑道：“老夫人，老奴说句不该说的话，这大小姐已经被皇后娘娘亲自下旨赐给了三皇子。这虽说身份上不太好听，但若是三皇子日后做了那位置，大小姐还不得水涨船高？老身如何能不知？”老夫人叹了口气道：“但她身上到底流着张氏那个贱人的血，再则……”马嬷嬷脸上笑成了一朵菊花道：“老夫人，大小姐到底是姓沈的，又是个聪明人，她定然能知晓什么才是对她最为有利的。”老夫人沉默半晌，突然她双眼微眯，幽深的目光扫过来道：“若红，阿青给你什么好处呢？”马嬷嬷连忙跪下，声音高亢而悲切地道：“老夫人可是冤枉老奴了，老奴对老夫人的忠心可是天地可见啊。”老夫人靠在软榻之上，并不言语。马嬷嬷慢慢道：“老奴刚刚去看了大小姐，这半年多来，大小姐确实消瘦了不少。老奴想着，大小姐小时候也算是在老夫人膝下养过一段时日的，从前也与您甚是亲近。那时老奴万万没想到，大小姐和老夫人会是如今这等情形啊。”老夫人闭上眼，沈慕清在自己院子里养着的时候，对自己这个祖母确实十分亲近。自己不过是轻咳了2声，那小小的人就偷偷躲开丫鬟婆子，跑到大厨房里要亲手给自己熬粥。是啊，自己也没有想到，如今会厌恶这个孙女到了如此地步。马嬷嬷跟在老夫人身边多年，见她脸上流露出些许怀念之色，再接再厉道：“老夫人，刚刚老奴去看大小姐时，大小姐就算是在睡梦之中还喊着老夫人呢。听她身边的世兰说，大小姐自从搬回自己院子后，每日夜晚都会这样。这么多年，老奴也算是看着大小姐长大的，实在不忍心看到老夫人和她都如此难受下去了。”马嬷嬷的说的情真意切，老夫人心中那点为数不多的祖孙之情全被她勾了出来。老夫人站了起来，见马嬷嬷还在感慨，面露焦急地道：“还愣住干什么？去看看阿青如何呢？”听闻老夫人去看了沈慕清，还在沈慕清那对那些不上心的下人发了好大的一顿脾气。几个孙女各怀心思，二房的沈乐轩依旧温温柔柔的，但眼中却又掩饰不住艳羡。沈乐宇则气恼道：“这大姐姐惯会哄人了。”大房的沈乐月手中的帕子都快要被他扯烂了，往日总是满眼惬意的眸子，此时全是怨毒之色。他好不容易等到嫡母死了，大姐姐惹得老夫人不喜，刚刚在老夫人面前站稳了一点点脚跟，得了点脸面。如今沈慕清才从那安堂出来多久，就将老夫人的心又笼络了回去。难道自己又要回到那种连下人都能在自己脸上踩几脚的日子？沈乐玲听到这个消息后，看到忍不住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的玉珍，言辞恳切道：“这样真好，大姐姐这些日子也是难过了些，希望往后她的日子能越过越好吧。”玉珍笑道：“小姐真是心善，
大小姐要是知道小姐这么为她着想，定会高兴的，是吗？沈乐灵轻声说道。当然是真的。玉珍答。哈哈，玉珍不愧是在侯府长大的，就是比思雨雅涵他们会说话。沈乐灵夸赞了她几句，在她尾巴又翘起来后，缓缓道：既然如此，你就帮本小姐去看看大姐姐的，我这做妹妹的总要关心下生病的姐姐啊。玉珍笑着应下，行了一礼后转身退了出去。她此时若是回头，定便能看到自己一直以为柔弱好欺、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五小姐，嘴角泛着冷意的笑，目光幽暗地看着自己，那眼底犹如一柄带着寒意的剑一般，直直朝她的身体刺来。夜幕降临，原本身体不适的沈慕清换上了饰蓝的衣裳，带着早早就到了寺庙之中的蓝莓朝南院走去。第141章私会。张汉飞在午时之前便已到了檀香寺中，还有6日便要会试了。原本这时候他是要在家苦读，为会试做最后的准备的，但昨日收到表妹的急信，说是今日有要事相谈，他心中实在担忧，便借口出来散心，带着小厮便一早赶了过来，就当是最后一次与表妹说清楚吧。3日前，母亲已经私下里找他谈话，已经有3户人家前来探母亲的口风。他知道，不管这次能不能中进士，会试之后自己的婚事都会提上日程，而表妹也将嫁入三皇子府。即使他们心中都有着对方，但终究是情深缘浅。张汉飞在寺中住下没多久，他给沈慕清找的2个侍女之一的蓝莓便找到了他，告知晚些时候表妹会来与他相见。眼见夜色越来越浓，他心中有些不安，书也完全看不下去。山中的景致清幽，变声松柏也没能让张汉飞有半分的动容，一直在院子里踱步，心绪百转千回，想着自己一会究竟该如何跟表妹说，才能让她少伤心一些。毕竟姑姑去年才走，他又刚刚被侯府的老夫人从安堂放出来。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声让他魂牵梦萦的声音：表哥。他刚刚转身，还未来得及反应，面前之人便飞奔到了自己怀中，紧紧地抱着自己。表哥，阿青这些日子真的好想你啊。沈慕清双手很用了点力气，似乎生怕张汉飞突然消失一般。见张汉飞的手没有回抱住自己，他故意昂起头看着张汉飞，声音带着些凄意的小心道：表哥，你想不想阿青？张汉飞低头，只见怀中的表妹消瘦的面容上带着些局促的不安，一双亮晶晶的眸子闪着动人的光彩。张汉飞一时失神，咽了咽口水。沈慕清在他怀中扭了扭，带着些小女儿的娇羞道：表哥真的没有一点想阿青吗？这一下张汉飞终于缴械投降，双手回抱住他，轻声道：有。在他怀中的沈慕清却得寸进尺地看着他，娇笑道：表哥你说有什么？有想你，有想阿青。张汉飞彻底放弃了理智一说。院子里传出沈慕清娇滴滴的笑声。张汉飞的小厮张默站在他们身后，微微蹙眉，但终是不敢出声惊扰主子。从张汉飞怀中出来后，沈慕清主动道：表哥，外面冷，不如我们去屋内说话吧。张汉飞犹豫片刻，终是点了点头。檀香寺如今虽然香客甚少，但张汉飞所住的房间却极为精致。房间的陈设虽然简单，但显然也是精心布置过一番的。2人坐在圆桌边，张默乖巧递上了茶水，蓝莓也静待在一旁。茶水上好后，张汉飞便郑重道：表妹，有些事今日我想跟你说明白。沈慕清心中一紧，立即了然张汉飞的意图。按道这人如此不识好歹，一边享受着自己的撒娇，一边还想与自己分开，上辈子遇到的渣男都没有他这么难搞的。看来今日将他约过来的决定果然是对的，若是等过几日会试过后飞黄腾达了，还指不定会不会赴自己的约呢。但他面上露出一抹笑意，道：正好表哥阿青也有事想跟你说。随后转头对兰香道：兰香，你先下去吧，我有事想单独跟表哥说。说完，目光却看向站在一旁的小厮张默。张默抬头看了眼张汉飞，张汉飞想着，若是一会表妹接受不了自己的话，在小厮面前哭了出来，确实不好。于是对着张默道：你也下去吧。等2人下去后，张汉飞便温声道：表妹信中说有要事相商，不知是何事。他想着，若是表妹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自己还能再为她做些事情。沈慕清见只有2人的情况下，他说话依旧如此疏离客气，暗暗皱眉，眼睛状似不经意地朝窗户的地方看去。不一会便道：表哥，阿青好冷，能将窗户先关上再说吗？见张汉飞面露犹豫，他再次撒娇道：表哥。张汉飞不赞成地道：表妹，你是女子，我们孤男寡女的，若是终究对你的名声不好。沈慕清，好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都孤男寡女的在一个房间了，现在才来担心自己的名声。表哥自从被关进安堂后，阿青身子就弱了不少，今日又从山脚爬上来的，如今当真有些吹不得风了，真的。见沈慕清拿自己的身体说事，张汉飞一时没了言语。沈慕清便道：再说了，就算关上窗子又如何？我们表兄妹行得端坐得正，
根本就不怕什么。再说了，这时候谁能知道我们在这里？表哥总不能为了不知道会不会有的留言，就要将阿青活活冻死吧？说完还撅着嘴，故意转头不去看他。张汉飞终于起身关了窗，转身过来时，沈木青还将小脸转在一旁，没有看他。他微微笑道：“别生气。”沈木青则才转了过来，眼角里透出一丝狡黠的光泽，道：“那表哥，你将桌上的那杯茶喝了，阿青就不生气了。”张汉飞毫不犹豫地拿起桌上自己的那杯茶水，一饮而尽后，道：“这下行了吧？”沈木青意有所指的笑道：“当然行了呀。”张汉飞这才言归正传道：“阿青，你是有何急事？”沈木青声音极轻，极缓地道：“表哥，你是知道的，如今阿青已经没了娘亲，老夫人也不喜欢阿青了。这些日子，阿青便想着自己做些生意，日后若真是落得个无人疼无人爱的下场，还能有些银钱傍身。”说到自己的可怜之处，沈木青还拿出帕子擦了擦眼角，挤出了2滴泪水。张汉飞叹了口气道：“表妹，你别伤心了，无论如何，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沈木青一张巴掌大的脸从帕子上慢慢抬起，一双还带着泪的美眸像是一壶深邃的泉水一般，眼下的小红痣越发显得勾人。“真的吗，表哥？”他朱唇轻启，说完还微微张着小嘴，似乎在等着张汉飞一个确信的回答一般。第142章清白之身。张汉飞只觉得腹部突然涌出了一股燥热，他不自觉的双目盯着表妹那双粉嫩的红唇，一时失了神。沈木青一下子扑在张汉飞的怀中，双手抚摸上张汉飞的脸，喃喃道：“表哥，你会一直站在阿青这边的，对吗？”他的脸离张汉飞极近，甚至唇还在不经意之间摩擦到了他的。张汉飞再次咽了咽口水，脑子已经没有办法思考，只有眼前那如花似玉的可人儿。不一会，屋内便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些皮肉撞击以及床吱呀吱呀的摇个不停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张默和兰香听得面红耳赤，却又不敢进去打扰主子的兴致。没人发现屋顶上还趴着一人，竖着耳朵仔细地听着下面的声音，生怕错过了什么。那声音一直持续到了3更时分，才归于了寂静。屋顶上的身影这才小心翼翼地离去。虽然大房小姐如今身边有2个懂得拳脚功夫的丫鬟，但与她相比还是差了些功夫的。第2日天还未亮，张汉飞便带着张默下了山。昨夜半夜等他醒过来时，听到表妹正低低的哭诉声，以及那一抹刺眼的鲜红，他才猛然发现自己昨夜对表妹做了何等禽兽之事。正当自己不知所措之时，还是表妹道：“表哥，阿青知晓你不过是一时冲动，你放心，阿青绝对不会因为此事就缠着你。至于三皇子那里，阿青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沈木青用被子勉强挡着赤裸的身子，却偏偏露出光洁的胳膊的脖颈，最后还啜泣道：“实在不行，阿青便是一头撞死，也不会让表哥你陷入危险之地的。”说着便要朝墙角撞去。张汉飞连忙将拦了下来，拥入怀中。俩人仿佛是那即将被棒打的鸳鸯，慢慢开始互诉衷肠。张汉飞到底男人了一回，道：“表妹，既然事已至此，我回去就会禀告父母亲，等我高中进士后定然入宫，哪怕一死也要求圣上成全我们。”沈木青听了，白眼差点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只在他怀中低头吸了2下鼻子，酝酿了下，才突然抬头，用一双满是泪水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张汉飞道：“不行，表哥，阿青宁愿自己死，也不会连累表哥的。要是表哥为了阿青执意去找圣上，那阿青情愿今日一头撞死在这里。”张汉飞见他如此肯定，最终点了点头，但心底还是不由得松了口气。沈木青双手缓缓爬上张汉飞的面容，双眼饱含着无限的情意，声音凄婉：“表哥，不管如何，阿青今日能将自己交付于你，已经是阿青这辈子最大的福分了。你千万莫要因为阿青而耽误了科考，只要你中了进士，成了这京城的策马游街的少年郎，就是阿青最大的心愿了。”说完，仿佛情不自禁一般，主动吻上了张汉飞的唇。张汉飞先是一愣，随即很快地回应起来。2人最后又耳鬓厮磨了好一会，直到4更时分，沈木青才趁着夜色回了自己院子，而张汉飞也没待多久，便起身离开了。沈乐林起了个大早，起身在庙中散了会步，最后站在寺庙门口，闻着空气中的芳芬，看着山路上趁着天未大亮仓皇离去的2个身影，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玉珍，这寺庙还真是一个清静之地啊，你说是吗？玉珍看了看四处光秃秃的树木，对这荒芜的山林很是不喜，道：“这里确实挺清静的。”沈乐林听出他话语中的敷衍，转头对他笑笑道：“玉珍，你跟了我也有1年多了吧？”玉珍面色一僵，不知五小姐是何意，抢笑道：“回小姐的话，已经1年0 3个月了。”沈乐林感叹道：“1年0 3个月了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他尾音拖得极长，玉珍瞬间心虚，脑子里想起昨日自己原本是自己守夜，结果昨日爬山实在太累了，自己早早
便跟谭云那个病秧子说：“今日你来守夜吧，就先回去休息了。”难道这是让武小姐觉得自己太过懒散了？想到自己这一年没少抓住各种机会在武小姐面前说思雨他们的坏话，好不容易成功让武小姐厌了他们，这次出门还带上了自己。若是因这么点小事让武小姐厌恶了，大小姐和大公子必然会觉得自己不得力的。看够了玉珍的局促不安，在她主动认错前，沈乐林歪了歪脑袋，满是小女儿的憨态可掬，笑道：“如今谭云慎身子不好，雅涵也就厨艺还不错，本小姐身边也就个思雨，还算是得用。这一年多，本小姐看你也是个聪慧的，等这次回去后，我就跟母亲说，将你升为一等丫鬟。”玉珍大喜，立即跪下道：“奴婢谢小姐厚爱，奴婢日后定然尽心尽力伺候小姐，绝无二心。”说到这里又加了一句：“再不敢有丝毫懈怠。”沈乐林轻扶起她，脸上却蓄满了笑意：“玉珍，记住你今日所说的话，要尽心尽力，绝无二心哦。”玉珍不明所以，继续保证道：“奴婢醒的。”咚咚咚，寺庙撞钟的声音传来，庙中的师傅们都要起来做早课了。耐心熟睡中的人也被这沉闷的钟声一一叫醒。除了昨晚累惨了的沈慕清，好在大伙都知他身体不适，又有老夫人的庇护，没有那不开眼的去打扰于他。想到昨夜的成功，他心中不由得暗笑，有着大家闺秀这面旗帜，这古代的男子还真是好骗。其实早在张汉飞之前，他便已经委身于三皇子了。三皇子为人精明，又从小在宫中长大，为了以防万一，沈慕清自然不敢对他下什么药，只能接着商谈镖局之事，跟他私下见面，最终主动投怀送抱了。好在三皇子大概也觉得自己迟早是他的人，并没有过多的矫情。至于今夜床铺间的鲜红，不过是他提前准备好的鸡血。房间灯光灰暗，自己走前又将那一块给剪了下来，假装留作纪念。想来张汉飞这一辈子都会以为今夜他夺走了自己的清白之身，这一辈子都只能乖乖的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了。第143章姐妹小聚。午后，沈乐林跟着双胞胎一同去看望沈慕清。当他们去的时候，沈乐月已经坐在沈慕清的床边，轻声跟他说着话。见双胞胎和沈乐林来了，沈慕清原本面色的不耐瞬间转化成了满满的笑意，柔声道：“几位妹妹都来了，麻烦你们了。”世兰和红梅赶紧他们搬来了小凳子，沈乐月也十分识趣的站了起来，将靠沈慕清最近的位置让了出来。沈乐宇毫不客气的坐了上去，一双酷似其父的明媚大眼盯着面色苍白的沈慕清，大咧咧的问道：“大姐姐今日可好些了？”沈慕清轻咳了2声，似乎没什么浑身力气地道：“谢三妹妹关心，已经比昨日好多了。”沈乐宇点点头，心不在焉地道：“那就好。”二人像是将自己所想要表演的姐妹情深已经演完了一般，不再开口了。场面瞬间一滞，还是沈乐轩笑着道：“昨日听说大姐姐有些伤寒，我和几位妹妹都好生心急。幸好这檀香寺中大师的医术高超，大姐姐这些日子可要好好保重身体，莫要再着凉了。”沈慕清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道：“是啊，都怪我如今身子不争气，爬个山而已，居然都能病倒。老夫人这2日还要拜佛，可要辛苦你们了。”沈乐宇撇撇嘴，他可真是对那些念经之类的没什么兴趣。他现在最为在意的便是这里的佛祖真的有那么灵验吗？那自己求姻缘的钱是不是一定会实现呢？姐妹几人又不冷不热的寒暄了几句。说来有些可笑，这侯府的几个姐妹之中，如果说沈乐玲不合群，是因为她从小在外地长大，和这些京中大小姐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因此而聊不到一起。沈乐月因是庶女，从小在张氏手下讨生活，习惯了小心翼翼，动不动就渲然欲泣的样子，让几个自视甚高的嫡女对她不喜。那剩下的沈慕清和双胞胎之间关系似乎也并不如何融洽。沈乐玲看了看他们，和前世几人借着沈慕清的光，3位嫡房嫡女在顺华书院过得风生水起不一样。那时就连长公主的长乐郡主有事都要暂避其锋芒，而这一世他们在府中待了半年多，却没有一个闺中密友曾来拜访过他们。可想而知，宁国侯府的女子如今在京中怕是人人都避而远之了。沈乐玲如此想着，嘴角不自觉露出了一抹笑意。“五妹妹，五妹妹！”沈乐轩轻声叫唤了着。沈乐玲回神笑道：“二姐姐，怎么了？”“五妹妹这是这么呢，姐妹们都来看大姐姐，五妹妹你来了后一句话也不和大姐姐说，就在那咧着嘴笑，不知道是还以为你在高兴大姐姐生病呢。”沈乐宇说话颇有些不客气，也毫无技巧的挑拨离间着，显然还记着上次上元节的仇。沈乐玲丝毫不气，眨巴了下眼睛道：“三姐姐说笑了，阿玲只是想着我们五姐妹似乎甚少聚在一起聊天，心中实在高兴罢了。”沈乐宇轻哼一声道：“五妹妹惯会清高，平日如何能看得上我们二房，愿意跟我们一起玩？”沈乐玲疑惑地看了眼沈乐宇，这三姐姐虽然一直没什么脑子，气度也小，但也不至于如此愚蠢。沈乐轩笑容尴尬地打着圆场道：“五妹妹，你别介意，
三妹妹她还就是说话有些不经大脑，没什么坏心思的。他原本想说三妹妹还小，但想着上次这么说，五妹妹直接指出其中的问题，临时转化了话锋。沈乐林如今可懒得给和沈乐雨留什么颜面，她淡淡一笑，轻飘飘地道：“那二姐姐日后可得看好三姐姐的，都是自家姐妹，妹妹我是不会计较什么。若是在外面也如此说话，不知分寸得罪了人，那可就不好了。”沈乐语气急，伸出一只手指向沈乐林，双眼还恶狠狠地盯着他，道：“你够了！”眼见二人的争执越来越不像话，沈慕清终于忍不住开了口问道：“你们俩到底是来看望我的，还是来气我的？”其实他原本也是乐得看这些妹妹狗咬狗，毕竟他最喜欢的便是站在一旁看热闹。但今日他还有事要说，还指望能有一个姐妹们相处融洽的氛围呢。好了，都是自家姐妹，荣辱与共，今日也就在我们面前，日后在外万万不可如此，当心被外人看笑话。说完，声音又缓和了下来，道：“其实五妹妹说的也有道理，咱们姐妹五人确实很少聚在一起聊天。这些日子我在安堂为母亲抄经祈福，不如几位妹妹跟我说些外面的新鲜事，咱们姐妹今日好好聊聊天。”坐在角落里的沈乐月率先应和道：“大姐姐说的没错，咱们姐妹今日好好聊聊天。”但立刻又轻叹了口气道：“这些日子阿月也都在府中并未出门，实在是不知外面的事。”说到这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头对沈乐雨三人道：“倒是二姐姐、三姐姐和五妹妹上元节的时候还出去看过花灯呢。”一提及上元节，原本面色已经缓和了不少的沈乐雨几乎立刻面色又沉了下来。沈乐轩赶紧避重就轻地道：“阿月说的说，大姐姐，不瞒你说，这次跟着老夫人上山祈福，也是这半年多来我们姐妹俩第二次出门罢了。对于这外面的事，真的是知之甚少。”沈慕清似乎早就猜到这个答案了，点点头道：“那既然如此，我便将哥哥这几日给我说的些事跟几位妹妹分享一下。”见成功吸引到众人的注意，沈慕清微微的笑道：“你们可知今年圣上50的寿辰，圣上英明为了给学子们多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开了恩科。这事并不是秘密，加之几人早就听府中的丫鬟婆子说过了。”沈乐雨甚至都在心中暗笑，还以为是什么新鲜事呢，果然是被关了半年的人，真是大惊小怪。沈乐林则淡淡笑了一声，看向沈慕清的眼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嘲讽。第144章姐妹私话。果不其然，沈慕清下一句便是：“哥哥这段时间认识了个遂州来的举人，听说虽是个农家子，但才学很是不错，上次陈继久举办的文会还夺得了魁首呢。关键是听说长得一表人才。”沈慕清一边说着，眼底一边还有些说不清的情绪，窥视一般的打量着下沈乐林和沈乐月的表情。在他心目中，李尚挺毕竟是个农家子的身份，二房的双胞胎太高，老夫人怕是不会同意将他们配给李尚挺。当然，沈乐林还是他心中的第一目标，毕竟沈乐月那个窝囊废除了听话没什么用处，而沈乐林背后还有一个当小官的爹，以及在江南做生意的娘，日后李尚挺当官也少不了需要用钱的地方。但沈乐月和沈乐林的眉眼都没怎么动，显然对这个话题并不太感兴趣。沈慕清上来就聊起了外男，若是闺中密友，倒是会多聊几句。本来几人虽说都是一个家中的姐妹，但到底关系一般，此时此刻说起这些，难免有些交浅言深的味道。但没人接话，沈慕清心道：“等李尚挺也彻底成了我的裙下之臣后，再找个机会让你们看看李尚挺的容貌，想来到时候自然会追着我问他的消息。”最后沈慕清又夸赞了李尚挺两句，便十分自然地转移话题到了他那熟悉的表哥张汉飞的身上。说到张汉飞这个熟悉的人面前，显然大家便都有了兴趣。耐心最差的沈乐雨率先开口问道：“大姐姐，你表哥这次恩科也会参加吗？”沈慕清朝他抿嘴一笑，道：“自然是要参加的，并且听哥哥说，这次陈继久和舅舅让表哥下场，多少是有些机会的。”沈乐雨会意道：“既然继久大人和张大人这么说，想来这张家表哥这次重磅有很大的机会。”沈乐月也柔柔地笑道：“到时候可要好好恭贺一下张家表哥了。”沈慕清也跟着笑了笑，心中却悄悄将沈乐雨的名字划去。这沈乐雨口无遮拦，不识大体，若真配给了张汉飞，被他发现了什么，只怕他那一根筋的脑子会不管不顾地将事情全抖了出去。如此想着，沈慕清的目光凝起，不动声色地看了眼一直面带着得体微笑的沈乐轩，那一眼轻飘飘的，却让沈乐轩突然感觉遍体生寒。等他再回看向沈慕清时，他却早已收回了目光，让沈乐轩一时摸不着头脑。是啊，我还听说啊，表哥要参加会试的消息出去后，有好几户人家都找人上了门，想打探表哥的婚事呢。最后一个泥字被沈慕清拉得极长。果然，沈乐雨好奇道：“那些人家的女子居然主动去问男子的婚事？”阿雨，沈乐轩不悦地提醒道。沈慕清打断沈乐轩的教导，道：“二妹妹，你也不要太过苛刻，不过是姐妹之间说说私房话罢了，算不得什么。”沈乐雨搭话道：“就是，
整日说什么都要管，烦得很。沈乐轩被妹妹说的脸都气红了。沈乐林适时的给沈乐轩递上一杯茶水，道：“二姐姐喝杯茶，听大姐姐如何说。”沈乐轩感激的接过茶水，轻品了一口，压下了心中的情绪。沈木青则蹙起眉心，五妹妹这一句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听我如何说？怎么，自己难道成了个说书的呢？沈乐月也不知有没有听懂沈乐林的言外之意，干笑两声，打起圆场道：“是啊，大姐姐，您接着说啊。”沈木青深吸两口气，到底没忘了今日的目的。沈乐轩性子柔弱，胆小怕事，加之二叔也只是个纨绔，若是她嫁到张家，不仅自己日后时不时有机会见到张汉飞，还能时不时靠他传递一些消息。就算自己和张汉飞的事被他发现了，多半也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沈木青越想越觉得沈乐轩是个好人选，对他的笑容越发柔和了些。具体是哪些户人家，我确实不知。表哥为人正派，自然也不会将那些女子的姓名告知，以免误了那些小姐的名声。说完还夸赞道：“表哥确实是个正人君子。但其实我是极为佩服那些女子的。表哥生得俊朗，学问又好，入朝为官是迟早的事。他们定然是在家中极为受宠，家中的长辈才会主动上门探我舅母的口风。哎，这女子嫁人就相当于是第二次出生，若没有嫁到一户好人家，寻到一个可靠的夫君，往后的日子只怕并不容易啊。”沈木青这话似乎有感而发，声音带着浓浓的忧愁，十分感染人。沈乐宇听了，悠悠地叹息了一声。他没想到当初自己不怎么看得上的张家表哥，原来如此受欢迎。沈乐月和沈乐轩也不由垂下了眼眸，心中满是艳羡。他们的婚事也不知有没有长辈给做主，又会将他们许给何人？沈乐林则淡淡的拿起一旁世兰端着的茶盏，轻轻品了一口，随后似乎突然发现几位姐姐都不说话，眨了眨眼睛道：“大姐姐还有其他的新鲜事吗？”沈木青好不容易将气氛烘托到这，让几位妹妹都开始悲伤自己的身世，为自己日后的婚事而担心。不想这个五妹妹突然开口就要转移话题，她一时没有藏好情绪，不悦地看了沈乐林一眼。沈乐林一点也不惯着她，一脸天真的看着她，有些不解地问：“大姐姐，阿玲问错话了？大姐姐知道的事情可多了，阿玲还想多知道一些呢。”沈木青扯了扯嘴角，不肯将话题拉开：“阿玲，大姐姐知晓的事情也真的不多，也就哥哥说了些表哥的情况罢了。当然，阿宇刚刚问的那些小姐名我确实不知，但表哥曾跟我说过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子。”沈乐宇和沈乐月的也不知是有兴趣还是好奇，都睁大眼睛看向他。沈木青缓缓道：“表哥喜欢温婉可人，识大体，懂进退，而且最好能像二妹妹一样漂亮的女子了。”沈木青这话说的太过直接，沈乐轩的脸一下就绯红起来。第145章嚣张跋扈。大姐姐，你胡说些什么呢？他急得跺了下脚。沈木青哈哈哈笑了几声，二妹妹还不好意思了呢。见沈乐轩的脸越发红了，心中暗笑，这古代的女子也是可怜，整日被关在家中，没怎么见过男子，当真的好骗得很。好啦好啦，不逗二妹妹了，表哥确实只是说喜欢长得漂亮些的女子罢了，只是听表哥形容的时候，大姐姐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脑子就直接闪出了二妹妹的模样。众人姐妹各怀心思的配合着调笑了几句。沈乐林则有些无语的看了眼脸上的笑意都掩饰不住的沈木青，不明白他脑子里到底是想的。上辈子二房里二伯母再又有娘家撑腰，二伯父虽然也不靠谱，但也不像这辈子如此破罐子破摔，更何况上辈子还有个张氏在幕后帮他，这才成功让沈乐轩嫁给了张汉飞。这辈子不说别的，单说因为张氏偷人这事，张家与宁国侯府近几代人便不再有联姻的可能。沈木青怎么会天真的以为只要将二姐姐撩拨的对他那表哥有了情意，他就有办法将二人凑到一起呢？难道他还打算用自己昨日那一招，让二姐姐也去引诱张汉飞不成？老夫人在寺庙之中待得甚是高兴，原本定的3日行程，硬生生又多待了2日。等他们一行人再回京城时，会试都已经开考了，长公主的生辰宴自然也已经圆满举办完了。景瑞18年2月25日午后，宁国侯府沈乐林的院子里，玉珍正叉着腰对着2个抱着花的小厮不客气地道：“你们小心点，这些都是大小姐送给五小姐的，要是磕了碰了，卖了你们也都赔不起。”小厮忙一边陪着小心，一边手上的动作更轻了些。玉珍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屋内，沈乐林正坐在圆凳上，抱着个汤婆子，面色柔和的笑看着这一幕。平儿正端着盛着温水的小盆后在一旁，思雨上前拧出里面的帕子，递给沈乐林。沈乐林接过金帕后，细细镜面。思雨接过用过的帕子，微微蹙眉，犹豫半晌，总是忍不住道：“小姐，这玉珍是不是太过猖狂了些？”沈乐林看着又气势汹汹指挥着小厮的玉珍，这样不好吗？思雨皱眉，他虽猜到小姐自有打算，可这玉珍自从跟小姐去了趟檀香寺，回来身为一等丫鬟后，
整个人尾巴都快要翘到天上去了。整日在院子里抖威风，别说自己和雅涵，就连小姐的面子都被他驳了好几次。沈乐林笑了笑，突然起身小步走到门口，轻声道：“玉珍，几位小哥也不容易，这玉兰花放好就好了，不必太多苛责。”院子里的几个小厮见五小姐如此说，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不就十盆花罢了，那小丫鬟讲得跟花盆里种的是金子似的，要不是看她穿的是一等丫鬟的服饰，自己才不受这气呢。谁料沈乐林说完，玉珍小嘴一撅，原本生的还算秀丽的五官挤到了一块，满脸不赞同地道：“小姐，您可不知道，这些白玉兰可金贵了，大小姐很是费了一番心血才帮你找到的，这些奴才笨手笨脚的，奴婢得多看着一些才行啊。”这下不光几个小厮了，连院子里的丫鬟们心中不乐意了。玉珍这妮子，难不成真将自己当主子了？自己不也是个下人吗？怎么开口比偶就是这些奴才？沈乐林面色微微有些尴尬，但很快就扯出一丝笑意道：“那玉珍既然这样说了，几位小哥还是小心些吧。”说完还解释道：“玉珍到底是侯府中的家生子，有些东西确实懂得多些。”众人的目光在沈乐林和玉珍身上流转了一波，最后看到下巴微微上扬的玉珍，不由得摇摇头，原来是个欺负主子年幼的坏丫鬟。沈乐林则看了眼高悬空中的太阳，回到房中，将手中的汤婆子往桌上一放，轻声道：“思雨，今年的天气似乎不是太冷。”思雨看了看外面，疑惑道：“好像和去年这时候差不多吧。”随后将汤婆子又塞到了沈乐林的手中，道：“小姐一向怕冷，还是拿着暖暖手吧。”沈乐林推了推，一语双关地道：“今年不冷，以后怕是也会越来越暖和了吧？”看着还在外面张牙舞爪的玉珍，沈乐林道：“一会雅涵回来，让他拿些吃食，将刚刚的事宣扬出去。明日便是老夫人的生辰，今日府中人多眼杂，这事传播的越快越好，顺便将玉珍的来历也全都抖出去。”思雨点头，犹豫道：“那小姐，玉珍常去大小姐和大少爷那里的消息，要不要也？”“不用，那样太过刻意了。玉珍行事乖张，自然会有那看不惯的人主动提起的。”思雨点头表示记下。玉珍终于在外抖够了威风，从门外满带着笑意走了进来，一见思雨珍与五小姐说着话，脸顿时就拉了下来。这思雨定是看自己得五小姐看中，正想法子给自己上眼药呢。于是他很快重新恢复了笑脸，道：“小姐，大小姐还真是宠您，这送来的玉兰花可真漂亮啊。”沈乐林轻声应和道：“大姐姐自然对我是极好的。”玉珍却觉得还不够，继续道：“这玉兰花如此好看，想来大小姐也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沈乐林这才抬眉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道：“哦，是吗？”玉珍显然对五小姐对自己的突然冷淡下来的态度有些不满，以为是刚刚思雨趁自己不在真给自己上眼药了，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才道：“是啊，小姐，你刚刚可看到了，那10盆花开的可漂亮了。玉珍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玉兰花泥。”沈乐林叹口气道：“是啊，大姐姐对我如此之好，我以前却还跟大姐姐置气，想想还真是不应该啊。”玉珍听五小姐顺着自己的意思说下去，心中不免得意。第146章玉兰花。这五小姐到底年纪小，耳根子软。自从自己做了这院子的大丫鬟后，如今连跟了她多年的思雨都比不上自己得宠，就差对自己言听计从了。若不是这五小姐出身太差，日后怕是嫁不到什么好人家，自己说不定还真会尽心尽力的服侍于她。但想到这里，玉珍忍不住小脸绯红。自从自己身为五小姐跟前的大丫鬟后，大小姐不仅给了自己2根上好的玉簪，还给简直透露，只要好好为大小姐办事，日后自己的荣华富贵少不了，甚至跟着她一起给三皇子做妾也不是不可以的。那可是皇子啊！玉珍心中一阵激动，平日里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人物啊。很快她便想起昨日大小姐的交代道：“话说这玉兰花如此美丽，听说还有不少少年郎给她做诗了的呢。”说完还一字一顿的艰难背道：“郎愿一根巧耐寒，此花端合雪中看。羽衣仙女纷纷下，齐待华阳遇到关。”背完后，玉珍明显长舒了口气，道：“小姐，这诗的意思是，这玉兰像是身着羽衣的仙女一样，纷纷从天而降，美得不可方物。”沈乐林听了玉珍不伦不类的解释，心中嗤笑，还真是难为他了，大字不识一个，还背完了整首诗。这诗沈乐林自然是十分熟悉的，上辈子得知自己喜爱这玉兰花后，沈慕清带着自己去踏青之时，遇到一个正站在树下静静赏花的少年，自己明明想离开，但沈慕清却惊喜地叫道：“李公子，是你吗？”那少年转身，一张柔美俊俏的容颜，一双眼眸亮如星辰，神采飞扬，真是说不出的风流倜傥。一阵微风吹过他的发尾，前世的沈乐林只觉得眼前的少年好似连头发丝都比一般人要好看许多。他朝二人灿烂一笑，声音干净而儒雅：“上挺见过三皇子妃，还有这位小姐。”沈慕清介绍二人认识后，笑靥如花地道：“李公子站在这干嘛？”李上挺回首凝视树上的花道：“郎愿一根巧耐寒关。”那一字一句全都说到了沈乐林的心中。哎呀，
沈慕清适时的故作惊讶一番，说道：“今日五妹妹穿的这件衣裳，可不正像是那纷飞的白兰花一般吗？”一时都分不清李公子赞的是花还是人了呢。沈乐灵当时整个脸都羞红起来，后来他才得知，这诗原来是李尚挺为他而做的。那日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身穿的白色衣裙，都是他早就让玉珍安排好的。只是没料到，这辈子居然还能听见这首诗。但沈乐灵转念一想，既然这首诗前后2辈子都出现了，想来也是李尚挺和沈慕清那段坚贞爱恋的见证。既然如此，只让自己一人知晓，岂不可惜？沈乐灵如此想着，不由得轻声笑了出来。小姐也觉得这诗写得不错。奴婢听大小姐说，这诗是大公子的朋友李举人所写。哎呀，瞧奴婢这张嘴，今日便是放榜之日，想来如今那李举人怕是都要改口叫李进士了。玉珍还以为是沈乐灵听了他念的后笑了出来，忙想趁热打铁将李公子的名字说了。他一边说一边咯咯的笑着，目光还偷偷的打量着沈乐灵。见沈乐灵眉眼都没动一下，玉珍心下有些着急，这可是大小姐跟他下的死命令，必须要让五小姐对那李举子心生仰慕。牙一咬，小姐，奴婢听说有很多大户人家都会为女儿在重榜的进士里找年少有为的做夫婿呢。听说那李举人长得俊俏，又如此有才华，想来定有不少人家看中他吧。站在一旁的思雨气道：“玉珍，怎么能在小姐面前说这些？”玉珍不服气地道：“这有什么？小姐今年都14了，也该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了。”眼见二人就要吵起来了，沈乐灵开口懒洋洋地问：“对了，玉珍，你在府中多年，又是从大伯母院子里出来的，你说这次我给大姐姐回点什么礼好呢？”见五小姐先安抚自己的情绪，玉珍更加得意地看了眼气鼓鼓的思雨，收回了心思道：“大小姐注重的想来也不是小姐的什么回礼，不如奴婢去库房给大小姐挑些布匹，先送过去，等小姐想到什么回礼时再送不迟。”沈乐灵差点没被玉珍的话给逗乐了。这玉兰花也叫迎春花，这个季节虽然说不上到处都是，但别说侯府，就是他爹一个芝麻小官，想弄个10盆8盆的也是简单的很。就这么10盆花，拿了自己上好的布匹不说，还要日后自己再去寻回礼。这玉珍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对他那位大姐姐都如此忠心耿耿。沈乐灵笑看着玉珍头上的一只雕花玉簪，意味深长地道：“玉珍想的真是周全，既然如此，那你便将这些礼物给大姐姐送去吧。”玉珍并没有看到沈乐灵眼底的冷意，扬着笑容道：“全是小姐心胸宽广，能听得进劝罢了。那奴婢这就去库房了。”说完便朝沈乐灵行了一礼，便要离去。沈乐灵突然开口道：“慢着，今日府中繁忙，大姐姐那里想来人多眼杂的，想来也无心见你，等老夫人生辰宴后再给大姐姐送去吧。”玉珍想说自己每次去大小姐房中，大小姐都会在第一时间召见自己的，但好在她还有些脑子，知道自己如今是个卧底，再怎么样表面也忠于五小姐的，只笑着点头表示知晓了。今日是贡院放榜之日，李尚挺借着沈木朗的面子，得以守在了贡院正对面的一家茶馆之中。同来的还有几个遂州的举子，虽然上次在文会之上几人对李尚挺有些迁怒，但李尚挺毕竟赢得了个魁首，为他们遂州举子挣了不少脸面。当然主要是听说着小子碰到了贵人，加之此人的才气，日后前途怕是也不会太差，大伙这才屈尊降贵的与他交好。坐在茶馆之中的李尚挺穿着一身淡青色的华丽锦服，玉冠束发，配上那一张时刻保持笑意的脸，有着说不出的风流倜傥，潇洒不羁，哪里还有半分刚入京时窘迫的样子。第147章重榜。每次会试放榜之日，贡院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倒不是贡院门前太窄，而是前来观看放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李尚挺从茶楼往下看去，看着下面那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的模样，他不由得攥紧了一下手心。若不是他沾了沈木朗的光，怕是今日也要和楼下之人一起踮着脚尖，满脸的期盼之色尽落于这高处之人的眼底吧。李尚挺眉间微微一紧，随即立刻放开，心中对成为那人上之人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几分。当2个衙役拿着榜单出来时，楼下更是一阵激动。各家读书人的小厮早已守在下面，为自家公子奋力一战，李尚挺则稳坐在上方，等着沈木朗的小厮看完回来报信。整个茶馆中原本寒暄的声音也一时都安静了下来，就连沈木朗这个没有参加会试的都不由得紧张起来。李尚挺面上依旧保持着笑容，但若细细观察，还是可以看到握着瓷盏的手多用了几分力。他看了看自身上的衣裳，这若是其他人送的，他断然不会接受，但这衣裳是他心仪之人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今日便要穿着它来迎接改变自己农家子命运的一刻，就像他陪在自己身边一样。他们之间虽然有着根本跨不过去的鸿沟，但只要能与他相见相知，便已足够幸运了。更何况待他高中之后，日后爬向那高位之上，想来也能时不时与他见上一面。中了，少爷你中了！那些看到自家主子姓名的小厮们不断有好消息传来，剩下的人心中越来越焦急，
就在李尚廷脸上的笑容都快要维持不住了的时候，终于沈木朗的小厮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道：“李公子中了，太好了！”沈木朗站起身来拍手叫好，扶着李尚挺肩膀道：“子吉，听到没？你中了，你中了！”身边的穗州学子也纷纷祝贺。继承回过神来，笑问道：“不知子吉兄的名次是？”沈木朗这才发现还不知晓李尚挺的名次呢，瞪了一眼自家小厮，一句话都说不清楚。小厮原本挤进到那看榜大军之中，就已经费了9牛2虎之力，后来挤出来更是差点没被人绊倒才死。如今见少爷一个眼神扫过来，小腿肚子都差点软了下去。李少爷高中了第13名，沈木朗大喜，万万没料到这李尚挺如此厉害，这还是因为他最后一日身子不适考出来的结果。若是他能在电视上正常发挥，岂不是能在今年N科前10之内？那到时候可是风光无限，前途无量啊！如是想着，沈木朗面上的笑容一下子笑得更开了些。李尚挺则不着痕迹地摸了摸自己的衣襟：“阿青，你听到了吗？我真的中进士了。”并同时在心中暗道：“第13名啊，那这便是我李尚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起点了。”此时心中同样还念叨着沈木青的，还有在自家门口愕然地看着报喜之人的张汉飞。今日他没有出门去看榜，主要是因为考试前那2日发生的事情，让他头昏脑胀，完全看不进去书，甚至有一度他都以为自己这次会试状态不佳，怕是很难中榜，因此才躲在家中，避免和友人一同等待，只能祝福他们的尴尬。却不想这报喜之人却还是跑到了他家门口。张夫人笑得连眼睛都看不到了，笑呵呵地道：“听着报喜人说的一溜烟的吉祥话，赏赏，全都重重有赏。”等看到一脸懵的张汉飞出来时，更是上前乐道：“汉飞，你中了！自会试之后回来，这孩子就心不在焉的，老爷问过他几次考得怎么样，结果这孩子要么沉默，要么就破罐子破摔，直接到要准确下去春闱。这些日张氏让厨房变着花样给自己这个最得意的儿子做好吃的，但他还是肉眼可见的消瘦了下去。本以为这中榜想来是无望了，今日只打发了个小厮前去看榜，不想峰回路转，先是小厮几乎是衣冠不整的跑回来，高叫着：少爷中了，中了！紧接着那报喜之人一路敲锣打鼓的上门高喊：张家大公子张汉飞高中会试第93名。这会试一共就录取200人，这个成绩绝对能称得上好了，但只要能中，那就有了上电视的机会啊！张汉飞听到自己的名次后，暗暗皱眉，疑惑道：“2位差爷，可真是这工部尚书府中的张汉飞？这京中卧虎藏龙之人众多，加之这次江南的学子们文采斐然，张汉飞是个有自知之明的，就算他在自己状态极佳之时，最多也差不多是这个名次。可如今……”报喜之人笑了笑，这样的人他们也曾见过，无非就是中榜之后太过高兴，一时有些不敢相信罢了。没错没错，定然就是这里，张尚书家中张汉飞，恭喜您高中会试第93名。这次报喜的人说得更清晰了些。张汉飞还是有些不可置信，张氏可管不了那么多，轻拍了下他的肩膀道：“你这孩子就是高兴的混了头了。”随后又转头对身边的嬷嬷道：“快给2位差爷洗钱。”大哥，恭喜恭喜啊！大哥，你太棒了！张鹏飞和张立和也上前纷纷恭喜自家大哥，为大哥的高中而高兴。张汉飞心中仍旧疑惑，但也不由得开心起来，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城南的一处客栈里，大厅之中也坐满了等待消息的学子们。这地方离贡院稍微有些远，客栈的环境也不是特别好，但胜在价格公道，每日饭菜的分量也是极足，是像方晨燕这样囊中羞涩的落魄举子的最佳选择。然而他们这些落魄举子们抱团取暖，从辰时等到了午时将过，一个报喜的人都没有来过。客栈中的举子们有原来的热闹紧张，到后来的翘首以盼，伸着脖子四下张望，到如今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悲凉。客栈老板是个中年汉子，微微摇摇头，今年怕是又没什么希望了。第148章落榜。方彦辰和好友今日一大早就坐在了这大厅之中，不是他们不想去贡院门口看榜，只是这已经是第2次了。这已经是方彦辰第2次兴致盎然、野心勃勃入京科考。上一次几乎所有江南的才子们都认定，这方彦辰只要参加春闱，不是状元也至少是个前3。然而上一次他名落孙山，黯然而归。只不过上次春闱时，他日日在客栈苦读，几乎未曾出门，更别提去参加什么诗会文会了。因此这京中之人对他并不熟悉。这一次他听了好友之劝，去参加陈继久的文会，一举扬名。却不想结果仍旧是这样。终于客栈门口有人进来了，众人一看，是同样住在这里的学子们回来了。看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众人依旧心存希翼的一个个问着自己的名字有没有上榜。在一声声未曾看到没有可能是在下未看清楚，下
有些学子气恼地将手中的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放，起身便要去贡院相看，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样子。方彦辰只觉得自己脑袋嗡嗡作响。如果说上一次落榜是因为他最后一日考试时头昏脑胀、耳目不清，那这一次他明明答得那样好，所有的试题他都颇有把握，文思泉涌，下笔有神。怎么会这样呢？客栈老板看着大厅之中那么多失魂落魄的学子，同情的目光一时不知落向何人才好。方彦辰身边的友人谢涛强压着心中的色意，安慰道：“彦辰，这京城之中有才之人太多了，加之这次恩科本就参与的人就多哀，我们回乡之后一起闭关苦读，想来2年之后的春闱定能一举高中。”谢涛家境普通，今年20有6，本是没有资格进京赶考的，这辈子成了举子已经很是难得。原本官府要给他安排了个8品县城，可他想到这辈子怕是最多只能做到个6品就到了头，心底到底不甘。于是他无奈之下，给江南各大名门写了拜帖和自己的文章，最终认识了好友方彦辰。方家虽然败落了，但祖上也是帮大魏的开国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一个举荐的名额还是有的。二人一见如故。谢涛知晓方彦辰在学问上，在会试上向来游刃有余，不过方彦辰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便是好读书，读死书。谢涛毕竟是从底层爬起来的，知晓在如今的大魏，若是没有贵人相助，即便你再有才华，终究只能明珠蒙尘，因此才不遗余力地劝他去参加文会扬名。不想只一扬，似乎又太过了些，不仅没有得到想象中贵人的橄榄枝，反而拉了一波仇恨。此后他们闭门造车，疯狂读书，可放榜之日，到底还是双双落榜了。方彦辰双眼通红，拉着谢涛的衣袖，不敢置信地问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怎会如此？”谢涛深深地叹了口气。会试结束后，方彦辰将自己所写的答案全部默写下来给自己看过，饶是他只是一个小小举子，也能看出方彦辰的试卷不说堪为会首，这会是前时想来是跑不了的。这时一看前去看榜的中年举子，突然道：“你们可知江南中秦伯府的郭浩克？可知他这次会试得了第几名？”原本心情低落的一些举子突然被勾起了好奇心，难道那不学无术的郭浩克还在榜上不成？郭浩克他也能入榜？怎么可能？那郭浩克连置之为物，金井南侠都不知道，来参加会试本就令人嗤笑。就是众人你一句我一句，似乎对这钟情博的郭浩克十分了解一般。可人家就是上了榜，还是会试榜单的第8名。第8名啊！那中年举子还举出一个8的手势来表达自己的不忿。众人大惊，接着便转换成了浓浓的气氛。这郭浩克今年刚满20，除了连《论语》都没读完外，还有件事让他在江南彻底扬名。去年青州诗会，这郭浩克做出来的文章简直就是狗屁不通，却还是被一堆捧他臭脚的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他的大作传出来后，倒很是娱乐一把其他的学子。不想就是这么个去年还做出这树粗又壮的郭浩克，短短1年之间居然就中了进士。众人心中纷纷有了猜测，渐渐地化成一声声无奈的叹息。不是没有人想过去告御状，但这想法仅仅在众人心中打了个圈，便被放下了。原因无他，在大魏告御状的代价太大了，无论结果如何，首告之人都要先受80大板，再受至少3年的牢狱之苦。更何况这是钟情伯家，在江南可是能横着走的主，就算自己有那个命从牢里出来，怕是别说当官了，日后想在江南混口饭吃都难。双眼通红的方晨燕听到这番言论，双目一凝，问向谢涛：“你可知晓那郭浩克？果真如他们所说？”谢涛心中一紧，焦急地握着他的手，道：“彦辰，你在想什么？”见他双眼迸发出的一股恨意，心中一惊，声音低沉而极具力量：“彦辰，你莫要冲动，此事还未曾有定论。”在他的安抚之下，方彦辰的目光慢慢清明下来，但紧握的双拳却一直没有放松。今日这个重要的时刻，张尚书直到月上树梢了，才踏着月光才回到家中。张汉飞虽然今日接受到了许多赞美，还有不少同窗也纷纷下了拜帖，但心中却始终有些许不安，因此一直在前厅之中等着其父。一身酒气的张尚书见张汉飞一直等着自己，原本还浑浊的目光瞬间清明，甩开一直扶着自己的管家后，直接带人着张汉飞进了书房。半个时辰后，张汉飞步履踉跄地从书房中走了出来。第149章，老夫人的寿宴。这一日晚上，同样没有睡着的还有方彦辰和谢涛，二人几乎是彻夜谈心。最后方彦辰终于被谢涛说服，选择了借酒消愁。谢涛原本是喝不了多少酒的，但今夜也舍命陪君子。二人举杯，直至天要蒙蒙亮之后才睡去。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一日沈文珍带着袁师爷去见了自己的好友吏部侍郎李子阳，喝了个宾主尽欢。
只因沈文珍要求不高，不为升职，而为平调。5日前，闽州锦仓县县令的请辞折子已经送到了吏部。这么个小下县的位置，并没与多少人看得中，吏部那里已经在找合适的人员。这些日子，沈文珍在裴师爷和大儿子的双重洗脑下，越发觉得京城居大不易。况且他在这户不待下去，怕是也难以有什么建树。倒是大哥时不时的帮人打听这个打听那个的，也甚是烦人。如今想回江南，怕是抢不过一些人。想重新做回五品回去，更是不可能。还不如像师爷和大儿子说的那样，平调个小县城，一家人乐乐呵呵的，当家做主，岂不美哉？如今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沈文珍自然要先去探探老友口风。结果当然算是满意而归啊。毕竟他这品级虽然没变，但由中央下调到了地方，怎么看都是贬谪了。但他沈文珍乐意啊。虽然李子阳没有将话说死，但依他对老友的了解，此事定然是8、9不离10了。2月26号这一日，万里无云，艳阳高照。宁国侯府时隔半年的沉寂，终于有了件热闹的事。老夫人60岁寿辰，为了这个寿辰，5日前，这侯府便开始日日清扫，更是将后院的花厅好生布置了一番。不仅找来不少名贵的花草，就连那花丛也全都找了京中最为出名的师傅修剪的错落有致。因张氏才去世半年，这次寿宴并没有大办，只请了些关系近点的亲友罢了。即便如此，侯府门前贺寿的人还是不少，只是那些人大多门第不算太高。毕竟侯府虽然落寞了些，但还是会有不少小门小户的官员前来攀交巴结巴结。老夫人大概也不想自己寿辰的时候，竟请一些身份比自己高的人，还得自己这个大寿星屈尊降贵的哄着他们。沈文珍带着3房一行人来到花厅之时，只听得里面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沈文珍还小声地向姜氏解释道，怕是那些族亲叔伯们都已经到了。沈慕渊和小阿周一进去，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便是，咱们家原来有这么多亲戚啊。众人一进屋，便见今日的老夫人穿了深肉粉色底子福寿吉祥纹样香领藏蓝团花缎面对金被子，下罩赤金撒花缎面黄底马面裙，头发梳成了富贵流云髻，发髻正中插戴赤金嵌翠钗子，额头上绑着一条暗红色的墨额，中间一颗硕大的绿松石，看起来富贵逼人。此时正坐在正位之上，沈慕清和沈乐宇一左一右的猫在他身旁撒娇，正宇身前还有2个穿着锦衣的妇人有说有笑的说着话。老妇人眉眼间全是掩饰不住的喜色，不时被大伙说的话逗得大笑开来。期间丫鬟们规规矩矩的穿梭不停，为众人不时的续着茶水或上着点心。看见又有人进来了，屋子里一下安静了下来，目光都集中在沈文珍一房人的身上。见是3房的人来了，老夫人脸上的笑意微微淡了几分，却还是乐呵呵的让他们起身。落座后便又继续和那些夫人们说笑起来。哟，这是小阿珍吧？上次见你还是刚中进士的时候呢，一转眼孩子都这么大了。一满头鹤发的老夫人笑盈盈地对沈文珍招手道，瞧这几个孩子长得真俊，快来快来，让三叔母好好看看。沈文珍装作不满的样子道，三叔母，阿珍都多大了，您就别叫我的乳名了。那三叔母被他这模样逗得哈哈大笑，小阿珍还不好意思啊，哼，当初还跟着三叔母面前要糖吃的时候都不记得了。还有，沈文珍这下真是急了，生怕这三叔母又说出了自己什么糗事，忙将几个孩子往前一推，将姜氏和孩子们一一介绍一遍后，大家都乖巧的叫了人。那三叔母一边笑得见牙不见眼的硬了，还摸着小阿周的脸一直不撒手，直言像极了沈文珍小时候。随后颇有些不好意思的拿出4个荷包塞给几个孩子和姜氏，笑道，老身如今没什么好东西，就还有点手艺，阿珍媳妇莫要嫌弃。姜氏忙到不敢，还将三叔母的荷包很是夸奖了一顿。这4个荷包一看便是用了新准备的，姜氏自然也看出了这份心意，立刻朝一旁的陈嬷嬷使了个眼神，也拿出了2个绣着麒麟和兰花的荷包，只是和其他荷包不同是，这荷包上是用金线绣的。小阿周拿着自己上面绣着栩栩如生的小老虎的荷包，心中很是喜欢，一双眼睛好奇地盯着面前穿着一身半就不新的衣裳，但浑身上下丝毫不见窘迫，反而多了些淡然和豁达的老人，还时不时地偷看眼自家的爹爹。沈乐龄也朝着三叔祖母和善地笑着，这三叔祖母也是可怜人，原本娘家的用，丈夫也是个好人，但这些年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后，还要照顾2个年幼的孙子孙女，但她也是个极有骨气的，并未朝娘家或者宗族伸手要太多，大概是知晓小会是恩，大了变成了仇的道理。上辈子老夫人寿宴时，自己一家早已经家破人亡，爹爹整日借酒消愁。这三叔祖母穿着一身补丁的衣裳，当日冲到爹爹房间，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虽然并未从此振作，但至少不再嗜酒如命。对他，沈月玲一直是感激的。因此自刘掌柜夫妇在京城落脚后，
便让他们多多照料一下他们一家。如今看来，三叔祖母一家至少比前世手头要宽裕一些，堂弟堂妹也不像前世瘦瘦小小，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和三叔母说完话后，沈文珍又与其他族人说笑叙旧了一番，但显然脸上的笑意多了几分刻意，同时将是送出去的荷包也就普通了些。不一会，好久没见的人的沈文亨也来了，他明显比从前更清瘦了些，眼睛也浑浊了不少，但好在这次人是清醒的，还说了不少的吉祥话，哄得老夫人笑得前俯后仰的。最后，一直和族长聊天的宁国侯沈文元起身说笑了几句后，将在场的男子都带到了前厅。小阿周觉得自己如今已经7岁了，是个大人了，说什么也不肯跟着江氏和沈乐龄混迹花厅，左手牵着哥哥，右手拉着父亲的衣袖，兴冲冲的也跟去了前院。陆陆续续又有不少人前来给老夫人贺寿，未婚的少女们则都坐在了屏风之后。没多久，工部尚书的夫人带着子女过来了。张夫人本也不想来的，但无奈自己家和这侯府在外人眼中关系如此之近，若是不来，免不了又要有一番流言蜚语出来，万一将张氏的死牵涉了出来，便得不偿失了。再则昨日自己儿子已经考中了进士，这儿媳的人选自己和老爷如今还都没有考虑好，今日若是待在家中，难免被人堵住，还不如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呢。老夫人对于张夫人能到来还是很高兴的，好歹是个2品官员的夫人，又是自己的晚辈，还有错处被自己拿捏，既能帮自己充门面，又听话，上哪找这么好的客人呢？第150章礼上挺祝寿。张夫人给老夫人请完安后，沈慕清带着沈乐月也站出来给舅母请安，随即十分自然地坐在了老夫人身侧。沈慕清原本是想将沈乐轩也带出来的，但他刚刚捕捉到沈乐轩偷偷透过屏风看张汉飞时，心中了然，这关在深宅大院的小姑娘怕是已经被自己种下了情根了。毕竟昨日表哥上榜之后，自己可是特地让人传到了他耳朵里了，看来一会自己还得找个机会让这妮子好好和表哥说说话。当然还有他的五妹妹，今日哥哥答应他一定会将李尚挺带来的，他定要好生安排一番。仔细想来，自己还真是个不错的姐姐，如此优秀的2个男子全给自家姐妹留下来了。张夫人来了，这张汉飞自然也跟了过来。昨日之前他是真不想来的，一来还是有些怕面对表妹，二来昨日父亲对他所说的话实在是让苦读10数年圣贤书的脑子一时根本无法接受。没想到骄傲如自己，最终居然是用这种方式中的进士。他心中苦闷，又不知能向何人诉说，这才又想到了表妹。他们毕竟如今也算是这世上最为亲密的关系了。看着从屏风后走来的沈慕清，张汉飞只觉得自己原本愁苦的心中突然涌出了一丝丝甜。他就那样软坐在上方，一张巴掌大的小脸，一身素衣长裙，但上面绣着朵朵娇艳的玉兰花，显得弱柳扶风。他似乎小心翼翼地看了自己一眼，却在与自己目光遇上时，像个受惊的小鹿一般，吓了一跳。张汉飞想到那叶表妹在自己怀中的风情，一时之间竟然失了神，还是在一旁的妹妹张丽和的提醒下，才反应过来，大方地朝老夫人见礼。老夫人昨日便得知他高中的消息，笑着向众人介绍道：“好，各位，这就是我那亲家家中的好孩子，你们怕是不知道吧？这小子昨日还上了今年恩科榜呢，可是个有本事的。”众人一听，惊讶张汉飞居然如此年轻的同时，那好听的话也像不要钱一般，纷纷砸向张汉飞。就连一旁的张夫人、张丽和以及张鹏飞也没放过，全夸了个遍，夸得张夫人眉开眼笑的。张汉飞则面上一一谢过，但心底却空落落的，像是一颗石子扔进枯井之中，一直在掉落，却不知何时是尽头一般。众人正说笑着，一丫鬟前来在马嬷嬷耳边说了几句话，马嬷嬷俯身传给老夫人后，笑道：“阿青、阿月，你们先回去坐着，你们大哥带了个朋友来给老身祝寿呢。”沈慕清回屏风后，眼神若有似无的在沈乐轩和沈乐龄身上落了一下。沈木朗带着衣着华丽的李尚挺踏步而来，今日的李尚挺依旧穿着昨日那件淡青色的锦衣，他的头发墨黑，头上的羊脂玉发簪交相辉映，衬托出他发髻下白色脖梗的光泽，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有棱有角的脸俊美异常。坐在花厅的不少女子都屏息静声坐着，她们平日里甚少能见到外男，透过屏风的间隙偷偷看去，脸颊不由得一下子绯红。这是哪家的公子，怎么生得如此俊俏？随着他那如沐春风的声音响起，众小姐更是心中一动。子集见过老夫人，祝福寿安康，万事如意。老夫人见到这么俊的少年郎，心中也忍不住的欢喜。再听沈木朗介绍着少年郎居然在今年的会试中考了第13名，更是连声说好。霎时间，这花厅之中众人的夸赞由全朝礼上挺飘去，倒是让张家等人心中很是不舒坦。
特别是原本就心虚的张汉飞，他看着进退有度、有礼有节的李尚挺，心中一阵色意。上次见到这学子还是在陈继久的文会上，当时他还穿着一件半新的衣袍，虽然极力掩饰，却还是能看出他些许的窘迫。这才过了多久，不想此人成长得如此迅速。若是他张汉飞也靠着自己的实力拿到的这个名次，即便是技不如人，他也甘之，但连这偷来的名次都比不上一个区区农家子，这让他心中如何不难受？李尚挺身形挺拔地站在花厅中间，眼神不经意地朝屏风的地方看去，心中猜到他便在哪里。犹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少女一身素颜，眉眼灵动，看到自己讶异道：“咦，哥哥你怎么没告诉我？这才子还是一个俊俏的少年郎啊！”自己头次这么近距离的见过这京中的大家闺秀，一时间手脚都不知在哪里放。今我皇上任人图治，日以时政，望陈公矣。面前的女子背诵完自己的文章，随后便信手啪啪啪的鼓掌起来。李才子果然是当世豪杰之士者，至甚远也。如果这些夸奖还不能李尚挺完全心动，那当沈慕清说出那句“而但慢承袭，诚有如瑞律所及者”之时，李尚挺微微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沈慕清。这世间居然有如此跟自己心意相通之人。他一时只觉得面前的女子像个从天而降的仙女一边，虽不是倾国倾城，一颦一笑却都能牵动他的情绪和心情。第二日见面时，是他想要去遂州开些镖局，特意找自己问问这一路的情况。自己尽力将所有的风景和所遇之事都讲得更生动形象一些，只希望能博他一笑。第三次见面，自己特意打扮了一番，却不想一去便见他正看着屋檐上的麻雀默默流泪，自己心疼地问发生了何事。他只是摇摇头，摸摸擦拭眼角的泪水。最终在自己的询问之下，他才终于用最淡然的语气说出，只是觉得这样的自由日子越来越少了罢了。只这一句，他便瞬间明白，眼前的女子并不想入那皇家。比起荣华富贵，他更爱自由自在。一直到最后一次他没有出现，只让身边的丫鬟给自己送来了一套新衣裳，还有一封信件。他知道那女子一直犹如天边的月亮一般皎洁而明亮。虽然知晓他已经被皇后指给了三皇子，但他心中却还是要怪，只能怪这造化弄人。第151章献礼一。一直坐在老夫人下手的永昌伯夫人年氏看着李尚挺，心中一动。他们这个伯府情况和宁国侯府差不多，老爷都是个不怎么争取的，全靠祖宗的蒙荫生活，因此这儿女们的嫁娶成了他心中的病。特别是小女儿如霜，这往高了嫁的，怕日后给他撑不了腰，被人欺负了去；往低了嫁，又怕自己教养大的女儿日后会吃苦。若说刚刚见到张家的张汉飞，他只在心中动了下念头就打消了，那此刻看到这一表人才的李尚挺，那他便是真的心动了。于是笑着询问道：“这正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李进士不知是哪里人，家中还有何人啊？”沈木朗忙介绍道：“子吉，这位是永昌伯夫人。”李尚挺的声音不紧不慢地道：“回这位伯夫人，还未殿试，这进士二字子吉万万担当不起，您若不嫌弃，叫晚辈子吉或尚挺即可。”年氏听了少年的话，心下对其宠辱不惊更加满意了。若是那猖狂些的，此刻怕是直接就默认了自己进士的称呼了。李尚挺接着回复道：“晚辈是遂州人，家中还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家中长辈都不在了。”年氏眉间微微蹙起势，又装作不经意地问道：“哦，那不知尚挺可有婚配啊？”这话一出，这屋子里的人精谁能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有那同样动了心思的，不免在心中暗恨自己晚了一步。屏风后，永昌伯的小女儿脸瞬间跟煮红了的虾子一般。同样坐在屏风后为李尚挺容貌而失神的少女们，不由得将目光都看向了他。而沈慕清的目光则不时打量着自己的几个妹妹，见五妹妹看到李尚挺时似乎没什么太多的反应，不由得疑惑。今日李尚挺好生装扮了一番，一眼看去好一个翩翩少年郎，就算是前世自己看多了电视明星都有片刻的失神，怎么这五妹妹好似没半分反应？难道是五妹妹年纪太小还没有开窍？可她今年也要14了，沈月月和她同年的，刚刚一双眼睛都恨不得长在李尚挺的身上呢。其实沈乐玲何尝像自己表现的那样平淡？和上次隔着很长的距离不同，这次二人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1丈半，自己隔着屏风能清晰地看到她面部的每一个表情和神态。原本以为自己经过上次，心中已经淡然了许多，但听着她近在咫尺的声音，却依旧让他心中的愤怒与怨恨像藤蔓一般，一条条地爬了出来，在他身体里肆意生长一般。于是沈乐玲只能低下头，做无聊状，垂下的眼眸里却像千年寒潭一般冰冷。李尚挺明显一怔，但声音依旧柔和道：“
晚辈尚未定亲，不过婚姻之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晚辈不敢妄言。这言下之意，便是将其母不在，自己的婚事暂时不做考虑。外面的夫人们听后，更是对这个懂得礼仪教养的新晋进士看重，心中已经开始纷纷思索家中可有适龄的姑娘了。众人说笑过后，张汉飞兄弟以及李尚挺便在沈木朗的带领下去了前厅。走之前，李尚挺的目光还不着痕迹地往屏风后看了一眼，也不知他刚刚看没看到自己穿着他亲手做的衣裳。等人来的都差不多了后，男客全去了前厅，接下来便是众人献礼的环节了。其他来贺寿的人，除非是自己有意展示，一般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来，但自家孙女的孝心自然是要展示一番的。首先自然是沈木青这个嫡房的大小姐了，老夫人面上的褶子都笑成了一朵菊花，拉着沈木青的手笑道：“老身这个孙女啊，最是孝顺不过，又温柔体贴，宅心仁厚的。”几个族中长辈立马笑着应道：“是啊，阿青从小就是个孝顺的呀，阿青如今的模样也越长越好了，这过几年怕是不知要如何动人了呢。这佛家说相由心生，阿青生的这样漂亮，想来新的也是极好的。”沈木青微微低着头，脸色绯红。旁人打趣道：“你们呀，快别说了，这孩子都害羞了呢。”众人闻言大笑开来，气氛再次活络了起来。站着老夫人另一边的沈乐宇心中暗恨，自从大姐姐重新的老夫人喜爱后，老夫人眼中便再也看不到其他人了。老夫人，您就只心疼大姐姐都不疼阿宇了吗？沈乐宇做娇俏可人的撒娇模样。老夫人今日心情大好，也配合道：“你这丫头都多大了，还跟你大姐姐争宠呢？”沈乐宇一边笑着讨好老夫人，一边朝沈木青挑衅地看了一眼。沈木青微微眯了眯眼，他如今的目标虽然已经不在这小小的内宅之中，但若是总有些不懂事的蠢货让自己不痛快，他也不介意给他点颜色瞧瞧。如是想着，沈木青朝沈乐宇笑得更灿烂了些，让沈乐宇心中不由得泛起阵阵寒意。今日在场之人，哪怕不是在这京中权力的中心，也对沈木青之前的名声多少有些耳闻。将蜂窝煤据为己有献给圣上，在长宫主寿宴上勾搭三皇子，最后被皇后警告，日后怕是要无名无分的进三皇子的府中。包括他那清河郡主的头衔，几乎没人敢再提起。宫中这一年多连份礼都不曾送来过。去年一年，这宁国侯府大小姐可是不少人茶余饭后的笑谈。可如今一瞧，这沈木青嘴角含笑，进退有度，看起来温柔可人，倒不太像是做出那等糊涂事的样子。眼见众人该夸地夸不多了，沈木青摇了摇老夫人的衣袖，笑道：“老夫人，阿青今日还给您准备的寿礼呢。”老夫人听了，伸手点了一下她的额头，笑道：“哈哈，你这个小滑头，如今冠会红，老身开心，那就快拿出来吧。”第152章献礼2。沈木青轻应了一声，上前缓缓打开了红梅手中端着的镶着金贴着寿字的红匣子。众人定睛一看，是一尊玉观音，那玉质细腻油润，入眼柔和光洁。观音神态祥和而沉静，带有女性的柔美姿态，充满了对世间万物的慈爱。见成功成了众人的焦点，沈木青面上的笑意更真诚了几分，朝老夫人祝贺道：“老夫人，这是阿青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和田玉观音，阿青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松鹤长春，笑口常开。”老夫人本就喜爱这些，前些时日刚去完寺庙，更觉得佛祖慈悲，自然对沈木青的这份礼物很是满意。就连永昌伯夫人都忍不住仔细观赏一番后，赞叹道：“这件和田玉观音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一旁的夫人们忙搭腔道：“是啊，这沈大小姐还真是孝顺啊，老夫人可是真有福气极了。”就是。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将老夫人夸得飘飘欲仙的，顺嘴就提到：“哎，这算什么？老身还有一块蓝田玉观音像，比阿青送的还要大上一圈呢。”沈乐林坐在江氏身旁的小脸，自从沈木青拿出这份礼物后，看老夫人的眼神便多了份戚忌。听到老夫人果然如他所料，将蓝田玉观音的事拿出来说后，才默默垂下了眼眸，掩饰住眼底的一丝嗤笑。江氏一听老夫人的话，下意识的便朝女儿看去。沈乐林适时从在一旁小炉上端下茶水，亲自给江氏倒了一杯，安抚道：“母亲，喝茶。”江氏接过茶水，心中突然想起自己之前在苏州时曾问女儿要过那观音像，那时甚少回绝自己的女儿说她有用处。后来老夫人为难自己之时，女儿便将那玉送给了老夫人。那时女儿回来是如何跟自己说的？难道女儿就是为了今日？沈乐林朝江氏笑了笑，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膝盖，微微摇摇头。江氏这才放下心来，继续听着老夫人和他人的谈话。易夫人惊叹道：“这尊观音已经是难得的上品了，老夫人还有更好的。”老夫人被捧得极为舒服，最终在众人的催促下，
让马嬷嬷去将自己在小佛堂里供奉的那尊佛像拿出来。沈慕清原本还怡然自得的脸上闪过一丝裂痕，差点就维持不住自己面上的笑意。这个老东西此时提什么蓝田玉观音，这不是存心下自己的脸吗？还有那玲珑跟自己说什么老夫人如今如此信佛，只要投其所好，定能让他日后少找自己的麻烦。可结果呢，不管玲珑是不是故意的，让自己出了这么大个丑，必然不能再留他了。沈乐宇和沈乐月看到沈慕清一瞬间的铁青，均不免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那蓝田玉来之前，沈乐轩、沈乐宇以及沈乐月也分别献上了自己的礼物。这三人半年多来几乎没怎么出过门，因此送的都是些自己亲手做的东西。沈乐轩是一幅百寿图，沈月宇是一块自己亲手雕的一个大大的寿字，至于沈乐月则是绣了一副双面绣。老夫人看这些礼物的时候，面上都带着淡淡的笑意，和刚刚和沈慕清说话时冷淡了不少。众人看在眼里，皆明白这沈大小姐的受宠程度。刚轮到沈乐玲时，众人的目光才落到了这个自进屋之后几乎没怎么说话的沈乐玲。知晓这孩子是庶房出的，母亲还是个不入流的商户出身。张氏和永昌伯夫人之前都没拿正眼看他，此时看到沈乐玲盈盈上前，不紧不慢地朝老夫人见礼。那些晚来的夫人们这才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这沈五小姐柳眉弯弯，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同样穿着一身素衣，上面还画着点点红梅。这衣裳咋看一眼，众人都觉得有些眼熟，竟与沈大小姐那衣裳的如此相似。只是那沈大小姐显得有些楚楚动人，惹人怜爱，而她大抵是年纪偏幼一些，更显得灵动可人一些。因为衣裳相似，众人心中难免将二人做了番比较。但不管是妇人还是小姐们，显然都给喜爱像沈乐玲这样活泼些的女子。毕竟一个大家闺秀，整日打扮得跟家中扮柔弱的小妾一般，实在是让人不喜。族里的六堂婶子笑道：“哎呀，老夫人，您这几个孙女啊，一个比一个赛西施，您还真是有福气啊。”沈乐宇和沈乐月一下子就不开心了。什么叫做一个比一个赛西施？意思是自己难道没有沈乐玲那个南方小地方长大的好看？特别是沈乐宇，他一直自诩是沈家这一代中长相最为出众的。这些人到底长没有长眼睛，沈乐宇便想便眼露鄙夷的看了眼沈乐玲。大概被夸的是沈乐玲，又或者自己即将要拿出来炫耀的正是这丫头献上的。老夫人不咸不淡的笑道：“一个个都是皮猴一般，你呀莫要净给老身灌迷汤。”这话分明有些不太好接，那族里的婶子只能悻悻地闭上了嘴。三叔祖母却看不过了，笑道：“哎，这孩子长得好就应该夸，大伙看看阿珍的这闺女，还真是标准的美人胚子呢。”三叔祖母辈分高，人品又是族中的男人们都佩服的人，自然也得了些许应和声，让沈乐玲不至于太过尴尬。但实际上沈月玲根本就不在意这些，毕竟今日之后，这老夫人怕是也没有多少好日子过了，她又怎么会老夫人在计较这一时的得失呢？正当众人都翘首以盼，看着沈五小姐会为老夫人准备什么有新意的礼物。毕竟一来这五小姐是庶房所出，想在这侯府过得好些，总要讨好一下这侯府后院真正的话权人吧。二来前几位不是母亲生病，便是庶出，没什么大能力。可这五小姐母亲好歹是个江南商户之女，总能给女儿准备些像样的寿礼吧。其实老夫人何尝不是这么想的。说起来，这三房也很久没给自己送什么像样的礼物了。沈乐玲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道：“老夫人福寿安康，阿玲愚钝不堪。自从知晓老夫人寿辰之后，竟然一时想不出送何种礼物才能表达阿玲对老夫人的如沐之情。幸好得几位姐姐指点，这才为老夫人赶制了一份礼物。”众人一听便失去了些兴趣，这沈五小姐不会又是亲手绣了花或者写了字吧？沈乐玲看了眼后在一旁的玉珍，玉珍立刻将手中拿着的一个精致的紫檀木镂空匣子呈了上来。第153章相同的玉观音。众人见到那匣子，心中又升起了些许期待。这将是果然是个商户出身，一个小小的匣子上居然还镶着不少金叶子。沈乐玲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了一件赭石福寿吉祥纹样的香领团花被子。老夫人的脸上的笑容一时再也维持不住了，原因无他，这被子上的刺绣实在是有些不堪入目。便是今日说惯了漂亮话的夫人们，一时也实在找不到什么夸赞的点。沈乐玲还故意道：“孙女虽不才，但也知晓我朝以孝治天下，这世上最好最贵重的礼物都是千金可买的，但唯有一片孝心无可取代。”说到这里，她一双大眼睛满脸如沐地看向老夫人道：“老夫人，这辈子虽说没那么好看，但却是阿玲第一次亲自动手做一件衣裳，阿玲特此在这里恭贺老夫人万事如意，长命百岁。”三叔祖母看着她那一言难尽的被子，也只能干巴巴地笑道：“好歹是孩子的一片孝心。”沈乐玲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又有这么多外人看着，老夫人自然也不好发作，
只淡淡的应了声，便让身边的丫鬟收了起来。看那样子，这辈子是不打算穿在身上了的。沈乐灵也不在意，甚至不在意那些妇人和少女们向自己投来些许同情和嫌弃的目光。一个庶房小姐，女工还如此之差，这要是传了出去，日后怕是没几户人家敢上门提亲了。沈家其他小姐，包括沈慕清在内，都不由得松了口气，生怕这五妹妹真拿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将她们都比了下去。江氏微微皱眉，别人不知，她确实知道的。她女儿虽然不喜做女工，但手艺却是极好的。那辈子的手艺如此不堪，分明是个刚学者做的。老夫人生辰之前，将是要帮女儿将寿礼一起准备了，可女儿却说她心中有数，自己以为她准备了些什么东西，像上次一样讨老夫人开心，却不想准备的确是这么件被子。这日后，怕是老夫人人又要给自己一房穿小鞋了。思及此，江氏小声的跟陈嬷嬷耳边说了两句。陈嬷嬷诧异的瞪大了眼睛，见自家夫人不容置疑的眼神后，只能点点头，表示自己立刻便去办。其实江氏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女儿已经将老夫人得罪了，想来自己再送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好使了，还不如换些普通的。等过段时间，老夫人消气了，再拿出来哄哄她好了。沈乐灵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时，嘴角翘起好看的弧度，终于不用再讨好这一屋子讨厌的人了。等过了这几日，自己一家人离开，这侯府就留在京城之中，慢慢腐朽吧。他刚坐下，马嬷嬷就迈着小碎步走了进来。老夫人原本兴致缺缺的脸上一下子就笑开了，道：“若红，拿给大家观赏一下吧。”嬷嬷小心翼翼打开手中的匣子，呀，这么大！一妇人惊叹道。众人定睛看去，那蓝田玉观音不仅比刚刚沈大小姐送的色泽更加通透，关键还大了一整圈。沈慕清见到那玉观音也是眯了眯眼，原来这老婆子手中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她的目光微深，像是染上了一层墨色一般。在人群之中的张夫人和永昌伯夫人见到那观音像的模样后，心中忍不住大惊。这分明是当年长公主下嫁的时候，当时的贵妃娘娘给她的嫁妆啊！还记得那年长公主嫁人后第一次举办生辰宴的时候，还特意将她拿出来供大伙观赏了一番。张夫人看着老夫人得意洋洋的样子，微微蹙眉，突然想到那时候她那不要脸的小姑子刚刚生下长子，还没有出月子，宁国侯府众人都没有去。难道这老夫人真不知道？还是说自己记错了？天下当真有一样的蓝田玉观音？屋中众人心思各异的谈笑着，不一会便到了午膳的时间。众人在丫鬟们的服侍下净了手，随后便一边吃了顿宾主皆欢的饭。饭后，老夫人便带着大家到了前2日就搭好了的暖棚之中，里面除了正位之外，左右两边各摆了2排长榻，上面还放着几盘水果点心。众人按照尊卑依次坐下后，老夫人便笑道：“老身很长时间没有看过戏了，也不知这最近什么戏好些。”几个夫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最终在戏院老板的推荐下，选择了一出《三星贺喜》。很快戏台之上锣鼓一响，一出热闹非凡的戏曲便开唱了。台上咿咿呀呀，锣鼓喧天的。沈慕清表示自己根本有些欣赏不来，没多久，他心中一动，让站在他身旁的红梅附身下来，在他耳边交代了几句后，朝某个方向看了一眼，唇角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一直观察着他的沈乐灵，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目光又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沈乐轩。戏才唱了个开头，不少小姐便有些坐不住了。永昌伯的女儿朝永昌伯夫人撒娇道：“娘亲，我可以去园子里玩一会吗？”她起了个头，便有几个小姐也忍不住朝自家长辈撒娇起来了。老夫人也知晓孩子们怕是没那个耐心听完，便大方笑了笑，道：“是老身思虑不周，阿青，快带着小客人们出去转转，陪着他们好好玩玩。”沈慕清正愁该找个什么借口离开呢，听了这话也不矫情，直接便站了起来，朝几小姐们道：“咱们去假山那边走走吧。”永昌伯夫人笑点了下女儿的额头，道：“你个小滑头，还不快跟你阿青姐姐去。”张丽和自刚刚在花厅的时候跟沈慕清打了个招呼，就一直跟在张夫人身边，不太想理会沈家的人。可这戏她也确实不太爱听，一时陷入了纠结。还是张夫人拍拍她的手道：“要是待不住，就和你表姐一起出去转转。”张丽和原本有些心动了，但见沈慕清已经永昌伯家的闺女说话起来了，还是摇摇头道：“阿和，在这里陪母亲吧。”本来自从1年前的上元节之后，张丽和就对沈慕清有些成见。去年长公主寿宴，好容易沈慕清哄了张丽和一阵，张丽和也差点相信了。可结果呢？没多久他就和三皇子有了肌肤之亲，被皇后娘娘指给了三皇子。这些日子长乐郡主可生气了，在顺华书院没少说沈慕清的坏话，更因为张丽和是沈慕清的表妹而待人孤立于他。张丽和便对沈慕清心中慢慢有了怨怼。第154章，要小心哦。沈慕清和几位小姐客套几句后，又问了张丽和，得到对方不咸不淡的拒绝后，也不生气，心道：“你哥哥我都搞定你，你一个没几年便要出嫁的姑娘，
能在自己面前翻出什么浪来？还是表妹耐得住性子啊？沈慕清笑得十分真诚，又见沈乐灵没有动，疑惑地看向他。沈乐灵笑道：“大姐姐，阿玲还是第一次看这出戏呢，还想看福禄寿3位老神仙给老夫人贺寿呢。”沈慕清也不勉强，反正自己也要先策划张汉飞和沈乐轩的事，五妹妹坐在这里也好，省得一会自己完事后找不到她的人。那五妹妹就先在这看一会，姐姐一会再来接你去玩。沈慕清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在哄一个贪玩的孩子一般，让身旁的小姐们不由得侧目，心中更加认定这沈五小姐怕是不懂这京中的规矩，大小姐才会如此提点的。沈乐灵勾唇，看着沈慕清的眸子染上了笑意，随即突然转头颇为认真地对沈慕清身旁的沈乐轩道：“二姐姐，不如你留下来陪阿玲一起看看吧，这戏当真有意思得很呢。”沈乐轩一怔，他与这个五妹妹甚少私下交流，未曾想过此时她会留自己。想着既然是五妹妹从不曾向自己提过什么要求，正准备应下时，左手突然被大姐姐握住了。五妹妹，你自己多懒，可不能还带着你二姐姐啊。今日这么多小姐，你二姐姐已经长大了，自然是要帮大姐姐一起去照顾客人的。沈乐灵并未理会沈慕清，而是歪了歪头，可怜兮兮地问向沈乐轩道：“是吗？二姐姐，你当真不想留下来陪阿玲吗？”沈乐轩略微思索了片刻，还是小声劝慰道：“五妹妹，二姐姐先陪大姐姐一起照顾客人们，一会你看完了再将这结果告诉二姐姐好不好？”沈乐灵见自己拉不住她，反而似乎更加验证了自己小孩子心性的事实，便不再多做纠结，一语双关的笑道：“那既然如此，阿玲就自己看戏了，二姐姐要注意些哦。”这一句话说的沈慕清不由得皱起了眉，这小丫头是发现了什么吗？大姐姐也是哦，这毕竟是老夫人的寿辰，要小心哦。沈乐灵接着一边说道，一边还看了眼已经渐渐集合到了一起的众小姐们，似乎有些畏缩。沈慕清听了这话，才收起心中的疑惑，心道原来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罢了。接着带着一群花枝招展的少女们缓缓离开了。沈乐灵看着沈乐轩的背影，微微摇了摇头，他已经提醒过沈乐轩了，是他自己硬要往坑里跳的。沈乐灵不可能为了他而坏了自己为了今日4年多的部署，今日他便要这宁国侯府从上到下变成整个京城笑料，再也抬不起头来。带着众小姐到了院子里后，沈慕清又提议大家去凉亭里坐一坐。众位小姐客随主便，进凉亭坐了一会后，沈慕清便笑道：“如今长辈们都不在了，大家不必拘束。阿月、阿宇带个家小姐们下去走走，逛一逛吧。”沈乐宇早就坐不住了，拉着几个刚刚相熟的同族小姐便走了。沈乐月则是小步走到永昌伯小姐面前，想邀她一起逛逛，不想人家虽不谙世事，但也不屑于和一个庶女玩到一起。婉拒后，和其他小姐走了。沈乐轩也起身想下去走走的，不想却听见沈慕清道：“二妹妹留下来陪陪我吧，一会咱们再去逛逛。”沈乐轩虽觉得有些诧异，但还是习惯性的点了点头。刚被人下了脸的沈乐月也好奇的看了二人一眼。很快，凉亭之中除了沈慕清和沈乐轩以外，只剩2、3个散漫些的小姐了。两姐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不一会，沈慕清看到在假山那边微微露了个头的红梅，沈慕清笑盈盈地道：“二妹妹，咱们也去走走吧。”二人并肩而行，在院子里刚走了没2步，沈乐轩不怎么怎的，伸出的脚突然一阵痛，整个人差点摔到了地上。幸亏一旁的丫鬟和沈慕清眼疾手快地扶着他，但裙摆上却被沈慕清偷偷地踩上一脚。沈慕清夸张地指着沈乐轩左侧的裙摆道：“哎，二妹妹，你这衣裳是不是脏了？”沈乐轩见了心下着急，丝毫没有怀疑，就要先回院子换身衣裳。沈慕清皱眉道：“可这里这么多娇客们，一会若是大姐姐我一个人，恐有疏忽。3妹妹和4妹妹又都是不经事的。”沈乐轩很想说，刚刚我们二人都在，也没出什么事啊，但他又实在说不出口。更何况今日府中人多口杂的，若是妹妹穿着一身脏衣裳被太多外人看去了，传了出去，终究对名声不太好啊。况且这前厅还有男客呢。这话一说，沈乐轩心中更是焦急。那大姐姐，你生活如今，妹妹该如何是好呢？沈慕清故作为难地思考着。这时沈慕清身边的丫鬟世兰道：“奴婢斗胆，有个主意，不知2位小姐愿不愿意一听？”沈慕清则拿出好姐姐的牌头道：“世兰，你要是有主意就赶紧说。”世兰这才道：“大小姐恕罪，奴婢只是觉得这里离戏院很近，加之那里平日里又没什么人。”沈慕清恍然大悟：“对啊，二妹妹这一来一去时间太长了，不如这样吧，二妹妹你身边的丫鬟晴听先小跑去你院子拿衣裳，二妹妹你要不就等在戏院那边吧，速度快些，免得一会咱们还要回暖棚里去呢。”沈乐轩虽觉得有些哪里不太对劲，但这时候去自己院子里确实也要费不少时间，自己一大家闺秀总不能像个丫鬟一样今日在府中奔跑吧。第155章设计。思索片刻后，沈乐轩最终点了下头，看着晴听小跑的身影，
沈慕清焦急的眼眸慢慢染上了戏谑的笑意，但在沈乐轩看过来的一瞬间，立马变成了担忧。二妹妹，兰香先带你过去，一会我要是没什么事，再去看看你。沈乐轩不疑有他的跟着兰香走了。沈慕清心道，这设计虽然老掉牙了，但确实好用啊。二妹妹，大姐姐我尽心尽力帮你找了个这么好的夫婿，日后定要好好的感谢我哦。但不远处，一个粉色衣裙的少女看到这一幕后，眼中多了分疑惑，不一会便好奇地跟着沈乐轩的方向走去。沈乐月总觉得近些时候的大姐姐像换了个人一般，而且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2个新丫鬟。别人或许不知，但他对大姐姐的关注一直不少。他清楚地知道那2个丫鬟都是会武的，大姐姐还非要对外宣称是大哥给她找来的。啊，他才不信呢！大哥要是有那本事，怎么会不给自己找2个有武功的侍卫呢？而且自从檀香寺下来后，大姐姐就对二姐姐和五妹妹分外殷勤，一点不都像她平日里无力不早起的样子。加之今日的种种异常，沈乐月敏感地察觉到有问题。他一路偷偷不近不远地跟在沈乐轩和世兰身后，居然到了府中的西院。这西院久不住人，看起来很是有些破旧。他刚刚分明看到二姐姐不知为何突然要跌的，被大姐姐趁乱在裙摆上狠狠地踩上了一脚。接着不知二人说了什么，二姐姐的丫鬟小跑开了，世兰便跟着二姐姐走了。终于到了府中西院一间空置的房屋之中，世兰将屋中原本就置放着的火盆点上，不一会整个房中就热烘烘的。做完这些后，世兰一手紧紧地握着拳头，说道：“想来晴婷姐姐不一会就过来了。二小姐要不先在房中将衣裳脱了，等晴婷姐姐将衣裳拿出来，立马就能换上了。”沈乐轩道：“倒也不在意这一事，等晴婷来了，我再换吧。”世兰听了，明显有些着急道：“二小姐，您就先换好了吧，一会奴婢还要抓紧时间带您去见小姐呢。若是时间太晚了，怕是小姐又要……”沈慕清对下人的态度，二夫人之前在的时候，沈乐轩也是有所耳闻的。见世兰简直都要哭出来的样子，叹了口气道：“罢了，那我就先进去了。奴婢就在这门口守着，除了晴婷姐姐，定然不会让任何人进去的。”世兰立马保证道。见二小姐如此轻易的便相信了自己，世兰心中十分愧疚，但想到自己身上那些永远也好不了的伤，她实在是生不出任何违背大小姐命令的心思。自从大小姐从安堂被放出来后，或许是因为记恨着自己和轩轩当时没有主动请缨去照顾于她，因此这些日子总是拿自己和轩轩撒气。而玲珑虽然在红梅兰没来了之后很少能近小姐的身，但至少小姐没有再对她动过手呀。小姐对她说过，只要她今日好好将小姐交代的事情办好了，定会立刻给自己和表哥指婚的。想到表哥，世兰垂下的眼眸多了一分神采，眼底也多了一分坚定。沈乐月见是沈乐轩进了房，就世兰一个人站在门口，微微蹙眉，这样她没法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沈乐月的小丫鬟弄花大概猜到了沈乐月的心思，偷偷在她耳边道：“小姐，这院子后面还有一个洞。”没一会，沈乐月便站在了那个洞口，那张总带着怯怯小心的脸上正满是纠结。虽然他确实想知道大姐姐这谷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他堂堂宁国侯的亲生女儿，虽然只是个庶的，但也不能钻狗洞吧。就在他内心还在挣扎之际，望风的弄话突然跑了过来，道：“小姐，奴婢好像看到张表少爷正往这边走来，他旁边的好像是大小姐身边的红梅呢。”沈乐月瞪大了眼睛，忙也走到拐角地方，顺着弄话指着前方小树林的方向看去，果然看到二人正快步走来。沈乐月一听，脑中立刻就冒出了这些日子大姐姐总是有意无意的在他们面前提起张家表哥的画面，心中一动，瞬间明白了大姐姐的算计。她心念一动，既然同样是妹妹，为何这么好的机会不能给自己呢？更何况自己才是大姐姐的亲妹妹啊！沈乐月如是想着，在弄话耳边说了几句，接着眼一闭心一横，直接就从那狗洞里爬了进去。在附近的古树上看到这番场景的谭云微微蹙眉，略微转动了一下她不太喜欢动的脑筋，伸手朝张汉飞身后5、6步的位置扔了颗小石子。谁？红梅迅速转身，张汉飞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他原本在前厅和众人说笑着，一小丫鬟趁到酒时给自己传了张纸条，按照纸条所言的时间，自己去前院一假山处见到了红梅，说是表妹有事相商。他原本是应该觉得不妥的，毕竟是老夫人的寿辰，还来了这么多客人。二人私下相约，若是被发现了，但不知为何心中居然冒着了一丝兴奋之感。最终他还是找了个借口说服自己来了。张汉飞和红梅警惕地看了周围半晌，都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这才加快了步伐向小院走去。沈乐轩在房中指着中医，上下打量着这一直无人居住的西院空无，心中却总有些不安。想了想，于是又将自己的外裳披在了身上。这时西边的窗户传来了轻轻的敲打声，还伴随着一声声二姐姐二姐姐。沈乐轩凑近听出了这是四妹妹的声音。是四妹妹吗？
只有你一个人。在沈乐月回答后，沈乐轩才放心的将窗户打开了。沈乐月直接翻了进去，抓着沈乐轩的手道：“二姐姐快跑，大姐姐安排几个男子过来了。”沈乐轩心中一惊，自从凉亭出来后，心里所有的不安瞬间得到了解释。他突然感受到窗外的一阵凉气，终于反应了过来，为何他觉得这个屋子怪怪的？明明平日里无人居住的地方，为何还放在2盆星炭火呢？除非是有人一早就准备好了的。第156章成功。可是大姐姐为何要如此呢？沈乐轩想不明白，自己和大姐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为何大姐姐要这么做？沈乐月拉着她的手道：“二姐姐，这我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这些已经来不及了。那几个外男马上进来，要是看到你如此，不如你先离开，咱们一会再去问问大姐姐或者老夫人。”但好在沈乐轩在他的提醒下恢复了理智，回头拿着自己的衣裳穿了起来。沈乐月见他还慢慢吞吞的边解开自己身上的斗篷，道：“二姐姐快，你先出来披上我的斗篷，外人看不出来的。我的丫鬟就在墙外等你，你们赶紧找个地方将衣裳换好，再叫人过来。”沈乐月的斗篷是他今年最喜欢的一件衣裳，披在身上，只要动作不大，旁人确实看不出他里面只着了中衣。沈乐轩最终在沈乐月的再三催促下翻窗出去了。沈乐轩见沈乐月没有跟上，疑惑道：“四妹妹，你跟我一块走啊？”沈乐月正义凛然道：“二姐姐你先走，我倒是要看看大姐姐安排了些什么。”见沈乐轩面露焦急，还要再劝。沈乐月道：“二姐姐你放心吧，我衣裳完整不会有事的。”最后还拉住沈乐轩的手道：“二姐姐你赶快去找老夫人，万一是有人冤枉大姐姐，也能将坏人抓住。”沈乐轩重重的点点头。等他走后，沈月月一边面带羞怯的拖着自己的衣裳，然后在上面轻踩了一脚，一边欣喜的挑了挑眉。这张家表哥少年英才，想来自己这次就算不能成为其正妻，当个贵妾也是板上钉钉的，总比到了如今也不知他那父亲和老夫人会给自己相看些什么人家的好。只要进了这张府的门，日后的荣华富贵他便不必再愁。不一会，门口传来了红梅的声音：“世兰，大小姐可在内？”世兰或许是点头应答，或许是没有回答，总之下一秒，张汉飞突然推门而入，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背对着自己半路相间的少女。随后他惊愕的转头看过来，却是沈家的四妹妹沈乐月。这下红梅傻了，大小姐不是说她会在这里等张少爷的吗？世兰愣了，她明明带进来的是二小姐，怎么变成了四小姐？张汉飞也懵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沈乐月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边慌乱的将衣裳穿上，一边大声的尖叫起来。此时沈慕清在院外刚和帮沈乐轩拿衣裳的秦听遇到了，一进院子便听到了女子的尖叫声。这事成了。他压了压嘴角的弧度，小碎步上前，看着已经背过身面朝着自己的张汉飞，拿着手中的帕子捂住嘴角，讶异道：“表哥，这是不会吧？我就晚到了一会。”一声二妹妹还没有叫完，便看到了沈乐月那张梨花带雨的脸。沈慕清瞬间僵在了那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在他身后的秦听也很是着急，在看到是四小姐后，心中大石落地，转头世兰道：“世兰，我家小姐呢？”沈慕清听到秦听的声音，回过神来，一双锐利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世兰，吓得他双膝一软，便跪了下去。“奴婢不知，小姐刚刚有事说一会就过来，二小姐衣裳脏了，秦听姐姐去帮她拿新衣裳，奴婢这才二小姐先进去坐坐，可不知为何。”沈乐月哭诉道：“呜呜，刚刚进来的分明是我，大姐姐，你这丫鬟连妹妹和二姐姐都分不清吗？”“呜呜，大姐姐，阿月的命好苦，不过是衣裳脏了，想找个近的地方换了罢了，却不想张家表哥他。”沈乐月这番他说的张汉飞简直无地自容，他若知道会是这种情况，打死他都不会过来的。沈慕清眯眼看了眼诚惶诚恐的世兰，确定他不敢跟自己说谎后，目光又转向正低声哭诉的沈乐月身上，最终又看向他衣裳上的污渍，眼底掠过一丝彻骨的寒光。这沈乐月耍的这点伎俩，怎么能逃得过他的眼睛？这是怕接着自己设的局在这攀高枝呢。沈慕清见张汉飞面色铁青，不紧不慢地道：“今日四妹妹不小心自己弄脏了衣裳，图省事，便在西院里换了，表哥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你们可明白？”世兰、红梅兰眉忙磕头的磕头，蹲身的蹲身，道：“是，小人今日只看到四小姐一个人在西院换衣裳，张大公子一直没有出现过。”沈慕清满意的点点头，目光看向站在一旁还想问问自己的小姐的秦听，秦听自然连忙表示知晓了，这事能将他家小姐摘出来，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沈乐月双目含泪的看向沈慕清，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指，不可置信地道：“大姐姐，你怎么能如此对我？这是明
明明就是张家表哥他，那受尽委屈的样子，让张汉飞都有些于心不忍。沈慕清如今可太了解自己这个表哥的心思了，抢在他开口之前便道：“四妹妹，大姐姐也是为了维护你的名声，今日这事要是传出去了，知道了自然知晓妹妹你是无辜的，但不知道还以为妹妹你水性杨花，故意勾引外男呢。言外之意便是，你要是今日不下这个台阶，明日我就不知这京中会传出什么样的流言蜚语了。”沈慕清说这话时语调温柔，但眼中却带着浓浓的警告。若不是张汉飞还在场，怕是沈慕清要直接抓着他的头发，怒骂他就这么缺男人吗？居然敢将他精心布的局给搅了。沈乐月被沈慕清的眼色看得畏缩了一下，终是不敢在这个时候与他唱对台，但心中却想着，一会看你还敢不敢如此说。你们这是在做什么？第157章婚约。众人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大家侧身看去，居然是今日的寿星来了。他身旁还站着穿着沈乐月斗篷的沈乐轩。沈慕清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沈乐月，终究是他太小看这个庶女了。汉飞，你为何会在这后院之中？沈乐轩在弄花的帮助下，在附近随便找了个屋子，将衣裳穿上后，便披着斗篷去暖棚找老夫人身边的马嬷嬷，将后院有外男跑进来的事小声给老夫人汇报后，老夫人果然只是借更衣的借口，笑呵呵地从暖棚出来，走到沈乐轩面前后时，脸才沉了下来。二丫头，究竟是怎么回事？沈乐轩声音带着哭腔：“老夫人，时间来不及了，不如我们边走边说吧。四妹妹如今还在那院子里呢。”就这样一路走着，沈乐轩将从凉亭之后的事原原本本的给老夫人讲了一个遍。一旁的马嬷嬷听了，心中都忍不住心惊，这大小姐难不成真做了这样的糊涂事？她刚想找机会让个小丫鬟去给大小姐通风报信，不想下一刻，老夫人锐利的目光就扫了过来，随后安抚沈乐轩道：“二丫头，你别急，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身自然会查个清楚。”马嬷嬷知晓自己上次为大小姐说了太多的好话，这老夫人虽然没说，可这大小姐一出事，还是怪自己了。马嬷嬷此时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自己当时到底为什么就起了贪心啊？走到那院门口时，刚好就听见了沈慕清的那番话。虽然不喜欢沈乐月这个庶孙女，但这里到底是侯府，今日到底是她的寿辰。若二丫头说的都是真的，那这阿青居然敢在自己眼皮底下做出这种事，简直是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但有张汉飞这个外男在此，老夫人还是忍住了气，没有直接找沈慕清兴师问罪，而是先将矛头指向了他。沈乐轩看到沈乐月所说的外男居然是张家表哥时，讶异的张大嘴巴，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沈乐月也没放过这个好机会，冲到老夫人腿边就开始哭诉道：“老夫人啊，孙女不活了，孙女就在屋子里换衣裳，不想张家表哥突然就推门进来了，孙女。”见沈乐月在那里寻死要活的样子，沈慕清只觉得七窍都要被他气得生烟了。他仗着这些日子在老夫人跟前的脸面，干笑2声道：“老夫人，这都是个误会。”闭嘴！老夫人横了他一眼，随即用颤抖的手指着他道：“你这个畜生，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啊？”张汉飞张了张嘴，终究说不出任何辩驳之话来。他如何能将表妹供出来呢？老夫人见状，心知张汉飞大抵是不会开口了，更是嚣张的让婆子去叫张夫人过来。她倒要看看今日张汉飞做下的事，张家会给个什么答复。这是嫁了个人尽可夫的张氏，进来祸害他们侯府还不够，还想来祸害他们家的孙女，这张家人欺人太甚了。张夫人赶来的时候，众人已经进了屋子，老夫人依旧坐在上首木着脸，沈乐月已经穿戴整齐了，靠着弄话小声的啜泣着。沈慕清和沈乐轩站在一旁，一个黑着脸，一个满脸的疑惑。张汉飞则颓废的站在下方，脸上又青又白的。那婆子路上被张夫人送了个荷包后，将张汉飞擅闯后院，还跑到一个空屋子里面，正巧碰见在里面换衣裳的沈乐月的事和盘托出了。张夫人当时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打了一拳，她那么优秀的儿子。张夫人一进屋看着屋中人的面色，心知老夫人这是怕是不打算善罢甘休了。她一进屋给老夫人请了安后，也莫等老夫人叫起，起身就气得狠狠地拍了一下张汉飞，怒道：“娘亲只是让你过来接下你妹妹，没想到你这孩子这才多久没有来你姑父家就不记得路了，还闯下了这么大的祸。你……”说到这里，张夫人还朝在一旁咿咿呀呀哭泣了沈乐月道：“阿月，你别伤心了，舅母在这里为这个不争气的给你道歉了。”沈乐月没有回应，只是抱着弄话的哭得更伤心了。张夫人颇有些尴尬的转头看向老夫人道：“老夫人，今日这事真的是这个误会，汉飞这孩子啊，他……”老夫人见张夫人3言2语便想将此事轻轻接过，冷哼道：“误会？哼，好一个误会！我们家四丫头的清白，就是你们张家一句轻飘飘的误会就能接过的。”张夫人听了老夫人的话，脸上强装出来的笑容
瞬间消失了，也不知里面是如何商议了。半炷香后，张夫人黑着脸带着张汉飞走了出来，老夫人则看着3个孙女，眯了眯眼道：“别在这哭了，你们2个还不赶紧去将衣裳换了。”说这话的时候，老夫人的眯着眼警告似的看了眼沈乐月，眼中居然还有一丝丝杀意，看得沈乐月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沈乐轩和沈乐月出去后，老夫人一步步走进沈慕清，一双小眼睛紧紧地盯着他道：“阿青，今日之事是你做的吗？”沈慕清从未见过如此有压迫力的老夫人，眼睛下意识的就躲避了一下。老夫人闭上了眼睛，心中无比失望。今日过后，你还是继续在安堂祈福吧。日后要是再在这府中兴风作浪，就别怪老身不顾祖孙情分了。说完又看了眼跪在地上的世兰道：“这丫头灌了哑药，送到庄子里去吧。”世兰一边磕头一边哭诉的求饶：“老夫人饶命，老夫人饶命，小姐，小姐，您救救奴婢，救！”话没说完，便被2个粗使婆子给止住，只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老夫人头都没回地，扶着马嬷嬷的手走了，徒留沈慕清原地满脸阴郁。刚出院子没多久，沈乐轩便再也忍不住开口道：“四妹妹，你明明知晓有外男进来了，为何还……”沈乐月双眼像只哭红了的小兔子一般，但脸上却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与平日里总带着些怯弱的小心不同，这一次她的笑容张扬而明亮。“二姐姐，不管怎么说，今日四妹妹我都是舍身救了你，不是吗？可你没说那外男，是不然我就不会去找老夫人。”“二姐姐！”沈乐月打断了，“汉飞表哥如今已经是我未来的夫君了，希望日后二姐姐还是莫要再提此事。”沈乐轩突然觉得面前的四妹妹如此陌生，陌生到他们自小相处的这15年仿佛都是假的一般。第158章，不好，快走！老夫人这个寿星长时间不在，暖棚里看戏的人难免有些心不在焉，特别是张夫人走了又回，虽然脸上依旧保持着笑意，但沈乐玲却看得出来她回到位子上那紧攥的拳头，以及张丽和那一脸紧张的小脸。没过一会，老夫人回来了，还笑着和大家道歉，人老了，动作难免慢了些，这事都唱到哪里了？长袖善舞的6堂婶子陪笑道：“这才唱到正精彩的地方呢，您啊，来的正是时候呢。”气氛一下子又变得十分融洽起来，似乎老夫人不曾离开过一般。沈乐玲眼角瞟了一眼，时不时焦急看着外面的玉珍，手指随着台上戏曲的调子轻轻在膝盖上打着节奏，静静地等待着什么。大概是沈慕清也不想让她等太久了。没过一会，玉珍便凑到沈乐玲面前道：“小姐，刚刚3小姐的丫鬟说有事找您。”沈乐玲诧异的抬头，倒是没料到用的是沈乐语当借口：“小姐，要不我们也去花园里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沈乐玲笑看了他一眼，低声跟江氏说了一声，便起了身。玉珍心下窃喜，她如今便是5小姐身边的第一得意之人，自己说什么小姐就会听什么。玉珍一路带着沈乐玲往花园边角地方走着，沈乐玲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眼底却带着3分戏谑，道：“玉珍，怎么走这条路啊？3姐姐在哪里等我呢？”这时玉珍原本自得的脸上一下变得焦急道：“小姐，不是3小姐找您，是刚刚小少爷身边的小厮刘东跑来说小少爷摔伤了，不敢告诉老爷和夫人，如今还躲在西边偏院里哭呢。刘东实在没办法才来找小姐的。”听他拿小阿周当借口，沈乐玲锐利的盯着玉珍看了2眼。玉珍笃信小姐定然会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此刻都不由得心中打鼓。不过片刻，沈乐玲急道：“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带路！”玉珍心中一松，小姐原来就是心急了，她就说嘛，小姐怎么会对自己起疑心呢？一路走过去，刚到西院的时候，沈乐玲突然哎呀一声脚崴了，蹲在一棵大树下怎么也起不来。玉珍急得用手去拉沈乐玲，但沈乐玲抱着脚踝一直喊痛。这里偏僻，四下一时无人，玉珍气得恶狠狠地看了眼低头呼痛的沈乐玲：“小姐，你怎么在这时候崴了脚？小少爷就在前面的院子里了，咱们忍一忍，马上就到了。”沈乐玲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道：“不行，玉珍实在是太疼了，真的不行。”玉珍一跺脚，气道：“那小姐，你说现在怎么办？小少爷还等着你去找他呢。”玉珍真的气狠了，这5小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还剩多大点路，居然将脚崴成这样。大小姐答应他，只要办好今日的事，就会找5小姐将他要回去，日后去皇子府还会带上他呢。如今这可如何是好？见玉珍这个脑子除了抱怨，半点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沈乐玲不得不自己主动说道：“要不玉珍你帮我去把大姐姐叫来吧。”玉珍一怔，叫大小姐，大姐姐和我关系最好，想来一定会帮我和弟弟的。最后声音还极轻的说道：“你说对吧，玉珍？”玉珍来不及思考，下意识的便道：“那是自然，大小姐最为和善了，也是最喜欢小姐的。”这样说完，
玉珍也觉得为今之计也只能这样了。对了，玉珍，你找大姐姐的时候避开一下人群，别让人看见了，免得今日的事被人知道了。沈乐灵还十分好心的提醒道。玉珍却在沈乐灵看不见的地方撇了撇嘴，她还不知道今日的事不能让人知道吗？于是再三叮嘱沈乐灵不要乱跑后，便往花园方向跑去了。沈慕清见到面前的玉珍，听了事情的原委后，只恨不得当场抽下头上的发簪，狠狠地扎她。这丫鬟是个傻的吗？自己找借口说是三妹妹找她，便是不想此事再将自己牵扯进去。如今这可倒好，若真让李尚挺和五妹妹成就了好事，五妹妹那边怕是瞒不住了。好在这叫玉珍的丫头还知道躲避着人群偷偷来找自己，不然今日这事怕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了。他想了今日张汉飞那边也算不上失败，沈乐月虽说有自己的小心思，但好歹也是他妹妹，更何况她若是嫁入张家后也没什么依仗，自己倒是多费点心思也就罢了。但那老婆子要再将自己关进安堂之中，虽然有利于自己做外边的事，但李尚挺和五妹妹的事却是刻不容缓，所以他还特意改变了自己原本打算让他们慢慢相识的计划。只要今日五妹妹的丑事发生了，想来那老婆子也不会再死揪着自己一个人。沈木轻眼一眯，走，带着玉珍和红梅便往西院去。再不去，那屋子里的香就要烧没了。人呢？三人走到沈乐灵刚刚崴脚的大树下，玉珍围着四周走了2圈都没有找到任何人。看着三人焦急的神情，一声轻笑突然从上方传了下来，紧接着是沈乐灵的声音：哥哥喽，大姐姐，你是来找我的吗？沈乐灵笑得格外甜。三人抬头一看，树上粗粗的枝干上站着2人，由于那大树枝繁叶茂的，若不是沈乐灵出声，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沈慕清凭借自己前世看宫斗剧的经验，直觉不妙，忙道：不好，快走！第159章，西院失火了。沈乐灵脸上的笑声戛然而止，脸上皆是冷漠的神色。谭云！沈乐灵轻叫一声，谭云立即从树上飘然而下。红梅上前阻挡，不过3两招便被谭云手中的银针刺中，晕死了过去。沈慕清和玉珍吓得尖叫起来，特别是玉珍，她从来不知那个病秧子丫鬟居然是个武林高手，想到平日里自己对她的冷嘲热讽，她吓得双腿都在发抖。谭云没费什么事，就一个赏了他们1根银针。半个时辰前，轩轩收到小姐的指示，让小丫鬟给前厅的李少爷传递了一张纸条，之后便将人带到了西院一个荒院里，并按照小姐的吩咐将李少爷骗进去后，就守在了院门口。小姐说了，只要他等到玉珍就行了，之后便会将卖身契还给他，从此他就自由了。可突然他只觉得脖梗处眼前一黑，便晕倒了。谭云在他倒地前扶住了他，看了看手中的银子，觉得有些不爽，这些人不用私语的药，他也能不费吹灰之力搞定，但小姐说动静尽量小点，那就只能小点了。李尚挺在房中左等右等，没等来心上之人，心中不知越来越烦闷，一股燥热从小腹攀升上了，他的脸也越来越红。渐渐的，他只觉得整个人越来越热，口干舌燥，不由自主的开始脱身上的衣裳。谭云和沈乐灵将沈慕清和红梅带进来的时候，李尚挺已经满脸绯红，脱得只剩中衣了。看到有人来了，立马上前想将来人搂住。谭云眼疾手快的将手中的红梅推给了他，随后又帮沈乐灵将沈慕清扶在了床上。沈乐灵看着李尚挺抱着昏迷的红梅亲吻的样子，忍不住有些想吐。他甚至有些想不明白自己上辈子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人蹉跎一生，被骗得如此惨烈。他眼神空洞而木然地看着李尚挺，心道：帮你早日得到你最爱的人，不必谢，毕竟夫妻一场嘛。从屋里出来，谭云将门反锁了，听着里面李尚挺野兽般的叫喊，谭云有些忍不住，他想去屋顶再看看，毕竟上次天色黑，他也没看到什么。沈乐灵则抬头看着天空，望着那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却依旧能射出银色的光芒，要得他眼睛有些发花。还来及感叹什么，身旁的谭云突然指着一旁的厢房问道：小姐，那边还有一个。而他略带兴奋的小脸上则全写着：要不要我一起送进去？沈乐灵原本还有些感怀的心思瞬间支离破碎。不了，那也是个可怜人罢了。沈乐宇在花园之中玩得挺无趣的，特别是当他发现几位姐姐妹妹居然全都不在了的时候，他随便找了块阴凉地方坐下，原本正打算让人去找找，不想却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听说了吗？这沈家大小姐居然敢在今日私见外男。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刚刚许家小姐可是亲口说的啊。可是什么可是？现在大伙其实都知道了，听说就在西边的院子里呢。要我说，这沈家的家教确实不怎么样，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出来呢？沈乐语气急，这是怎么回事？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2、3步上前，看着那2个被吓白了的小姐，
怒到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同样的画面还发生在暖棚和前院之中。老夫人听了，气得嘴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线，张夫人面色也极其不好看。二人还以为是刚刚沈乐月被看成了沈慕清，可这流言顺着查去，小姐们只说是在花园里听人说的，看不清模样。那些夫人们也是如此。老夫人为了平息谣言，便道：也不知是哪个杀千刀的，见不得我们侯府好，居然传这样的害人的流言。老身要是将这幕后之人抓到，千刀将他千刀万剐。边说还边将他手中的拐棍重重的在地上一掷。而此时幕后之人就坐在他的身后，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演。突然西院方向升起一阵浓烟，有下人来报，西院着火了。有那好奇的妇人高叫道：又是西院。说完便知晓自己说的不对，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但众人心中可不都是这么想的吗？刚刚还挺说有人在侯府西院私会呢，怎么这要巧立刻就失火了？不会是有人想要毁尸灭迹吧？还有那心思活络的不知怎么的，居然想起那去年过世的侯府夫人，不也是死在火灾之中吗？老夫人不知为何又眼皮一直在跳，这西院今日个怎么这么多事？老夫人强忍着，僵笑着对众人道：府中出了点小事，大家先玩着，那火势想来也不大，老身先去看看。说完便快步离开了。江氏原本还想着留下来帮忙照顾下客人，但沈乐玲却拉着她的衣袖笑道：母亲，既然家中失火，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江氏看着女儿眼中的藏也藏不住的一丝笑意，低声道：你做的。沈乐玲抱住江氏的胳膊，歪了歪头，一派天真可爱的模样道：母亲，阿玲想去看看。江氏拗不过女儿，站起身，装模作样的露出焦急，带着沈乐玲快步跟上了老夫人的步伐。他们一走，张夫人也坐不住了，心道：莫不是自己走后，汉妃那孩子又回去了？忙也起身道：都是亲家，我也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他一走，整个暖棚一下陷入了种古怪的氛围之中，每个人都好奇得很。直到沈乐玲的六堂婶子站了起来，笑道：都是一家人，我也去看看，万一能帮上忙呢。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站了起来，都找到了各种借口，小步跟了出去。走在前面的沈乐玲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队伍又多又长，嘴角缓缓挑起了一个笑容。大姐姐，这一世你和李尚挺那坚贞不渝的爱情被如此多的人见证，若是前世的你得知，会不会感激妹妹我呢？第160章，玩得如此。老夫人到失火院子的时候，下人们已经将火势灭得差不多了，见确实院子里确实没其他什么事，心地的石头这才落了地。沈乐宇带着一群小姐们赶来，看着没什么事，众小姐心中只觉得有些无趣。沈乐宇则高高的抬着下巴，不屑地看了他们一眼，满眼写着让你们胡说。马嬷嬷指挥着下人道：快快快，那里那里。谁知此时却听到一个吓人的尖叫声，天哪，这里怎么也着火了？老夫人定睛看去，那处着火的院子不远，火势也不大，老夫人也就没放在心上。马嬷嬷一边瞧着老夫人的脸色，一边骂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派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啊！老夫人见事态并不严重，正要转身离开，不想却看到了身后的江氏以及他那身后一溜烟的人群。他的眉头顿时皱得像山川一般，心中对江氏更加不喜，果然是小地方出来的，这种情况下不知安抚宾客，还敢来看什么热闹。随后看到他身后的张夫人，更加没了好脸色，只感觉自己是不是八字与这姓张的一家人犯冲，每次看见他们都没什么好事。众人陆陆续续来了，见确实是一点小火，心中不知怎的，多少有些失望了。正当大家纷纷打算回去时，不远处着火的院子里，一个婆子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众人大惊，也不管老夫人了，纷纷走到那院门口。那院子里的一处厢房着火了，火势并不大，已经被扑灭。此时吸引所有人注目的是，那正房门口，一个粗使婆子模样的妇人正坐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想来那声惊叫刚刚就是从她口中发出的。她身旁还站着的一个婆子朝房间看了一眼，立刻也被吓得退后几步。众人到底没有闯进去，只是站在院门口，等着手脚不太麻利的老夫人。有那好奇的小姐开口问道：你们看到了什么？那两个婆子没有回答，其中一个机灵点的站起了身，想要出门禀告，另一个则带上了门，守在了门口。宾客们则一个个屏住气，渐渐听出了点门道，那屋内居然有男女娇喘的声音，这难道刚刚那传言是真的？张夫人几乎脸都要气白了，扶着张立和的手暗暗用力，几乎让他疼得差点喊出了声来。老夫人终于走到了门口，还想着今日这事如何压下来，便黑着脸道：大家都回去看戏吧，这院子火势大，莫伤了贵客们。今日老夫人请的大多都是些仰仗侯府鼻息生存的人家，自然不敢说什么，但像永昌伯夫人这样的，一般也不会将人往死里得罪，
自然也给了老夫人这个面子。偏偏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了宁国侯的声音：“老夫人，这里是怎么呢？”宁国侯身边倒没有太多的外人，就带着4个少年郎。张夫人转头一看，很快便看到了自己的2个逆子。她捏住张立和的胳膊，这才松了下来，整个人差点瘫软在了张立和的怀中。老夫人看向宁国侯，几乎立刻便认出了他身边的贵客是三皇子。宁国侯解释道：“老夫人，三皇子今日特意来给您贺寿的。”老夫人忙带着一群人上前俯身请安：“三皇子今日前来，倒是折杀老婆子我了。”三皇子今日穿戴的像个富家的贵公子一般，一派风流人物的样子。三皇子夏弘毅今天前来的原因也很简单，近来这沈慕清十分得力，不仅将原有的香皂白糖生意给抢了回来，他那亲手酿的酒，这些日子也没少给他尝脸，笼络了2个好杯中之物的老臣。最重要的是，他让人沿途去北方开镖局的事，基本已经敲定了，日后用得着沈慕清兄妹俩的地方还很多。更何况沈慕清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今日他祖母做寿，自己确实应该来慰问一番。所以三皇子夏弘毅十分殷勤地将老夫人扶起道：“老夫人请起，今日晚辈是专程来为了贺寿，应当是晚辈给你行礼才对。”众人见传说中的三皇子居然对老夫人如此亲近，心中不由得高看了一眼老夫人和沈慕清。难道外面的传闻不是真的？这三皇子不是被逼纳沈慕清的？就在众人差点又将沈慕清美化的时候，那正屋之中适时传来了一声女子的惊叫：“啊！救命啊！”紧接着还传来女子急怒的声音：“放开我家小姐！”老夫人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张夫人则有些幸灾乐祸，血色重新爬上了她的脸。宁国侯的身子也微微颤抖了一下。三皇子也不知为何，突然感觉十分不安。就连向来不知道何为大局的沈乐宇，此时也很不得将所有的人都赶出这个院子。老夫人强撑着道：“府中发生了点事情，不若贵客们先出去。”老夫人推脱的话还没说完，里面便又传来几声：“救命啊！大小姐，大小姐！”三皇子脸上常年保持的笑意一下子僵住了。宁国侯和老夫人的脸也像极了2张调色盘一般。沈乐林则轻轻扶额，这谈云学的声音好似不太像啊。事情已经到了这里，在三皇子黑着脸推开面前的婆子推开门时，跟着一块进来看热闹的人们都看到了极为精彩而震撼的一幕。当然，除了有些大家闺秀还什么都没看到，就被母亲死死地捂住了眼睛。比如沈乐林。屋内3个全身赤裸的人正躺在床上，做着一些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啊，这下发出的惊叫成了跟来的宾客们了。大家几乎一眼就认出来了，那男子便是刚刚道貌岸然给老夫人祝寿的李尚挺，那2个女子其中一个便是被皇后赐给了三皇子的宁国侯府大小姐沈慕清。至于另一个，大伙都没有认出来。或许是三皇子推门的时候太过用力了，一张纸从屋内飘了出来，正好飘到了永昌伯夫人的脚下。他拿起来一看，顿时脸上一阵羞红。我府中还有事，今日就不打扰老夫人了。说完，将那纸气呼呼地往地上一掷，便拉着自家女儿走了。各家夫人连忙把自家女儿给拉走，生怕里面的场景污了他们的眼睛。这里面的场景实在是太让人，他们还以为顶多就是大小姐真和哪个外男聊着天呢，万万没想到，这沈慕清居然不止和男人在祖母的寿宴上无美苟合，还居然玩得如此开。这时屋里的沈慕清突然清醒，吓得惊喊了一声后，立刻拉出被子盖在自己身上。他又看了眼门口那个阴沉着脸的黑衣男子，想要开口解释，却发现自己根本发不出声来了。第161章没齿难忘。三皇子身边的护卫忙将那纸条捡起，递给三皇子。三皇子一眼就认出了，那上面的字是沈慕清的字迹。铁青着脸看完后，好，好，好！三皇子气得连叫了3声好。他走进屋内，抓住还在红梅身上奋力耕耘李尚挺的头发，狠狠的一圈抡了上去，随即双眼扫过躲在床上的沈慕清，眼底像是能飞出2把带有剧毒的刀子，直插沈慕清的心脏。也不知是念在她是女人，还是现在人多，没有对沈慕清动手。但朝堂之上向来宽厚待人的三皇子胸膛一起一伏，咬着牙道：“好一个犹记殷勤风月事，耳边软语生萌。沈慕清，你好得很。”沈慕清想要解释，但喉咙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他急得从被子里伸出手想要去抓他，却抓了个空。三皇子什么都没说，走到房门口，阴狠嗜血的眼眸的看了眼宁国侯。侯府今日之辱，我夏弘毅没齿难忘。三皇子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的，每一个字都像一个锣鼓，重重的敲在了宁国侯和老夫人的心中。三皇子殿下，殿下！宁国侯大声挽留了2句，但三皇子的步履丝毫没有停歇。沈木朗虽然不知为何会这样，但也知晓此时最为重要的便是安抚好三皇子，于是一路小跑的跟着他，直到快到大门口，才终于追上了，却被三皇子一脚重重的踹到了腹部，
躺在地上起不来身了。老夫人气得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她整个身子都在发抖，指着躲在床上的沈慕清骂道：“你这个孽障！”此时李尚挺和红梅也都纷纷恢复了理智，看到这幅场景都大为吃惊，只能手忙脚乱寻找衣物将自己遮盖起来。红梅看见床上的沈慕清想说些什么，但一张口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张汉飞几乎整个人都靠在弟弟张鹏飞的身上，他双眼无神，定定地看着床上的方向。怎么会？表妹怎么会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张夫人见儿子如此模样，料到他怕是对沈慕清余情未了，心中气急，对张鹏飞道：“扶好你哥，咱们回家。”走之前还特意冲屋里说了句：“侯府如此家风，府中的姑娘，我张家怕是高攀不起。”说完还朝里面啐了一口才离开。老夫人听见后，人差点背过气去。宁国侯刚捡起地上的纸，看得脸色发红，被气的，或是被张夫人这一句气的失去了最后一丝理智，快走几步进了屋，对着坐在床上的沈慕清扬手就是一巴掌。啪！不知廉耻！沈慕清张嘴想要解释，但实在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此时被气疯了的沈乐宇也上前道：“大姐姐，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这样日后让我们如何能抬得起头来？”沈乐宇只要一想到刚刚那些小姐们看自己的眼神，只觉得所有人的眼里满是歧视，自己像是被人扒光了一般。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什么却要忍受这些？沈慕清连忙摆手，示意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是有人设计的了自己，是五妹妹，是沈乐玲。他的目光向门口再次看去，终于看到了躲在江氏身旁的沈乐玲。他此时一副受到了惊吓的模样，半个身子都缩在江氏的身后，手中拿着一块帕子挡住自己的嘴。外人或许以为是因为他太过惊讶，但沈慕清却清楚，他想挡住的是他的幸灾乐祸。因为二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沈慕清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笑意和挑衅。沈慕清气的用手指着沈乐玲，想说是他陷害的自己，但他才刚一有动作，宁国侯便又气恼的甩了他一巴掌。啪！又一声清脆的响声，连恨不得找沈慕清兴师问罪的沈乐宇都忍不住嘶了一声。这一巴掌比刚刚似乎要更重一些，沈慕清一时倒在床上爬不起来了。李尚廷此时已经穿好了衣裳，脸色极为难看，他自幼聪慧自然知晓这番怕是和大小姐一起中了人的算计，只是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何人会算计于自己，毕竟自己如今不过是个连进士都还算不上的穷书生罢了。更何况此人是如何知晓大小姐与自己相识，以大小姐的名义将她约了出来。但是已至此看了眼躺在床上捂住着半边脸默默流泪的心上人，他深吸一口气，跪在了宁国侯面前道：“侯爷，老夫人，事已至此，小子愿娶大小姐为妻，还望二位准许。”宁国侯原本就一身的怒气，不知如何发泄，见他自己撞上来，怒道：“你娶我女儿？我堂堂宁国侯的嫡长女，也是你一个穷酸书生能娶的？”老夫人心中更是恼火啊！这个孽障是皇后亲自下旨要进三皇子府的，你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老夫人提及这个，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一双眼睛气得布满了血丝。你这个孽障是想让整个侯府给你陪葬吗？是吗？边说边还拿起手中的拐杖朝床上的沈慕清砸去。原本还气愤不已的沈乐宇顿时被吓得惊恐万分，他张大嘴巴看着大伯，期望他能说出两句不是这样的，这事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却始终一言未发。跪在地上的红梅心底也生出了一丝绝望，猛地一抬头，正好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沈乐玲，不管不顾的起身，穿着松垮垮的衣裙上前，伸手要掐住她的脖子，但被一直站在沈乐玲面前的江氏牢牢地挡住。江氏这一次脑子转得极快，说道：“怎么，这奴婢难不成还想杀人灭口不成？这事如今怕是已经传遍大半个京城了，就算杀了我们三房又能如何？”江氏说完，自己都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想到如此好的解释，还将脏水往大房身上泼了。他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了一下自己。红梅毕竟练过武，江氏根本拦不住什么，眼看江氏即将要被红梅推倒，站在江氏身后的沈乐玲几乎是跳了起来，打了红梅一掌。没办法，实在是红梅个子太高了，沈乐玲如今还在长个呢。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只是用力推了红梅一个踉跄。沈乐玲顺着江氏的话说，撅嘴说道：“母亲说的对，这小丫鬟太坏了，竟欺负我们。谁欺负你们了？”第162章惩治。身后沈文珍沉静的声音传来，江氏和沈乐玲忙一左一右的站在了他身边，将原本沈慕渊和沈慕周给挤开了。沈文珍身前还站着一个摇摇晃晃的沈文亨，他刚被随身的小厮扶到门口，便一头倒了下去，口中还念叨着：“再来，再来。”沈乐月和沈乐轩则站在他们身后，似乎刚刚才赶过来。红梅得了沈乐玲那一掌后，一直捂住胸口，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武小姐居然会武，
而且不在自己之下。他想上前和这个害了自己和小姐的人同归于尽，可刚走出2步，沈沐渊便一脚踢在了他的腹部之上，他重重地撞到了房中的柱子上，然后顺着柱子滑到了地上。宁国侯闭上眼睛，看着满院子如今只剩下的自家人，一时之间心中满是无尽的悲凉。都已经大祸临头了，这侯府中的人却一个个的只知道内斗。当日对于沈慕清这事的处置，自然还是避开了府中待嫁的闺女们，除了沈乐月，沈文亨没有任何用处，直接被宁国侯眼不见为净的让人抬了回去。沈文珍和江氏则被派出去安抚男兵和女兵了。老夫人当晚就被气病了，相信今年的寿辰也会是她最为难忘的一个寿辰。沈慕清被宁国侯下令打了30大板，奄奄一息被拖了回去。之所以还留着他一命，也不过是想等三皇子到时候怒气朝宁国侯府发的时候，将他推出去，让三皇子消消火罢了。李尚挺则有些难办了，他虽然还不是进士，但考了第13名，一个准进士的头衔，那绝对是当得起的。当了进士的，便可入朝为官。如今李尚挺半只脚踏进了青云路，宁国侯若是对他动粗，要是被有心之人拿到把柄，那便是公然杀害朝廷的准官员。即使他公然与未来三皇子府后院的人有了苟且，皇家之人必不会留他，但却不是宁国侯能滥用私刑的。宁国侯担不起这个罪名，因此让人将他送到了柴房，每日只准给1碗水1个馒头。看着沈慕清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抬走了，沈乐月几乎如行尸走肉一般，在丫鬟的搀扶下回到自己的屋里。一回来便像是突然醒来了一般，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趴在床上头埋在被子里嚎啕大哭，背上的伤痕触目惊心。他原本在张夫人为了张家表哥的名声松口之时，回到院中就差蹦起来庆祝了。一听西院的事，心中便隐隐有些不安。在宁国侯开口将其他人都赶走的时候，老夫人坚持将沈乐月留下的时候，他心中还忍不住有些得意。这是因为自己有了门好婚事，所以老夫人开始看中自己了吗？可原来老夫人不过是为了杀鸡儆猴，告知自己身份低下，莫要妄想。今日他借沈慕清设的局，故意让张家表哥看到自己的身子的事，其实父亲和老夫人早就心知肚明了，只是不管是老夫人和父亲，都不过是乐见其成罢了。毕竟一个庶女能嫁到张家当长房儿媳，侯府这门生意怎么看怎么划算。因此当时老夫人甚至不惜与张夫人决裂，以张汉飞的名声和前程，甚至还隐隐提起了张氏当初的水性杨花来做威胁，这才让张夫人松了口。但即便如此，老夫人对沈乐月也没有多少好感，只觉得这个庶出的孙女心思太重了。但当张夫人最后说出的那句话，简直是在将老夫人的脸面往地上踩。想到今日不久前自己对她母子的咄咄逼人，造得她整个人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如今沈慕清过错太大，宁国侯自然不会放过，那这口气老夫人必然只能出在沈乐月身上了。四丫头，你是不是还在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自己今日借你大姐姐的筹谋，给自己找了个好夫婿啊？老夫人语气尖酸，说话夹枪带棒，让人听了极其不爽利。沈乐月还暗道，这老夫人是不是将对沈慕清的火发到了自己身上？但他下一句却直接让沈乐月破了防。刚刚张夫人已经说过了，这宁国侯府的姑娘她是万万不敢要了。哼，日后啊，你莫说嫁给他张汉飞为妻，就怕是妾他们家都不会让你进门了。老夫人越说越气，最后几乎是指着沈乐月的脑袋道，看你日后还敢不敢用如此下作的手段为自己找夫婿。沈乐月这才知晓自己筹谋一场，最终还是被大姐姐不那个荡妇给破坏了。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老夫人，期望她在跟自己开玩笑，从她脸上看到一丝破绽，但很显然他失望了。要不是当时父亲和老夫人面色太过难看了，他上前撕了那个荡妇的心都有。最后在老夫人和宁国侯四道愤怒的目光下，沈乐月就站在那里被2个婆子压着看着。看着沈慕清由一开始的极力挣扎，却倔强的不开一言，众人以为他是没有脸说什么话，到后来身下慢慢有些血迹，再后来整个人像只死狗一样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沈乐月这下真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与以往装的不一样，如此他是真的害怕极了。若不是有婆子测了他的呼吸，沈乐月甚至都以为沈慕清被爹爹活活打死了。宁国侯在确认沈慕清还没有死后，眼神凌厉看向沈乐月，接过沈大一直拿在手中的马鞭，双手用力一拉，鞭子绷直，发出唰的一声刺耳的声音。宁国侯没有多话，挥手重重一鞭便抽在沈乐月身上，将措手不及的他直接挥倒在地，爬不起来了。宁国侯并没有住手，而是又刷刷刷的打了9下，期间无论沈乐月如何求饶，宁国侯都没有住手，反而一边比一边重，甚至一边打还一边叫道，都是些淫娃荡妇，让你小小年纪不学好，勾引男人，让你。第163章沈木朗的兄妹情。沈木朗自被三皇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后，半晌起不来身，最后还是他的小厮叫了2个大汉将他抬了回去。
等大夫来的时候，沈木朗还叫嚣着要去后院找妹妹，找李尚挺。但他的贴身小厮沈山听了从后院打听而来的消息，跪在他床前死命地磕着头：“少爷，您是真的不能去啊！大小姐惹了这么大的祸，上次遇姨娘的那事，您好不容易才和侯爷父子俩和好的，您真的不能再掺和进去啊！”沈木朗气道：“今日这是有古怪，妹妹不会如此没有分寸的，更何况李尚挺算是个什么东西？就算考上了进士，也不过还是个破落户罢了。妹妹不会如此糊涂的。我要去告诉父亲，让父亲彻查，一定要将这幕后之人给揪出来。”沈木朗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什么，抓住床沿就要下来，道：“是他，一定是他，一定是那个贱人。上次用肚子里的野种陷害我不成，这次定然是将目标又瞄准了妹妹。”沈山赶紧将沈木朗扶住，哭丧着脸劝慰道：“少爷，您别下床，别激动，大夫还没来呢，别落下什么病根了。”差点摔倒的沈木朗借着沈山的力，重新坐回床上后，狠狠地推了他一把，指着沈山的鼻子怒骂道：“沈山，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也被玉姨娘那个贱人收买了？”沈山被推了个踉跄，也不敢回嘴，见沈木朗还不依不饶，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哭诉道：“少爷骂得对，都是小人的错，都是小人的错啊！”沈木朗震惊了一下，继而是满腔的愤怒，沈山这小子居然真的叛变了。赶在沈木朗爆发雷霆之怒前，沈山接着道：“若是小的当时知晓红梅是来前院找李公子的，小的定然是要告诉少爷您的呀。只是那红梅本就是大小姐特意找来的贴身丫鬟，奴才以为她是受大小姐的之命前来找张表少爷的，小人这才没有多在意，谁知一转眼就出来这样的祸事。”沈山说到这里，还一边磕头一边道：“少爷，都怪小人思虑不周，但是小人实在是想不到那红梅是来找李公子的，也想不到那李公子头次来府里，居然就能跑到那西院里去了。”沈山嘴上句句告着罪，但实际却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沈慕清。他沈山虽然一直也很十分尊敬大小姐，但今日之事已经闹开了，还被三皇子当场给逮住了。就连他一个下人也知晓，不管这大小姐是不是冤枉的，为了侯府的名声，三皇子的脸面，大姑娘绝技是活不成了。若是少爷这个时候再掺和进去，如何能讨得了好？上次因玉姨娘落胎的事，少爷好不容易才与侯爷和好，这时候再凑上去，万一又激怒了侯爷，那可不是一顿毒打就能解决的了。沈木朗听着沈山的话，脑子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转了起来。这李尚挺今日是第一次来侯府，若无人指引，如何能走到西院？红梅跟着妹妹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是忠心耿耿的。若真是奉妹妹的命令，那……沈山见沈木朗陷入沉思，将自己缩成一团。这一世的寂静，直到大夫来了才被打破。宁国侯府自从上次刘大夫的事后，便没有再招府医了，因此大夫跑来时已经满头大汗了。看了沈木朗的伤势后，认真开了方子后，对着额头都磕红肿了的沈山再三叮嘱，近段时间好好静养。沈山送完大夫后，见沈木朗靠在床前，眼中满是死寂。见沈山回来后，口中发出沙哑的声响道：“妹妹会如何？”沈山垂着头，不确定地安慰道：“侯爷到底是大小姐的亲生父亲。”沈木朗道：“让人在西院候着，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吧。”沈山长舒一口气，低头应了下来，刚要出门，却听身后又传来了沈木朗的声音：“对外就说我受了伤，喂了药已经睡下了。”沈山步子一顿，低声应了一声。当夜沈山得知大小姐沈慕清只被侯爷下令杖责后被带回房了，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失望。看来这事还没得完啊。沈木朗得知沈慕清一个字都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一个劲的在父亲面前流泪，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妹妹她糊涂啊。”最终只吩咐沈山拿些伤药给沈慕清送过去，便躺在床上双目无神地盯着床顶。而他以为的幕后黑手玉姨娘听了西院的消息，也是胆战心惊。老夫人的寿宴，这府中又没有女主人，玉姨娘本以为以侯爷对自己的疼爱，这一次怎么都能让自己露露脸，搞不好自己还能接待一番那些贵夫人们。可自从张氏去世后，一直对自己和颜悦色的老夫人，突然对自己不假辞色，连自己去给她请个安都，要被好生挑一顿刺。直到有次玉姨娘从寿安堂请安完后，故意在门口顿了一会，听见老夫人在她身后啐了一口，道：“果然是从阿扎地方出来的，上不得一点台面。”马嬷嬷听后笑着附和道：“谁说不是呢？老夫人你也别与玉姨娘置气了，这大小姐也说了，到时候还想多跟您学习一下，日后指不定在皇子府中还用得上呢。”老夫人听到大小姐甚是高兴，道：“阿青确实是个有本事的，今日三皇子可又给他送什么礼物来了吗？”马嬷嬷乐道：“还说呢，听说今日一早三皇子就让人送了大小姐最爱吃的北街的一家包子呢。三皇子对咱们小姐还真是上心啊。”老夫人笑了两句，随后声音有些严厉道：“
这事可不能让外人知晓，家里的那几个可还没定亲呢。马嬷嬷陪笑道：“老夫人放心，老奴早就吩咐下去了。那守门的婆子是万万不敢多嘴的。至于大小姐那边，你也知道，大小姐一向御下有方，出不了什么错的。”玉姨娘听到这里，拉着身边春暖，小心翼翼地退出了院子。这个月打算奋发图强一下，每日3更回馈读者们。当然，希望我能坚持得住。第164章，玉姨娘的野心。玉姨娘本就是人精，听了这番话，很快便明白自己受老夫人的冷眼，怕就是因为沈慕清如今又在老夫人面前的眼了。可偏偏沈慕清已经说给了三皇子，就算他又怀有身孕了，也不可像对付沈木朗一样对付他。毕竟，若是把他得罪死了，若日后三皇子真坐上了那位置，以老夫人今日所说的沈慕清得宠的程度，怕是自己这个小小的妾不死也得脱层皮了。但这口气玉姨娘也是实在咽不下去。如今府中大夫人、二夫人的位置不是空着，就是相当于空着，三房又是庶出，以老夫人的性子，就算是便宜了外面的狗，也不愿意便宜三房的。此时自己若还出不了头，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第二日，玉姨娘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便故意在花园之中偶遇了沈乐灵。沈乐灵见到玉姨娘时，着实有些诧异。这姨娘是个聪明人，大概是明白二人的利益已经不在同一线上后，便主动疏远了自己。若不是自己给了她一个警醒，说不定还会背后捅自己一刀。如今来花园堵自己，也不知所为何事。老夫人寿辰将近，沈乐灵这段日子未曾出门，每日午后便都会到花园里赏赏花、晒晒太阳。二人在凉亭之中坐下，丫鬟们添好热茶后，沈月玲让人给她搬来了一盆贺春红，仔细的欣赏着。沈乐灵笑眯眯和玉姨娘打了会儿太极，见沈乐灵七弯八拐的，就是不说正题。玉姨娘率先忍不住了，道：“五小姐，如今大小姐再次得了老夫人的宠爱，不知您有何对策？”沈乐灵垂下的眼眸微微一闪，转而笑得人畜无害的样子，乐道：“大姐姐能从安堂出来，作为妹妹的我自然为她开心了。”玉姨娘面色一沉道：“五小姐，我这可是为您好啊！当初大小姐之所以被老夫人罚去了安堂，可与您脱不了。”玉姨娘原本底气十足，自以为拿捏这一点，沈乐灵与沈慕清无论如何都不会握手言和，却不想沈乐灵听着她的话，只是似笑非笑的看着她，那脸上的笑意看着看着就颇有些瘆人，她不由自主的噤了声。沈乐灵却依旧笑着：“脱不了什么？玉姨娘怎么不说呢？”玉姨娘能在张手底下平平安安活到如今，也是个十分能屈能伸的主。见沈乐灵好似真的动怒了，讪笑两声后道：“五小姐，刚当是妾身说话无状了，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沈乐灵垂下眼眸，摸了摸眼前的盆栽的叶子，不置可否。玉姨娘努力想着措辞，最后声音软软的道：“五小姐，妾身的意思是，这侯府后院好不容易快成了三房的地方，可大小姐从安堂一出来，老夫人对她的宠爱比从前更甚。若是老夫人一时想不过来，将这管家之权交给大小姐，那三房怕是一辈子都……”说到这里，玉姨娘故意欲言又止了一番，等待着沈乐灵的回应。沈乐灵只觉得有些好笑，合着这玉姨娘以为自己谋划这么多，就是为了这破落侯府的库房钥匙，给这一家子当老妈子不成？但面上却叹了口气道：“那又如何？这事还不是老夫人一句话？更何况她本就不喜欢我们三房，怕是这管家的事是落不到我们头上的。”玉姨娘见沈乐灵的心思真的被自己猜中了，笑呵呵地道：“妾身倒是有一个法子。”沈乐灵抬眸，一脸好奇。玉姨娘道：“五姑娘也与妾身合作过几次了，知晓妾身对五姑娘那是最佩服不过的了，不知您看这样如何？”沈乐灵耐着性子听了玉姨娘的建议，不过是想办法让她当上这侯府的实权上主母，拿到管家权。沈乐灵蹙眉紧紧地盯着玉姨娘，实在是不解，玉姨娘如何有勇气说要当这侯府的主母的？是她那大伯父说的吗？说出去也不怕笑掉大牙。如此一来，虽然这管家之权表面不在五姑娘的手里，但以妾身对五姑娘的敬仰，五姑娘要让妾身往东，妾身绝不敢往西。沈乐灵打听完她心中的想法后，便对她失了兴致，突然将手中的一枝花折断后，把玩在手中，声音冷然，脸上的笑意也已经全部消失了。玉姨娘，我在苏州的时候，曾经跟过账房先生学过算盘。玉姨娘的宏图大志被沈乐灵这话打断，她睁大了眼睛，不解地看着沈乐灵，实在不明白这五姑娘怎么说到算盘的事了。沈乐灵也懒得多做解释，只是道：“玉姨娘既然来找我，想来也是想让我来给你出个主意的。”玉姨娘连忙点头道：“哎呀，五小姐您都不知道，那大小姐也不知使了什么迷魂药，如今老夫人简直都快对她言听计从了。”沈乐灵笑道：“阿玲一直和玉姨娘合作的十分愉快，既然如此，阿玲就卖玉姨娘一个好，不知玉姨娘觉得马嬷嬷这人如何？”沈乐灵说完这句话，不等玉姨娘反应，便带着思雨和那盘迎春花离开了。
思雨回来的路上还道：“小姐，您跟玉姨娘说马嬷嬷做什么？那玉姨娘对您压根就没安好心。”沈乐林笑道：“没事，我告诉她这个，本就是回报她的不安好心。”玉姨娘回去一琢磨，就猜到这马嬷嬷必然是被沈慕清给收买了，不然五小姐不会无缘无故提到她。而且从自己听到的谈话来说，好像也确实是这样。玉姨娘心中气愤，如今连个老婆子都能气到自己头上，和马嬷嬷在老夫人面前斗了2个回合，成功的将自己斗进足了。老夫人吩咐，在她寿宴前，玉姨娘不准出房门一步，倒是让玉姨娘好生难过了几日。宁国侯家在2个女人只见左右为难，最终选择不去看玉姨娘了，反正她也出不了门。但当沈慕清今日的所作所为传到玉姨娘耳朵时，玉姨娘先是一喜，随后不知为何想到了五小姐当时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心中涌出一股寒意。沈乐林对今日的结果是极为满意的。晚上回到自己的房中的时候，还看着被谭云像拎一条死狗一般拎来的玉珍，眼中满是戏谑的笑意。玉珍看着往日里像只小白兔一样的五小姐，突然身上生出了一股让人畏惧的气势，心中极为害怕，整个人都在颤抖。沈乐林原本以为第2日这宁国侯府今日发生的事便会成为整个京中的所有人的乐子，却不想这1日还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让人们的目光无暇去关注那些贵族后院里的一些小事。连沈乐林特意找些小乞丐将沈慕清亲手写的那2首诗词在街上唱，都没有溅起多大的水花。第165章登文谷。景瑞18年2月26日，春闱放榜的第2日，原以为这京中便要消停几日，那些学子们该准备殿试的准备殿试，该准备回老家的回老家。不想未时3刻左右，居然有一布衣学子敲响了午门外的登文鼓。要知道，这鼓上次被敲响的时候还是30多年前呢。大魏律例中写道：“凡君名辞颂，皆须自下而上呈告。若越本管官司，折付上司称诉者，即时一吃80，狱3年；若不时，再吃80，斩之。”也就是说，大魏等级极其森严，为了防止出现诬告、滥告、越诉等情况，必须自下而上开始。假如百姓们有遇到冤情无法上达，或者审案的官员不公时，才能来敲响这登文鼓告御状。但无论你告的是不是事实，先要受80杀威棒，再受至少3年的牢狱之苦。所奏经查不实，便要再打80大板。有那命硬还活着的，便要拖回午门，在登文谷前斩首示众。可今日守在登文谷的监察御史姓曹，是个中年人，原本悠哉悠哉的喝着小酒，享受着今日份清闲。不想一布衣书生朝自己走来了，原本又是些来看热闹的外地人，曹御史也没在意，但眼看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最后居然近到了被侍卫们给挡住了。2位差爷，这里是告御状的登文谷吗？那布衣书生指了指曹御史身后的大鼓，其中一人不耐烦地道：“你知道还不快走？走吧走吧，这里不是你来玩的地。”那布衣书生轻笑了一下，后脊背挺得笔直，道：“我就是来敲鼓的，2位差爷让让。”两侍卫一怔，又劝说了2句，见那人坚持要上前，便站在了一旁。在方彦辰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还强调道：“这一敲便是80大板，你可要想好了。”方彦辰脚步都不曾顿一下，路过曹御史时，还朝曹御史点了点头。曹御史端着酒杯的手就僵在了那里，嘴巴张得大大的，这人真是不要命了。方彦辰走到登文谷前，突然回头看了眼来时的路，眼中带着一些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有不舍，有犹豫，有希望。就在曹御史等人以为他想要放弃之时，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放在一旁的鼓槌，用力地击打着那面空置了30年之久的大鼓。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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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敲得用力而有节奏，像是要将这一生所有的不满与愤慨全部发泄出来一般。那些每个夜晚的挑灯夜读，每本书籍的倒背如流，每次科考的下笔，四周停满了看热闹的百姓，他们大多数都已经不知晓这鼓放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确实放了很久很久了。终于他敲累了，一侍卫才接过他手中的鼓槌。曹御史刚刚已经一边捂住耳朵，一边慌忙地准备好的笔墨，他要将这告状之人的冤情写下来，然后直达天庭。谁知方彦辰站在他面前时做了一揖，道：“还望大人稍等。”说完，在曹御史和那俩侍卫再次目瞪口呆之下，从怀中拿出了一沓纸，上前便要往人群之中走。俩侍卫怕他跑了，赶紧去拦。方彦辰却在他们赶到之前的最后一秒，一蹦3尺高，将满手的纸向天空撒去，洋洋洒洒地飘落了下来。围观的百姓连忙去接，有那识字的还念出了声。这一念不打紧，念得曹御史握笔的手都止不住地开始颤抖了。他连忙自己也去捡了一张，只见上面用隶书书写着通俗易懂的16个大字：科举不公，何人舞弊，江南郭号，狗屁不通。
下面则用行书写着半阙词：耳畔风波摇荡，身外功名飘忽，何路通青云？辜负男儿志，弃我如尘埃。这曹御史拿纸的手都在颤抖，这书生是要捅破这大魏的天啊！同时心中无比悔恨，今日为何偏偏是自己当值啊？此时方彦辰仿佛魔障了一般，仰天长喊：恩科科举舞弊，士族草包竟然榜上有名，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有才之人青云无路，圣上，科举不公，科举不公啊！他连忙指着2个已经被这阵仗吓傻了的侍卫，将方彦辰抓了起来，随后又立刻让人去叫更多的侍卫过来，赶紧将人群疏散开，那纸全部都要收回来，不然这事要是闹大了，那些贵人们也不会饶了他的。虽然曹御史已经尽他所能的去遏制住事态的发酵了，但这方彦辰说的话太过震撼，又实在太过简单好记了，哪怕是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们，听过一次后都瞬间记住了他说的话。加之春闱正是这些日子金钟讨论度最高的事件，哪怕是贩夫走卒也能一起说上几句。在侍卫们还没赶来之前，便有不少人跑着回去告诉身边的人，而百姓之中的读书人在震撼之余立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手中紧捏着纸张，小心翼翼收进怀中，便快步跑开了。曹御史是用左手压住自己的右手，才让自己勉强写完了那张状纸。方彦辰则从容不迫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着身旁2个被他所说的话吓得目瞪口呆的侍卫道：麻烦2人了。那2侍卫这才想起自己的职责，拉着方彦辰就在午门之前开始行刑。曹御史写下最后一个字，立刻让自己的小厮快步状纸的具体内容告知他的顶头上司督察院左御史刘振群，随后才慢吞吞地朝宫中走去，边走还边暗自叹息的时运不济。大魏律法明文规定，只要有人选择了敲响登闻鼓，那么当值御史拿着状纸入宫告御状期间，沿途官员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拦，监察御史也不能不收诉状，否则斩立决。因此即使那些大家已经知晓午门发生的事情，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曹御史往宫中一步步走去，而一双双怨毒而又阴狠的目光已经紧紧地盯着了正在挨板子的方彦辰。第166章得罪整个大魏贵族。曹御史走得极慢，给足了所有人反应的时间。当他到了御书房，得知虚空大师刚刚有所顿悟，正与圣上讲其所得，暂时不得空见他。曹御史心中的大石一下子就落地了，看来自己应该不仅没有得罪人，反而给幕后之人卖个好。但随即他便又开始思考，到底是哪一位能有如此之快的动作。方彦辰被打完关进刑部的牢狱之中后，玉亲王才知道这件事的。他很是生气，为什么不将那告御状的汉子送到大理寺来呢？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敢敲登闻鼓的人呢。当然，其实玉亲王知晓那告御状的人是当日在自己别院文会之上独夺2魁的方彦辰之后，心中也是很伤感。即使自己不学无术，也能听出那方彦辰是个有大才的。那他告知事，怕是确有此事了。可他知道这事他管不了，也不能管。玉亲王心中苦闷，傍晚时分拎着2壶酒到了定北侯门口。夜色正浓，2人坐在屋顶之上闷声喝着酒。玉亲王显然有了些醉意，他高举着酒坛，语无伦次地问道：阿泽呀，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去自己的封地啊？这京城的事实在是太让人糟心了。段俊则回答不了他，也不需要回答。他们心中都清楚，玉亲王太过年轻，除非圣上的儿子稳坐在那个皇位之上，不然他这一辈子只能待在这京城之中。而他也大概一样吧。只是段俊则看向那漆黑的夜空，这京里的空中没有草原那股清新的味道，就连星星也不如草原上的。一阵鸟叫声传来，段俊则的目光不着痕迹地看向院中的某个角落，对玉亲王道：乐生，你醉了，我让人送你下去休息吧。玉亲王听了他的话，也来不及伤春悲秋的了，直接从屋顶上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仿佛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般。自己明明谦卑不到，这才哪到哪，自己怎么可能会醉呢？你说谁醉了？我。段俊则懒得与他争辩，直接一个手刀，世界瞬间安静了。将玉亲王送到定北侯府专门给他留下的房间后，2个身着黑色劲装的男子从夜幕中走了出来。主子，回屋再说。那方彦辰的名次被江南中勤伯府的郭浩克顶替的，这次礼部尚书和胡大学士换了23位学子的成绩，除了郭浩克以外，还有河间李家、安平公主的第3子以及工部尚书张大人之子。少年修长的身影站在窗前，望着那轮弯月出神，如雕像一般动也不动，像是没听见那黑衣男子的汇报一般。时间过了良久，又或者只是片刻，就在俩黑衣男子以为他不会回答之际，他才终于开口道：两位皇子那边。2人对视一眼，略微高一点的那人才站出来答道：钟情伯素来与丁家交好，3皇子这次也塞了不少人，此事怕……这些段俊则其实何尝不知，
他只是最后还抱着一丝丝期望罢了。这方燕臣真是狠啊，几乎一下子就将大魏有权势的人全得罪了。其中一黑衣男子见主子如此，小声劝慰道：“主子，这都是那帮文人的事，与咱们侯府关系不大，您莫要。”楚言，另一个黑衣男子楚瑜出声警告。那叫楚言的男子立刻噤声，但神情还是颇有些不服。段俊则看了他一眼，语气平平，听不出起伏，唇亡齿寒的道理。韩先生难道没有跟你们讲过吗？楚言立刻跪下，请主子责罚。段俊则头都没回道：“下去领10鞭。”谢主子。楚言没有一丝埋怨，起身领罚去了。楚瑜站在他身后，迟疑的开口：“主子，楚言他……楚瑜，你觉得韩先生说的是不是对的？”楚瑜知晓段俊责问的是什么，但他也不知道对与不对，只是道：“属下不知，但只要是主子和侯爷做的决定，属下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一阵风吹起，吹得院中的树叶沙沙作响，仿佛这和煦的春风都带着些许肃杀之气。这时二人同时眯了眯眼，听到了院外传来的脚步声。一个黑衣侍卫模样的人跑进了院子，见到窗户前的段俊，则连忙道：“主子，刑部牢房那边走水了。”段俊则闭上眼，良久才道：“你们都下去吧。”宁国侯府一大早上，五小姐身边的丫鬟进屋伺候五小姐起床，突然发现五小姐的房间已经被翻了个遍，放在首饰匣子最底层的600两银票已经没了，还有好些首饰也都不见了。众人上下查找，这才发现昨夜守夜的玉珍不见了。三夫人命人在后院里找，这才有人陆续说道：一大早就看到玉珍带着一个小包裹从西侧门出去了。他还以为玉珍是去帮五小姐办什么事了，就没有太在意。昨夜守西侧门的刘婆子也被叫了过来，证实了这一言论，并到今日玉珍格外大方，还给了她一串钱的辛苦费。平日里大伙最多也就是给1两个铜钱，或者是送些小吃食罢了。老夫人昨夜便被气病了，知道此时后更是往床上一靠，不打算再操这些闲心。虽然这玉真是侯府的家生子，但如今在三房面前，这侯府根本就没什么脸面了，干脆交给他们自己处理算了。宁国侯知晓后，将管家叫到书房中，骂了个狗血淋头后，直接让府中所有下人都到前院大厅看着，将玉珍的父母活活打死了。至于沈乐玲这个侄女的损失，他也做出了补偿。事情结束的十分顺利，沈乐玲的院子里此时热闹极了。这1年多没怎么练过身手，沈乐玲和谭云正在院子里切磋，雅涵和平儿在一旁拍手叫好，思雨则守在树下的石桌旁，准备着沈乐玲一会要会用到的各种物品。不过2炷香的时间，沈乐玲彻底败下阵来，她毫不在意的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一双眼睛亮得惊人，笑道：“痛快。”第167章舆论。自己策划了1年的事迹，当然要出门验收一下结果了。午饭后，沈乐玲便带着谭云偷偷溜出了门，原本就只是想从外人口中听听昨日宁国侯府的八卦，却不想街头巷尾的人口中纷纷谈论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昨日那登文鼓真的被人敲响了。当然啦，据说那学子还在午门前撒了一堆纸，上面全写着这次科举有人作弊呢。你们说这是真的吗？你们别说了，这事昨日可抓了不少人。一人吓得四下张望，最后还小声道：“昨日刑部大牢起了大火，那告状之人早已经没命了。”真的？茶楼里，沈乐玲听着隔壁桌子上几个汉子的谈论，眉头紧皱。上辈子并没有发生这件事。上一世虽然这时候家中已经出事，只剩下整日借酒消愁的爹爹和自己，但那时府中张氏和袁氏都正得意，老夫人的寿辰也办得格外隆重，府中迎来送往的人比昨日多了1倍有余。三皇子也殷勤地陪在大伯父身边，直到天色擦黑，宾客们才渐渐散去。沈乐玲还没想明白，一行衙役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隔壁桌上的汉子立刻噤了声。那几个衙役在茶楼之中恶狠狠地转了一圈，见百姓们在他们面前，才对掌柜的高声道：“掌柜的，这几日有不少宵小之徒在京中传播些不实的流言，若是你这铺子有此等恶徒，定要上报，否则要是贝爷知道了，定要拉你去牢里坐坐。”掌柜的一边低头哈腰地陪着小新，一边塞着银子做着保证。那为首的衙役掂量了下荷包的重量，似乎还算满意，这才哈哈大笑地领着人往下一家去了。隔壁桌上的几个大汉互相看了一眼，再也不敢提及刚刚的话题。沈乐玲留下茶钱，抓起谭云的手便道：“走。”沈乐玲到东来顺时，发现今日东来顺似乎没什么客人，虽然已经过了午膳时分，但往日这时候1楼还是十分热闹的。本在柜台打着算盘的陈掌柜一见沈乐玲，立刻起了身，大约也猜到了他的来意，笑道：“江公子来了，兰哥早给您留好了，快，2楼请。”沈乐玲豪爽的一笑道：“哈哈，陈掌柜今日生意像是不太好啊，那今日我可要多点2个菜啊。”
陈掌柜听了，笑呵呵的附和着，引着沈乐林上了楼。进包房后，陈掌柜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沈乐林才道：“下面怎么回事？”陈掌柜擦了擦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道：“昨日下午开始，没隔1两炷香的时间，就有人过来，不是衙役就是街上的混混，见到有人讨论昨日那江南读书人敲灯闻鼓的事，便将人抓走。我们这幸好还有玉清王这块金字招牌，听说有2家酒楼的掌柜和小二也一块被抓走了。”沈乐林沉着脸道：“到底怎么回事？”陈掌柜将他所知道的全说了出来，最后还道：“只是这方彦辰还没见到圣上，昨日夜里刑部大牢突然走火，据说方彦辰不走运，已经被活活烧死了。”沈乐林惊愕道：“刑部失火？”陈掌柜点头道：“对呀，所以这不一早上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事呢，但衙役和那些混混转了2圈，抓了些人后，这才安静下来了。”沈乐林确认前世这事是不曾发生过的，甚至于他连方彦辰的名字都没听过。上次在陈继久举办的诗会见到这么个文采斐然之人，他还以为此人不是个官场，前世早早回了江南。但大卫的科举舞弊这事，他却是知晓的。当年李尚挺就曾跟他感叹过，若不是被三皇子看中，怕是他也会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举人一般，灰溜溜的回遂州。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之事，这才导致了方彦辰敲灯闻鼓的事？其实也难怪沈乐林不知晓，上一世陈继久并未举办什么文会，谢涛磨破了嘴皮子都没能让方彦辰去参加任何诗会文会的，方彦辰的名字在这经中自然不显。这一世正因为方彦辰当日跟谢涛一同去了陈继久的诗会，没去西街的一家书店，没有遇到几个赌方打手追债，也没有被那赌徒无奈之下推出去为了打手的匕首，只是没想到好不容易躲过了那些偶然，方彦辰为了心中的道义，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沈乐林突然想起那一日玉亲王别院里集结了整个京城里的才子，但唯有那个江南来的读书人敢站在众人面前直指如今朝堂之急。那个读书人身形提拔，朗诵着自己的文章：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贫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做官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沈乐林重生归来后，对待这个看似歌舞升平的大卫都带了几分厌恶。他知晓这样太平的日子，不过是因为如今外敌未来，百姓还有最后的一点余血在供养那些傲慢残暴的世家以及无能的皇室罢了。所以除了报仇之外，在确定皇室根本没有任何人能站出来后，沈月玲一心只想带着一家人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最怕的便是父亲知晓未来之事后，会一腔孤勇的爱国忠俊，最后给一家人带来了灭顶之灾。但那一日听到方彦辰朗诵他的文章之事，最起码沈乐林听到的那一刻，有那么一瞬间，沈乐林以为这大卫还是有救的，毕竟还有他那样的少年。但最终最比不上李尚挺的一波马屁，这大卫大概早就该亡了。也不知上辈子最后段世子到底造反成功了没有。沈乐林一时陷入了沉思。堵堵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陈掌柜扬声问道：“谁啊？”“我，段俊泽。”清冷又略带低沉的声音从屋外传来。沈乐林诧异的抬头，刚想到这人就出现了，但他这样的表情落在谭云的眼中变成了：“小姐原来这么在意段世子啊。”第168章，天太黑了。自从上次元宵节之后，二人便没有再见过。此时见面，心中却都多了一分低沉。陈掌柜借口有事，便先离开了。包厢内，桌上的小炉烧着茶水，沈乐林亲自给他倒上了一杯。方彦辰的事，你怎么看？段俊则背着手走了过来，从容不迫地坐下，右手摩挲着茶杯的边沿，声音低沉而沙哑。沈乐林瞳孔微张，不明白如此敏感时期，这人为何会问自己。半晌他才斟酌道：“此事大概已经过去了吧？昨日方彦辰的状纸进上书房前，圣上便和虚空大师闭门修道，这次大概需要7日的时间。3更时分，刑部大牢突发大火，刚好烧死了12个死刑犯和刚受完刑无法动弹的方彦辰。”他右手离开了茶杯，一边说着昨日的情况，一边起身往窗户边走去，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什么，最后才叹息一声道：“你说的对，等圣上闭关完，这事大概已经过去了。”眼前的少年幼年开始学武，身姿一向挺拔，像一座山峰一般。他拥有着一种京中男儿没有的英气与豪迈，但此时身上却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低落。沈乐林起身，缓缓走到他身旁，看着楼下往日热闹的街道，今日却寂静得很，只有寥寥数人在街上行走着，一些小摊贩今日都未曾出摊。沈乐林轻声道：“这不是我们如今能改变的。”也不知是在安慰身边的人，还是在安慰自己。段俊则听出他语气中无尽的无奈，突然道：“为什么你好像总是能一眼就看出这些事情的结果？”其实他更想问的是，你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为何好似对这如今的朝堂如此了解且悲观？
他没有具体说什么事情，但沈乐林却听出他所指的是上一次那23具尸骨的案子。沈乐林抬头说道：“大概是因为这天太黑了吧？”段俊泽也抬头看了一眼，道：“是啊，天确实太黑了，让人看不到一丝明亮。”听到二人对话的谭云一脸懵，他探头看向窗外，今日明明艳阳高照，现在刚到卫视没多久呢，这两个人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关键还说的煞有其事一般。其实沈乐林想起自己刚刚所想到的，若是这人早些造反起兵，或许百姓们就不用遭受日后朝廷和世家无度的索取，造成日后饿殍满地，百姓一子而食的悲剧。特别是那被匈奴占去的3州百姓，或许就不会过得猪狗不如。听说那些匈奴人还会将普通百姓掳去当奴隶射杀取乐。其实段世子沈乐林心中有此想法，但一时却又没有组织好语言。阿玲，什么事？段俊则久久等不到沈乐林接下来的话，回头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大概是上辈子活得太惨了，沈乐林重生之后小心谨慎惯了，即使确认面前之人迟早会反，他说话也十分犹豫，努力的想着应该如何婉转的告诉段俊泽，大卫是真的没救了，你要是为了百姓好，不如早点反了吧。一时没注意到段俊泽对自己的称呼，但一旁的谭云听到了，心中已经有了无数的问号了。上次元宵自己不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小姐什么时候又和段世子见面了？段世子觉得这天要如何才能亮了？思考良久，沈乐林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问道。段俊则听了他的话，看着天空的俊脸，眉头紧锁，背在身后的手越握越紧，自然是要让乌云都散去。沈乐林接着问：乌云太多了，散得去吗？少年的眉头更紧了，他低头，似乎怎么都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他转头看向沈乐林的目光带着几分锐利，却在对上沈乐林清澈的黑眸时又瞬间柔和起来。阿玲，你觉得应当如何呢？听到这个称呼，沈乐林蹙眉，段世子在下江大河。段俊则面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随即认真道：上次听沈大人这样称呼你，一时间忘了，那你觉得这天应该如何亮呢？既然对方都已经解释看，沈乐林并未太过纠结，而是笑道：这个我也不知。段俊则自是不信，沈乐林接着道：像段世子这样的人中俊杰都想不出来的事，更何况是我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呢？我只是觉得这乌云似乎像是跟定了太阳一般，挡住了他所有的视线，想将乌云赶走实在是太难了。说完，他又看了眼段俊泽，神态悠然，语气缓和道：或者段世子可以问问其他人，特别是些普通百姓们，或许会有答案。谭云盯着二人，感觉小姐说话真是越来越高深了，似乎真的只有段世子才能和他交流。于是他又好奇地看了眼段世子。沈乐林转头时，正好看见谭云探究的目光落在段俊泽的身上，他想到了什么，慢慢收起了嘴角的笑意。谭云，你先出去一下，我有些事想与段世子聊一聊。听了沈乐林的吩咐，在场的剩下两人都愣住了。谭云是震惊，思雨说过，小姐虽然是男儿打扮，但是绝对不能让她单独和男子待在一起，对小姐名声不好。小姐和任何人说话也从未避讳过自己，现在是为什么？因为段世子吗？我要出去吗？出去了，思雨回去不会又要碎碎念吧？谭云是个藏不住事的，满脸的纠结让沈乐林想看不到都难。见他没动，只好道：我不告诉思雨。谭云见沈乐林眼中的认真，犹豫了片刻，道：少爷，我就在门口。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转身出去了。房间内一下只剩下二人，段俊则不知为何觉得微微有些拘谨和尴尬。沈乐林回头看见他面上的不自然，心中疑惑：段世子，您怎么了？嗨嗨，那个段俊则轻咳一声：那个你有什么事？沈乐林重新给他倒上一杯茶，道：段世子请坐，确实有件事想找段世子帮忙。第169章法不责众。二人在房间内并未待多长时间，甚至可以说时间很短暂，短到谭云都还没有思考好自己要不要偷听。当然他并不是八卦，只是担心这段世子武功不凡，万一对小姐起了什么歹心，怕是小姐能呼救都来不及。二人出来时，谭云还特意上下打量了一下沈乐林，可这一看却将沈乐林看得莫名有些心虚了。谭云虽然一向不太理会外面的事情，但对人的情绪极为敏感，特别是沈乐林的。察觉到小姐对上自己的眼神有一瞬间的瑟缩，谭云脑子只感觉一下子温开了，他立刻用愤怒的眼神看向沈乐林身后的段俊泽。段俊泽对上谭云几乎要喷火的目光也是一愣。谭云，沈乐林沉声叫道，心道难道谭云知道自己刚刚和段世子说了什么？这丫头怎么如今连自己也偷听上了？谭云被沈月玲喊了真名，还有些不服气的看了段俊泽几眼，最终还是气呼呼的收回了视线，低下头。沈乐林这才讪笑两声，对段俊泽道：
我们家谭云就是这样，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忠心耿耿，对人的喜怒格外敏锐呢。段俊则总是板着的脸，像是用力扯过一般，露出一丝笑容，道：忠心耿耿，你确定？这意有所指的话语带上他那僵硬的微笑，沈乐林只觉得无比的尴尬，以及觉得这段世子的笑容还真是有些瘆人的慌。段俊则大概也不习惯这样的笑容，默默恢复了一张木脸。谭云看到自家小姐居然在段世子面前落了下风，心中更是百转千回，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沈乐林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朝段俊则行了个礼道：那既然如此，小弟我就先告辞了。段俊则沉默的点点头，站在门口目送着二人离开。三皇子夏弘毅昨日从侯府黑着脸出来之后，坐上马车，连府门都还没有到，就听见下人来报有人胆大包天，居然敲响了登闻鼓。他心中一紧，这次也往里面塞了不少自己人，包括那李尚挺，若不是仗着自己，怕是他那名次也早就被某个贵族子弟给顶替了。可结果呢？他居然和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这样对待自己。三皇子越想越气，恨不得重新提上剑回侯府，将那对奸夫淫妇五马分尸。身边的侍卫低声提醒下，才终于恢复了理智，得知那写状纸的御史还在拖延时间，立刻让人备了份厚礼送往虚空道长那里了。等三皇子的人到虚空道长处时，迎面就看见了两个熟人，分别是二皇子跟前伺候的和丞相丁家的管家，他身后还有魏国公、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兵部尚书以及许多王侯将相家的仆从。总之，那气势都快赶上每逢大朝会，老爷们进宫上朝，他们守在宫门口的场景了。三皇子得知虚空道长收下礼物后，心中长长舒了口气，听到同去的还有那么多人，心中的恐慌这才完全放下了。法不责众，就算那虚空道长不答应去绊住父皇，想来最终也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罢了。只是夏弘毅眯了眯眼，自己和二哥也罢，不过是为了那个皇位而卖了些人情，争夺些夺位的筹码罢了。那些大人们居然也敢如此，简直就是太过分了！这不是拿他们夏家的江山在开玩笑吗？等自己登基了，一定好好整治这些人。特别是那个礼部尚书，简直狗胆包天，自己都只敢为自己的人谋个第26名，他怎么敢让一个中情伯府的一个草包做了第4名？真当这科举是儿戏吗？还闹出这样大的事来了。至于那个方彦辰，自己早看出来这就是个不知轻重的书呆子，不就是1年会试的成绩吗？明年不一样会有春闱，再努力一番不就行了？没得让整个京城都为他一个小小的破落户闹翻了天。夏弘毅越想越气，觉得方彦辰简直和李尚挺一样令人厌恶。但当他身边的侍卫试探性问道：主子，那方彦辰被关在刑部大牢之中，是不是？那侍卫边说边做了个脖子的动作。夏弘毅摆摆手道：那倒不用我们出手，这屁股还是留给礼部尚书和那草包郭浩克自己去擦吧，他自己的事还没有收拾完呢。夏弘毅眯着眼睛想着，不一会他又问道：沈木朗和那贱人手中的事可处理干净了？回殿下，沈木朗手中的那条线已经找人接了，但那开拓南方的人似乎听到了风声，全都消失了。不过那个制造红酒香皂的庄子已经被我们的人控制住了，但最新的香皂方子庄子里还没有。夏弘毅将书案前的砚台顺手砸了出去，骂道：贱人，原来早就防着我在。其实不止三皇子在心里骂礼部尚书岳三思，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鬼迷了心窍，否则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这往年他们做这种勾当，但往往都是小心翼翼，也尽量往那100名之后的人做手脚。但这次中情伯府的郭少爷实在是给的太多了，而且对方指名道姓非要方彦辰的名次。其实这方彦辰确实是个有才的，文章写得极好，平心而论，做个会手那是当之无愧的。为了让郭浩克不那么引人注目，自己已经将他放到了第4名，却不想那方彦辰也不知从哪里想了些蛛丝马迹，居然选择了这种近乎与同归于尽的方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第一时间让人给虚空道长送去了6间铺子、1万两银票，还有京郊的2个庄子，只求虚空道长能救救自己。当他得知那御史到御书房时圣上已经闭关时，心中的大石才终于放下了。这次涉及的人太多了，只要给他们时间，就是黑的也能将他们说成白的，但前提便是那告状之人不能再活了。于是昨晚刑部牢房之中适时的引发了一场小火，刚好那原告身子不适，未能幸免于难，想来接下来的事便简单多了。城中昨日夜晚被抓得最为厉害的便是方彦辰先前待过的那家客栈，从掌柜的到小二再到住的客人们全被人以极为粗鲁的方式带走了。第170章举子被赶。有那书生嚷嚷着自己举子之身，那些衙役们不能这么对他们，不是被一巴掌打懵了，就是直接将破布塞到了他们嘴里，随后从大街之中全部拉到了京兆府里。有人一一核对，凡是本应该榜上有名的全部都被废了一只手，
并被关了起来。看那架势，一时半会还不会放他们出来。而那些原本就落地了的，则被好生教育威胁了一遍放走了。谁知第二日天蒙蒙亮时，他们便都被叫醒了，每人赔了10两银子，他们要将他们带出城门。还有人威胁道：出京之后，若是敢胡说八道，那就一辈子待在牢房里吧。众人身无长物，看着衙役们扔在地上的银子，心中都无比心酸。这就是自己曾经一腔热血想要报效的朝廷吗？有那愣头青梗着脖子不服，依旧叫嚣着他们的举人，对方一个小小的衙役没有资格这样对他们。被2个衙役直接拖到一边的小树林之中，不一会，2个衙役满手是血的回来了。看着他们满手的赤红，举人们这才瞪大了眼睛，却不再敢出声。其中一举人还讨好的朝他们笑了笑，弯腰捡起了地上的银票，似乎十分满意自己的震慑效果。其他的衙役轻笑了几声，便像赶羊一般的将众人赶走了。举人们满脸悲愤，有一人不堪受辱，正要大声呵斥，却被一旁的童年用左手死死地捂住了嘴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莫要争一时之气。众人一看，那说话的人不就是刚刚低头捡起地上银票的举子吗？刚刚他从地上捡起那银票时，听到衙役们的嗤笑，同为举子，只觉得这人简直丢了他们的脸，对他皆没有什么好感。可他身边的一举人听到这话，也很快收拾好自己的情绪，摸了一把已经湿润的眼眶，道：孙兄说的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我们今日与他们拼个是非对错，最终也无非是和令兄一样，落得个曝尸荒野的份，还不如先行离开，再做打算。这说话的举子姓周，是个德高望重、性情高雅的，在举人圈里颇有些名声。见众人对孙举人刚刚的动作颇有些疑虑，周举人朝孙举人深深的行了一礼，道：孙兄大义，若不是为了我等能平安回家，孙兄定然不会为了那区200多两银子而弯腰，多谢孙兄。一举人不服气地道：周举人为何这么说？明明是这人见钱眼开，根本就不配为读书人。姓孙的中年举子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周举人打圆场道：我们昨日被抓得突然，身上又被搜了几遍，但凡一点值钱的也都被那些人给搜刮了个干净。若不是孙兄胸怀大义，今日难道我们要露宿街头，喝西北风吗？见众人不再冒杂音，周举人望了望城门，再次开口道：大家还是先行离开吧，这城怕是进不去了，还是赶紧赶到下一个看看，能不能找个大夫看看，咱们这手可不耽搁不得了啊。见手中的童年逐渐安静了下来，这才缓缓移开了自己的手，道：周兄说的对，无论如何，为了家中还等着咱们的父母妻儿，大家还是莫要意气用事。众人听后，这才纷纷点了点头。孙举人和周举人互相看了一眼，均看到了对方对朝堂的失望和眼底无限的哀愁。最终2人互相点点头，默契地朝身后高高的城墙看了一眼，最后转身带着20余名，右手以一个奇怪的姿势扭曲着的举人往官道上走去。要论整个京城哪里的学子幸免于难了，那便只有国子监了。身为学子，他们也算是这种公然作弊的受害者，但身为大魏的高官贵族之后的他们，却也是利益的既得者，因此他们大部分选择了沉默。对昨日午门坊燕臣那一声声高声呐喊科举不公，科举不公啊，充耳不闻。对同样身为大魏学子泣不成声的感叹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有才之人青云无路无动于衷。对昨日傍晚大街小巷被抓的百姓，学子视而不见，仿佛正在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沈慕渊从2个损友口中得知了昨日午门之事后，张大了嘴巴。这可比昨日沈慕清在家中做出那样的事情还让他惊讶，随即便转化成了满腔的怒火。看到面前2个好友一脸的惋惜，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样子，沈慕渊再也压不住心中的火气，推开2人，往赛马场里随便拉了匹马，便奔跑了起来。他想起妹妹告诉自己他重生而来所说的话：大哥，今日文会之上，那方燕臣的策论你听到了吧？你觉得他与李尚挺的策论到底谁好谁劣呢？大哥，你看，连你我都能听得出来优劣，可偏偏那些学士们听不出，那些大魏未来的栋梁之才听不出，就因为他生得丑陋，就因为他家族败落，就因为他一针见血地说了真相，那些人就忽视他。大哥，你知道为何最后2题时他不再作答了吗？因为陈继久让人将他悄悄请了出去。在场的所有人心知肚明，连屏风后的2皇子和3皇子都知晓，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妹妹是声音在耳边越来越急，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大哥，你觉得这样的大魏真的好有救吗？大哥，你觉得这样的大魏真的还有救吗？沈慕渊的鞭子挥得越来越快，只想让马快速地奔跑，能带着他耳边的声音。阿渊，快停下！上木林的焦急地叫喊着。陆继宗则也2步跨上了一匹马，将鞭子抽得直响，一边努力地去追沈慕渊，一边同样大喊道：停下！沈乐林下楼后，
和陈掌柜打了声招呼便离去。远方的小五很有眼力劲的将马车架了过来。小五翻身下车，将放在车边上的小马扎放在地方。沈乐林正要上车，谭云突然拉住他是胳膊，二人互视一眼，沈乐林默默后退一步。谭云见沈乐林退到安全的位置，右脚突然一迈，一个箭步就弓步站在马车上，一只手直直的穿进马车帘。小五也在一旁屏住了呼吸。第171章马车里的书生。见谭云似乎已经将马车中的人制服了，沈月玲脚步一转，探头一看，马车内谭云一只手已经死死地扣在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的颈喉，那书生实在是呼吸不过来，双手用力要将谭云的手拉开，整张脸都已经变得青紫了。住手！确认此人对自己没什么威胁后，沈乐林小声道。谭云这才松开卡在他脖子上的手，那书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缓过来后才对沈月玲做了个揖，道：谢这位公子。他的脸恢复到自然的神态，沈乐林觉得此人似乎有些眼熟，还不等他做出反应，身后便有几名衙役在街上大肆翻找，逢人便问看没看见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年轻书生。马车里的人显然也听到了这一句，脸顿时便僵住了。沈乐林当机立断道：谭云上车，小五快走。可小五刚坐上来准备驾马，有2个衙役便在马车前叫嚣道：前面的就你，把这马车掀开给爷看看。小五露出憨厚的笑容讨好道：差爷，这马车上就是小人的主子。主子胆子小，边说边从胸前掏出1两银子递了过去。那衙役接过后，说话声音软和了些，但还是坚持道：若是别人，哥几个今日就卖你这个面子了，但这人可是上面点名要的，赶紧的掀开给爷看看。小五一狠心，又从怀里掏了1两银子，十分肉疼的递了过去，那样子就像是将要和自己媳妇分别了一般，逗得2衙役大笑。但2人接过后依旧不依不饶。马车里那书生听了外面的响动，握紧了拳头，突然伸手要去劫持沈乐林，却被谭云眼疾手快抓住了他的右手。书生小声道：快让我劫持你家少爷，不然会连累你们的。沈乐林此时心中也十分后悔，昨日之事太过顺利，自己到底是飘了，居然管起了这大魏京城中的闲事了。无奈之下，沈乐林只好双眼十分诚恳地看着那书生道：对不住了。那书生颇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马车外小五已经迟迟不肯让人掀车帘的举动，已经吸引了更多的衙役过来了。正在这时，一个身影从东来顺的窗户飞了出来，落在那辆低调之极的马车前的马匹身上。衙役们警惕地抽出腰间的刀，一见来人全傻眼了，怎么会是这么眼？只见那人穿着一身净服，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多余的装饰，一头黑发束成一个高高的发髻，整个人看起来英气十足。要说衙役们能认识段俊泽、玉亲王可谓是功不可没呀。玉亲王每次在京兆府里喝茶，10次就有5、6次带上了这位爷，关键是那位京城第一纨绔也不怎么的，就听这位爷的话。因此他们京兆府里的衙役们还私下流传着，得罪玉亲王都不要得罪段世子。玉亲王虽然看着不好相与，咋咋呼呼的，但好在不记仇。但这段世子半天蹦不出一个屁，但若是要整人，怕是要往死里整。比如上次收老太婆保护费的郭衙役，不就是稍微粗鲁了些吗？被他逮住后，居然当场直接将人的右手和右脚打断了，再也接不回来的那种。自此京兆府的人看着段世子恨不得都绕路走。为首的衙役讪笑着上前道：段世子真巧啊。段俊则一言不发，只是抬眼瞟了他一下，就那一下就让为首的衙役忍不住双腿打颤。见段俊则没有凶于他，为首的衙役大着胆子道：段世子，这上面让我们抓京中的重犯，那人跑到这一块就给丢了，小人就是。段俊则冷声道：这马车里的是本世子的朋友。为首的衙役忙陪笑道：是啊，是这样子的啊。他脑子却在飞快的运转，难道这段世子与那案子有关吗？不然本来是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为何要弄成这样？不行，这事得赶紧让上面知晓。那人一边如此想着，一边给身旁的一衙役使了个眼神。那人会意，点点头，随即默默推出了人群。段俊则站在高处，将所有人的反应看了个清清楚楚，但他并未阻止，而是依旧冷冷地看着前方，仿佛多看一眼这些衙役就是脏了自己的眼睛。为首的衙役还想拖延时间，于是热脸再次贴了过来，没话找话道：不知段世子今日怎么会在这里？段俊则睨了他一眼，原本众人以为他不会出声，不想他却十分给面子的回答道：这里是东来顺。众人明了，东来顺嘛，玉亲王的产业，这匾额还是圣上亲笔所写的呢。衙役讪笑：对呀，这是东来顺，是小人多此，实在是该打啊。咦，怎么不见玉亲王？今日没有和段世子一起？衙役继续试探道：若真是段世子想私藏那人，
他也要弄清楚此事是他一人未知，还是有玉亲王在他身后。那衙役心想，只要自己在这件事上将这大鱼给钓了出来，日后的荣华富贵定然少不了自己的。段俊则听出了他言外之意，道：“本世子今日是自己来的。”衙役还待在问，马车里突然传出了一道女子的娇柔之声：“少爷，这外面到底有完没完啊？奴家还等着跟你回家呢。”衙役的脸色一变，仿佛荣华富贵全离自己远去了。小五的脸也僵住了，无他，只是听出了这声音的主人。段俊则唇角抽搐了下，一时之间不做任何反应。这时马车帘一掀开，一个小厮模样的小子看着面前的衙役，脸上颇有些不耐烦：“你们要看就赶紧看，别挡住我家少爷回家办正事。”那小厮将正事二字咬得极重，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随后像刚看到站在马匹之上的段俊泽一般，立即换成一张讨好的脸，满是笑意：“世子爷，您怎么也在这？少爷，少爷，段世子也在呢。”那小厮一边回头叫着少爷，一边叫马车帘掀得更开了，于是众人便都看见了里面的场景。第172章陈造之。马车里面的空间并不大，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一个半裸着香肩的女子背对着大家，软弱无骨地靠在一个少年身上，似乎察觉到了外面的光线，惊叫了一声，随即赶紧的衣裳穿起来。少年也呵斥道：“看什么？”那小厮缩了缩脖子，连忙将马车帘放了下来，从里面露出一个小脑袋，笑呵呵地道：“段世子，不好意思，我家少爷今日有些不方便，咱们改日再聚。”他讨好着说着，嘴角的大黑痣格外抢眼。段俊则木然的点点头，随即转身看向已经呆住的衙役，问道：“可以走了吗？”衙役回过神来，面上的表情比刚刚更为谄媚，背都弯了2个度，道：“当然当然，段世子请。”段俊则一个转身站在了小五身旁，低声提醒道：“你不是还要抓重犯吗？”那衙役像是一下被点醒了一般：“对啊，既然人不在马车之中，那定然已经跑了，自己再不追，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等小五的车一驾走，他便立刻吆喝着手下的人赶紧四下搜索。马车走出去4条街，在一个清静的小巷之中停下来。“出来吧！”段俊则不冷不热的声音响起。沈乐林掀开马车的一个角，露出一张摸得有些发黄的小脸，讨好的笑了笑。谭云则大大方方的一掀车帘，从一旁跳了一下，剩下一个则窝在马车里，抵死不肯下车。谭云外间披着一件沈乐林的蓝色锦衣，有些紧，他伸手就要脱下来，沈乐林连忙跳下车，勒令禁止。段俊则看着二人的互动，眼底藏着一丝笑意，但目光却转向了那马车中的人。众人等了一会，马车帘终于再次被掀开，一个其貌不扬但看起来格外温和的书生微红着脸下来了。见到段俊则规规矩矩的行了一礼：“学生谢涛见过段世子。”又转过身道：“谢过2位恩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沈乐林听到他自称谢涛时，双眸微缩，看向他的眼神多了份好奇与打量。谢涛前日知晓自己与好友方彦辰双双落榜之后，二人大醉一场后，酒量不太好的谢涛直到第2日傍晚才在马车的颠簸之中悠悠转醒。他扶着自己后脑勺掀开车帘，见到外面驾马的汉子，大声问了一句。那汉子见他醒了，高声吁了一声，才一脸憨厚的笑道：“这位老爷您醒了呀，咱们已经快到霓凰镇了，到时候就可以歇歇了。”谢涛揉了会发懵的太阳穴，过了一会才问了眼前的汉子为何自己会在这里。随着汉子的解释，谢涛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今日一早方彦辰便去了顺心车马行，给了不少银子，只有一个要求，那便是用最快的马、最舒适的马车将谢涛安全的带回嘉峪县。那顺心车马行的刘掌柜见了银子，二话不说便接了单子，也不管谢涛还在宿醉之中，将东西一打包，人就塞进了马车。这汉子今日驾了一整日的车，除了让马休息，自己连口气都没敢多写。谢涛暗道不好，随后在自己的包裹里果然找到了一封方彦辰留给他的书信。他用颤抖的手打开后，看到最后一行，心中突然涌出无尽的悲痛。西天逐渐灰暗，落日染黄了整个天际，让官道上唯一停住的马车显得格外孤寂。一个青年书生坐在马车边沿，抱着手中的信，悲痛欲绝：“彦辰，你这又是何苦啊？”他身旁一壮士汉子像是做错了什么一般，一脸茫然无措。收拾好情绪后，谢涛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书写折好，低声说了句什么，随后对一旁挠头的汉子道：“带我回京城吧。”大汉急得直摆手。谢涛道：“放心，钱1分都不会少你的。”最后还强调道：“一定要尽快。”但这大汉即使再努力，马匹总是要休息的，因此二人从傍晚开始往回赶，直到今日上午才离京城几里地的地方遇到了当时同一个客栈的童年们。得知方彦辰昨日在午门说的话以及敲响登闻鼓后，谢涛心中不是没有退意。
特别是看到那些童年的右胳膊全部都成怪异的扭曲状时，他也想过是不是带着这些童年赶紧看大夫才是正经。可当听说昨日刑部大牢失火，方彦辰已经葬身火海之时，谢涛有些站不稳，踉跄了2步才被孙举子给扶住了。有一举子阴阳怪气道：“他方彦辰跑去午门一闹，不仅没要回什么公道，还害得大火成了这样，被人赶出了京城。他倒是死得干净，可我们呢？这日后怕是会试不能再考，功名也不知能不能保得住。就是，我刚刚听那几个衙役说了，指不定咱们的功名都要被急去呢。没有，他们说的是若我们在闹事就要急去功名，其中有一个还劝我们老老实实回家呢。对啊，我听到的也是这样的。”得知自己的功名不会被急去了，众人心中稍稍好受了些。谢涛对扶着自己的孙举人笑了笑，朝众人行了个礼，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沉稳地朝一旁的马车走去。孙举人看出不对，忙上前2步拉住他道：“你要去哪里？”谢涛笑道：“燕尘那人极爱干净，若是把他丢在乱葬岗里，他会不高兴的。我要去给他收尸，带他回家。”孙举人皱眉道：“你不能去。”周举人也忙来相劝：“对啊，我们这和方举子不熟的，都落得个这么个下场。若是你去了，想来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谢涛微微笑了下，道：“燕尘去之前给我写了封信，上面说：若报国无门，则臣造之；若青云无路，则臣之血肉铸之。若有一日盛世如愿，会是放榜之晴日，便是臣之笑颜。”第173章叫不醒的人。余庆斋，这是去年沈乐林在京中开的一个店铺，专门卖些点心。前店后院，最后众人从后门进来后，在大厅之中，3人坐在圆桌之上。段俊泽和沈乐林一起看完了方彦辰的信，2人互视一眼，良久无言。那书信上的一笔一画，像是融入一个少年悲愤的呐喊与绝望的祈求，最终全成了视死如归的一往无前。谢涛的声音适时的响起，他说：“他知道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也知道或许这一去，也许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总要有人去做的，总要有人去唤醒那些人心底的对科举的敬畏。”他说：“唯愿后人再无此冤屈。”是啊，方彦辰他明明知道这一切，自己绝对不可能活着出来，但他还是去了，只为了能唤醒那些将科举当敛财工具、当利益交换的人们心中对科举的一点点敬畏之心，大概也为了唤醒那些名字被随意顶替后只能祈祷明年自己运气不要那么差的举子们。名字本就是我们考来的，为何还要等待那些人的施舍一般？沈乐林看着那书信，脑中想起那日在文会上滔滔不绝、出口成章的方彦辰，突然有些无地自容。比起慷慨赴死只为后世之人的他，自己重生一世，除了报仇，心中唯一想的便是如何在大魏大乱之前带着一家人跑到南方偏安一隅。沈乐林和段俊泽都未开口，谢涛将自己这一路的经历讲了一遍。在下进城后便去了刑部门口，刚问了一句，那差爷便吆喝人要将在下绑了。我一时情急，猛地推了他一把，就跑开了。若不是途中遇到几个读书人有意相助，想来也遇不到各位恩人。谢涛的声音有些沮丧，但随即又认真地看向段俊泽问道：“段世子，不知圣上对此事的看法是？”段俊泽微微侧开脸，不知该如何面对这样一双似乎自己是他唯一希望的眼睛。谢涛本就是聪明人，见他这一闪躲，心中顿时像有块石头往下落一般，不知何时是尽头。半晌，他将方彦辰留给他的信再次递给了段俊泽，道：“在下还要去带方兄回家，这封信还劳请段世子收好，若是能在下定会来找段世子的。”段俊泽并未伸手，而是看着他轻声道：“你要不回他的？”谢涛嗤的一笑，也不知是在笑着暗无天日的世道，还是面前两人的胆小。那我就留下来陪他吧，或许多一个人身死，这青云路便能为我这等没钱没势的人多开一分吧。二人几次相劝，但谢涛显然去意已决，还请段世子代为保管。若是我这一去未能再回，那或许等科举之路顺畅之后，段世子还请将此信公之于众，让世人能知晓方兄之名。谢涛说完，将那封信放在了桌子上，起身郑重地朝段俊泽行了一礼。段俊泽侧身避让开来。沈乐林看着有些焦急，前世他是听说过谢涛这个名字的，那是在匈奴夺下燕云3州之后，西夏也蠢蠢欲动，屡屡在边境欺凌大魏百姓。那时的夏弘毅大概是觉得西夏这个小国也敢上来踩自己两脚，于是让年迈的魏国公率20万大军给西夏一个教训。可魏国公手底下说是有20万大军，这些年实打实的起身也就8万多，剩下的整个军营由上到下全在吃空饷。收到夏弘毅的旨意后，好容易临时又招又抓的凑了11万人，马不停蹄的往边境赶去。谁知那魏国公人还没有到，就在路上去世了。大概是这些年锦衣玉食惯了，身子遭不住。这下两军还未对垒，大魏便已经军心不稳了，更何况那20万大军根本就没上过战场，结果在第一次对战之中，副将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能让他们躲上前一步。
就在这场大战大卫要输时，几个读书人站了出来，其中一个谢涛，一个孙一鸣，后来被称之为西北智多星，为西北大军出谋划策，屡屡大败西夏大军。若不是有他们，怕是上一世大卫早就亡了，西边的百姓也要和那燕云三州的一样，过上生不如死的日子。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能人就折在这京中的燕杂市里。沈乐林开口道：“谢先生，你书读得多，在下有一疑问，还请谢先生解答。”已经准备转身的谢涛十分讶异，但还是很好脾气的同意了。沈乐林道：“谢先生觉得这一去几成把握能拿回方先生的遗体？几成把握能唤醒那些人已经被利益完全泯灭了的良心？又有几成把握能改变如今的科举之道呢？”方燕沉蠢：“你难道也要跟着他一起蠢吗？”谢涛面色一沉，道：“这位姑娘还请慎言。刚刚在马车之中，他便知晓这两个小少年其实是两个女子，但想着二人如此打扮，定然是不想让人知晓他们的真实身份。加之刚刚在马车内着实有些尴尬，他这才佯装不知。但此刻这小女子居然侮辱已经故去的方兄。”谢涛如此说，已经是看在沈乐林救他一命的份上了。见谢涛生气了，沈乐林却轻蔑一笑，道：“难道我说错了？错在哪里？那方彦辰连问题的根源都没有弄明白，就妄想用自己的性命去叫醒那群在每日就知道贪图享乐的达官贵人，这不是蠢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科举应该敬畏，还是不知道朝廷命官不能随意买卖，还是不知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说这话时，眼神死死地盯着谢涛，这开蒙的稚童都能明白的道理，偏生那些人不懂。谢先生，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谢涛抿着的唇微微颤抖，并未答话，但那张原本温和的面容却逐渐扭曲了起来。一旁的段俊泽眼眸低垂，似乎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沈乐林收敛笑意，严肃道：“谢先生，可曾听过指鹿为马的故事？那些非要尊重自己所看的，坚持赵高迁上朝堂的是路的人，最后都如何呢？”谢涛双目瞪圆，愣愣地看着沈乐林，随即又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再次睁眼时，眼中已经是一片平静。他再次朝沈乐林行了一礼，道：“劳姑娘费心了。”沈乐林心中一叹，这人怕是留不住了。果然，谢涛下一句便是：“但谢某心意已决，就算前方无路又如何？坚持说路的人固然会死，但若所有人都附和那路为马，日后这世间便不会再有路了。”说完，他便不带丝毫犹豫地转身离去，像是一个奔赴前线的战士一般。第174章对大卫的绝望。谢先生，沈乐林犹不死心地叫道，他心中甚至已经想着是不是要跟他再多说些什么，但谢涛头也不回。眼看他就要跨出房门，段俊则突然一个跟头翻上前去，一个手刀砍在谢涛的后颈，随后站定的同时稳稳地接住了他。谭云的步子也停滞了，刚刚沈乐林叫谢先生的时候他就动了，但无奈赶不上那段式子的速度。谭云心中有些郁闷，哀怨地看了眼沈乐林，若是能给他机会整日再多练练，自己一定会比段世子更厉害的。沈乐林并没有察觉到谭云的眼神，而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段俊泽。段俊泽见过沈乐林得理不饶人的喋喋不休，见过他为抱玉亲王大腿满脸的谄媚，也见过他满怀心事的愁容，却独独没见过他如此呆愣的样子。或许是他这样子取悦到了他，他眼角弯了弯，似乎在笑。他不能去。段俊泽道。沈乐林微微反应了一会，才明白他是在跟自己解释。他看着在段俊泽怀中安安静静的谢涛，认真地点点头。是啊，这一招多管用啊，自己刚刚还费那么口舌做什么？接下来怎么办？段俊泽开口道。沈乐林盯着段俊泽看了一会，看得饶是一向淡定的段俊泽都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脸上有什么脏东西。正当他准备伸手擦脸时，沈乐林道：“我那不方便，你先把他带回去，最好找个人看着他，别让他乱跑。若是你有能力能将方先生的尸首找到，便带他去坟前祭拜一番，就将他送到定北侯那边去吧。”段俊泽皱眉，他的语气好似不是自己在帮着橘子，而是他在帮自己一般。沈乐林确实在帮段俊泽。再有1年多，定北侯便会在与匈奴的一战中战死。景瑞帝大发雷霆，认为是定北侯好大喜功才中了匈奴的圈套，还害死了1万段家军。就在景瑞帝要降罪定北侯府时，匈奴再次来犯，朝中无人，年仅19的段俊泽主动请缨，奔赴莫连城大败匈奴，随后继续为大魏镇守边境。上一世定北侯去世的时候，沈乐林还在家中感叹自己身世凄苦，命运不公，以及沉迷在李尚挺的甜言蜜语之中，对朝堂的事并未过多关注。只是后来听沈慕清提过一嘴，定北侯之所以战死，是因为身边出了个叛徒，但具体是谁，他就不知道了。谢涛此人心性不错，也不贪生怕死，既然能在日后的西北被称之为智多星，想来以他的足智多谋，若是能在定北侯身边，或许能提醒他一二。再则，沈乐林细细看了眼段俊泽，此人勇猛有余，心存善意，对平民百姓也没有丝毫的优越之感，唯一不足的怕是笼络人心和计谋了。
日后他若起兵，身边也确实需要多些谋士。段俊则被沈乐灵突如其来的那个眼神看得有些莫名其妙，虽不知具体是什么意思，但总觉得似乎是对自己有些不满的样子。段俊则如玉的面容微微皱眉，所以他到底是哪里不满呢？沈乐灵想了想，又道：若是拿不到方彦辰的遗体，段世子可以帮他修个衣冠冢，以方便日后祭拜，但谢涛此人一定要带他去墨莲城。沈乐灵又强调了一遍，最后还解释道：想来南边对他来说已经不安全了，还是往北走好，越远越好。国子监跑马场，沈慕渊被陆继宗救下后，二人气喘吁吁地躺在草坪上，尚木林也小跑了过来，气呼呼地道：阿渊，你干嘛呢？不要命了？但二人均枕着自己的手臂，望着天空，没作声。一旁的武学师傅们看到这边没事了，嘴上说了几句，知晓这些贵公子有事要说，牵着马走远了。尚木林对武学师傅们赔完笑后，看着躺在地上像累晕了的老黄牛一般的二人，叹息了一声，也一屁股坐了下来。此时四周空荡，只有他们三人。尚木林低声道：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不好。沈慕渊看着天的眼睛，这才转头看着他。尚木林道：你们也知道，我就喜欢武学，不像你们两个文武双全，每次读书我都觉得自己全身酸疼，但上次在文会上听着方大人的策论，我只觉得全身的热血都在沸腾，恨不得立刻去参加春闱，早日为国效力。那文会一共就几个魁首，他一个人就拿了2个，差不多全国的举子都来了，他能连夺2魁，当真是厉害。其实不瞒你们说，那日之后，我一直以为这次恩客搞不好他会是状元，再不计前10也肯定会有他的，可没想到结果却会是这样。尚木林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一句若不是沈慕渊就在他身边，否则绝技是听不见的。尚木林说完后，三人久久没有说话。半晌，陆继宗的声音又响起了：其实我也是这么以为的，方举子他行之有理，言之有物。那日听了他的策论后，我回去还将那篇文章默了下来，每每读之都觉得受益匪浅，未曾想听着2个至交好友的话，沈慕渊心中暗道，他又何尝不是呢？想着当日妹妹所说，就这样一个精才绝绝之人，但梦中我却从未听说，哥哥可知这说明了什么？要么是他没有参加这京中的任何诗会文会，要么他根本参加不了这些，但无论是哪种结果，这方彦辰注定是不可能得到朝堂的重用的。那时他虽相信妹妹的话，但总还以为妹妹到底是个女子，对这京中的局势或外面的事情所知不详，因此才会草木皆兵，危言耸听。如今看来，那不肯承认事实的却是自己罢了。其实他刚刚一时控制不住在马场上狂奔，并不仅仅是在为方彦辰鸣不平，更多的是这是他头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对大卫的绝望。第175章兄妹对饮。难怪妹妹即使梦中知晓那么多事，整日只想着如何带着一家人去南边，没有丝毫想要改变大魏国运的意思。陆继宗和尚木林见沈慕渊不说话，以为他依旧沉浸在这科举不公的悲愤之中，轻声安慰道：阿渊，此事不是我们能控制或决定的。尚木林跟着道：是啊，最多我们科考的时候不找人帮忙，只要自己堂堂正正的名次与功名。陆继宗狠了尚木林一眼，这人到底会不会安慰人啊？过了一会，沈慕渊才振作起来道：我没事，谢谢你们。陆继宗和尚木林对视一眼：你真的没事？尚木林问。沈慕渊点点头，起身道：不过我家昨日出了点急事，下午的琴音课一会，你们帮我去给先生请个假。尚木林立马拉住他的衣角问道：哎，你要干嘛去？沈慕渊认真道：回家呀。尚木林撇撇嘴，不明白这时候回家有什么好的，于是建议道：咱们兄弟3人今日心情都不好，不如由我做东，今日出去小酌一番。沈慕渊连忙摆手道：不，我才多大，我不要喝酒。尚木林气乐了，指着他的鼻子道：你都已经18了，怎么不能喝酒了？沈慕渊一怔，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已经18了，再过2年就该弱冠了，为何自己一直还觉得自己还小呢？难道是跟阿周那个小捣蛋玩久了？陆继宗也附和道：喝酒，古人说的好，一醉解千愁。沈慕渊连忙摆手，头摇得跟拨浪鼓一般。若是从前，也许这2个好友一说，他便去了，但如今他心中藏了太多的秘密，万一不小心说漏的嘴，那一个不好遭殃的便不是他，而是妹妹，甚至还有爹娘和弟弟了。见沈慕渊油盐不进，坚持要回家，二人也不再勉强，只是一时之间多了些兴趣罢了。沈慕渊也并未多解释，跟二人打了上招呼，便急匆匆地往家中赶去了。沈乐灵带着谭云回府的时候，日头已经要西斜了。回去的路上，谭云见沈乐灵一直闷闷的不作声，突然道：小姐，要不下次换你演少爷？原本在想事情的沈乐灵一愣，不明白谭云为何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谭云见沈乐灵表情呆滞，以为小姐是被自己说中了，于是他接着认真道：我只是觉得自己见得多了，演得会比小姐好上许多，
毕竟当时那些人都还守在那里呢。沈乐林这下明白了，谭云是在说马车被衙役包围，段俊则为他们争取时间，在马车上变装演戏的事情。他扶了扶额头，当时他提出让谢涛换女装时，他是拒绝的，甚至摆出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模样。还是他小声说了句不要连累自己3人，谢涛才勉强妥协的。在沈乐林说了自己的想法后，谢涛抿着唇红着脸不作声，可谭云出声了呀。他毛遂自荐要来演这个风流少爷，还说自己有经验，吓得谢涛的眼睛都瞪圆了。看着谭云蠢蠢欲动的兴奋模样，沈乐林想到刚刚与段俊泽所说的话，这才同意了。倒是没想到谭云确实天赋还不错，只是这事原本在沈乐林这儿已经过了，不想这时自己在思考之际，谭云却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差点让他气岔了气。沈乐林十分认真地向谭云解释了自己并不想演这出戏码后，谭云还笑了笑，那日后还是让我来演吧。那神气的小模样就差拍胸脯保证自己经验丰富，保证专业了。沈乐林气得揉了揉太阳穴，早知道就不应该放纵谭云去看那些有的没的。好好的一个大将军，去回到自己的院子中，才发现院中再有一个人在等候着自己了。沈慕渊摇了摇手中的酒坛，言语当中带着些许委屈：妹妹，哥哥不知道去哪里喝酒。兄妹俩坐在房中，桌前沈乐林亲自给沈慕渊倒着酒，他如玉的手指抓着酒壶的壶柄，晶莹的酒水缓缓流入小巧的玉盅之中。沈慕渊拿起酒杯便仰头一饮而尽，反复喝下的不是酒水，而是能压抑他满腔怒火的灵泉一般。沈乐林并未出声，而是默默又给他填上了一杯。沈慕渊继续一口闷下，如此3次之后，沈乐林才出口劝慰道：大哥。只一句充满无奈的大哥，沈慕渊拿着酒杯的手便顿住了，他自嘲一般的笑了，道：妹妹出门了，那方先生的事，想来妹妹也已经知晓了吧。沈慕渊称的是先生，而非举子，便是对方彦辰的认可。沈乐林轻点了下头，并未出声。他知道大哥活了这么多年，爹爹娘亲对他最大的期望便是考进士，入朝为官，因此他一直都对科举一事十分认真崇敬。突然知晓自己寒窗苦读10余年，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有些人眼中不过市场交易罢了，让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如何能够接受？看着难受的沈慕渊，沈乐林拿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一口饮下。兄妹俩对饮一番后，沈慕渊才问出了今日他想问的问题：妹妹，日后的科举。沈乐林摇摇头，声音低沉道：方先生所言的青云路何时能通，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往后的15年间，百姓就连吃饱都难了，谁还会在意科举呢？沈慕渊闭了闭眼道：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第176章沈慕渊的心思。沈乐林闭了闭眼，脸上显出痛苦之色。沈慕渊拿起酒壶给自己又添了一杯，道：妹妹，你说这世道为何变成了这样啊？大哥。听出他声音里浓浓的关切，沈慕渊摆摆手道：妹妹放心，我不会冲动的。随后他又嗤笑一声道：你看这酒我都是倒了你这才敢喝的。沈慕渊看着面前脸上因饮酒带上浅浅红霞的沈乐林，轻声叹息道：妹妹这几年很是辛苦吧？沈乐林疑惑地看向他，沈慕渊摇摇头，并未在这上面多言，而是十分认真地说出了他今日前来的目的。沈慕渊不仅是抱着最后一丝期望，还有他想知道在妹妹所处的上一世中，这大魏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衰落，最后连那龙椅之人都成了匈奴的儿皇帝。沈乐林托着腮看着他，眼眶不自觉地红了。大哥仿佛1日之间长大了，那个率直开朗的少年终究是不见了。但沈乐林依旧摇了摇头道：梦中我只是后院的女子，后来又去了南边的小城，之后多年后才回的京城，很多事情具体的我并不清楚，只是后来听人说起的罢了。不是沈乐林不想告诉自家哥哥段俊泽最终会起兵，只是他能感觉到如今的大哥像是刚回京城的自己一般，还在拼命的为大魏找一个出路。自己刚入京的时候，不是还想过玉亲王坐那位置吗？若是大哥知道段俊泽自立为王，万一被有心人套了话，怕是夏弘毅到时候丢的就不是3州，而是13州了。沈慕渊不疑有他，最后猛喝了一口酒，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道：妹妹，这次将你们送到闽州的锦仓县后，我还是想回国子监读书。见沈乐林盯着自己，沈慕渊道：我就是想着，我身为堂堂男子汉，若是永远在爹娘和妹妹你的庇护之下，能成什么事？况且我出身还不错，想来科举对我来说会公正一些吧。到时候要是能做官，大哥我定然要做个好官。又或者我要去北方投军，那些匈奴人敢害我大魏百姓，就必须先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沈慕渊还没说完自己日后的想法，就看见自家妹妹的眼泪一颗颗的砸了下来，砸在了桌上，砸在他心底，疼得很。沈慕渊急忙在身上找帕子，但半天都没找到，只好用衣袖凑上前帮沈乐林抹泪。妹妹，你别哭啊，大哥错了，你别哭了。
沈乐林听了沈木渊的打算，真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刚刚大哥果然是在试探他，只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去做大卫的孤勇者，像方彦辰、像谢涛那般。他最害怕的事情，终究是发生了。他重生后，一个人承受这么多，都不愿意告诉家中。刚开始是怕他们不信，将自己送到庙里去；再后来，便是因为爹爹和哥哥读了多年圣贤书后的那份拳拳爱国之心。他害怕自己告诉爹爹和哥哥后，他们会妄想去改变大卫的命运。可这大卫从上到下哪里还有救？他原本想着一家人远离这些是非之后，就算匈奴的铁蹄再次踏碎了大卫山河，等消息到了自己那里，爹爹也只能叹息一声。之前好不容易说服了大哥，没想到登闻鼓一响，当事情就发生在眼前，当赴死之人是自己认识或者崇拜之人时，大哥还是没能忍住。沈乐林满脸泪痕，抓住沈木渊的手，语气凄厉：“所以呢，阿林要再一次失去哥哥了吗？爹娘要再一次尝到丧子之痛吗？大哥，你知不知道上辈子你去了之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爹爹一蹶不振。大哥，你真的要这样吗？你真的忍心吗？”沈木渊如何能忍心，一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大哥，你是长子，你是要在爹娘面前尽孝的。沈乐林继续道。沈木渊不言语。沈乐林气道：“大哥，你刚才说这些年我辛苦了，背负着这么多的秘密，不敢对任何人言语，那你怎么忍心妹妹我好不容易到了锦仓镇，却还要担心你的安危？大哥，上辈子阿林已经失去阿周，失去你和母亲，失去爹爹了，这一次阿林真的承受不起了，阿林真的不行的。”沈乐林的眼泪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夺眶而出，流过他原本微红的面颊，湿了衣衫。最终在沈乐林的眼泪攻势之下，沈木渊再次妥协了，但兄妹俩都明白，这样的妥协并不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一日，两兄妹都没有去江氏那边吃晚餐，后来还是阿周一个人在江氏的威胁下吃了2大碗饭后，才被允许来找哥哥姐姐玩。一进屋就闻到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反正小阿周觉得臭臭的，不好闻。思雨等人一直在外面候着，沈乐林不发话，他们都不敢进去。直到小阿周推开门后，才看见大少爷已经趴在桌子上熟睡了，而小姐则拿着手中的酒杯失神。小阿周也是知道酒的，见哥哥姐姐偷偷喝酒不叫他，不乐意了，拉着沈乐林很是撒了一会娇，非要沈乐林答应日后哥哥姐姐喝酒不能少了他。虽然我年纪还小，但我可以陪哥哥姐姐聊天啊，我还会给你们倒酒呢。最后不知怎的，消息传到了江氏耳朵里，江氏带着几个嬷嬷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让人将沈木渊送回自己房中，阿周则被打发到裴先生那里写作业去了。沈乐林看着沉着脸的江氏，讨好的露出一个笑容，却咯的一声打了个酒嗝。他连忙心虚的捂住嘴巴，一双红眼睛转了转，清澈而灵动，倒有些像小阿周平日做错事后的样子。江氏一看他这样子，哪里还气得起来，只剩下一声声叹息了。他一家子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摊上这么个大房。昨日出的那是传出去了，日后他的这么好的儿子和女儿，在这京中如何说清？第177章，怎么能上你的床？昨日晚上，江氏就这件事跟沈文珍闹了半宿，大概意思是，这大房要是影响到儿子女儿的名声和婚事，实在不行，他就带着孩子们回扬州，让孩子们在扬州安家。沈文珍连哄带骗，最后无奈将自己最近在谋南方缺的事都说了出来。虽然八字还没一撇，但当务之急还是夫人消气最为重要啊。江氏听到一家人能离开这乱七八糟的地方，不仅没有责怪沈文珍这官越做越小，反而安慰道：“是这个理，官大官小都无所谓，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好好在一起就行。”今日看着自家懂事的儿子和闺女，一个酩酊大醉，一个眼眶红红的，想来必是心中郁闷。可这心中郁闷的何事，江氏猜测大概和昨日的事有关，心中不免又将大房的沈木清拎出来骂了一顿，随后又不免气闷起来，今日怎么回事？这个两个老的小的怎么都吃起酒来了？沈乐林见江氏没有骂自己，眼睛笑成了一轮弯弯的月亮一般，软声道：“母亲，阿林下次绝对不喝酒了，也不让大哥喝了。母亲，你就原谅阿林和哥哥吗？母亲，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母亲了。”他边说边朝江氏走近，拉着江氏的衣袖左右摇晃，摇得江氏心中唯一的一股气也消失得干干净净了。他轻点了一下沈乐林的额头，道：“你呀，真是比阿周还会撒娇。”沈乐林傻呵呵地僵着笑，双颊的浅红衬得他整个人格外俏丽。真拿你没办法。江氏轻叹道。拿自家闺女没办法的江氏无奈地吩咐下人打水，亲自给沈乐林洗手净面后，将他送到闺房之中，看着沈乐林睡着了才离开。离开前还再三叮嘱雅涵，夜间要准备些吃食和汤水，以免沈乐林半夜醒了肚子饿或不舒服。沈乐林再次醒来的时候，只感觉到嗓子沙哑而干涩，就在床脚下打地铺的雅涵赶紧起身，不一会便递过来一杯花茶，那水一直用小炉加着热，温度刚刚好。沈乐林就着雅涵的手喝了2杯后，才感觉嗓子稍微舒爽了一点。什么时辰呢？沈乐林一边揉着头痛欲裂的脑袋，一边哑着嗓子问道。
刚刚过了3更。雅涵点亮桌上的烛火，房间一下有了光亮。沈乐灵点点头，问道：“母亲没说什么吧？”雅涵捂嘴笑道：“哪能啊，小姐一撒娇，夫人可不是什么气都生不起来了吗？”沈乐灵睨了他一眼，胡说。沈乐灵是个不敢醉的，即使在自己的房中也不敢。他一直等到江氏给自己擦脸，才抵不过醉意，睡了过去。雅涵鼓着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沈乐灵一双眼睛已经肿了起来，焦急道：“哎呀，小姐，你眼睛怎么了？”当看到铜镜中自己肿成核桃一般的双眼，沈乐灵也吓了一大跳，赶紧让雅涵去煮鸡蛋，不然明日这样子如何能见人？雅涵出门的动静吵醒了今日警醒的思雨，谭云更不用说了。今日对那书生下手时，谭云慢了段俊泽一步，虽然无人看见，但他心中一直耿耿于怀。反正如今这院子全是自己人了，于是谭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下次再要帮小姐打晕人时，绝对不能再慢人一步了。因此见雅涵出门，谭云和思雨便都进了屋。沈乐灵见过进屋的谭云，满头的汗水，手中还拿着一个擦得铮亮的烧火棍，迟钝的大脑突然想起了今日和段俊泽商量的事情，便道：“今日就由谭云值夜吧。”思雨嫌弃地看了眼谭云，道：“小姐，谭云他没有。”沈乐灵笑道：“没事，一会雅涵将鸡蛋拿过来后，你们就先去休息吧，我就是有事跟谭云说说罢了。”思雨不知道沈乐灵要跟谭云说什么，但小姐既然已经这么说了，自己自然是要听的。于是等雅涵来了后，思雨才将谭云拉走，一边去给他打洗澡水，勒令他必须洗得香香的，不准熏到了小姐，一边絮絮叨叨的给他讲着守夜所需要的注意事项。毕竟这丫头只打来了小姐房中，除了练武，小姐基本对她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到如今，谭云俨然成了这院子里的第二个小姐一般的存在。谭云不知是不是感受到了思雨的语气中的重视，猛点了2下小脑袋，拍着发育的并不算很好的胸腹，给思雨保证：守夜这事，其实他最熟了。气得思雨差点一勺子水泼到他脸上。等谭云被思雨带回房后，沈乐灵已经换了2个鸡蛋了，继续揉着眼睛。让思雨和雅涵回去休息后，沈乐灵拍了拍床沿道：“来，上来吧，今晚我们好好说说话。”谭云疑惑的一抬眉道：“小姐，奴婢是丫鬟，只能睡榻上或者地上。”沈乐灵一听便知道是思雨刚刚给他讲的规矩，笑道：“不打紧，就这一次，没人知道的。”谭云站着没动，沈乐灵又道：“放心，明日我去跟思雨说，她不会念叨你的。”哪知谭云接下来的一句话，气得沈乐灵恨不得让他睡在床底下。谭云一本正经地道：“小姐你是姑娘家，怎么能随便让人上你的床？”得下沈乐灵鸡蛋都差点捏碎了，你胡说些什么呢？沈乐灵自重生以来，自认为是9岁的身子，30的灵魂，从来没有出现羞愤的情绪，但显然谭云成功做到了。谭云听了沈乐灵的话，认真道：“本来就是啊，大房的那位不就是这样被打的吗？”沈乐灵深呼吸2下，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了下来，给谭云解释道：“那是男子，我们都是女子不打紧的。”谁料谭云却道：“可红梅不也是女子吗？”沈乐灵饶是再好的涵养，也忍耐不住了，手中的鸡蛋骤然被捏碎。他指着地上雅涵之前睡的地铺，气呼呼的道：“你就睡那里，睡那里。”谭云挠挠头道：“小姐，你生气了？为什么要生气呢？”沈乐灵闭了闭眼，平复完心情后睁开眼，脸上还扯出一抹弧度，无力道：“我没有生气，你躺下吧。”第178章，你以后想做什么？谭云乖巧的躺下后，沈乐灵自己找出帕子，借着烛光将手指一根根擦干净，将其扔进了一旁的水盆之中。随后道：“谭云，你跟在我身边也有4年了吧？”“小姐，是4年0.6个月。”谭云纠正道。4年0.6个月了。那谭云，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想要做些什么呢？”谭云原本倒头就想要睡了，听了沈乐灵的话，压根就没思考，直接回答道：“小姐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呀。”沈乐灵叹息一声，觉得自己这个头开的确实有失水准了，刚刚到底被谭云给气到了。随后他继续循循善诱道：“那如果你没有遇到我，你想做什么呢？”谭云这才睁开眼睛，想了想道：“如果没有遇到小姐，那些人说我生得好，要把我卖到楼子里去，说我值个大价钱。”谭云说最后一句的时候颇有些骄傲。沈乐灵默不作声。他遇到谭云的时候，谭云正被人牙子用绳子牵着走在街上，沈月玲当机立断将人买了下来，随后才听说他们那一日是打算将谭云卖到那阿扎之地的。谭云在人贩子手上的时候生过一场风寒，烧的时间有些久，不仅忘记了以前的事，脑子有时候不好使，若是真进了那地方，怕是要挨不少毒打。沈乐灵看着睡在地上的谭云，他的小脸在昏黄的烛光下显得晦暗不明，但一双眼睛永远清亮，仿佛没有什么烦恼一般。也不知上一世他受了多少苦，
才成了日后那个人人称赞的巾帼将军。沈乐林意识到跟谭云绕圈子，怕是今夜绕一晚上都走不上正轨，于是道：“谭云，你喜欢习武，有没有想过日后当个大将军什么的？”谭云不解道：“喜欢习武就能当大将军了吗？”沈乐林鼓励道：“你若是去从军，日后定会是个厉害的大将军。”若谭云此时抬头，定能看到他家小姐眼中无尽的期望与赞叹，但他只是抿抿唇道：“当大将军这么简单的吗？那少爷和小少爷也能去吗？”沈乐林，他疑惑地看向谭云，突然有些怀疑，难道自己认错了人？谭云这性子在战场上真不会被人忽悠的朝己方出手吗？沈乐林不理会他的问题，接着问：“你想当大将军吗？骑马、射箭、打仗？”谭云认真想了一会道：“我喜欢骑马和射箭，但我没打过仗，不知道喜不喜欢。”沉默良久后，沈乐林还是道：“谭云，我今日跟段世子说好了。”听到段世子的名称，谭云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对今日小姐和那段世子在包厢里说的是可好奇了，但他作为丫鬟，没有小姐的命令又不能偷听，只能一直憋在心里。沈乐林没有注意到谭云的情绪，还在准备着措辞，半晌才道：“你的武艺段世子也看到了，我问过他，虽然大魏如今还没有女子当将军的潜力，但在北方有许多女子也不输男子。你要是过去了，段世子会亲自给定北侯写一封信，专程来举荐你，能让你一去便能受重用的。”谭云想了想，想不明白这样的到底好不好，于是道：“小姐想让我去吗？”沈乐林一怔，悠悠道：“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你本该属于那里，是我太过自私才将你留了这么久。”谭云道：“可是我留在这里很开心啊。”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塞北，或许等你见过塞北辽阔的草原，感受过在那里策马奔腾的快乐，见识过长河落日圆的寂寥之后，会彻底爱上那里呢。谭云终于听明白了，他猛地一个起身道：“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于是整个晚上，沈月玲都在给有些生气的谭云解释什么是风筝把什么线，自己不能阻止谭云这个风筝飞向属于他的天空。而谭云就咬死了，反正他挺喜欢这里的，虽然私语有点絮叨，但他不用干什么活，还每天能吃得饱，还时不时有戏看，他不要离开。沈乐林无论怎么给他形容当大将军有多威风，北方的马匹有多俊朗，硬是没有一丁点用。最后实在是累了，说着说着便睡着了。沈乐林睡着了，但宁国侯府有人却睡不着。沈慕清像只死狗一般趴在床上，见林荣慢悠悠地走过来，心中止不住的哆嗦。他想大喊，让人来看看林荣这个死丫头的真面目，可惜他的嗓子根本就发不出一丝音调。林荣右手拿着一盏灯笼，左手则拿着一个小盒子。见沈慕清颤抖的样子，林荣心中无比畅快，道：“怎么啦，小姐？这可不像你啊，看到我就怕了。”“别怕，这还没开始呢。”他的可以压低的声音带着一股莫名的阴森，让沈慕清心中升起一股寒气。林荣最终轻哼着沈慕清曾经最爱哼的调子，斩断情丝心犹乱，千头万绪仍纠缠，缓缓将手中的灯笼放下，点燃桌上的烛火，随即慢吞吞地走到沈慕清面前，拿出他左手中的小盒子，放在沈慕清的面前打开。沈慕清一看到那盒子，整个人挣扎得更厉害了，但他昨日实在是被打得太狠了，随便一扭动，背后的伤口便又开了裂，疼得他汗水立马都进了出来。他惊恐地看着那个被打开的盒子，里面是一小盒子针，大的、小的、粗的、细的，应有尽有。林荣似乎十分享受沈慕清眼底那股恐惧，他从盒子里轻轻挑出一根细针，笑着询问道：“小姐，今日咱们先用这根好不好？”沈慕清疯狂摇头。林荣看他如此抗拒的样子，十分好说话的道：“小姐不喜欢。也对，这么细的针如何能配得上小姐呢？小姐往日给我们用的可都是这一种啊。”他边说边从小盒里拿出一根比刚刚粗了1倍有余的针，猛地扎进了沈慕清的背上。第179章，我若东山再起。林荣在沈慕清的房间内待了半个时辰，便又哼着曲调走了出来。刚一出门，便看到躲在门外的轩轩。夜黑风高，他站在的除了寂静还是寂静的阴影当中，四周的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像一阵哀凄的哭诉，一边低低的回响在四周，凄凉而愤怒。黑沉沉的夜，仿佛无边的浓墨挥洒在天际，将点点星光也遮了个干净。二人借着林荣手中那盏灯笼，就那样安静地对视了一会。还是林荣率先笑道：“轩轩怎么这么晚起来了？”他的声音沉稳如常，像平日里一般无二，但轩轩的腿却忍不住发抖，声音有些尖细：“林荣姐，你刚刚对小姐做了什么？”林荣淡淡笑道：“小姐受伤了，我这不是怕她夜间会不舒服，所以才过来看看她吗？”轩轩道：“可是我明明……”林荣打断他的话，问道：“轩轩，你还记得宜修吗？”
宜修，那个自小和他们一起跟在小姐身边的少女，1年前被小姐活活打死后，一卷棉被就给丢了出去的宜修。轩轩听到她的名字，微微一怔。我还记得，她刚去的每个夜晚都会跑到我的梦里，哭着说小姐打得她好疼，头疼，胸也疼。可是她连哭都不敢哭，她还以为小姐会停手的，会像往常一样在床上躺上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林荣的声音有些悠长，带着浓浓的蛊惑。轩轩，你觉得小姐待我们好吗？轩轩哪怕是昧着良心，也实在无法说出好这个字眼。不说宜修，就是世兰得了和自己一样的命令，如今已经不知道被送去了哪里。幸好当时自己在西院门口候着的时候，被人打昏扔进了旁边的厢房。醒来后，小姐已经东窗事发了，自己趁着那些夫人小姐多事时候悄悄跑了，不然自己的下场怕是比世兰更惨。轩轩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林荣见他不出声，反而笑道：“我倒是觉得小姐对我们挺好的。”轩轩听得目瞪口呆，显然他的反应取悦了林荣，他唇角微微勾起，笑得有些邪魅而瘆人道：“小姐待我们这样好，我们当然也要回报于她了。”见轩轩面露疑惑，他又解释道：“当初她怎么对我们的，我们也这么对她。”说完，他上前2步，拉着轩轩的手道：“轩轩，我们自幼一起长大，我知晓你心善，这事你就装作没看到，就当姐姐求你了。”轩轩看着一向帮着自己的姐姐，犹豫再三，还是点了点头，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劝道：“这样会不会被人发现？”轩轩边说边指了院子里的另一个房间，那是蓝莓所住的。林荣轻笑一声，往屋子的方向看了一眼，道：“你放心，她从昨日便病了，想来没几日便要被发卖出去了。”轩轩听了林荣的话，吞了吞口水，有些不认识一般的看了看他，不明白为何林荣会如此有把握。难道林荣对蓝莓也做了什么？他何时有这么大本事了？林荣看他呆愣的样子，会错了意，接着安慰道：“你放心，小姐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别说三皇子，就是侯爷也饶不了她，不会有事的。”说完，二人携手往自己房间里走去。徒留沈慕清一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忍受着新旧的伤痛，眼中满是悲愤和狠戾。若是让他东山再起，沈乐林、林荣、李尚挺这些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一定要让他们生不如死。定北侯府，谢涛悠悠转醒后，先是疑惑地看了眼周遭的环境，这是间陌生至极的屋子。整间屋子除了桌椅和软榻，几乎没什么多余的摆设。他揉着发酸的后颈，摇了摇头，这才想起自己是在一家店铺后院被人打昏了。他猛地起身，掀开身上的被子，喊道：“有人吗？”话还没落音，房顶突然飘下了一个身影，吓得他一个机灵，脑子彻底清明了。你是谁？他指着面前一身黑衣劲装的少年问道。楚言朝他友好的一笑，道：“我叫楚言，是我家世子的下属。谢先生，这里是定北侯府。”谢涛道：“段世子。”那话还没说完，他便要起身往屋外走去，被楚言一个箭步拦在了身前。谢涛微晕道：“怎么，段世子打晕了人不说，如今还先限制在下的人身自由了吗？”楚言讨好的笑道：“怎么会？世子爷说过您是贵客，让属下好生招待您呢。”听了这话，谢涛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道：“那既然如此，就莫要挡在下的路了。”但楚言面上依旧讪笑着，但脚步却根本没动。“让开！”谢涛怒道：“我家世子吩咐了，先生暂时不能离开。”楚言认真回复：“是我自己要走的。”谢涛耐着性子解释道：“我家世子吩咐了，先生自己要走也不行。”楚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谢涛也不与他多废话，绕道从旁边走去，不想楚言又一个闪身站在他面前，露出那副讨好的笑容。谢涛连换了几个方向，每次楚言都能挡在他身前，饶是他再好的涵养也怒了。虽说读书人能动嘴不动手，但此时谢涛可顾不了那么多，若是他去得太晚了，怕方兄的尸首都不知被那些人怎么样了。于是他伸手去推面前的人，用力没推动，再加了把力还是没动。谢涛脸色憋得青红，使出了全身的力气，那楚言还是笑呵呵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最终的结果便是谢涛力竭，坐在凳子上喘着粗气。楚言心中偷偷摇摇头，幸好自己当年选择了学武，若是成了像谢先生这样的文弱书生，那自己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谢涛并不知晓楚言心中的所想，休息一会后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问道：“你家世子爷呢？”楚言摇头道：“世子爷不在。”“段世子去哪了呢？”楚言在摇头：“属下不知道。”谢涛无奈道：“那段世子何时回来？”楚言第3次摇头：“这个属下就更不知道了。”谢涛第180章，换一个天就好了。咕噜咕噜，谢涛心中的无奈还未发泄出来，肚子便先抗议了。从昨日到今日，他都没吃过一顿正经的饭菜。
这肚子一叫，便将谢涛原本酝酿的气势给打压了下来。好在楚言也不是个特别没有眼色的，急忙道：“我家世子爷出门前吩咐过，厨房里还一直给先生您温着饭菜呢，要不我让人取来，先生先用着，等我家世子爷回来，定然第一个告诉先生。”谢涛知晓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若段世子不发话，自己怕是连这间屋子都走不出去。毕竟他打也打不过，讲理吧，人家就一句世子爷吩咐了，简直就是秀才遇到兵。吃过饭菜后，谢涛心情稍微好了一些。一小厮将桌上收拾完后，谢涛提脚便要往外走，楚言要拦。谢涛双目一瞪，道：“在下就在院中消食总可以吧？”楚言哈哈笑了下，讨好道：“可以，当然可以，我就是帮先生搬个凳子罢了。”谢涛横了他一眼，终于走出了房门。在院子里逛了一圈后，谢涛尝试过几次往院外走，每次都被楚言堵在了院门口，只能讪讪的转身。也不明白这么黑的天色，这小子是怎么每次准确无误的找到自己所在的地方的。3更过后，谢涛与楚言斗智斗勇的也累了，刚准备回去休息，明日一早说什么也要去见段世子。不想一转身，房门口就站着2个黑衣人，吓得他的一下叫出了声。还是楚言上前行礼道：“主子。”谢涛才反应过来，那站在前面的那道黑影便是段世子。回到屋内，谢涛心有余悸的喝了杯茶，才道：“段世子，在下知晓您是为我好，但这世间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或许我的责任便是像方兄那样，为开辟后人的青云之路添加一份力量罢了。”段俊则皱眉：“你也要去敲灯闻鼓？”谢涛一怔，突然觉得这或许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那刑部总不能每次都恰好失火吧？但段俊则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收回了思绪。方彦辰的尸首已经找到了，就埋在了城郊5里外的小山坡上，过几日风声没那么紧后，我带你去看看。谢涛这才注意到段俊则一身的黑衣沾染了不少泥土，他起身朝段俊则恭敬地行了一礼，腰几乎完全弯了下去：“多谢段世子，我替彦辰谢谢段世子大恩。”段俊则一个眼神，楚言立刻上前将他扶了起来时，嘴上还道：“谢先生，您别这样，我家主子不喜这样。”谢涛声音带着些许哭腔道：“是，段世子，彦辰他。”段俊则道：“是被活活烧死的，容貌是已经辨不清了，但身上的伤却做不得假。我让人打听了，这几日刑部牢里只有他一个受了那么多板子。”他的声音很平静淡然，但谢涛的眼泪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活活烧死！彦辰那被打80大板后，又眼睁睁看着大火朝自己蔓延而来，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静静地趴在那里等死。当时他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怕啊？待谢涛心绪稍稍平静了一会后，段俊则道：“谢先生，您熟读圣贤之书，在下有一个问题，还请您帮忙解惑。”谢涛忍住心头的难过，拱手道：“熟读之言不敢当，但若世子有困惑之处，不妨说出来，一同探讨一番。”段俊则这才将今日沈乐灵问他的问题问了出来。若是这天太黑了，要如何才能让它亮起来？虽然沈乐灵说过让他去问问普通百姓什么的，但他觉得或许像谢先生这样的读书人更能给出解释。谢涛听了这个问题，先是一怔，随后疑惑地看了一眼段俊则，心道：这世子爷不会在这时候耍自己玩吧？这天黑又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如何能让它亮起来？但看段俊则一脸认真的样子，谢涛还是斟酌地回道：这天亮天黑如同风雨一般，端是看老天爷的心情罢了，又怎会是在下这样区区一学子能改变的呢？段俊则脸上露出一抹失望，但还是点点头。正当段俊则打算起身告辞时，一直站在一旁的楚言忍不住嘀咕道：这是个什么问题？等明天天不就亮了吗？楚瑜横了他一眼，他才赶紧住了嘴。但段俊则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什么，问道：你刚刚说什么？楚言暗恨自己这张嘴为什么每次都比脑子快，但也只能老实的单膝跪地道：主子，属下多嘴了。段俊则皱眉问：你刚刚说了什么？楚言犹豫了一下，确定他家主子语气里并没有什么责问，才缓缓道：属下刚刚说这天黑了，等明日就亮了呀。段俊则默默重复了一遍：等明日就亮了。那要是明日还不亮呢？楚言一愣，这主子还问上了自己。他挠挠头道：怎么会不亮呢？若实在是不亮，那就等后日呗。总之这天总有一日会亮的，今日不亮便换一天不就好了？换一天就好了，换一天就好了。这天总有一日会亮的。段俊则喃喃道：对呀，若天太黑了，那就换一个天便好了。他便是这个意思吧。段俊则突然起身，朝谢涛说了声告辞，便急忙走了。而一直坐在段俊则对面的谢涛听到他最后的一句喃喃自语，心底也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他站起身，望了望今日连星星都没有几颗的夜空，眼中的情绪翻腾，不知在想些什么。第二日一早，沈乐灵是被外面嘈杂的声音吵醒的。他揉了揉太阳穴，干涩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思雨，
思雨！”吱呀一声，门被人推开了，思雨和雅涵连忙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神情焦灼的尔荣。沈乐林坐起身来，问：“这是怎么呢？”尔荣微微欠身道：“小姐，昨日傍晚，老爷的小厮来报，老爷与同僚一块喝酒去了，夫人便没在意，谁曾却一整夜没有回来。今日一早，夫人刚要派人去找，不想醉仙楼的掌柜的却来了，说是昨日老爷在醉仙楼被京兆府的人给抓走了。”第181章，沈文珍被抓。什么？沈乐林掀开被子，快走2步到尔荣面前，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尔荣摇摇头，道：“今早侯爷那边派人将夫人叫了去，奴婢跟着夫人身后，听了个头，便连忙来叫小姐了。这回那掌柜的还在前厅呢。”沈乐林顾不得许多，急忙让思雨他们帮忙更衣洗漱，头发也是弄了个最简单的发髻，便急匆匆地朝前院赶去了。而此时前厅里宿醉的沈慕渊刚刚赶到，看到一掌柜模样的人正弯着腰站在中间，将是面色凄苦地看着沈文元，而宁国侯沈文元却沉着脸怒骂道：“三弟怎能如此不知轻重，妄议朝中之事？”沈慕渊沉着脸走进来，忍着气给沈文元请了个安，也不等他说起，便走到了姜氏身旁，扶着他的手臂。沈文元的眼睛略微眯了眯，但到底没跟他一个小辈计较。“阿渊！”姜氏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沈慕渊拍拍他的胳膊，安慰道：“母亲莫急，先听听掌柜的怎么说。”姜氏回拍了下他的手，示意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个。随后转头看向沈文元，语气中带着浓浓的恳求：“侯爷，老爷他也只是一时糊涂，您看有没有办法能先将老爷救回来？”沈文元此时心烦意乱，前日的事将三皇子彻底得罪了个干净，昨日自己负荆请罪，在三皇子门口等了2个时辰，硬是连大门都没能进去。沈文珍那个不争气的，却还在外面惹出了这样的事，这事若是让三皇子拿来大做文章，弄不好这宁国侯府成了整个大魏有权势的人的公敌了。沈文元冷哼一声道：“救！三弟妹，你说的倒是容易。”说完还不罢休，他神情冷冷地看了一眼姜氏，怒道：“他自己要往枪口上撞，本侯能有什么办法？”沈文珍这事虽然闹得确实有些不像话，但沈文元对姜氏这个弟妹向来和善。姜氏有想过他会不喜冷脸，但万万没想到他对自己说话居然如此不客气，甚至看他的眼神带着深深的厌恶。姜氏被堵的一口气差点上不来，沈慕渊连忙帮他顺了顺气，一双眼睛直直地看向沈文元，气愤道：“大伯，若是没办法，也不用如此大的火气。我娘毕竟个弱女子，这知道还明白是您心疼弟弟，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趁我爹不在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呢。”沈文元听了他的话，气得用手指着他怒道：“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平日里三弟是怎么教的你？还是国子监的先生教的你如此目无尊长？”沈慕渊面色铁青，看着沈文元的眼神满是不服，道：“是大伯父。”眼见沈文元脸色越来越难看，姜氏急忙打断道：“阿渊，还不赶紧向你大伯父道歉！”侯爷，阿渊年纪小不懂事，今日突然出了这样的事，他一时难以接受，还请侯爷莫要怪罪。沈文元冷哼一声道：“这道歉本侯是受不起了，只是这是本侯怕是也无能为力，三弟妹还是自己想办法吧。”说罢便直接拂袖而去了，对姜氏这个弟媳连叫的2声侯爷充耳不闻。沈乐林就是在此时走了进来，沈文元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而去。沈乐林忙拉着姜氏道：“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沈慕渊气道：“父亲出了事，大伯不仅不帮忙，还冲母亲发火。”姜氏怒道：“阿渊，你怎么在这时候？”沈乐林忙劝道：“母亲大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怎么突然被抓了？”沈乐林刚安抚好姜氏，便和沈慕渊一起听了掌柜的叙述。原本沈文珍在户部衙门里办公的房间里，加他一起一共3人。他那2个同僚能在这户部勤勤恳恳一干20多年，还只混了个7品的官员，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大抵家里没什么底蕴，因此对方彦辰之事都十分低落，特别是在得知刑部昨夜的那场大火后，更是心中难受。沈文珍虽然出身算其中最好的，但听了这事后，比老夫人大寿家中出了那等丑事还让他难过，因此他们一个房间办公的几人一整日都没能做什么事，到了下衙时分，便相约一同去醉仙楼坐，喝点小酒，去除一下心中的郁闷。3人坐在醉仙楼的包厢里，刚开始还好，声音低沉，喝着闷酒，也不知是谁开的头，接着一位同僚便将方彦辰那半阙词“盼风波摇荡，身外功名飘忽，何路通青云，辜负男儿志，弃我如尘埃”念了出来。好一个何路通青云，好一个何路通青云啊！一40多岁的男子扶着自己的胡须，似喜似悲地哭诉道：“老夫少年及第，想当年风头一时无两，不想在这户部一蹉跎便是24年，24年啊！”那男子说完，拿起桌前的酒杯一饮而尽。另一人也哈哈一笑，道：“是啊，江生，当年你17岁及第的时候，我还在落榜了呢，
在一旁羡慕的看着你们坐在高头大马上游街，心中好生羡慕。特别是你，明明看起来还那样小，居然就中进士了。那叫江生的一笑，道：“哈，当日再风光又如何？今日还不是和你这个老东西在一个房间里办公吗？”沈文珍也附和了几句。随后三人又感叹道：“其实我们也算是幸运的，毕竟那时的科举还算清明。你看看如今是个什么德行了？那方彦辰敲的可是登文鼓啊，是登文鼓啊！可结果呢？那些人根本就不管不顾，晚上就放了火。”沈文珍还带着一丝理智，制止道：“赵兄，慎言，慎言，还要慎言。我赵元已经慎言了一辈子了。你……”话还没说完，他们包厢的房门便被推开了，来人正是去年新上任的京兆府尹钱万里。第182章三皇子的举荐。掌柜的道：“昨日也是不巧，正好那钱大人前来，小人引他去包房的路上听了个清楚，这才昨日夜里钱大人发了雷霆，将我们全都带了回去。今日一早才将小人和店里的伙计放了出来，小人便赶紧来府中报信了。”沈乐龄点点头，心知剩下两人家里去的应该是小二了。沈慕渊问道：“那钱大人在门外时，我爹可有说什么？”掌柜的摇摇头道：“小人当时也在门外，沈大人没说什么，还小声的劝了几句呢。那为何今日不将我爹一起放出来呢？”沈慕渊又问。掌柜的支支吾吾，也说不个所以然来。京兆府的衙役们说，这次这三人运气不好，怕是要被那钱大人拿来杀鸡儆猴。但这话他万万不敢直接说出来，只含糊的说道：“怕是钱大人另有打算。”兄妹俩又问了几句，方给了块银锭，让掌柜的先回去了。待外人走后，沈乐龄开始吩咐道：“思雨，我库房里有一本竞真先生的手书，你去把它拿过来。陈嬷嬷，你去库房看看，也拿些贵重的书画出来。”最后转身对江氏和沈慕渊道：“大哥，一会我和你一起去趟京兆府。”沈慕渊皱眉：“妹妹，身为家中长子，这种事大哥一个人去就够了。”沈乐龄摇摇头道：“我就在马车上等你。这钱大人我之前听人说过，对他的喜好多少了解一些，路上再与哥哥细说一番。”沈乐龄之所以对这钱万里有些了解，倒不是因为钱氏这时候魏征还牢牢地坐着京兆府尹的位置呢，而是因为玉亲王整日的念叨。想到玉亲王，沈乐龄心中多了几分底气。若是那姓钱的油盐不进，自己只能去求他了。想到这里，他声音稍微少了些许沉重。江氏依旧有些不放心两个子女，劝道：“要不然还是找你大伯父。”沈乐龄摇摇头，拉住江氏道：“母亲，求人不如求己。”倒不是沈乐龄有多看重自己的能力，只是如今宁国侯府的处境可以说是他一手策划的。现在莫说是去京兆府里捞人，便是去奴隶场上买人，都不一定有人敢卖身于宁国侯府。沈文元之所以发那么大的脾气，主要原因还不是他外强中干，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想朝三房发通火后，顺理成章的将这事给推出去，结果反正都要靠三房自己，何苦还要去受那个窝囊气呢？他转头对也想跟着去的江氏道：“母亲，您在府中守着，有什么消息随时派人告诉我和哥哥一声。”江氏道：“让陈嬷嬷在家就好，我跟你们一起去。”沈乐龄摇摇头道：“母亲，今日阿周便别去上学了，您在家看着他，同时等消息，莫让我和哥哥在外像个无头苍蝇一般。”在沈慕渊也在一旁帮忙搭着枪，在一双儿女左右的劝慰下，江氏最终点了点头。京兆府门口，沈慕渊沮丧地走了出来：“妹妹，那钱大人根本就不肯见我，里面的衙役拿了我的银子，倒是漏了几句底。这次钱大人怕是想要拿爹爹立威。”沈慕渊一上车便将刚刚的情况如实地说了出来。虽然早料到是这么个情况，但亲耳听到时，沈乐龄心还是狠狠抽了一下。沈慕渊又道：“不如我们还是回府去求求大伯父吧，他好歹是爹爹的亲哥哥啊。”沈乐龄摇摇头道：“大哥，你知道这钱大人是谁保举上来的吗？”沈慕渊问：“是谁？”“三皇子。”沈慕渊的眸子一下子暗淡了下来，是三皇子的人，难怪了。沈乐龄问道：“怎么了，大哥？”沈慕渊这才将上午沈文元几乎是莫名其妙的火气说了出来，最后还道：“这事就算是爹爹做的不对，但大伯父实在没有必要当着外人的面对母亲说如此重的话。阿玲，你都不知道，当时我都气得恨不得。”想到自己晚辈的身份，沈慕渊终究没将最后的话说出来。“不好！”沈乐龄突然说道，随后焦急地看着沈慕渊道：“大哥，你赶紧回家一趟，告诉母亲，千万不要去求大伯父和老夫人，不然父亲怕是真的出不来了。”沈慕渊瞪大眼睛不解道：“妹妹，这是为何？”沈乐龄急道：“来不及了，大哥你现在就回去，记住，一定别让母亲去找他们，特别是慈安堂，千万不能去。”见沈乐龄如此着急的神情，沈慕渊也不多问，直接下了马车，抢过一旁护卫的马，就往侯府跑了起来。马车中，沈乐龄闭了闭眼，手攥得紧紧的。要是宁国侯府敢朝江氏下什么黑色，他就是拼死也要让那一家子全被陪葬。不一会，沈乐龄再次睁开了眼，
直接吩咐马夫往东来顺的方向去了。宁国侯府，此时他们的大伯父宁国侯正坐在老夫人床前，老夫人靠在床上，面上全是厉色。老身当初就不同意你将那些不省心的东西调回来，到底不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他能跟你一条心，指不定前日府中出事的时候，他在心中如何偷笑呢？他那生母当初就是个惯会伏低做小的，不然我怎么可能留他们母子那么久？没想到当初看着是个胆小的，如今连这样的事都敢沾染。他要是不想活了，也别带着我们一家人啊！当初他出生的时候，我就该像弄死霍香那个贱人一样，让他们母子也一块去了，也免得今日在三皇子那里又落下了把柄。宁国侯耐着性子听老夫人的叽叽喳喳，心中却清楚，当时他娘亲已经弄死了父亲的一个儿子和最宠爱的妾室，若是沈文珍也没能活下来，怕是父亲真要将事情闹大了，谁也讨不得好。你也是，自家的亲兄弟不信任，偏偏找外人回来添堵，这1年多来也不知被三房看了多少笑话去了。宁国侯心道，若是二弟是个得用的，自己又怎会将三房叫回来？第183章，老夫人的歹毒。没想到三弟在外围官这些年，别的没学会，官腔倒是打得极好，更可恨的是还将这官腔打到了自己身上。幸好张家还算得力，给他在礼部谋了个缺，不然自己现在还是个没有权力的侯爷罢了。但面上却不敢和老夫人争辩，不为别的，就为老夫人前日气晕后，大夫把我再三交代，老夫人不能再受刺激了，不然容易有风邪之兆。但老夫人说话越来越难听，恨不得把姜氏叫到跟前，当面再骂上一遍的样子。等老夫人终于骂累了，宁国侯瞅着空隙才道：“其实三弟这事也不决定是什么坏事。”老夫人眉毛一挑，正要开骂，宁国侯赶紧道：“这事咱们侯府不必出面，若京兆府那边硬要办了三弟，也可以稍微平息下三皇子的怒火。若三弟平安出来了，或许说明三皇子并没有将那件事算到整个侯府头上。”老夫人思索片刻道：“你的意思是用老三这事试探三皇子那边的反应？”宁国侯笑着点点头：“那你孩儿在前厅那样气愤的样子，多少是演给姜氏看的。若不然他求我去救三弟，我实在是不好推脱，还不如一下子将脸皮撕破，让他不好意思再来。”老夫人点点头道：“你所言有理。”但随即道：“但若老三真的有事，怕是他还是会求到你的面前的。”宁国侯嘴角扯出一抹残忍的笑意道：“那到时候便回他一句晚了，我尽力了便可。”老夫人点点头，吩咐一旁的马嬷嬷道：“这几日老身也要好好养病，姜氏若来了，就不必让他进来了。”宁国侯忙道：“母亲，你也得见见三弟妹啊。”知子莫若母，老夫人瞬间明白了宁国侯的意思，眼中带了狠意，道：“我明白了，他若敢来，老身必定让他背上个不尊嫡母、气晕嫡母的名声。”姜氏在自己院中坐立难安，小阿周也感受到这紧张的吩咐，十分乖巧的在一旁写着大字：“夫人，您就放心吧，少爷和小姐都已经去找那钱大人了，想来不一会老爷就能回来了。”陈嬷嬷上前扶住姜氏的手，安慰道。姜氏摇摇头道：“阿木和阿玲到底是2个孩子，这朝堂中的事他们能懂多少？”说到这，姜氏又起身道：“不行，我得去看看，别让俩孩子被欺负了。”陈嬷嬷连忙拉住她道：“夫人，您别着急，就算你现在出门，也要先弄清楚少爷和小姐他们在哪里才行啊。”姜氏步子一顿：“不是说去找那京兆府尹钱大人了吗？”陈嬷嬷道：“那刚出门的时候，这时候指不定已经谈完再回来的路上了。您要是出门正好错过了怎么办？”说完，陈嬷嬷还指了指在小书房的窗户，一个小人影正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写着大字。陈嬷嬷道：“更何况小少爷今日本来就感受到了不安，您要是也不在，小少爷怕是要吓着了。”姜氏顺着陈嬷嬷的手指看去，小阿周一张小脸满是认真，但还是时不时朝自己方向看上一眼。他叹了口气，随即道：“那要不我还是去求求话。”还没说完，便自己否认道：“不行不行，阿玲说的对，求人不如求己，更何况他今日那副面孔摆明了就是不想管我们三房，没得上赶着让人看了笑话。”陈嬷嬷对宁国侯上午对自家夫人发的那顿火也是极为不满的，没听说过哪家大伯冲弟媳妇大喊大叫的。桓侯府呢，简直连他们江南那边的普通人家都不如，都一家子什么人啊？可姜氏心中实在焦急，半个时辰都不到的时间，便时不时朝院门口张望，或者差人去看看一双儿女是不是回来了。正当他实在坐不住，刚起身打算去求宁国侯时，裴先生求见。姜氏心底也明白，老夫人明晃晃的不待见三房，此时老爷出事，老夫人指不定在病中都能笑醒了，但宁国侯却不一样。要是自己真的豁出去这张脸，大不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多求求他，那时不管他是顾及脸面还是其他，都不得不为自己夫君奔走一波，否则这要是传出去，看他日后怎么好意思在京中露面。但裴先生来了，姜氏心中一下找到了点主心骨，忙扶着陈嬷嬷的手便往前院走去。昨日方彦辰的事被裴先生得知后，裴先生心中的苦闷那是比沈文珍和沈慕渊都要多上许多。
大约是同病相怜吧。若不是如今科举如此，或许他早已经在某个小地方做知县，要或者在京中也谋了个缺，甚至有可能已经成了一方大员也说不定。而如今呢，若不是沈家五小姐慧眼，自己还窝在一个小小私塾中做一个教书先生。对于方彦辰，他敬佩，甚至可以说是崇敬。他身上有着自己不曾有的勇气与果敢，但对于他的下场，裴先生心中满是悲凉。因此昨日便找了一个当年的同窗，如今在这京中混日子的好友，在他家中好生抒发了下心中的悲愤。这一喝难免喝多了，便就在好友家睡下了。这也是从前经常发生的事情，因此直到今日沈文珍出事后没看到裴先生，姜氏才得知他昨晚一夜未归。裴先生一回府得知此事，便连忙求见这府中三房唯一的主人了。当然，其实他心中更想见到的是沈乐龄。第184章，先下手为强。裴先生从姜氏口中知道前因后果后，紧皱的眉头就一直没有松开过。侯爷就没有说什么吗？姜氏毕竟是一个内宅妇人，裴先生知道事情原委后，第一反应便是问了下宁国侯的反应。姜氏原本焦急的脸上立刻变得冷然，抿着唇不置一词。陈嬷嬷接话道：“裴先生，你可不知啊。”陈嬷嬷将今日一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全给裴先生说了。裴先生听后眉头皱得更紧了，心道：小姐一直对这侯府的人看不太上，这宁国侯都这般德行，难怪府中老的小的都上不得台面。看着姜氏面色的焦急，裴先生还是安慰道：夫人不用着急，这掌柜的也说了，东家当时并未多说什么。少爷和小姐虽然年纪尚轻，但也都是有数之人，既然已经知晓那钱大人喜爱之物，想来问题应该不大。姜氏听了裴先生有理有据的分析之后，悬着的一颗心稍稍放松了一下。裴先生接着道：在下也去乡熟人家去问问，看有没有最新的消息。若是少爷和小姐回来了，还烦请夫人派人通知在下一声。姜氏连忙点头，朝裴先生再三道谢。可裴先生脚还没踏出前厅，沈慕渊满头大汗的身影就跑了进来。在场的人看到他这样子，心中都不免一惊，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姜世强装作镇定的样子道：阿渊，你爹爹怎么了？沈慕渊原本看到姜氏好好的坐在前厅和裴先生说话，刚安下心来，便听到姜氏的问题。他一怔，茫然的回问道：爹爹怎么了？姜氏也懵了：那你跑什么啊？沈慕渊这才擦了擦额头的汗，将钱大人是三皇子举荐的事，以及沈乐龄焦急的让他赶紧回来劝阻姜氏千万不要去慈安堂的事，都告诉了姜氏和裴先生。那你也不用怕这么急啊。姜氏看着满头大汗的儿子道，他倒是一点都不惊讶女儿会如此说，女儿向来是个有主意的，想来是已经料想到了老夫人和他那大伯父根本就不会帮忙，不想让自己平白去求人罢了。对了，钱大人那边如何呢？沈慕渊坐了下来，沮丧道：我们压根就没见到钱大人，妹妹精心准备的礼物也没有送出去。京兆府的衙役说，要想让爹爹出来，怕是有些难度。其实人家衙役说的是，钱大人怕是不会放沈大人出来的。但沈慕渊怕说出来吓着姜氏，只能如此说。果然姜氏一听，面色就不太好了，但随即还是安慰道：没事没事，有些难度那意思便是，你爹爹还是能出来的，无非就是多用些银钱，多求些人罢了。他拍了拍沈慕渊的背道：放心，接下来的事娘来想办法。一旁的陈嬷嬷时时提醒道：大少爷，这小姐为何没有一起回来？姜氏一直以为沈乐龄是担心自己才让沈慕渊快马加鞭的赶回来，听陈嬷嬷这么一问，一双漂亮的眼眸看向了沈慕渊。沈慕渊有些不确定地道：妹妹应该是怕自己动作太慢，想来一会便会到了。姜氏不禁念道：这孩子性子怎会如此之急啊？站在一旁的裴先生自沈慕渊说钱大人是三皇子举荐之后，面色便有些晦暗不明。夫人，小姐要，怕是这侯爷和老夫人怕是要对您不利。姜氏和沈慕渊双双愕然地看向裴先生。沈慕渊道：先生，这大伯父他四下看了一圈，才降低了声音道：这大伯父虽说早上确实态度过了些，但我父亲毕竟是他的庶弟，怎会？裴先生摸了摸胡子，眯着眼睛道：这钱大人是三皇子举荐的事，宁国侯爷大概早就知晓了，所以今早才故意要激怒你们。沈慕渊双目瞪圆，不一会也想通了其中的关联，道：先生的意思是，大伯父他不打算管爹爹的死活，还不想落人话柄。姜氏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胸前不断的上下起伏着，原来自家相公这是受了大房的无妄之灾，亏他还好意思朝自己摆脸色，大呼小叫。裴先生犹豫的看了他一眼，终是点点头道：若是夫人此时去找他们，怕是他们也会故意激怒夫人，正好找到理由对此事袖手旁观。啪！姜氏猛地一拍桌子，怒道：好一个宁国侯爷，好一个大哥！沈慕渊和陈嬷嬷连忙上前劝慰姜氏，让他先消消火气，听裴先生继续说。裴先生将如今宁国侯与三皇子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个透彻，随后道：此时侯爷怕是也等着看三皇子会不会对老爷下狠手呢。
姜氏再也受不住，起身就要去找宁国侯。沈慕渊拉着他，反被他将手一甩，道：“阿渊，你放心，魏娘不会冲动的。”沈慕渊的眼神显然是一点也不放心。姜氏冷哼一声，道：“常听人说商人低贱，终日只知逐利。来了这宁国侯府之后，我才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逐利。他宁国侯府不是想将所有过错都推到我头上来吗？想得美！你爹要是正因为他们大房做的一些烟杂事而受了连累，娘亲就算是豁出这条命，也要和大房的人同归于尽。”众人一听，这还不算冲动，连忙又是劝又是拉的，让姜氏落回了原本的座位之上。裴先生突然道：“其实夫人所说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沈慕渊长大了嘴巴，自己刚才将母亲劝冷静了些，这裴先生怎么开始拱火了？姜氏也怔住了，自己刚刚说什么呢？裴先生狭长的双眼，声音带着一丝讥讽，道：“与其跟着这侯府一起遭殃，不如抢先与他们撇清干系。”沈慕渊道：“先生的意思是先下手为强？”裴先生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并向姜氏解释：“夫人，咱们先等小姐回来，若老爷真的暂时回不来，那再实行这下之策。”东来顺的包厢之中，沈乐林正蹙眉思考着什么，后在他身旁的极少跟他一起出门的思雨。今日一早，谭云就不见人影，只是那时大家都在担心沈文珍的事，便没多的心思在意。反正谭云经常早起自己找个地方练武。玉亲王一手拿着纸扇，一手打着哈欠，推开包厢的门，不满道：“姜大河，到底什么事非要一大早？”话没说完，看到端坐在包厢里的娇俏女子，玉亲王呆住了。第185章，本王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不好意思，小姐，走错了。玉亲王踏进来的一只脚又退了出去。门外又传来玉亲王和小英子的对话：“你怎么带路的？”玉亲王的声音响起，还伴随着敲击扇子、敲击头部的声音。“哎呦，主子，那陈掌柜说的就是这兰阁啊！”玉亲王或是也想起来了陈掌柜的话，定眼确定了一番，刚要开口，门又从里面开了。坐在里面的少女发出了清澈的少年声音：“王爷这就不认识大河了吗？”那声音正是平日姜大河的。玉亲王一张娃娃脸上写满了腥气，原本还因没睡好而微微眯着的双眼彻底瞪圆了。他上前2步，指着刚刚起身的沈乐林道：“你是姜大河？”沈乐林朝玉亲王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7品户部主事沈文珍之女沈乐林参见玉亲王。玉亲王才不在意主事那么点芝麻官，继续指着沈乐林道：“你怎么是个女子？”沈乐林依旧维持着半蹲的姿势道：“回王爷的话，只因女子身份在外多有不便，小女子也是无奈之举。”玉亲王后知后觉地道：“那个你先起来吧。”他从容地坐下后，还是好奇地盯着沈乐林，很是看了几眼。只见眼前的女子肌肤细腻白净，小脸上一双修长的眉毛，还有如星光一样灿烂的双眸，依稀只见还是能看到些姜大河的影子的，只善姜大河更显得黑些瘦弱一些，脸上姜大河标准的黑痣也消失不见。直到从沈乐林脸上看到姜大河的影子后，玉亲王才呵呵笑了2声道：“还真是你啊！本王实在是没想到，小寿柴居然是个女的。本王说怎么这……”嗨嗨！小英子连忙干咳2声。玉亲王也反应过来，自己怎么能在小女子面前说自己私下给她取的外号呢？这个大河沈姑娘，这样看着还真是颇有些不习惯。玉亲王勉强找补道：“这外号还是那日玉亲王见长宁郡主给姜大河送香囊后，偷偷给姜大河取得。他这些日子也在长宁面前没少低估姜大河的坏话。”想到这里，玉亲王眼睛一亮，难道长宁早就知道她是女子？沈乐林没空理会玉亲王心中的弯弯绕绕，听到他私下给自己取的那不伦不类的名字，也紧紧的嘴角一扯，没有多做计较。王爷，今日小女子相邀是有件事，想请王爷帮忙。事成之后，在下手中，这东来顺的6成利也全都归王爷所有。玉亲王一怔，当初他还靠沈乐林的3000两银子入股的这东来顺，占了4成利。虽然他知晓这京中有权势的人家，一般都是背后的势力占6成，那些商户占4成的。但是想到自己出的那3000两都是还给姜大河的，况且他也不想太过占人便宜，这才要求自己只占4成。而如今到底是何事，让姜大河部沈月玲愿意将手中的东来顺权让出来？要知道，如今这东来顺可谓是会下金蛋的鸡，到底是出了何事，让他愿意将东来顺全数交出？玉亲王眉毛一挑，身上的气势变起来了，扬声道：“何事？”沈乐林这才见沈文珍其实也没说什么。那钱大人也不过听到他劝慰了几句，便不由分说将人全带走了。还有今日他的避而不见，以及衙役所言一一道来。玉亲王早知晓那钱大人是三皇子的人，也知道宁国侯府的大小姐早就被定给了三皇子的事。前些日子那小子对长宁献殷勤的时候，玉亲王没少调查他那些花肠子，于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沈乐林没料到一向八卦的玉亲王
还没听说过这事，一时也不知如何开口。还是小英子趴在玉亲王耳朵旁小声嘀咕了一会，眼见玉亲王眼睛越睁越大，那眼中的惊奇兴奋根本就藏都藏不住，嘴巴也慢慢张得大大的。玉亲王听完后还用眼神朝小英子确认了一番，在小英子肯定的眼神之中咽了咽口水，心道这宁国侯是造了什么孽，居然养出了这么个闺女。不过他转念又一想，当初自己在长公主的生辰宴上就觉得那姑娘不是什么善茬，还真是有远见啊。在吸收完如此惊天大瓜后，玉亲王终于收回了思绪，对沈乐灵道：这事若真如你所说，你父亲不过是代人受过，那本王就帮你这一次。随后又道：但这东来顺的6成盈利就不必了，毕竟本王可不耐烦管这老屎子铺子。他边说边将手中的扇子哗的一声打了开来，摇了摇，还颇有些翩翩公子的架势。沈乐灵连忙再次恭敬的行了一礼，诚心诚意的道了谢，随即还是要将东来顺让出来。这样来往2、3次后，玉亲王不耐烦了，眉头一拧便道：本王说不用就是不用，怎么你变成女子后性子也变得如此婆妈了？沈乐灵一怔，心道：我既是女子，性子婆妈不应该吗？但终是不敢跟玉亲王唱反调，随后思索片刻后还是道：既然王爷如此坚持，但小女子也不能没有任何表示，不如咱们各退一步，我这边让出3成盈利，不知王爷觉得如何？玉亲王大概是懒得与沈乐灵打嘴仗，不耐道：行行，就按你说的办。最好还小声嘀咕道：女人真是麻烦。大概若此时沈乐灵以男子之身站在他面前，便要被他好生教育一番了。这大魏皇族之中，玉亲王确实算得上是格格不入，欺男霸女的事从来不做，反而闲着没事就去帮百姓们和京兆府打官司。据他前段日子的自曝，这钱大人每次天见到他都恨不得以头抢地。玉亲王是个说风就是雨的性子，没说2句便起身让沈乐灵在这等着他的好消息。毕竟沈乐灵身为一个女子，跟着自己一个纨绔王爷进京兆府，对他的名声终归不太好。刚一出门，玉亲王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小英子，这么精彩的事你怎么都没有跟本王说呢？这事不会全京城本王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接下来便是小英子讨好叫饶的声音：主子，奴才不是看您这2日心情不好，不敢打扰您吗？更何况这事啊，奴才也是刚刚听说的，想来其他人这几日关注的也不是这件事。小英子若有所指的说完，立刻又低下了头，一副小人知错的样子。玉亲王面上的兴奋劲也顿了一下，随即叹息一声后立马道：下次有这么精彩的事，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本王。那宁国侯府的大小姐还真是个人才啊。第186章不放人。玉亲王的声音越来越远，思雨的面带难色，等声音彻底消失后，才小心翼翼地问道：小姐，这是拜托玉亲王真的管用吗？沈乐灵坐下，这才有心思举起茶杯抿了一口，道：放心，有时候那些不叫道理的人，还真就得玉亲王这样的去治一治。主仆2人等消息的间隙，还不忘让人将消息传了回去。于是1个时辰后，玉亲王没有回来，沈慕渊和裴先生却和送消息的人一起来了。问清楚前因后果后，沈慕渊才道：你消息传回来的还算及时，若是再晚一点，母亲怕是要去找大伯父了。沈乐灵急道：大哥，你没跟母亲说吗？都怪我没有跟你说清楚。沈慕渊拍拍他的肩头道：妹妹你先别急，裴先生已经跟我们分析了大伯父的打算，母亲也不会冲动的。沈乐灵听完府中的事后，忙向裴先生行了个弟子礼，道：家中之事多谢先生费心了。裴先生微微侧身，捕捉到这一点的沈慕渊，眼神在2人之间流转了一遍，压下了心中的疑问。此事都怪在下昨日不在，若是昨日能劝导东家几句，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沈乐灵知晓裴先生是在跟自己告罪，他遥遥劝慰道：这不是先生的错，出了那样的事，是个读书人都会免不了心焦，先生也莫要自责。裴先生也不是个矫情的，说了2句感谢的话。裴先生又道：不过幸好还是小姐想到了办法，不然与侯府决裂终究是下下之策。沈乐灵点头，虽然他也很想趁此机会彻底摆脱宁国侯府，但不得不说，有这么一个侯府的招牌在南方那些小城里还是很管用的。再则，若真与侯府决裂后，3皇子依旧不肯放过父亲，反而白白为这京中贵族增添了点茶余饭后的笑料，还是要多谢裴先生费心了。裴先生摇摇头，半晌还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玉亲王这次怕是要无功而返啊。裴先生说这话时，眼神还试探性的看向面色淡然的沈乐灵。沈慕渊疑惑道：先生为何要这么说？那玉亲王是圣上同胞兄弟，父亲又没犯什么大错，京兆府尹应当不会与父亲为难吧？裴先生不语，而是将目光看向了沈乐灵。沈乐灵的手轻磨杯沿，声音有些飘渺：那钱大人刚刚当上京兆府尹不久，那位置支持2皇子的魏征做了那么久，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坐稳的。
大哥，你还记得今早我们去时，一个衙役都敢直接跟你说，钱大人是要拿爹爹杀鸡儆猴的。既然这话都说出来了，只要他钱万里，还想日后在京兆府说话有声响，玉亲王这样无权的王爷，他定然是能敷衍便敷衍。沈慕渊急道：那怎么办？沈乐灵神色丝毫微动，声音却带了些冷然：大哥放心，他钱万里既然想要个台阶，我们便给他这个台阶便是。三人又坐在包厢里等了一会，临近午时，玉亲王带着小英子气呼呼地走了过来，依旧是人还没到，那大嗓门就嚷嚷起来了：大和，你都不知道，那钱万里简直就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话没说完，看见包厢里多了2个男子，他扇子一展，朝自己扇了扇，慢悠悠地道：这2位是。众人早已起身，沈月玲一一介绍完后，裴先生2人给玉亲王见完礼后，玉亲王十分亲和道：起来吧。说完还看向沈慕渊道：既然是那个沈姑娘的，大哥那边也算是本王的兄弟了，坐吧坐吧。沈慕渊听了这话，长大了嘴巴，不可置信地看了2人一眼，心道：难怪这玉亲王如此帮忙，难道是对妹妹有企图？于是他长腿一伸，便抢先一步坐到了玉亲王左手，裴先生同时坐到了玉亲王的右边。2人目光相交一瞬，立刻又分开。沈乐灵没察觉到这些，只以为大哥和裴先生想多了解一下京兆府里的情况，转了小半圈，坐在了下手的位置，还对思雨使了个眼色。思雨点点头，出门让小2准备上菜。王爷，不知那钱大人是如何说的？沈慕渊开口道。玉亲王提起这事，火气便又上来了。那钱万里原本还对本王点头哈腰的，一听本王是为这事来的，立马跟本王打起了官腔，说什么这几日京中谣言沸沸扬扬，我皇兄又处在闭关之中，丞相大人以及2位皇子共同下达的这个命令，他也不敢轻易放人。本王当时就怒了，说这沈文贞也就是你们的爹啊，明明什么都没说，谁知道那钱万里居然将醉仙楼的掌柜的给叫了过来。那掌柜的说是你爹当时也说了些不敬的话，怎会如此？这掌柜的今早在府上明明沈慕渊气节，反而是玉亲王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本王知晓。本王一看那掌柜的就是被胁迫的，瞎话都还没编好呢，被英明神武的本王虎着脸问了几句便露馅了。那为何钱大人还？可那钱万里不知为何就是不愿放你父亲出来，还到这掌柜的前后说话不一，还需要好好调查一番。玉亲王气道：等皇兄出来，本王定然要去他面前狠狠地告上一状，让那姓钱的吃不了兜着走。居然敢如此不给他面子！小英子在一旁搭腔道：是啊，我家主子软的硬的都说了，那钱大人也不知为何就是一直不肯松口。裴先生心道：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家主子不过是个纨绔。沈慕渊则皱眉，若是连玉亲王出面都不行，那他们家还能找到谁呢？难不成真要与宁国侯撕破脸？玉亲王大概也觉得自己堂堂一个王爷，被一个4品小官下了面子，有些挂不住，接着道：本王来这也就是跟沈小姐说一声，一会本王就去找我那3侄子，本王倒是要好生跟他说道，这钱万里到底是谁给了他底气。沈乐灵听了他这话，心中还是有些感动的，但他却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让玉亲王和3皇子提前结下仇怨，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行。于是沉默了半晌的沈乐灵终于开了口：王爷，这事还是先不要去找3皇子吧，这几日想来他心中也很是烦闷，我爹爹这事他也未必知情，若是您去了，让他想到些不好的事情，反而不美。在场所有的人都明白那不好的记忆所为何事。第187章3全其美。玉亲王眉毛一挑道：那本就是事实，本王如何说不得了？沈乐灵顺着毛捋道：王爷自然说的，只是万一惹了3皇子不快，在暗地里朝我爹爹下黑手，小女子一家可怎么活？沈乐灵说到最后稍稍带了些哭腔，大概是见过长宁郡主对付玉亲王的场景，他还顺便用帕子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玉亲王道：行了，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该怎么办？沈乐灵声音依旧带了些悲伤，但语气却平稳了许多。其实这事说难也不难。见3人都看向自己，沈乐灵这才缓缓道：王爷有所不知，那钱大人早就向京兆府下面的人发了话，这次要拿父亲立威，若王爷一去便将人放了出来，这他的脸面确实不好看，所以才……沈乐灵话还没说完，玉亲王就开始拍桌子了：好个钱万里，本王说为什么总跟本王打官腔呢？原来就因为这个，他要面子，难道本王就不要面子的吗？他一个4品。小英子适时轻咳一声，玉亲王才后知后觉，人家爹爹还在牢里，自己说些面子不面子是似乎不太好。本王的意思是，这钱万里实在是太过分了。沈乐灵轻叹一声道：不过这事也许还能让我们家因祸得福。玉亲王一下来了兴趣：因祸得福？裴先生听沈乐灵如此说，眉头突然就舒展开来，
他狭长的眼睛看了眼沈乐灵，小姐果真聪明，三全其美。沈乐灵也不卖关子，颇有些不好意思道：“前日小女子家中李老夫人寿宴的事，想来王爷也知道了。”玉亲王尴尬地点点头，道：“知道。那或许王爷不知，小女子的爹爹是庶出，一直不得老夫人喜爱。弱冠之年，便独自在外为官。这些年好不容易做到了五品同知，却不老夫人和侯爷弄回来，做了个七品主事。”玉亲王深吸一口气，这老夫人和宁国侯莫不是和江大河他爹有仇不成？这已经是1年多前的事了。我母亲和我们兄妹3人虽然从未到过北方，但终究还是习惯了。可不想大姐姐她居然做出了那种事。那一日，爹爹和母亲便在家中商量着，要调去南方的一个小县，做个小小的7品知县，也好过在这京中被人指指点点。没想到这知县的位置还没指谋到手，第2日爹爹便被抓走了。沈慕渊在沈乐灵一提及知县之职时，便猜到了妹妹的意思，见妹妹已经快要痛苦出声了，连忙跟上道：“是啊，原本搞不好我们一家过2日就能再去锦仓县，可如今……唉。”玉亲王疑惑地看向小英子道：“锦仓县在哪？”小英子也摇摇头。沈慕渊回道：“回王爷的话，锦仓县在闽州，是闽州的一个下县。”玉亲王咂舌，这闽州已经够穷了，他们一家还要去闽州的下县，可见他们离开的决心有多大了。裴先生接着道：“钱大人其实不是不想卖王爷这个面子，无奈是之前的话已经放了出去，这下收回，怕日后难以在京兆府立足。毕竟那里以前魏大人留下的亲信也不会少。若是咱们给钱大人这个台阶，告诉钱大人，不是将东家放出来就完了，而是要将东家贬谪，想来钱大人定然不会再说什么。而且这样对三皇子那边多少也是个交代。东家一家人还能顺理成章的去锦仓，离开侯府，三全其美，不知王爷觉得如何？”玉亲王还沉浸在裴先生头头是道的分析之中，突然被裴先生点了名。他下意识的抬头，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道：“先生说的极是。”让3人都是一怔，这玉亲王为何对裴先生如此客气？玉亲王脑子转动了一会，原来让沈家人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这么好啊！刚准备开口答应，吃过饭他再去京兆府跑一趟，猛然看见沈乐灵，突然道：“那你也要走？”沈慕渊和裴先生松下的眉心又紧皱起来。沈乐灵听懂了玉亲王的话，笑道：“这东来顺已经上了正途，小女子在不在京中关联并不太大，相反，小女子若是能在南方找到些特殊食物或者新鲜的方子，说不定反而能让这店里的生意更好一些。”玉亲王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颇有些郁闷地道：“那好吧，但你一定要记得京中还有这么个铺子啊。”沈乐灵笑着保证。思雨见众人聊得差不多了，这才让候在门口的小二赶紧将饭菜端了进来。众人简单的吃了几口，玉亲王这次便带着3人一块走了。带裴先生的原因是玉亲王觉得他脑子好使，带沈慕渊的原因是他要亲自将爹爹接回家。沈乐灵则像早上一般守在一旁的马车之中。等在外面的时候，沈乐灵还问了之前回家报信的护卫谭云回了没有。那护卫老实的摇头道：“雅涵姑娘还问我谭云是不是在外面遇见小姐了，怎么一直没回去？”沈乐灵皱眉：“谭云到底跑哪去了？”第188章谭云救人。昨夜谭云一夜没怎么睡，小姐都说不要他了，他如何能睡得着？谭云昨日想了半晌，终于想明白了，一定是那段世子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身手矫健，万里挑一，看出自己是做女将军的苗子，然后就不管不顾的跟小姐开的口。小姐大概也是为了自己好才答应的。这段世子怎么能问都不问自己一句呢？既然小姐这边说不通，那他要去找段世子，告诉他自己不想做大将军，就想跟在小姐身边，让他死了这条心。所以今日天还没亮，他便起身打算去定北侯府找段世子。可他到定北侯府时，门口的小厮却告诉他，世子一大早便出去了。谭云很郁闷，在定北侯府等了很久，眼见都快50了，只能下次再来。本就没有吃早膳，要是再错过雅涵做的午膳，今日一整天他都会没精神的。他走之前还特意跟定北侯府的管家说了，他回去吃完午膳再来，弄得管家哭笑不得。他们定北侯府管客人的一顿饭还是管得起的呀。谭云飞快地走在街道之上，今日街上的人稍微比昨日要多一些，或许是正要到饭点的缘故，街上还多了不少的吆喝之声。两边酒楼饭馆传来的香气，让谭云的肚子已经开始叽里咕噜地叫喊了，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正在这时，大街上右侧一辆2匹马拖拉的马车飞快地奔驰而出，那驾马之人一边高喊着让开，都给我让开，一边挥动着手中的马鞭。行人纷纷快速闪躲，同时还发出一声声惊呼。街边摆小摊的摊主动作尤为迅速，谭云本可以轻易躲避开来，可就在这时，一声小孩子的哭喊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循声望去，
只见一个3、4岁的小女孩梳着2个小羊角辫，正站在街道中间，害怕的放声大哭起来。那马车疾驰而来，眼看就要撞到那孩子了。谭云来不及多想，上前2步，将全身里力气集中于腿部，对着即将要从自己身边掠过的马匹就是一脚。靠左边的马匹一下子压在还在急速奔跑的右边的马匹身上，由于惯性，马车狠狠地向前撞了一下。要不是那驾马车的人有几分手艺在身上，怕是马车早就翻倒在地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马车和那一身男装小厮模样的小少年身上。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妇人将已经呆呆的小女孩偷偷抱走了。马车里的人发出2声哎呦之后，一个衣衫不整、脸上带着不少脂粉的公子怒气冲冲地掀开车帘，骂道：“丁满，你在干什么？不要命了！”他身后还有一个妖娆的女子，此时也撅着小嘴，声音婉转娇媚至极，差点吓死奴家了。那刚刚还无比嚣张的丁满此时却乖巧的不得了，立即跪在地上：“少爷，小人冤枉啊！这马驾的好好的，都是那小子一脚踢到少爷您从西域花大价钱买来的踏雪身上，您看踏雪都被踢成什么样了？”那少爷定睛一看，果然如此，转头恶狠狠地盯着谭云道：“你这小子知不知道这是谁家的马车？你是哪一家的？”沈乐林曾在进京前就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京中卧虎藏龙，那些士族更是蛮不讲理，他们人微言轻，平日里尽量离他们能远一些是一些。谭云也一直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一点做得极好。只是今日他若再晚一步出手，那小女孩被马车碾过去，怕是要尸骨无存了。他也没来得及想那么多，他没有回答，而是道：“你当街纵马，这是不对的。”丁墨雨听了他的话，直接笑出了声：“哈哈，你这小子还真是有趣。我丁墨雨何时当街纵马了？更何况就算我当街纵了，你又能拿我如何啊？”谭云皱了皱眉，认识到自己确实不能拿他如何，于是木然的点点头，转身就要离开，不想与他过多分辨。可丁墨雨一见他要走，冷哼一声道：“慢着，拦了本少爷的驾，踢了本少爷的马，若是今日让你随随便便离开了，日后本少爷的连忙往哪里搁？”谭云脚下一顿，随即跑得更快了。小姐说过打不赢就赶紧跑，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丁墨雨见这小子如此不给自己面子，怒道：“丁满，把他给本少爷带回来，留一口气就行。”最后一句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那丁满应了一声，便朝谭云追了过去。丞相丁家给府中少爷准备的护卫，全都是从小就开始练武的。这丁墨雨是丞相大儿子最喜爱的儿子，因此给他挑的丁满更是近10多年来丁家培养的高手之一，武功自是极好。谭云虽然悟性不错，但年纪到底还小，内力不及丁满深厚，几个回合下来渐渐落了下风。那丁羽的招式却越来越凌厉起来，最终一掌拍到谭云的胸口，谭云一下子飞出去老远，最终摔到地上，吐出一口鲜血。丁满还不罢手，上前欲卸掉他的2条胳膊，却不想谭云突然爆发出极大的力气，冲上来在他胸前狠狠地给了他一拳。丁满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正着，后退几步后，反手将谭云的2只手腕一握，向外一翻，牢牢扣住他的手臂，随后一脚接一脚的重重地踢在他的腹部，直到谭云再次口吐鲜血，彻底失去反抗的力气之后，才将快晕死过去的谭云拖到丁墨雨面前。此时的丁墨雨已经坐在马车沿上，怀中还搂着一个半露素肩的艳美女子，看到像条死狗一般的谭云，他白皙的脸上闪过一抹得意，狠狠地在身边女子的翘臀上捏了一把，他眼中露出一抹兴奋而又残忍的光芒，轻描淡写道：“将他拉回去喂狗吧。”说完又对着四周的百姓道：“都给本少爷看清楚了，日后要是谁再不长眼冲撞到本少爷，就和他的下场一样。”话刚落音，一匹马便从人群之中缓缓冒出头来。第189章一颗牙。刚刚还大放厥词的丁墨雨见到面前这风尘仆仆的少年，不由得咽了咽口水。怎么遇到段俊泽这个阎王了？要说丁墨雨这种精中毒瘤，最害怕的不是那个自诩纨绔但每次都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的玉亲王，而是这个永远向他们欠了他许多银子的段阎王。他们在外面欺行霸市，被玉亲王带到了，最多被关上1、2日。被这个活阎王带到，那可是要被下黑手的。他这1年已经被段俊泽揍了2次了。他们不是没想过报仇，可自己动手打吧，打不过，找家里人吧。人段俊泽有个在北方魏国驻守边疆的好爹，最关键是他爹只有他一个儿子，所以家中长辈往往知道后也只会再将自己教训一顿。段俊泽骑着马从人群中缓缓走出，身后马匹上还坐着一个楚瑜。段俊泽也不说话，只是皱着眉，用一双漆黑的眸子紧紧地看着丁墨雨。可就是这样不说话才吓人啊！丁墨雨的身子微微僵硬，手也从身边女子身上慢慢拿了下来。他轻咳一声，声音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讨好：“段世子，
这要巧呀。段俊则神色不变，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便不再多言，仿佛和他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一般。丁墨雨倒是习惯了他的冷然，干咳一声后，十分自然地道：“那段柿子先行。”段俊则的目光这下落在了被丁满拎着，一直低着头看不清长相的谭云身上。丁墨雨有些不乐意了，自己刚刚当着这群百姓说了，要将这人拉去喂狗的，若这么快就说话不算话，那日后这京城自己还如何立足？不是平白招人笑话吗？于是他大着胆子道：“段柿子，这人当街将我从西域花大价钱买来的马给踢伤了，我不过就是要给他一顿教训罢了。段柿子这副模样，怕是还有事吧？那我就不打扰段柿子了。”段俊则终于开了口，声音清冷不带任何情绪地道：“已经教训过了吧？”丁墨雨一怔，这人还真是又臭又硬。段公子，这次毕竟是他先惹得我丁家，这事也是我丁家内部之事。丁墨雨这话的意思便是，这次不是我先惹事的，我占理。再则他将丁家抬了出来，并把事情含糊到丁家内部，便是要让段俊则以为这人是丁家的下人。果然，段俊则听后眉头再次蹙起，思量片刻，开口道：“虽说。”话还没说完，丁满手中之人突然又吐了口鲜血，那垂下的头颅抬了起来，一直看向他的段俊则正好看清了他的脸。段俊则踩着马凳的脚突然一个用力，整个人便朝丁满飞了过来，接着对着丁满的抓住谭云的手重重一踢，迫使他松手后，将谭云往怀中一个借力往身后一抛。后方的楚瑜正好从马上跃起，稳稳地接住了谭云。段世子，你怎么连丁家内部之事你也要管吗？丁墨语气急，这段阎王如今当真都敢欺负到他丁家的头上了。段俊则并未理他，伸手便又朝丁满打去。丁满跟着丁墨语多年，对于段俊则的身份自然是知晓的，因此只敢躲避，不敢攻击。但偏偏段俊则武功高强，招式凌厉，才几个回合下来，丁满身上就挨了不少拳脚。眼见段俊则最后一脚即将要踢到丁满的心口，丁墨语大叫道：“段俊则，你敢！”段俊则的脚顿都没顿一下，将丁满狠狠地踢在丁墨语脚下的轮子上，使得马车轮都往后转了半圈。丁少爷那妖娆女子软弱无骨地倒在丁墨语身上，却被心烦的丁墨语用力地推了开来，指着站在他面前的段俊则大怒道：“段俊则，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他话还没说完，便见段俊则越走越近，丁墨语心中害怕的紧，慢慢往后缩了缩，生怕这个阎王又要揍自己。段俊则没理会他，大步上前，一脚狠狠地踩在丁满的脖子上，看着离自己只有2尺距离的都没有，面色也沉了下来，道：“丁家内部之事，什么时候我定北侯府的人也成了丁家的人？怎么丁家如今是想将定北侯府纳入其中吗？”平日里听不太出起伏的声音，就已经足够让人心惊了。此刻他那毫不掩饰的怒意，更是让丁墨语吓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什么？这人是定北侯府的人？那今日自己不是捅了马蜂窝吗？他外强中干道：“你说他是定北侯府的，他就是啊。”段俊则也不与他过多废话，抓着他的衣领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那丁墨语满是脂粉的脸上瞬间便红肿起来。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段俊则，以前自己虽然也被打过，但他基本是称自己一个人，而且从来不会朝脸上打呀。但已经挨了打，身边的丁满也受了伤，丁墨语10分食物地没有再张嘴。边上看热闹的百姓有那忍不住拍手叫好的，但随即立刻静了声，捂着脸悄悄从人群中退了出去，生怕被人记住，给自己惹来麻烦。段俊则将丁墨语打懵后，拎起地上的丁满就上了马。丁满被横放在马身前，段俊则上去后还眯着眼看了下眼睛里流露着恐惧的丁墨语，策马而去。身前坐在谭云的楚瑜则到丁墨语马车前道：“改日再去丁府找丁丞相问问，定北侯府何事得罪了丁家，让丁二公子居然当街折辱我定北侯府之人。”说完马鞭一扬，便去追段俊则了。捂着脸的丁墨语这才相信刚刚那小子真的是定北侯府的人，他睁大了眼睛，完了，这次祖父定不会轻易饶了自己。他身旁的女子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句：“公子我们。”却被啄恼的丁墨语狠狠地一巴掌甩在了脸上：“闭嘴！”那女子捂着脸，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可丁墨语这才觉得口里有了异物，他往地上一吐，他满嘴的血中还包裹着一颗牙。丁墨语气急，但到底不敢去惹段俊则，他阴沉着脸深呼吸了几下，突然道：“不行，我得赶紧找我姨娘，让她去求父亲。”说完跳下车，捡起了地上的牙齿，眼见无人驾马车，他便一把将身旁的女子推了下去，自己开始驾车。可大抵是没什么经验，那2匹西域宝马几乎是纹丝不动。他一着急，直接跳下车往丁府方向跑去了。第190章，孺子可教。哎，这是何人？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
大夫从看完谭云后一出来便是这么一句。楚瑜上前问道：“江大夫，那姑娘如何呢？”“哎，外伤还好说，静养哥哥把月变好了，就是这内伤有些难办，怕是没有个1年半载难以痊愈。便是日后痊愈了，身子也会时不时伤痛。这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能朝一个小姑娘下这么重得手？”江大夫50多岁的年纪，年轻的时候做过军医，救过2次定北侯的命。后来段俊泽回京城的时候，由于不放心儿子，便让江大夫一同回来了。因此江大夫在定北侯府地位很高。楚瑜哄了几句后，江大夫便亲自去熬药去了。不一会，里面又出来了个婆子。楚瑜连忙舔着脸上前：“娘，那姑娘如何呢？”这婆子姓邹，是楚瑜的亲娘，以前是跟在定北侯夫人的贴身丫鬟，如今就在府中做个管事嬷嬷。邹嬷嬷气呼呼地道：“哎，2条胳膊已经固定好了，身上该上药的地方也已经上了。你和主子是在哪里找到这个小姑娘的？怎么被人打成了这样？”说完，眼圈又红了红。哎，那孩子也是个要强的，江大夫给他正胳膊的时候，愣是一句都没哼。楚瑜了解完情况，又耐着性子请自家娘亲好生照看一下，便急急的朝主子汇报去了。段俊泽昨日想明白了沈乐林的暗示之后，在屋顶坐了一整夜。其实他也想过再次去宁国侯府一趟，想当面找他问个清楚，但想到如今宁国侯府的名声，若是因为自己再传出什么流言，终究对他是不好的。天蒙蒙亮时，他心中终于下定了决心，朝一直在院中陪着自己的楚瑜道：“陪我去看看母亲吧。”于是二人一早便出了城，在定北侯夫人的坟前，段俊则跪了良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最终他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般，重重的朝地上磕了3个响头。一旁的楚瑜惊呆了，主子往日里也只有会在夫人的生辰和忌日行此大礼，今日到底发生了何事？二人祭拜完，便又匆匆回府，不料却在回来的途中遇到了这事。楚瑜过来时，段俊则正在院子里练武，他一手长枪耍得酣畅淋漓，陪练的2个护卫被打得节节败退。见楚瑜进来，段俊则才收起凌厉的招式，2护卫拿着武器一抱拳，转身便走了。只是那飞快的脚步，还是出卖了他们想快速逃离这里的心。听了谭云的情况后，段俊则想了想，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人去给东来顺的掌柜的送去。他知道那陈掌柜和沈乐林之间有特殊的联系方式，想来那封信很快便能到沈乐林的手中。至于谭云，一来他已经对外宣布他是定北侯府的人，二来江大夫也说了他要静养，暂时还是先留在侯府为好。至于那丁满，还是留着沈乐林亲自来处置了吧。钱万里听说那玉亲王又来了，头便忍不住隐隐作痛了。他这都快50岁的人了，好不容易抱紧3皇子的大腿，做到了这京兆府尹的位置，原本想着借着这次机会好好在京兆府立威，没想到大话刚刚放了出去，这玉亲王便找上了门。要是早知道这沈文贞与玉亲王有救，打死他，他也不会昨日说那样的话。好了，如今骑虎难下了。听见下人来报，玉亲王不仅又来了，身边还多了2个人，脸上的笑容还不少。钱万里更郁闷了，一个撒泼打滚的玉亲王还不够，这是还带了帮手来了。钱万里不是没想过借故不见这玉亲王，关键是这王爷实在是太闲了。之前自己有次对他避而不见，他能坐在京兆府从早等到晚，第2日还要去圣上和丞相那里上眼药，说京兆府如今是不是太过清闲了，京兆府尹居然能过1日都不回衙门。这往后钱万里可不敢再避而不见了。他苦着一张脸，见到刚刚还怒气冲冲而去，此刻笑意盈盈的朝自己走来，道：“钱大人，本王这次过来可不是为难你，而是就沈文贞的事，给你带了个3全其美的好法子来的。”钱万里疑惑道：“不知王爷所说的是什么法子？”玉亲王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朝一旁的裴先生道：“先生，要不你给钱大人讲讲。”声音与对钱万里那种调侃不同，而是带了一丝丝恭敬。毕竟他最为崇拜的就是那些聪明但从不知乎者也挂在嘴边的人了。裴先生恭敬地朝钱万里行了一书生之礼，才缓缓开口，将沈乐林的提议说了出来。钱万里听完，原本紧皱的没有渐渐松了开来，但还是不确定地问道：“王爷真愿意让沈文贞一家贬去闽州？”玉亲王刚想说他们家自己愿意去的，关我什么事？一旁的沈慕渊便道：“此事晚辈的父亲却有不对之处，被贬去闽州还能得意一家团圆，已经是托了王爷和钱大人的福了。晚辈一家不敢有别的奢求，只求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在一起，还望钱大人成全。”沈慕渊态度极好，说到最后腰也几乎都弯了下去，让钱万里看得很是舒心。他连忙将沈慕渊扶起来，看着他一副孺子可教的模样，笑道：“不错不错，不想那沈主事居然还有这样知进退的孩子。”没人注意到沈慕渊垂下的眼眸深处却藏着一丝淡淡的讥讽，却不知是对面前的钱万里，还是对着大卫。第191章，大哥，不是你救的我吗？
接下来的事情便十分顺利了。沈木渊给足了钱万里面前，将姿态做得极低。玉亲王也笑呵呵地打着圆场。裴先生的分析也直指钱万里心中的那点小九九。不到2炷香的时间，钱万里便收下沈木渊再次诚心诚意送来的礼品后，并成功将沈文珍从牢里捞了出来。沈乐林这边刚吩咐完人去外面找谭云，没多久，沈木渊和裴先生便一左一右扶着沈文珍走了出来。沈乐林连忙迎了上去，看着面色苍白的沈文珍，心疼地喊了一声：“爹爹。”沈文珍安慰地拍了拍他的手，转头对一旁咧着嘴的玉亲王拱手道谢。玉亲王也不矫情，随意挥了挥手，似模似样地道了一句：“客气客气。”颇有些江湖侠客的味道。沈乐林也道：“今日之事，多谢王爷鼎力相助，改日小女子一家人定到府中，好好向王爷道谢。”裴先生接着道：“是啊，今日东家就先回去吧，家中夫人和小少爷还等着呢。”玉亲王也点点头，看了眼瘦弱的沈文珍道：“是啊，沈大人先回去休整一番吧。”沈文珍回家后，小阿周才露出了笑容，抱着沈文珍不撒手。江氏看着他那一夜之间长出的胡渣，也有些泪眼婆娑。沈乐林和沈木渊稍微等沈文珍洗了个澡，换了身衣裳后，才准备将今日之事细细说来时，大房便来人，宁国侯请沈文珍前去一见。江氏母子三人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已经换洗一身的沈文珍疑惑道：“可是出了什么事？”江氏怒道：“还不是你那个好大哥，想见死不救不说，还妄想拿你去让三皇子消火。”沈文珍睁大眼睛，这是什么跟什么？沈木渊这才将今日一早沈文元对江氏的怒吼说了出来。什么？大哥，大哥居然敢如此对你！江氏的眼泪在沈文珍说这话时的那一刻终于流了下来。沈文珍心疼要去安慰，门外的小厮又在催了。才讲了个开头的沈木渊欲言又止，裴先生叹息一声道：“东家，路上我再跟您说说吧。今日这事，宁国侯确实做得不地道。”沈文珍只好看了眼沈乐林和沈木渊，示意他们好好照看一下江氏，便带着裴先生匆匆往前院赶去。沈文元原本害怕江氏找自己，便躲出门去了。不想刚当下人来报，三弟居然已经回来了。差人一打听，走的居然是玉亲王的路子。沈文元心中窃喜，这玉亲王虽然是个混不吝，但奈何出身好啊，又得圣上和皇后的宠，若是他能帮忙在三皇子和圣上面前美言几句，指不定这宁国侯府这次的危机便能跨过去了。于是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沈文珍一进书房，沈文元便一脸急色地道：“三弟，你可算是回来了。你都不知道为兄这一日为了你的事，可是连腿都跑细了。”若是没有听到儿子和裴先生的话，沈文珍看到神色焦急的沈文元，若不是刚刚儿子和裴先生所说，他定然也要为他这个好大哥的兄弟之情好生感动一番。可如今呢？沈文珍轻声一笑道：“哦，不知大哥去了那几家打探情况了？”沈文元一怔，未曾想到沈文珍如此打破砂锅问到底。三弟这是什么意思？沈文珍面上也是一愣，满是真诚地道：“大哥今日去的那几家，想来都是关系亲近的，如今我人已经出来了，想着改日便一家家道谢一番。虽然大家没帮上忙，但让大家担心，总归是我的不对。”沈文元被他的话一噎，只能道：“这些事想来他们也不会在意的，反倒是三弟，你是如何从那京兆府里出来的呀？”沈文珍唉声叹气了几句后，才道：“大哥，你真是不知道，昨日可真是吓死我了。我不过和好友在一块喝酒，也不知怎地那钱大人推门就进来了，不由分说的将我们全都走了。昨日一整夜，我们是在牢里，是叫破了喉咙都没人理会我们啊。今日一早也是，不瞒大哥你说，当时弟弟我都在想，是不是前一日侄女那事哀，我们宁国侯府得罪人了。”沈文珍说到这里的时候，还故意面露难色，朝沈文元看了一眼。成功看到他变了脸色之后，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沈文元的面色已经有些僵硬了，他没想到这个三弟居然如此精明，这么快便猜到了这其中的关键，于是道：“可我怎么听说是因为三弟和同僚在妄议这几日科举之事才被抓的？”沈文珍瞪大眼睛，一副怎么连大哥你也冤枉我的样子道：“大哥，别人不知，你还能不知吗？那钱大人来的时候，我可是一直在拦着那两位同僚的，期间也没有说过一句对圣上对科举不敬之言，但偏偏就这样，那钱大人还是将我抓了回去，任我怎么喊冤都没有用。”说完还皱眉看向沈文元道：“大哥，你说这钱大人如此针对于我一个小小的七品主事，到底是所谓何事呢？”沈文元神色颇有些不自然地道：“想来是那钱大人新官上任，这才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对了，三弟，既然这钱大人这么生气，你是如何出来的呢？”听了沈文元避重就轻的话，沈文珍心中冷哼，面上却大惊：“大哥，难道不是你想办法把我救出来的吗？”沈文元长大了嘴巴，他何时？沈文珍继续道：“我在牢里一直待到午后，期间那京兆府倒是给我送过2次饭，可不瞒大哥所说，那菜饭着实难吃了些，若不是武氏弟弟，我腹中实在是空空如也，我实在是难以下咽啊。
眼见沈文珍还要将那菜色如何难吃细细讲出来，沈文元赶紧打断道：“三弟放心，大哥我已经让大厨房给你准备吃食了。只是那后来你是如何出来的呢？”沈文珍咧咧嘴，心道：这么快便没有耐心了吗？后来我刚垫了一口，衙役便带着阿渊和裴先生来了，我就被带去见钱大人和玉亲王了。想来是玉亲王帮忙找钱大人说的情。沈文元见终于聊到了玉亲王，立刻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道：原来玉亲王帮的忙，三弟你是何时认识玉亲王的呀？沈文珍大惊，瞪大了双眼看向坐在上首的沈文元道：大哥，玉亲王不是你找来救我的吗？第192章，大哥和三弟的极限拉扯。沈文元。沈文珍接着道：我一个小小的七品主事，又是前年年底才回京城，如何能认识玉亲王那样的人物呢？今日钱大人给我介绍那少年便是玉亲王的时候，我也是好生惊讶，还想着大哥在这京中耕耘多年，果真人脉广，为了弟弟居然请动了玉亲王，弟弟心中真是十分感激啊。沈文珍说的真情实意，要不是今日沈文元谁都不找，想来此刻也会忍不住怀疑，难道真是自己记错了？可一旁的沈文珍越说越激动，就差抱着沈文元的大腿感激涕零了。沈文元只得赶紧解释：三弟您先等等，虽说大哥今日是去了不少人家，但三弟不瞒你说，如今侯府确实门楣不像从前，那些人家大抵也是请不到玉亲王的，所以为兄想问下，是不是三弟你这边有什么人脉能找到玉亲王的？沈文珍一脸愕然道：不是大哥找的玉亲王？怎么可能呢？真的不是大哥帮忙救弟弟我出来的，那玉亲王如何来帮我的？大哥你莫不是骗我的吧？沈文珍一连确认了3遍，丝毫不顾沈文元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一直坐在沈文珍下手的裴先生低着头，几乎是掐着自己手心的肉，才成功制止自己笑出声来的。这东家扮猪吃虎这一招，一如当年，用得甚是自如。沈文元脸色铁青，压抑着心中的怒火，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沈文珍道：三弟真不认识玉亲王？沈文珍连忙摇头，手一摊道：大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上哪去认识玉亲王这样的人物去？沈文元静静地盯了自己这个三弟看了好一会，似乎在确定他此话的真实性。但沈文珍面色坦荡，一脸无辜的样子，似乎不像作伪。半晌他才道：好，就算三弟你不知玉亲王为何出手相助，但如今玉亲王既然已经出手相帮了，这礼数必然不能少了。等明日我亲自陪你去一趟玉亲王府道谢。沈文珍哪里不清楚自家大哥这是要借故攀到玉亲王这份关系，心中冷笑，这关系是自家孩子偶尔间得来了，若浪费在田大侄女的窟窿上了，自己如何向孩子们交代？再者，沈文珍也想明白了，自己如今去闽州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侯府被三皇子如何针对，也与自己一家人没有多大关系了。于是他睁眼说瞎话道：是啊，弟弟我当时也是这么对玉亲王说的，谁知玉亲王倒是个性情中人，挥挥手道他这今日都有事，要道谢的话，让我过个6、7日再过去。沈文元皱紧眉头，还要6、7日？那倒是怕是登文谷之事已经被解决了，而府中的事便要被摆在台面之上了。沈文珍接着道：当然弟弟自然是不肯，如此大恩只能怠慢呢。可无奈玉亲王坚持，最终还像是有些着恼了一般，弟弟我怕简直下去反而惹恼了玉亲王，这才应下，等7日后再登门道谢。沈文珍心道：7日，只怕那钱万里为了拿自己立威，这2日自己的任命便会下来了。等7日后，自己一家人怕是都在去闽州的路上了。沈文元心中虽然实在焦急，但也多少听过些玉亲王纨绔的名声，这事若真要逆着玉亲王的心思来，可能反而不美，因此半晌才沉着声音道：那既然如此，这几日我们好生备些礼品，7日后我再带你一同去玉亲王府吧。沈文珍忙不迭地点点头道：如此，那就多谢大哥费心了。说完又开始好心提醒沈文元道：对了大哥，你可知道那钱万里为何要针对于我？虽说我官职不高，但好歹也是世袭侯府出身，他就这样不管不顾的将我关在牢里，还大放厥词，是不是有意针对我们宁国侯府？沈文元嘴角抽搐了2下，见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敷衍道：此事我会派人去查的，你刚回来，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沈文珍闻言站起身来，临走前还颇有些不放心地道：大哥一定要记得去查一下，不然这钱万里若是再朝咱们家放冷箭，怕是不好对啊。沈文元并未回答，待沈文珍和裴先生的身影消失在书房，他才突然拿起手边的茶盏重重往地上一摔，怒道：眼皮子浅的东西，庶子就是庶子。沈文珍从沈文元的书房出来后，脸上的憨厚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嘴角的一抹轻笑。而此时的沈乐玲刚刚收到一封信：小姐，这是陈掌柜传来的，说是段世子说的，十分紧急。雅涵小声说道。沈乐玲接过那封信，颇有些疑惑地打开，这段俊泽看起来并不像是会与女子私相授受的样子啊。段俊泽的字迹和他的人一般，
干净利落，笔锋沉静，却又隐隐带了一股锐利之势。待看清里面的内容后，沈乐林的脸色唰的一下变了，他连忙道：“思雨，跟我出趟门。雅涵，你一会去母亲那边说一声，就说我今日累了，先休息了。”思雨和雅涵均不知发生了何事，但还是习惯性的点头。沈乐林和思雨换了男装后，直接从西侧门溜了出去，在路上叫了辆马车，便往定北侯府赶去了。定北侯府后门的小厮大概早就得了主子的信，沈月玲一报江大河的名字，便连忙客气地将他们迎了进去，引到谭云休养的小院之中。屋中陈设简单，床上满面苍白，头上被绷带绕了好几个圈的人，正是今日一大早就不见人影的谭云。思雨在路上得知谭云受伤的消息，便心急如焚，此刻也顾不得礼数不礼数，赶在沈月玲之前冲了上去，搭上谭云的脉。第193章，我不喜欢你的眼神。两位小心，这位姑娘不仅有皮外伤，但有对方下手太重，五脏六腑均有些损伤。江大夫刚刚才给她喂完药，才睡下。一旁的小丫鬟轻声提醒道：“她叫婴儿，是邹嬷嬷专门派来伺候谭云的。”思雨给谭云把完脉，又简单的看了看谭云头部包扎的手法，朝沈乐林点了点头。沈乐林原本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揪住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刚刚一进屋看到躺在那里的谭云，他心中既是害怕又是悔恨。若是谭云真出了什么事，那自己为了一己之私，不仅是耽误了谭云的前途，还害了他的性命，那自己一定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虽然小丫鬟的话很清晰地表示了谭云暂时没有大碍，但直到看到思雨朝自己点头，沈月玲才大口呼吸了2下，像活了过来一般。她心疼地凑近看了下还在睡梦中的谭云，他向来是个警醒的，院子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躲不过他的耳朵，可如今呢？沈乐林伸出手想摸摸他沉静的小脸，但最终还是一转头道：“先出来吧。”思雨十分凝重的神色，此时却眼眶泛红，刚刚小姐的手在抖，止都止不住的颤抖。他吸了吸发酸的鼻子，忍住了情绪。段俊泽过来的时候，思雨正低声汇报着谭云的情况，站在屋檐下的沈乐林的脸色晦暗不明。他看见今日扮着男装的沈乐林，脸上没有故意涂的蜡黄，也没有那标志性的黑痣，一身湛蓝的华衣衬得他的小脸越发的白净。见段俊泽过来，沈乐林轻声道：“你留在这边照看谭云。”思雨见这定北侯府的世子居然是那日上元节抱着小女孩的少年，心中微微讶异，想要劝说沈乐林毕竟是女儿身，还是但看着每个人都沉着的脸，最终只是低头应了下来。定北侯府后院之中，段俊泽一身长袍带着身穿男装的沈乐林径直穿过假山池塘，即使这侯府的明朗通脊，气宇轩昂，古树参天，二人的脚步没有半分停留。今日之事大抵便是这样了。段俊泽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他简单直白的言语也让沈乐林能想象出当时紧迫的形势。若是段俊泽晚出现一炷香的时间，又或者他没有能认出谭云来，怕是自己这一辈子都不知谭云去了哪里，遭受了些什么。他冷冷地道：“那人在哪里？”段俊泽道：“就在前方。”二人没走多久，终于到了一个广场，大概是侯府里的练武场，四周站着20多个如松柏一般挺拔的护卫。场中有一个1人高的笼子，里面有一团黑色正蜷缩在里面。沈乐林讶异地看了一眼段俊泽，未曾想到这向来表现得十分沉静的段时间居然会想出如此法子。段俊泽会意不自然地解释道：“他们当时说要将你的丫鬟喂狗，我才想着那就关在笼子里更合适些吧。”沈乐林眯眼看了眼笼中之人，沉声道：“如此，先多谢段世子了。”丁满已经在这笼子里被关了1个多时辰了，虽说刚3月的天，但这日头着实有些大，他本就受了伤，而这定北侯的人连口水都不给，实在难受。他远远看到段世子和一个小少年走来，心中不由得打鼓。他明白今日动了这段世子的人，怕是够自己喝一壶了，但好在自己下手有轻重，那金马的少年好好将养一段时间便好了。自己跟在二少爷身边这么久，想来就算是二少爷没有能力救出自己，老爷和老太爷也会出手的。他原本脑中已经想好了，作为只是一个听主子话的下人，一会如何向段世子求饶。可慢慢向他走近的却是段世子身旁的那个富家小少爷模样的人。丁满仔细看了眼那小少爷，微微蹙眉，这模样如此俊俏的少爷，他每日跟着二少爷在这京中四周游荡，怎么好似没见过呢？沈乐林盯着丁满看了良久，亮晶晶的眸子甚至让人心惊的寒意。丁满下意识咽口水，一道：“小人可是得罪过这位少爷？”沈乐林并未理会于他，而是转身问段俊泽，声音清冷道：“段世子，能帮一个忙吗？”片刻之后，丁满已经被人抓了出来，死死地绑在笼子上，而他身前还摆着一个书案，上面放着鞭子、蜂蜜、匕首和钉子。
可否让小女子单独与他说说话？段俊则点头，手微微一动，那20多人迅速向后推开，有条不紊的跑步离开了练武场。我就在那边。他指向右侧的方向，缓步走去。待确定他走远后，沈月玲在丁满满是不解和恐惧的眼神之中，拿起桌子上的匕首，慢慢走近了他，将塞在他口中的布条拿开，匕首在他脸上、脖子上随意的比划着，偶尔还会不小心擦破他的皮肤，留下一个浅浅的伤痕。丁满见状，反而冷静了一些，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姑娘，胆子再大也最大拿着这匕首吓唬一下人了。似乎看透了丁满的想法，沈月玲声音带着淡淡的寒意：“丁满是吧？”丁满道：“这位姑娘，小人不过是个下人，今日……”啪！沈乐玲狠狠的一巴掌甩在他脸上。丁满转头，眼神阴郁的看着他。沈乐玲拿着匕首抵在丁满眼前，逼他直视笔刃，声音却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一般：“我不喜欢你的眼神，下次再这样看着我，我就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成功让丁满退让后，他呵呵笑了一声，随后道：“下次本姑娘再问你问题，顾左右而言其他，可不是一巴掌能解决的事喽。”就在丁满以为这是哪一家被宠坏的大小姐时，沈乐玲却突然脸色一变，道：“丁墨雨什么时候跟得了三皇子？”丁满瞳孔顿时微缩，整个人的像半截木头般愣在那里。第194章酷刑。一直盯着他的沈乐玲顿时明白自己猜对了，这丁墨雨此时已经偷偷上了三皇子的船。要说这丁丞相家里也不是个太平的，丁丞相偏爱嫡孙丁默生，一心培养他当丁家下一代的掌舵人，但丁默生的父亲，也就是他的长子丁延礼，如何肯善罢甘休？因此丁延礼更看重自己小妾所生的三儿子丁默凡。丁默凡的同胞兄弟丁默雨则被那小妾自小宠得无法无天，成了京中有名的纨绔。但丁默雨显然并不甘愿如此，上辈子不知如何被三皇子的人拉拢了过去，将丁家不少动作与机密一一告知，致使三皇子在后来不仅赢了二皇子登上了地位，最后还证据确凿的将丁家满门抄斩了。当然丁默雨也没有放过。已经得知自己想要了的沈月玲再次发问：“你家主子已经帮三皇子办了几件事？或者说他给三皇子传递过几次信息了？”丁满冷哼一声，将脸转到一旁，并不回答。沈乐玲目光冰冷，看着面前狼狈无比的身影，面对已经被段俊泽打成了重伤，还被绑在那里动弹不得的丁满，他笑了笑，吐出来的话语却让丁满心惊不已：“你跟着丁墨雨那么长时间，应该帮他折磨过不少人吧？听说今日你原本要将本小姐的人喂给恶犬的，你说如果本小姐将恶犬和你同时喂下和欢散，再将你们关在一起？”见丁满的脸色变了变，沈乐玲突然凑近，脸上带着近乎残忍的笑容：“你说这样会不会更加精彩好玩一些呢？”丁满面色灰暗，声音颇有些低沉：“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话音刚落，沈乐玲猛地将匕首狠狠地扎进他被绑住的手掌之上。啊！丁满疼得大叫一声，沈乐玲着眼看去，大概是方向有些偏颇，他右手的小拇指还有一半皮挂在上面，不断地冒着鲜血。“我跟你说过了，问你问题直接回答就好了，不要给本小姐顾左右而言其他，否则下一次就不是一只手指那么简单了。”他脸上带着一种孩童般的天真，但说出来的话却是冰冷的，没有一丝人气。听到了没有？沈乐玲最后一句声音陡然拔高，几乎在丁满耳朵边说的，吓得原本就已经满头大汗的丁满下意识的点头。沈乐玲见状笑了，似乎很满意他的乖巧。“还是那个问题，你家主如今帮三皇子办了几件事？或者他给三皇子传递过几次信息了？”丁满这次学聪明了，只是摇头，示意他不能说。沈乐玲也不着急，淡漠道：“你不说也不要紧，先听听。你不说我会如何对付你吧？”丁满闭上眼睛，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沈乐玲轻笑出声道：“丁满，你是不是还以为只要你不说，你那主人便会来救你？这定北侯府也定然不敢杀你。”丁满依旧沉默。“那丁满，如果本小姐告诉丁墨雨，你已经将他投靠三皇子的事说了出来，你说他会怎么对付你？会不会也将你喂了恶犬？”丁满这才睁大了眼眸，直直地看向沈乐玲，但眼底却全是惊恐和疑惑。“不会的，二少爷不会相信的。你对他比我更为了解才对，像他们这些人，只要起了疑心，你便活不了了，不是吗？”丁满眼底的情绪几近转换，最后还是闭上眼睛道：“不管如何，我不会背叛二少爷的。”对于他这份忠心，沈乐玲轻哼一声，随即慢悠悠地说起了沈慕清曾经对人施用的刑法来。“其实我觉得用人喂恶犬挺无趣的，我这里啊有好多更新鲜更好玩的方式，你想不想听一听？从哪里说起呢？先说剥皮吧。一位皇后嫉妒皇上盛宠的妃子，趁着皇上出巡之时，将那妃子让人从背部开始一刀切开了皮肤，
然后让手最稳的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皮和肌肉一点点地撕开，最终将他全身的皮都剥了下来。关键是啊，他事先还让人给那妃子喂了药，直到他全身的皮都被剥下来后，他还没死，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肉团一般。你要不要试试？丁满虽没有说话，但眼底已经露出了惊恐之色。沈乐灵见状，笑得天真极了，道：怎么，你不喜欢？那下面这个你一定喜欢了，它叫棍刑，可不是用棍子打人了，是用一根光滑的大粗棍子分别从人的身体穿过，整根没入，直接穿破人的胃肠，不仅能让人吃得苦不堪言，更关键的是，说不定时候还能变成一桩美谈，时不时被人拿出来说上一说，这样即使你死了，还有人会记得你，你说好不好？丁满似乎被他变态的法子和充满调笑意味的音调给彻底激怒了，他不顾右手的疼痛，暴喝一声：够了！沈乐灵冷哼一声，对上他眼眸里布满的愤怒火焰，道：怎么，光听着就受不了呢？我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呢，要是你命大，说不定还能一一尝试一番。丁满这些年跟在丁墨雨身旁助纣为虐，不说嗜血好杀，但也确实折磨过不少人，但面前这女子的刑法还是让他不寒而栗，特别是那第二种，连死后都没有放过，简直是个玉面恶鬼。沈乐灵不知他心中所想，当然即使知道，怕也只会冷哼一声。既然你不愿意尝试这些，那就乖乖回答本小姐的问题，否则他最后一个尾音带着明显威胁的意味。丁满沉默了，脸色不停地变换，心中不停地斟酌和衡量。我既然已经知晓他投靠三皇子，接下来的事自然也好查，实在查不了的，你说我告诉丁丞相或者丁默生，他们会不会愿意帮我这个忙？至于你家少爷，会不会直接被丁丞相大义灭亲？沈乐灵继续循循善诱。见丁满嘴角微微抽动，沈乐灵道：行了，我就问你这2个问题，你若能老实回答，我可以保证即使日后事情败落，你也可以平安无事。第195章，为何不能？丁满冷笑道：我不是伤了你的下人吗？你会这么好心？沈乐灵郑重道：我虽是女子，对人承诺的事情向来都是一言九鼎。丁满睁眼却沉默了半晌，显然并不信任他，而是看向远处的段俊泽道：这话若是段世子如何说？显然是想让段俊泽给他这个保证。沈乐灵嘴角轻挑，朝远处的段俊泽喊道：段世子，这人就交给我处理了。段俊泽点点头，随即又想到这距离有些远，怕沈乐灵没看清楚，随又张了张口，想和他一样大声回答，但终于不太习惯。于是沈乐灵和丁满便看到朝他们方向快步走来的段俊泽。这人你想怎么处理都行。走近后，段俊泽的声音沉稳之中带了某种轻快，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丁满那要断不断的手指，以及沈乐灵手中的匕首，神色颇有些古怪。沈乐灵听出他话里的理所当然，微微一怔，随即转身看向丁满道：你听到了？丁满也并不蠢，道：段世子，这位小姐刚刚说了，只要我回答了她的问题，她就饶我一命，不知段世子愿意放在下一马？段俊则看了看沈乐灵道：他放我便放。沈乐灵不知为何听到这一句时，眉头微微蹙起，总觉得这人说话不太对劲，但很快他便让段俊则退开，继续刚刚的问题。丁满自小在丁府长大，原本并不是沈乐灵如此轻易便能撬开嘴巴的，但奈何沈乐灵一来便将自家二公子藏得最深的秘密解开，让他大为震撼，从心里对沈乐灵产生了一种畏惧。加之后面不管是断指还是讲述的酷刑，都让丁满心中的恐惧一点点加深。最后沈乐灵还让他明白了一件事，哪怕二少爷成功将他救出，但若眼前的人想让自己死，压根就用不着亲自动手，只需要传递一点点信息，便能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段俊则这次在一旁没等多久，沈乐灵便信步走了过来。走之前，在丁满怒喊你骗我的声音中，沈乐灵毫不犹豫地将匕首狠狠地插入了他的心脏，看着他那双阴郁而不甘的眼眸，冷冷道：我是说过我一言九鼎，但我也说过那是对人，而你不配。说完又将匕首狠狠地在他心脏处转了半圈，等待他完全咽气后，一边拿出帕子擦着手上的血迹，一边转身离开。段世子，麻烦您帮忙收拾一下。段俊则看了他一眼，点点头，朝身后看了一眼，立即便有2个远处的护卫小跑上前。沈乐灵转头看向段俊则，再次郑重地道过谢后，原以为他会就自己在他的地盘上动手说上几句，不想段俊则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其实论起来，或许该道谢的是段某。沈乐灵挑眉，段俊则尽力让自己的语气轻松一些，道：这天若太黑，乌云驱散不了，或者换个天也不错。他总是淡然的眼眸，今日却仿佛汇聚了某种光芒一般，认真地看向沈乐灵的眼睛，似乎想从他的眼神之中得到某种答案。若是一个时辰前的沈乐灵，或许还会和他兜圈子装傻，但现在一心想为谭云报仇的他，
想到还要请段世子帮忙，只是轻笑一声，道：“原来是这样啊，多谢段世子解惑。”那不知段世子觉得这幻天的想法如何呢？如果说段俊泽之前只有9分的把握，沈乐灵是故意引导自己的，那现在便已经有了10分了。他眉头紧蹙，终是问出了萦绕自己心头的问题：“你为何会想到这一步？”沈乐灵轻笑一声，笑声里充满了悲切，一双漂亮的眼眸对上段俊泽疑惑的双眸，随即再次冲他灿然一笑：“我为何不能想到这一步？段世子，景睿16年11月至今，我们一家人到京城已经1年5个月了。自小在南方长大，说是对京中没有向往，那是不可能的。可我进京之后看到了什么？不说我做生意时处处碰壁，若不是遇到玉亲王，怕是东来顺这一辈子都在京中开不了业。就说那些血淋淋的案子，那枯井之中挖出了23具尸骨，整整23具。可结果呢？你我都知晓，魏征不过是个替罪羊罢了。哼，若不是英国公的老夫人坚持，怕是连魏征都不用死，直接拿一个死了的地痞顶罪就罢了。最为可笑的是，这居然还是三司会审后的结果。三司会审啊！段世子，你觉得律法在如今的大魏还有丝毫的让人信服的地方吗？段俊则沉默不语。对于这件事，他一直也耿耿于怀。当初玉亲王进大理寺，无意得知那陈小石失踪的案件后，是他在背后派人调查，才查到那口枯井，并故意将事情闹大。可结果罪魁祸首压根就连面都没有露过，这案子便结了。当时他的心中也不是不失望的。沈乐灵的声音越发激动，这官场上本就官官相护，黑如锅底，小女子还以为这边已经是极致了，万万没想到他们连科举都敢做手脚。一个偌大的朝堂，若是连新鲜的血液都无法接纳和流入，那日后百姓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花大价钱当上官的人，段世子觉得他们会爱民如子，只怕当官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法子将自己当初买官的银子全都敛回来，最后受罪的还不是只有百姓而已。可这些还不是最让我心惊的，最让我心惊的是，他们已经无法无天到连敲了登闻鼓的人也敢动手脚。他再次看向段俊泽，白玉般的面颊染上了因愤怒而产生的红晕。段世子，朝堂里面士族当道，官官相护，买官卖官，科举舞弊，若这些都不足以，我想到这一步，那方彦辰的事却让人不得不想了。沈乐灵的声音渐渐沉稳下来，带着慢慢的无可奈何，因为他让我明白了，这个朝堂如今居然已经容不下与那些人不同的声音了。最后几个字几乎低不可闻。段俊泽也缓缓地闭上了眼，二人沉默了很久很久。第196章2封信。那你觉得这天能变吗？他的声音很轻，像一团棉花一般。沈乐灵目光坚定地看向他，语气也不容置疑地道：能，一定能。我相信终有一天，官场豁达清明，科举百花齐放，百姓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段俊泽心中微微诧异，似乎不太明白面前的少女为何比自己还有信心，但看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眸中满是对未来的期望，他也不由得点点头，一定会的。侯府初春的花园之中，略带暖意的阳光洒下，池塘的水像新泡的绿茶一样清嫩可爱，微风拨弄后留下一层层涟漪荡漾开来。和来时的急促不同，二人漫步往回走着。今日小女子一时愤然，失手杀死了丁家二少爷的小厮，不知可会给段世子惹来麻烦。一时愤然失手这2个词，沈乐灵用的脸不红心不跳的。段俊则对他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也仿佛已经习惯，淡淡道：没事，我能应付。段俊则没有说假话，若是沈乐灵将生前的丁满狠狠折磨一番，在他身上留下过多的伤痕，他或许还会惹上一些麻烦。毕竟那样子，丁家定然会怀疑丁满在死前必然受过严刑，甚至透露过一些丁家的秘辛。但沈乐灵仅仅断了他一根手指，加上那些轻轻的划伤，将尸体丢给丁家后，料想丁丞相他们也不会为了一个下人与他为难。想到这里，段俊则仔细看了一眼面前的一身男装的女子，莫非他早猜到如此，才干净利落的要了那丁满的性命？或许是今日太过焦急，沈乐灵的发髻有些凌乱，有几根还随着吹过的微风飘舞着，平添了一丝妩媚。段俊则想到这里，立即转过脸，轻咳一声。沈乐灵不知他心中所想，而是接着道：不管怎么说，这事是小女子为段世子找了麻烦。正好我刚刚从那人嘴中得知了一些消息，想来对段世子应当有些用处。哦，段俊则有些诧异，刚刚虽能看出沈乐灵确实在逼问些什么，但他以为沈乐灵虽然有着异于常人的聪慧，但到底年幼，面对像丁满这样的人，就算能问出点东西，多半也是无关紧要的。但看他那尚算稚嫩的脸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段俊则还是顺着他的话头接道：什么消息？定北侯身边的有个副将已经投靠了丁家，他最近回信道，等下次匈奴来犯之际，便会鼓动定北侯乘胜追击，将之置之死地。提及父亲与边疆，段俊则的内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一向淡然的声音带了某种急促。是谁？
沈乐灵一怔，原以为还要花费些时间让他相信，不想这人居然如此信任自己。他摇摇头，这事只是他无意中偷听到的，具体是谁他也不清楚。但此事千真万确，还请段世子提醒定北侯万事小心，特别是他身边的几名副将。沈乐灵确实不知那叛徒是谁，如今两位皇子的斗争已经到了明面上了。二皇子虽然有丁家等文臣在身后，但武将方面却依旧是拥有魏国公的三皇子占尽优势。几番拉拢不成后，丁家在前世才会兵行险招，说服定北侯身边的一个副将叛变。只是后来那副将也死在了那场战乱之中，并未顺利拿下北方兵权，不然三皇子也没有那么容易拿下皇位。当然这些消息丁满一个小小的下人是不可能知晓的。沈乐灵之所以杀害他，也不过是想让自己对丁家的一些秘辛有合理的来源罢了。段俊则眯着眼睛，目光落在那绿色的池塘之上，看着那波光粼粼，不知想了些什么，半晌道：“我知道了，多谢你。”沈乐灵轻叹一声道：“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了，小女子还有一个建议，愿段世子听上一听。”段俊则颔首道：“阿沈姑娘，你说吧。”沈乐灵蹙眉，直觉告诉他，刚刚面前这人又想叫他阿玲，但看他及时改了称呼，沈乐灵并未过多计较，道：“若段世子有换天的心思，不如趁无人知晓前将晶晶送走吧。其实仔细想想，被拐卖这个理由也还不错，不是吗？”沈乐灵说到这里，冲他浅浅了一下。段俊则立即会意，若是自己起了心思，日后去了北方，那晶晶必然要被留在京中作为人质，还不如他所说，在自己的野心暴露前，让晶晶消失在那些人的视线之中。他郑重地朝沈乐灵弯了弯腰，道：“多谢提醒。”沈乐灵见他如此上道，便又低声道：“段世子身边可有轻功极好之人？我有2封信需要人帮忙传递一下。”段俊则问都没问一句，便应了下来。但沈乐灵沉吟片刻，还是道：“这2封信，其中1封是给丁家大少爷丁默生的，另1封则是要给兵部尚书之子魏嘉南。刚刚那丁满还透露了一件事，他家二少爷半个月前已经投靠到了三皇子门下，虽然还没来得及传递什么信息，但……”段俊则会意接道：“但若此事被丁默生知晓，不管丁默宇有没有做什么，丁家都不会再留他。”沈乐灵赞赏地看了一眼段俊则，道：“丁默宇此人贪财好色，横行霸道，仗的不过是丁家的门楣罢了。若这门楣放弃他了，我倒要看看他能如何。”沈乐灵说这话时，面上满是厉色，显然对谭云受伤一事依旧耿耿于怀。一个小小的丁满根本消除不了他心中的怒气，恐怕他真正要的是丁默宇的命吧？不对，段俊则刚得出这个结论，立即便自己否决掉了。他还有1封信是送给魏嘉南的。段俊则顺着他是思路往下想，不一会，他满是讶异的声音响起：“那给魏嘉南的信，便是为了对付丁默生？”话刚落音，他便又否决了自己。不对，不仅仅的丁默生，还有丁延礼。他突然瞪大了双眼，看向沈乐灵：“你想让整个丁家内斗？”第197章默契。沈乐灵静静地看着眼前眼中略带惊讶的少年。如果前世因为李尚挺的原因，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护民的英雄，也是一个叛国的狗贼，这辈子自己认识的段俊则则是一个武艺高强、不苟言笑的少年郎，英气逼人，身上总有一股超乎同龄人的稳重和沉稳。但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能如此聪慧，仅凭2封信便猜出了自己整个布局。如此见微知著，难怪上辈子称帝后短短几年就能让夏弘毅弃都而逃。沈乐灵忍下心中的惊叹，悠悠道：“段世子何出此言？”段俊则分析道：“丁默生的妻子是兵部尚书嫡次女，魏嘉南的同胞姐姐。魏嘉南行事冲动，你那信的内容想来和丁默生……”段俊则顿了一下，终究说不出“饲养男宠”这样的话来，只能含糊道：“和丁默生与其妻子的关系有关。以魏嘉南的性子，想来会闹得人尽皆知。到时丁默生喜欢男子的事被宣扬出去后，我再让人将去年轰动一时的23具尸骨的案子拉出来，想来丁家一定会十分热闹。”沈乐灵接道，嘴角还噙着一抹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丁家人被指指点点的模样。丁家本就复杂，你先让人将丁默宇的把柄送到丁默生手上，丁默生对付完丁默宇后，他爹丁延礼以及丁家三少爷丁默宇一母同胞的弟弟丁默凡定然对丁默生恨得咬牙切齿。若这时丁默生名声扫地，丁延礼怕是会趁机夺权。丁相是个有远见的，早就看出来丁延礼担不起家中重任，这才将重心移到自己的长孙，也不知会为自己这个自小看重的孙子做到哪一步。二皇子这边本就少有武将，这下他母家还将兵部尚书得罪了，那位置怕是离他更远了。二皇子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段世子莫不是以为小女子是在帮三皇子？沈乐灵轻声一笑，嘴角扯出一抹讽刺的笑意。人老成精，只要解决了丁家的内鬼，三皇子想轻易扳倒丁相还是不容易的。段俊则也笑了，带着一丝苦涩：“沈姑娘放心，今日我段某便会让人快马加鞭，让家父小心。”二人互视一眼，刚刚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不仅将整局棋铺开，还顺便过了一招。此刻
二人之间萦绕着一种无言的默契，仿佛眼前的人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一般，能知晓自己所有的想法。沈乐灵率先收回了目光，掩饰般的看了一眼池塘边的树木，随后道：“但这些还需要一个轻功高手，能将信送到的同时全身而退，不然一切都是空谈。我手中并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段俊则道：“放心，此事我来安排。”沈乐灵点头，再次道谢，正准备告辞去看看谭云时，段俊则再次开口了：“昨夜里我找到方先生的尸骨了，就埋在城郊5里外的小玉坡上，你要去祭拜一下吗？”沈乐灵的心情瞬间低沉了下来，他望着已经不知何时西斜了的太阳道：“我怕是没时间去了，更何况先生高义我怕是有些不配。”段俊则蹙眉，有些不明白为何没有时间，但见沈乐灵情绪不高，没有多问。不一会，楚玉远远的走来，恭敬的行完礼后道：“主子，沈小姐，那受伤的姑娘已经醒了。”沈乐灵顾不得许多，向段俊则随口告了声罪，便让楚玉带路，朝谭云所在的院子跑了起来。“你这些日子可得乖一些，伤筋动骨100天，知道吗？莫要动不动就舞刀弄枪的，万一又不小心伤到了。”沈乐灵一踏进屋子，谭云原本生无可恋的面庞一下子就灵动了起来，一双眼眸居然还流露出了些许委屈的神情。“小姐！”谭云激动的大喊一声，那声音振聋发聩，吓得正在喋喋不休的思雨一个机灵，差点从小凳子上摔下来。沈乐灵和他身后的段俊则和楚瑜也是一愣，特别是楚瑜嘴角微抽，怎么听那声音好像受伤躺在那里的是沈家小姐一般。沈乐灵心中原本悲伤的情绪也一下子被那声中气十足的叫喊给冲没了。他顿了顿，上前几步，思雨顺势让出床边的小凳子，嘴中还嘟囔着告状道：“小姐，这丫头真是一点不让人省心，刚听说你来了，就闹着要自己去找你呢。”躺在床上的谭云眼珠子一转，求救般的看向沈乐灵。沈乐灵忍不住轻笑一下，转头对思雨道：“谭云刚刚才醒，怕是还有些头疼。思雨，不如你去问问府中的大夫，看看有没有十分特别要注意的。”处于十分殷勤的引思雨出去后，段俊则大抵是见谭云没什么大碍，也退了出去。等众人走后，沈乐灵刚想用手指点点谭云的额头，看着那满头的纱布，一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只好讪讪的收了回来，却还是气道：“你这一大早一声不吭的跑到定北侯府来做什么？”谭云这才想起自己早上出门还没有跟沈乐灵说，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沈乐灵见状追问道：“说吧，为何一声不吭的就跑到这里来？”谭云偷偷看了眼沈乐灵的脸色，见他沉着脸，这才解释道：“段世子虽然看出我天赋异禀，武功高强，未来是做大将军的料，但他不跟我说一声，就像小姐你要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就是想来告诉他，我不想当什么大将军，我就想跟在小姐身边做丫鬟，让段世子不要痴心妄想了。”谭云大概是觉得自己没错，后面的话越来越大声，让此时站在院子里耳力极好的段俊则忍不住深呼吸2口气，才忍住冲进去告诉那小丫鬟不要乱说话，自己可没有什么看上他一说。沈乐灵被他气得扶了扶额，道：“那你可以跟我说啊，一声不吭的就跑了，你知不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还有你今日为何如此冲动？救下孩子就趁他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立刻跑，往人多巷子多的地方跑，这样逃跑的几率才大些啊。”谭云认真的点头道：“小姐，我记住了，你放心，下次我一定会跑掉，按时回家吃饭的。”沈乐灵第198章丁家兄弟。夜幕降临之际，沈乐灵才从定北侯府的后门离开。今日和丁家有了冲突后，前门想必早就有丁家的人盯着了，因此就连来的时候，沈乐灵都是按照段俊则信中所言从后门进来的。由于谭云不能移动，沈乐灵未多思考，便将思雨留下照顾他了，顺便也让谭云尝尝记性，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受这么重的伤吓人。段俊则从前门大张旗鼓的带着丁满的尸体往前院方向走去。丁满死后没多久，段俊则便派人去了丁家，也不找丁丞相或做这个3品闲官的丁延礼，而是直接找的丁墨雨。消息传到丁府的时候，丁墨雨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抱着他爹丁延礼的大腿哭：“父亲，你可要给儿子做主啊！”丁延礼虽然已过不惑之年，看起来依旧风神俊朗，年轻时定然也是个翩翩少年。他嫌恶的看着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的二儿子，忍住一把推开他的冲动，道：“行了，到底发生了何事？你先起来再说。”丁墨雨还没得到父亲的准话，依旧在那里鬼哭狼嚎，让丁延礼救救他。丁延礼的眉头越蹙越高，显然对这个儿子为数不多的耐心已经要用尽了。倒是一旁的丁墨烦看不下去，伸手去拉丁墨雨道：“二哥，父亲让你先起来，你便先起来吧。”丁墨凡虽然今年才15岁，但自小聪明，丁延礼为了培养他花大价钱请了不少先生，虽然年纪还小，不管是文学还是武功都是上乘。他手中暗暗用了力，丁墨雨感觉自己被他抓到的地方定然已经红肿了。就这样，丁墨雨在弟弟的威胁下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起身后还在丁延礼没看到地方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丁墨凡。
这个弟弟惯会在父亲面前卖好。随后又开始哭嚎：“父亲，儿子真不是故意的，那段阎王家的小厮先踢我的马的，我当时在马车里差点就摔下去受伤了。丁满也是为了救我才打了那个小厮的。没想到那段阎王来了后，二话不说，可就将丁满打了一顿，还威胁我，最后还不解气，将丁满给带走了。”丁墨雨将事情改了个七七八八，但在场的丁眼里却十分清楚这个儿子的性子，气道：“你什么都没做，那段世子的小厮会去踢你的马？”丁墨雨理直气壮的点点头，还不忘开口强调道：“是啊，是啊。”他还当众打了儿子一巴掌呢。丁眼里看他如此肯定，以及左脸的红肿，不由得产生了怀疑：难道这次真不是儿子的错？这时，丁莫凡看见门口出现的一个人影，快走2步到了门外。他的贴身小厮丁木小声的将自己刚刚打探到的情况说了出来。丁墨雨见情况差不多了，还拿出自己带血的一颗牙，哭诉道：“父亲，那段阎王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连儿子都打，甚至大街打断了儿子的一颗牙。父亲，儿子好疼啊！若是这事不解决，儿子怕是在这京城没脸再待下去了。”丁莫凡便沉着脸进了屋的时候，丁眼里已经被丁墨雨成功将火拱了起来。“哼，二哥，你是没有招惹段世子，你不过是在大街上纵马差点压死人，段家小厮为了救人是踢了你的马，可马车也只是顿了一下，你却让丁满将人打成重伤，还在大街上扬言要将人丢去喂狗。二哥，段世子只是抓了丁满，已经算是给祖父和父亲面子了。”丁莫凡将事情的经过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丁墨雨急道：“你胡说！”他看了眼脸色已经黑掉的丁眼里，气道：“那小厮又没穿定过侯府的衣裳，我当时根本就不知他是段阎王的人。再说，段阎王不仅将丁满带走，走之前还威胁过我，一定会来家里找祖父聊聊。更何况我再怎么不对，也只是打了他的小厮，也是丁府的二公子，他居然当众大打下了我的一颗牙，他定国侯府就能如此无视我丁家吗？”丁莫凡气道：“将人打了后，说着是丁家内部的事，是你吗？”段世子当众质问：“丁家是不是想将定北侯府纳入到丁家？”二哥，你知道这话莫说传到圣上耳朵里，就是祖父那边，怕是我和父亲都难以保得住你。丁墨雨有些惊愕，这话这么严重吗？如今定北侯不仅手握30万段家军，关键是在5人之中的名望几乎是到达顶点，哪怕有哪个皇子得到了他的支持，除非想要谋反，那也得暗戳戳的私下来往，摆在明面上无疑是在对圣上说，而臣我已经得到定北侯了，其实随时想反就反，如今不过是看在你是父皇的面上，将这皇位多让你做几日罢了。这种情况下，段俊泽当众说出这种话，简直是将丁家放在火上烤。丁眼里到底经历的事情多些，在丁莫凡的提醒下明白了过来，气得他立刻喊人要动用家法，亲自押着丁墨雨上门赔礼。可不想，这时门房那边便将段俊泽的帖子送了过来，里面的内容也十分简单，让丁墨雨亲自去定北侯府将丁满接走。丁墨雨一听帖子是让他去定北侯府，立即吓得就两腿一软，口腔里掉牙的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他抱着丁眼里的腿哭道：“父亲，父亲，那段阎王居然还要儿子去定北侯府，他这是要给儿子好看啊！父亲，你可要救救我啊！”丁眼里一甩袖子，冷着脸不置一词，任由他哭嚎。丁莫凡则劝慰道：“二哥，你先别哭了，这是好事。”丁墨雨此时哪里听得进去这些，有些发狠地看着这个多嘴多舌的弟弟道：“好事？这么好的事，不如你去。”丁莫凡一怔，心中也有了火气，不再看着这个一母同胞的哥哥，而是对丁眼里道：“父亲，既然段世子让人送帖子给二哥，想来这事便打算大事化小，是两府的少年郎之间的小摩擦罢了。儿子猜想，这事段世子也不想闹大。”丁莫凡这么一说，丁眼里朝他和蔼地说道：“你说的有理。”说完又嫌恶地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丁墨雨道：“没听见你弟弟的话吗？还不起来？”丁墨雨一溜烟从地上爬起来，还顺带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不确定地问道：“段阎王真是这个意思吗？”第199章到此为止。丁墨雨今日被段俊泽吓破了胆子，自然不敢一个人单刀赴会。丁莫凡无奈，只能带着一堆礼品，陪着这个二哥来了一趟定北侯府。一见坐在前厅的段俊泽，丁墨雨便有些牙疼的让丁莫凡走在前面。丁莫凡无奈，率先朝段俊泽拱手行礼道：“段世子，在下丁家三子丁莫凡，幸会幸会。”段俊泽声音没有任何情绪道：“幸会，今日之事实在抱歉，家兄多饮了几杯，有些无状了，还望段世子不要与家兄一般见识。”站在段俊泽身后的楚言嘴角微微抽动，差点没笑出声来。这丁墨雨是怎么将自己蜷缩的，居然躲在矮他一个脑袋的弟弟身后，怎么就能这么好意思呢？段俊则盯着面前五官颇具柔和之美的丁莫凡，
淡淡的点头道：“好说。”段俊则平稳淡然的态度，让丁莫凡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了。他沉默了一会，见段俊则没有任何请他们兄弟俩做的意思，心知这段俊则心中怕是还有怨气，于是又道：“段世子，今日之事，我二哥也知错了。这不，家父特意让我们前来向您赔罪，还望段世子大人大量，日后我二哥他定然不会再犯此事了。”说完，还朝丁墨雨使了个眼色。来之前，丁延礼三令五申都对丁墨雨说，这次来定北侯府，一定要听自己这个弟弟的话。丁墨雨虽然心中不愿，但确实不敢直接面对段俊则这个阎王爷。今日确实是我不对，段世子对不起了。段俊则得了丁墨雨的道歉后，终于抬头正眼看了下低着头的丁墨雨，冷哼一声道：“这次是我段府小厮命大，但下半辈子怕是要在床上度过了。”丁莫凡眉头一皱，狐疑的看了眼丁墨雨，居然下手这样重。丁墨雨哪里知道那小厮具体被打成什么样了，只知自己当时有说过，只留一口气就行，心虚的将头又埋低了一些。段俊则说完，并未管二人的反应，而是看了眼楚言。楚言会意，走到前厅门口，冲一个护卫说了句什么。丁墨雨两兄弟不由得心头一紧，这段世子不会不按常理出牌吧？段世子，此事是我丁家不对，来之前我父亲也说过，不仅要诚心向段世子表达我丁家的歉意，还有这小厮日后所有治疗的费用以及补品都委由我丁家负责。若真如段世子多言，那小厮日后行动不便，我丁家也愿意每月10两银子给予补偿，您看如何？不得不说，丁莫凡这番话说的还是很有诚意的。段俊则是因为一个小厮而与丁墨雨起了冲突，那就解决了小厮的问题，让段俊则生不起这个气来。段俊则显然也猜到了丁莫凡的意图，他的目光略带审视的在丁莫凡身上打量了一下，随即道：“赔偿倒也不必了，一个下人我定北侯府也是养得起的。”正说着，两个护卫抬着什么放到了院子里。段俊则起身朝院子走去，路过丁墨雨时，丁墨雨还往后缩了缩，让丁莫凡觉得好生丢脸。段俊则并未理会这兄弟俩的官司，而是望着院子的担架，沉声道：“至于丁二少爷身边的小厮，也麻烦两位少爷带回去吧。”刚刚背对着院子的丁家兄弟，此时才看到院子里躺着的担架上的人。丁墨雨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指着段俊则的背怒道：“段阎王，你居然动我的人！”段俊则转身，目光冷冷地落在他的身上。丁莫凡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巴，道：“段世子，虽说此事是我们不对在先，但你对我二哥的小厮下此毒手，怕是过了些吧？”一直跟在段俊则身后的楚玉上前道：“过。丁三少爷，丁二少爷当街纵马不过吗？说着街上便是他丁家的天下不过吗？丁二少爷指着段家的人说是丁家的下人不过吗？”说完还看了一眼依旧梗着脖子的丁墨雨道：“若是这些事，我家世子非要闹到丁相甚至圣上面前，那时候不知丁二少爷和丁三少爷还会不会认为我家世子做过了呢？”段俊则懒得和这两人多废话，凝声道：“此事若丁二少还有什么想法，在下便带着丁满的尸首亲自去丁府拜会丞相大人。”说完也不理会二人，径直离开了。看完热闹的楚言连忙跟上，楚瑜则朝面色铁青的丁家两位少爷一拱手道：“二位少爷，这尸首你们今日还带走吗？言下之意，若是今日你们给脸不要脸，明日这尸首我们家主子就亲自带到相府了。”丁莫凡一直稚气未脱的脸变了又变，最终咬着牙道：“丁木，带上丁满，我们走。”丁墨雨大概是因为段俊则已经走了，觉得自己又行了，怒道：“你什么意思？丁满就这么死了，不管了？”丁莫凡看都懒得看他一眼：“那你是想让祖父来处理这件事？”丁墨雨还是气鼓鼓的道：“那也不能就这样说算了，丁满跟了我10多年了。”丁莫凡眯着眼深深的看了眼自己这个异母同胞的哥哥，搞不明白他脑子是长着干什么用的，最终冷哼一声，拂袖而去。皇宫，玉亲王今日帮了沈乐灵的忙，他心中其实并不多在意，他在意的是三皇子居然在大庭广众下被戴了这么一大顶绿帽子，以及这江大河居然是个女儿身。在捞完沈文珍后，他一没回府，二没去衙门里混日子，而是让小英子赶紧往皇宫里来了。他要和长宁分享这些精彩的八卦，同时找长宁邀功。长宁和江大河那时候那么亲密，想来早知道对方的身份了，自己今日帮他闺中密友这么大的忙，他总不好意思再对自己冷着脸吧。看到大家的评论，好像有些宝子们没看清楚，长宁郡主是皇后娘家哥哥的女儿，自小父母双亡才被接到宫中，由皇后抚养，和玉亲王不是叔叔和侄女的关系。作者还没有那么牛，写出这种禁忌之恋。下划线。第200章分享八卦。长宁郡主武气方醒，正无聊的半躺在贵妃榻上看着手中的书，一听宫人来报玉亲王来了，腾的一下就起了身，快让他进来。原本样样的人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
连声音都透着某种欢快。身边的工人连忙上给他整理了一下仪容。等玉亲王扬着张笑脸走近时，长宁已经端坐在屋中，右手拿着书仔细地翻看着。玉亲王挠挠头，自顾自坐下，朝长宁神秘兮兮地道：“长宁，你知道今日一早谁来找我了吗？”长宁面上毫无波澜，素手轻轻翻过一页，嗓音轻缓：“谁呀？”要是半年前，玉亲王估计早就翻脸了，但如今他一张娃娃脸上丝毫没有任何的不开心，反而又凑近了一点，声音更小了些：“江大河，长宁你知道的吧？原来她是女子。”长宁这下面上藏不住了，他放下手中的书，轻声道：“司仪留下，其他人全部下去。”工人悄无声息地行了一礼，鱼贯而出，从头至尾没有发出一丝多余的声音。等人都出去后，长宁才问道：“你已经知道了？”玉亲王撇撇嘴，果然长宁早就知晓了。“你什么时候知道的？那江大河居然瞒着本王这么久，本王迟早要让他好看。”长宁本能地劝道：“女子未伤本就不易，他也是没有办法，更何况除了性别之外，他又有哪里对不起过你呢？”玉亲王颇有些不满地道：“我还没对他做什么呢，你就护着呢。”接着又想起了今日听的大事，连忙道：“你知道江大河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吗？居然是宁国侯府的三房之女。还有前日你知道他们家老夫人寿辰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那三侄儿不是有个未过门的侍妾吗？他那日居然……”玉亲王原本越说越兴奋，越说越对劲，也成功引起了长宁郡主的兴趣。可说到这里，突然想到长宁毕竟是个女子，宁国侯那个大小姐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不适合长宁这样待字闺中、温柔贤淑的女子听，只能紧急的暂停。长宁疑惑的看了眼一脸尴尬的玉亲王，好奇道：“那宁国侯的女儿做什么了？”玉亲王眨巴眼睛，面对着长宁这张漂亮的小脸，张了张嘴，实在是说不出口，只能强行转移话题道：“你知道那江大河今日来找我是何事吗？”长宁到底是了解玉亲王的，见他心虚的连本王都不自称了，挑挑眉，顺着他的话问了一句：“何事？”他父亲昨日被京兆府引钱万里给抓走了，他求告无门，这才无奈跑到本王这里求救的。长宁这下是真的惊了，被京兆府抓了？为何？他父亲犯了什么事吗？现在怎么样了？可就出人来了？玉亲王很满意长宁的紧张，在长宁一连串焦急的询问之中，他坐直了身子，啪的一声打开了自己随身带着的折扇，摇了摇，还闭着眼摇了摇脑袋。在长宁耐心用尽之前，朗声道：“那还用说，本王都亲自出门了，那钱万里哪有不放人的？再则他那父亲又没犯什么大事，原就是些无妄之灾罢了。”长宁看眼前之人得意的样子，唇角也不由得弯了弯，但很快又压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细细给我说说。”玉亲王见长宁今日对自己如此亲切，心中欢喜，扇子一收，便学着平日听说书的样子道：“话说今日一早，本王还在睡梦之中，小英子便来报，说东来顺的掌柜的亲自前来，江大河有急事欲找本王。”玉亲王故事讲得极好，抑扬顿挫，高潮起伏，除了将自己形容的英明神武了些，事情的大概脉络倒讲得十分清楚。长宁听完后轻叹一声道：“我虽与大河只见过机面，他年纪也比我小些，但总觉得他更像姐姐。以前他装作男子一般行走，我还以为是经商不得已而为之，未曾想即使在偌大的侯府门楣之下，他也要如此辛苦。”玉亲王不太懂长宁在叹息什么，这江大河虽然是女子，但能和自己做生意也是他的福气啊。再说今日虽然他那老爹是多少受了点牵连，但自己不也帮他摆平了吗？比起还在京兆府牢里蹲着的那两个倒霉蛋，江大河一家已经算得上是幸运了好不？但经过这几个月来和长宁的相处，他太知道长宁如今性子奇怪，不像从前温婉顺从，自己要是不顺着他说的话，怕是又要被请出去。于是玉亲王挠挠头道：“或者长宁也好久没出宫了，明日他应该要到府里来跟本王道谢，不如到时候你也来。”长宁眼珠一下子亮了起来。玉亲王接着又说了些京中的趣事，但长宁乐过笑过之后，还是突然问道：“对了，你刚刚说的那三皇子的那个未来侍妾，宁国侯的大女儿，她在宁国侯府的老夫人寿辰上做了什么？”玉亲王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这长宁记性怎么能这样好呢？看着他一双漂亮而好奇的大眼睛，玉亲王吞了吞口水，支支吾吾地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事，等过几日皇后嫂子身子好些了，定然会下懿旨责罚的。皇后几日前感染了风寒，颇有些严重，这几日一直未曾下床。”这一说，长宁便更好奇了，这沈大小姐做了什么事，姑姑还要下旨责罚？长宁对沈慕清的印象也还算深刻，以前每年宫宴之上都会见，但前年中秋之宴上，他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知说进了多少人的心里，包括自小寄居在宫里的。
只是自那以后，那个女子在京中的名声似乎便一直不好。长宁实在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正要开口再问，玉亲王抢先一步站了起来，道：“瞧我进宫了，还没去给皇后嫂子请安呢，我先走了呀。长宁明日让人在宫门口等你啊。”说完，向身后有恶鬼一般跑得飞快。长宁看着他的背影，真是又好气又好笑。